曾经风景秀丽的蓝星，却因一颗名为威姆利斯的小型流星落入太平洋海域而改变。陨石中携带的宇宙辐射，短短1年便扩散全球，生物变异，引界开启，蓝星进入大灾变时代。面对那些进化到甚至能抗衡核武器的异兽，人类结盟联合成立异兽猎人协会，提炼出空气中散逸的威能，培养那些在辐射后吸收能量进化觉醒异能的战士，以抵御异兽威胁。有强者修成绝世肉身，手撕异兽如探囊取物；有隐士高人一剑斩出，天空都分成2半；更有巅峰大能以一人之力撼动半个蓝星。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凌霄却完全没有天赋，甚至连最简单的体能训练都能晕倒。然而面对周围人的嘲讽鄙夷，凌霄却不为所动，只因他苦等18年的金手指已经到账。姓名凌霄，潜力点0，力量8，敏捷9，体质7，精神10，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82%，搏击术 LV0 89%，双手剑 LV0 95%，步法 LV0 78%，速记 LV0 66%。成年男性均值为5。凌霄的面板数据看起来不错，但那只是和普通人对比。在这所培养与异兽对抗的学校里，随便挑一个人，一拳的力量都有至少500千克以上，奔跑速度也能轻松上18米每秒。凌霄小时候在网上看过一段视频，100米高的恐怖魔猿在人类枪火与导弹洗礼中毫发无损。就在军方都准备发动核武时，一名神秘的猎人手提着暗红色战刀出现在战场，仅一刀就将100米魔猿劈成2半。如今觉醒属性面板不仅能自由加点属性，甚至能自动推演功法，将残缺功法补全，甚至进化。体质体力、恢复力、抵抗力、营养吸收、肌肉强度增长、骨骼强度、内脏强度、细胞能量吸收、细胞能量储存。精神意志力、精神抗性、记忆力、计算能力、空间想象力、能量亲和力、能量控制力、异能强度。能量吸收、能量储存、能量亲和、能量控制、异能强度。灾变后，人类的身体强度之所以提高，就是因为身体在不自主地吸收着宇宙中的能量，而威能提炼法则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更好地获取能量来强化身体。既然体质跟精神关系着这几点，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他体质和精神上升了，那威能修炼速度就会提升，身体强化速度也会加快，相当于洗精法水。凌霄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体质加点，澎湃的暖流从大脑流出，瞬间走遍了全身。凌霄呼吸变得轻盈，视力也更清晰了，紧了紧拳头，他甚至有自己的力量都变强的错觉。凌霄精神一振，更加努力地刷起了经验值。午休食堂里，留着及肩短发、面容俏丽的少女恨恨地咬了口鸡腿，口齿含糊地发着牢骚：“那个武志行也太过分了，欺负同学算什么本事？”坐在赵思雅对面，凌霄看着她那还没消气的圆脸，心态平和地说道：“我实力不济是事实，你没必要跟他生气。”其实凌霄也不知道对方为啥这么针对他。武志行平时确实横行霸道，但好像也没闲着找同学麻烦。班里吊车尾有好几个，凌霄不是最差的，但却是让他最看不顺眼的。你入学测试可是第3名，如果不是后面身体……赵思雅偷偷瞄了凌霄一眼，看到他脸色如常后，继续说道：“如果不是你经常昏倒，他现在哪比得过你？”赵思雅跟凌霄是一个小区的，两家关系不错，他们俩更是从小玩到大，跟亲人没什么两样。大学之前一直都是凌霄帮赵思雅出头，现在倒是反过来了。又凑一起吃饭啊？一声轻佻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凌霄看到对面的赵思雅，小脸直接一垮，晦气的翻了个白眼。转过头就看到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的体型其实并不消瘦，但那接近1.95米的身高太过高挑，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缺肉，表情有些尖酸刻薄。吴勇，班级里排名17位，是武志行的小跟班。走到两人中间，吴勇撇了撇桌上的餐盘，又开始阴阳怪气起来。我说赵思雅，天天跟垃圾混在一起，小心自己也变弱了。赵思雅冷漠地抬起眼帘，关你屁事！吴永刚想要喷出脏话，但咬了咬牙忍了下来，随后又把火气对准了凌霄。喂，你也知道自己什么的性，是不是该自己滚远点，别拖累别人？抿了口汤，凌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我不觉得我会拖累他。吴勇掏了掏耳朵，脸上露出了有些夸张惊讶的表情。他伸出手扯住了凌霄领口的衣服，语气阴沉地说道：“有胆下午跟我练一练，让你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么垃圾。”餐厅里的其他人也被吸引了注意，看热闹般的把视线投了过来。凌霄站起了身。行，那下午咱俩就当对手吧。凌霄，赵思雅想要阻止他，但被凌霄抬手打断了，只能在旁边急得满脸通红。而吴勇显然没想到凌霄真的应战，表情错愕的愣了几秒，随即露出了残忍的冷笑。说定了，小子，可别到时候跪下来求我放过你，那你可能还有些不够格。凌霄扯开了他的右手，平静地整理起了自己的衣服。好，有种。吴勇点了点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餐厅。凌霄，你干嘛要接受他的挑衅？待吴勇的身影消失，赵思雅便像只兔子一样蹦到了凌霄身边，抓着他的肩膀晃出了残影。他真的会下狠手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冲动？停！凌霄急忙握住女孩的双手，他感觉自己脑袋都要被晃晕了。别担心，我还不一定会输啊，至少不会输得太难看。拍了拍赵思雅的小脑袋，凌霄继续吃起了午饭。他说谎了，这次他要赢。军武大学待遇不错，学校里有免费的宿舍楼，2人一间，供学生午休住宿。凌霄的舍友叫罗涛，是一个性格有些内向腼腆、不爱说话的人，不是同班学生，和他关系还算良好。互相点头打了个招呼，凌霄盘腿坐在了床上。吴勇的力量属性是10，敏捷18，
在刚才接触到他时，凌霄看到了吴勇的属性。凌霄的力量是8点，权力是534千克，吴勇的权力是750千克以上。为什么仅差2点，力量会差距这么大呢？如果均算一下，凌霄的每点力量属性约66千克，而吴勇则有75千克以上。而且吴勇的敏捷只有8点，发力损耗肯定比较高。如果他敏捷提高了，权力没准能有800千克以上。也许力量属性的增长不是一条斜线，而是一条上翘的曲线，越往后每点属性的含金量越高。在心里做下了这个猜测，凌霄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凌霄，潜力点2，力量8，敏捷9，体质8，精神10，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82%，搏击术 LV0 89%，双手剑 LV0 95%，步法 LV0 78%，速记 LV1 0.5%，心算 LV1 0.1%，绘画 LV1 0.1%。速记升级到 LV1 后，最大的感觉是记忆力变强了。原本需要看2-3遍才能背下来的段落，现在随便扫一遍就记下了。但是也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升级变得非常慢。不仅技能所需的经验值变多了，他获取经验值的速度也变慢了。后面的段落背诵每次都只加1点经验，有些较短的段落甚至啥都没有。估计是技能升级后这些事情起不到锻炼作用的缘故。背了几页，发现经验值才到 0.5%， 凌霄立马放弃了速记的刷点，寻找起了其他赚经验值的路径。找了一上午才发掘出心算、绘画这2个技能。凌霄不会画画，他画的是几何模型，乱画乱涂得不到经验值，只有画几何的时候给的经验值最多，尤其是那种多面体，不是什么行为都能被系统承认为技能。凌霄总结了一下经验，速记提高了记忆力，心算提高了计算力，而绘画则提高空间想象力。这些技能的共同点是，他们都锻炼到了凌霄的大脑。而面板里的其他技能就更不用说了，不仅锤炼了他的身体，还强化他对肉体的运用技巧，这些都是对凌霄有着明确的正向提升。也许以后潜力点的获取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要把点数加在力量上面吗？凌霄有些复杂的看着面板上的潜力点，如果将力量加到10，那他就有了和吴勇同等的体魄。凌霄的胜算应该很高，但问题是，真的要为了吴勇浪费珍贵的潜力点吗？毕竟他现在病好了，体质也上升了，力量提升并不困难，不管是肌肉训练还是威能提炼，都能让他的身体更加强壮。凌霄摇了摇头，轻叹了口气。下午自由对抗前还有搏击课跟步法课，以及每天训后1小时威能提炼。他的前2个技能都到了升级的临界点，到时候应该还能刷出2个属性点，不着急做决定。自由对抗是每天正式课程结束后的实战训练，学生对学生1对1实战自由搏斗。当然如果你够强，1对多也是可以的，不能下死手，也不能造成终身残疾，其他正常的伤害都是属于允许范围。虽然凌霄已经习惯被人瞧不起了，但这次真的不太想输啊。凌霄闭上眼睛，开始进行威能提炼。学校传授给他们的威能提炼法是结合了气功、冥想以及一些国家探索秘境时得到的古籍，取其精华，经过种种实践测试总结出来的。凌霄能感觉空气中有无形的力量通过他的精神力引导，包裹住了他的身体，全身上下的细胞宛如干涸的大地，贪婪地吸收着周围的能量。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熟练度+1，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熟练度+1，1分钟、5分钟、10分钟。凌霄睁开了眼睛，瞳孔震动。早上加的那一点体质效果远比想的要好，身体的能量吸收速度不仅比以前快了1半，细胞对威能的吸收量也大了不少。如果把凌霄引导过来的威能比作一坛水缸，那以前他的身体就好像人拿着吸管，不到5分钟就喝不下去了。而现在凌霄的身体就好像连上了水管，汲取了10分钟还没喝饱。凌霄不再犹豫，把剩下的2个潜力点都加在了体质上。轰隆！当体质到达了10点，全身的毛孔仿佛都被打开了。凌霄第一次感觉身体如此的轻盈通透，体内的力量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积累充盈。不好！包裹在身周的威能开始变得稀薄起来，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凌霄全力以赴地运转起功法，分散在大气中的能量如同龙吸水一般席卷到他的身上，而他体内的细胞皆来者不拒，宛如无法满足的饕餮，将所有的威能接连吞下。身体汲取能量的速度正好跟凌霄提炼的速度相差无几。力量8提升为9，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熟练度+3。凌霄精神既亢奋又紧绷，甚至连面板弹出来的信息都没去在意。他第一次如此畅快淋漓地提炼着威能。以前基本上他运转一次功法，周围的能量就多到吃不完了，得等到身体将威能彻底消化才能继续吸收。乃像现在，全身的细胞都在嗷嗷待哺，将所有的能量吞噬殆尽，还将其迅速地消化成自己成长的养分。凌霄放弃了午休，完全的沉浸在这种力量提升的快感当中。躺在床上的罗涛看了看窗户，又看了看轻轻摇晃的窗帘，脑袋上浮出了一些问号。明明没有风，为什么窗帘在动？一名扎着高马尾、身材高挑、体格如同猎豹般匀称的女人静静地看着不远处天空。她披着深蓝色的夹克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修身背心，下面则是一条宽松的工装裤跟战术皮靴。秀丽的面容上，一条细长的疤痕从眼角延伸至下巴，再配上那如同虎豹般锐利的眼神，反而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您好，您是王兰老师吗？我叫林磊，是过来见您的引导员。穿着衬衫西裤的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小跑了过来，态度恭敬地跟对方打了个招呼。女人点了点头，声线有种沙哑的质感。叫我蓝豹就好了。林磊脸上露出了恍然的表情，听说在猎人协会里都以外号称呼对方。那里是大3的宿舍吗？
蓝豹指了指他刚才一直盯着的那片位置，在那下方是2栋学生宿舍楼。是的，怎么了吗？第1名的庄建宇，还有第2名林雪，也住那边吗？不，那里是 C 班跟 D 班的宿舍，庄建宇是 A 班，林雪是 B 班学生。蓝豹的眼睛微微睁大，冷冽淡薄的眼神有一瞬间被惊讶所取代。随后他咧开嘴角，露出了看到猎物般的笑容。蓝豹老师，这次没准会有意外收获。林磊歪了歪头，有些疑惑地扶了扶眼镜。跟吴勇的对决似乎被传出去了，凌霄能感觉到班里同学们异样的眼神，以及那小声的窃窃私语。凌霄是疯了吗？他不知道吴勇早对他不爽了，到时候被揍进医务室就知道后悔了。而武志行那边更是传来了明显的嗤笑。干得好，吴勇，记得让那个吊车尾吃点苦头。放心，我会好好指教他的。肃静，继续练习。身穿白色练功服的搏击课老师赵刚一声洪亮的怒吼，镇住了嘈杂的课堂。而凌霄根本就没有去理会他们的话语，他只是对着沙包认真地挥出每一拳，踢好每一腿。老师曾跟他们说过，军武搏击术博采了众家之长，传武、拳击、泰拳、跆拳道等等，要点招式前2年已经教过了，现在就剩下沉淀与持续的练习。搏击课目的就一个，让学生每一拳、每一腿都能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学会发力。虽然与异兽厮杀时大家都带着武器，但你不能武器一丢就成了废物。空有一副强悍的体魄，打出的却是花拳绣腿，而且发力技巧很多时候都是共通的。凌霄左脚在前半部，力量从腰到背，由背到肩，再由肩到拳释放出去。砰！沙包的躯体瞬间往内凹陷，上方的记力屏幕显示出了红色的数字 667.4 千克。搏击教室的沙包是特制的，内部有着记力器，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及时矫正自己的出力问题。不过凌霄其实不需要这个，有个更加适合的他矫正装置。砰！搏击术 LV0， 经验值+2。一旦他打出的攻击发力正确，经验值加的就比较多。凌霄靠着系统纠正着自己的练习中的错误。砰！搏击术 LV1， 潜力点+1。呼！感受着技能升级后身体的特殊领悟，凌霄调整了一下状态，深吸了口气，对着沙包挥下了这一拳。砰！搏击术 LV1， 经验值+1，记力器746.8千克。凌霄的力量还没有抵达10点，但全力已经和吴勇相差无几了。搏击术升级后，凌霄全力明显上升了，但是也因为技能的升级，经验值获取速度又下降了。但是凌霄没有停下动作，仍然持续着训练。毕竟这可不是像什么速记、绘画之类，军武搏击术本来就是他需要持续学习的东西。出拳、手刀、挥肘、膝击、踢腿，每次做完动作，凌霄都会停下来整理一下，思索着刚才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地方。尤其是当某次经验值增量较高时，他就会仔细记下刚才的要领，重复锻炼。也因为这个，经验值的积累速度逐渐增快起来。搏击术 LV1， 经验值+3。搏击术 LV1， 经验值+2。沉浸在进步的喜悦中，凌霄忘我地锻炼着自己，甚至连老师盯了他许久都没注意到。王刚手掌摩挲着胡渣，眼神里浮现出一些诧异。本以为 C 班就武志行跟方文的发力入门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深藏不露啊！哪怕没看对方的记力器，身为退伍军人的王刚还是一眼瞧出了门道。这拳脚力量的转化，很明显已经达到了新兵入门水准。在这所学校里，除去大4的那批实习战士，现阶段能做到的学生估计也才20-30个吧。想起刚才学生讨论的对抗科约战，王刚也逐渐感兴趣起来。军武学院从来不阻止学生的战斗，如果连和人对练都不敢，那在异兽面前岂不是裤子都湿了？步法课是连着搏击课上的，步法要领以前都讲的差不多了，现阶段凌霄他们的课程主要是实战躲闪反击以及器械辅助闪避练习。今天就是器械辅助闪避练习。在2米宽的训练砖道里，轮转的自动枪械，枪口中不断的喷吐子弹，这些子弹是橡胶的，打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会受伤，但军武学校的学生们身体经受过威能洗礼，肌肉强度跟皮肤韧度都远超常人，被击中顶多就痛上一下。凌霄戴着透明的保护眼罩，身体放松，重心微微前倾，像只野猫一样上蹿下跳，躲闪着奔来的子弹。砖道的墙壁里还时不时探出一根纤维杆，每次都是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向，速度还很快。如果被他捅到，那估计整个人都得瘫在地上，随对面的枪械扫射。凌霄没有被杆子捅中过，但被子弹射中的情况还是有的。没办法，速度太快了，有时连续多发子弹袭来，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步法 LV0， 经验值+7。步法 LV0 提升为步法 LV1， 潜力点+1。就像上了润滑油一样，凌霄顿时感觉自己的脚步更加果敢且随心所欲了。脚趾、脚踝、前掌的发力越加灵巧，重心的掌握、躯体的转向扭动都跃上了一个台阶。下蹲、弹起、卸力、转身，凌霄整个人就好像跳起了踢踏舞。这2米宽的通道就是他的舞台。10分钟的子弹洪流结束了，凌霄喝了口水休整一下。屏幕上显示着他的成绩，被击中次数98次，大部分的失误是在技能升级前，步法到达 LV1 后，他被击中的次数大大降低了。凌霄看了下步法的熟练度，不禁挑了挑眉。步法 LV1 11.8%， 好快，比其他 LV 一技能升级快多了。要知道军武搏击术 LV1， 他刷到课程结束也才 15.5%， 现在才不到10分钟就11.8%了，为什么会这样？凌霄的视线移向了对面的机枪，又看了看墙壁里的纤维杆捅道，压力。哪怕步法升级到 LV1， 凌霄也无法视那些子弹为无物，他还是偶尔会被击中。压力促使他不断的改善步法，挑战自己，不断的汲取经验值。如果是这样，那继续增压，经验值会不会刷得更快？凌霄走到通道门口，
将开关从1档升到2档。来吧，攻击再猛烈一些！橡胶弹再次覆盖了通道，这一次子弹更多，射速更快，墙壁的纤维杆也变成一次捅出2根。步法 LV1， 经验值加9；步法 LV1， 经验值加7；步法 LV1 提升为步法 LV2， 潜力点加1，敏捷9提升为10。在2档机关第5轮的攻击中，凌霄的步伐成功的升到了 LV2， 甚至连敏捷也在训练中提升了一点。这也是第一个达到 LV2 的技能。志得意满的他尝试把机器调到3档，然后被射得找不着北了。不是 LV2 的步伐不够强，是单纯的肉体速度，动态视力跟不上。3档的子弹速度大大提高，纤维感也从2根升到4根。凌霄刚反应过来，子弹已经打中了身体了。这是硬实力差距，不是步伐等级能抹除的。而且速度代表了力量，3档的子弹是真的痛啊！没办法，虽然2档的压力变小了，但还是能获取足够经验值的。机关重新开启，凌霄又开始了他的密室闪避训练。王刚眼神凝重，看着监控里的屏幕。视频里的学生像只翩翩的蝴蝶，与子弹激情共舞，脚步飘逸灵动，看得人赏心悦目。如何？旁边传来了有些飘忽的女声，留着干净的短发，身材有些纤细的步伐老师许若梅倚靠在桌旁，她轻轻地吞吐了一口女士香烟，姿态如猫般优雅。发现系统里有人调了难度，我就专门查看了一下。王刚双手抱胸，沉吟了一会，问道：算上大4的那批，全校有几个能做到这一步？不到10人哦。许若梅瞥了一眼屏幕里的学生，呵呵地笑了起来。这步伐哪怕在猎人考核里也是优秀的，让人意外。王刚没有回话，从旁边抽出一个硬纸皮夹起的档案，翻到了第1页。那是一个面容清秀帅气，嘴角带着自信笑容的学生头像。凌霄，男，入学综合评分年段第3 ，C 班第1，县成绩年段排名382，班级排名36，倒数第5，还真是反差颇大呢。他入学后就患了一种怪病，隔3差5晕倒，没跟上大家的训练。啊，这我知道。许若梅想起来了，前段时间这学生就像咸鱼一样倒在了机关通道里，还是他过去领导医务室的，这身体可不适合上战场啊！为什么学校没劝退他？不是许若梅无情，哪怕成绩再好，如果在和异兽搏杀中晕倒，那和送死没什么两样。他的班导告诉我，凌霄的威能提炼效率非常优秀，仅次于前2名。许若梅渐渐睁大了眼睛，好像想到了什么。哎，前2名不是，前2名都是异能者。王刚双手撑住下巴，肯定了许若梅的猜测。学校认为凌霄有觉醒异能的可能性，所以一直对他保持着观望态度。整座潞州军伍异能者加起来也才6个，只要异能觉醒，那无论是军队还是猎人协会都拥有了保送资格。不要松散，静心，赶紧趁着训练后的时间锤炼威能。铺着木质地板，空间宽敞的修行教室里， C 班的班导吴清华在分散打坐的学生间巡视走动。他戴着金丝眼镜，长发盘起，清丽的面容上毫无表情，看起来十分严肃。体力耗损后，细胞最为饥渴，一定要把握这段黄金时间。吴清华也是教导他们威能提取法的老师。隔位2米的赵思雅偷偷做了个鬼脸，随后也收敛起心态，开始端正的打坐起来。凌霄把视线移开，又看到对面的吴勇正挑衅的盯着他。他对着凌霄抬起右手，拇指贴着脖子，从左往右一划。呵，忍不住轻笑了一声。凌霄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他已经没把待会的约战放在心上了，现在只有自我提升最重要。漆黑的视野里，凌霄换出了面板。现在潜力点有2点，在午休的训练中，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的熟练度已经达到 92.9%， 没准待会就能升级了。略加思索后，凌霄决定往体质、精神各加1点。一个决定了细胞的能量吸收消化与容纳分量，另一决定了空气中威能的提取效率。这2个属性关乎着凌霄进步速度，尤为重要。加点。在精神抵达11点后，凌霄睁大了眼睛，瞳孔有些无神，大脑轻松空旷，宛如美美的睡了10几个小时。精神是如此的凝实有力，他甚至觉得自己能用意念去拨动物品。凌霄注视着自己身上的衣物，用意念将它往外一拉。失败了，好吧，果然只是错觉。凌霄悻悻地闭上眼睛，屏息静心，开始运转起威能提炼法。天上的威能开始汇聚，无形的能量洪流穿过了天花板，奔涌凝化，灌入到凌霄体内。凌霄的猜想验证了，越到后面，每点属性的提升越是巨大。相比午休时，现在11点的体质、精神、威能吸收汲取效率提升了近40%。汇集在深州的能量越加凝实，而他的身体就宛如夸父饮水，将威能全部吞入吸收。甚至凌霄还发现了意外之喜，因为能量提取转化效率的上升，威能提炼法的经验值也变多了。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经验值加3，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经验值加5，威能提炼法残缺 LV1 提升为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迎向凌霄的能量洪流又扩大了一番，甚至连他11点的体质都有些来不及吞噬，零碎的飘散在他附近的空气中。离他最近的赵思雅以及另一位长相憨厚的同学眉毛微动，表情里流露出了些许疑惑，提取到的威能怎么突然变多了？班导吴清华停下了巡视的脚步，他先看了会下天花板，又把视线移到了凌霄身上。教师推了下眼镜，脸上面无表情。1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周围同学零散的谈话声中，凌霄睁开了眼睛，长吐了一口浊气，身上欢呼雀跃的细胞回归平静，视野里还浮现着最后的几个面板消息。力量9提升为10，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2，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1。站起身子，凌霄畅快地伸了一个懒腰，而吴勇则双手插着裤兜，神态松散地站在对面，对着他露出了冷笑。见此，
凌霄也笑了起来。自由对抗是在大型的户外训练场全年段统一使用，实际上是允许以不同班级的人为对手的。只不过军武大学每月会抽几个班级组织擂台对抗赛，到时候不同班级的学生就是擂台上的敌人了。因此大家也习惯了在自班扎堆，以班里的同学为练手对象。除了年段排行前列的那些人，他们在班里可能找不到对手，无奈之下才会去别的班级对练。那不是 C 班的地盘吗？怎么不训练围成一团了？听说他们班里的吊车尾被欺负疯了，要跟武志行的小跟班干架。听到了两人谈话，他们旁边的同学也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有乐子，要不混进去看看？走走走！看着站在边上的班导吴清华，凌霄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苦笑。他小声地对身旁的赵思雅问道：“你为什么专门把班导喊过来了？”赵思雅双手叉腰，凶猛地瞪起了眼睛。不把班导喊过来，吴勇真下狠手怎么办？随后这娃脸上露出了自诩机智的笑容，得意洋洋地说道：“吴勇不是武志行，他可不敢不给班导面子，我也不敢。”凌霄表情复杂地看着女孩的笑脸，不忍打断她那自得的氛围。而且对面的吴勇看到赵思雅跟他交头接耳的亲密状态，眼睛杀气都冒出来了。他真的会手下留情吗？轻叹了口气，凌霄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该说看热闹是人类的天性吗？这群人连对抗训练都不做了，都围上来看乐子，甚至还有不少陌生面孔，估计是别班的学生。怎么连搏击课、步法课的两位老师也在？他们这时候不是该去食堂吃饭吗？看着混在人群里的王刚和许若梅，凌霄眼角微微抽搐。两学生约架有这么稀奇吗？连饭点都忽略了。哦，人群里传来一阵呼声，原来是吴勇走到了擂台上了。那里是人群特地空出来决斗场，地上用黄漆画着长宽各8米的方块，这是自由对抗的标准场地，双方必须在线内对战。虽然原则上说越线就算输了，但这是打架，不是标准的擂台竞赛。真打起来，谁在乎对面越不越线？只要不逃跑就行，痛扁对方才是唯一目的。哦，在另一片呼声中，凌霄也走上了擂台。场上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看乐子，不会说给谁喝倒彩或者特别支持谁。而武志行那边的一帮人则发出嘘声，大呼小叫起来：“吴勇，给那小子点颜色瞧瞧，小心别把他打出尿了，那漂亮脸蛋得给他留着，不然他连小白脸都当不了了。”在对面一片哈哈的嘲笑声中，赵思雅脸颊鼓起，狠狠地吸了口气。凌霄，加油！少女的喊声高昂尖细，竟在一时间压过了对面。凌霄回过头，淡笑地摆了摆手，随后他竟然看到室友也偷偷混在人群里。这个腼腆内向的男人不敢大声说话，只是对着凌霄比了比握拳的姿势。凌霄了然地对他点了点头，转身面向了自己的对手。现在他考虑不是该怎么打赢吴勇，而是要以什么方式赢。让开让开，你们都堆在这干什么？拥挤的人群外，一个体格接近2米、浑身腱子肉的壮汉推开了人潮。被他挤开的学生刚想喷人，但看到那颗浑圆光亮的脑袋后，止住了嘴巴。高亮雄，3年一班首席，综合评分年段第6名。武志行，你不来找老子打架，在这凑啥热闹？高亮雄挤到了武志行一群人身边，对着他就是一阵大嗓门质问。武志行揉了揉耳朵，语气嫌弃地说道：“小声点，臭狗熊！先等等，我待会再去找你。”他在班级里实在找不到适合的对手。方文那女的虽然步伐不错，但力量还差了他不少，打起来畏手畏脚的。这个高亮雄跟他实力排名接近，战斗风格也差不多，平时都是他俩对练。等啥？你到底在看什么好戏？看我手下教训一只臭虫！武志行双手抱胸，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神里却充满了阴沉狠戾。曾经敢排在老子上面的臭虫，谁啊？让老子看看！高雄亮揉了揉光滑的脑门，有些感兴趣地看向了中间的擂台。吴勇右手捏了捏自己的脖子，对着凌霄挑了挑下巴。要空手搏斗还是上兵器？自由对抗的武器不是开刃的，金属外层也包了层塑胶，但重量没有削减。凌霄歪了歪脑袋，礼貌地笑道：“都行，你选吧。那就直接空手来吧。用兵器的话。”吴勇沉下身子，露出了残酷的冷笑：“我怕一不小心把你打死。”砰！吴勇的冲了过来，身躯宛如一只猎豹，速度直接超过了20米每秒。一眨眼间，硕大的拳头夹带着恐怖的力道来到了凌霄眼前。吴勇的笑容逐渐狰狞，他好像看到了凌霄的脸蛋被一拳打烂的画面了。凌霄面不改色地看着放大的拳头，微微地转了下身子，咻！拳头落空了，擦着凌霄的头发打在了空气上。啊！吴勇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不可置信，但很快又被怒火所取代。狗屎运不错呀！又是一记凶猛的下勾拳呼啸过来，但凌霄微微一仰头，拳锋又以不到3厘米的距离错过。哦，看到凌霄又躲过了一拳，看热闹的观众们顿时兴奋起来。这才有意思嘛！如果一拳就到了，那我们还看啥乐子？你他妈能躲几次？吴勇的攻击伴随着澎湃的怒火，如同密集的暴雨般降临。直拳、踢击、勾拳、回转3连踢、肘击、直踹，攻击的速度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凶猛。之前的几招好像只是热身罢了，而凌霄却眼神平静，连脸色都没变化。接近800公斤的拳头，2吨以上的鞭腿，这些能打死猛兽的恐怖攻击，在他眼里宛如一阵清风。而凌霄就是迎风飘荡的纸人，每次都差之毫厘，以最小的幅度躲开攻击。擂台上的战斗还在进行。一开始凌霄躲过前几拳时，观众们还会欢呼喝彩，但当他连续躲掉了10几波攻势后，围观的同学们也开始发现问题了。人群变得安静，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有点屌啊！他以前步伐有这么猛吗？这就是你们说的 C 班吊车尾？
斗我？这比我牛逼多了。身高出众、满脸横肉的高亮雄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原本看戏的表情慢慢消失，眼神变得认真谨慎起来。喂，武志行，那小子是你说的臭虫？高亮雄撇了撇嘴角，呵呵一笑，这不是有2下子吗？我感觉你们班方文都没他能灵活。武志行没有回答高亮雄问题，他眉头紧皱，脸色深沉如水，阴冷的眼神里透露出了一丝困惑。而另一边，赵思雅睁大了眼睛，小嘴就没合上过，脸上满是不可思议。她双手摆在胸前，像只仓鼠一样。每当凌霄躲过吴勇的攻击，她就激动地握拳欢呼起来，有时还会忍不住跺起小脚。赵思雅，赵思雅回过头，发现同班的方文正站在她身后。她身高有1.75米以上，留着斜长的侧刘海，五官漂亮立体，双腿很长，笔直且富有力量感。怎么了，方文？让赵思雅没想到的是，这个班里排名第2，在女生间很有人气的冷淡酷姐，此时表情却显得有些扭捏。不好意思，凌霄，他是有接受什么特殊训练吗？赵思雅眨了眨眼睛，有些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问题。你跟凌霄最熟，所以我才想试着问你一下。看来打探别人隐私实在有些不符合他的性格。方文的耳垂泛起一些红晕，脸色尴尬地解释道。凌霄的步伐很厉害，我就想要问下有什么训练方法。比方文你还厉害吗？赵思雅能看出凌霄步伐很强，但完全没想到能达到让方文都惊讶的程度。方文注视着场上那个风轻云淡的身影，肯定地点了点头。比我强。赵思雅嘴巴张圆，像第一次认识一样看着场上的青梅竹马。可我也没看他有什么特殊锻炼啊。凌霄就告诉我他头痛的毛病好了。头痛？方文微微沉吟了一会，疑惑地把视线放回了台上。哦，又躲了一套连招。这吴勇体力还不错啊，怎么有点像遛狗？围观的人群又恢复了热闹，议论纷纭。只不过现在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吴勇几拳放倒对手，而是吴勇啥时候能碰到凌霄。哈哈，不间断地打了上百次重击，哪怕军武大学学生的体力超群，也难免会有些疲惫。吴勇身体微微喘息，眼睛瞪视着凌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四周的议论声让他越加恼火，越加暴躁。原本他听到的应该是观众的欢呼，是暴力嗜血引发的亢奋尖叫，而凌霄就该倒在地上，像条臭狗一样跪地求饶，哭喊着放他一马，让赵思雅亲自过来求情，让他好好看看这男人有多丢人现眼。这才是今天该上演的戏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一群人当成跳梁小丑般围观，成为他们谈笑取乐的话题。你个废物，有种别逃跑，正面跟老子打呀！吴勇弓起身子，把怒火恨意转化为力量，挥出了最凶狠的一拳。拳头落空了。就在他拳头想要收回时，却发现手臂动不了了。一只手指修长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腕，宛如坚固的台前，死死地焊住了他的右手。行，那就正面打吧。凌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平淡的话语传入了吴勇的耳朵。你可别认输得太快了。一记猛烈的直拳破开空气，如同恐怖的战锤，狠狠地击中了吴勇的腹部。1.95米的汉子手脚离地，凌空抛起，倒在了2米外的地上。全场的空气顿时一静。吴勇狼狈地倒在地上，眼睛凸起，捂着腹部，腰背弓起，像一只煮熟的虾米。他口吐出酸水，腹部钻心的绞痛让他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此时刚静下来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卧槽，刚才那一拳人都飞起来了，全力接近800kg 吧。凌霄啥时候练得这么猛了？吊车尾？你们 C 班的人还骗我说他是吊车尾。他是吊车尾，那我是什么？喂，武志行。高亮雄低头看着武志行，表情有些古怪。你确定你的小跟班打得过他？武志行深吸了口气，两手的拳头紧握，青筋暴起，脸色彻底难看下来。哎，那孩子发力也蛮优秀嘛。站在王刚身旁的许若没面色诧异地看着擂台上的男孩，语气一如既往的飘忽。王刚双手抱胸，表情如常地说道：以前发力技巧不错，但谈不上优秀，现在算是开窍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而且过去他也被身体水平拖累了。按理说以他的威能提炼水准，早该有现在的力量了，但他的身体仿佛千疮百孔。王刚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位脸色一如既往严肃的 C 班班导，吴清华跟我说，如果凌霄提炼的能量是100，那他身体吸收的只有3到4，细胞消化的能量远不及提炼速度，所以他平时都是提炼一次威能，然后就停下了功法的运转。是因为他提炼一次，身体就消化不完了？王刚点了点头，给予了他肯定的答复。上军武大学前，他没接触过提炼法，也不知道这问题是本身就存在，还是得了怪病后引起的。许若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了擂台上。吴勇捂着肚子，艰难地爬了起来，脸上满是心惊。凌霄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趁机动手。怎么不攻过来吗？吴勇紧了紧拳头，脸上出现了挣扎犹豫。还是说……凌霄微微歪了头，轻笑道：你害怕了？开什么玩笑？吴勇脸色顿时变得扭曲起来，他冲了上来，如同一根箭矢，带着凛冽的拳风。凌霄闪过了他的勾拳，随意地往他的小腿踹了一脚。吴勇顿时如同狗吃屎一般磕在了地上，还好因为出色的反射神经，用手垫住了地面。凌霄，这丢人的场面让燃烧了他的理智，强力的直拳从下到上瞄准了凌霄的腹部。凌霄转身半步扭开了攻击，自上而下一记肘击打在了吴勇的肩膀上。吴勇刚爬起来的身体又跪了下来，肩膀的重击打得他半块身体都瘫软了。凌霄俯视着在地上捂着肩膀挣扎的吴勇，静静地说道：继续，你再瞧不起老子吗？砰！一记右勾拳，
吴勇又滚到了地上，嘴角肿起，还流着鲜血。凌霄安静地看着对方从地上爬起，很有礼貌地问道：“继续，我要宰了你！”砰！吴勇的身体又倒了下去，事情好像又陷入了循环。吴勇攻击了，凌霄躲掉；凌霄攻击，吴勇倒下了。凌霄表示继续，吴勇又爬起来了。场外同学的表情也从诧异到震惊到麻木，眼神木然地看着擂台上的重播剧，怎么感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凌霄那句继续有点带感啊，他好装逼，我好喜欢啊！甚至人群中还有掺杂着一些女性的议论声。我突然觉得凌霄今天比以前帅了很多。对，你也这么觉得吗？你们说这么大声不怕赵思雅听到啊？怕什么？而且我听说他们是发小不是情侣，青梅竹马太熟了，比不过空降的。听到了隔壁人群里突然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赵思雅转过头，啊！她眨巴着大眼睛，小手挠了挠头发，眼神里透露着纯真茫然。刚才议论的几位同学顿时羞愧地撇过了脸。继续，相比鼻青脸肿浑身都是泥土汗水的吴勇，凌霄这边反差就大多了，干净的像是公园散步，身上都没怎么出汗。哈哈哈！吴勇喘着粗气，满是恨意地盯着凌霄。他不是傻子，看出了凌霄步伐水平的碾压，攻击打不中人，他永远赢不了，只能吃瘪挨打。不能这样下去了。想定如意，吴勇啐了口血痰，一脸不屑地说道：“你的拳头轻飘飘的，只敢躲，是怕老子一拳把你打死吗？有胆正面接老子一拳，我让你见识一下打人的拳头是什么样的。”这当然只是嘴硬，凌霄的拳头他自己体会过，力气应该没自己大，但发力技巧比较优秀。此消彼长下，全力跟他一个级别，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幼儿园小孩都听得出他在放屁。吴勇说出来自己也觉得丢人，但出乎意料的，这个蹩脚的激将法竟然成功了。凌霄表情怔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好啊！吴勇狂喜不已，扭曲歪肿的脸庞上爬上了残忍的狞笑。别后悔！砸碎！硕大的拳头捏得紫青，掀起刺刀般的拳风，直奔凌霄的胸口。这一拳吴勇毫无留手，使出了全力，他甚至感觉能一拳直接打死一头牛。而凌霄没有躲闪，也是抬起拳头，笔直地迎了上去。他要正面相碰。见此，人群的气氛瞬间沸腾起来。砰！两个夹杂着巨力的拳头正面相碰，拳骨的相撞击散了周边的空气，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但没有想象中的势均力敌。在撞击的一瞬间，吴勇的右手瞬间败退，宛如软弱的皮带般向后甩去。啊！吴勇捂着没有知觉的手臂，发出了痛苦的悲鸣。他感觉刚才拳头好像跟一颗铁锤相撞，恐怖的拳力瞬间把他碾过了去。凌霄看了看自己完好如初的右手，上面只是有点泛红，连痛感都没有多少。强达11点的体质让他的骨骼有着远超常人的坚韧，硬度直逼钢铁。吴勇脸上满是痛苦，目眦欲裂，不可置信地吼道：“不可能！你的力量怎么突然变强了？”慢慢地走到吴勇身旁，凌霄歪了歪脑袋，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的全力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见过我的全力了？”啊！吴勇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瞳孔紧缩，好像猜到了什么。我可不记得有对你全力挥拳过。凌霄揉了揉手腕，眼神冷漠地说道：“你的意思是，你一直在对我手下留情吗？”是啊，就像你说的一样。凌霄笑了笑，把一开始吴勇的话重复了一遍：“我怕一不小心把你打死了。”凌霄的力量跟吴勇一样都是10，但敏捷直接碾压了他2点，搏击术的发力技巧也比吴勇强。说实话，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全力达到多少了。你他妈！恼怒、屈辱、痛恨，吴勇脑内的弦直接断掉了。他抬起仅剩的左手，毫无章法地挥向了凌霄。啪！像开始一样，他被凌霄的手紧紧地禁锢住了。凌霄右手握拳，深吸了一口气，咬紧牙关，不要放松。他的身子如同上弦的发条，腰肢微转，胳膊向后弓起。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全力。在吴勇逐渐充斥恐惧的眼神中，如炮击般恐怖的拳头轰在了他的脸上。砰！这个1米9的壮汉再次飞向了天空，这次飞得更远，摔得也更狠。啪嗒！吴勇倒在了地上，脸庞扭曲，这次没再爬起来了。全场寂静。哦！接着如潮水般的欢呼声响了起来，还夹杂着高昂的口哨声。牛逼！卧槽，还留了一手。刚才的台词也好装逼，我得记下来。凌霄，你今天帅得像个牲口啊！这就是你们 C 班的吊车尾，这就是你们 C 班的吊车尾，我吊你马呀！到底谁谎报军情？凌霄！不远处的赵思雅在那大力的招手，可爱俏丽的小脸上布满了兴奋的红晕。凌霄没去看倒地的吴勇，径直地走回了赵思雅旁边。对于附近女同学们那有些好奇的眼神，他也尽可能地无视掉了。赵思雅抓住凌霄的2只胳膊，让他老实地站着，随即他装作一副严肃的模样，绕着他转了一圈，时不时蹲起站立，把凌霄看了个遍，似乎想要找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你在干嘛？凌霄感觉自己有些绷不住了。老实交代，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赵思雅皱着眉头，伸出白皙的手指戳着凌霄的肚子，好像是在表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头痛好了之后。凌霄觉得自己没有撒谎，他确实是头痛好了后就拿到系统了。头痛好了还能练成神功吗？赵思雅唇齿微张，一副相当震惊的样子。凌霄无奈地捂住了脸，叹了口气：别人不行，但我不就是因为头痛才越来越弱吗？也是吼。女孩手指捏着自己的下巴，略加思索，随后认可地点了点头。来到武志行一帮人跟前，班导吴清华语气如常地说道：你们几个跟吴勇关系好的，
赶紧把他送到医务室去。哦，好的好的。在武志行那快要火山爆发的脸色下，武志行的跟班们连忙点了点头，机灵的远离了这个炸药桶，联手把吴勇送去了医务室。看了也没有打算动身的武志行，吴清华扶了扶眼镜，转身离开了。喂，武志行，咋样？你今天好像特丢人啊！高亮雄看着武志行的那一张臭脸，嘿嘿一笑。狗熊，你今天最好别惹老子，不然我让你满地找牙。行啊，我可太期待你待会有多强了。武志行深深的吸了口气，他现在确实需要好好发泄一下了。不怕死就跟上来吧，我今天可不会有任何放水。先别说大话，不然你待会又得丢人。高亮雄跟在武志行屁股后面，脸上满是好战的兴奋，浑身恐怖的肌肉一抖一抖的。武志行慢慢的往外走，在路过凌霄身旁时，他的眼珠微微一动，唰，没有丝毫预兆，一记快如闪电的鞭腿劈向了凌霄的脑袋。砰！在赵思雅和附近同学的惊呼声中，凌霄抬起了右臂，结实的挡住了这个宛如战斧的腿击。恭喜啊，吊车尾，你好像变强了点。武志行的腿没有放下，保持着单脚站立的姿势，嘴上说着恭喜的话，但他眼神里没有丝毫笑意。再过2周就到月末了，到时候我们也好好比划比划。凌霄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笑容。好啊。武志行放下左腿，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慢慢的向前走去。喂，凌霄小子！跟在后面，高亮雄双手按在凌霄的肩膀上，笑容满面的说道：你可得好好变强啊，不然可碰不了武志行那逼人。凌霄被恐怖的巨力晃悠着肩膀，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个突然找他搭话的光头大汉。好的，你是？我叫高亮雄。光头巨汉拍了拍凌霄的肩膀，露出了2排洁白的牙齿。你步伐很屌，我有预感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对手。高亮雄竖起大拇指，捶了捶自己那澎湃的胸肌，对着凌霄挑了挑眉毛。总之别松懈，加油！希望今年的年段排名赛能遇到你。好的，谢谢。看着这个社牛大汉远去的背影，凌霄跟赵思雅面面相觑，还能清晰听到高亮雄那洪亮的嗓音。武志行，你混蛋等我一下。赵思雅晃悠了一下脑袋，从懵逼中清醒，她双手叉腰，像个老妈子一样皱起眉头。你呀，还真想跟武志行打呀？他能一只手打10个吴勇。哈哈，放心，我有自知之明。右手的小臂还在隐隐作痛，凌霄很清楚自己现在远弱于武志行。那个腿击，武志行流利了。想起刚才看到的那高达14点的恐怖力量值，以及那接近 LV2 的搏击数，凌霄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和年段前列的这些人差距到底有多大。还有刚才那个光头巨汉，力量竟然达到了15点。如果不是他敏捷只有11点，比武志行的13点差很多，凌霄都快认为他比武志行强了。不过哪怕是弱项的敏捷属性，高亮雄也比凌霄还要高上一点。也许在他们眼里，凌霄现在能拿得出手，估计只有 LV2 的步伐了。摸了摸赵思雅的脑袋，凌霄安抚了一下青梅老妈子的担忧。别担心，现在打不过，不代表2周后打不过。和赵思雅在食堂吃完晚饭，凌霄回到了宿舍。室友罗涛不在，估计是直接去选武器选修教室了。凌霄晚上也有武器选修课，但是他得回来打个视频电话。000，在一阵轻快的响铃声中，视频通讯很快就连通了。妈！屏幕里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头发简单的扎起，曾经漂亮的容貌经过岁月的蹉跎，爬上了些许尾纹，眼睛中透露着一些知性与沧桑。凌霄的母亲林清荣，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你怎么又打电话回来？都说了不准给我退学。凌霄还没开口，屏幕那边的母亲已经板起了一张脸，对着他一阵严厉的呵斥。军武大学多好啊，国家重点补贴，学费全免，包吃包住。你现在退学有什么用？还能挣几个钱？还不如在里面多学点东西。家里也没负债，哪需要你挣钱？停，我不是要说退学的事情。脸上泛起苦笑，凌霄急忙打断了老妈的怒气连招。前段时间凌霄有了想要退学的念头，跟母亲商量了几次，都被他骂得头破血流。当时主要是凌霄对自己灰心了。凌霄家是单亲家庭，老妈的教师工资虽然稳定，但又要交房租，又要负担小妹的学费生活费，生活总是过得紧巴巴的。所以他当时就有了退学挣钱的想法。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正式工作估计是做不了，但是家教兼职是没问题的。军武大学是很吃香的，不仅有国家特级补助，而且毕业成绩合格可以进军队。蓝星大灾变后，许多曾经的人类居住地沦陷在了异兽的肆虐下。五国联盟也对世界的军事安保系统进行了舰队分化，其中保卫人类现有领土的军队就是盾，主要责任是防止异兽入侵人类的现有居住城市，而猎人协会就是人类的剑，职责就是狩猎异兽，主动进攻，将侵占了人类城镇的异兽们狩猎、杀死、驱逐，夺回失去的土地。因为猎人的狩猎需要入侵异兽的聚集地，所以危险性相当高。也因为如此，异兽猎人的录取要求非常的苛刻夸张。军武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能符合要求的估计不到1/5，而对比下来，军队要求就相对简单了。只要在军武大学成功毕业，或者通过了军队社招考核，都能得到军方的录取，直接吃上公家饭，待遇相当优越，甚至连家人也能得到国家的额外保护，而且也比较安全。退役后还能去军武学校当老师。顺便一提，军队跟猎人协会不是两不相干的机构，有些实力强悍的战士也会偶尔兼职异兽猎人。军队里有些军衔甚至还要求战士拥有异兽猎人的等级证件，而异兽猎人隐退后也可以直接平调到军队当军官。也是因为如此，世界各地的军武大学成为了家长心中的香饽饽。而且就算实力不足，没法毕业进不了军队，但也可以给那些老板当保镖啊。军武大学的学生在普通人眼里可个个都是猛人，工资可低不了。
唯一的难点就是录取条件问题，对学生身体素质要求太高了。潞州市几百万人口，军武大学每年录取到的新生也才400-500人，所以许多的家长会未雨绸缪，请军武大学的学生给自家孩子当家教，薪酬很高，一节课至少有800以上。以前凌霄因为赶不上学校进度，休息日如果人没晕倒，就得抓紧时间锻炼，没法出去兼职挣钱。所以后来心灰意冷，认为自己毕不了业，凌霄就萌生出了退学的想法。退学后，他可以趁着清醒的时候去兼职，让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些。只不过这是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甚至好几天不理他。妈，我不是想提退学的事。听到凌霄没打算说那事，林清荣的脸色才略微缓和下来。那你打电话回来干嘛？就不能是儿子想你吗？凌霄乐了，对着摄像头调侃起来。有什么好想的？你们训练那么辛苦，能休息就多休息。林清荣挥了挥手，一脸嫌弃，不过嘴角还是不由自主地翘起一丝弧度。珊珊现在是住学校吗？她学校离家20几公里，来回太麻烦，我就让她住宿舍了。珊珊是凌霄的妹妹，今年刚上高中，成绩还不错。那您一个人在家不无聊？需不需要儿子？我回去看你。你们在家一天到晚吵得要死，现在我难得清闲。林清荣夸张地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呵呵一笑。而且他每周末都会回来，你就别操心了，别给我落下课程。凌霄的母亲知道军武学校很辛苦，所以一直不让儿子专门回去看他，哪怕两人距离不到100公里。他还非常担心凌霄在路上昏倒了。军武学校有专业的医疗机构，凌霄如果头痛的毛病犯了，在这里能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这些事情虽然母亲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凌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妈，我头痛好了。林清荣愣住了，随后连忙拿着手机凑近了自己的耳朵。你刚才说了什么？凌霄由衷地笑了起来，大声地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说我现在头痛的毛病好了，不会再昏倒了。你有再去检查一下吗？要不要钱？我这边打给你。林清荣的语气有些急促、惊喜以及一些害怕失望的惶恐。您忘了？医院检查不出来的。看着母亲焦急的神色，凌霄耐心地将事先编好的说辞讲了一遍。我以前头痛的时候，脑袋每天都沉沉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凌霄手臂抬起，比了比自己的肱二头肌。校里的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以前我威能提炼速度太快了，细胞消化不了，压迫到了大脑。以前凌霄有跟母亲解释过威能是什么东西，现在我经过训练，身体素质跟上了，这个症状也就解决了。这些东西都是瞎扯淡，但为了让母亲早点安心，说点谎有时反而是好办法。他老人家总是很相信医生的话，而且他头痛确实好了，以后应该也不会有晕倒的症状了。果然听了凌霄的说辞，林清荣重重的松了口气，整个人看起来都轻松了许多。那就好，那就好。所以要不要我回去看你啊？凌霄的俏皮话刚说完，就看到老妈又板起了脸。你好好训练，这2年没跟上的快点补回来，别到时毕不了业知道吗？凌霄从善如流地点着头。现在先好好学习，到时候能考上军队就好了。放心，没准你儿子还能考上猎人呢。你还惦记着猎人啊？林清荣一副拿他无可奈何的样子，伸出手指点起了摄像头，就好像是在戳凌霄的脑袋一样。你从小就嚷着要成为猎人，现在训练都跟不上了，还觉得自己能够考上猎人吗？而且猎人可是非常危险的，妈妈不希望你做那么危险的工作。妈，别担心。对于母亲的担忧，凌霄露出了温柔且饱含自信的笑容。只要我变得足够的强大，比异兽强10倍、100倍，那猎人的工作也不再危险了。你儿子会成为猎人，而且还会是世界最强的猎人。军武大学每晚都有武器选修课，每种武器都有不同的教师。双手大剑、宽刃战刀、加杆手盾、大锤、巨斧、长柄大刀、猎兽大巨刀等等，基本上都是本身带有重量、硬度且适合挥砍的兵器。至于什么单手剑、刺剑、军刀、唐刀、苗刀、鹰绳武士刀、镰刀、长鞭等等，学生们不可以将其当作选修武器，只能自己玩玩，没有祭典。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就是，你们这些弱鸡拿这种东西是要给异兽搓泥还是修毛？破防都破不了，还打个屁！至于那些武器有没有人用，那当然是有的，但那些人都是大佬，拿着细剑也能砍死异兽，人家有余力去选择自己的喜好，而学生还是老老实实的选点能砍得动的吧。至于枪炮之类的热武器，学校有枪弹射击场，但没有专门的课程，学生课余时间可以过去玩玩，那有工作人员给予指导。真的喜欢枪械的话，那就毕业后加入军队，防卫时会经常使用到。猎人协会则用的较少，而且多数是那种反器材重型狙击枪，开打之前先远距离偷袭几发再说。并且在军武大学，理论上你学几种武器都是允许的，只要有一门武器熟练度达到学校的毕业合格线就行。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多数学生都只会专精一门武器。凌霄也是一样，他选修的就是双手大剑。这个班大概50多个人，都是大3个班级的学生。军武制式的双手大剑，长1.6米，单剑柄就有40厘米，剑刃1.2米，剑身由宽到细，基部最宽25厘米左右，末端最窄15厘米，两刃薄，中部较厚，有接近3厘米。整把武器由威姆合金打造，重达25 kg， 普通人还真的挥不动它。小崽子们，姿势摆正，把好重心，挥剑不能只靠双臂。想想你们发力课是怎么教的？教双手剑的老师叫妙飞，是一个豪爽奔放的男人。他头发偏长，凌乱披散，胡子邋遢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失意中年人，但笑容却十分的张狂豪迈，给人一种野兽般的气魄。此时他正赤着双脚迈步在挥剑练习的学生间，敏锐地指出每个人剑术的不足。张猛，控制好挥剑的力度，你剑锋抖动太大了。林海峰，重心太松散了，
脚步迈开点。李小雨，你反手挥剑太不熟练了，斜上撩，从左下到右上，这个动作给我多练几遍。还有你，剑锋歪的稀巴烂，异兽站着不动都劈不着，准度不够就先收几分力，等精准度上去再慢慢加。妙飞的眼光十分的犀利，在学生眼中标准的动作，到他那往往破绽百出，班里很少有能不被他挑毛病的学员了。在比较靠边的位置，妙飞停下了脚步。一个长相不错的男生正心无旁骛地挥舞着大剑，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名堂，但重心牢固，剑锋弧度很标准，由慢到快，由动到静。剑刃停下的时候没有太多颤动，可以看出挥剑者的双手十分稳当，并且留有余力。下劈、侧劈、横扫、斜上斩，循序渐进，每招每式都做得很到位，基本功稳妥扎实，而且发力技巧看起来不错，整个背部就像拉满了弓弦，力量层层递进，剑身的角度没有偏斜，以最小的风阻撕开空气，斩击漂亮且充满力量。妙飞凝神看了一会，咧开了嘴巴，还可以啊。这个男生他印象蛮深的，叫做凌霄。以前在大剑班里剑术算中上，主要是态度不错，没有好高骛远，很注重基本功。当然，以前他引起妙飞关注的不是他的剑术，而是他在课堂上昏过去好几次了。那突然不省人事，咸鱼扑街的绝活，真的让妙飞大开眼界。什么时候病猫子都能上军武大学了？以前他水平还没这么高吧？啥时候进步了？妙飞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有些困惑的喃喃自语道：刷！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双手剑 LV1 经验值+4。凌霄眼睛顿时一亮，停下动作，琢磨起刚才那剑的要领。他双手剑本来熟练度就达到 95% 了，晚上课程开始没多久就升到了 LV1，升级后他剑术变强了不少，但也跟别的技能一样 ，LV1 的经验值大幅度削减。没办法，他没法像步法课一样靠机关吊档给自己增压，总不能找人对练吧？以这大剑的重量，哪怕没开刃，劈到身上也是会死人。哪怕军武的学生体格强壮，但被夹杂着巨力的钢刃挥中，恐怕也得躺上10天半月。大家都是学生，可没有余力手下留情，所以凌霄只能跟搏击术一样，记下经验值较多的一剑，重复锻炼，直到掌握为止。一般系统给他高经验值，就代表他的要点做对了，朝着这方向修行，进步会比较快。双手剑 LV1 经验值+2，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当经验值又开始一片加1时，就代表凌霄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一招，再重复锻炼下去也没太多进步了。凌霄停下了复刻，开始练习别的剑式。正手侧劈，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反手侧劈，双手剑 LV1 经验值+1，回旋斩，双手剑 LV1 经验值+1。手腕过于僵硬了，凌霄停了下来，由于训练过于专注了，他这才发现老师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妙飞走到凌霄的身边，拉起他抓剑的右手。虽然说主手关节固定能让剑锋更稳，但也很容易剑招过于死板。剑术老师手指拨弄着凌霄的手腕，淡淡的说道：而且这里绷得太紧，会挥砍少了一段发力，虽然不多，但也不能忽视。妙飞接过凌霄手中的大剑，从上到下用力一挥，唰，剑身化为一道黑影，划过巧妙的弧度，切开空气，稳稳地停在了正前方。由极快到极静，直接停顿，没有一丝颤抖。我们要在挥砍时放松关节，在斩击命中的前一瞬间再绷紧手腕。妙飞将大剑还给凌霄，抬了抬手：你试试。凌霄左右转动着自己手腕，琢磨着老师的话语，若有所思。少顷，他双手举起武器，像刚才妙飞一样向前挥剑，唰，双手剑 LV1 经验值+6，不错。妙飞挑了挑眉毛，眯起眼睛，脸上又带起了张狂的笑容。如果是熟悉他的人就知道了，这是狂剑妙飞发现了好苗子的表情。3小时的大剑课很快就过去了。回到宿舍的凌霄简单洗漱后，就盘腿在床上准备威能提炼了。学校提倡学生们一天至少要有3次威能提炼，分别是早训后1小时，下午课程结束后1小时，晚上武器课后1小时。这些课程都是大量消耗体力，人体细胞处于饥渴状态，威能吸收效率较好。当然，一些刻苦的学生会在午休的时候也坚持锻炼。至于提炼时间，不是越久越好，绝大多数学生1小时已经让细胞处于充盈状态了。凌霄也是，他现在体质高，能吸收的能量多，但他提炼效率更高，威能浓郁的都快接近液态了。像他以前只有7点渣体质的时候，吸收5分钟，身体已经饱了。如果真的有人提炼1小时还不够，那估计是体质好，但威能效率不够。可以自行增加提炼时间，比如5至行提炼课每次都最晚才走，跟以前的凌霄成另一个极端。而早训其实就是肌肉锻炼课程，早上6点到8点，先快跑20公里热一下身子，然后就开始上大重量器材锻炼肌肉，跟健身房差不多。虽然威能可以强化人体的力量，但不能只靠威能，普通的锻炼方法也是有效果的，要每天坚持下来的。而且这些锻炼还能辅助威能吸收。至于一天的文化课，实际上不到3小时，主要讲的是人类5国联邦、猎人与军队区分与注意事项、猎人与军队等级与权限、异兽种类与应对方法、人类现沦陷地狱、大灾变史等等。2年多了，这些课程其实已经都快讲完了，以后文化课估计会替代成别的训练课程。毕竟军武大学不是正常大学，文化课的绩点很小，只要成绩合格就行。坐在床上，在威能提炼前，凌霄先打开了个人面板。姓名：凌霄，潜力点2，力量10，敏捷10，体质11，精神11，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3.5%，搏击术 LV1 17.5%，双手剑 LV1 25.9%，步法 LV2 2.2%。在与吴勇的战斗中，搏击术跟步法都有了些许提升，获得了不少经验值。也许以后可以尝试找强者切磋，感觉是个刷经验的好路子。至于双手剑为什么熟练度这么高，那还真的得感谢妙飞老师。他今晚时不时提点凌霄几句，凌霄的经验值就立马飞涨上去，眼光真的是独到犀利。看着面板上的2点潜力点，凌霄微微陷入了沉思。这2个点数分别是提炼法 LV2 和双手剑 LV 一时得到的。最稳妥的加点方法是体质跟精神各加1点，这2个关乎着进步速度。而力量点数，凌霄觉得前期真的没有必要加点，毕竟无论是肌肉锻炼还是威能吸收，都可以提升力量。感觉力量属性前期是最容易升高。至于凌霄为什么纠结呢？那就是提炼法升到 LV2 后，他的威能提炼效率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与精神持平的11点体质竟然都来不及吸收了。LV2 的威能提炼法相当于额外的给精神属性加了1点，让他的能量提炼效率溢出，造成了浪费。还有就是敏捷属性，凌霄不知道有什么高效的锻炼方法。今天他的力量属性狂升了2点，而敏捷属性只提升了1点，而且那还是在第2档的通道机关中狂轰滥炸下跟随着步法提升的。无论是武志行还是那个光头巨汉高亮雄，他们的力量属性都高于敏捷属性。由此可以看出，敏捷属性的提升要比力量属性困难。威能吸收好像无法直接提高敏捷，只能慢慢适应变强后的身体，将其运用开发到一定程度，敏捷属性才会跟上来。至于力量属性跟敏捷属性哪个更重要，凌霄觉得不能直接类比。力量属性相当于身体的上限，而敏捷决定了你发挥出来的力量百分比，也就是发力损耗。而且它还关乎着动态视力、神经反射速度等。像高亮雄明明力量比武志行大，但排名却在他下面。晚饭的时候，赵思雅跟凌霄介绍了高亮雄这人物，不然他对于别班的狠人都不太了解。在凌霄看来，力量与敏捷最好还是持平，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出应有的实力。不过这也只是一些猜想，毕竟凌霄还没有太多的验证机会。安静的思考了一段时间，凌霄往体质上加了1点，而另一个潜力点他决定先存着。现在威能提取速度应该跟身体吸收速度差不多，而敏捷现在也够用，没有必要事先加点。没准以后他能找到好的敏捷锻炼方法呢。潜力点这么珍贵，还是不要乱用。以后文化课上也得找点刷经验值的高效路子，不要浪费了那个时间段。而且今天妙飞老师的指点也让凌霄尝到了甜头，他觉得有必要主动去找各科老师多聊聊了。比如搏击课跟步法课的2位。打定主意，凌霄闭上了眼睛，准备开始威能提炼。他得抓紧时间锻炼自己，不然2周后面对武志行估计会输得很惨。澎湃的威能从如同无形的龙卷穿过层层阻隔汇聚到凌霄身上，密如滴液。而这一次凌霄的身体来者不拒，将所有的能量吸收殆尽，没有丝毫浪费。早上5点，凌霄精神奕奕的起床洗漱，跟着赵思雅在食堂吃了早饭。可能是因为身体经常接收威能洗礼，军武大学的学生不需要太长的睡眠时间，一般睡个4时左右就足够了。田径场上，凌霄保持与赵思雅并行的速度，边跑边聊天，速度大概18米每秒，再快下去赵思雅就没有说话的余裕了。我跟你说，这几天室友教了我围棋，你也赶紧学一下。休息日我让你看看本小姐的聪慧。赵思雅今天扎了个小马尾，刘海被风拂起，露出了光洁白皙的额头。此时她正对着凌霄扬起小脸，得意洋洋，好像完成了什么丰功伟绩一般。学了点围棋你就变得聪明了吗？凌霄瞥了一眼发小，表情有些微妙。你个外行人根本不知围棋有多费脑子。才学会围棋的赵思雅怒斥凌霄这个外行人，他握起粉拳挥了挥，语气激昂地说道：我昨晚可是在嘉湖围棋平台跟25级的高手博弈了3盘，1胜2负。看着他那趾高气扬神色，凌霄差点被唬住了。他真不懂围棋，25级的高手到底有多强？围棋级别怎么分的？嗨嗨，这个吗？赵思雅别开了脸，开始顾左言右起来。你现在了解还太早了，新手应该脚踏实地从规则学起。你只需要知道25级很强就是了。见此，凌霄微微地眯起了眼睛。早练过后，凌霄偷偷在网上搜起了嘉湖围棋段位。在那个平台，从上到下，围棋段位分为人工智能贝塔构、职业9段、职业1段、业余8段、业余1段、业余1级、业余25级。也就是说，昨晚赵思雅跟最低等级的臭棋篓子下了3盘，还输了2盘。好家伙，凌霄差点绷不住了。不过学围棋倒也不是不行。扫了扫屏幕上的等级段位，凌霄若有所思地搜起了围棋教程。这些段位划分好像还挺符合他增压刷经验的需求。早上文化课上，凌霄快速地背下并理解了围棋规则。现在手机下了个嘉湖围棋平台，与同为业余25级的臭棋篓子博弈当中。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眉头紧皱，如临大敌，甚至连同学们若有若无的微妙眼神都没发现。凌霄，凌霄！赵思雅眼神闪动，手虚掩着嘴巴，脸色焦急地低呼着凌霄的名字。凌霄回过神，才发现班级里此时寂静一片，而其他同学正对他投以莫名佩服的目光。讲台上，戴着厚重的高度眼镜，脑门只剩下地中海的老师眼神冷漠，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上课玩手机的学生。凌霄眨了眨眼睛，露出了些许尴尬的微笑。要知道，军武学校可不像普通的大学，这里的课程可不是你想旷就旷，想玩就玩。虽然文化课比重较少，但里面的知识对学生来说也是必须掌握的。像这节易兽课介绍的就是常见的易兽种类、危害级别以及应对方法。这课程甚至影响着学生加入军队或者猎人协会后的职业生涯。毕竟只有了解异兽，你才能知道它的习性、实力等级，以及自己到底能不能狩猎它，
该如何狩猎它，与自己的生命安全挂钩，至关重要。哪怕是心高气傲的武志行，现在也在老老实实的听课，毕竟谁都不想拿生命开玩笑。凌霄以前头痛晕倒那是不可抗力，而现在上课玩手机就是严重的态度问题了。地中海老师放下教本，双手撑着讲桌，面无表情地说道：凌霄，你说一下黑辽野猪的体型特征以及危害等级。凌霄礼貌地站起了身子，将手机放在桌面上。黑辽野猪体长通常在2米到4米之间，高 1.5 米到3米，重2到5吨，鼻长，兽牙漆黑，四肢有巨爪，背部长有暗色鳞片，硬度接近钢铁。普通个体危害等级为 D， 体长超过3米的个体危害等级为 C， 判定为高危异兽。讲台上的老师脸色没有放缓，继续问道：弱点是什么？如何狩猎？弱点是鼻子、腹部，并且躯体转向能力较差。建议在躲开异兽突进时，用武器砍下拱鼻或划开侧腹，待活动能力减弱再正面对抗。你继续说下隐刃螳螂的特征跟狩猎方式。隐刃螳螂的会在阴影处前行隐身，体长在 0.8 米到 1.5 米高。说下蓝背金刚猿。鬼脸兽猪呢？异兽课老师接连提着问题，而凌霄皆面不改色的对答如流。一开始同学们的眼神还有些揶揄调侃，但当凌霄连续答对10来个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顿时变得不对劲了起来。好家伙，你小子原来这么萌吗？而邻桌的赵思雅则瞪大了眼睛，小嘴越张越大，一副惊为天人的样子。当凌霄答对快20个的时候，老师摸了摸自己的地中海，略带停顿地问道：你预习过了？我全背下来了。死！教室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同学们纷纷对凌霄投以惊悚的眼神，甚至连摆着臭脸的武志行都皱起了眉头，满脸惊疑地看着他。房间里还响起了一些小声的议论声，全背下来也太夸张了！卧槽，卷过头了吧？你踏马是人，牛逼！原来人家表面在玩，背地里却在偷偷努力。隔壁的青梅竹马已经被震慑得瑟瑟发抖了，看着一脸坦然的凌霄，地中海老师扶了扶有些滑落的眼睛。行吧，你坐下，别影响其他同学。凌霄坐了下来，重新打开了手机。这些课文他确实都背下来了。早上来到教室后，他想着刷点速记的经验值，凭借着速记 LV1+11点精神的记忆力以及敏捷时的一目十行，他辛苦地背完了整本书。结果打开面板，发现速记才涨了 5%。凌霄气得够呛，索性研究起了围棋。刚才那是他第一次下围棋，还没下2步就被叫起来了。现在对局已经因为他长时间挂机中断了。重新匹配，等了一会，凌霄又开了一盘对局。虽然规则都记下了，但凌霄从没玩过，对棋谱更是一无所知，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瞎几把下，很丢人，但没关系，因为对面也强不到哪去。对局进行了3分钟，凌霄皱起了眉毛，为啥还没经验值啊？该不会围棋也不被系统承认为技能吧？不应该啊，这项目还挺锻炼大脑。凌霄搞不明白，但既然开了，还是把对局下完吧。就这样，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2个菜鸡互啄的臭棋篓子决出了胜负，凌霄赢了。围棋 LV0，经验值+38。凌霄愣愣地看着面板里的信息，整个人都呆住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丰厚的经验值奖励，原来是得对局结束才一次性结算经验吗？10分钟38点经验值还算可以，如果有加速的方法就好了。凌霄的目光移到了手机屏幕的右下角，在普通对局的按钮旁边有另一个对局按钮，快棋。嘉湖围棋的普通对局可能有10来分钟，但快棋能在5分钟以内结束对局，这是凌霄阅读平台使用事项时记下的东西。快棋模式启动，没等几秒钟他就匹配到了对手。果然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下快棋的比下慢棋的人多很多，大家都想趁着碎片休息时间来上一盘。啪嗒啪嗒啪嗒，不到3分钟对局就结束了。这次是凌霄输了，没办法，对局经验太少，快棋连给他思考时间都没有。围棋 LV0，经验值+32。围棋牛逼！凌霄在心里盛赞围棋这门国粹，并且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下盘对局。围棋 LV0，经验值+33。围棋 LV0 提升为围棋 LV1，潜力点+1。凌霄顿时泪流满面，想大声高呼一句：五虎起飞！没有犹豫，加上昨天存下来的潜力，凌霄往体质跟精神上各加了一点。现在他体质是13，精神是12，又给自己的修炼速度提上了一个台阶。话说，围棋能升得这么快，那其他棋类呢？凌霄顿时虎躯一震，感觉自己找到了狂刷潜力点的方法了。感谢大德大威赵思雅女菩萨的提点。转过脑袋，凌霄对着一脸呆萌的青梅竹马微鞠了一躬。为了报答他，凌霄决定在休息日全力以赴，让他感受一下 LV1 以上的围棋水平是有多可怕。搏击术老师王刚觉得今天的凌霄有点不对劲。王刚老师，我这个侧上踢是不是有哪里没做好？说着，这个年轻人就旁若无人地对着空气甩出一道鞭腿，右脚蹬地的力量过大，腰杆重心有些偏移。好的，谢谢老师。学生低头思索着问题，走回了自己的位置，对着沙包矫正起刚才的招式。勤学好问是好事，毕竟王刚的职责就是这个。但问题是，老师，为什么我总感觉我的下劈很无力？王老师，如何极短距离寸劲发拳？王刚老师，我感觉自己连环飞踢很容易失去重心。老师，王刚有些蛋疼地看着凌霄的背影，这同学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啊？每隔几分钟就过来问他一次，每次都是不同的动作，把王刚都整懵了。一开始他还觉得这小子是不是故意消遣他，他就特意观察了一阵子。好家伙，还真的练得有模有样的。每次问完的问题他都会回去练上几10遍，练到后面还真的越发标准了。王刚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法再挑出什么毛病了，这进步确实有点快啊。学生在自己的指导下逐渐变强，
这是好事，身为教师，他也很有成就感。但是王刚摸了摸自己的胸膛，觉得莫名的有点空虚，总感觉身体被掏空。砰！搏击术 LV1，经验值+6，搏击术 LV1，经验值+3，搏击术 LV1，经验值+4。有老师就是好啊！看着视野里的频繁冒出来的数字，凌霄的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军武大学的这些老师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每次都能精准的找到他的不足。凌霄今天直接丢掉了脸皮，遇到问题就直接跑去求学，经验值刷的那是一把接着一把，爽的飞起。搏击术 LV1，经验值+1，搏击术 LV1，经验值+0。看到经验值又开始跳一跳零了，凌霄换了一套勾拳，发现经验值没加多少后，凌霄又屁颠屁颠的往老师的位置走去。因为走动的实在太频繁了，旁边的同学们看他的眼神也变得诡异起来，但都被凌霄忽视掉了。这些小事哪有刷经验重要？身为学生，他当然要把老师的东西都学过来啊！在王刚老师那突然显得有些沧桑的脸色下，凌霄又开始了他的虚心求教。今天的步法课不是器械辅助了，而是实战躲闪反击，学生之间1对1，两人一组。为了不影响练习，步法课的制服不是练功服，而是弹性不错的修身白 T 恤加黑短裤。吃我一拳！赵思雅粉拳紧握，对着凌霄打出一套丝滑连招，但都被他风轻云淡的躲了过去。哈！伴随着他的一记长拳，凌霄抓着他的胳膊往前一拉，脚下对着他小腿一扫，赵思雅顿时重心前屈向前趴去。普通人可能会狠狠地摔掉门牙，但赵思雅怎么也是军武大学的学生，他单手撑住地面，柔韧的腰躯扭转，对着凌霄的脑袋就是一记狠狠的甩腿。但凌霄早就猜到了，提前预判了他腿击的轨迹，仰头躲过攻击后，一把将他的右腿抄到肩上，紧紧锁住，并且凌霄身体前压，大手按住了赵思雅的脖颈，往下一推。少女撑地的单手顿时抵抗不住重量，无力反抗的趴在了地上，小脸蛋抵着光滑的木质地板。赵思雅苦憋的嘟起了嘴唇，为什么我现在都打不过你了？凌霄手捞着少女白花花的大腿，露出了大仇得报的笑容。以前好像都是你这样压着我，怎么样？地板凉不凉啊？可恶啊！可恶啊！赵思雅左手握拳敲击着地面，一副天道不公的模样。少女力量跟敏捷都是9，搏击术、步伐都快达到 LV1 了，但想要打过现在的凌霄还是不可能的。行了，起来吧。凌霄放开了束缚，站起身子，赵思雅也一个鲤鱼打挺扑了起来。她恶狠狠地瞪着凌霄，揉了揉脸蛋：“你攻过来，别手下留情，看姐姐我不揍趴你。”见状，凌霄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你确定？确定，来吧，妈耶！他话音刚落，凌霄的拳头已经掠过了他的耳垂，凛冽的拳风直接吹起了他的头发。赵思雅缩了缩脑袋，被吓出了一张可爱的囧脸。真的不用我手下留情？哈哈，还请多多放水，妹妹我从小身轻体弱的。少女双目闪烁，唇角向上嘟起，装出了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呵，一招凶猛的直拳直奔凌霄的腹部，凌霄刚侧身躲过，拳头便化为手刀，直劈他的脖颈。凌霄轻巧的退后2步，赵思雅便乘胜追击，发起了回旋3连踢，随后被凌霄空中拦截，捏住了命运的后颈。少女像刚才一样趴在了地上，不甘地敲起了地板。可恶啊！为什么能挡住？可恶啊！凌霄虚坐在他的后腰上，有些好笑的看着自家发小。毕竟以前都是他放水跟凌霄对练，现在情况直接反过来了。起来吧，我稍微放慢点进攻速度，帮你练下步伐。哦，赵思雅拖着长音被凌霄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这次还是由凌霄进攻，赵思雅躲避反击。只不过这次凌霄微微压制了一下自己的水平，以赵思雅能够反应但仍能感到压力的方式进攻。这个压力能使人快速进步，凌霄自己深有体会。落脚要稳点，我一旦连续进攻你就失去重心了。后脚跟不要翘起的太高，不然平衡性会很弱。不要只看拳头，我的双腿也会进攻的。身体转向脚步也要跟着调整，不然肢体会逐渐不协调。凭借着 LV2 步法的理解，凌霄像老师一样调整着女孩的不足，而赵思雅也逐渐适应了凌霄的攻击节奏，从狼狈躲开慢慢变得干净利落起来。他估计都没发现凌霄在慢慢加快攻速，给他增压。在收回一记勾拳后，凌霄停下了进攻。怎么停下来了？赵思雅意犹未尽的在原地轻轻蹦跶着身子，好像很沉迷刚才躲开攻击的成就感中。凌霄食指弯曲抵在下巴上，思索着刚才看到的信息。步伐 LV0 99.9%，这是赵思雅的数据，在刚才的慢慢进步中卡在临界点很久了，为啥还没有升上去呢？啊，不对！凌霄苦笑的摇了摇头，他陷入了一个误区。正常人哪会像他一样，经验值一到直接一股脑升级啊？肯定是得持续总结，将现在的领悟彻底消化，才能真正的掌握，不然甚至可能还会退步。凌霄以前有时昏迷多躺了几天，就明显的看到自己权力的下降。晚上回去你要好好总结，思考一下刚才的要点哦。因为凌霄的表情很认真，赵思雅没有搞怪，乖乖的点了点头。看到青梅友把他的话放心上，凌霄也放下了心，摆起架势准备继续训练。凌霄，能跟我组队一下吗？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冷淡且富有磁性的女声。站在凌霄身后的是位高挑的女性，步法课修身的衣服勾勒出了凹凸有致的身材，腿身比很高，黑色的短裤下2条漂亮的长腿比直匀称，还颇具力量的美感。斜长的侧刘海配上清丽秀美的容貌，有点飒爽淡漠的酷女气质。赵思雅歪了歪脑袋，嘴中发出了喃喃的疑问声。方文，这个人就是3年 C 班的次席，排名仅次于武志行的女性方文。凌霄看着这位突然找上自己的同学，也跟发小一样满脸懵逼。接受着凌霄，
赵思雅两双充满问号的眼睛的强势围观，方文脸色也逐渐变得窘迫起来。不好意思，打扰你们训练了。和外貌与气质不同，这位酷姐好像脸皮还挺薄的，耳根上很快就爬上了红晕。我其实就是想和凌霄切磋一下，因为他步伐上面有些值得我学习的东西，而且换一下对手，其实也能相互促进，更好的进步。方文声音越来越小，听起来咋开始有点底气不足的感觉。凌霄皱了皱眉毛，回头看向了青梅竹马，倒也不是担心他吃醋，从小就没见他有过这样的情绪，两人的关系比起情侣更接近亲人。只不过凌霄一直都是和赵思雅对练的，因为过去赵思雅怕他被别人做得太惨，总是亲自跟他组队当对手，有种将他特别保护起来的感觉。说起来，他还真的拖累了赵思雅很多，以前的凌霄太弱了，无法让他得到足够的锻炼，所以今天凌霄才会在步法课舍弃刷经验值的时间，全心全意的帮助赵思雅，尽力的弥补他。你决定，去吧去吧，我要跟陈菲菲练一练。赵思雅一脸大度的对着凌霄甩了甩手，跑去跟一旁对着他招手的女生搂在了一起。陈菲菲是方文原本的训练对手，跟赵思雅关系不错，不应该说赵思雅在班里女生中人缘都还挺好的，只不过为了照顾凌霄，害怕他垂心丧气走向抑郁，大多时候朋友的邀请都被他推掉了。这么看来，凌霄头痛消失后，赵思雅的生活应该会轻松不少，至少不用成天担心他这个发小在哪晕倒。凌霄暗叹了一口气，将愧疚藏进心底，转头面向方文，来吧，你先攻过来。行。在一眨眼间，方文的高挑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凌霄面前，带着一道恐怖的拳风。凌霄瞳孔一缩，显而又显地躲过了这记攻击，而方文的拳头如同赵思雅一样变成手刀，对着凌霄横劈过来，只不过速度完全提了一个档次，而且携带的力量更是远超赵思雅。砰！凌霄双手交叉挡住了这记手刀，但里面的距离直接让他凌空飘起了10几厘米，等他双脚落地，位置已经在2米之后了。他被那道手刀低空击飞了2米多远，揉了揉手臂，凌霄眼神凝重地注视着方文。力量12，敏捷12，搏击术 LV1， 步伐 LV1 98%，不愧是年段第11名，力量敏捷全压了凌霄2点，步伐更是逼近 LV2 了。这是目前凌霄见过的学生当中步伐熟练度最高的，哪怕武志行也比不上他。虽然凌霄步伐比他强，但力量速度都是远远不如他。LV2 的步伐只能堪堪保护自己，别输得太快。这女人没有说谎，她真的是抱着切磋进步的心来的。调整好了吗？我要攻过去了。方文活动了一下脚踝，一双长腿白的让人发慌。凌霄可不想尝试被踢中的滋味，这双美腿踢出的力量能轻松的让一头犀牛暴毙。压低重心，绷紧神经，凌霄深吸了一口气，来吧。白皙的长腿化作夺命的战斧，自上而下的斩了下去。凌霄怎么和方文练起来了？方文这次好像稍微认真了一点，凌霄能撑这么久还挺牛的。这步伐再看一遍还是赏心悦目，这打得有点好看耶。两人对练越加激烈，甚至还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但身处其中的凌霄可不好受，他感觉自己在和死神共舞。方文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竭尽了全力，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自己在下一击中直接扑街。而方文感觉仍留有余力，他甚至还会在攻击时抽空观察凌霄是怎么躲开的。当然，凌霄也不是被动挨打，他也尝试去反击了，但两人的力量跟敏捷都差了2点。要知道越后面每点属性差距越大，方文的力量、速度、动态视力皆远胜于凌霄，哪怕步伐比他差些，但要躲过他的攻击还是轻松惬意的。甚至凌霄觉得自己真打中了，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毕竟和他对比起来，凌霄的攻击估计有点轻，缺乏力量。步法 LV2， 经验值加3，步法 LV2， 经验值加2，搏击术 LV1， 经验值加2。在方文恐怖的压力下，凌霄根本没有余力去看面板浮出了什么。唰，一个侧身，凌霄又躲过一击高踹，并试图还以一记铁拳。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方文竟然没有躲过这一击。他双手抓住了凌霄打出的右臂，用腹部吃下了这记攻击，而那高踹的腿并没有收回来。不好！凌霄手臂发力，想要快速脱离方文的掌控，但来不及，那条长腿的后侧已经碰到了凌霄，宛如河下的剪刀，将他的脖梗裹入其中。砰！凌霄趴在了地上，姿势跟刚才的赵思雅很像，唯一不同的是他面对的不是地板，而是方文那白皙的大腿。他现在就被方文的左腿夹在膝盖窝里，双脸贴着丝滑的肌肤，鼻息里满是少女的幽香。凌霄满脸通红，青筋暴起，不是害羞，是他感觉脖子都快被夹断了。啪叽啪叽，急忙拍击了几下地板。凌霄声音断断续续的说道：“我输了。”方文松开了那夺命的剪刀脚，带着歉意的笑容把凌霄拉了起来。不好意思，因为你真的很灵活，我打得有点着急了。说着，他还很贴心的帮凌霄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温柔的样子完全不像刚才的人形凶兽。还可以继续吗？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文显得小心翼翼的。来吧，我没问题。凌霄活动了一下脖子，脸上重新燃起斗志。如果连跟方文切磋都怕，他后面该怎么跟武志行这个首席较量？好的。少女温柔的笑容消失了，气质恢复了冷漠凛然，充满了可怕的压迫感。在角落里跟自家小弟对练的武志行满不在乎的收回了目光，并随手放到了没躲开攻击的对手。不错呀，感觉阿晨这个老三都没法跟方文打这么久。现在凌霄实力在我们班到底排第几了？从昨天开始他好像就变了一个人，精气神都变了，这腿脚刹看起来好恐怖。我突然有些羡慕凌霄了。你这边看觉得爽，真轮到你就知道痛了。方文那腿能把你脖子拧断。我也突然好羡慕凌霄。醒醒，你是女的。同学们的话语完全没有传进凌霄耳朵，面对方文，
敢分心，他真会死得很惨。在经验值的飞涨中，凌霄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一节课。隔天早训过后，1小时的威能提炼结束了。凌霄感受着身体的成长变化，慢慢的睁开眼睛，视野中显示着面板信息，力量10提升为11。果然，力量的提升越后面越慢，从8到10，他在1天时间就做到了，而从10到11，他花了1天半以上。这还是建立在他体质13、精神12，且威能提炼法 LV2 的基础上，不然不知道得多用上几天时间。而力量10点升到11点的变化，凌霄握了握拳，能清晰地感受到了肢体里那夸张的力量。现在他全力绝对超过了1吨以上。站起身来，凌霄在原地认真地打了一套拳腿。附近的同学倒没有太多诧异，毕竟许多人威能提炼完都会活动下筋骨，适应一下变强的身体。少顷，凌霄收起拳脚，抱着胳膊沉思起来，有种阻塞感。力量确实是变强了很多，但似乎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微妙的使不上劲。之前凌霄变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都是稍微活动一下就习惯了。是因为现在敏捷比力量低了一点的原因吗？下午问问老师吧。凌霄放弃了思考，他想贯彻学生的美德，多问问。今天吴勇回来上学了，脸上裹着纱布，真不愧是军武大学的学生，身体好，躺个1天就恢复了。碰到凌霄时，吴勇眼睛闪烁，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腰杆都有些弯下来了。看来还真的被揍怕了，甚至连武志行的另外几个小跟班现在也收起了嚣张的气焰，果然实力才是硬道理。凌霄也乐得清闲，他可懒得把那些嘲讽过他的人踩个遍，这哪有他刷经验值重要。象棋 LV0 经验值加23，象棋 LV0 经验值加20，象棋 LV0 提升为象棋 LV1，潜力点加1，国际象棋 LV0 经验值加15，国际象棋 LV0 经验值加12，国际象棋 LV0 提升为国际象棋 LV1，潜力点加1，英省象棋 LV0 经验值加8，英省象棋 LV0 经验值加5。棋类刷点没有凌霄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该种棋类不能具有随机性，不然无法被系统判定为技能。其次，凌霄发现每当他掌握了一种棋类，下一种棋类的经验值都会下跌。当凌霄刷英省象棋时，经验值已经低到很不合算了，一盘才加那几点。英省象棋 LV0 经验值加6，英省将棋 LV0 提升为英省将棋 LV1，潜力点加1。艰难的在午休前刷完了将棋 LV1，凌霄暗叹了口气。也许是因为棋类有很多共通点，凌霄掌握的越多，大脑就越无法得到充足的锻炼，导致了经验值的下滑。下一种棋类的 LV1估计要跟别的 LV2一样困难了。以后棋类还是只刷围棋吧，这个经验值来得快多了。对于今早获得的3个崭新的潜力点，凌霄在体质跟精神又各加了1点，另1点存了起来。他得尝试一下能不能把敏捷升上来，实在不行再考虑加点。至于文化课老师为啥不管他，因为今天凌霄又背了一本书，给速记 LV1 涨了 6% 的经验值。步法课器械辅助闪避练习，如何快速适应变强后的身体？许若梅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轻瞄了一眼凌霄，用着飘飘的语气重复了一遍问题。他现在的工作真的很清闲，大3该教的都教的差不多，剩下的都是学生的积累练习。实战躲闪反击课他还得偶尔去班级指点一下，器械辅助课他开完机器就完全没事做了，爽混薪水。只是没想到今天他躲在办公室吞云吐雾时，这个学生闯过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悠闲时间。是的，我最近力量进步了一些，但感觉身体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凌霄态度诚恳地诉说着自己的问题，他可是专门记下了自家老师的办公室，所有摸鱼的教师都将由他来终结。步伐老师点了点头，轻弹了下手上的女士香烟。这个问题大家都会发生，尤其是我们这些用威能强化身体的人，体魄变强的太快，导致神经反应跟肢体控制力无法短时间跟上。许若梅轻轻地翘起了腿，像一只慵懒的猫咪。其实你们平时学习的搏击课、步法课以及武器课，都是能让你们快速适应力量的课程。只要这些课程的水平提升了，你们对身体的控制力应该能尽快的提上来哦。这个凌霄知道，毕竟搏击术、武器课都练习肉体发力、控制，步法课还特别锻炼他们的神经发射速度、动态视力。日复一日的锻炼，时间一长，他们就能适应变强后的身体。但凌霄不太一样，他的力量提升的太快了，敏捷根本无法在这么短时间跟上。难道真的只能靠加点吗？感觉好亏。不过倒也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呢。似乎是看出了凌霄的纠结，许若梅露出了一副恶作剧得逞的表情。你威能控制力怎么样呀？还行。凌霄挠了挠头，谦虚的回应道。真的只是还行吗？而许若梅则眯起了细长的眼睛，笑得像只聪明的狐狸。本来这是等你们文化课全部结束后才会交纳你们的课程，不过应该也快了。学校都把武化班老师招过来了。武化班是什么？凌霄现在是处于碰到不懂就直接问的状态。一个达到条件才能进入的班级，要求威能控制力达到一定水平哦。许若梅纤长的手指抚着脸颊，语气有些暧昧的说道。老师不知道你能不能被选上，提前把课程透露给你，好像不太好呢。见状，凌霄挺起了胸膛，一改刚才谦虚的态度，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老师，我威能控制水平非常之厉害。这副见风使舵的模样，成功将女老师逗乐了，捂着嘴巴笑得花枝招展。好吧，这那我先偷偷告诉你一些细节吧。许若梅将手指抵在性感的唇上，好像在暗示她不要告诉别人。不管是人类还是异兽，细胞吸收的能量并不是全部消化掉的，会有一部分能量被偷偷储存起来。凌霄同学，你有尝试过调用身体储存起来的威能吗？我刚才说的要点你都记住了吗？许若梅悠悠地转着椅子，看起来心情不错。而凌霄手指抵着下巴，眉头紧锁。记住了，但因为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那就晚上回去再试试。你现在该回去上课了。不乏老师挥了挥手，似乎想将这个打搅他摸鱼的不速之客赶出去。听了老师的话，凌霄露出了一道无辜的眼神，随即一屁股坐了下来。哎，你怎么突然坐在地上了？老师，我现在就尝试练习一下，做错了请您指点。开什么玩笑，现在能有老师教，他为什么要自己回去摸索？嘿，我突然发现你这孩子有些坏心眼啊。一只柔软的脚丫轻踹着他的肩膀，耳边还环绕着女老师有点气急败坏的声音。但这跟已经把脸皮丢掉的凌霄没什么关系，他闭上了眼睛，运转起了威能提炼法。只不过这次选定的对象不是外界的能量，而是他自己的身体。老师说，要想控制体内的威能，必须先对着身体运转一次威能提炼法，充分了解那种能量流出的感觉。一开始，凌霄是用最小功率去汲取，毕竟是自己的身体，他可真怕抽坏了。但没想到，他体内的细胞还都挺护食，一点能量都不吐出来。好家伙，这可把凌霄气笑了。喂他们的时候，个个像饿死鬼，现在吃饱了想跟他们讨要点，结果全都一毛不拔，还真是只进不出啊。对此，凌霄一点点加大了提取力度，跟身体做起了拔河运动。最终，在提炼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体内的细胞才不情不愿地吐出来一团能量。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是一种区别于肉体无感的体验。怪不得许若梅老师说必须亲身体验过才能了解。而且以前的威能相当于公共的自然资源，凌霄汲取威能靠的是提炼法，像个强盗一样强行将外界的能量掠夺到身上，他本人其实是无法直接操控他们的。而体内的这团能量就好像打上了凌霄的印记，变成了他的私人物品。随着凌霄精神力的拖拽，他在体内慢慢的移动，甚至还带了一种额外的感官。威能 LV0 经验值+4，放弃了精神力的操控，这团能量又丝滑地融入了细胞里面。凌霄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向了老师。老师，我把威能抓出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这么快？对面的许若梅刚往嘴里塞了根香烟，此时听到了学生的话，不禁愣住了。你确定已经把能量提出来了？能操控它吗？可以的，虽然有些阻力，但凌霄精神力还是很足够的，操纵起来没有问题。哎，还真不能小看你呢。许若梅点燃了香烟，眼神逐渐深邃。怪不得王刚说这小紫薇能提炼仅次于前2名，天生的高精神强度吗？细胞里的威能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延伸，你要控制着它往全身上下慢慢走上一遍。不乏老师将手直抵着凌霄的胸膛，滑到他的胳膊、手指，然后又回到胸膛，换另一只胳膊重复一遍步骤。当体内的威能走遍全身，大脑就能明确的知道你身体的变化，并自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之后你再去正常的锻炼一下，应该很快就能适应变强的身体哦。相当于内视。对，这好像是在灾变前就有的名词呢。凌霄理解了，不过他还有一个问题，多抓出一些能量对身体有害吗？没有，哪怕全掏出来对身体也没影响，毕竟这些只是储备能量，只不过学生很难控制太多呢。那凌霄就放心了，他立马开始行动起来。第二次就简单多了，凌霄甚至还没用威能提取法，单靠精神力就将体内的能量拽了出来。果然是有一就有二，体内的细胞也破罐子破摔，一副想要你自己拿的样子。但当凌霄提取了一团威能后还不满足，想继续索要更多时，他们又开始变得像守财奴一样，拒绝了凌霄的意志。凌霄挑了挑眉，他觉得这可不行，他身体的能量应该随时随用才对，不然多麻烦。随即运转起了威能提炼法，势必去除身体护食的劣根性，反正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凌霄这次放心的加大了功率，在恐怖的吸力下，体内的细胞仿佛发出了一声声哀鸣，偷藏起来的威能被彻底掏出。凌霄感知着那几乎溢满全身、接近液体的能量时，整个人都有点懵了。卧槽，偷藏起来这么多！然后就是一个全新的感知，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五脏六腑，每根骨头、每根血管、每块肌肉，各种的信息都呈现出来，让大脑清晰地认识到了身体的状况。这还需要控制它吗？凌霄有点茫然，这都已经快充满全身了。放出精神力，他尝试控制这堆能量，然后唯一的感觉就是重，超级重。哪怕是凌霄强达13点的精神属性，拖起来也是宛若蜗牛爬洞，吃力无比。威能 LV0 经验值+2，精神加点。凌霄没有犹豫，直接把剩下的潜力点加了上去，顿时他的精神强度又大涨了一截。这次他勉强能控制体能的庞大能量了，虽然还是有些龟速，但能清晰地感知到它们在体内移动、交融、混合。威能 LV0 经验值+16，威能 LV0 经验值+14，威能 LV0 经验值+15。这个技能到底是什么？对威能的控制力吗？凌霄不是很了解，但没关系，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有新的潜力点了。威能 LV0 经验值+14，威能 LV0 提升为威能 LV1，潜力点+1。在技能升级的一刹那，凌霄顿时感觉精神轻松了很多，对能量的操控能力直接攀上了新的台阶。体内的威能一改刚才的龟速，宛如潺潺的水流，随着凌霄的意志不断转向、蔓延，甚至溢出体表。凌霄睁开眼睛，看向了自己的右手。虽然肉眼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凌霄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包裹了一层透明气态的能量，这是从他体内流出的。你小子是怪物吗？凌霄转过头，看到的是一双如针般竖起的眼眸。凌霄第一次看到老师这样的表情，这位平时一直轻松散漫，身上总存在着一股飘忽愉快氛围的女教师，此时脸色却异常严肃，细眉紧蹙，那月牙般细长的眼睛里笑意消失了，变得如刀锋般明亮锐利。注意到他那紧盯着自己右手的视线，凌霄好奇地问道：“老师，您看得到吗？你把能量聚集到眼睛试试。”
凌霄恍然大悟，控制了一点能量汇聚到瞳孔，世界变得不一样了，红的更红，蓝的更蓝，视线异常清晰。凌霄甚至能看到10几米外墙上那只蚊子翅膀的纹理。仔细一瞧，空气中似乎存在着若有若无的颗粒，红、绿、蓝、黄，各种颜色都有。它们漫无目的的在空中飘散，因为过于细微了，根本无法看清它们的样子。凌霄看向了窗外，教学楼旁的大树挺立，成片的绿叶在清风中晃动，但速度好像有点慢。你看哪去了？看自己的手掌呀！从奇妙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凌霄将目光移向了自己的右手，修长的手掌表面包裹着一团浅灰色的气体，它贴合着皮肤，像一层朦胧的手套。这是威能真正的战斗方式哦。徐若梅手指轻触着凌霄的手背，神色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失态了。凌霄能看到他瞳孔里好像裹着一层纱布，幽暗深邃，这应该是威能集中在眼睛时的表现。这层能量有益于战斗吗？握了握拳，凌霄并没有感觉自己肉体力量有什么变化，它能提高攻击的破坏力，还有不错的防御力哦。你过来。凌霄跟在许若梅后面来到了办公室墙角，那里有个激励器。第一拳，先把体内的能量都收回去，跟平时一样。点了点头，凌霄放弃了对体内威能的掌控，充斥着身体的能量顿时融于细胞当中。深吸了口气，凌霄挥出了一记直拳，砰！激励器1058 kg。不错不错。接着第二拳，调出体内的威能，将它们分布在你出拳的右手内。凌霄引导着体内的能量蔓延到手臂，打出了第二拳，砰！激励器1341 kg。涨幅这么大！凌霄吓了一跳，这一拳涨了快300千克，他力量从10涨到11时都没这么大提升。随即，徐若梅表情有些无语的纠正起学生的错误认知：是你体内能量密度太高哦，普通学生大概也就上涨100千克左右。想起了自己体内接近液态的威能后，凌霄了然的点了点头，这应该是自己14点体质的缘故，细胞能量储存质量较高。那我在发力的位置都不上能量，这样会不会涨幅更大？可以哦，但是这样消耗也会变多的。原来有消耗的吗？凌霄急忙闭上眼睛，感知起右手的那一团威能，好像确实消耗了一点，因为不是很多，所以凌霄刚才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提炼威能的时候他就补回来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身体吃饱后会自己把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那就好，用起来就不会心疼。凌霄觉得很满意。好了，第三拳，将威能附着到体表。凌霄右手的皮肤再次裹上了一层能量，宛如浅灰色的遮罩。砰！这一拳手感不一样，皮肤好像没有直接接触到激励器。凌霄松了松手掌，看向了屏幕，激励器1753 kg。这抚了抚那层气态的纱罩，凌霄完全想象不出它能有这么强的破坏力。而此时，徐若梅老师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这个就叫威能五化。凌霄回过头，看着老师抬起了关合的左手，随着话音，手指一根根弹出，充盈、缠绕、放出、异化。你现在做到的就是第二阶段威能缠绕哦，也就是说，威能 LV0 相当于第一阶段的充盈，威能 LV1 相当于第二阶段的缠绕。那在放出和异化是不是分别代表 LV2 跟 LV3？ 那是什么效果？在这之上还有没有别的等级？凌霄刚想问出口，不乏老师的双手已经搭在了他的肩上。凌霄同学，怎么？许若梅突然严峻且认真的语气让凌霄吓了一跳。在五花班正式开课前，不要对同学使用威能缠绕。好的，毕竟这是老师偷偷给他开小灶的，凌霄还是知道分寸的。不过他对老师为什么强调缠绕有些好奇。这个威能缠绕很难吗？许若梅脸上勾出笑容，但眼神里却完全没有笑意。很难，哪怕在猎人协会，也不是所有猎人都能做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女教师拉住他的前襟，将凌霄的脑袋拉低到他的脸前。你如果只使用充盈，大家都看不出什么，而一旦你使用缠绕，那些老师们就会发现异样。许若梅的声音很低，夹杂着淡淡烟草与蓝莓的气息，轻轻地拍打到凌霄脸上。老师们看到我使用威能缠绕，就会知道有人偷偷教我这些课程。因为不乏老师现在表现得如此慎重，凌霄此时也绷紧了神经，将说话的语调放到最小。对的。许若梅微微颔首，表情充满了沉重。他们会怀疑，会调查，最后会找到我身上。难道因为给自己透露课程，许老师因此犯下了大过吗？凌霄此时心里充满了愧疚，非常郑重地保证道：老师放心，在五花班开课前，我绝对不会对人使用缠绕的，不，威能充盈我也不会去用。哪怕是输掉和武志行的对战，凌霄也不愿给帮助自己的人惹上麻烦。听了凌霄的话，许若梅脸色稍稍放缓，小声地嘟囔道：那就好，那就好。见此，凌霄的心里更难受了。如果知道透露课程这么严重，他肯定不会蹭这个便宜。老师，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您会被开除吗？那倒不会。许若梅摇了摇头，双拳紧握，眉头蹙起，语气凝重地说道：但是我会被他们敲掉一顿饭。这一刻，凌霄的眼神死了，他只觉得刚才的自己是个傻逼。我回去上课了。哎，你怎么看起来有些嫌弃老师啊？你的表情对我有点不尊重哦。剩下半节步法课，凌霄回器械辅助通道锻炼去了。许若梅老师教的内视效果很明显，虽然面板上敏捷还没长，但凌霄能感觉到身体里的阻塞感小了很多。然后就是凌霄发现把威能溢出瞳孔，并让体内能量充盈脑部，会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效果，那是一种周围环境都变慢下来的感觉，不只是动态视力提升，甚至连大脑都飞速运转起来了，类似于人体肾上腺素激发一样，时间变慢了一样。这个发现让凌霄欣喜若狂，
他偷偷给这个小技巧取了个烂大街的名字——子弹时间。凭借着子弹时间以及11点力量带来的速度提升，他再次去挑战了3档机关。虽然还是压力颇大，被橡皮弹射的头皮发麻，但这次凌霄坚持下来了，至少没有那么毫无躲闪余地了。也因为3档机关带来的压迫，凌霄步法 LV2 的进步提升了很多，从 3.7% 涨到了 6.8%。这是步法升到 LV2 后最大的一次涨幅。LV2 阶段所需要的经验值实在太庞大了，他也不知道这学期能不能升到 LV3。摸了摸被3档子弹射的有些刺痛的皮肤，凌霄轻叹了口气，这每笔经验值都来得不容易啊！哦啦，哦啦，哦啦！课后的自由对抗，凌霄手臂抵在胸前，防卫着赵思雅暴雨般的攻击。在用臂肘挡掉他的拳脚的同时，凌霄还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动作，时不时地提醒指导。你挥拳时体态有些不协调，脚步也得蹬点力。知道了。哦啦！赵思雅虽然语气听起来捣怪，但从那已经升级成 LV1 的步法可以看出来，凌霄说的话他都是有听进去的。现在凌霄打算帮他把的搏击术也锻炼到 LV1，这样他的班级排名应该能上升很多。砰！随着凌霄的一击侧踢，少女的身体飞了出去，落在了2米外场地上。好了，今天到这里吧，一定要记得消化总结。赵思雅拍了拍身上的沙土，双手叉腰的站了起来，洋洋自得。哼哼，我进步这么快，你说我厉不厉害？那道侧踢凌霄没用全力，踢的位置也是他做好防卫的双臂，虽然看起来飞了很远，但在受力下其实并没有受伤，进步还是可以的。凌霄表情微妙的看着少女，前段时间可是他在挨揍，现在角色都反过来了，真的值得骄傲吗？小雅雅，你这边好了没有啊？不远处传来了一道风铃般的女声，一个留着长发、身材有些娇小的女孩跑了过来，她身上的衣物满是灰尘，唇角下垂，眉头弯成倒疤，表情看起来有点委屈搞笑。我又被方文打趴了，你这边结束了吗？这个女生就是陈菲菲，班级排名大概在8、9名徘徊，她平时都是和方文对练的，但很明显实力上差距有点大，从她那满身狼藉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了。跟我组队吗？方文文真的好恐怖，你知道吗？我知道了，赶紧放开，你咋比我还脏脸？此时陈菲菲正双手紧搂着赵思雅的腰，贴着她的脸蛋蹭了起来。自从上次和赵思雅对练过后，陈菲菲就爱上了当赵思雅的搭档，可能是两人实力相差不大的缘故。方文跟陈菲菲好像也是认识许久的好友，就跟现在凌霄锻炼赵思雅一样，他也会拉着陈菲菲特训，结果就是陈菲菲每天都被打得找不着北。林潇潇，你赶紧去方文文呐，现在小雅雅归我了。陈菲菲对着凌霄撇了撇手，似乎想要把他赶走。不要叫我林潇潇。凌霄有些无奈，他还是不习惯对方这种叠词口癖。不过今天发小的特训也差不多了，他该给自己上强度了。隔壁的训练场上，方文正站在原地闭目养神，那肃杀冰冷的气场如同一把刚合鞘的锋刃。在凌霄踏入这里的一刹那，他睁开了眼睛，身体化为一道黑影，凛冽的拳风呼啸而来。砰！凌霄双手交叉，从正面挡下这道直拳，夸张的力量推使着他的鞋底在地上擦行了几米。方文看了看自己的拳头，有些疑惑地问道：“你好像变强了一些。”揉了揉手腕，凌霄半开玩笑地回道：“再过几天，你也许就不用手下留情了。”是吗？那可真是。方文压低了身子，清丽的脸上露出了瑰丽的笑容。太好了！人形女凶兽攻了过来，带着比刀锋还要恐怖的腿技。自从学会那事，每次威能提炼后，凌霄都会顺便用能量扫描自己身体。按老师的说法，这能加速大脑认知肉体的速度，顺便提升自己的能量操控水平。凌霄深表赞同，因为这还能顺便刷威能 LV1 的经验值。在隔天的搏击课上，他的敏捷成功提升到11点，与力量齐平，身上那种阻塞感彻底消失了。此时凌霄觉得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力量是一种很美妙的事情。呼，闭上眼睛，深呼了一口气，凌霄弓起身子，对着技力沙包直直的挥出重击。砰！搏击术 LV1 经验值+3，技力器1149千克。单单这一点敏捷，他平时状态的全力就差了接近100千克，果然不能小视任何属性，均衡发展才是王道。确认好数值后，凌霄伸出手，偷偷的将技力器的屏幕关掉。接下来可不能让人看到，因为他又要同时开始刷2份经验值了。澎湃的威能开始在体内充盈，在他肉体发力的各个部位流通。他没敢使用威能缠绕，那边的搏击术老师可不是瞎子，这个能力本来就是偷跑学到的，被发现感觉不太好。他现在就期待五花班尽快开启，那样就能光明正大的锻炼威能了。砰！在拳头挥出的一瞬间，体内的威能也随着凌霄意志的引导，像溪流一样汇集冲向拳锋。搏击术 LV1 经验值+2，威能 LV1 经验值+4。这是凌霄发现的小技巧，先把能量分散在发力的各部位，然后与肉体同步累加传递给下一个发力点，直到最后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攻击的肢体上，打出有力的一击。这样做的好处是消耗很小，威力较大，还能锻炼凌霄威能使用的熟练度。当然，如果真要追求全力，那凌霄就得把体内所有的能量都拉出来，让全身都得到威能充盈。凌霄偷偷试过了，效果非常离谱，那真的是力大飞砖，速度力量都得到一个飞跃，但代价就是恐怖的威能消耗速度。要知道，新的潜力点已经被凌霄加到体质上了，他现在的体质高达15点，威能储备相当的夸张。但如果使用全身威能充盈，哪怕是凌霄这种的威能储备，维持时间也不到半小时，身体所有细胞都在疯狂消耗能量，换取到超频的战斗力。这个技能又被凌霄安了个奇怪的名字——猎人模式。当然，凌霄脑子里还有更离谱的点子，那就是在开启猎人模式的时候，全身使用威能缠绕。这个因为太显眼了，凌霄还没找到尝试机会。只是，如果成功了，那这技能要叫什么？
凌霄深感取名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这周双休要不要做兼职啊？下午的威能提炼课一结束，赵思雅的一句话把凌霄整懵了。他这才发现今天已经周五了，也是从周一昏倒获得系统，现在已经过了4天时间了。而就是这短短的4天时间，凌霄的实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沉浸在这种变强的体验中，甚至连时间概念都有些模糊了。以前碰到双休，他都在抓紧赶课程，现在不会头痛了，好像确实有时间去兼职了。凌霄手指弯起抵着下巴，微微沉吟。周末花几个小时去兼职，好像也没什么，还能赚点钱给老妈、妹妹买点礼物。他以前吃住都在学校，穷困潦倒，甚至连衣服都是学校发的统一制服，从来没有给家人发过红包之类的。思来想去，确实有些丢人。要知道，赵思雅都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寄家里。至于和武志行的约战，说实话，就算输了也没啥大不了的，大不了在医务室躺上1天。而且以他现在的进步速度，武志行还能赢他几次？这么一想，他好像确实没有必要每天都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偶尔出去当家教也不错。行吧，你把那个家教平台发给我。我跟你说，这里面有长期单子跟短期单子，还有对应要求的。赵思雅挤到凌霄旁边，两人就坐在修行教室的地板上开始窃窃私语。凌霄，一道冷静淡漠的声音传来，把两人吓得差点蹦了起来，因为这是班导吴清华的声音。怎么了，班导？凌霄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看着站在身前表情一如既往严肃的老师，心里发虚的同时也有些疑惑。威能提炼课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自己好像也没犯什么事吧？除了最近在文化课玩手机有点太嚣张了。你到我办公室一趟。班导吴清华没有过多解释，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赵思雅贼兮兮地瞅了瞅老师离去的背影，对着凌霄双手合十拜了拜，自求多福吧，你别搞得我要倒霉了一样。想喝什么都可以，您随意就好。坐在吴清华的对面，凌霄腰杆挺直，正襟危坐地看着老师洗刷茶具。不知道为什么，在面对自家班导的时候，凌霄总是会有些犯怵，就好像小时候面对班主任一样。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问题，后来发现除了武志行，班里所有人都对他有种莫名的敬畏。只能说这个严肃的女人气场太强了，学生面对她有种老鼠碰到猫的感觉。伴随着乌龙茶的清香，一杯金黄澄净的茶水递到了面前，凌霄礼貌地轻触几下桌面表示感谢。最近你头疼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吴清华轻抿了口茶水，眼睛直直地看着凌霄。是的，周一晕倒醒来后症状就消失了，这几天也都没有头疼的症状。这个问题凌霄心里早打过腹稿了，回答起来很自然。毕竟除了你的家人，谁会刨根究底地问你身体到底咋回事？班导微微颔首，手指轻轻地敲击起了桌面。你是想要出去兼职吗？原来他听到了自己和赵思雅的对话，但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凌霄有些疑困惑，毕竟军武大学可从来不管这事。是的，想要在空余时间挣点钱。成绩提得上去吗？啊，您请放心。凌霄郑重地点了点头，给予了肯定的回复。我有在努力修炼，现在各方面都进步很多，完全可以成功毕业。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吴清华肘部放于桌面，双手合拢抵住下巴，镜片里闪烁着白光。我说的是，你的成绩能回到入学时的名次吗？凌霄刚入学时是年段第3名，比武志行排名都高，在毕业前应该有可能。虽然心里很有信心，毕竟有着系统这个外挂，但凌霄觉得还是说的太满，不然显得有些嚣张难看。大3期间呢，我尽量努力。咋回事？今天班导怎么有些咄咄逼人？而且他怎么会指望吊车尾在几个月内冲上前3？好吧，他确实可以，但老师又不知道他有系统。听了凌霄那模棱两可的回答，吴清华抿了口茶水，突然说了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学校其实是有奖学金的。哈，只要排名在年段前20名的学生，每月都能收到军武大学的助学补贴。为什么我没收到过？凌霄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以学期末的综合评估为准，入学成绩不算。好像是看到了凌霄内心的波涛汹涌，吴清华淡淡的补充道：能问下补贴的数额吗？凌霄低着脑袋，语气异常的沉静。班导吴清华扶了扶眼镜，嘴角弯起了淡淡的弧度。每个排名额度都不一样，以年段第20名开始，奖学金是1万元，之后每上升一个名次，奖学金会上涨1000。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一直保持着原本的名次，在过去2年里，他可以每月领着27000元的助学补贴。凌霄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感觉真的亏大发了。要知道，他老妈薪水也才7000一个月，每月27000的补贴能让家里的生活直接宽裕起来。这个上涨的1000是直到第4名为止，前3席的奖学金是另外算的。吴清华又抿了一口清茶，稍稍停顿了一下。第3名的奖学金5万元。凌霄嘴巴微张，内心已经欲哭无泪了。他到底错过了多少？所以我问你，这学期能回到前3吗？没有问题。这一次，凌霄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半分犹豫。有信心就好。对于凌霄的答复，吴清华看起来很满意，自顾自地给自己续上一杯热茶。还有，再过10天就是月末的班级首席选拔了。是。凌霄疑惑地眨了眨眼睛。军武大学每月初会举办班级对抗赛，对抗赛上各班级都有着该班的首席，在上月末提前选拔出来。C 班的首席一直是武志行，他跟凌霄的约战就是在首席选拔，他这个前首席会打擂台，欢迎班里的任何挑战者。不过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这个不关乎年段排名的。其实班级的首席能获得额外的补贴，也是1万元。好了，武志行，你准备受死吧。凌霄捏了捏桌下的拳头，眼神顿时犀利了起来。这可比兼职来钱快多了。哦，对了，老师，年段第1的奖学金是多少？吴清华愣了一下，他摘下了眼镜，眸子如墨般漆黑，静静地看着凌霄道：这可是很难的。
凌霄没有退缩，直视着班导的眼睛。不一会，女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明媚柔美，甚至有点妖艳。第1名15万。晚饭时跟赵思雅说了自己不去兼职。凌霄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今天剩余的课程，并回到宿舍完成了威能提炼。洗漱完成后，凌霄躺在床上呼出了面板。姓名凌霄，潜力点0，力量11，敏捷11，体质15，精神14，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8.5%， 步伐 LV2 7.1%， 双手剑 LV1 73.9%， 搏击术 LV1 65.7%， 威能 LV1 4.2%， 围棋 LV1 25.3%， 速记 LV1 14.8%， 心算 LV1 1.2%。距离月末还剩10天，他要明确一下自己能在短时间内提升的技能。首先，威能提炼法步伐事先排除 ，LV2 所需的经验值过于庞大，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升级。其次，速记跟心算努力应该没问题，但是会挤占他正常训练的时间，性价比不高，得不偿失。而且说实话，围棋比他们好刷很多，以后文化课上只刷围棋，应该能在几天内成功升到 LV2。凌霄微微沉吟了一下，在心里把目标技能列了出来：双手剑 LV1， 搏击术 LV1， 围棋 LV1，10天时间里就这些技能可以刷满。威能 LV1 实在有点悬，而且他不想在对战中使用威能武化，毕竟这是偷跑学来的，总感觉不太合适。虽然不乏老师说的轻巧，但是总归还是违反了规定，不然他为什么会被敲一顿饭？既然这样，满打满算也就3个潜力点，说实话不太够。武志型的力量有14点，他必须在10天内把力量提升到差不多的水平，越往后提升越慢。他的力量从11到12要花多久？哪怕是凌霄这夸张的体质、精神，要在10天内连升3点也是很困难的。至于往力量上加点，凌霄可不想为了1万块钱牺牲自己的进步速度。想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别人2年多的训练，那就必须让自己的提升速度变得更加夸张，更加离谱。为此，他需要潜力点。回顾着学校里的各种设备、教室，凌霄进行着头脑风暴，疯狂地思考着如何让自己刷到新的技能。要知道，技能 LV0 到 LV1是性价比最高的，经验值刷起来最简单的。多武器道馆、军事枪械射击场，凌霄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不好意思，武志行，为了班级奖学金，这下不得不胖揍你了。闭上了眼睛，刚准备休息，下午老师的话却浮上了脑海。想要赢过前2名，你必须明确内心的渴望。这是离开办公室时班导吴清华说的话，至今他还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周六早上，凌霄跟发小像往常一样完成了肌肉训练和威能提炼课程，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不能因为是双休就怠惰自己。我去当家教了，晚上记得联机围棋，让你见识一下19级强者的实力。赵思雅便趾高气扬地离开了，凌霄漠然地看着他的背影，不忍告诉他自己其实已经业余2段了，比他强了大概20个段位。离开食堂后，凌霄独自来到了枪械射击场。这个场馆面积挺开阔的，内设靶场，军事武器繁多，每种武器展台上都配着几位工作人员，负责武器保养跟使用指导。平时几乎没人，但双休日里还是会有学生光顾的，毕竟喜欢火药枪械的人可不算少。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凌霄挑了一款大口径手枪，一款自动步枪，前往了靶场。学习了射击方法跟使用规范后，凌霄开始对着靶子开火了。砰砰砰！射击 LV0， 经验值+3；射击 LV0， 经验值+2；射击 LV0， 经验值+3。更换弹夹，凌霄轻叹了一口气。这个技能名字是射击，而不是手枪，那就代表他无法爽刷潜力点了。砰砰砰！射击 LV0， 经验值+3；射击 LV0， 经验值+2；射击 LV0 提升为射击 LV1， 潜力点+1。认真的将剩下的子弹射完，凌霄归还了枪械。手榴弹学生每周能免费试用3颗，如果要练习的话，可以用模型弹练习，除了没有火药，操作方法都一样的。给我模型弹就好。哎，不用拿几颗真弹吗？不用。好的。在工作人员奇怪的目光下，凌霄取走了几颗模型弹，走向了训练场。拔起引线，投掷，炸弹在空中划过弧度，精准的落到目标区域。几秒钟后，随着一声尖锐的闷响，这也就代表模拟榴弹爆炸了。投掷 LV0， 经验值+2。凌霄默不作声的挑了挑眉毛。这个技能好像也能用标枪练习，甚至路边捡起石头都可以。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就当顺便熟悉一下操作流程吧。投掷 LV0， 经验值+3；投掷 LV0， 经验值+2。来回捡了几趟模型弹，凌霄也有点烦了，后面索性捡到就丢，当然还是必须瞄准的，不然没经验值。投掷 LV0， 经验值+4；投掷 LV0 提升为投掷 LV1， 潜力点+1。将所有物品归还完毕后，凌霄就离开了。虽然有些不太符合预期，但1小时内白嫖2个潜力点也挺爽的。来这里只是抱着卡 bug 的幻想，他真正的目标是武器道馆那边。多武器道馆其实就是上武器选修课的地方，那里有非常多的教室，每间教室代表一种武器课堂，甚至一些非选修武器也有相应的训练室，只是没有专门的课程。刚踏进这里，凌霄很明显的感觉到人流变多了，哪怕是双休日，也还是有许多学生过来刻苦练习。明亮的走廊两端分布着各种武器教室，而每间教室门口都悬挂着独立的门牌：战刀、巨斧、大锤、长柄大刀、细剑、长鞭。既然双手剑能成为独立的技能，那其他武器没道理不可以吧？凌霄的脸上扬起了丰收般的笑容。那个人好像刚才从长毛市出来，咋又来我们这了？估计是试一下武器的手感，休息日不就是这样吗？
武器再精不再多，每种都学就代表每种都学不会。确实，你看他这斧子挥的，啥也不是。唰，泛着寒意的巨斧在破开空气，冰冷厚重的钢铁凸显着武器的分量。凌霄双手把持着斧柄，生涩地挥动着这把重达30千克以上的残暴凶器。巨斧 LV0，经验值+3；巨斧 LV0，经验值+4；巨斧 LV0提升为巨斧 LV1，潜力点+1。在面板提示升级的一刹那，原本外行的动作顿时变得灵动起来，骇人的斧刃在空中舞得虎虎生风，一套套招式仿佛经过了千锤百炼。卧槽，突然变得好猛！妖兽啊！他是大佬装萌心斗，我们玩的好丢人，刚才说的话是不是都被听到了？新型装逼方式。凌霄将武器放好，完全无视了同校学生的惊奇围观，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下一间武器室。大锤 LV0，经验值+4；大锤 LV0，经验值+3；大锤 LV0提升为大锤 LV1，潜力点+1。能将瞬间粉碎野兽头颅的巨大钝器，由慢到快，由动到静，在双手中旋转飞舞，举重若轻。这人到底咋回事？我感觉他现在好强啊！刚才看起来还比我差脸，是不是一开始看起来纯新手，然后突然变得超级猛？你咋知道？我跟着他过来的，就想看看他是咋装逼的。猎兽巨刀 LV0，经验值+4；猎兽巨刀 LV0提升为猎兽巨刀 LV1，潜力点+1。接近20厘米宽的长刃，诡异弯曲的刀刃冷冽锋利，背部全是不规则的锯齿，以便更好地撕碎猎物的伤口，撤下异兽的内脏。这柄为虐杀而生的怪刀，此时在凌霄的手中如获新生，挥砍拉扯之间，好像有无形的野兽被开膛破肚，甚至连房间里的空气都变得肃杀血腥起来了。不远处的学生咽了咽口水，他莫名的有种被溅了满脸鲜血的错觉。牛逼吧？我都说了，他肯定会。他到底是咋练的？也许人家是大4的，实习回来玩玩。我就是大4，你别造谣啊！大4哪有这么屌？长柄大刀 LV0，经验值+5；长柄大刀 LV0提升为长柄大刀 LV1，潜力点+1。卧槽！关公在世？胡说，明明是吕布降临了！你们这几个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也不练就在那看。头笔 LV0提升为头笔 LV1，潜力点+1。小巧锋利的匕首在手间高速旋转，突刺、挥斩、下捅，最后随着凌霄手腕的挥出，精准地插入10米外的靶心。咋样，兄弟？哥说的没错吧？真的这样牛逼？走走走，一起看看去！沦陷在武器快乐屋的凌霄，完全没有发现屁股后面逐渐变多的小尾巴，他已经被一坨坨的潜力点砸昏了头脑。这里简直就是天堂！面板里那一次次的升级提醒简直太美妙了，就好比你游戏刷怪一样，能清晰地看到自己一步步变强，让人忘记时间逐渐上瘾。凌霄已经完全沉迷在刷点的快乐天国之中了。将手中的战刀与合金盾归位，凌霄刚准备往外走，就被附近的学生喊住了：“大佬，你吃不吃饭？要不要我给你带晚饭过来？”大佬，凌霄被这称呼整懵了，但随即他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18点30分，咋这么晚了？摸了摸肚子，凌霄可是记得自己连午饭都没吃呢。我们正要去食堂呢，大佬你要吃啥？我们顺便带过来。不用了，谢谢，我待会出去吃就好。看着对面那10来个勾肩搭背的壮汉学生，凌霄有点好奇，大佬这个称呼哪来的？他们为啥一副认识自己的样子？而且他们关系这么好吗？休息日也一起过来练习？为什么要叫我大佬？因为你什么武器都会啊。说这话的时候，那群大汉眼睛好像冒起了星星，肌肉随着急促的呼吸此起彼伏。凌霄顿时觉得有些尴尬，他好像被严重高估了。你们误会了，我不是什么都会。凌霄觉得自己有必要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了。他伸出手，用拇指跟食指比了一个米粒般微小的间隙，认真的说道：“我每种武器都只会一点而已。”哦，星号话音刚落，对面那群男人反而更加亢奋起来了，一副懂了懂了的表情，还挤起了眼角，好像在跟他对暗号一样。凌霄顿时有些困惑了，他感觉自己没法和现在的年轻人达成默契，而且他技能只有 LV1，确实只懂了一点啊。去食堂吃完饭，回到宿舍的凌霄收到了赵思雅的消息：“来来来，让姐姐教你围棋到底怎么玩。”行，你有账号吧？发我加下好友。凌霄1234。OK， 我加一下哈。接下来赵思雅的信息停止了2分钟。业余2段。是，加吧。猫猫哭泣点 JPG。平台好友加上了，凌霄创建了一盘自定义对局，没有选快棋模式，毕竟太快结束，乐趣就没了。叮，语音连上了。凌霄戴好耳麦，淡淡的说道：“来吧，今晚你想下几盘，我陪你几盘。能一盘都不下吗？不可以。哇，救！乔乔救我！”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走动声，赵思雅估计是搬救兵去了。那个乔乔好像是他的舍友，但凌霄无所谓，如果救兵够强，他就当刷经验值；如果不够强，那就2人一起宰。瞥了眼面板中的潜力点，凌霄顿时心情愉快，精神抖擞，身上充满了使不完的干劲。来了来了，区区业余2段，别太嚣张，我舍友可是业余5段。哈哈，我是思雅的舍友，叫陈乔恩，你建议我旁观吗？凌霄笑了笑，满不在乎地开启了对局。10分钟后，乔真的无了吗？输了？你不是5段吗？在2个女孩的暴风哭泣中，凌霄默默地摘下了耳机。他在业余2段，但不代表他实力只有业余2段，升段是需要时间的。今晚的月亮格外的明媚。室友罗涛回老家了，寝室就凌霄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凌霄哼着轻快的曲调，身体左摇右摆，愉快地盘点起了今晚的收获。
长矛、巨斧、大锤、猎兽巨刀、长柄大刀、头柄、长鞭、巨镰刀、宽刃战刀、盾格，再加上在射击馆刷的射击、投掷，今天总共收获12个潜力点。凌霄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简直爽的他尾巴都要翘起来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武器都这么好刷的，比如长矛跟长刺刀，因为进攻跟使用方式有些雷同。凌霄刷完长矛 LV 仪后再去碰刺刀，立马就触发了经验惩罚，跟棋类一样，经验值获取难度暴增。同理的还有大锤和钉头锤、巨斧跟双刃大斧、头笔和小刀、飞镖、长柄大刀跟许多长柄兵刃等等。所以他脑袋里一直在过滤过于相似的兵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刷点。后来凌霄总结了下经验，那些越怪异、越奇葩的武器经验值越好刷，比如长鞭、巨镰刀等。当然也有惊喜，比如学校里一项热门选修课宽刃战刀加单手盾，这个组合竟然直接刷到了2个潜力点。凌霄看到的时候脸都乐开了花。丰收，大丰收！明天再去捡漏，应该还能再赚一笔。现在先好好修炼吧，今天刷妈了，连威能提炼都还没做。没有犹豫，凌霄直接开始了加点。体质、精神各6点，咔嚓！当面板更新的一刹那，凌霄体会到了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时间好像变慢了，思维被逐渐拔高，甚至逐渐有些空灵。他好像身处漆黑的云端，看到了斑斓无垠的星空，皎白的弯月晕染着柔光，颗粒般的氤氲光点犹如自由的妖精，在空中舞动交融，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就在凌霄伸手想要触及这些妖精时，世界宛如触之即破的泡沫，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从云端掉了下来，还是那熟悉的宿舍，一切如旧，没有任何改变。那是什么？捂着脑袋，凌霄睁大了眼睛。他敢肯定这不是幻觉，透过窗户依稀能看见那高悬的弯月，那如沙盘般的星空，而那些氤氲光点，凌霄的瞳孔裹上了黝黑深邃的薄纱，周围的一切变得不一样了，红的更红，蓝的更蓝，空气中游荡着些许细微光点，颜色不一，飘忽不定。就是这些都是威能，只不过相比之下，云端之上的威能密度高了成千上万倍，它们无处不在，甚至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刚才我的意念拔高到了天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精神力变高的原因吗？凌霄合上眼睛，想要再次尝试这种感觉，但失败了。刚才的一切宛如南柯一梦，他的精神虽然已经强了好几倍，但还是无法窥及云端。轻叹了口气，凌霄暂时放弃了尝试。他觉得没必要继续强求，只要继续变强，这种感觉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收敛起心绪，凌霄运转起了威能提炼法。天上似有闷响，万米高空之上，无序飘荡的氤氲光点仿佛被赋予了重力，在某一瞬间定格，随后猛冲而下，浩荡的威能连成光柱，穿透一切阻碍，直直地灌进凌霄的身体里。相比之前21点体质、20点精神的提升大吗？让现在的凌霄回答，他只能说云泥之分。无论是精神强度还是威能消化速度，都远不是以前可以比拟的。他的细胞好像在嫌弃现在身体的弱小，疯狂地吞噬能量，成长、分裂、替换，势必要将他的硬件更新换代。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11，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15，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14。因为精神力的倍数增长，甚至连威能提炼法的经验值都开始大幅度提升起来。要知道以前可都是加2、加3的毛毛雨。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经验值加12，力量11提升为12。不到10分钟，凌霄的力量就已经上升了一点，这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毕竟在力量11他已经停留2天了，在这片威能洪流之下，不提升才怪了。但是他的身体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体内细胞还在无止境地吸收着能量，宛如饿了3天3夜一般，毫无止息。清晨的阳光划破了夜幕，窗外的鸟儿开始叽叽叫了起来。凌霄从床上爬起，一步一顿地往浴室走去。明明没有出汗，但身上却黏糊糊的，好像几天没有洗澡了一样。淅沥沥，喷头的热水泼洒到身上，凌霄手在胸膛的皮肤上轻轻一搓，一层灰白色的厚泥掉了下来，露出了底下白皙粉嫩的皮肤。这些泥都是死皮。昨天洗澡的时候，凌霄还顺便搓了干净，才一晚上，身上的死皮已经能捏几斤仙丹了。握了握拳，感受着肉体里那澎湃的力量，凌霄深深地吸了一口。力量13，这吓人的新陈代谢换来的就是13点的力量。昨晚凌霄的威能提炼持续了整整3小时才结束，不是因为提炼效率跟不上，而是他体内的细胞跟疯了一样，能量刚刚充满就立刻进行替换更新，仿佛不把身体的力量提上去就绝不罢休。可能是因为体质跟力量的巨大差异带来了这种现象。21点的体质表示11点的力量太丢人了。不过也确实，昨晚体质、精神双双提到20点以上，凌霄很清晰地觉察到了那巨大的变化，简直是断层式的提升。也不知道力量到达20点时，他的实力会得到多么恐怖的增长。还有就是密度完全成液态的威能瞬间充盈了肉体，深灰色的薄纱一出，覆缠全身，犹如一道战袍，摇晃倾荡，泛着火焰般的涟漪。凌霄抬起右手，随意地挥了一拳，轰！空气发出了悲鸣，宛如被炮弹击穿，纷扰的气流吹起了热水帘幕，四散飘零。全身威能充盈，加上全身威能缠绕，应该是凌霄目前最强大的战斗形态了。就叫灰烬模式吧。流星锤 LV0 提升为流星锤 LV1，潜力点加1。多节棍 LV0 提升为多节棍 LV1，潜力点加1。三叉刺 LV0 提升为三叉刺 LV1，潜力点加1。巨弓 LV0 提升为巨弓 LV1，潜力点加1。骑士枪 LV0 提升为骑士枪 LV1，
潜力点+1，牛逼，他真的什么都会啊，对吧？我就说他肯定是大佬，到底咋练的呀？我感觉一门武器学起来就很辛苦了，简直是怪物，那些老师都不会这么多。这不是我们班的吗？你们围观他干什么？他是不是很猛？以前不咋地，现在我也不确定他多猛。唉，轻叹了一口气，凌霄有些无语的瞥了眼那堆围观人群。早上他来捡漏，莫名其妙的就被他们强势围观了。虽然很守规矩，站得远远的没有打搅他练习，但是说话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一点？他都听到了，跟他们解释自己只是普通学生，不要一直跟着自己。这群人表面理解，让他放心，但到了新教室练不到10分钟，凌霄屁股后面又开始聚集了一拨人，那视线盯得他头皮发麻。他们真的不需要训练吗？不然休息日来这里干嘛？算了，再刷个潜力点就走人吧。今天在剧功上浪费了点时间，可能是跟射击技能有些重复，触发了一点经验惩罚，但还好不是非常多，凌霄觉得可以接受就刷了。而骑士枪竟然没有被归类为长矛类，这倒是一个惊喜，可能是因为它使用方式差距太大了吧。放还好武器，凌霄往单手剑教室走去。这间教室武器种类非常丰富的，单手阔剑、长剑、细剑、军刀、唐横刀、苗刀、鹰绳武士刀等等全都集中在这里。也许是因为武器颜值高，所有人都想过把剑客引，这里也是人最多的教室。随手拿了2把刀剑挥了一下，咻咻，单手剑 LV0 经验值+2，单手剑 LV0 经验值+1。果然被系统归成一类了，跟他的双手剑技能一样，而且还有一点经验惩罚。凌霄也不知道是哪个武器触发的，毕竟他刀剑类会的最多。算了，跟巨弓一样还可以接受，刷完就开溜吧。根据自己的喜好，凌霄挑了一把刀刃较长的，是苗刀还是唐横刀他也不清楚，因为都是威姆和金打造的，制作工艺是一样的，这些武器也就外形跟长度有点区别，选用起来顺手的就行了。因为这间教室人流量较多，到处都是耍剑的学生，凌霄花了点功夫才找到了能供他练习的空地。这里有一个就地打坐的男人，他双腿上平放着一把长剑，看起正在闭目养神。同学，我可以在这练会剑吗？男人睁开了眼睛，剑眉星目，相貌俊朗，配上那用缎带竖起的及腰长发，还真有点蜀山剑仙的味道。可以，声音很淡漠，一副世外高人的风范。谢谢。凌霄暗自点了点头，这个人肯定是很喜欢灾变前的仙侠电视剧 ，cast 非常专业，还是尽快刷完技能，还这个剑仙一个打坐净土。咻咻，因为凌霄会的刀剑比较多，单手剑挥起来不像别的武器那样外行，还算有模有样的。但也因为这个，他的经验值刷起来不太美观。单手剑 LV0 经验值+1，单手剑 LV0 经验值+2，单手剑 LV0 经验值+1。果然有失必有得，会的多潜力点反而更难赚了。不过让凌霄没想到的是，旁边的那位剑仙帅哥这时竟然站了起来，走到了他面前。凌霄停下了手中的刀刃，有些疑惑：咋了？打坐腿麻了？你在挥剑的弧度不错，但在刺剑上有点瑕疵。长发剑仙双手环胸，长剑夹在臂弯里，淡淡的说道：你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单手剑，以前使用的都是适合挥砍的刀刃。卧槽，这位大哥原来是热心肠。这么说来，自己会的大剑、单手战刀确实都是挥砍，在戳刺方面确实技巧较少。像长矛虽然是戳刺，但手感技巧跟单手剑实在不像。同学，可以请教一下吗？凌霄直接虚心求教，他已经在老师那边尝到了不耻下问的甜头了。剑仙大哥微微颔首，拿起手中的长剑，就地耍了一套漂亮剑招，快如疾风，剑势如虹，凛凛寒光准若鹰击，静若止水。这位 cos 大哥还是有真材实料的，以凌霄的眼光看，这单手剑至少有 LV1。咻！剑仙左手收于后腰，右手持剑向前一刺，剑尖毫无颤抖，精准且有力。这应该是专门做给凌霄看的收尾剑。保持了几秒钟，长发男子耍了个剑花，长剑收于背后，淡淡的说道：你看明白了吗？应该可以了。凌霄仔细琢磨了一会男子手腕跟躯干的细节，点了点头，拿起手中的剑。咻！单手剑 LV0 经验值+4，不错，果然有学到东西，经验值挺丰厚的。凌霄自己挺满意的，但没想到对面男子突然开口了：不对，再来一遍。那里不对，我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凌霄有些困惑，但还是照着他说的重做了一遍。咻！单手剑 LV0 经验值+3，不对，细节做得不到位。这下可把凌霄整不自信了，难道自己天资愚钝吗？同学，可以说一下是哪里没做好吗？长发男子背过身去，让凌霄看到他握拳盘腰的左手，在刺出这剑的同时，左手要置于腰部，这跟刺剑有关系吗？难道是什么特殊发力技巧？不懂，但试一下就知道了。咻！单手剑 LV0 经验值+3，这不没差吗？凌霄顿时有点迷茫了。同学，为什么要把左手背在后面？长发男子眉头皱起，好像在疑惑凌霄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随后他轻叹了口气，很认真地解释道：因为这样比较帅。尼玛的！凌霄觉得喉咙里有一句老槽，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咻咻！单手剑 LV0 经验值+3，单手剑 LV0 经验值+4。没有理会刚才那位老哥的意见，凌霄以自己的节奏刷起了经验值。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不想让自己挥剑更帅一点吗？而且刺剑的时候不要脚前屈，这姿势很不好看。这位长发剑仙看起来仍有些耿耿于怀，在旁边碎碎念叨起来。凌霄觉得他那高人形象已经崩了。咻！
单手剑 LV0，经验值+2，单手剑 LV0提升为单手剑 LV1，潜力点+1。哎，你不觉得那些不实用吗？轻叹了一口气，凌霄有些无奈地接过了对话。理性分析确实不太实用。长发男子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但真要实用，就得学重型兵器，方便猎杀异兽。如果不是为了帅，那还练什么单手剑？凌霄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有一瞬间，他竟然觉得这人说的好有道理。那如果和人对练呢？那时候你还有鱼与摆姿势吗？男子眉头微蹙，沉吟了一会。抛开老师不谈，学校里应该没有学生剑术比我强，所以即便耍酷我也能赢。这人到底何方神圣？这么自信吗？凌霄看了看手中未开封的刀刃，这种单手剑重量没有选修武器那么夸张，被劈中倒也不会伤筋动骨。要不要比划一下？他还没跟人用兵器打过架，这种感觉还蛮新鲜的。你的剑术还行，但是赢不了我。咻！凌霄当即刷了套剑花，全都是模仿刚才这位剑仙的招式。长发男子愣住了，他很明显的察觉到了凌霄的进步。是我刚才看走眼了，你的剑术确实不错。随即他握起长剑，对凌霄说道：来吧，我会把力量压制在和你同一个水平线上。凌霄有些无力吐槽了，他是在装逼还是真大佬啊？调整呼吸，屏气凝神，凌霄手中的寒光出手了。咻！枪！长剑破空，一阵钢刀对撞的声音响起。凌霄跟长发男子都在互相试探着对方的攻击，没有直接上全力，但尝试了几套剑招，发现都突破不了对方的刀刃后，两人的攻击也逐渐提速了起来。枪！枪！枪！整个单手剑教室开始回响起有节奏感的打铁声，两人的打斗也渐渐的引起了其他学生的注意。这两人好像都是高手啊，会玩单手剑的真的太酷啦，有一股大侠气质，好羡慕，我啥时候能练到这水平？等等，那个人不是大3 A 班的那位？首席，卧槽，跟他比剑的那位是谁？咋感觉两人不相上下呀？大4的吗？单手剑练得这么屌，我记得是大3 C 班的，刚才好像有群大汉提到他。快看快看，两个都是帅哥耶！嘿嘿，我的文有灵感了，嘿嘿。躲开对方的一记直刺，凌霄还以了一道闪电般的横劈，枪！不出所料，这道刀锋又被对方挡了下来，钢剑相撞，溅起些许火花。看着对方稳如泰山的手腕，凌霄自嘲地笑了笑，将剑收起。是我输了。长发男子摇了摇头，否定了凌霄的话。剑术上我们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你太抬举我了，哪有不跟力量、速度挂钩的剑术？凌霄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虽然剑术上都是 LV1，没有太大的差距，但这个男人的力量简直深不见底。力量就代表速度，只要他想，他随时能突破凌霄的防御，甚至一剑把他的武器打飞。今天真的多谢你的指导，我这边就先走了。将武器归位，凌霄准备开溜了。等等，长发男子叫住了凌霄，伸出手。庄剑宇，有机会在一起切磋一下。哦，好的，我叫凌霄。礼貌地握住了对方的右手，凌霄直接呆住了。怎么了？啊，不好意思。将手收回，凌霄脸色有些复杂地问道：你是大3的？是的。首席？庄剑宇微微点头，脸色没有变化，好像已经习惯被认出来了。凌霄，你也是大3的吗？为什么我没在5A 排名赛看过你？因为我就没上过5A 排名赛。庄剑宇皱起了眉头，有些不解地道：怎么可能？虽然我对其他人不是很了解，但以你的实力上前10应该是没问题的。哈哈，以前有些病弱，成绩不好。凌霄有些尴尬，所谓5A 其实就是学期末的成绩，搏击术、步法、选修武器、威能提炼、实战5个项目评价全 A， 其中实战占最大头。上学期末凌霄的分数是搏击术 C， 步法 C， 大剑选修 C， 威能提炼 A， 实战 D， 成绩10分拉胯。而且搏击术、步法、大剑方面，凌霄的评价其实应该是 D， 因为他的力量不够格。就像刚才他说的，哪有不跟力量、速度挂钩的剑术？这3门课程其实都对力量有要求的，只不过凌霄在技巧上略为优秀，3位老师考虑了一下，才大发慈悲给了他一个合格评价。C 评价就是合格线， D 那就是不及格了。以前的凌霄实战不及格，所以是吊车尾中的一员。至于能拿到5A 的，整个 C 班就2个人，武志行和方文，哪怕全年段加起来，5A 级别的学生也才20多个。所谓5A 排名赛，其实就是年段前列的战斗，跟凌霄这个差生没啥关系。听了凌霄的话，庄剑宇也没有深究，真诚地说道：我知道了，那希望今年能在赛场上碰到你。借你吉言。离开武器道馆后，凌霄走在学员道上，眼帘低垂。他实际上并不认识庄剑宇，以前的凌霄内心很焦虑、自卑，清醒的时候都在追进度，拼命锻炼，他更没有去看过排名赛。除了武志行和方文这2个同班，年段前列里都有谁他一概不知。之所以能猜出庄剑宇是首席，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对方的属性：力量20，敏捷18，体质14，精神16，搏击术 LV2， 步法 LV2， 提炼法 LV2， 宽刃战刀 LV2， 盾格 LV2， 单手剑 LV1。太夸张了，这是学生当中凌霄见过的最恐怖的数值。这面板要不是年段第一，凌霄当场能把剑吞了。20点力量 ，LV2 的搏击术，对面踢一脚，武志行估计都快嗝屁了。凌霄也是。当然，最让凌霄震惊的不是他的数值，而是他一向没见过的属性：异能剑域。妈耶，对方真的是剑仙！异能到底是怎么觉醒的？凌霄实在有点好奇。曾经他看到精神属性与异能强度挂钩，所以他推测精神高的人就能觉醒异能。在见到庄剑宇后，这个猜想就被证实是错误的。庄剑宇的精神属性很高，但比不过现在的凌霄。
可人家却是货真价实的异能使。难道觉醒真的是完全看资质，与精神强度没啥关系吗？唉，坐在床上，凌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异能使很稀有，同时让人感觉很梦幻。跟别的小孩一样，凌霄也从小存在着异能觉醒的幻想，现在那点希冀破灭了，还是挺让人失落的。怪不得班导吴清华会说，想要成为年段首席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哪怕不用异能，单庄剑雨的基础思维，也不是别的学生能碰瓷的。能跟他比划比划的，估计也就第2名的那位。凌霄依稀记得赵思雅曾跟他讲过，前2名都是异能使。可惜以前的自闭，凌霄没看过排位战，到现在都不知道异能使是怎么战斗的。算了，反正我也有系统，没什么好去羡慕别人的。打开面板，将今天新鲜出炉的6个潜力点加到体质、精神上。凌霄屏气静心，准备开始威能提炼了。他心里其实还存有一点疑惑，在他对年段首席有想法时，为什么吴清华说的是很难，而不是不可能？当时的凌霄与庄剑宇的差距简直宛若天上地下，是在照顾凌霄的自尊心，还是他真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周一，自由对抗。砰！方文双手护在胸前，高挑的身子向后低空滑行了好几米，在落地后，鞋底又在地上摩擦出了一条长长的痕迹。凌霄收回左腿，有些诧异地说道：“方文，你的步伐好像进步了，厉害厉害！这个女人步伐本就接近 LV 临界点，没想到2天不见直接升级了，还真不想被你这么说呢。”方文揉了揉还在发疼的手腕，一看怪物的眼神盯着凌霄。在上周，他还能对凌霄进行速度力量的全面压制，当时的凌霄只能靠 LV2 的步伐尽量输得慢点。没想到才过几天，所有的情况都反过来了。你为什么会变强的这么快？因为我头痛好了。凌霄一本正经的扯淡道，反正别人又猜不出他有系统，这个理由他打算用到底。头痛是什么封印吗？方文感觉眼角有些抽搐，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良好的素养让他收起了刨根究底的冲动。我上了，凌霄。话音刚落，方文全速冲刺了起来，没有任何保留。现在已经不是该如何手下留情了，他连赢的概率都微乎其微。这些天，凌霄如往常一般维持着学校的课程训练，24点的体质的进步速度实在太离谱了。在周3下午，凌霄的力量达到了14点，跟武志行一个级别。活动了一下身体，凌霄的脸上泛起一些无奈，他好像刷的有些过头了，力量提升实在太快，哪怕天天用内视扫描身体，他的敏捷也才堪堪达到12点，开始有些脱节了。不过这也是奢侈的烦恼，以后潜力点没那么好赚了，他的力量增长也会正逐渐放缓，让敏捷慢慢追上。走了凌霄，自由对抗，嘎嘎 go！ 赵思雅双手撑着凌霄的肩膀，身体一蹦一蹦的，拿着他做起了跳木马。晚上继续下棋，我跟乔都变强了，今晚是要报仇雪恨，希望你们能成功。说完后，凌霄愣了一愣，一把抓住背后的发小，把他举到身前。肿了？双脚凌空的赵思雅歪了歪脑袋，大眼睛里透露着疑惑。搏击数 LV0 97.5%，将赵思雅放回地上，凌霄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一脸笑容。看来这几天得好好特训你了，做好觉悟吧。喵喵喵！赵思雅张大了嘴巴，有股大难临头的预感。接下来的自由对抗，凌霄没有跟方文对练，而是专门训练起了赵思雅，势必要将他的搏击数提到 99.9%。方文看了后也学了起来，抓起陈菲菲就开始地狱特训，让这个一脸懵逼的少女苦不堪言。每天凌霄都能接收到他那幽怨的视线，以及那独特的口痞攻击。林潇潇真不是人，方文文也不是人，快把小雅雅还给我！很快，时间又到了周五早上，班导吴清华代替文化课老师站在了讲台上。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文化课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门新的课程。吴清华敲了几下键盘，后面的电子版显示出了4个大字：威能武化。这个新鲜的名词一出现，班级里的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威能武化是什么？听起来好酷啊！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东西，难道是异能？你是不是傻？那异能使不成了白菜了？我听回校大四生说过，他们都说这门课非常牛逼，我也听过，但他们说超级难。卧槽，你别把我也整不自信了。涉及到威能的东西，总能精准撬动军武学生的神经。同学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脸上充满了兴奋和忐忑。而今天的吴清华显得格外宽容，没有强制让学生安静下来，而是面带微笑的等着大家讨论结束。也许以前他也是这副样子，坦率的憧憬着这一切。所谓武化，是威能真正的战斗方式，非常重要，它甚至关乎你们未来的职业道路。班导双手撑着讲台，视线从每个人身上扫过，无论是军队还是猎人协会，能熟练使用威能武化的战士，往往都会是出类拔萃的强者。之所以到现在才设立这门课程，是因为它有着严格的学习条件。啪嗒啪嗒，吴清华又敲了2个词：威能控制，精神强度。在过去，威能提炼除了强化你们的力量、体质外，还同时锻炼了你们的威能控制力以及精神强度。现在应该勉强符合学习条件了。什么？威能提炼还能锻炼精神强度吗？下面的凌霄一脸懵逼，他怎么没发现？威能可以增强体质，他是知道的，毕竟以前他经常躺尸，有时晕久了还得挂瓶输液，免被饿死。就这样体质还能有7点，估计就是身体吸收了威能的原因。换成普通人，估计早就掉到亚健康甚至病弱状态了。而精神强度，他真没啥变强的感觉。好吧，也可能是他初始精神属性太高了，威能提炼起不到太大锻炼作用。在学生当中，除了庄建宇，凌霄还没见过比自己精神属性高的人。也因为这门课程的困难程度，你们当中会出现严重的学习落差。吴清华扶了扶眼镜，继续说道：为此，学校将成立一个新班级，调配进度合格的学生，
而其他同学在原班级学习威能武化。这个班级叫武化班。下月的班级对抗赛结束，武化班选拔正式开始。你们当中能合格入选的应该不超过4个。班导的话音刚落，整个班级炸开了锅。威能武化课程是在修行教室进行的。C 班的学生们盘腿打坐，正闭着眼睛，努力地对身体进行的威能汲取，以体验能量流出的感觉。看着他们那眉头紧皱、认真投入的样子，凌霄有些尴尬。他不知道该做啥了。本来就是偷跑，早就学会了威能冲影。系统那不讲理的 LVE 升级，更是让他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威能缠绕，还用得非常溜。刚才吴清华有解释过，普通班学生毕业目标是熟练使用冲影，而武化班目标是成功使用威能缠绕。凌霄现在提前达到了武化班的毕业目标，进度可能比其他学生要快那么一点。要现在刷威能 LVE 的熟练度吗？凌霄有些犹豫，因为练习冲影给的经验值没有缠绕高，平时顺便锻炼就算了，现在一早上的武化课都练冲影就太亏了。至于跟吴清华透露自己已经学会威能缠绕，那会不会有点对不起许若梅老师？毕竟一早上就学会缠绕也太惊世骇俗了，班导怎么可能会相信？等等，我本来就是半节课把威能升到 LV1 的呀，这不是实话吗？念到此，凌霄顿时虎躯一震，思维豁达起来。凌霄，好难啊，你能量抓出来了吗？旁边赵思雅的声音传来，凌霄转过头就看到这女孩双目紧闭，额头青筋暴起，小脸更是憋得通红，看来确实是很努力了。我是成功了，你那边什么进度？赵思雅睁开眼睛，有些委屈地说道。我拽不出来，难道我真练不成威能武化吗？应该不是，你先别着急。凌霄坐到他旁边，安慰了一下快要哭出来的发小。其实他的情况才是正常学生的进度。凌霄看着周围同学们那眉头紧皱、红掌吃力的脸色，估计进度都不太乐观。想从细胞内掏出储备威能是很困难的，他们没有凌霄那么高的精神力，只能慢慢的与身体做拔河，一点一点将能量拉出来，不要一次性拖拽太多能量。你先抓一点试试。哦，我试试看。赵思雅重新闭上眼睛，继续苦憋的进行体内拔河。话说，班导跑哪去了？凌霄扫视了一下课堂，竟然没有看到吴清华的身影。刚才他介绍了一下威能武化的前2个阶段，又讲了一下能量流出的要点，然后就让同学们开始第一步的锻炼了。凌霄都没发现他什么时候消失了。算了，不管了。深吸了口气，灰色的火焰燃起，朦胧的纱袍在体表轻晃荡漾，不断的变换着形态。凌霄现在就好像一个服装裁缝，操纵着体表缠绕的威能，将其缝合成自己想要的款式。威能 LV1 经验值+8，威能 LV1 经验值+7。上次开发灰烬模式的时候，凌霄就发现了这个诀窍。体表缠绕的威能是可以自己控制形状的，而且操控它的时候还能刷经验值，比使用威能充盈时丰厚。加个护臂，手套款式改一下，加个高领，1把也拉长，还有腿部。因为在人群中站起来太显眼了，凌霄悄咪咪的躲到了教室后方，一个人在那改起了能量战袍。虽然实用性不高，但是帅啊！比起一坨威能裹在身上，为什么不把自己搞帅一点？凌霄感觉自己受到了庄建宇的荼毒，他竟然对这种服装工作乐在其中起来。而且当裁缝还能刷经验值，不也挺好的吗？修身的高领外套下摆及膝，呈琐碎且不规则的鳞状，像战损破碎的燕尾服，纹理中燃烧着些许深灰色火焰。双手上是贴合皮肤的手套，袖摆延伸，如同燕式的护腕。下面是长裤加高筒战靴，看起来简洁干练，又不失美观优雅。上下打量了一下身上的战衣，凌霄满意的点了点头。我眼光还不错嘛，确实挺好看的。凌霄的脸色僵硬了，他像只生锈的人偶，僵硬的把脑袋转到门口。班导吴清华站在门外，手捧着一颗水晶球，金丝眼镜里反射着白光。您什么时候来的？凌霄的声音泛着苦涩。他真有点绷不住了，偷偷臭美的时候被人发现，尬得他脚趾都要抠穿地板了。吴清华推了下眼镜，嘴角勾起轻微的弧度。就在10秒之前，为什么他走路都没声音的？凌霄悲愤地看着老师脚下的高跟鞋，穿着这种鞋子是如何实现走路无声？吴清华走进教室，来到了凌霄面前。别动，你保持着这种状态。凌霄呆住了，他眼睁睁地看着班导的手伸了过来，抚过他的胸口、脖颈、胳膊、腿部、下摆，仰头闭目，面色苍凉。凌霄放弃了挣扎，强度、密度都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做到的？捏着凌霄的手套，吴清华语气如常地发问道。就在早上。真的，真的。凌霄语气坚定，宁死不屈地贯彻了回答。收回手，吴清华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把凌霄看得心里发毛。就当是这样吧。在班导的大发慈悲下，凌霄重重地松了口气。老师，您捧着的水晶球是什么？气氛缓和，他也终于有心情问出疑问了。武化班考试工具。吴清华抬起右手，你自己看。凌霄凑了过去，在水晶球里堆积着青色的光点，它们沉淀在底部，像失去了活力一般，一动不动的。这些都是威能，而且不是空气中的零散威能，它们是被人体筛选过的。手放上去，试着操控一下，让它们活跃起来。凌霄愣了一下，别人的威能也可以操控吗？这是经过了特殊处理，跟控制自己的能量一样吗？对。手放在水晶球表面，精神力集中，凌霄的意志触及了里面的能量，光点开始躁动起来，它们沿着特殊的轨迹漂浮移动，在内部掀起了青色的龙卷。啊！看着里面的风圈，凌霄有些疑惑，他只是拉了一下，没有专门让它们旋转啊，这就叫合格。吴清华收回水晶球，没有解释它的原理。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笔，递给了凌霄，试着把威能缠绕在物品上，离身体越远越好，以后就这么练习。哦，
好的。视线从扳倒的背影收回，凌霄看了看手上的钢笔，深灰色的焰杀溢出，爬上了笔身，一点点蔓延，逐渐吞没了整根钢笔。威能 LV1，经验值加10。唰，冷色钢刃划破空气，带起让人毛骨悚然的闷响。大剑老师牟飞站在凌霄旁边，嘴角抽搐地看着眼前的学生。在别的同学眼中，凌霄握的只是普通的军武制式大剑，但在妙飞这位退伍猎人的视野里，这 1.6 米长的剑刃上裹着一层灰色的气体，波动荡漾，宛如火焰般的薄纱。现在大3的武化进度这么快吗？是的，大家进度都这么快。对于老师的问题，凌霄面不改色地给予了肯定的回复。你小子逗我玩呢？牟飞挠了挠杂乱的头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所有学生都能把威能缠绕练到这地步，那校长老头子不得乐得当众跳脱衣舞。凌霄没有继续扯淡，他目视前方，认真地挥动着每一剑。唰，双手剑 LV1，经验值加5。威能 LV1，经验值加14。芜湖，扳倒万岁！把威能缠绕在武器上的练习效果太赞了。凌霄威能 LV1 的经验值直接起飞。唰，双手剑 LV1，经验值加4。双手剑 LV1 提升为双手剑 LV2，潜力点加1，敏捷12提升为13。威能 LV1，经验值加12。凌霄眼前一亮，停下了剑刃，感受着对于剑术的特殊理解。时隔近10天，他的双手剑终于升级了。看着突然停下来的学生，牟飞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小子？刚才那剑挥的不是不错吗？”凌霄对着老师嘿嘿一笑，原地耍起了一套剑招。牟飞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但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举重若轻，随动随进，剑刃与发力角度成直线，剑锋划过空气，速度快如奔雷，但声音却轻小细微。卧槽，这臭小子！牟飞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凌霄。怎么样，还可以吧？凌霄对这位很照顾自己的老师挑了挑眉毛，亮起了一排白牙。牟飞掌心磨蹭着胡渣，好像是想把下巴顶回去。你小子真是牲口啊！那把剑你可以带回去练，我给你向学校报备。牟飞啪啪2下拍了拍凌霄的肩膀，嘴巴咧起。等这学期结束，我教你点真东西。留下一脸懵逼的凌霄，牟飞老师跑去指导别的学生了。凌霄获得了的一把能随身携带的大剑，这可把他开心坏了。虽然武器馆学生可以免费使用，但不能带出教室，用完后还得好好回收。有了这把大剑，意味着凌霄不用专门跑场馆，可以随时随地刷双手剑加威能武化了。双休日这2天，凌霄准备都泡在搏击术教室里，他的搏击术也临近升级了，这2天势必要突破 LV2。砰！搏击术 LV1，经验值加2。激励器1838千克。砰！搏击术 LV1，经验值加1。激励器1845千克。果然没有老师请教，自己练起来进步慢了很多。凌霄揉了揉肌肉，脸色有些无奈。如果王刚老师能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住在这里就好了。走到后方的空地上，凌霄拾起放在这里的大剑，火焰般的气体满溢全身，爬上了剑锋。他现在就是这样，搏击术练烦了就开始练剑术，顺便刷刷威能武化，可以说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了。幸好这2天搏击道馆没啥人，不然他还得解释为啥能带把大剑过来。小哥，为啥你能带把大剑过来？噗！凌霄一个踉跄，差点把自己腰闪了。转头一看，一个刺猬头男生正站在 C 班道馆门口，满脸惊奇地看着他。别班的学生吗？大剑老师给我报备了，在校期间这把剑勉强能算我的个人物品。那你肯定很牛啊，很少有学生能得到这待遇的。刺猬头青年肯定地点了点头，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你过奖了。凌霄被他那直白的夸赞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随即问道：你是隔壁班的？周末过来练搏击术？因为平时每天都有搏击术跟步法课，所以军武学生很少会在周末跑来这里，他们更喜欢去碰些新鲜东西，或者出校逛逛，做些兼职。当然，也有成绩跟不上过来赶进度，比如以前的凌霄。我是D班的白闪，对搏击术比较感兴趣。刺猬头做了个自我介绍，脸上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看起来是个社牛开朗青年。凌霄礼貌颔首，对于这个精神小哥，他倒没什么恶感。好的，凌霄小哥。白闪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完全没有跑到别班教室的畏缩感。我一个人在D班真的好无聊啊，没想到这边也有同好过来。来到凌霄面前时，白闪顿了一下，奇怪地皱起眉头。为啥感觉你附近有东西？凌霄脸色一僵，解除了威能战袍，好像又消失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应该是错觉。这个白闪竟然能察觉到他身上的威能，估计不是什么普通学生。凌霄可是知道的，现在 C 班的大部分人连体内能量都没抓出来，更别说威能充盈了。能感觉到他身上缠绕的能量，至少已经在接触威能充盈，而且精神力不错。算了，错觉就错觉吧。刺猬头白闪带着爽朗的笑容，抬手握拳说道：凌霄，要不要对练啊？这比打沙包进步快多了。卧槽，这就邀请对练了？阳光青年的世界是这样子的吗？啊，上周他好像也邀请装剑与比划，这么想起来还真半斤八两。将大剑收起，凌霄晃了晃胳膊，他也有些无聊了。来吧。好嘞。一击快如疾风的直拳迎面来，凌霄没有退缩，抬拳接了上去。砰！恐怖的力量让凌霄接连退了几步，而白闪虽然脚步不动如山，但却甩起了手腕。呀，凌霄，你拳头是什么做的呀？怎么这么硬啊？24点的体质，骨骼强度当然远超常人。凌霄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拳头，不怎么痛，但是力量上却被碾压了。力量17，敏捷18，搏击术 LV2，步法 LV2。
能告诉我你的年段排名吗？白闪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阳光开朗的笑容。我年段老3。果然，凌霄轻叹了口气。我打不过你，可以使用威能武化吗？啊，那个不是刚教而已吗？白闪惊得张大了嘴巴。我学的进度稍微快了一点。凌霄手指挠了挠脸颊，脸皮有点发烫。闻言，白闪咧开了夸张的笑容，兴奋说道：那太好了，我超想见识一下威能武化该怎么战斗，来吧。凌霄深吸了一口气，威能充盈全身，开启了猎人模式。我上了，白闪。不到1秒的时间，凌霄的身影出现在了白闪面前，拳风呼啸，携带着2吨以上的距离。白闪没有躲闪，似乎想试一下凌霄的力量，双臂挡前，直直的接下了这一击。砰！白闪的身体微微后仰，肌肉恐怖鼓起，但没有退后。不错，力量变强了很多啊！揉了揉吃疼的手臂，刺猬头白闪上下打量着凌霄，满是惊奇。现在的力量大概有16点。凌霄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全力，离白闪还有些差距，但是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被碾压了。第4名应该打不过你，但是我还要比你强。白闪露出了清爽的笑容，对着自己竖起了大拇指。见状，凌霄也笑了起来。没事，就这样开打吧。哦，那你攻过来。身为弱势方的凌霄不客气地攻了过去，长腿化作边锤，直击对方的头部。这次白闪没有应接，发挥出了同为 LV2 的灵动步伐，认真地和凌霄对练起来。力量不如他，敏捷不如他，搏击术不如他。凌霄其实没有丝毫胜算，他只能在对方狂风暴雨中的攻势里尽量坚持，学习白闪的攻击技巧，在压力中疯狂压榨自己。搏击术 LV1 经验值+5，步法 LV2 经验值+3，威能 LV1 经验值+4。是的，压力。之所以不开启全身威能缠绕，使用最强的灰烬模式，就是为了感受这股恐怖的压力。白闪真的很强，不仅力量恐怖，灵巧度更是远超凌霄。18点的敏捷 ，LV2 的步伐，那夸张的身体掌握能力，那无与伦比的动态视力，可以完全的把凌霄的攻势当成儿戏。凌霄的瞳孔已经缠绕了一层燕纱，再加上全身威能充盈，现在他相当于开启了子弹时间加猎人模式，动态视力大幅度提升，大脑也在飞快运转。白闪的攻击在凌霄眼里实际上变慢了许多，但哪怕是这样，凌霄仍时不时陷入避无可避的绝境，无可奈何的吃上了几拳。这是实力的差距，不是那么好弥补的。不过凌霄也不是傻瓜，不会为了压力而把自己搞得鼻青脸肿，浑身伤痛，他还是很怕疼的，所以用了一些小手段。砰！脸部硬吃一击勾拳，凌霄在力量的作用下后退了几步，摇了摇脑袋，为什么感觉手感有些不对劲啊？白闪疑惑地抬起拳头，回味着刚才的触感。凌霄，你是不是放水了？凌霄抚了抚脸颊，散去了上面的灰色气焰，轻笑问道。为什么这么说？我都打中你好几次了，感觉你都不痛不痒的，你是不是有啥招式没使用出来？很机灵吗？白闪这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其实并不傻，战斗直觉更是异常敏锐。我确实有些保护自己的方式，但也不能说放水。这个形态下我已经尽全力了。这个形态，也就是你还能变得更强吗？白闪眉眼挑了挑，表情逐渐兴奋好战起来。能不能让我见识一下？可以。凌霄轻笑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但是这2天你得陪我训练，明天我全力跟你打一场，并教你一些威能武化的技巧。哈哈，没问题。带着爽朗的大笑，白闪奔向凌霄，愉快地充当起了刷经验值工具人。砰！凌霄飞了出去，甩了甩的手臂，眼神凝重地进行躲闪反击。虽然用威能缓和了攻击，不会受重伤，但是还是会有点疼的。双休这2天，凌霄都跟白闪混在一起，肚子饿了结伴去食堂吃个饭，回来提炼一下威能，继续开打，哪怕晚上也不例外。兼职回来的赵思雅好奇过来看了一眼，结果被2头人形凶兽吓得哇哇跑掉了。周日晚上，凌霄狼狈地从地上爬起，就听到了对面那一如既往阳光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凌霄你真的是好对手啊，我好久没打得这么尽兴了。白闪双手叉腰，抬着脑袋仰天大笑道：你以前没跟年段靠前的人打吗？凌霄有些好奇，大3高手那么多，为啥会找不到对手？你不知道，第4、第5名比我弱了很多。白闪挥了挥手，脸上满是一言难尽的表情。他们没法和我对练，以前我最好的对手是一个大4回校的学长。那倒是，第5名的武志行确实没法跟白闪碰，差距实在太大了。话说为啥凌霄你不是 C 班首席啊？你明明比那个臭脸怪强很多啊！臭脸怪，凌霄突然觉得白闪很有起名天赋，以前身体有毛病，现在恢复了。凌霄一笔带过这个问题，随即有些好奇地问道：那前2名呢？他们应该比你强吧？啊！白闪尴尬地抓了抓头发，他们肯定比我强，而且强过头了，换成我完全没法跟他们打了。第2名也是吗？庄剑宇这个数值怪物凌霄还是很清楚的，但第2名也这么恐怖吗？白闪肯定了凌霄的猜测，他吸了口冷气，好像牙疼了一样。第2名我也完全打不了，毫无胜算。因为异能？不，白闪摇了摇头，语气低沉地说道：那是力量、速度的完全碾压。除了前2名的决战，他们2个从来没有对别的学生使用异能，因为哪怕单论拳脚，我们也完全不是对手。看到白闪那沉重的表情，凌霄明白了，这又是一个类似庄剑宇的数值怪物，看来他的奖学金不是那么好拿了。瞥了眼已经 99.9% 的搏击术 LV1， 凌霄对着空气挥了一拳。搏击术 LV1 经验值+2，搏击术 LV1 提升为搏击术 LV2， 潜力点+1，敏捷13提升为14。闭上眼睛，深呼了一口气。你不是想见识一下我的全力吗？哦，可以了吗？
可以了。烈焰燃起，深灰色的威能战袍覆盖了凌霄的身体，甚至连脸上都爬上了些许厌世纹路，如同魔性的纹身。啊，那种感觉又来了，你身上果然有什么东西。白闪拍了下手掌，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凌霄笑了笑，没有否认。你攻过来，没问题。白闪提拳挥出，凌霄如上次一样打出右拳，正面对抗。砰！这次败退的人是白闪。你那边能量拽出来了没？还没。哈哈，我已经成功了。卧槽，是啥感觉？有没有觉得自己变猛了？我拽出来控制不了它。时至周二，大三的武化课程已经开启好几天了。C 班陆陆续续有学生完成了第一步的能量流出。凌霄，威能我抓出来了，快告诉我接下来要怎么做。赵思雅闭着眼睛扯了扯凌霄的衣服，语气兴奋且急促。凌潇潇，我也是，舅舅。最近陈菲菲喜欢赵思雅混在一起，被他发现了凌霄威能武化进度很快，于是这个叠刺少女就拉着方文坐到了附近，把凌霄当成了学习百科了。凌霄散去了身上的灰烬战袍，挪进了一下位置。不要着急抓更多能量，先练习用意念控制它，让它慢慢走遍全身。好嘞。赵思雅满心澎湃的继续练习起来。陈菲菲跟着照做了一会，脸色有些潮红。凌潇潇，为什么有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你的大脑在认知肉体，对你很有好处。为啥会脸红？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怪吗？凌霄面色古怪的看着叠刺少女，这女孩是不是有点问题？凌霄，我现在威能控制的很熟练了。方文这个酷姐战斗中很冷酷，但平时说话却轻声细语的，与外表差别很大。这边也是她进度最快，在上周五她就已经完成能量流出了。方文，你尝试把能量汇聚到眼球看看。好的。几秒后，方文睁开了眼睛，表情逐渐被惊讶覆盖，随即他像个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眼睛咕溜溜的转了起来，仿佛教室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凌霄很理解，当时他也是这种感觉。把威能分散在发力的位置，这种充盈方式增幅较大，以后你继续练习。方文点了点头，然后他就看到凌霄身上燃起了灰焰，看着他粉唇微张、凤眸睁圆的模样，凌霄露出了有点坏心眼的笑容。哒哒哒，伴随着高跟鞋的声音传来，班导吴清华走进了教室，他手持着一个蓝色垫板，上面夹着一张表格。月末了，3天后就是班级对抗赛，今天开始首席选拔。这些天同学的注意力被威能武化占据了，班导的话一说出，大家才反应过来，今天原来是每月一次的首席擂台。我擦，每月的大日子竟然被我忘了。反正又是武志行，有什么好选的？阿晨这次好像还要上了，老三又皮痒了。方文不知道上不上，不过我觉得他比武志还是差了些。一时间 C 班的气氛开始沸沸扬扬起来。凌霄，方文犹豫了一下，问道：你今天会挑战竞选首席吗？会。凌霄微微颔首。能赢吗？能。凌霄的话非常肯定，好像是在诉说着事实。是吗？方文露出了浅浅的微笑，他手指撩起刘海挂于耳边。那我今天也得上了，不然以后就没法在首席选拔挑战武志行了。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凌霄有些好奇了，这女孩咋不认为他是在吹牛？我亲身体会过你的进步速度。方文的脸上泛起苦笑，最近跟我对练，你有用全力吗？凌霄嘿嘿一笑，没有回答，但方文很明显理解了他的意思。他粉唇微抿，狠狠地白了凌霄一眼。小雅雅，你听到了吗？林潇潇要去挑战武志行耶，你难道不担心吗？陈菲菲拉了拉仍在闭目赵思雅，有些疑惑地问道。去，有什么好担心的？别打搅姐姐我飞升。赵思雅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继续投入了威能武化的练习中。自从双休日看到了凌霄和白闪的战斗，她现在对青梅竹马的实力有了一些了解。简而言之，就是牲口。啪啪，前排的同学往后坐，空出一片空间。班导吴清华拍了拍手，指挥着学生往后聚拢，留出擂台空间。修行教室还是非常宽敞的，前2排一空出来，就有了一片开阔场地了。现在，请上月的首席上台。作为被挑战者的武志行站起身来，双手插着裤兜，从容不迫地走了上去。吴清华沉稳平静的声音接着响起：那么，有谁要竞选首席吗？如果没有，就由武志行继续连任。今天的武志行还是绷着张臭脸，他站在擂台的一侧，像个国王一样，用残暴的目光扫视着胆敢挑战他威严的愚者。那眼神如野兽般凶猛，被他凝视的同学或低下头颅，或扯开视线，不敢与之眼神相交。武志行的目光移向老三阿晨，移向了方文，最后移到了凌霄身上。注意到对方的视线，凌霄面带微笑，礼貌地点了点头。切！武志行不屑地撇开脸，似乎在唾弃凌霄的胆小懦弱。他可能以为凌霄害怕了，不敢上台，这可把凌霄冤枉坏了。主要是方文也要挑战武志行，他提前上了方文咋办？旁边的方文刚要站起来，班级里就响起了响亮的公鸭嗓。我来！一个脑袋圆润、留着短寸头的男生走跑了上去。他肤色偏深，下巴有颗大痣，脸上挂着憨憨的笑容，厚实的嘴唇下面露出了2个大板牙。陈明，班级第3，大家都喜欢叫他阿晨。武志行，我又来挑战你了。这个阿晨是个头铁的热血青年，每次首席选拔都赶上，完全不怕挨揍的。武志行上下打量了对手，冷冷地说道：说实话，你还不够格。对于这个次次都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武志行出乎意料的没有太多嘲讽，只是平静地说出了事实。闻言后，老三阿晨也不气恼，他嘿嘿一笑道：别小看我，我威能武化可是学得很快的。阿晨化作一匹黑豹，全速冲向了武志行。吃我一拳！砰！在阿晨不可置信的表情中，
武志行的左手不偏不倚地接住了他的拳头，没有丝毫晃动。原来如此，拳力、速度都变强了很多。但是武志行的脸靠近了陈明，眼神如同平时般冰冷。你真的还不够格？砰！随着一击猛烈的勾拳，阿晨的身体飞了出去，趴在地上毫无动弹。阿晨，你叫那么大声干嘛？这场面不是月经吗？每月都是婴儿般的睡眠，他怎么赶上的？身体好，明天又跟没事人一样了。带几个同学将阿晨送去医务室后，武志行重新把视线放在了下面同学身上。下一个，他的表情毫无变化，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打掉了只苍蝇。我来吧。方文站了起来，高挑的身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卧槽，方文这次竟然上了！可以，这次至少能打上一回了。赢不了的也就打一回。武志行太强了，咱班里没人能跟他碰的。方文文加油！看着站在对面的女人，武志行嗤笑了一声，还挺让我意外的。我以为你这次又会缩在后面，怎么觉得自己赶上我了？那倒不是。方文弓起身子，气势逐渐冷冽起来。我怕以后首席换人了，就想着抓紧挑战一下而已。啊？你在说什么鬼话？武志行捏了捏拳头，表情有些疑惑。方文没有解释，他冲了起来，长腿化为恐怖的战斧，劈向了武志行的脖颈。砰！武志行右手侧挡，左手撑住右手，强行挡下了这次腿击。你跟老三一样，都会了点威，能武化是吧？但也就那么回事。闪电般的拳头捶向了方文的肚子，但被他灵巧地躲开了。武志行可没有打算放过他，攻击宛如暴雨，绵绵不断地袭向了方文。方文现在的步伐是 LV2， 身上估计也充盈了威能，速度比平时要快上很多，但在武志行的攻势下，也只能勉强防守。是的，很勉强。凌霄能看出来，武志行还留有余力，而且身为年段前5的他，精神力肯定是不弱于方文的。方文跟阿晨现在学会了威能充盈，没道理武志行不会用，他只是觉得没必要罢了。战斗经过了5分钟，班级里也渐渐骚动了起来。牛啊！方文竟然能撑这么久，感觉他身法比以前灵动了，速度也变快了。方文是不是也会威能武化了？我能量还没拽出来，人家就学会充盈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前3名估计都能上武化班，我们可别跟他们比了。林潇潇，方文文能赢吗？陈菲菲拽了拽凌霄的衣摆，面色担忧地说道：赢不了的。第5名和第11名还是差了很多，方文的步伐进步了，但也只是多撑一会罢了。而且这还是武志行没认真的情况下，就跟当初的凌霄面对方文一样，在绝对的力速差距下，能坚持多久其实是看对方心情。方文的攻击对于武志行来说是可以承受的，但反过来可就不行了。对方可以失误很多次，而你失误一次就完了。果然，在武志行故意硬吃了方文一腿后，方文的身法露出了破绽，一击凶猛的直踹瞄准了他的肚子。方文躲闪不及，只能将双手抵在前方卸力，但力量的差距太大了，方文的身体划出了一道抛物线，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方文文，陈菲菲直接吓得花容失色，她不顾规则，连忙跑到了方文身边。咋样了，凌霄？方文没事吧？赵思雅也被吓了一跳，抓着凌霄问道。没事，估计手跟肚子有点麻。凌霄看得很清楚，方文双手有挡住，虽然还是吃到直踹，但大部分力量都被手臂还有飞起来的动能抵消了，摔那一下对他的体魄来说简直毛毛雨。在陈菲菲的搀扶下，方文站了起来，他双手微微颤抖，但表情倒没有什么痛色。我输了。方文的声音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武志行拍了拍刚才吃下方文一腿的臂膀，满不在乎地开口道，变得更滑溜了，排名应该能进前10，但力量还是完全不行。在方文下场后，武志行那边的几个小跟班率先欢呼了起来，毕竟第2名的方文输了，也代表了武志行的首席连任，连其他同学也是这么想的。果然武志行还是强的啊。方文好可惜，感觉这次进步了很多。今年我们班会不会有2个年段前10？哎呦，你这一说我突然好有面子。又不是你嘚瑟什么？还有人赶上吗？武志行虽然是对着全班说话，但眼神却直直地盯着凌霄。确认了一下方文的状况后，凌霄回过头与对方视线对上了。看来轮到他了。凌霄表情平静地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走向擂台。而看到他的身影，班里顿时传出一阵惊呼。凌霄也要上吗？对吼，我感觉他最近变得很猛，再猛也打不过武志行啊。上次他不是被方文压着打，最近好像势均力敌了，我感觉他和方文不相上下。我记得武志行好像很讨厌凌霄，他这次估计会被揍惨了。扭了扭脖子，武志行语气轻蔑地冷笑道，我还以为你吓得屁滚尿流，都没胆子跟我打了。凌霄没有理会对方的嘲讽，反而问了个不相关的问题。其实我很奇怪，你为什么喜欢针对我？这个问题凌霄埋在心里很久了。武志行在班里人缘不咋地，成天摆着张臭脸，性格高傲，对谁都是一副瞧不上的样子。但他也不是小说里的煞笔反派，没事喜欢找同学麻烦。至少在凌霄的记忆里，武志行对于班级的吊车尾一般都是视作空气，看都不看的。但对于凌霄，武志行却没事就喜欢开口嘲讽，好像真的看他很不爽。你说吴勇讨厌他，凌霄还能理解，毕竟因妒生恨嘛。但武志行跟他毫无瓜葛，为啥会这么针对他呢？这你都想不明白。听了凌霄的问题，武志行怔了一下，随后脸上浮出了残暴的冷笑。他张开了双臂，直视着凌霄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道：因为你曾经排在老子的前面。啊？凌霄歪了歪脑袋，对他的话有些困惑。如果你是被我超越了，那当然没话说，但作为曾在我之上的人，你竟然变成了班里的垃圾。武志行的双拳握起，额头青筋暴起，语气愈加暴躁了起来。这不是代表
老子曾被一个垃圾踩到脑袋上面吗？他的声音接近咆哮，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屈辱，似乎有人把他的自尊心丢弃在地，供万人践踏。教室里安静了下来，下面的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吴清华推了下眼镜，表情里看不出什么变化。唉，凌霄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武志行的高傲是货真价实的，甚至比外表看起来还要严重。自命不凡，但也没有目中无人。他能接受在他之下的弱者，也能接受在他之上的强者，更愿意自己去超越对方。这些被他超越的强者，理应成为他的奖杯，成为他值得被赞颂的成就。但让他无法忍受的就是，曾经比他强的人变成了一个废物，甚至连那些弱者都能随意踩上一脚。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因为这个废物曾经比他强。活动了一下手腕，凌霄的眼神严肃了下来，理解了武志行意思，但不代表原谅了对方的行为。凌霄可不打算装得胸襟宽广，把对方的侮辱一笑了之。这2年多被人轻蔑、嘲笑、谩骂，处处针对，他也是有火气的。今天他要把这个怒火发泄出来。需要休息吗？我给你恢复体力的时间。鉴于对方这2周还挺安分，没给他找事，凌霄决定先礼后兵，而且他想彻底的打服武志行。你以为老子是谁啊？武志行嘴角划过冷笑，不屑地说道：那2个人连给我热身都算不上，还是说你认为自己能赢我？武志行的声音逐渐低沉，眼神冰冷的宛如严冬。好吧，凌霄无奈地笑了笑，慢慢地走向对方。我劝你把威能武化用上，别吝啬能量，那就看你有没有资格。话还没说完，武志行顿时瞳孔紧缩，一条带着残影的鞭腿出现在了面前，躲闪不及的他架起双臂，试图挡下这一击，但如同刚才的方文一样，难以想象的距离瞬间击溃了他的防线。武志行的身体化做了一颗炮弹，双脚贴着地面滑行，狠狠地撞向了墙壁。砰！道馆里响起一阵闷响，巨大的撞击下尘埃散起，甚至连墙上的白灰都接连掉落，教室一片死寂。C 班学生们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好像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这一幕。哦，凌霄消耗强！伴随着少女雀跃的欢呼声，教室定格的空气瞬间流通了起来。卧槽卧槽卧槽！那个武志行被一脚踢飞了。凌霄是怪物吗？他到底啥时候变得这么猛的？我感觉那一腿能直接踢死一头大象。武志行都成大炮了。赵思雅被兴奋的陈菲菲晃得头昏眼花，方文注视着擂台上那道屹立的身影，露出了由衷的笑容。而角落里武志行几个的小跟班已经不说话了，吴勇更是咽了咽唾沫，面色惊恐，直冒冷汗，拍了拍鞋子。凌霄这击的效果没有什么意外，早在周日晚上，他的力量已经达到了15点，现在距离16点也很近了。他的属性力量15，敏捷14，搏击术 LV2，哪怕不用威能武化，他的实力也是完全超过了武志行，更别说对方还有些轻敌。需要我给你休息时间吗？一道黑影爆射而出，带着狂兽般的气势袭向凌霄。凌霄躲过了对方的直拳，挡下了肘击，将对方的状况收入眼底。此时的武志行满身狼藉，头发衣物还沾染了许多白灰，他的眼球充满了血丝，满是凶戾残暴，宛如一头被激怒的头野兽。感受着对方肉体传来的凶悍力量，凌霄笑了，这不就用了吗？威能武化，你会后悔让我使出这个力量。猛烈的勾拳宛若金属铁锤，带着骇人的厉风呼啸而来。凌霄退步向后，武志行的攻击宛如雷霆暴雨，充斥着他的怒火与力量，势若惊雷，密若雨点。身为年段第5，武志行的威能充盈使用的比方文阿晨熟练多了，再加上那不错的能量密度以及不顾一切的威能消耗，在短时间内武志行的力量竟然与凌霄齐平了。不过也就力量罢了，隔开对方的拳头，凌霄还以对方一击掌击。武志行退后半步，气血汹涌，顶着胸口的痛苦继续进攻，直踹、肘攻、强拳、头锤，他的躯体化作了杀戮兵器，每一拳每一腿都能轻易的撕碎一个普通人，但收效甚微。无论敏捷、步法还是搏击术，凌霄都是全方面强过武志行，仅仅是力量上齐平，不能给他带来任何胜机。砰！在吃挡下凌霄一击重踢后，武志行退后了几步，没有继续进攻。怎么了？凌霄有些疑惑，他可不认为这头狂兽会畏惧认输。你为什么不用威能武化？武志行的脸色充满了阴霾，浑身的肌肉在怒意中颤抖。哈！凌霄微愣，随即低头轻笑一声，眼帘慢慢抬起，声音比之前的武志行还要冰冷。那就看你有没有资格了。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武志行的自尊心，他没有说话，直直地攻了过来，如同失去理智的魔兽一般，在狂怒中释放力量。凌霄的拳头，他避也不避的硬吃上去，并不顾痛苦的还以一击直拳，完全的不顾后果，以伤换伤，哪怕自损1000也要伤敌200。在对方那疯子般的攻势下，凌霄也打出了一丝血性，他彻底放开了手脚，与对方乱战在了一起，拳头上沾染了血腥，肉体也接连遭到重击。暴力往往能激发人的野性，让人热血沸腾，理性消缺，肾上腺素飙升，战斗逐渐白热化起来。观战的人群鸦雀无声，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战斗的每个画面。砰！武志行浑身颤抖的扶墙爬起，他鼻青脸肿，伤痕累累，额头的鲜血流过眼角，划过下巴，滴在了地板上。还不认输吗？凌霄拇指抚过嘴角，看了看，有点血迹。刚才这里吃了武志行一记勾拳，现在还在隐隐作痛。当然，作为让凌霄受伤的代价，武志行肯定也是伤得更重。按理说他早该倒下，现在还清醒，只是单靠意志力坚持着罢了。不要小看老子，给我使出全力！
哪怕身体倚着墙，站都站不稳了，这个自尊心异常的男人依然没被打服。他宛如濒临绝境的野兽，在原地虚张声势，嘶吼咆哮。看着对方无能狂怒的身影，凌霄没有出口嘲讽，眼神完全认真下来。好，我用全力。他要彻彻底底的打服这头狂兽，让对方真正的认识到差距。深灰色的火焰一出，点燃了躯体，熊熊燃烧。当焰杀渐渐消去，身穿灰烬战衣的凌霄走了出来。武志行眼球瞪圆，嘴巴张合，很明显他看得到凌霄的姿态，甚至连班里的其他学生也感受到了异样的压迫感。经过了几天的学习，他们对能量的敏感度也变强了，不再像以前对威能武化一无所知。怎么回事？我感觉空气好压抑。大四学生教我的，你把威能冲印到眼睛看看。哎，我试试。卧槽！凌霄帅爆了！咋了？你们优等生都会冲印了吗？我才刚把能量拽出来，你们咋都这样牛逼？这是威能缠绕！卧槽！这风翼！卧槽！这火焰！卧槽！太酷了！可恶！别说了，搞得我心痒痒。看着从墙上挣扎站起，已是强弩之末的武志行，凌霄淡淡的问道：“你准备好了吗？”哈哈哈哈，就是这样，来吧，用你的全力。武志行张开了双手，明明浑身都在颤抖，但脸上却扬起了狂热的笑容。也许在他的认知里，被人手下留情与被人全力打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吗？那你可看好了。脚下的地板瞬间破碎，在武志行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凌霄出现在了他面前，一记燃着灰焰的直踹奔涌而至。扳倒吴清华眼睛一凝，刚想出手拦下这次攻击，但随即他好像发现了什么，脚步直接停了下来。轰 ！C 班修行教室传出了一声恐怖的巨响，地板在颤抖，沙粒喷溅，浓厚的灰土尘埃喷洒扬起，硝烟弥漫。这个动静实在太大了，连教室外面都传出了一阵惊呼。咋回事？刚才那声音是什么？开炮了！好像是修行教室那边传来的。而与这相邻的教室更是叫声一片，走廊上传出了大片脚步声，应该是有教师、学生跑出来查看情况。至于 C 班，此时却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观战的学生们眼睛睁大，面容呆滞，无视那弥漫的烟尘，死死地盯着台上的那道人影。而那股魔欲裂，背后被碎石溅射，但武志行完全没有在意这些。他慢慢地低下头，一只黑裤包裹的长腿从他的侧下胸擦过，明明距离还有几厘米，但附近的衣物却变得支离破碎。武志行慢慢转身，看向了身后的墙壁。不对，这里已经没有墙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硕大且不规则的空洞，钢筋断裂弯折，砖石水泥破碎成块。洞的外面绿树挺立，枝芽青柏，徐徐的微风流进教室，吹拂脸颊。武志行的表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甚至还浮起了笑容。我输了。说完这句话，他倒在了地上，直接昏厥过去了。吴清华快步走到了武志行旁边，确认着他的伤势。少顷，他放心地站了起来，过去将班门反锁。女教师面朝人群轻声问道：“还有要竞选首席的吗？”整个班级寂静一片。见状，吴清华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由凌霄担任下月的首席。”他扶了扶眼睛，语气严肃：“在班级对抗赛结束前，不得对他班人员透露首席信息，请诸位严格遵守。”几个学生将武志行送去了医务室，而其他人仍坐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那道宛如遭受了卡车撞击的墙壁。在那恐怖的疤痕旁边，一道身影仍屹立在那。他的身姿笔挺，英俊的面容上没有表情，只是眼神平静地注视着空洞，让人猜不清他在想什么。看到他，下面的学生们真正的意识到了 ，C 班真的变天了。现在的首席叫凌霄。哇，太夸张了吧！赵思雅走到了凌霄身边，目瞪口呆地看着墙壁，嘴里不时地发出惊呼：“凌潇潇真的好恐怖！方文文，你平时到底怎么跟他对练的？他肯定会留手啊！”陈菲菲跟方文也围了上来，满脸惊奇地打量着墙上的空洞。班里的气氛逐渐缓和流通，人群里传出了一声声憋不住的怪叫：“啊！卧槽，牛逼！牛逼！卧槽！卧槽妈耶！刚才那脚跟炮弹有什么区别？跟炮弹有什么区别？太恐怖了吧！这被踢到武志行不就嗝屁了？我学会威能缠绕也能这么吊吗？你在想屁吃？凌霄现在是首席了，他现在能在年段排第几？肯定比武志行高。”蜂拥的同学聚集到了这边，他们眺望户外，摸了摸钢筋，敲了敲墙壁，脸上满是亢奋与震惊，还时不时的偷瞄那个罪魁祸首，眼神不一，有好奇、敬畏、崇拜。赵思雅被人潮推挤，躲到了凌霄旁边，因为只有这里没人挤站，好像被默契的空开了。怎么了，凌霄？他发现自家青梅竹马好像很久没说话了。凌霄默然不语，只是怅然地看着墙壁的伤痕，看着那破碎的空洞。这堵墙不会要他赔吧？明场的会议室里，大三个班的班导教师陆续落座。坐在主位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穿着白褂白裤，鹤须垂胸，但不显杂乱，红润的脸庞上爬着些许皱纹，眼眸清明如镜，完全不见岁月的浑浊。林森，大三的教导主任，在潞州军武大学已经执教50年以上了。拧开保温杯，抿了口热茶，老人看了眼在场的教师，不多不少，正好10人。人都到齐了吧？在约会开始之前，老人将被子放下，目光移到了长发盘起、戴着金丝眼镜的女教师身上。吴清华老师，可以解释一下昨天 C 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诸位教师的视线都集中在了吴清华身上。吴清华站起身子，面色毫无异样，一如既往的严肃。C 班学生武志行在首席选拔中对我有些不尊重，我稍微给了他一点教训，所以你就把墙打出了大洞。
教导主任林森揉了揉眼眶，老脸上泛着苦笑。是的，吴清华扶了扶眼镜，平静地说道，有时候震慑是必要的，对学生教育很有帮助。这种鲁莽粗暴的行事风格，看起来跟这位沉着冷静的女教师完全搭不上边。但在场的诸班导师却意外的没有表示怀疑，反而暗暗的点了点头，一副不出所料的表情。这个疯女人果然本性没改，平时都是装出来的。我还以为她当上教师后变温柔了，不愧是那个令小儿只提的红女鬼，吓人方面还是杠杠的。哎，真能小儿只提吗？下次我儿子闹的时候试试。吴清华转过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几位窃窃私语的男教师，镜片反射着诡异的白光。而那几位老师顿时像被猫盯上的耗子一样，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心。咚咚，老人敲了敲桌子，有些无奈地说道：“这种行为不合规范，也不值得提倡。作为处罚，你得支付修缮的费用。”没有问题。这个处罚其实也就形式上意思一下，对于活到隐退的猎人，随手掏出小几十万，甚至连眼睛都不用眨的。那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坐下吧。老人林森挥了挥手，准备进入正题。后天就是班级对抗赛，今天我们要选出各班的竞争对手，这里是本次场地开放的项目。教导主任递出一叠 A4 纸，让诸位老师依次传递。吴清华看了一下打印纸首页的目录：1. 擂台积分赛；2. 阵地守卫；3. 投狼猎杀；4. 高塔之顶；5. 螺旋迷宫。这5个项目是本次大3的班级对抗赛的内容，10个班级随机划分2班为一组对手。规则后面几页都有，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烂熟于心，我也不再赘述了。诸位老师点点头，毕竟都比了2、3年了，啥项目都体验过了。既然这样，我们就直接开始抽签吧。老人抚了抚白须，语气凝重了起来。我拉个小群发红包，额度分1至5块，你们开到金额相等的就一组吧。话音刚落，在场的老师眼神顿时古怪了起来。老爷子，咱能不能正经点？不是有个抽签小程序吗？而且最大就5块，你也太小气了。砰！住口！一说到这个，教导主任顿时横眉怒目，气得胡子都拽掉了几根。每次大群发红包，我开到都是几毛钱的，你们这还敢嫌少？下面的几位教师顿时进口不言。哼！老人怒气冲冲的喝了口茶水，撇了撇嘴，小声的嘟囔道：“而且那小程序操作太复杂了，老人家我用不惯。那您红包发的挺溜的，还会设不同金额。”几位老师对视一眼，没有把话说出口。打开手机，在教导主任林森的一番操作下，在座的教师被拉到了单独的小群里。团结友爱，大3班级抽签群。叮咚，红包抽到的金额对应目录上的项目。吴清华点开红包，大大的3.0元跳了出来，对应项目投狼猎杀。打开抽取记录，找到同样抽到3块钱的用户 F 班厉静茹。哎呀，小青，咱们这次好像是对手耶。林卓温柔软糯的声音传来。吴清华平静地侧过脑袋，看着这位坐在他左侧的女教师。她穿着米黄色的休闲裙装，微卷的栗色长发，五官柔美，妆容精致，杏仁般的眼睛带有泪痣，唇上涂抹唇膏，显得晶莹粉嫩，给人一种纯洁与妩媚交错的美感。虽然看起来年轻漂亮，宛如温婉软萌的少女，但她确实是 F 班班导厉静茹，跟吴清华是同届，已经40来岁了，好像很久没当小青的对手了，这种感觉好怀念啊。厉静茹双手撑着脸颊，笑眼盈盈地看着吴清华。这是班级学生的比赛，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吴清华语气平静地纠正道。可学生不就是代表着教师吗？这也相当于我们2个老师间的对决哦。还是说？厉静茹眼帘一低，意有所指地问道。小青，你怕输了？为什么这么说？吴清华脸色毫无波动，像是没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因为投狼猎杀可是很看重首席实力的。厉静茹直直地注视着吴清华的眼睛，语气中夹杂着笑意。C 班的武志行好像比不过我家小，倩倩这次你很可能会输念。班级对抗赛里，不同的项目有不同获胜规则，而投狼猎杀里打倒敌班首席就是获胜条件之一。面对对方挑衅般的话语，吴清华没有动摇，只是淡淡的反驳道：“虽然首席实力很重要，但这不是赢的唯一因素，策略、运气缺一不可。”这番话在厉静茹耳中似乎成了无力的嘴硬，她眼睛眯起，唇角高扬，笑得像只狡猾的狐狸。那要不要比一下，加点筹码之类的？什么筹码？吴清华推了下眼镜，态度好像变得谨慎起来。跟以前一样，输的人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情。C 班班导吴清华沉默不语，没有回答。见状，厉静茹接着挑衅道：“小青，你害怕了？行，我同意了。”好耶！厉静茹手掌一拍，宛如已经获取到胜利果实了。嗨嗨！老人林森轻咳了一声，打断了下方教师们的对话。好了，快把你们班的首席信息交上来，交完直接散会。这是必要的流程，虽然各班首席基本不变，但还是走下形式的。10位老师依次排队，林森坐在位上，漫不经心地接过对方递过来的表格，瞥一眼就收入档案袋中。规则上，班导是不允许知道他班首席信息的，但现在大家都知根知底，这个环节也变得意义不明，可有可无。接过吴清华的表格，老人刚想收起，身体突然顿了一顿。他眼帘轻抬，不动声色地看着眼前的 C 班班导。这位女教师嘴角勾起了微微的弧度，但后面的人完全看不到。周4下午，威能提炼结束，力量15提升为16。凌霄张开眼睛，心不在焉地瞧了一眼面板。距离首席选拔已经过去2天了，这段时间里，他的敏捷升到了15，围棋成功升级到 LV2。那个潜力点被他加到了精神上面，现在他的4维是力量16，敏捷15，体质精神双25，可以说进步颇丰了。但凌霄却没有不太高兴的起来。
他现在只觉得很慌。那堵墙到底要不要他赔啊？这2天凌霄一直在等学校的发落结果，等的人都蒙圈掉了。当时就不该头脑一热使用灰烬模式，想彻底打服武志行，但又怕一脚下去对方直接升天了，所以凌霄选择踹墙壁。鬼知道那墙会直接爆掉。什么豆腐渣工程，他那一脚也才10来吨吧，这都扛不住。凌霄心里愤愤不平，但如果真要赔那得多少钱？该不会把自己的奖学金都搭进去吧？想到这，凌霄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芒。啪啪！现在公布本次班级对抗的内容。伴随着响亮的拍掌声，班导吴清华的声音响起。班级很快就安静下来。今天待在教室没去自由对抗，就是为了等老师的公布消息。操作电脑，打开投影屏。这次我们的对手班级是大3 F 班，对抗项目是啪嗒啪嗒。屏幕里显示出了4个大字：头狼猎杀。头狼猎杀，这个项目好像挺久没排到了，上次还是大2，我记得挺刺激的，比擂台赛有意思多了。这个貌似首席倒了就也等于输了，对，首席输了就几乎没啥翻盘希望了。教室里的讨论声逐渐热烈了起来，在学生眼里，擂台赛估计是最无聊的比赛了，完全看重实力，没有运气成分，赢不了就真的赢不了。肃静，接下来我来重新讲一遍规则，请大家仔细记一下。头狼猎杀是一个积分追猎项目，整个班级会划分为独狼跟狼群2个部分，其中独狼有5只，其他学生都隶属于狼群。狼群是由5-6人小队组成，像 C 班共有41个人，扣掉5只独狼，剩下的学生会分为7组狼群。规则上来说，独狼跟狼群是可以自由分配的，但有一个硬性要求，班级首席必须是独狼。每打倒一个敌班学生，都能获得班级积分，分数先达到90点的班级胜出。其中击败一个隶属于狼群的学生，可获得2点积分；狩猎一只独狼，可获得5点积分。而如果成功打败对方首席，获得的班级积分是50点。首席50，4只独狼20，狼群70左右。一旦首席输了，对方班级就几乎能宣告胜利了，几乎很难有翻盘可能。项目地点跟上次一样，是学校后山。喝了口水，吴清华继续说道：狼群小组由南部山脚进入，独狼由北部进入。学校后山坡度较缓，山体也经过了常年改造，很适合学生户外对抗。由于出发地点的差异，在登顶之前，狼群跟独狼几乎没有碰面的可能。而不管是5只独狼，还是那7组狼群小队，他们出发点其实也是错开的，但因为是在同一侧山脚，没准能在半山腰相遇。当然也有遭遇敌班对手的可能性，到时候狭路相逢，打得过就获得积分，打不过也可以跑。这不是擂台赛，允许逃跑，但就跟某些缩圈游戏一样，山腰每个区域都有规定逗留时间的。如果因为害怕遭遇对手，长时间不去登顶，该学生会被判淘汰，对方班级直接加分。所以能跑最好往山顶跑，没准就遇到同学，给对方来个正义的多打1。除去首席，还有4位学生需要担任独狼，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吴清华看向学生，询问大家的意见。下面的学生互相看了看，最后把目光集中在凌霄身上。您安排就好。凌霄手撑着脑袋，语气有些意兴阑珊。既然都没意见，那就由我来直接安排了。吴清华点了点头，拿起手中的名单。首先由武志行担任1位独狼。坐在后排的武志行哼了一声，侧过脑袋，但没有拒绝。他在昨天就已经出院了，除凌霄外 ，C 班就他体质最好，恢复力最强。剩下的3位独狼分别是郭学海、任东、董力。吴清华话音刚落，班级顿时喧嚣起来了，连被叫到的那3位同学都满脸惊愕。等一下，为什么不是方文、阿晨他们？对啊，而且他们3位不是。按理说，独狼分数较高，一般都是挑选排名前列的学生，而且他们还负责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尽量削减对方首席的战斗力，哪怕只是耗一些体力也可以。这样本班首席与他班首席遭遇时胜算较高。而被叫到的3人都是吊车尾，排名跟以前的凌霄差不多，实战能力很差。把他们安排在独狼位置上，简直就是送分，谁都打不过。没关系，对于学生们的质疑，吴清华淡淡的说道：独狼那边战斗力已经够了。同学们愣了一下，随后看向了凌霄跟武志行。好像是哦，武志行是年段第5，而凌霄比武志行还猛，他们班等于有2位首席级别的战力。哪怕对方独狼是 F 班的2至4名，车轮战之下，最多也就消耗一下武志行的体力，或者受点轻伤。赢的人还是武志行，敌班首席不出手，武志行一个人就顶得过对方4位独狼了。这样想起来，反而是 C 班的独狼战斗力更强。而把方文、阿晨他们安在小队里，那简直是虎入羊群。毕竟对方前几名都调去当独狼了，这边根本没有能正面抗衡的选手，爽爽吃分。对于领到独狼身份的3人，吴清华嘱咐道：尽量不要与对方正面对战，遇到敌方能跑就跑，跑不掉投降也没关系。3名学生重重的点着脑袋，他们可没傻的跟对方的精英打。接下来，吴清华分了一下狼群小队，把班里前几名的学生错分了一下，保证每队都有足够的战斗力。这次因为不用把高位战力划过去，队伍组起来非常有余裕。今天不用自由对抗，直接去后山事务所，工作人员会给你们安排明天的出发地点。合上教板，班导吴清华表示散会。同学们纷纷起坐，离开了教室。凌霄，来我办公室一趟。终于来了吗？凌霄凄然地闭上了眼睛，带着觉悟迎接自己的最终判决。学校食堂，凌霄和赵思雅、方文、陈菲菲聚在一个餐桌上吃饭。这3位女孩关系越来越好了，啥时候都凑一起。吴清华也发现了这一点，把她们编在了一个小队里，并捎带2个排名一般的女生。你想要打听 F 班首席的信息？方文眨了眨眼睛，有些诧异地问道。是的。凌霄点了点头，
神色非常的郑重。坐在旁边的赵思雅凑到了他脸上，小脸上满是疑惑：“你今天不是对班级对抗赛没啥兴趣吗？现在咋突然认真起来了？”“是呀，林潇潇，班导分队时你一直心不在焉的，我还以为你完全不关心呢。”课上林潇有些发呆，连叠词少女陈菲菲都发现了这一点。对此，林潇义正言辞地回答道：“我突然醒悟，身为首席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班级取得胜利。”手捂着胸口，此时他的表情显得如此真挚。为此我需要了解 F 班首席的信息，这次我们必须要赢。三女被他这一套伪光正搞得一愣一愣的，眼神里充满了狐疑，好像完全没有相信他的说辞。可恶，他林潇难道是这么不负责的人吗？方文将刘海撩于耳后，含蓄的笑道：“我只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可能不太能满足你的需求。没关系，肯定比我知道的多。”在消息堵塞方面，林潇对自己很有信心。哈哈 ，F 班的首席是位女生，叫刘玉倩，年段排名。方文竖起修长的手指，第4名，比武志行还要强。林潇微微颔首，心里顿时放松下来。第4名还好，只要没有强过白闪，他觉得自己都能对付。不要轻敌哦。似乎看出了林潇的放松，方文轻声提醒道：“第4名在搏击术、步法上都要强于武志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也就是说，那位女性有可能跟白闪一样，这2项都达到了 LV2 的水平，那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如果不使用威能武化，林潇估计也没那么好打赢他。对方一心想跑，也不一定能追上。明白了，我会小心应对的。我跟你说下他的外貌特征。因为明天就是班级对抗赛，今天学校没有夜间课程，林潇直接回宿舍洗漱去了。躺在床上，凭借着 LV2 的围棋技能，在手机上愉快地虐哭了2女生。心情得到放松的林潇收起手机，回想着今天与班导的对话。墙壁的事情我与学校沟通过了，很可惜，这种损耗不在学校的报销范畴之内。听到这话，当时的林潇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只觉得内心在滴血。但是鉴于你最近进步优异，我向教导主任额外商谈了一下。林潇的眼中又浮现了光芒。怎么说？对于学生没能控制好力量的行为，他老人家表示理解。而且你也是初犯，他打算看你接下来的态度表现来决定是否宽容处理。态度表现？是的，比如赢下班级对抗赛、提高年段排名之类。吴清华推了下眼镜，凑近身子，语气轻柔地问道：“林潇同学，你也不想赔偿修缮费用吗？”林潇当然不想赔一分钱，所以这次的对抗赛 C 班非赢不可。周五早上，林潇独自来到了后山北面的出发点，这已经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接应他。这是 C 班首席的积分表，请妥善带好。工作人员小姐姐递给林潇一个金属表，用略带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林潇，估计是觉得他眼生吧，毕竟以前各班的首席他应该都见过。山上设有多间服务所，里面有食物、水、医疗用品、休憩室以及公用厕所。服务所属于中立区域，不可攻击对方，但请注意逗留时间，超过10分钟就会被判定出局。林潇点了点头，像投狼狩猎这种比赛一般会持续很久，有时得临近晚上才能分胜负。毕竟能跑能躲，运气好的话，比较弱的学生都能混到山顶，进入决赛圈。比赛开始时间是早上9点整，请时间到了再出发。交代完注意事项后，工作人员小姐姐先行离开了。林潇看了看手上的手表，通体银色，由合金打造，镜面上显示着时间08:23。手表左侧有一个按钮，这个是积分获取开关。打倒敌方后，摘下对方手表，将底部贴在自己的镜面上，按下开关后就能获得班级积分，而对方也将失去比赛资格。林潇按下按钮，镜面上的时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大的0。这是 C 班的班级分数，所有人获得的点数会自动汇集在一起，实时更新。除了积分比较多，首席手表看起来跟小队手表没有区别啊。将其戴好，林潇百无聊赖地看起了风景。没办法，除了这个手表，该项目不允许携带任何电子设备，他还得在这干等上半小时。站在山道口，眺望山峰，林潇很好奇，学校到底对这座山做了多少改造？单单山脚的入口有几十个，越往上，登山的通道越少，遇敌概率越大。整座山就宛如一个蛋糕，被切成一层一层的梯形，往上收束。在不同高度的山腰设有多个服务区，顶峰更是像被巨人横砍了一刀，十分平整。上面建有医疗所以及夜宿的学生宿舍。不出意外，比赛结束后，他们会在山顶住上一晚。上山后该怎么行动？林潇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下半部分的山腰面积太大，搜寻起来非常耗时间，而且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只有到了中上层，碰敌的概率会大一些，毕竟独狼阵面的人数太少，2队加起来也就10人。对方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为了不浪费力气，他们也会快速的赶往上层。至于抵达上层后该如何狩猎对方独狼跟首席等等，在对方眼里 C 班的首席依然是武志行，而林潇和另外3位估计是被丢出来牺牲的炮灰。他们碰到林潇肯定不会想着逃跑，反而会主动出击。这么一想，到了上层后，只要自己随便逛逛敌人就会找上门来。毕竟在他们眼里，自己就是任宰的肉猪，是移动的积分提取机器。林潇恍然大悟，这难道就是扮猪吃老虎吗？哔，手表闹钟响起，时间到了9点。林潇化作一道黑影，在1秒内跨越了几十米的山路。山顶，教职员办公室，热水冲下，花果香四溢，橙红透亮的茶水浸满了透明茶壶。立发微卷披散，穿着优雅长裙的女性取走茶壶，喉里哼着轻快的小调，走到了挂满了显示屏的工作区域。在那已经有一位教师守在了屏幕前，她穿着严肃正经的女性教员制服，长发盘起，金丝眼镜的镜片反射着荧光。小青，红茶，谢谢。厉静茹将2人的陶瓷杯倒满，看了眼墙上的屏幕。巨大的显示屏里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窗口，
里面显示的全是两班的学生队伍，明明两人没有操纵，但监控的视频却跟着学生们的行程跳转到下个角度。后山经过学校几十年的改造，几乎每段路途都设有广域高清的监控设备，空中漂浮着拍摄无人机也会跟踪学生行程。所有的视频监控接受 AI 处理，自行追踪两班队伍，呈现出来的也是最适合观察的角度。毕竟这种对抗活动也是伴随危险的，如果有学生重伤倒地，学校也才能展开最及时的救治。突然间，一个视频尺寸放大，自行浮在了屏幕中央。哎呀，看来有狼群小队开始接触了。F 班班导厉静茹端正身子，饶有兴致地笑道：“一般视频出现这种情况，就代表两班的成员出现在了同一块区域，马上就要爆发冲突了。因为狼群小队比较多，在中底部的山腰就有挺大相遇几率，而且双方一般都不会避让，毕竟年轻气盛，在开打之前，没人觉得己方会输。果然，视频里的两个小队很快发现了彼此，略微犹豫过后，双方便不约而同地冲向对方。狭路相逢，只有强者才是猎人。小青，你们班的这队伍怎么全是女孩子啊？”厉静茹定睛一看，脸上浮出一些好奇的神色。吴清华抿了口红茶，淡淡的说道：“战士的强大与否不分男女，虽然男性在力量上天生强于女性，但那是在接触威能之前，经过了长年累月的能量吸收。军武大学的学生身体已接近非人，先天的男女差距早可忽略不计。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嘛，咱最喜欢女生小队了。”厉静茹嘟起嘴唇，娇媚的白了他一眼。但队伍分组要讲究合理性的，要考虑整体实力，哪能由着性子来？正常情况下，群狼小队一般由一个排名靠前的学生担任队长，再辅佐两个实力中等学生，两个实力偏弱的学生，保证每个队伍都有一战之力，不至于变成肉猪。在抽离了5位高端战力后，队伍划分实际上变得比较困难，怎么弄都觉得差了一些。我觉得安排的还挺合理的。哼哼，那就看看吧，他们也要打起来了。从柜子下面掏出了一罐曲奇饼，这位 F 班班导就像等待电影上映的孩子，兴奋地啃起了零食。身材高大、满身腱子肉的壮汉李飓风保持着奔跑，对身后的队友嘱咐道：“大家都确认好对手，如果打不过就先防守好，等我解决了一个就去帮你们。”身为 F 班的第7位，在狼群里是毋庸置疑的高端战力，也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好，星号4。几道回复响起，他的队友们语气里充满了紧张、亢奋，似乎对战斗充满了期待。李飓风很理解，他体内的好战基因也在欢呼雀跃，想要大施拳脚。C 班的小队已经接近300米了，这个距离很近，10秒之内双方就会正面接触。对方都是女性，但李飓风没有任何小瞧的心思，他甚至已经提前找好了对手。陈菲菲 ，C 班第8名，肯定是对方小队的队长。昨晚他们班级可是统合过了情报，对方排名靠前的学生信息都被发到了班群里，这个陈菲菲正在此列。李飓风很有信心，他觉得自己实力在对方之上，但内心为什么总有些忐忑不安？那个身材高挑的女的是谁？为什么她要戴着口罩？思考的时间很短暂，敌方已经抵达了跟前。出乎意料，那个名为陈菲菲的女人没有把目标放在她身上，竟然想去攻击别的学生。李飓风当然不可能让她得逞，他刚想拦住她，一道战斧般的腿击迎面而来。不好！瞳孔巨缩，李飓风想要躲闪，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抬起双手，试图缓解攻击力道。刹那间，他的防线被击溃了，恐怖的力量压着他的双手垂向了胸口。砰！壮汉的身体飞了起来，在空中滑翔，狠狠地砸落在地上。什么？目睹这一幕的 F 班小队瞬间失神，被身前的对手抓住了机会，狠狠地吃了几次重击。欧拉，欧拉，吃你思雅大人一拳！小牙牙，你还没解决吗？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这个 C 班小队的实力太夸张了，第2名的方文，第8名的陈菲菲，还有最近进步巨大、战力能挤进班级前10的赵思雅，剩下的几位 F 班学生，别说战斗，连逃跑都来不及了，20秒不到就全躺在了地上，毫无反抗之力。方文取下对方的手表，贴在手腕。手表屏幕上 C 班的班级积分从0变成了10。你是方文？李飓风捂着胸口，硬撑着眼帘，断断续续地问道。方文眨了眨眼睛，摘下了口罩，面上带着轻笑。喂，10！在痛苦与困惑中，大汉李飓风合上了眼睛，昏了过去。待会医疗人员就会赶来救治。C 班一伙女生将对方手表丢下，马不停蹄地继续往上层前进。除了方文他们 ，C 班的其他狼群小队也逐渐与接触到了对方。阿晨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独狼吗？可恶 ！C 班是疯了吗？第9、第10名为什么会编在一个队伍？快逃！能跑几个是几个？学生的手表有收音功能 ，F 班学生的惨叫声回荡在教职员办公室。厉静茹手上捏着半块饼干，没有说话，面无表情地看着视频里接近一边倒的闹剧。屏幕的边角显示着两班的积分对比，28-8。吴清华伸出白皙的手指，拿起一块曲奇，轻咬了一口，好甜。监控视频里，两班队伍的战斗几乎都是以 C 班的胜利告终。F 班的学生是倒的倒，逃的逃，仅有的几分还是 F 班实力较强的队伍赢下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2个队员丧失战斗力的代价。一旦丧失战斗力或者陷入昏厥，哪怕没被抢夺积分，该学生也必须放弃比赛。具体方法就是让队友直接掠夺掉他的积分，到时候医疗人员就会从附近服务区赶过来，夺取队友的积分，不但不会增加班级点数，还会使自己的身价变高。比如说，小队成员掠夺了1名队友的积分，敌方打到他后获得的积分也会从2变成4，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你的实力不会因为身价而提高，反而会变成一只积分肥羊。对于 F 班来说，现在真的是十足的劣势。清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厉静茹将手中的半块饼干丢进嘴里，安静咀嚼。
这个优雅柔和的女人此时脸上已经没有笑容，眼神漆黑深邃，连深州的光线都似乎暗淡了几分。而吴清华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气氛，他喝着红茶，吃着曲奇，表情悠闲从容。我只是合理的安排队伍罢了。合理安排？厉静茹冷笑道，把2至5名放进狼群小队里，就是你的安排吗？对此，吴清华脸色毫无变化，淡淡说道，规则上是允许的。确实是允许，但这也代表你完全放弃了独狼侧的战果。厉静茹柔嫩的玉手托住脸颊，语气肯定地阐述着对方的想法。你认为武志行完全不是我家首席的对手，所以把精锐战力全部调到群狼侧，想要单靠小队战力赢下比赛。吴清华喝了口茶，没有否认。你应该清楚，这个策略也就前期能起点作用，你们是赢不了的。厉静茹手指卷着胸前的一缕发丝，戏谑地说道 ：“C 班不可能全歼我班的狼群，而独狼侧，你们能得到几分？这么简单的战术，每个人都懂，为什么不用呢？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这里是大山，不是死板的擂台。一开始的遭遇战确实能将对方打得措手不及，但别人打不过就跑。一旦有逃跑的学生与其他小队相遇，那 F 班的群狼肯定能猜到对方的战略。学生不是傻瓜，既然明知道对方实力强悍，他们肯定会选择避而不战。这么多山道，这么多树林，想要逃跑还不容易。只要不长时间逗留在下层，边躲边往上层移动就可以了。机会合适还能打打游击，阴掉对方几个。这么多年来，很少有狼群小队被全灭的事情发生，因为比赛往往在之前就结束了。你往北面塞了几位普通学生，他们碰到我班精英，估计连逃跑都做不到。”厉静茹话刚说完，独狼侧就有视频跳了出来，一个探头探尾的 C 班学生在拐角处偶遇了对方独狼，虽然他拔腿就跑，但速度哪比得过对方，没2下就被制服了。屏幕上 F 班的积分立马从8升到了13。耶，积分 get！ 厉静茹比着剪刀手，脸上带着天真烂漫的笑容。我家学生可是很聪明的，发现问题后他们肯定会采取措施，到时候你们的优势就没有了。吴清华推了推眼镜，看不出表情。北面上层区域 ，F 班的几只独狼已经完成了碰面。倩姐，真的不需要我们对付武志行吗？对啊，万一对方围攻，你怎么办？阶梯上，2名身材高大男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不用，对方独狼实力很弱，我一个人就能对付。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位英挺飒爽的女性，她扎着高马尾，身高接近1.8米，面容端庄秀丽，眉宇间英气十足。刘玉倩 ，F 班首席，年段第4名。小鱼已经赶过去了，你们也速度跟上，尽量缓解狼群的战况。见此，2位男生也点了点头，全速登上了山顶。第刘玉倩按下手表，双方比分显示了出来，34冒号20。F 班还有一位学生没碰面，估计是留在了山妖狩猎对方成员了。对此，刘玉倩持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C 班除了武志行外，还有2位独狼没被抓住，这也是不容小觑的10点积分。抬头望了一下山顶，刘玉倩纵身而上，她不打算去支援狼群小队，而是想要守住山顶的路口。山北侧通往顶层的道路只有一条，只要他守在那里，武志行迟早要跟他正面对上。打败武志行后，这场游戏就基本结束了。小跑在山道上，凌霄有些怀疑人生了，为啥一个人都没有？他运气这么差的吗？一只独狼也碰不上。刚开始，凌霄还以为是自己登山速度太快了，就在路上停了一会，看看山上的花草树木，欣赏一下自然风景。结果陪伴他的依旧只有山间的昆虫小鸟，别说敌人了，连队友都没见过。这山北面不会就他一个人吧？看了下比分，凌霄轻叹了口气，算了，反正狼群那边 C 班是优势，他有什么好急的？急的人肯定是对面啊。想到这，凌霄顿时就轻松了下来，他甚至有心情去服务区休息一下。首席刚进服务区喝了点饮料，凌霄就被一声悲凉的大叫整懵了。一个留着娃娃头、相貌清秀的女生跑了过来，那激动的神情宛如遇见了亲人一般。董丽，你是躲在了服务区吗？这个女孩就是 C 班独狼侧的肥羊之一，没想到竟然苟下来了。站在凌霄的面前，董丽泪眼汪汪的述说着一路的艰辛。我不敢走大路，一路都绕着小树林走，每碰到一个服务区都会进来躲10分钟，还是在女厕所里。女孩嘴角嘟起，眼睛通红，像是遭到了天大的委屈。牛逼！凌霄对她肃然起敬，真是辛苦你了，接下来跟我一起赶路就好了。好。虽然有些狼狈，但这女孩的策略确实很有用。除了凌霄和武志行，她应该是 C 班唯一剩下的独狼了。凌霄重新出发了，但这次多了同行的同学，那嘴巴像麻雀一般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让凌霄深刻的感受到了对方憋屈惊险的独狼历程。多亏了他的说书天赋，这次的路途不再无聊了。比分40冒号26，怎么办呀，小青？现在比赛好像陷入了焦灼啊。厉静茹扬着白皙的下巴，笑眯眯的看着身旁的好友。C 班的群狼小队好像无法扩大战果，捏是不是有些出乎你的意料啊？视频监控里可以看出来，现在许多 F 班小队都学聪明了，每次发现敌人就拔腿就跑，完全没有正面对战的想法。而3位精锐独狼也赶到了群狼侧，跟其中2个队伍汇合了。在精锐战力上 ，C 班已经没有了那么大的优势，有时还会被对方反吃上几分。厉静茹开心的晃悠着转椅，栗色的发丝飘起，在空中划过弧度，宛如一位优雅起舞的公主。吴清华微微后仰，躲过了对方飞扬的头发。现在优势还在 C 班，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哼，还在嘴硬。厉静茹斜瞥了对方一眼，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C 班的优势都是假的，只要武志行赢不了小倩，你们所有优势都将荡然无存。就在这时，北侧的监控弹到了中间，这代表2班独狼又相遇了。看了下视频，厉静茹眼中露出了惊奇，她略带调侃的说道：“小青，你们班好像有2个小笨蛋眼。”屏幕里 ，C 班一男一女2个学生不躲不藏，大大方方的走在了山道上。
他们边走还在边聊天，可能是聊得太尽兴了，连远处的敌人都没发现。现在那个 F 班独狼明显已经盯上他们了，他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打算埋伏这两只积分肥羊。厉静茹摇了摇脑袋，虚情假意地叹了口气：“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这不是给我们送分吗？简直相当于打包好的2块肥肉，还帮对方独狼节省了追捕时间。我无法干涉学生的想法，也许这是他们的策略吧。”吴清华抿了口红茶，面无表情，让人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当时我远远看到了 F 班的学生，他要追我，我一拐角消失视野，直接从层崖边跳了下去。董丽讲得绘声绘色，两只小手在空中比划了起来。凌霄看了看山体每层的高度，大概20米左右。脚疼吗？少女老实点头，语气沉重地说道：“妈了，我躲在杂草堆里缓了一会。”她拉了拉身上的衣服，从里面抓出了几根黑刺，这应该是鬼针草，还蛮常见的，经常挂在布料上。现在我衣服里还有这些杂草，怪不得总感觉身上痒痒的。你再躲在草堆里，肯定会沾得全身都是啊。忍一下，待会洗洗就好了。凌霄连忙制止了她，不然按这姑娘的架势，都想把身上的衣服翻过来了。而且前面还有人蹲着呢。噔噔，凌霄停下了脚步，董丽站在他旁边，茫然地眨了眨眼睛。不好意思，打搅到你们聊天了。前方的大树后，一个高挑的男性走了出来，他发型梳得齐整，五官清秀美型，有股忧郁的气质。能请你们投降吗？这样至少不会受伤。哇！董丽这才发现了敌人，他蹦了起来，宛如惊弓之鸟，脑袋左望右盼，似乎在寻找合适的逃跑路线。啪！凌霄无奈地给了他脑袋一记手刀。少女捂着脑袋，眨巴一下眼睛，脑袋终于清醒了过来。对吼，首席就在旁边，他还害怕什么？想到这，董丽顿时昂首挺胸，躲在了凌霄屁股后面。他是 F 班的第4名，叫做白晨。踮起脚尖，少女小声耳语道。凌霄点了点头，看向了对面。商量好了吗？你们应该清楚实力差距，直接放弃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个忧郁帅哥很有礼貌，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偷袭。对于这种好人，凌霄当然也是以礼相待。商量好了，可以把你的积分给我们吗？白晨愣了一下，随即脸色沉了下来。我还以为你们会是聪明人，倒下吧。话音刚落，白晨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一击猛烈的直拳呼啸而至。砰！拳头相触，沉闷的声音响起，没有痛呼惨叫，也没有人倒在地上，情况与他想的完全不同。忧郁美男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在拳锋与对方脸庞之间，一只手掌挡在那里，稳稳地接下了这道强拳，没有一丝颤抖，拔不动，宛如陷入了钢铁台前之中。白晨感觉自己的骨头在滋滋作响。你到底是……砰！根本没看清对方的动作，一记勾拳直击腹部，白晨瞬间丧失了所有力气，浑身瘫软地倒了下去。你把他积分拿了吧。凌霄指了指地上的那滩尸体。好耶！没想到我也有拿分的一天。董丽兴奋地跳了起来，满脸新奇地扒起对手表。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吴清华扶了下眼镜，语气平静地问道。F 班班导厉静茹此时脸色阴沉如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里的男生。这个学生叫什么？在你们班排名多少？凌霄，上学期我记得是第38名。厉静茹眼帘低垂，冷冷地说道。你在逗我？一个排名末尾的学生打败了我班的4席，我可没有撒谎。拿出一旁的学生档案，翻开，递给厉静茹。我听说他最近有所提升，但没想到会进步这么多。扶着额头，吴清华表情看起来有些懊悔。早知道就把他调去狼群那边了，我这个班导师做的确实有些失职。扫了一遍纸上的信息，厉静茹冷冷地合上了档案。没有关系，小青，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屏幕上，北面顶层的监控浮了上来，一个留着板寸头、身材魁梧的男人，他双手插兜，一步一步地往山顶走去。而在他前路的终点，站着一位英姿飒爽、扎着高马尾的女性，她就宛如一柄利剑，斩断了 C 班的胜利希望。厉静茹站起身子，轻跳到女教师身后。小青，她双手搂住对方的脖颈，晶莹的粉唇贴近了吴清华白皙的耳垂，轻声说道：“将军了。”吴清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捏起一块饼干，咬下，果然很甜。山顶，大风呼啸，少女及腰的高马尾凌空飘荡，宛如一条乱舞的长蛇，屹立于峰顶之上。刘玉倩目光四溅，静静地俯视着下方的男人，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踏上顶层。我还以为你会藏到最后，没想到这么早就上来了。望着前方这位魁梧高大、气质狂野的男性，刘玉倩淡淡地说道：“藏？你在说什么鬼话？”武志行扭了扭脖子，声音低沉沙哑，宛如一只正在积载愤怒的野兽。因为你输了 ，C 班就输了。面对眼前这个气势越加狂躁的男人，刘玉倩没有退缩，脸上反而挂上了明艳飒爽的笑容。你打不过我，从你直面我的那一刻起，这个比赛就已经结束了。我会撕烂你个臭嘴，女人！砰！脚下的石板破裂，武志行宛如一颗炮弹，势若惊雷地轰向对面。刘玉倩眼神微凝，显而又显地躲过了对方的突击，长腿弹起，如同钢铁斩刀，直扫男人的胸腹。哈！武志行双臂锯成十字，肌肉狰狞盘起，正面挡下了这一击。哗！鞋底在地面划出了1米多的长线，但武志行防下来了，对方的攻击没有击溃他。威能五花练得不错。刘玉倩拍了拍裤子，脸色逐渐冷漠。点评我？你以为你够格吗？不再节省力量，威能充盈全身，武志行化身为魔兽，再度出现在了刘玉倩身前。这次他的力量更加澎湃强大，攻击更加狂躁无序。躲过几套乱拳鞭腿，最后吃下一记直踹，刘玉倩后退2步，掂量了一下刚才的力量，看走眼了，你的发力方式也进步了，确实没以前那么好对付。你以为老子是谁啊？武志行撇了撇嘴巴，没有否认。自从上次首席选拔结束后，
他的搏击术确实进步了。如果凌霄看到武之行的属性，就能发现他搏击术 LV1 已经升级到了 LV2，确实不能太小瞧你了。刘玉倩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弓起，雄厚的能量充盈肉体。但是你还不是我对手。武之行瞳孔一缩，堪堪的躲过了几道子弹般的拳头，但刘玉倩的攻击没有结束，一道笔直的下劈呼面而来，犹如野兽的断头台。武之行强行侧身，但躲闪不及，肩膀直直的吃下了这记攻击。他身体下屈，左侧肩膀手臂瞬间无力，短时间内失去了知觉。看来你步伐还需要练练。武之行牙齿紧咬，喉咙里撕扯着低吼，眼神逐渐失去了理智。少得意忘形了，臭女人！绝对的愤怒充斥了大脑，真正的狂兽苏醒了。10分钟后，武之行倒了。野小青，我赢了也！厉静茹高举着双手，好像真的化身为一个小女孩，围着吴清华蹦来蹦去的。青春靓丽的面容以及那天真烂漫的性格，任谁都想不到这是一位4旬女性。要让你做什么呢？来我家当1个月保姆，穿洛丽塔拍套少女写真，还是让你扮成猫耳娘舔我的？吴清华无视了对方的碎碎念，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奉劝你一句，比赛还没结束呢。已经结束了哟。厉静茹搂住吴清华的肩膀，食指挑起了他的下巴，戏谑道：现在叫我声姐姐大人，我会考虑宽容一点哦。吴清华面无表情，拿起一块曲奇塞进了他嘴里。就在这时候，又有一块视频弹了出来，还是封顶，但视角不太一样。伤痕累累的武之行此时双脚离地，四肢无力的在空中晃悠，支撑着他的是一双白皙有力的女性手臂。扯着对方的衣襟，刘玉倩两手高举，冷冷地打量着眼前的对手，看来确实已经丧失战斗力了。明确这一点后，刘玉倩松开了手指，任由对方像条死鱼一般摔在地上。死！摸了摸还在隐隐作痛的左脸，刘玉倩皱了皱眉毛，她觉得这男人就是个疯子。这以伤换伤的疯狗打法到底哪里练出来的？以前也没见他用过这种战术啊。他武之行这么有班级责任感，真的这么想赢吗？虽然没有受什么重伤，但刘玉倩还是吃到了几次攻击，疼上半天是难免的。算了，赶紧结束吧。刘玉倩轻叹了口气，蹲下身子扒下了对方的手表。哇哇哇！我第一次清醒的走到峰顶，以前都是被抬上来的。这么说来，我好像也是。男女的谈话声传来，刘玉倩抬起脑袋，诧异的看着走上峰顶的2位学生。男的英俊挺拔，女的清秀可爱，但都是刘玉倩没有印象的学生。C 班剩下的2只独狼吗？没想到白晨竟然没有发现他们，让他们混到了山顶。刘玉倩不得不感叹这2位运气真好。而此时，凌霄跟董丽2人也发现了对方。咻！董丽后退转身，非常熟练的躲到了凌霄背后，微微探出脑袋窥视前方，像只警惕的小动物一般。啊！女孩双手捂嘴，发出一声惊呼。那不是武志行吗？他被打败了。凌霄看了看倒地的武志行，眼帘轻抬，略带诧异的打量着这位获胜的女性。你们不用紧张，也不需要逃跑。刘玉倩展示了一下手中的腕表，淡淡的说道：你们的首席输了，接下来的比赛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按下按钮 ，F 班的积分显示了出来，34。首席50点，再加上那2位独狼10点，积分超过了90，已经足够了。在确认比赛真的结束后，刘玉倩面容缓和了下来。她看着凌霄2人，语气亲和的问道：你们把手表摘下来吧，我们赶快结束，调去服务区休息。星号2没有回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刘玉倩感觉他们的眼神有些微妙。少吃点苦头不好吗？刘玉倩无奈的叹了口气，虽然很想赞赏对方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但多少缺了点眼色，看不懂的局势。先把首席积分掠夺了再去抓他们吧。将武之行的手表置于镜面上，刘玉倩按下按钮，滴，34提升为39。啊！刘玉倩瞬间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刘玉倩怔怔地看着手表屏幕，明明是掠夺的是首席点数，但班级积分加的是5点，而不是50点。系统出问题了？刘玉倩眼睛里浮现出一些惊讶。学校系统开发这么久了，没想到还会出现问题，她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切！嗤笑声从底下传来，刘玉倩垂下视线，冷冷地看着倒在地上的男人。你笑什么？浑身瘫软的武志行强睁着眼睛，嘴角不屑歪起，蠢货女人，口舌之快不能改变你是败者的事实。对于手下败将的嘲讽，刘玉倩没有丝毫动摇。所以我骂你蠢。武志行眼神轻蔑，露出了看乐子的笑容。谁跟你说系统出问题了？10。刘玉倩瞳孔一缩，表情僵住了。她慢慢抬起头，看向前方的那对男女。不好意思。凌霄抬起手腕，点了点手表的镜面，无奈的轻笑道：我才是首席。砰！厉静茹站起身子，双手拍在桌面上，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的表情。她身体前屈，死死地盯着屏幕。少顷，她转过头，狠狠地瞪着身旁的眼镜女教师。为什么武志行不是首席？厉静茹的语气咬牙切齿，完全没有了刚才的赢家风度。说起来，首席好像确实不是他。吴清华揉了揉眼眶，有些苦恼地说道：唉，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我都忘记 C 班首席换人了。吴清华直视着好友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让你白高兴了一场。厉静茹面无表情地盯了他一会，随即嘴角勾勒出了从容的弧度。他手指敲着桌子，好像看破了对方诡计。没想到为了赢这场比赛，你还专门把首席换掉了，有些难看呢。小青。吴清华扶了扶眼镜，没有反驳。原来武志行这么听你话，连这种破事都愿意配合，还真是受学生敬重的教师呢。厉静茹拍了拍手，对方鼓掌庆贺，但笑容里完全没有温度。很遗憾，这种计谋是没用的，哪怕你调包了首席，
哪怕你偷测了一只实力不错的独狼，实力差距依然是存在的。F 班班导的眼神如寒冰般冷漠，深周溢散着漆黑。即便我家小倩被武志行消耗了力量，不是完全状态，她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打败的。而且，群狼侧的屏幕弹出，一支10人以上的队伍奔上了顶层，带头的3个人正是 F 班支援过去的独狼。抱歉你，看来是我们的学生支援的比较快呢。厉静如轻吐舌头，手指在眼边比着剪刀手，很俏皮地眨起了眼睛。吴清华将杯中的茶水饮尽，唇角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刘玉倩凝视了一会凌霄，又看了眼地上的武志行，轻哼了一声。原来如此，耍这种无聊的把戏。话音刚落，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凌霄面前，白皙的手掌握住了他的小臂。哇！董丽被吓得跳了起来，估计是没反应过来。把手表交出来，如果你不想躺在地上的话。刘玉倩的语气里带着警告。少女的手看起来纤细娇嫩，但强度却婉如钢筋，死死地焊住了凌霄的手腕。感受着对方那强悍的握力，凌霄挑了挑眉毛。力量15，敏捷15，搏击术 LV2，步法 LV2。虽然远远比不上白闪，但确实对武志行全面压制了，怪不得那只狂兽打不过他。瞥了眼对方身上几块青肿的肌肤，凌霄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好像受伤了？如果你认为这点小伤会影响我的状态，那真有些愚蠢了。”刘玉倩眼帘低垂了下来，话语中蕴藏着愤怒。凌霄能感觉他手掌的力量在逐渐加大。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你是聪明人。刘玉倩刚想强行掰起凌霄的手腕，却发现不管如何提升力量，对方根本纹丝不动。少女表情逐渐惊愕，想起了一个不愿相信的可能性。砰！刘玉倩威能充盈双腿，身子瞬间暴起弹出，以最快的速度远离了原地。凌霄遗憾收回右腿，竟然没有踢到。40米外的空地上，刘玉倩弓着身子，惊疑不定地看着对面的男人。此时她心脏跳得很快，浓厚的危机感充斥了大脑。战斗质感真不错。对方的反应让凌霄赞叹，在他出腿的前一瞬间，对方已经准备后退了。刘玉倩没有回话，脸色有些难看地盯着凌霄。无论是臂力还是出腿速度，都能窥见一丝端倪。这个男人绝对不比武志行弱。如果是完全状态的他，当然不会畏惧对方。但现在他身上受了点轻伤，体力有所损耗，威能储备也消耗了小半。再跟对方战斗，哪怕能赢，估计也会油尽灯枯。到时候没准还会被登顶的学生补刀捡漏。打还是不打？就在刘玉倩犹豫不决时，身后的几道熟悉的高呼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首席，您这边解决了没有？我们赶上来了。总共13位 F 班学生，3位独狼，2支狼群小队。刘玉倩看了眼后方，暂时没看到 C 班的狼群。你们怎么赶过来的？ F 班第2名，身材壮硕如熊的赵山君说道。我们3人整合2个小队后，就没去管其他队伍，全速往山顶前进。第3名，留着蘑菇头，身材娇小的女生赖小鱼也神色焦急地说道。途中我们打跑了2组 C 班小队，现在他们的狼群肯定也发现了，估计很快就会追上来了。刘玉倩点了点头，明白了事态的紧急。你们协助我，我们一起拿下对方首席。好的。等一下，那个倒在地上的不就是武志行吗？赵山君愣住了，而其他的 F 班学生也发现了扑街的武志行，纷纷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不是已经赢了吗？不是他，真正的首席是对面那个男的。时间急迫，刘玉倩也没时间解释了，必须赶在 C 班援军赶到前完成正义的围攻。我正面缠住他，你们从侧面找机会。刘玉倩犹如离弦之箭，爆射而出。见状 ，F 班的学生也不多问，跟上脚步，全员冲向了凌霄。妈耶！首席我跑路了。董丽很聪明，见势不对立马拍拍屁股远离战场。凌霄表示很满意，他当然不可能指望一个吊车尾学生帮他抵抗群敌，离远点不拖后腿就不错了。不过这些人确实太多了，25点的体质给了他雄厚的体力、强大的恢复力以及夸张的威能储备。如果是车轮战，哪怕不使用威能武化，凌霄也有自信全部打倒。但围攻就不一样了，刘玉倩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正面拖住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的乱拳黑腿还是挺烦人的，尤其是里面不乏方文、阿晨之流的好手。唉，看着飞速掠来的刘玉倩，凌霄闭上眼睛，轻叹了口气。当他眼帘再次抬起，恐怖强悍的威能瞬间充盈全身，瞳孔中燃起灰焰。猎人模式加子弹时间，一切都慢了下来。石板龟裂破碎，面对袭来的群敌，凌霄冲了上去，瞬间来到了刘玉倩身侧。刘玉倩眼睛刚转过来，黑色的鞭腿就犹如万斤钢锤，狠狠地扫中了她的侧壁。砰！少女的身体化作一道黑影，在空中划过了抛物线。后方 F 班的学生张大了嘴巴，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好！在这一瞬间，漂浮于空中的刘玉倩瞬间明白了凌霄的力量水平。她强忍着左臂的剧痛，扭头向下看去。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凌霄根本没有停下脚步，他势若狂风，直直地掠向后方 F 班的众人。首当其冲的就是 F 班的第2名，那个壮若巨熊的大汉赵山君。呵呀！面对凌霄，赵山君握起了砂锅般大小的拳头，全力轰出，然后手臂就被焊住了。随着凌霄的一记过肩摔，壮汉飞了起来，以手臂为原点，视角旋转，身体倒立，最后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轰！地面破碎压线，赵山君目眦尽裂，口中震出一口酸水，无力瘫软。眨眼间 ，F 班已损失1枚大将。一道娇小的身影绕到了凌霄身后，迅若子弹的飞踢直奔后腰。凌霄面不改色，右手握拳，向下一锤。啊！赖小鱼捂着的小腿瘫坐在地，面容痛苦扭曲。混蛋！落地后的刘玉倩目睹了这一切，
他怒目切齿，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凌霄，试图阻止这个怪物。但凌霄完全不理他，直奔后方的敌班群狼。别怕他，一起上，我们10几个人呢。啊！剩下的 F 班学生蜂拥而上，喉咙里撕扯着怒吼。但是差距实在太大了，凌霄早就变强了，现在的他哪怕只使用猎人模式，也拥有了和白闪对等的力量。这份力量过于强大，在面对普通学生时呈现出的就是碾压般的场面。在和凌霄正面相接的刹那，他们的阵围瞬间崩溃了。凌霄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对离自己最近的人发动攻击，挥拳、踢腿、横扫、直踹，在绝对的速度与力量下，没有人躲得过他的拳头，也没有人能抗下他攻击。每一拳都有学生倒地，每一腿都有人影飞出。凌霄宛如到了割草无双的片场，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给我停下！在刘玉倩终于抵达到萧深州时，场上的还站着的学生已经不到一半，剩下皆躺在地上，或昏厥，或呻吟。少女银牙紧咬，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全部的威能，怒火澎湃地攻了上来，手刀利如刀锋，拳势重若炮弹，两只长腿在空中掠出残影，犹如黑色锋刃，是要斩断敌人的躯体。力量在宣泄，攻击也完全没有间隔，但是并没有取得可喜的战果。面对那犹如狂风骤雨般的攻势，凌霄脸色如常，或躲闪，或格挡，将其一一接下。刘玉倩能感觉状态在下滑，但她不敢停下身体。敏锐的直感在告诉她，一旦自己的攻势露出一丝破绽，对方的反击是她无法承受的。见首席缠住了对方，剩下的几位 F 班学生也不是孬种，他们围在凌霄身周，卡着他视野死角，发起偷袭。凌霄眼睛一凝，腰躯弓起，旋转，对着后方一记180度的大回旋踢。噗！两个靠近他的学生顿时凌空飞起，砸向了后方地面。刘玉倩脸上闪过一丝焦急，抬拳直轰凌霄的脑袋，但这次他做得不够好。凌霄抓住了他的右腕，往后一拽，刘玉倩立马失去重心，贴到了凌霄胸前，两人侧脸距离很近。结束了！伴随着耳边那平静的男性嗓音，蕴含着巨力的拳头落在了他的腹部。砰！刘玉倩顿时身子一震，腰肢弓起，口舌张大，却吐不出呻吟。随后他便合上了眼睛，四肢瘫软地倒在了地上。剩下的几位学生怔住了，他们迷茫地站在原地，眼神涣散，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在这时，山南侧人影飞掠，几十道人影陆续登上了峰顶，还伴随着一道道怒骂声。F 班小瘪三竟然偷跑上来了！妈的，我就知道他们阴得很。林潇潇，我们来帮你了。首席，你没扑街吧？凌霄，你丫姐姐来了！待 C 班小队靠近，看到躺得满地都是的敌人时，他们也全愣住了。哎，结束了，全趴下了。赵山君、赖小鱼、川武，卧槽，那不是刘玉倩吗？凌霄一个人干趴了。卧槽，你是人？首席你这么屌，我好有面子啊！这边不还剩几个吗？结，漏网之鱼。在 C 班一群恶人的围观下，剩下的几个 F 班学生顿时瑟瑟发抖。凌霄好笑地看着耍宝的同学们，他们也知道结束了，没真动手，只是故意吓唬对面。蹲下身子，将刘玉倩的手表摘下。C 班的分数瞬间超过了90，班级对抗赛正式完结。躺在地上，刘玉倩强睁着眼睛，视线恍惚，声音微弱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凌霄 ，C 班的首席。凌霄眨了眨眼睛，露出了礼貌的笑容：“以后请多多关照。”太阳西下，昏黄的光线透过窗户晕染了小片房间。此时的教职员办公室光线暗淡，寂静无声。厉静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不清面容，墙上的屏幕发散着荧光，在她眼瞳里微微闪动。啪嗒，吴清华将按下开关，皎白的日光灯亮起，房间黑暗散去。F 班班导此时的模样也显露了出来。他脚收到椅子上，双手抱膝，精致的俏脸上面无表情，眼神呆滞。那个妩媚优雅、青春活力，犹如芳华少女般的厉静茹已经消失了。此时的她就像个霜打的茄子，黏兮兮的，连那漂亮的长卷发都有些失去了光泽。吴清华坐到一旁，给自己续上一杯红茶。他翘起腿，也没说话，就这样静静地打量着旁边的好友，仿佛在欣赏什么艺术品。厉静茹眼睛垂下，包裹着丝袜的脚丫卷起，扣滑着椅子上的软垫。那个凌霄到底是谁？他的声音闷闷的，完全没有了白天的轻柔甜美。吴清华抿了口茶水，淡淡的解释道：“普通学生，出身也是平民家庭，他击败了武志行，首席之位是货真价实的。”厉静茹撇着嘴，悠悠地说道：“平民家庭的学生能进步这么快，从吊车尾变成班级首席，他一开始可不是吊车尾。”吴清华将眼镜取下，用丝巾轻擦着镜片。入学时他是年段第3名，精神强度也远超常人，仅次于前2位。厉静茹皱了皱眉毛，不满地说道：“差多少要讲清楚，他们跟普通学生的落差太高了。”这么说吧，吴清华嘴角勾起，竖起2根手指，声音轻柔地说道：“那2位在异能觉醒之前，精神强度跟入学时的凌霄是同一水平线的，甚至凌霄还要稍强半分。”此时的吴清华没戴眼镜，眼眸中泛出些许猩红，未施粉黛的秀美面容上勾勒着微笑，危险妖艳，犹如一株彼岸盛开的曼陀沙华。厉静茹眼睛微微睁大，忍不住惊呼出声来：“那不就是异能苗子吗？”吴清华微微颔首，肯定了好友的猜测，他就是天生的异能使，只要明确内心，觉醒只是时间问题。呼呼，厉害了你！厉静茹前后晃悠着身子，眼睛咕噜咕噜转了2圈，随后粉唇微微弯起，似乎想到了什么。她放下双腿，踩上高跟鞋，轻快地跳了起来，抚平衣服上的褶皱，整理下有些凌乱的发丝，
甚至还掏出小镜子，技术熟练的补起妆来。看着宛若要出门约会的好友，吴清华将眼镜重新戴起。你要干什么？哼哼，当然是要去打个招呼呀。厉静茹背起精美时尚的挎包，摆了摆手，语气欢快的说道：“摆摆小青，你不会介意我接触你的学生吧？”我没意见，但吴清华敲了敲桌面，说道：“先把胜者的筹码确认下来。”厉静茹的身子僵住了，像是一个缺少了润滑油的发条玩具，顿顿停停的转过身来。哈哈，是什么胜者筹码？他眨巴着眼睛，语气里充满了心虚。失败的人得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情，你赖不掉的。吴清华手掌托着下巴，眼神澄亮如镜，把对方所有的小心思都收入眼底。您想让小女子做什么念？厉静茹放弃了挣扎，嘟着嘴巴问道。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当保姆、写真、猫儿，挑一个。吴清华摇了摇头，站起身子，走到了好友身旁。他抚着对方的脑袋，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全都要。”哎，山顶晚风凉爽宜人，食堂露天中庭两班正举行赛后晚宴。每月对抗赛结束都会有这种聚会，主要目的是缓和班级关系，同时也让各班学生熟识一下。厨师们夹起炭火，荤素混搭的串串搭上烤架，油脂滋滋作响，让人食欲大开。学生们或是洗完澡，或是打着药水绷带，挤挤扎堆，围坐在庭院的小桌上，吃着烤串，喝着冷饮，对今天的比赛高谈阔论，吹起了牛逼。我们特地让方文戴着口罩，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那个 F 班学生完全不是姐对手，我欧拉了7、8拳，他就倒下了。对的，林潇潇 ，C 班的第1分可是我们小队拿的哦。看着少女们得意的表情，凌霄很识相地放下饮料，鼓起掌来，牛逼！星号2，赵思雅跟陈菲菲顿时扬起了下巴，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一旁的方文满脸尴尬，这种邀功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作风，搞得他耳朵都快红了。这一桌除了凌霄4人，还有多了2个女生，好像是他们白天的队友，都是吃货。刚才赵思雅跟陈菲菲吹牛，这2人一边点头附和，一边往嘴里炫着烤串，嘴巴都快鼓起来了。其实凌霄也想把今天同伴也拉过来，就是那位醉狗独狼董力，但当时首席势如惊雷，明明身陷敌围，他却宛如虎入羊群，一拳到一个，一腿飞一片。那英姿宛若战神将士。虽然我当时离得有点远，但我耳朵好像听到了首席的怒吼。被一大群 C 班学生簇拥的董力越说越起劲，他脚踩着座椅，高举手中的果汁，如同说书先生一般大喝道：“你们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哦 ，C 班学生双手握拳高吼，他们脸色红润，情绪高涨，好像身临其境一般。你杀了我吧！凌霄面如死灰，大的脚趾都快扣出大别野了。同学们那灼热的视线搞得他如坐针毡，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坐立难安。他现在只想把那说书女的嘴巴缝起来。当然，如果说 C 班的学生看他的眼神是崇拜尊敬，那 F 班的学生就是怒目敌视，甚至有些幽怨。凌霄正对面的桌子坐着刘玉倩以及几名 F 班学生，他们打着绷带，直勾勾地盯着凌霄，与对方对视了一会。凌霄歪了歪脑袋，举起了手中的饮料。哼！刘玉倩往桌一拍，站起身子，带领着那桌学生走向室内。没多久，他们的身影又出现了，而且肩膀上都扛着近100升的酒桶，迎着凌霄走去。砰！当半人高的酒桶砸在了桌上，凌霄的表情迷惘了。啊！中庭酒桶满地，尸横遍野。协助工作人员把最后一批学生扶回宿舍，凌霄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们是怎么敢挑战他酒量的？军武大学平时禁酒，但在2班聚会期间是允许学生喝个痛快的，毕竟也都是20来岁的成年人了。昨晚 F 班的一群学生满怀战意，武力打不过凌霄，就想在酒量上击败他。C 班的学生一看这么热闹，我们也不能输，顿时纷纷加入，围着给凌霄灌酒。想法很好，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25点体质有多恐怖。啤的、红的、白的，凌霄一饮而尽。酒精进了肚子，还没起啥作用就被身体分解了，比喝水还简单，至少水还能让凌霄长肚子。后来这些人全倒下了，躺在地上昏昏颠颠，比白天躺的还咸鱼。最后还是凌霄、工作人员以及方文这些不沾酒水的同学分批把他们送回去的。还有一个女教师，好像是 F 班的班导，当时她也过来凑热闹。好家伙，凌霄差点没喝过她。还好班导吴清华出手，把那个女人强行架走，不然凌霄估计得跟她喝到天亮。重新洗了个澡，一个人跑上了楼顶，凉风阵阵，清爽宜人。天空犹如璀璨无垠的沙盘，繁星点缀，皎月垂悬，光暗交织，神秘莫测。这里是学校距离星空最近的地方。凌霄深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开始威能提炼。穹顶之上，浩瀚的星河垂流而下，氤氲光点汇成多彩洪流，坠下星空，凝成光柱，奔涌入凌霄的身体，肆无止境。思维在拔高，逐渐空灵。待凌霄再次睁开眼睛，深州已不是楼房阳台，而是浩瀚无垠的星空。又一次，他抵达了云端之上，沙粒般的光点四处飘荡，它们颜色不一，无序零散，充斥着每一处黑暗。凌霄观察着这些妖精，眼睛中透露着些许诧异。可以确定，这些氤氲光点就是所谓的威能，它们无处不在，无边无尽。平时凌霄运转提炼法就是将穹顶的威能拽取下来，因为天上的能量浓度要远高于地面。这些事情凌霄已然明了，但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次聚集在深州的威能好像有些偏科，白色较多，其他颜色的光点似乎遭其挤兑，逐渐溢出到外层。啊，不对！凌霄眼睛一凝，才发现自己看漏了，在白色光点之间还混杂着许多纯黑的沙粒，
它们的颜色与星空融为一体，让他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凌霄不清楚，但这些白黑交织、跳动雀跃的光点，让人有种莫名的亲近感。他伸出手，刚想触摸这些可爱的小东西，但思维坠落，星海消失。缓过神来，凌霄回到了楼顶，他又坠下了云端，揉了揉眼眶，凌霄有些不甘，他重新运转起提炼法，但这次星空没有向他敞开大门，一如既往，一切如旧。早上起来，莫等那些醉醺醺的同学，凌霄、赵思雅一行人先行下山了。回学校做完日常训练，赵思雅留下一句：“姐打工去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陈菲菲也开溜了，听说跟朋友有约要去图书馆看书。凌霄完全没想到这货还是个文学少女。凌霄，你周末有打算做什么吗？方文的问题让凌霄愣住了，他的生活除了训练，好像真的啥事没有。方文将刘海挂起，轻笑道：“要不要去市里的狂斗道场？那里还挺有意思的。”狂斗道场？凌霄尴尬的挠了挠头，他是真的小白，上大学后一直宅在校内，对外面一无所知。对此，方文善解人意的解释道：“狂斗道场有训练馆、格斗擂台之类的设施，里面的成员很复杂，有准备参与社招的预备战士、军武大四生，甚至连服役的军人、猎人也时不时能见到。双休日也有许多军武在校生混在那里。”方文指了指自己，脸上露出了含蓄的笑容。比如说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去。凌霄有些好奇地问道：“是因为那里比较好找对手吗？”方文微微颔首，不止如此，那里还能看到真正猎人的战斗，我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凌霄有些心动了，主要是他在学校窝太久了，对外面实在有些新奇。那个狂斗道场，每个人都能去吗？只要缴纳会员费，每个人都能去哦。会员费？凌霄瞳孔一震，脑袋立刻清醒下来了，他谨慎地问道：“会员费多少钱？”方文眨了眨眼睛，竖起一根手指：“每月1000块钱。”卧槽！凌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外面好危险，啥东西都要钱。哪像学校里面，衣食住行全都免费。在学校训练也没什么不好的，啥设施都有，缺对手他还能找白闪开练呢。学校才是家，他要宅到毕业，这是原则问题。哪怕是方文的邀请，他也要严词拒绝。不好意思，我觉得那里可以打擂台哦，赢了就能赚钱。凌霄闭下了嘴巴。一场1000块，方文双手合十，笑容意外的有些狡黠。我上个月赚了1万多。凌霄顿时肃然起敬，语气诚恳地说道：“请务必带我去见见世面。这所破学校他早就看腻了，他要去看体验外面的美丽世界。不过在此之前，方文姐，哎，方文姐。”方文涨红了脸，有些不知所措。凌霄双手放在方文的肩膀上，直视着他的眼睛：“能不能借我1000块钱？首席的奖学金5号才发，现在凌霄兜里也才600块，真的是囊中羞涩。”两人出了学校，坐上地铁3号线。在途中，方文向凌霄介绍了一下道馆的来历。狂斗道馆是由一个 S 级猎人创立的企业，有国家扶持，属于半公立项目。跟军队的军衔一样，猎人也是有等级划分的，从 D 到 A， 每个级别都有硬性的实力标准，而在 A 级之上就是 S 级，这也是凌霄能认知的最高的级别。直到今天，整个5国联邦也才诞生了105位 S 级，每位 S 级都在官方有着明确的记载，被称作蓝星百袭一员。他们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武力巅峰，每一位都拥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当那些能够无视枪炮核武，犹如天灾般的异兽降临于人类领土，这些猎人就是直面天灾的勇者。他们的胜负代表着一座甚至多座城市的存亡与否，关乎着百万、千万人的命运。想到这，凌霄又不禁心潮澎湃。他之所以想成为猎人，就是因为儿时看到的视频，那位刀劈100米异兽的强者，那道贯彻天地的斩击，不仅消灭了天灾，也深深地铭刻在凌霄的心里。他也想挥出这样的斩击。半小时的车程，两人抵达了狂斗道场。整栋建筑呈不规则的椭圆体，占地面积非常辽阔，有10几号侧门，人流很多，但只有少部分是有锻炼痕迹的战士，其他都是普通人。擂台赛观众席是对外开放的，普通民众买完票后就能进场观看，还挺受欢迎的。似乎看出了凌霄的疑惑，方文轻笑地解释道。凌霄恍然，对普通人来说，看威能使用者的战斗，就好像看刺激的动作大片，还是不用加特效的那一种，跟看演出、电影一样，这也是大众消遣娱乐的一部分。在方文的带领下，凌霄来到了会员办理柜台。这里人流明显少了很多，毕竟能办理入会的都不是普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战士。你好，我要办理会员。穿着白色制服的柜台小姐姐礼貌点头，满怀微笑地说道。好的，能请问您的身份吗？猎人、军人、实习战士，亦或是社会群众？凌霄打开手机，给对方看了一下自己的学生档案。潞州军武大学大3，凌霄。小姐姐确认过信息后，接着问道：请问您需要开通擂台权限吗？要的，这可是他来这里的目的。好的，大3学生若要开通擂台权限，需要经过简单考核，请您谅解。柜台小姐姐礼貌鞠躬，略带歉意地说道。这点方文早跟凌霄透露了，除了大4的实习战士，其他年段的学生都必须经过考核，跟社会群众一样。考核很简单，就是一个力量测试，全力达到850千克即为通过。在大3学生里，这要求不算过于苛刻，尤其是学习威能武化之后。凌霄随手挥了一拳，直接通过。柜台小姐姐业务很熟练，快速帮他办理了入会手续，还收了他1000块钱。凌霄划着手机查看自己会员信息，序列5。对的，一旁的方文贴心地解释道，这是实习战士的级别，我们通过考核后就被归类为第5序列。序列高有好处吗？方文沉吟了一会，
说道：“是有一些权限，但更多的是限制。”限制？凌霄眨了眨眼睛。A 级猎人属于第一序列，他们不能参与下位等级的擂台。方文凑过身来，滑动凌霄的手机。而我们序列5，除了本等级的擂台外，还可以越位挑战，参与序列4的擂台。屏幕上显示着权限信息：擂台权限5、4，观赛权限5、4。第4序列就是真正的地级猎人，可不是实习战士。也就是说，这个序列划分其实也有防止炸鱼的意思。凌霄理解了，不过他有一个问题：不同级别擂台奖金一样吗？方文眉眼弯起，轻笑道：“序列4的擂台赢一场5000元。”凌霄的眼中绽放出了光芒。方文看来很清楚凌霄的小心思，简单逛了一圈后，便带着他来到了序列5的擂台区域，途中还跟他讲解了比赛规则。我去3号擂台，你之后也自己选一个吧。少女挥了挥手，便进入了一个房间通道。序列5的房间号最多有20多个，每个房间最多可有50名参赛选手。毕竟第一次来，凌霄也不打算直接挑战序列4，还是先在这里试试水。查看了一下房间信息，凌霄考虑了一下，选择了8号擂台。这里有40多个人，属于参与人数较多的房间。手机报名，领取到选手权限43号。凌霄用权限刷开选手通道，进入悠长的走廊，走廊的最后是一道厚重的大门。当推开大门的一瞬间，热火朝天的呐喊声传了出来：“加油！尸鬼，揍趴他！卧槽，这叫牛逼！张奎才是最屌的，给他一拳！对，再来一记勾拳！你把老子裤子帅湿了！”房间很大，顶部还悬挂着4块大型的高清屏，四周都是观众席，上千名观众嘶吼呐喊，吼得面红耳赤，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助威。还有些人可能对本次战斗不感兴趣，安分地坐在位置上啃着零食，喝起饮料。凌霄走的是选手通道，一进来就是选手席，离擂台非常近。成排的沙发上已经坐着几十位选手。刚踏进门，那些人便把目光投向了他，好奇、友善、审视、冷漠、轻蔑，态度各不相同。您是凌霄先生吧？这是您的选手物资，有别的需要请联系我。身穿黑色制服的男性接待员已经提前守在门口，恭敬地递出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大概是毛巾、食物、运动饮料等。旁边还有一支医疗团队，整装待发，严阵以待。凌霄走了进去，挑了一个靠边的位置。旁边是一位穿着背心、身材壮硕、胡渣邋遢的老哥，很热心。凌霄刚坐下去，他便凑过身来：“嘿，小哥，你是在校生吧？”“是的。”凌霄点了点头，有些疑惑，为啥能猜出自己是在校生？好像看懂了凌霄的表情，胡子老哥指了指他的衣服，也就在校生会，天天穿着制服。凌霄顿时恍然大悟，他天天穿着学校发的白衣黑裤，都忘记这玩意其实是制服了。不过这位老哥对军武学生好像很熟悉。“大哥，你也是军武大学毕业的？”“我没毕业。”胡子老哥挠了挠头，笑容爽快地说道：“成绩差，没达到毕业标准，后来自己练了2年，通过社招进了军队。”这位老哥性格很坦诚豪迈，丝毫不介意地说出了失败经历。凌霄对其还是抱有敬意的。两人攀谈了几句，简单认识一下，便把视线投向了擂台。擂台设在最中央，高半米，是30乘以30米的方形场地，这大小在序列5里还算够用。赛场上是2名高大的成年男性，看起来接近30岁，两人皆鼻青脸肿，喘着粗气，比赛应该接近尾声了。呵，随着板寸头选手一记漂亮的重拳，他的对手倒在了地上，没有再站起来。5秒过后，恭喜张奎选手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让我们为他高呼。妆容漂亮的女主持抄着话筒，语调高昂地宣布胜方的所属：张奎，张奎，张奎，星号 N。观众席响起了热烈的呐喊，好像有许多人是他粉丝。女主持走到获胜选手旁边，亲切问道：“请问您是选择继续守擂，还是放弃挑战？”“守擂就是选择连战，连战成功的话会有额外奖金，失败的话要扣除总奖金的1半。”这是凌霄从方文那了解到的规则。放弃，放弃！张奎选手挥了挥手，毫不犹豫。打擂台主要是为了找对手练一练，序列5的基本都能通过军队社招，那点奖金他们根本看不上，除了凌霄。好的，那我们开始下一轮的随机抽取，有请选到号码的选手上台。屏幕上开始滚动号码，随着女主持的一声高喝，屏幕上转出了2个号码：06 vs 43。当聚光灯汇聚到脸上，凌霄突然觉得自己运气还挺不错的。2道聚光灯照射在选手席，凌霄站起身子，看了下自己的对手，那是一位青年壮汉，身高接近1.9米，长发凌乱披散，面容英武刚毅。对方也正盯着凌霄，嘴角咧出笑容。与此同时，女主持高昂的声音再次响起：“让我们欢迎6号选手张猛，以及43号选手凌霄。”哦，星号 N。狂热的欢呼声响起，还夹杂着高鸣的口哨声，以及对特定选手的加油助威。张猛，牛逼！老子就是来看我猛哥的，猛哥今天也帅死我了。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对凌霄的疑问声。对面那个是学生吗？好年轻，大4的，我天天来咋没见过？嘿嘿，长得还挺帅的。这里看的是实力，脸好看有啥用？凌霄跟对手走到台上，大屏上也适时地列出了2名选手的信息：姓名张猛，职业军人、士兵，胜场74，总场次105。姓名凌霄，职业学生，大3，胜场0，总场次0。看了凌霄的个人信息，场馆里顿时响起了大片的议论声。大3，纯新人，卧槽，我猛哥这下胜之不武了。大3就能混进来，人家估计成绩不错，前途无量，但现在还太嫩了。
长发大汉张萌挑了挑眉，有些诧异的对凌霄问道：“你竟然是大三的？”“对的，大三学生很少见吗？”凌霄不懂为啥他们那么惊奇，擂台开放条件也不难啊。有，但是不多。张猛摇了摇头，轻笑的解释道：“考核的850千克只是最低标准，大三学生的胜率太低了，想要达到标准线，那你的实力至少要在年段前列。”凌霄了然地点了点头，比如方文这种年段11名，才能在这里保持一定的胜率。台上的女主持职业素养不错，凌霄的数据出现后，也只是微微诧异的看了他一眼，随即开始吵起了片场。一位是胜率高达70以上的实力选手，另一位是初露头角的新人战士，胜利究竟会属于谁呢？让我们把场地交给比赛选手。闲杂人等退下，擂台上也只剩下凌霄跟他的对手。事先说好，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张猛扎起头发，脸上露出了豪迈的笑容。好的，凌霄歪了歪脑袋，试探性问道：“那我们开始？”“行，你先攻过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既然对方这么说，凌霄也却之不恭了。不到1秒，他跨越了双方的距离，瞬间出现在了对手面前，并且携带着一击猛烈的鞭腿。张猛眼睛睁大，瞳孔巨震，他躲闪不及，只能强行夹起双臂。砰！接连退后了10几步，长发青年终于卸掉力量，停稳了身子。场馆静了2秒，随即爆发出了热烈的呼声。卧槽，这一腿看走眼了，这年轻人很屌啊！他大三排名多少？下次能不能把这个列出来？可以，这比赛有看头了。死！揉搓着手臂，张猛吸着冷气，惊疑不定地看着凌霄。你小子，原来深藏不露是吧？凌霄微微一笑，他刚才也没用多少力，就随意试探了一下。力量14，敏捷12，搏击术 LV1，步伐 LV1，威能 LV0， 98%。这是对方的数据，实力不错，怪不得胜率这么高。方文应该不是他对手。当然，最让凌霄好奇的是某个技能威能提炼法 LV1， 不是学生的残缺，而是货真价实的完整提炼法。可惜这里擂台，不然凌霄真想问问那是啥效果。呵，在明白凌霄的实力后，张猛也不再秉持老手的矜持，主动的攻了上来。拳腿都不错，战斗经验也很优秀，但比起现在的凌霄还是差得太远了。凌霄现在的力量是16点，而且很快就要升到17，跟白闪一个层次了。哪怕对方已经毫无保留地消耗着威能，力量上还是存在着差距的。因为这位老哥性格不错，凌霄给人留了点面子，没有立即结束战斗。两人缠斗在一起，你来我往，拳风呼啸凛冽，攻击连绵不绝，打得非常漂亮，给人一种势均力敌的错觉。四周的观众席也不时地响起阵阵惊呼。最后，随着凌霄一记精准的直拳，张猛趴在了地上。全场安静，所有人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着倒地的选手。5秒过后，让我们恭喜本次的胜者凌霄。哦，星号顿时间，全场沸腾了起来，欢呼高吼，震耳欲聋。凌霄，凌霄，凌霄！星号牛逼，又有擂台新星了。好家伙，大三就这么强了。猛哥，对面很屌，输的不丢人。张猛，我移情别恋了，那小帅哥是我新老公。观众们都很坦率，哪个选手打得好，他们就簇拥谁，毕竟这里就是看实力的，胜者为王。张猛被医护人员带了下去，站在凌霄旁边，女主持满怀笑容，亲切又不失礼貌地问道：凌霄选手，请问您是选择继续守擂，还是放弃挑战？守擂。凌霄毫不犹豫，守擂会得到额外奖金，每成功守擂一次，下场比赛的奖金就加1000块钱，也就是说守擂越久，单价越高。好的，那让我们问一下别的选手，请问有谁想挑战胜者的吗？女主持话音刚落，屏幕的镜头便转向了选手席，几十位选手盯着凌霄，有的眉头紧锁，有的表情赞叹，似乎对他重新评估了一番。当然，也有一些流露恶意的人。切，被一个小毛孩打趴下，张猛真是十足的废物。一名身高超过2米的巨人站了起来，他全身肌肉膨胀，脸上有一道见骨的刀疤，显得狰狞丑陋，甚至恶心。巨人走上擂台，对着凌霄竖起了小拇指，扯着嗓门叫嚣道：小鬼，我待会撕烂你的漂亮脸蛋，你可别当场哭出来。哈哈！凌霄揉了揉耳朵，眼帘微微垂下，这种人他不喜欢，所以就不留面子了。大屏上展示着选手信息：姓名柴胜豪，职业社会群众，胜场109，总场次131。很意外，这次观众的欢呼并不热烈，甚至许多人都皱起了眉头。是那个疯子？完蛋了！凌霄小哥能不能投降？那个柴胜豪原本是军人，我记得重大违纪被开除了，猎人协会也拉黑了他。他就是人渣，如果是普通人，他早就被判死刑了。下手贼狠，上次把人揍毁容了，还喜欢跳下3录音，道馆就应该把他踢了，简直就是畜生。咋啦？人家实力在那摆着呢。对啊，都上擂台了，还嫌人下手狠，不敢打就投降算了。看来这个人也是颇受争议，观众们对他褒贬不一，负面评价居多，但也有慕强的观众不在乎他的人品，只看实力。好的，欢迎挑战者柴胜豪先生，这位可是常胜将军，序列5中第1梯队的选手。女主持强挂起笑容，语气中透露着一丝微妙，连凌霄都看得出来，他似乎有些排斥这个男人。下面选手席的战士们更是明显，直接把厌恶写在了脸上，有些女选手更是一副看垃圾的眼神。你欢迎我，咱们就私下聊聊，我可比你想的要有实力。柴胜豪对着女主持挑了挑眉毛，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显得格外猥琐。女主持的脸瞬间冷了下来，她没有说话，默默地退出擂台，把场地留给选手。能被军队开除，果然是有原因的，凌霄默默地想到。正常来说，每一个猎人、军人都是国家的瑰宝，
他们拥有着丰厚的薪酬以及许多社会特权，小罪小罚根本不会被追究。只要不是重大犯罪，甚至屡教不改者，一般不会闹到违纪处罚的地步。人类社会已经给战士们最高等级的包容了。这个人也许比自己想的还要恶心。凌霄揉了揉手腕，眼神完全冷了下来。可以开始了吗？小崽子迫不及待地想挨揍了吗？柴胜豪脸上划出了狰狞的冷笑，他身子一弓，步伐狂放地冲了过来，犹如一头暴走的巨兽。眨眼间，2米高的巨人已经出现到凌霄面前。我要砸碎你的脑袋！接近常人脑袋大小的拳头撕毁空气，如同一把开瓢碎炉的钢锤自上而下，狠狠地抡向凌霄的脑袋。呀！观众席中传出一阵惊呼，有些观众甚至捂住了嘴巴，似乎不忍见到他头破骨碎。铁拳已然砸下，对方那残暴丑陋的面容近在眼前。凌霄眼神漠然，站在原地，没有任何要躲的意思。这模样在柴胜豪眼里是已经认命的意思。他脸上的笑容越加亢奋嗜血，仿佛看到了对方骨头塌陷、眼球爆裂的场面了。砰！哈！丑陋的巨人怔住了，情况没有像他想的一样发展。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接住了他的拳头，跟他的铁拳相比，这只手掌是如此的纤细脆弱，感觉随便用点力就能让他支离破碎。但他的拳头却挥不下去了，前方犹如铜墙铁壁，纹丝不动，没有丝毫颤抖。而现在，铁壁在收缩，碾压着他的骨头。啪嗒！体内威能充盈，猎人模式下的凌霄五指用力，恐怖的握力瞬间碾碎了对方的手骨，令人胆寒的骨碎声接连响起。啊！柴胜豪目眦欲裂，面容痛苦扭曲，涨成了猪肝色。因为对方的嘶吼实在太难听了，凌霄对着他的脑袋来了一拳。砰！惨叫声戛然而止，一排碎牙飞起，脸骨塌陷断裂，口鼻鲜血飞溅。柴胜豪眼睛翻白，身子一软，向前趴下。但凌霄完全没有让他直接倒地的打算，迎着他倒下的躯体，一道化为残影的袭击，夹带着数万斤的巨力自下而上，狠狠地轰击在他的腹部。轰！仿佛有火药被引爆，恐怖的冲击力爆发了。上千名观众、选手席的战士、女主持人以及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此时他们全都张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场上的奇观。巨人飞了起来，2米多高的巨人此时宛如脱离了重力的束缚，笔直地飞上了天空，逐步攀升。天上的柴胜豪口舌张起，胃液血水逆流而出，犹如喷涌的温泉。巨人的躯体爬升了近10米，在快要接近天顶的屏幕时，他停了下来，接着急转直下，狠狠地砸向了地面。凌霄眼睛没有往上看，只是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躲过了那些飘洒的秽物。砰！背后响起了重物落地的声音，甚至连地板都有些颤抖。就算没有确认，凌霄也知道对方不可能站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下狠手，在军武大学，哪怕是讨人厌的同学，他也没有真的下重手，最多也就让对方躺上一天。而在面对真正的渣子时，凌霄觉得自己没必要心慈手软了。死不了，但肯定也快废了。5秒过去了，凌霄转过头，有些讶异地看向了主持人，为啥还不宣布他获胜啊？这位职业素养优异、总是满脸笑容的女主持，此时却安静地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趴在地上的巨人。她涂抹唇膏的红唇微微张开，漂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似乎饱含着惊奇、畏惧以及欣喜。嗨嗨啊！随着凌霄的一声轻咳，女主持如梦初醒，她慌张地抄起话筒，结果手一滑，差点掉了。本次比赛的胜者凌霄，让我们恭喜他守擂成功。虽然有些狼狈，但女主持素养深厚，场馆里响起了清丽高昂的嗓音。也多亏了她，场馆里的观众们也从呆若木鸡的状态中醒了过来，铺天盖地的欢呼声响起，感觉都快把天花板掀翻了。哦，星浩凌霄，凌霄，凌霄，星浩老婆，快出来见上帝！牛逼！凌霄，牛逼！卧槽，震惊我全家1个月！太屌了，太酷了，太猛了！芜湖，那腿把老子裤衩都帅湿了！凌霄小哥，姐姐爱死你了！在欢呼与口哨声中，女主持走向了凌霄，笑容比之前更加绚烂夺目，更加的真挚迷人。请问您是选择继续守擂，还是放弃挑战？守擂，这个柴胜豪只是插曲，怎能影响他赚钱大计？好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上台。在主持人甜美的声音中，凌霄静静地等待着下位选手。10分钟后，凌霄无辜地眨了眨眼睛。阿乐，咋没人上来？选手席鸦雀无声，几十位战士坐在沙发上，用惊为天人的眼神看着凌霄。他们脸上满是赞叹、钦佩，有人给他竖起了大拇指，有人由衷地鼓起了掌，甚至还有几位蛮漂亮的大姐姐对着凌霄眨眨眼睛，甩起了飞吻。但就是没有人站起来。凌霄和他们大眼瞪小眼，心中充满了焦急。你们不上，我该怎么挣钱？我又不会对你们下狠手。好像没有挑战者耶。女主持手扶着脸颊，面带微笑地询问道。那我们算凌霄选手卫冕擂台成功，直接结束本次挑战。此时，选手席的战士们呈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默契，他们整齐划一，满脸笑容地点起头来。好的，让我们恭喜凌霄卫冕擂台成功，总奖金翻倍。哦，星浩漫山遍野的掌声中，女主持握住了凌霄的右手，高高举起，似乎让他把胜利的喜悦分享给大家。但是凌霄心里没有喜悦，他现在充满了憋屈。区区一个总奖金翻倍怎么能满足他？他本应该能赚更多的钱，但规则就是这样。事与愿违，凌霄被请下了擂台。屏幕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抽选，他的号码好像被排除在外了。哈哈，凌霄小哥，你也太强了！你真的是大3学生吗？
我感觉你比地级猎人还厉害。凌霄隔座，性格豪迈的胡子老哥拍着他肩膀，毫不掩盖地表述自己的夸赞。为什么我不能参赛了？凌霄撇起嘴，语气稍显委屈。那也没办法，你卫冕擂台成功，就代表我们都打不过你，当然不能再上场了。哈哈哈！在胡子老哥的大笑声中，凌霄越发失落。难道自己的赚钱大计胎死腹中？叮咚，短信响起，凌霄打开一看，原来是奖金到账了。第一场1000，第二场2000，卫冕擂台成功后奖金翻倍，总共6000元。看着丰厚的余额，凌霄稍稍好受了一些。不过提前发奖金，是不是代表他不能继续比赛了？相当于逐客令。就在凌霄怅然若失时，两人走了过来。戴着墨镜、大背头、一身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凌霄面前，微微鞠躬。凌霄先生，奖金我们已经全额发过去了，请您查收。在男人旁边的是赛场的女主持，她对着凌霄挥了挥手，带着端庄迷人的笑容。此时擂台的战斗进入焦灼状态，她也有了离场的空闲时间。谢谢，钱我已经收到了。凌霄点了点头，有些好奇两人的来意。好的，今天内您可能无法在8号擂台继续比赛。戴着墨镜的工作人员脸上泛着苦笑，满怀歉意地说道：我们已经把您的号码空出，您现在已经是未报名状态，随时可以离开。当然，如您想要在这观赏，我们保持着万分欢迎的态度，绝对遵循您的意愿。可恶，果然是逐客令，简直欺人太甚。这个8号擂台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了吗？等等，8号擂台？凌霄虎躯一震，郑重其事地问道：我出去后还能参加别的擂台房间吗？当然，您捍卫成功的是8号擂台，与其他房间没有任何关系。墨镜老哥面带微笑，微微颔首。好耶！凌霄站起身子，心情瞬间轻松了下来。行，那我就先离开了，请您稍等。面容姣好的女主持突然叫住了凌霄，她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语气真挚地说道：凌霄先生，请接受我的谢意，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女主持细腰弯下，深深地对着凌霄鞠了一躬。诗涵小姐经常受到那人的骚扰，似乎看出了凌霄的疑惑，墨镜老哥小声地说道：如果我们不是狂斗道馆的员工，那人可能已经使用非法手段了。凌霄恍然，一个强大非人的战士，如果想要对普通人下手，那肯定是接近噩梦般的场面。想必这位诗涵小姐也是心惊胆战的，估计连觉都睡不好。你的谢意我确实收到了，这边就先行。香风袭来，柔软的粉唇印在了他的脸颊，带着凉凉痒痒的触感，以及些许温热的吐息。凌霄瞳孔紧缩，整个人都僵住了。少请。女主持轻快地退后2步，双手背在身后。今天的您真的非常帅气哦。她俏皮地眨起眼睛，笑容落落大方，只是白皙的脸颊晕起了些许粉色。星号选手席传出了大片的唏嘘声，他们满脸坏笑，眼神里充满了打趣揶揄。墨镜老哥推了下眼镜，目视前方，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离开了擂台房间，凌霄捂着侧脸，双眼瞪视，愤愤不平。这个8号房不仅不让他比赛，还偷袭占他便宜，简直无法无天，太欺负人了。哎，算了，他凌霄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现在不能斤斤计较，还是抓紧时间挣钱为重。守擂越久，单价就越高，但如果展示的实力太强，也会让对手失去挑战的欲望。凌霄扶着下巴，眉头紧锁，必须在守擂成功的前提下，让别的选手觉得自己有胜算。思索了一会，凌霄打定主意，报名了5号擂台房间。考验他演技的时候到了。场馆里呼声阵阵，观众们双拳紧握，屏住了呼吸，兴奋地看着下方的战斗，目不转睛，似乎怕错过每一个画面。擂台上，凌霄和对手正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两人身法敏捷，灵动如猫，拳风凛冽，势若奔雷，鞭腿挥舞，斩断空气，带着江河奔流之势，连绵不断，一波接着一波。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两人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战况焦灼紧迫，每个失误都能影响胜负。呵，随着对手的一个出拳过身，凌霄抓住了对方的手臂，旋转下扭，握住对方的后颈，一个擒拿技将对方按在地上，无法动弹。5秒后，恭喜凌霄选手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彩。新的主持人小姐姐宣布了胜者，场馆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与掌声。对手从地上爬起，脸上满是畅快的笑容。打得不错，我输得心服口服。凌霄喘着粗气，面容疲惫不堪，声音虚弱地说道：侥幸而已，下次可能就赢不了你了。哈哈，那下次我们再好好比一场。两人笑着握了握手，好像棋逢对手一般。凌霄选手，请问您是打算继续守擂，还是放弃挑战？凌霄面色挣扎犹豫，沉吟了一会，随即露出了坚毅的表情。虽然有些不自量力，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继续守擂。凌霄的第二个对手登场了，是一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性。她大概30岁左右，肌肉匀称，呈流水型，体格较瘦，如同一匹优美矫健的猎豹。小伙子，毅力不错啊！短发大姐上下打量凌霄，轻笑赞叹道。凌霄喘着粗气，看起来状态已经跌落很多，但他仍顽强地握起双拳，摆好架势，大喊道：前辈，请多多指教！犹如一个勇于挑战、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行，那我就不客气了。短发女人冲了过来，如同离弦之箭，长腿化作钢刃，直直劈落。没有用全力，她认为对方的状态已不足继续战斗，但出乎意料，凌霄躲开了。虽然步伐狼狈不堪，但却有效地躲掉了这次攻击。看来这个年轻人比自己想的还要有骨气。短发大姐脸上泛起了赞许的微笑，她不再留手，拳腿交杂，渐渐地提起了攻击速度。凌霄左晃右闪，实在躲避不及就夹起双臂，强行挡下攻击。
很勉强，力量的滑跌让他无法完全防下，脚步重心凌乱溃败。在对手一波一波的攻势下，凌霄犹如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败北。看着他倔强坚持的表现，下面的选手钦佩的点着头，观众们更是不吝啬掌声，为他加油打劲。加油，凌霄小哥，你很棒，一定能行的。哎，多好的年轻人啊！毕业后他一定能成为猎人。太青春热血了，让我想起当年轻的时候。哪怕输了，这也虽败犹荣。战斗已经过去了10分钟，在观众眼里，战局是一边倒的，凌霄败北是迟早的事情。但凌霄的对手短发大姐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什么就是打不到他？他现在打得有些急了，连威能武化都用上了，但就是无法结束战斗。对方的力量不如他，步伐狼狈杂乱，体内的威能更是10不存1了吧？为什么他能坚持这么久，甚至还能抓住破绽给他2拳？虽然因为体力耗尽，力量不是很大，但那几拳也是实打实的打在肉上，该疼还是疼的。无间断进攻，缠斗了这么久，对方还在坚持，他的状态反而下滑了。体能的威能可是在无时无刻的消耗，再不结束战斗，估计他也无法面对下个对手了。焦急之下，短发大姐打得越来越凶，甚至有些不顾凌霄的攻击了，而这成了他的破绽。在他接连吃下几个直拳后，凌霄一记扫腿，短发大姐顿时身体侧跌，他伸手想要撑住地面，但凌霄乘胜追击，扳住双腿，压坐在他身上，向后发力，一记标准的柔术擒拿。短发大姐顿时动弹不得，使不上力气。5秒后，恭喜凌霄选手获胜。哦，星号观众们迸发出狂热的吼声，他们有的喊得面红耳赤，有的轻擦泪水，似乎跟着凌霄一起取得了胜利。天哪，他真的做到了，了不起！坚持就是胜利。我好像爱上他了，人家最受不了这种王道剧情，看得我热血沸腾。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不服输实在太棒了。凌霄礼貌地扶起对手，这位短发大姐似乎有些神情恍惚，喃喃自语道：我竟然输了，是前辈手下留情了。凌霄按住对方肩膀，眼神认真地说道：如果您一开始就用全力，不给我适应的时间，那我肯定支撑不下来。是这样的吗？短发大姐愣住，思考了一会，内心开始有点赞同凌霄的说法，毕竟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是人类的天性。算了，输了就是输了。他摇了摇头，看着凌霄，由衷的赞叹道：了不起，你成功捍卫了擂台。凌霄挠了挠头，脸上露出笑容，羞涩中带着些许自豪，真是个阳光青涩的大男孩啊。这是凌霄给大家的印象。凌霄选手，请问您是继续守擂，还是准备结束挑战呢？漂亮的女主持手持着话筒，笑眼盈盈，语气清静温柔，看来她对凌霄的表现也是颇具好感。凌霄合上眼睛，停顿了一会，随后他眼帘抬起，脸上充满了觉悟。我想要继续挑战，直到失败为止。哦，星号观众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热泪盈眶，被那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毫不吝啬自己的支持与掌声。他真的，我哭死！天哪，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向着夕阳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啊！凌霄，我爱死你了！观众为凌霄的坚持而感动，选手们被他的顽强所折服，甚至连主持人小姐姐都轻擦眼角，弄花了妆。一时间，凌霄在5号擂台房间成为了万人迷。可惜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他接二连三地迎来了自己的对手，艰难地赢下第3场胜利。凌霄手脚颤抖地举着话筒，大吼道：我感觉身体还有力气，我不会放弃，我选择继续战斗，我的双腿还站着，我没有倒下。擂台继续，打到最后一刻是我的梦想，输在赛场上是我的荣光，我要挑战到底。第6场，来吧，我还站在这呢，力气挤一挤就有了。一开始观众们还会接二连三的欢呼，他们不敢置信，欣喜若狂，见证凌霄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可当赢的场数逐渐增多，大家的眼神开始不对劲起来了。哈哈，凌霄选手，您想继续擂台还是放弃挑战？女主持人眼角抽搐地看着凌霄，语气稍显微妙。凌霄喘着大气，似乎精疲力竭一般，颤颤巍巍地接过话筒。我还想要接着战斗，虽然身体已经快不行了，但是我的意志还在燃烧。热血沸腾的台词吼完了，没有欢呼，没有喝彩，场馆里寂静无声，观众们面无表情，眼神冷漠，完全看不到刚才那副备受感动的模样。凌霄轻哼一声，不理会这些薄情的观众，他看向了选手席，瞪着那群战士：你们为啥不上啊？对于凌霄的怒目而视，选手们呵呵一笑，睁大眼睛瞪了回来。你当我们是沙比啊？这5号场也待不下去了。凌霄绷着张脸，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亏他还敬业地演了一上午，每场战斗都必须打得势均力敌，艰难焦灼，时长严格控制在15至20分钟以内。演员都没有这么专业。算了，反正擂台还很多，凌霄觉得自己完全不需要慌。打开手机看了下余额，62603。嘿嘿，凌霄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心里美滋滋的。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笔的巨款，这可比打工来钱快多了。随手转账，把欠方文的1000块钱先还回去。没想到对面也正在看手机，秒回了消息：你那边也结束了吗？要不先去吃饭吧。凌霄愣了一下，才发现已经下午1点多了。挣钱的时间过得好快。行，通道集合。狂斗道场有内置食堂，里面菜品很多，像一条美食集市。凌霄两人拿了点饭菜，随便找了空位坐下。竟然这么快就把钱还给我了，早上的战斗怎么样？方文清嚼了几口蔬菜，
眼睛里满是好奇。还行，打了几场，小赚了一笔。赚了多少？凌霄比了个手势。方文玉手捂住小嘴，略带吃惊地问道：6000？你上场这么多次？凌霄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谦逊的笑容。6万多。方文睁大了眼睛，看凌霄的眼神就好像看抢劫犯一般。随后，凌霄说了一下今早发生的故事。当说到被擂台房间赶出来时，凌霄顿时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可恶，他们竟然都不上，30来号人跟个木头一样，只会瞪眼睛。我的7连胜就这样中断了。7连胜啊！拿起桌上的冰水，一口闷下，让不知实情的人看到，还以为他在借酒消愁呢。哈哈，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再上了。方文眼神偏离，语气微妙的干笑道：不过凌霄，你要不要去挑战一下序列4的擂台？你的实力在序列5好像强过头了。对于方文的建议，凌霄沉吟了一下。序列4虽然单价高，但是里面的强者也多，消耗上还好，他的体质高达25点，体力、威能储备非常夸张，恢复能力也是远超常人。主要是序列4的擂台，凌霄很可能守不住，无法一直连胜提高单价。如果受伤太多，他甚至的打道回府，中断挣钱进程。明天再去挑战序列4，今天我想要多薅点，多熟悉一下擂台。你还不够熟悉吗？方文眼睛眯起，没有戳穿对方的小心思，只是脸上挂起来揶揄的笑容。凌霄想得很美，但他的挣钱之路进展的并不顺利。第3趟，他去了11号擂台，连胜了4场；第4趟，15号擂台连胜了2场；第5趟，让我们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观众席上的欢呼依旧热烈，但这次凌霄没有装成精疲力竭的样子，因为已经不起作用了。请问您是想要守擂，还是结束比赛？守擂。凌霄语气平淡地回答道。好的，有哪位愿意挑战的凌霄选手吗？选手席上满堂无言，那些战士们握了握拳，似乎想要站起，但瞥了眼天顶的大屏后，他们又打消了念头，老实坐下，脸上充满了自知之明。姓名凌霄，职业学生，大3，胜场16，总场次16，战斗16场，胜率100%。打个屁！如果凌霄不是大3学生，他们都以为这人是炸鱼的，虽然也差不多就是了。领着2000块奖金，凌霄无言地走出擂台房间。这次外面有一群黑衣人在等着他。什么？你们要把我的序列升高？凌霄啪叽啪叽地拍着桌子，怒不可遏，脸上写满了不公平。是的，真的非常抱歉，后台显示您的胜率实在太高了，不符合序列5的水准。梳着大背头，一身黑衣的工作人员拿起毛巾擦了擦额头汗水，满脸尴尬地说道：我可是大3学生，信息可查的。凌霄可不买账，想挑战序列4他随时能去，但一旦等级升高了，他就没法回到序列5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种被迫调整的感觉很不好，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工作人员面露难色，但并没有退步。见此，凌霄继续狡辩道：胜率高只是我运气好，遇到的对手不强，我的总场次太少了，不能当做参考。可是您打败的有好几位第一梯队的战士。大背头老哥面带苦笑，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凌霄的诡辩。而且您可是在1天之内完成了16连胜的壮举，那些人根本没有消耗掉您的体力。凌霄脸色一僵，摆了连忙摆手否认道：你可不要乱说，我只是表面看起来没事，其实已经浑身无力了啊，威能耗尽了，身体好空虚，看来今天没法战斗了。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稍等稍等，大背头老哥手掌抬起，语气诚恳地说道：我们也知道这样不符合规定，损害了您的正当权利，但为了其他选手的利益，系统不得不做出调整。对此，黄豆道场充满歉意，愿意给予您一些经济补偿。凌霄立马打起了精神，炯炯有神地看着对方。多少？大背头老哥竖起了一根手指。10万元。虽然很难受，但身为正直青年，凌霄同意了这个补偿。炸鱼是不对的，他坚决抵制。临到前后，凌霄看了下时间，已经临近傍晚了。今天就到这吧，他不打算在这待到深夜。联系方文，等了一会，身上带着些许轻伤的少女出来了，两人结伴回到了学校。洗完澡，清爽躺床，凌霄掏出手机，给老妈跟妹妹各发了个转账红包。面额170000转账备注，找到了好兼职，儿子挣到钱了。面额10000转账备注，找到了好兼职，你哥挣到钱了。不到几秒，他收到了2条回复。珊珊，太多了，还有什么兼职？妈，我把你生这么好看，你可别去做那种奇怪的事情。凌霄突然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周日，凌霄早早起床，完成肌肉训练后约了夏方文，没想到他今天不打算去狂斗道场。方文捏了捏肩膀，略带歉意地说道：昨天受了点伤，我得稍微休养一下。凌霄表示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有着牲口般的体质。那今天就自己一个人去吗？凌霄眼睛一瞥，青梅竹马赵思雅以及叠词少女陈菲菲，这两人此时宛如好奇娃娃，眨巴着眼睛看着他。可以带你们去，但在大3期间，我不建议你们上擂台。虽然两人能开启擂台权限，但说实话，实力还是不够格。想要上擂台，至少要有阿晨甚至方文的水准，不然进去估计也是谁都打不过，只能白白挨揍，吃了苦头还打击信心。方文在旁介绍了一番狂斗道场以及各序列擂台的实力范围，两女顿时大惊失色，当场打消了挑战的念头。他们也不是笨蛋愣头青，真想挑战极限，找凌霄、方文不好吗？至少他们不会下重手。凌霄叫你自己去，我跟小雅雅要在学校训练，等姐变强了，我再去叱咤道场。不能打擂台后，两人也懒得去狂斗道场了，锻炼设备学校都有，还是免费的。刚走到校门口，凌霄突然愣了一下，
想到了某个人，抬起手机找到了好友白闪，你想不想找人打架？很快消息就回复了，懵逼挠头点 JPG， 兄弟带我，哈哈，凌霄，你真是我的挚友啊！发现好地方知道带上我。办完入会后，留着刺猬头的白闪仰头长笑，右手用力地拍着凌霄的肩膀。凌霄嘴角抽搐，不是因为他力道大，而是太丢人了。没看到那些工作人员都在往这边盯着吗？行了，我们赶紧去擂台。凌霄推搡着白闪，想要把这个脸皮厚的社牛带走。对了，你打算参加哪个等级的房间？白闪挠了挠脑袋，满怀期待地问道。序列5实力如何？凌霄略微沉思了一下，不太确定地回答道。序列5第一梯队，大概跟第4名刘玉倩差不多吧，可能略微弱他一点。那肯定是去序列4啊，怎么会有人找比自己弱的打架？哈哈，在白闪豪爽的大笑声中，凌霄心虚地移开了眼睛。相比序列5，序列4的房间数量直接缩水了一半。两人分开，各选了一个擂台参加。站在2号通道前，凌霄正绞尽脑汁地想着昵称。是的，序列4的擂台需要给自己取一个绰号，这让凌霄想到了猎人协会，听说里面的猎人也都以外号称呼对方。考虑了一会，凌霄填下了萌新2个字，点击确认。该名称已被使用，请重新输入。这种名字都有人抢，凌霄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略微犹豫，又打下2个字，灰烬。他有些太不敢点确定。虽然这个名字很帅，跟他的灰烬模式也很契合，但也因为他太拉风显眼，取这么酷的外号，要是输了，那岂不是加倍丢人？算了，无所谓了，丢脸就丢脸吧。昨天上千名观众的嫌弃目光，他都承受住了，还怕这点毛毛雨？脸他都不要了。点击确认，命名成功，祝您参赛愉快。竟然没有人抢住这个名称吗？果然大家都有点虚，不敢把自己搞得太酷炫。凌霄收起手机，刷开了房间通道。哦，星号铺天盖地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序列4的房间给凌霄的感觉就是大，非常的大，应该有序列5房间2倍以上。观众数量目测2000-3000人，而且他们脸上都戴着一副奇怪的眼镜，凌霄也不知道什么效果，类似看3D 电影的道具。擂台也是直接70×70米，范围相当的夸张。场上的2名选手实力更是明显提上了一个档次，力量、速度远超序列5的战士。最让凌霄觉得不同的是他们神态气质中的压迫感，那是身经百战、鲜血与屠戮中染上的肃杀气息。这2人都是猎人，投身于异兽狩猎，生活在刀尖之上的猎人。他们的威能武化用的熟练无比，精心计算着每份能量的消耗。凌霄甚至在较强的选手眼中看到了一层灰色的纱罩，那是附着的威能。这个人的威能武化已经达到了缠绕阶段，他现在使用的应该是类似凌霄的子弹时间，毕竟这种技巧很简单实用，大家都摸索得出来。那名猎人没有在身体上缠绕威能，估计是为了减少能量消耗，以便接下来的手擂。这不是那个凌啊，对，凌霄小哥吗？选手席上一道洪亮的嗓门响起，让凌霄回过神来。一个身高接近2米、浑身腱子肉的壮汉站了起来，满脸惊喜地挥舞着双手。他的脑袋圆润光亮，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高亮雄，他怎么会在这里？也因为高亮雄的大嗓门，选手席的猎人们把目光投了过来，满是审视与好奇。凌霄尴尬地笑了笑，在众目睽睽之下，快步走到高亮雄旁边坐下。凌霄小哥，你咋过来擂台房间了？而且还是序列4。高亮雄摩挲着自己的脑袋，大脸上爬满了好奇。当然是打擂台啊！对方的大嗓门犹如音波攻击，震耳欲聋。凌霄揉了揉耳朵，满是无奈。你要打擂台，应该去序列5啊！高亮雄一拍双手，搂起凌霄的脖子，小声说道：“这里可都是猎人，打不赢的。”虽然压低了声音，但在常人眼里，这就正常音量，周围的猎人都听得到啊。凌霄也很好奇，为啥这货会跑到序列4？他现在属性力量15，敏捷13，敏捷提高了一点，实力有所上升。但在序列4的房间里，这实力应该是不太够看的。你打得过他们吗？当然打不过呀！高亮雄咧开嘴巴，露出了2排大白牙。他拍了拍澎湃的胸肌，眉毛挑动，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但我喜欢挑战强者，说了也很开心。凌霄刚想吐槽他2句，可被主持人的高昂地声音打断了。恭喜鬼虎选手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让我们为他喝彩。哦，星号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获胜选手选择了手擂。高亮雄立马站了起来，双手合十，对着房间里的选手微微鞠躬。各位大佬，接下来就让我上吧，求求别抢，反正我很快就输下来了。他笑容满面，诚恳地征求着其他选手的意见。而在场的猎人们似乎对高亮雄挺熟悉的，挥挥手就示意他上去。好嘞！高亮雄拍了拍凌霄的肩膀，笑容豪迈地说道：“凌霄小哥，你待会看看我是怎么被虐的，再考虑要不要上场哈。”高亮雄大步走向擂台，留下凌霄在后面一脸懵逼。高亮雄走后，周围的几位猎人看向了凌霄：“你跟那壮雄认识，也是大3的？”凌霄的左侧，一位留着及肩卷发、神情冷漠的女人淡淡地问道：“是的。”凌霄点了点头，壮雄应该就是高亮雄的绰号。高亮雄隔座，留着板寸头的男猎人也打量了一下凌霄，略带好奇地问道：“你跟壮雄谁的年段排名高？”他的排名比较高。凌霄露出了干巴巴的笑容，他的排名可是相当炸裂，哪怕放在整个年段也是吊车尾级别，说出来都嫌丢人的那种。那可不行。卷发女猎人摇了摇头，语气严肃地说道：“不是看不起大3学生，但你应该在序列5好好磨练一下，而不应该好高骛远。”另一旁，男猎人指了指台上的高亮雄，接着他的话说道：“
像那头壮熊在序列5擂台算相当不错，但在这里勉强只能当个沙包。好的，序列4里没有厉害点的学生吗？凌霄有些好奇，难道序列4都是猎人？大4里当然有好手，但在大3里，女猎人敲了敲扶手，语气骤定地说道：“应该只有冰公主了。”冰公主？冰公主是我们自己叫的。男猎人敲了敲扶手，纠正了一下细节。他绰号叫做白雪，相当的强，哪怕在序列4擂台，他也是第一批队的高手。甚至男猎人手指着天花板，语气深沉地说道：“如果他认真起来，在序列3也能有一定的胜率。序列3不就是 C 级猎人吗？”凌霄大吃一惊，他好像知道那位冰公主是谁了。年段第2位，仅次于庄剑宇的数值怪物或真价时的异能使，待会应该就来了。他很喜欢2号擂台。卷发女猎人瞥了凌霄一眼，略带劝告地说道：“你好好看下壮熊的表现，再掂量掂量自己要不要上场。”凌霄虚心颔首，抬头看了下大屏，上面显示着双方的数据：姓名鬼虎，职业猎人，地级胜场73，总场次105。姓名壮熊，职业学生，大3，胜场1，总场次22。场上的战斗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边倒。高亮雄已经威能全开，最大程度的宣泄着自己的实力，但哪怕是这样，他的力量在序列4也只能算是合格。而在灵敏技巧方面，可能连平均线都到不了，完全称得上笨重了。他的对手那名经验老道的猎人鬼虎，在高亮雄毫无停息的攻势下，他躲闪规避，偶尔反击一下，神情是相当的风轻云淡。凌霄猜测他连威能冲影都没用上，能打这么久，估计就是看在对方是大3学生，放点水指点一下，省得他白上来一趟。很快5分钟过去了，鬼虎开始进攻了起来。砰砰砰，他的拳头堪比连发的子弹，一拳接一拳轰击在高亮雄庞大的躯体上，触之即离，没有丝毫停顿。高亮雄根本躲闪不及，只能双臂护前，艰难地承受着那无止境的拳炮。就好像女猎人跟凌霄说的一样，他成了一个大型沙包，连反击都难以做到。砰！最后随着对手的一记膝踹，高亮雄闷哼一声，随即双腿一软，直直地倒了下去。5秒过后，恭喜鬼虎选手成功捍卫了擂台。哦，星号欢呼与掌声接连响起，还夹杂着一些对高亮雄的打趣声。哈哈，壮雄这次撑久了一点，这小伙子也太愣头青了，完全不怕挨揍的。大3这样已经很不得了了，明年他就能赶上这群猎人。加油，未来可期，未来可期。一个医疗人员抬着高亮雄下台，女主持走到了猎人身边，恭敬地问道：“鬼虎选手，请问您是手擂还是结束挑战？”手擂。鬼虎的呼吸平缓如常，似乎刚才的战斗连热身都算不上。好的，让我们邀请下一位选手上台。选手席中，凌霄站起身子，面对直勾勾盯着他的猎人们，凌霄轻挠脸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前辈们，能让我试一下吗？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哼，卷发女猎人轻哼一声，低声念道：“现在学生里怎么那么多铁头啊？去吧去吧，吃点苦头，下次得长记性了。”板寸头的男猎人甩了甩手，直视着学生的眼睛，语重心长地劝解道。其他的选手们也移开了视线，默许了他的参赛。好的，多谢前辈，我先上场了哈。凌霄礼貌点头，转身大步走向了擂台。好的，让我们欢迎新的挑战者灰烬选手。女主持话音刚落，大屏上显示出凌霄的选手信息：姓名灰烬，职业学生，大3，胜场0，总场次0。看到又一个大3生出没后，场外的观众们顿时议论纷纷起来。嘿，又来了一个愣头学生，哎，至少要大4才有看头，大3还是太早了，没准他是跟冰公主一个实力呢。白雪在学生中是最顶层的，哪能随便比？外号取得还挺酷啊，希望能有点实力，至少别比壮熊弱。又是学生吗？猎人鬼虎无奈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事先声明，刚才壮熊把我的耐心耗完了，接下来不太想手下留情了。”好的，凌霄表示理解，态度很端正。哎，鬼虎叹了口气，招了招手，算了，你攻过来吧，我再陪你打2分钟。看来这位猎人大哥也是面冷心热，说着不留手，但还是想给年轻人一点面子。对于这种心善的前辈，凌霄也心怀尊重，他弓起身子提醒道：“前辈，我要上了。”鬼虎刚点下头，凌霄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猎人眼睛一凝，略带惊讶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学生。砰！坚如磐石的胳膊挡住了凌霄的直拳。鬼虎掂量了一下力道，赞叹道：“威能5化开启得很熟练，力道、速度、发力技巧也都比壮熊强，你很不错。”前辈，凌霄眨了眨眼睛，轻笑道：“我还没使用威能。”鬼虎愣了一下，随即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现在我要开启5化了。接着，液态的威能汹涌而出，恐怖的力量瞬间充盈全身。呼！凌霄深吐了一口气，感受着体内那汹涌澎湃的能量，他狡黠一笑：“前辈，小心了！”漆黑的鞭腿掠起，带着残影，犹如一把死神的巨镰，以骇人的速度划过空气，夹带着恐怖的力量挥向对手。猎人鬼虎瞳孔紧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启了威能5化。哈！他一声大喝，肌肉狰狞隆起，威能充盈双臂，想要正面拦下这道攻击。砰！鬼虎的身影顿时爆射而出，击击撕击击，坚韧的鞋底在擂台地面上摩擦，划出一条灰黑的轨迹。场馆里响彻着锐长的噪鸣声，是如此的突兀刺耳。终于在10米开外，冲击力逐渐消散，他的身体终于停下了向后的趋势。鬼虎撤下了防御，
紧绷抱起的肌肉也在渐渐放松，逐步松弛平缓。大屏的镜头聚焦在了他的双手，这对挡下鞭腿的粗壮手臂，此时正在不受控制，微微的颤抖着。星号场馆里无声一片，观众们面面相觑，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选手席的猎人们反应更是热烈，他们瞪大了眼睛，猛握双拳，有的甚至一拍扶手蹦了起来，神态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高冷淡然，表情里充满了惊愕。被他骗了，又是一个小怪物。卷发女猎人看着手中扯下来的发丝，撇起嘴巴，恨恨地嘟囔道。刚才跟凌霄搭话的男猎人更是双手捂着脸，悠悠地叹道：壮雄排名是怎么比那小子高的？卧槽，卧槽！哈哈，凌霄啊，不对，灰烬小哥原来这么强吗？被人念叨的高亮雄趴在地上，任由旁边的医护人员上要绑绷带。他高翘着脑袋，睁大了铜铃般的眼睛，满脸亢奋地盯着擂台。那洪亮高昂的嗓音，中气十足，瞬间传遍了整个房间，完全不似一个刚被人打趴的伤者。也多亏了他的怪叫声，场馆里的寂静被打破，观众席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这 TM 的是大三的，哎呦我去，刚才那腿太快了，我眼睛根本没反应过来。好家伙，该不会是新的冰公主吧？那倒不至于，不过确实比壮雄强多了。鬼虎揉搓着双臂，直视对手，眼神无比凝重，神情完全不似刚才的风轻云淡。我说错了，你比壮雄强的不止一星半点。凌霄轻轻笑了笑，没有虚伪否认。我接下来会认真起来，把你当成真正的对手。猎人压低身子，无形的气势开始攀升，灰色的纱罩爬上了瞳孔。砰！犹如猛虎发现了猎物，他冲了上来，带着狂暴血腥的压迫感。凌霄不甘示弱，正面迎上，是要直面虎兽威势。拳锋可怖，劲比大炮，密若散弹，腿疾强猛，速如极光，势若惊雷。两人激战在一起，没有人想要暂避锋芒，是要狭路相逢，正面击溃对手。砰！随着两人的一记铁拳相撞，鬼虎后退了2步，嘴角抽搐的看着凌霄：你的威能密度到底多大？为什么力量增幅这么高？之前凌霄的肉体力量要略弱于他，现在两人使用上了威能武化，情况却颠倒过来，他的力量反被压制住了。凌霄带着谦虚的笑容，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还好，也就比别人高上一点。猎人满是狐疑的看了他一眼，随后重重的叹了口气：算了，你的实力在地级猎人中也算是偏强的了，不过想要赢我还不太够。灰色的能量一出，包裹四肢，犹如一层纱罩，薄如蝉翼，一触即破。但没有人会小瞧这层薄纸，因为它代表着能量的缠绕，是威能掌握程度的证明。在它出现的一瞬间，场馆的氛围顿时火热了起来。赶紧把探查眼镜戴好，鬼虎使用威能缠绕了。卧槽，他完全认真起来了。这学生这样牛吗？普通猎人可没法让鬼虎使出全力，地级猎人里能使用缠绕的有多少？估计就2-3成吧。我将用尽全力击溃你。砰！地面爆起气浪，鬼虎的身体化作虚影，瞬间抵达了凌霄的侧面，包裹着灰纱的鞭腿犹如森利巨斧直劈对手的胸腹。凌霄眼神一凝，完全不敢忽视这道攻击。他侧步移位，躲开了腿击最大出力点，随后肩肘运力接下了鞭腿的余力。哒哒，澎湃的巨力带着凌霄退后了2步，艰难地稳住重心。鬼虎收回右腿，没有继续追击，淡淡地问道：怎么样，还想打下去吗？被附着威能的攻击打中，可不好受吧？哈哈，确实有够痛的。捏着又痛又麻的肩膀，凌霄终于体会到了被威能缠绕击中的美妙感觉，不似肉体相触，反而像被一条钢柱扫中，坚硬无比，并且伴随着爆炸般的冲击感，就好像有榴弹贴着他肩膀引爆一样，巨大的冲击力把他的肩膀都震麻了。想到当初白闪竟然用肉体去对抗他的灰烬模式，凌霄对他顿时肃然起敬，那是真的能忍啊。看到凌霄这么诚实，鬼虎点了点头，指了指擂台外面，既然明白了，那就投降下去，这玩意的力道可不好控制。凌霄明白他的顾虑，这技能威力太大，一不小心就人打坏掉了，除非对方也使用威能缠绕。鬼虎表情怔住了，嘴巴缓缓张大，见鬼般的瞪大着眼睛。噗！选手席里留着板寸头的男猎人刚灌口冰水，瞥了眼比赛，顿时吓得喷了出来，很狼狈，但没有人在意他的失态。四周静悄悄的，猎人们呆若木鸡，满脸震惊的盯着擂台，甚至连吵闹的观众们也逐渐安静，他们收敛起呼吸，眼球张大，没有了说话的心思，如同刚才的场景重现。深灰色的能量流出，逐步爬升，缠上四肢，形成了一层轻薄的焰纱。凌霄缓缓睁开了眼睛，熊，暗炎掠起，在瞳孔中熊熊燃烧，世界变慢了下来。现在条件对等，可以开始下个回合了吗？话音刚落，房间里顿时炸开了锅。威能缠绕，那个学生也会用威能缠绕？怎么可能？他不是才大3吗？不是刚接触威能武化吗？冰公主不也会吗？为什么你们反应这么大？那不一样，我听说白雪的出身可不一般，难不成这小子是个大天才？场外热火朝天的议论声并没有进入鬼虎的耳朵里，他凝视着凌霄手上的能量，面色有些恍惚，似乎无法相信一般。你学习威能武化多久了？10来天吧。是吗？猎人的脸上泛起苦涩，随后便释然地笑了出来。你以后可能会成为不得了的强者。多谢。凌霄没有假惺惺的否认，而是坦率地接下了对方的夸赞。那来吧，酣畅淋漓的打一场。鬼虎心里明白，现在应该是两人差距最小的时候了，以后等对方成长起来，他连成为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不，哪怕是现在，他估计也完全不是对手了。凌霄的能量密度远高于他，
使用充盈时，力量增幅到已经能压制他了。现在使用威能缠绕，两人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为此，必须提升自己的强度。呵，鬼虎弓起身子，体内的能量源源不断的流出，附着于体表，最大限度的压缩着威能缠绕的密度。他不再斤斤计较的节省威能，全额掏出，只求将力量增幅到最强的程度。凌霄表情平静，默默的等待着对方状态攀升。当能量的流动逐渐平缓，鬼虎抬起了眼睛，没有交流，两人默契的消失在了原地，全力攻向对面。轰！拳臂相交，却响起了金属般的撞击感，气体压缩迸出，在空中形成爆炸般的冲击波。鬼虎的状态无法维持多久，时间紧迫，两人没有任何话语，只是竭尽全力的发起了攻势。凌霄只在四肢上缠绕了点威能，没有开启灰烬模式，但哪怕是这样，压缩极限的鬼虎在力量上也只是和他相当罢了。25点的体质太超模了，能量密度简直无法相提并论。鬼虎的体质是13点，其实已经远超一般学生，接近庄剑宇这个属性怪物了。不过相比起凌霄，差距还是太大了。轰轰轰！两人激战在一起，拳脚没有丝毫停顿，骇人的冲击波不断击出，震荡空气，响彻整个场馆。无论是选手席的猎人们，还是场馆的观众们，此时都屏气凝神，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上的战斗。这是一场精彩异常的对决。超频发挥的鬼虎在短时间内实力已经接近了序列4的第一梯队，虽然只要拖延片刻，猎人的战力就会大大跌落，但凌霄完全没有暂避锋芒的想法，他迎墙而上，与对方打得旗鼓相当，没有纠缠，没有退避，只有不断的正面对抗。这是力量记忆的极端对决，是必然决出胜者的单行通道。狂猛的对轰持续了几分钟，鬼虎身上的能量逐渐稀薄，威能缠绕的强度越来越小，已经无法支撑对凌霄的正面对抗了。砰！伴随着凌霄的一记直拳，鬼虎身上的能量纱罩直接破碎消散，他本人也被恐怖的巨力击垮，狠狠地摔在地上。哈哈！躺在地上，猎人喘着粗气，目无焦距地望着天顶，脸上充满了畅快。凌霄站在他身边，没有催促，只是面带轻笑地看着他。我说了。坦然的话语落下，女主持的声音直接响起。比赛的胜者是灰烬选手。哦，星号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鬼虎接过凌霄伸来的右手，踉跄地爬起身子。你小子，刚才有用全力吗？凌霄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没有正面回答，但鬼虎却瞬间明白他的意思。操！你他妈是人！猎人一声笑骂，摆了摆手，走下了擂台。灰烬选手，您是选择守擂，还是结束挑战？守擂。除了单价高，凌霄发现了序列4擂台的另一个好处，那就是经验值的飞涨。鬼虎的肉体力量略弱于白闪，但综合战力却在他之上。毕竟对方战斗经验丰富，威能五化使用的出神入化，甚至还掌握了威能缠绕。而大3学生五化课才开多久，能熟练使用冲银已经算天才了，离缠绕还远着呢。凌霄不算，他是开挂的。比赛继续进行着，擂台上的凌霄已经面临着第3个对手，但他的体力仍然充沛，战斗力未见衰减。这一点，选手席的猎人们也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身体这么逆天的吗？卷发女猎人啃了口巧克力，表情茫然地发问道：“不要把他当成范例。”板寸头的男猎人撇了撇嘴，无语地叹了口气：“那个臭小子简直就是怪物，没准我们待会也会被他收拾了。”此话一出，顿时取得其他猎人一阵赞同。对，灰烬是真的离谱，大4生也没几个这么猛吧？哎呦，先上的先丢人，下轮谁打算上？被学生守擂成功不是更丢老脸？今天2号房间没有第一批队的，难受啊！不，第一批队的来了。卷发女猎人摇了摇头，语气悠悠地说道：“只不过她也是大3学生。”听到这话，猎人们顿时一怔，齐齐地看向了门口。一名黑发及腰的少女走了进来，她的肌肤如雪般白皙，脸庞很小，乌黑的刘海遮到了眉梢，漂亮的五官端正秀美，仿佛名家雕琢的人偶，精美细腻，恰到好处。代号白雪，也被猎人们称作冰公主，序列4里真正的第一批队强手。哒！女孩走进房间，目不斜视，她的气质清冷高丽，脸上缺乏表情，犹如独自绽放的高岭之花，一如凛冬飘扬的动人冰雪。猎人们噤声闭口，收敛情绪。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冰公主出现后，室温似乎下降几度。没有与任何人交流，白雪独自在角落位置坐下。她抬起头，静静地看着赛场，黑宝石般的眼眸清澈澄净，无声倒映着两道激战的人影。就在这时，擂台上那个同龄男生的手臂燃起了焰杀。白雪眨了眨眼睛，无表情的脸上罕见地浮出了一丝讶异，随手挡下猎人老哥的攻击，瞥了眼对方的数值：力量16，敏捷15，体质12，精神11。凌霄眼帘微垂，默不作声。战士们的体质、精神双属性普遍强于学生，这是打擂台的2天里他发现的某种现象。虽然长年累月的能量吸收、威能控制确实能提升这2个属性，但是幅度并不高，远比不上力量属性提升的快。在学生当中，8点体质算正常水平，低于8点基本都是差生，比如以前的凌霄。而达到9点体质的都是班级里非常优秀的学生，比如阿晨、方文之类的。至于10点体质，凌霄只在年段前列的几位中看过，如刘玉倩、武志行、高亮雄。当然也有一些超乎常人的怪物，比如庄剑宇、白闪，他们的体质分别是14、12。这些30岁左右还处于序列4的战士，以前是优等生吗？凌霄觉得应该不是，他们在学校估计也只是普通水平的学生，毕业考上军队，实力提升后再考猎人协会。
可就是这些普通水准的战士，他们的体质、精神双属性全都达到了至少11点以上，这就有些奇怪了。越后面属性提升的难度越大，单靠日常的威能提炼，真能有这么大的涨幅吗？尤其是精神属性更加不好提升，哪怕是白闪，精神属性也只有9点，跟刘玉倩差不多。凌霄估计他每天要在威能吸收上花费很长时间，像以前凌霄的10点精神属性，基本上已经算非常顶尖的了。大学2年多里，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强度有明显提升，至少没达到点数升高的幅度。至于庄建宇的16点精神，那简直是断层式的高度，凌霄根本无法理解，要不然为啥叫他数值怪物？大家都是学生，凭啥你这么挂逼？他又没有系统。唰，附着威能的鞭腿袭来，凌霄抬起缠绕着燕莎的手臂，正面接下。轰！冲击波震荡，慌乱的空气浮起了凌霄的前发，也让他暂时收起了脑海中的猜想。尽快结束吧。这位猎人虽然略弱于鬼虎，但也是掌握了威能缠绕的好手，在掏空能量的情况下，还是能跟凌霄打上2分钟的。当然，现在也到极限了。砰！随着凌霄的一记直踹，猎人手上的威能纱罩直接破碎，庞大的巨力以及爆炸般的冲击波让他整个身体直接飞了出去，掉到了擂台外面。恭喜灰烬选手获得胜利，让我们为他高呼。哦，星号灰烬，灰烬，灰烬，星号在铺天盖地的欢呼与口哨声中，凌霄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手擂。他呆站在原地，默默地计算着奖金额度，安静等待着自己的下一个对手。默一会，凌霄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场馆里观众的声浪在慢慢降低，甚至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的视线全都集中在选手席，嘴巴张大，满脸惊喜，看起来情绪相当的激动。凌霄转过头看向对面，一名黑发飘飘的少女走上了擂台。她穿着军武制式的白衣黑裤，人偶般精致的小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直直地盯着凌霄，默不作声。一身军武校服的女生在结合观众们那剧烈的情绪波动，哪怕主持人还没介绍，凌霄也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了。让我们欢迎下一个挑战者，白雪选手。哦，星号白雪，白雪，白雪，星号场馆的寂静被引爆，热烈的呼声都要把屋顶掀翻了，足以了解到对方在观众里的恐怖人气。凌霄甚至还听到了许多撕心裂肺的怪吼声。白雪，冰公主，我的女神，今天依然是最美的。序列4最强梯队的选手来了，好想当白雪小姐的狗。冰公主，快来让姐姐亲亲。妈妈，白雪为什么是神？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其他猎人相较于白雪究竟差在了哪里。妈的，一群神经病！凌霄揉了揉耳朵，嘴角抽搐，感觉自己要受到精神污染了。一时间，他真分不清这群观众到底是慕强还是单纯的好色，也许两者都有吧。主持人已经退下，看着对面的3无少女，凌霄竟有些不知道该说啥了。打声招呼，可人家貌似不是什么爱聊天的类型，要不直接开打算了。我上了。凌霄试探性的问道。白雪微微颔首，表情没有丝毫变化。行，那就打吧。凌霄弓起身子，体能威能汹涌充盈，直接开启了猎人模式。他不清楚第2名的数值，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方比白闪要强上很多。论实力，鬼虎也不及对面，毕竟他才是序列4的第1梯队，这不是可以小瞧的对手。想到这，凌霄眼帘微闭，当眼睛再度张开时，暗炎已燃烧于瞳孔。咻！凌霄化作一道虚影，爆射而出，没有丝毫怜香惜玉，数吨重的拳锋瞄准了对面的俏脸。砰！理所当然的，这记攻击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一只娇小白嫩的手掌挡下了凌霄的攻击，他的力量犹如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丝波澜。纤细微凉的五指扣住了他的拳头，犹如一副钢铁枷锁，深陷其中就无法自拔。力量19，敏捷19，体质14，精神16，搏击术 LV2，步法 LV2，威能 LV1。这女人绝对是跟庄建宇一个等级的。没有丝毫犹豫，深灰色的燕纱一出，直接缠上了凌霄的四肢。轰！对方的手掌与凌霄体表的威能直接接触，炸开了强烈的冲击波。他的五指微张，凌霄得以脱手逃出。退后了10几米，凌霄死死地盯着对手，神态惊险凝重。异能冰雪，对方是异能使，这点凌霄早就知道了，但他能成为序列4最强的几人，绝对不是因为异能，而是他本身的实力。白雪好奇地看着凌霄的手臂，那层附着的威能燕纱。他唇瓣微张，清澈空灵的嗓音响起：“你真的是大3学生吗？”这个冰山美人竟然说话了。凌霄愣了一下，有些无法理解他的问题。是的，大屏上不是显示着我的资料吗？为什么你已经学会缠绕了？白雪歪了歪脑袋，表情中带着些许疑惑。原来是好奇这个啊。凌霄抬起手臂，有些无奈地反问道：“你应该也会吧？学得稍快点不是很正常吗？”他可是亲眼看到了对方的威能 LV1，可不会被糊弄到哦。不一样。白雪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过多解释。他闭上了眼睛，深吸了口气，无形的气势开始逐步攀升。凌霄明白，那是对方开始调用威能了。等他眸眼再次张开，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凌霄猛然回头，借助着子弹时间的动态视力，勉强捕捉到了对方的攻击。那是一道化作光流的手刀，瞄准的目标是他的胸口。当，柔嫩的玉手劈到了凌霄举起的小臂，如同钢铁被巨力撞击，擂台上响起了沉重的闷响。冲击波爆发，但没有让白雪有一丝后退。他的长腿犹如一条长鞭，灵巧地拍击在敌人的肩膀，看似轻盈，但里面蕴含的力量却堪称恐怖。当，凌霄感觉自己遭受到了卡车的撞击，
狂暴的力量经过了威能焰杀的削弱，依然让他丧失掉重心，双腿离地，低空掠起。但莫等他落地，对面已经站着一道倩影。他对着飞来的凌霄又是一击简单的直拳。凌霄可不敢抱有任何小觑之心，他急忙架起双臂，用缠绕的威能接下这一拳。轰！冲击波爆起，凌霄再次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但像上次那样，白雪已经守在了落点，不想给他任何调整的机会。当！此时的凌霄犹如一颗无法落地的羽球，飘荡在空中，相当的郁闷难受。凭借着子弹时间，他能勉强用威能杀罩挡下对方的攻击，至少让对方无法直接打中他的肉体，但无法接触地面，他连反击都难以做到。十几次的空中攻防过后，白雪的攻击突然停了下来，终于站在了擂台。凌霄内心不禁泪流满面。大地母亲，我现在才明白了您的好，重力万岁！不过对面为啥停下来了？凌霄看着站在对面的白雪，内心有些疑惑。不过在看到对方微微颤抖的双手时，凌霄顿时乐了。同学，手麻了吧？敢用肉体打在缠绕的威能上，不说痛不痛吧？那个冲击波肯定能把人震麻，虽然能忍耐，但肯定不太好受。凌霄觉得对方可以向白闪多多学习，忍耐力还不够优秀。似乎是察觉了凌霄眼中的笑意，白雪的嘴角撇了下来。第一次，凌霄在这个高岭之花身上感受到了负面情绪。他伸出双手，灰色的能量流出，蔓延，最后包裹住整只手臂，犹如一条丝质的轻薄手套。白雪捏了捏拳头，冷冷地看向凌霄，黑瞳中闪着悠悠的光芒。他好像生气了。凌霄的嘴角泛起了苦涩，他可不想体会女人发火时的力量，尤其是这女的能轻松撕碎一头大象。但事情已无法挽回，少女的身影从视野里消失了。等凌霄再次捕捉到对方时，两人已近在咫尺，他的鼻息里还能嗅到寒冬雪梅般的幽香。凌霄瞳孔紧缩，死死地盯着对手攻下的身子，一道缠着丝质薄纱的右拳自下而上，狠狠地轰向凌霄的肚子。摧枯拉朽！凌霄尝试用双手挡在拳头的路径，但没有起到效果。恐怖的力量压着他的双臂，在他的腹部引爆开来。砰！就好像身下装有火箭推进器一般，凌霄的身子飞了起来，犹如一个逆飞的流星，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天顶，爆射向擂台房间的天花板。轰！伴随着强烈的撞击声，天顶好像遭受了榴弹的轰击，在巨大的冲击波微微颤抖，破碎的砖石水泥颗颗坠落，犹如尘沙豪雨从天顶零落而下。不管是场外的观众，亦或是选手席的猎人们，此时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盯着上方的天花板。在那遭受轰击的区域，浓厚的尘烟弥漫，别说凌霄的身影了，连屋顶的窗口都看不清楚。这也太离谱了吧！已经回到了选手席，全身包裹着绷带的高亮雄仰视着天顶，摸了摸自己光洁的脑门，感觉一片茫然。卷发女猎人挥了挥手，将飘洒到附近的灰尘撇开，有些不确定地说道：“那小子该不会被镶进墙里了吧？”灰烬小子身子好，也掌握了威能缠绕，虽然不至于受重伤。板寸头猎人手撑着眉头，淡淡地说道：“但也差不多丧失战斗力了。冰公主这拳太霸道了。”而这时，呆若木鸡的观众们也逐渐缓过神来，场馆里响起了一片又一片的怪叫声。卧槽，这真的不是导弹吗？刚才上面好像震了一下。灰烬小哥不会扑街了吧？白雪的小拳拳也太恐怖了，是不是卡墙里了？冰公主刚才好像发火了，好羡慕，宁愿挨这拳的人是我，你挨这拳早成肉末了。白雪往外走了几十米，躲过了直落的碎石，没有去确认天顶的对手，她不觉得对方还有留有战斗的余力。除了异能外，刚才那一拳是他的全力出手，对方应该将所有威能都用来保护身体了，哪怕意识还清醒，体内也没有残余的能量了。接下来只要等待工作人员将其救下。主持人宣布。等等！白雪突然扬起了脑袋，细眉紧蹙，死死地盯着天顶那个尘雾缭绕的窗口。一股莫名的气势在攀升，强烈的能量波动正在压缩、收敛、凝聚，随后轰然爆开。轰！巨大的冲击波爆发，天顶的烟尘被瞬间冲散击碎，消失在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深灰色的威能火焰，它空中熊熊燃烧，带着难以言喻的压迫感。那是什么？场馆里的所有人的内心都浮出了这个疑问，他们张合着嘴巴，满脸震撼地仰视着天上的太阳。白雪眼神微怔，随后突然一凛，优秀的战斗只敢在疯狂地发出告警，他已经被强大的对手锁定了。轰！恐怖的爆炸声再次响起，冲击波犹如实质，汹涌激荡，迸射出了数百米的气状圆环，火球化为流光，直射擂台。深灰的太阳坠落了，灰焰从天而降，化为一条流星，爆射向擂台的少女。白雪眼睛一凝，快步退后，躲过了这波爆发攻势。也因为她的躲闪，擂台的地板成为了直击目标。灰色的流星坠落了，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以擂台为中心，巨大的冲击波呈环状迸射而出，带着强大的风压涌向了观众席。场馆里好像刮起了一阵短暂的大风，从正面呼啸而来，它刮起了观众的帽子，撩起了众人的刘海前发。这群围观群众们很明显没想到自己会遭受波及，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了片片惊呼：哇哇！我的帽子被吹飞了，这是炸弹爆炸了吗？哈哈，你的发型成鸡窝了，这尼玛也太夸张了吧！我真的不是在看特效电影。擂台上状况惨烈，一片狼藉，遭受直击的擂台地板直接被炸出了一个大洞，以它为中心，层层龟裂，向外辐射蔓延了10几米。但没人在意擂台的损伤，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窗口的中央，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造成这个场面的罪魁祸首。一团深灰色的火球屹立于擂台之上，熊熊燃烧，带着难以言喻的压迫感，让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光是看着它，
就有许多观众汗毛耸立，直咽口水。然而，比起外行的一般观众，选手席上的猎人们更能理解这团火焰代表着什么。他们嘴巴大大张起，感觉都能塞进一颗鸡蛋了。这全都是威能？开什么玩笑！卷发的女猎人手抓着头发，表情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现在就有这种威能储备，等以后修炼了真正的威能提炼法，那小子会增幅到什么程度？板寸头的男猎人拍了拍大脸，眼神呆滞地说道：“星号，听了他的话，在场的猎人们顿时反应来了，这小子可是学生，还没经过提炼法的增幅呢。一时间，他们像是群体牙疼了一样，面容扭曲，倒吸着空调冷气。基础越强，完整提炼法的增幅越是夸张，这也是军武大学只提供残缺功法的原因。搞不好，他们真的见识到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怪物。”白雪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威能焰团，眼睛睁大，小嘴微微张合。他有些无法理解，这种程度的威能储备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同龄人身上。不过他很快就收起了思绪，因为对方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灰焰开始膨胀收缩，犹如一颗跳动的心脏，散发着骇人心弦的能量波动。当收缩的频率达到极致，焰团猛然引爆，咻！一阵巨大的冲击波爆发，震散了零散飘荡的灰尘。深灰色的火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人影。他穿着深灰色的高领修身外套，衣摆及膝，纹路鳞状破碎，燃着森厉的暗炎。修长的手掌上裹着一层手套，袖摆如护腕般延伸，带着火焰般的纹路。冒着火星的长筒战靴抬起，踩在了破碎的石坡上，啪嗒啪嗒。人影迈着步伐，一步接一步地走出深坑。碎石刚接触到鞋底，顿时被无形的能量碾成粉末。鞋子抬起，地面上燃着零星的灰焰。当对方走出了深坑，正式踏上了擂台，顶部的大屏上照显着他的脸部特写。那是一张年轻俊逸的面庞，他眼瞳中跳动着焰杀，白皙的脸颊上爬着些许深灰色的纹路，犹如火苗般的刺青，又如盘旋垂落的泪痕，仿佛灾难与战火中走出的神秘战士。凛然中夹杂着魔性，森严中透露着肃杀。是灰烬，是那位年纪轻轻的新人选手。在确认了凌霄的身影后，场馆里的气氛被瞬间引爆了。卧槽，太帅了，太酷了吧！这是什么？变身吗？为什么没有看其他猎人用过？可以了，老娘今天晚上的素材有着落了。妈耶，他好犯规，把老子裤衩都摔掉了啊！看着他的脸，我心脏跳得好快。变身，灰烬形态启动，捏了捏拳头，凌霄面容严峻，一步一步，目光谨慎地走向对手。灰烬形态其实有点类似于鬼虎的超频模式，都是最大程度释放威能，将战斗力压缩提升到极致。只不过凌霄的灰烬形态做得更加彻底，浩瀚高密的威能储备让他的增幅更加夸张，战斗力更加的离谱。而且不同于他们那仅有几分钟的爆发，凌霄能整场都维持着灰烬模式，直到战斗结束。现在的凌霄并不忌惮白雪体魄的力量，不贸然进攻，主要是提防对面未曾展现过的异能。近了，少女的身影越来越近了，对方好像在发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凌霄身上的战袍，身子没有任何防备的打算。见到对方如此松散，凌霄也开始观摩起了对方的漂亮脸蛋，不是欣赏美女，他只是在挑哪里好下手。虽然他并不记仇，但身为男女平等主义者，对方给他的那几拳，凌霄决定好好的还回去，让这个混蛋冰山美人也试试当羽毛球的滋味，把他塞进天花板，变成真正的高岭之花。范围已接近5米，凌霄感觉自己开始手痒难耐了，他拱起身子，准备给对方的漂亮脸蛋来记狠的。然后他就看到了白雪微微张合的粉唇。卧槽，牛逼！凌霄眼睛眯起，面无表情地揉了揉耳朵。灰烬模式原来会出现幻听吗？就在这时，白雪也从失神中走了出来，她双手握拳，威能杀罩缠上了四肢，认真严肃地凝望着对手，如临大敌，但并不畏惧。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沉下了双眼。砰！地板破碎，两道年轻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直奔对手。轰！如同炸弹被引爆了，缠绕着威能的拳头在空中相撞，沉闷的轰鸣声响起，恐怖的冲击波喷涌激荡。但无论是凌霄还是白雪，皆没有退缩的打算，他们内心只想着全力击垮对手。赢的人只有一个，自己绝对不是那个败者。轰！轰！轰！拳腿化作狂风暴雨，接连相撞，整座场馆回荡着绵绵不绝的冲击波。场外的观众们也面如死灰，被一阵阵的飓风磨平了棱角。燃着灰焰的拳风摧毁空气，直直地轰向对手。白雪侧手一挡，拍离拳势轨迹，随后长腿高竖，犹如断头台般劈向对手的肩膀。凌霄猛然一转身，缠绕着威能的下劈落向了地面。轰！擂台表面顿时被巨力引爆，碎石飞散，层层皲裂。这不是什么特殊情况，在这场超过了20分钟的激烈对战中，2号场馆的擂台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到处都是伤痕累累的疤痕。被两个怪物般的选手所波及，整座擂台已临近销毁，几乎找不到多少平坦地面。但没有人在乎这个擂台的好坏，无论是场外的观众，还是选手席的猎人们，他们的眼睛都紧盯着场上的两道人影。他们化为流光，奔跑在擂台的各个角落，双方一旦接触，场上立刻爆起阵阵恐怖的冲击波，地表就好像遭受了接连的轰炸。两头人形怪兽厮杀搏斗，无意间摧毁着沿途的无辜事物。胸口硬吃了对方一拳，凌霄喉咙发出一声闷响，但他没有退缩，抓住机会，对着对方的小脸来了一记猛烈的勾拳。白雪的侧脸涌起焰杀，及时挡下攻击，但强大的力量哪怕经过了削减，仍让他好生吃痛，白皙的脸上泛起红肿。第二名的威能武化使用的非常熟练，这是凌霄的亲身感受。他总能在最好的时机使用缠绕，将无法躲闪的攻击正面接下，随后又迅速地将能量收起，以减少威能消耗。
非常聪明的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凌霄那恐怖的威能储备的。白雪能和凌霄激战这么久，就是因为这种高超的威能使用手法。不然以现在的威能消耗，他早该油尽灯枯，任由凌霄的铁拳蹂躏。不过现在也差不多了。轰！凌霄双手挡住对方的腿击，身体被夸张的巨力击退，鞋底在地表摩擦了数十米，给擂台带来了一条长长的疤痕。揉了揉小臂，凌霄掂量了一下体内的能量，大概还剩下一半左右。自从体质升到了25点，他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了威能的消耗。没办法，灰烬模式本身就很超频，而这次他又将消耗的功率提升到了极限。为了跨越巨大的力量鸿沟，凌霄必须疯狂地燃烧威能，以换取那夸张的作战能力。现在他的力量属性应该有21点，跟使用了威能缠绕的白雪相差不大。为什么他不使用异能？看着白雪手臂上那愈加稀薄的能量纱罩，凌霄的脑袋里一直回想着这个问题。这样下去，他肯定会输。这一点想必对方也很清楚，但凌霄一直没见到他有使用异能的打算，哪怕当成底牌也早该使用了。等能量耗尽，不就真的有能耐没处使，憋屈败北？不过身为对手，凌霄当然不会去提醒对方这些事，他只想把这个冰山美人狠狠打飞，把他塞进天花板脸。凌霄再次加快了进攻频率，双方缠绕着威能的拳脚接连碰撞，轰轰轰，犹如高频率的打击乐。擂台上炸起了阵阵猛烈的冲击波，连绵不息，毫无停顿。而白雪的脸色也越加吃力，手上的威能逐渐透明。砰！最后随着凌霄的一记鞭腿，对手身上的威能纱罩完全消散了。接！捏着已经跃跃欲试的右拳，凌霄心里阵阵冷笑，准备用你的可爱下巴来迎接凌霄先生的升龙拳吧。钻到对方身前，凌霄双腿微蹲，腰屈弓起，右拳缩后，强击蓄势待发。然后他就看见了白雪的眼睛，那是一只近乎透明，如同宝石，泛着蔚蓝光芒的眼眸。战斗神经在疯狂地发出警告。凌霄身上汗毛根根竖起，全身都笼罩在毛骨悚然的氛围中。再往前，输的只会是他。砰！凌霄顿时爆射而出，远离了对方数十米距离。哈！站在破碎的石块上，凌霄喘着粗气，心脏在高速跳动，额头上冒着出豆大的冷汗。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身处灰烬模式的凌霄，眼睛能清晰地看到空气中飘散的威能粒子，它们五颜六色，无序飘荡，自由零散。它们没有主人，是中立的能量，除非用身体将其吸收转化，谁都无法驱使这些威能。可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些光粒停下了移动，静止在空中。以那个少女为中心，这些威能颗粒失去了原本的颜色，被染上了蓝白，犹如细微至极的雪花，晶莹透亮。它们沿着某种轨迹移动，环绕于白雪身周，犹如最忠实的仆人，任他驱使，并且对着凌霄充满了敌意。天顶之上，一道蓝白色威能光柱从云端坠落，它们没有被吸入体内，直接逸散于空气，雪花般的威能光粒充盈着整个擂台。场馆提供的探测眼镜虽然能看到缠绕的威能，但似乎无法察觉这些能量光粒。观众们看着躲到远处如临大敌的凌霄，脸上浮出了一丝疑惑。随后他们打了一个寒战，瞥了眼空调，暗骂谁把冷气调低了。选手席上几位较强的猎人死死地盯着擂台，表情很是慌乱。冰公主好像冲动了，这里可不是序列3的房间。板寸头的男猎人捏爆了手中的水杯，语气非常沉重。卷发女猎人揉了揉眼眶，有些无奈地叹道：看来灰烬小子真把他逼急了。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看着周围大佬们凝重的脸色，高亮雄摸着自己那光洁的脑门，一脸懵逼，感觉自己好像包围了。看着无处不在的蓝白光粒，凌霄悄悄地咽了道口水，到处都充斥着危险的预感。这些能量光粒就好像蓄势待发的士兵，只等冰公主一声令下，就是将凌霄斩于台上。他们会怎么发动攻击？冰枪、暴风雪，亦或是直接低温冻结？凌霄一无所知，他没见过异能使的战斗，他仅能做的就是用体内的威能裹住身体，不放过任何一片肌肤。而此时，白雪慢慢抬起了右手，这位冰霜美少女此时正轻咬着粉唇，有些生气地瞪视着凌霄。空气中的威能粒子在微微颤抖，似乎马上就要发生异变。凌霄严阵以待地等了一会，却不见情况的变化。咋回事？凌霄看向白雪，却发现此时她正表情十分的挣扎，就好像玩游戏被人虐了，在犹豫要不要开挂干回去一样。她可能不知道，其实是对方先开的。纠结了半分钟，白雪嘴唇撇起，放下了胳膊，恨恨地跺了下脚。砰！擂台的砖石顿时炸裂破碎，为这片残破的场地再添风采。我输了，让我们恭喜灰烬选手获得胜利。哦，星号灰烬，星号观众们不懂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看了一场华丽刺激的比赛，并且序列4又多了名第一梯队的选手，他的称号叫做灰烬，拥有着货真价实的强大。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凌霄有些迷惘地取得了胜利，总感觉怅然若失。又是狂斗道场那间熟悉的办公室，又是那个熟悉的大背头黑衣人。时隔一天，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大背头工作人员将泡好的茶水放到凌霄桌前，面带笑意地说道：凌霄先生以及这位凌雪小姐。凌霄也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再请过来喝茶，虽然这次有了个伴。瞥了眼旁边这位泰然自若的少女，凌霄顿时有些恨铁不成钢，人家明显就是鸿门宴，居心叵测。你咋还开心地品上茶了？不行，凌霄决定自救，捏起桌上的茶杯抿上一口。凌霄手指轻敲桌面，脸色犹豫，一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的样子。哎，没想到道馆的擂台质量不太好呀。老哥，
是不是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被人挪用了公款？黄豆道场的擂台都是严格按照各序列的力量标准搭建的。大背头老哥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颇有些无奈地说道：“2号擂台会损毁到无法进行比赛，可能是跟您2位的实力太超规格有关。你可不要随便乱说哦。”凌霄急忙举起双手，努力地辩解道：“我可是标准的序列4水平，你不能再给我升级了。序列4都打得这么艰难，到了序列3，他不是玩球吗？那还怎么进行挣钱大业？其实您的实力到序列3也不算太弱，不过请放心，今天不是要给您提升序列的，不是要升序列，那要干嘛？不会是想要他赔偿2号房的损失吧？”凌霄顿时瞳孔巨震，突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起来了。只有这种事绝对不要啊！看到凌霄面容死灰的脸色，大背头老哥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了，也不是要商谈赔偿，他给凌霄续上茶水，轻笑地说道：“您请放心，黄豆道馆家大业大，比赛的合理损耗当然由我们自行承担。这次商谈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您，凌雪小姐。”黑衣人看着凌雪，一副您让我们很难做的表情。什么嘛，原来自己只是被殃及池鱼了。凌霄顿时情绪舒缓，美滋滋地眯起了茶水，他还顺便侧过身子看着隔壁的冰山少女，准备好好欣赏对方的表演。凌雪捧着茶杯，表情如常，面不改色。凌雪小姐，序列4的房间是不允许使用异能的，也没有针对观众的防护措施。大背头工作人员语气有些小心翼翼，似乎在斟酌着言辞，还请您多多的控制一下，这不仅是擂台规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凌雪微微摇头，唇齿微张，清澈空灵的嗓音响起：“我没使用异能，可是您好像有准备。”“我没用异能，这个我们的探测机器显示我没用。”“没用。好的，您没有使用异能。”大背头老哥已经满头大汗，他拿着一条手帕擦拭着汗水，看起来好生狼狈。而凌霄已经用惊若天人的眼神看着这位同学了，不愧是年段第2，不仅是实力强横，在不要脸方面也远超常人。凌霄愿称她为实力、美貌与脸皮厚度并存的冰雪美少女，值得所有学生学习。那就当做是我们主办方的诚切恳求，请凌雪小姐以后千万不要在序列4擂台使用异能。黑衣人看了看凌雪，又转头看向了凌霄，苦笑地说道：“也请2位稍微收敛一下力量，下次请不要再把场馆拆了。序列4的第1批队实际上就相当于序列3的一般选手，2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那边找点好对手。”大背头老哥的话里充满了各种明示暗示，但很可惜，在场的2位都有意无意地将他的苦口婆心忽略掉了。白雪不知道，但在凌霄看来，现在的他去序列3是纯粹找虐的，可能比高亮雄在序列4好一点，但也改变不了弱鸡的事实。真要去也可以，但得在每天赚够钱回校前的最后一场去，不然的话，他估计打完一场就得濒临扑街，从哪来滚回哪去。在2人离开的时候，林雪突然给了凌霄一个眼神暗示，似乎有事要跟他谈谈，这让凌霄不禁有些好奇了起来。能再变一下那个形态吗？林雪直直地盯着凌霄，语调平静地问道：“你想干什么？”凌霄有些好奇对方的目的。学习，学习，这个其实就是威能缠绕，跟你们使用的没什么区。学习怎么弄得这么酷？凌霄的眼睛变成死鱼眼了。站在原地开着灰烬模式的凌霄双手横向平举呈十字形，两眼无神地目视前方，面无表情。而他身上一双柔嫩白皙的小手正对着凌霄上下其手，捏捏衣袖，拽拽衣摆，有时2只大眼睛还会凑到凌霄身前，仔细打量着他脸上的厌世纹身，时不时还能听到少女的小声嘀咕：“卧槽，好看好看，这个纹理我记一下，该怎么修改成雪花图案？以后做成女士礼服的款式好像不错。”凌霄觉得这位女生的性格其实跟她的形象气质相差很大。说好的高岭之花，冷酷三无的冰山美少女呢？那群猎人跟观众都被骗了。不行，凌霄决定为他们讨回公道。你看起来蛮活泼的，为什么赛场上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听了凌霄的问题，林雪眨了眨眼睛，很认真地对凌霄解释道：“妈妈说我花哨的时候显得很优雅，很有魅力，很符合冰雪少女的气质。我喜欢雪，冰雪少女真的很酷。”凌霄抿了抿嘴，表情欲言又止。你妈妈说的对。对了，林雪，可以问你一个有些冒昧问题吗？之所以放弃抵抗，在这里任他屈辱蹂躏，凌霄也是抱有目的。你问，你是怎么觉醒异能的？这个问题已经藏在凌霄心里好久了。如果不是这2天混在狂斗道场，他可能会去武器馆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逮住某支剑仙。异能？林雪手直抵着下巴，细眉轻皱，似乎在仔细回想。当时我想看下雪，然后就觉醒了异能。啊？没办法，少女对凌霄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地说道：“南方人没见过雪，好羡慕。”那确实挺羡慕的，凌霄也没见过。而且异能觉醒能获得星星的祝福。林雪竖起2根食指放在了头顶，略显神秘地说道：“精神强度会超级上涨哦。”领着5万块奖金，凌霄今天先行回校了。白闪那货消息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凌霄估计他是乐晕在擂台房间里了。在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回想着林雪说的那段话，只是想看雪，异能就觉醒了。因为理由太简单了，反而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分析。如果他也能觉醒异能，那他想要的是什么呢？钱？啪！凌霄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心里怒斥自己要长点志气。不过班导吴清华似乎也跟他说话，想要赢过前2名，他必须明确内心的渴望。他内心渴望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不知道，而是太多了。人的欲求是无限的。现在他还想去食堂吃炸鸡，总不能蹬一下就觉醒异能，成为远近闻名的炸鸡侠吧？操，白雪好像就是这样蹬一下觉醒异能的。
难道凌霄先生以后真的要化身为炸鸡哥哥，每周双休到 MFC 打工，给购买了儿童套餐的孩子们表演空手变炸鸡？一想到这样的未来，凌霄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当中。叮咚！好在这时，通讯软件的消息音响起，凌霄得从震撼人心的幻想中走出。打开是班导吴清华的消息。对了，上次班级对抗赛你表现得很好，我把战利品分你一点。丽静如猫儿女涂装鸭子做45度吐舌仰望点 JPG。虽然这张图卖出去能值100万，但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我建议你不要传播。凌霄怔怔地看着手机里的写真图片，整个人都在风中凌乱了。周一早上，吴清华把大家提前聚集了起来。今天开始5化班人员选拔。他的身侧摆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是一颗架起的水晶球，就是上次凌霄见到的那颗。这颗水晶球中储存着少许威能，出自于某位 A 级猎人。吴清华手扶水晶球，语气郑重地说道：“而他就是5化班的老师。”吴清华话音一落，班级里顿时炸开了锅。A 级猎人，我操，这不是超级大人物吗？这种大佬来给我们教课，是给5化班教课，不是给你的。听说校长还有我们大3的教导主任也曾经是 A 级猎人。什么？校长那秃头老爷子这要牛逼？也不怪 C 班学生们咋呼呼的，所谓 A 级猎人已经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了。那种怪物级别的异兽讨伐、隐士秘境探索之类重大任务，许多都是由他们在完成。在这之上，也就剩下蓝星的百席议员，是论外级别的存在。学校能找到 A 级猎人上课，可以说是非常看重5化班的进度了。好了，速见！吴清华拍了拍手，继续说道：“抓紧时间开始考核，考核内容就由首席上来示范一下。”在几十个好奇宝宝的眼神攻势下，凌霄无奈地站起身子，走上台去。大家仔细看好，操作方式就是用精神力将沉淀的威能拽起来。吴清华说完，让开身子。凌霄右手轻触水晶球，像控制着自己的威能一般，将其往上一拉。能量光点开始躁动，它们泛着青色的光芒，漂浮旋转，沿着特定的轨迹，在水晶球内部形成微型的龙卷。这就是考核成功的标准。吴清华扶了扶眼镜，对着 C 班学生说道：“接下来按照班级排名，请诸位依次上台。”凌霄回到位置，默默看着同学们的艰辛努力。虽然操作方式确实跟控制自己的威能一样，但困难程度却要提升很多，因为那些能量根本就不是基础的威能粒子，那是经过人为转化，有点类似于白雪的使用异能时的染色，那些蓝白色的雪花光粒。凌霄不禁有些好奇，难道5化班老师也是异能使？不过还是有不同点的，这堆青色的威能，他能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拖拽，而白雪用异能整出来的威能光粒，凌霄根本无法控制，就好像他无法直接操控空气中飘散的威能一样。凌霄，我失败了呀！赵思雅哭丧着小脸，快速地摇起他的肩膀，把凌霄的脑袋晃出了残影。凌霄急忙按住了发小的双手，轻叹了口气：“我知道了，你别慌，班里也没几个成功的。除了凌霄、武志行、方文、阿晨4人以外，目前 C 班还没有达到合格标准的学生。”还真应了班导以前的猜测，整个班级能被选入的不超过4人。5化班也就进度快了些，能学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这点班导以前就讲过了，不会因为老师是 A 级猎人而有太大的变化，学生们最多也就学到威能缠绕，这已经狠得不得了。毕竟有些D 级猎人还做不这点呢。对啊，小雅雅，我们还省得跟他们这些变态比。陈菲菲遮着嘴巴，像是做贼般贴近赵思雅。而且凌潇潇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是最强的一批了。什么？赵思雅张大了眼睛，嘴巴嘟圆，似乎受到了巨大的震撼。经过了几秒钟的头脑风暴后，他拍了拍凌霄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阿霄啊，你放心去吧 ，C 班接下来有姐罩着呢。”凌霄有些无力吐槽了，他也就早上的5化课不在 C 班，你们就想着图谋篡位了。而且你俩有这样牛逼吗？比你们强的还有好几位呢。不到半小时 ，C 班的学生已经全部测试结束了。果然没有出现意外惊喜，后面的学生全扑街了。凌霄、武志行、方文、阿晨，本班合格的就这4位。吴清华转过头对着凌霄他们说道：“你们可以先去5化班教室了，就在这条走廊的最后一间，提前过去。那位老师待会就来。”凌霄4人离开了教室，其他班级的学生也陆陆续续出现在走廊，都是零散的3-5人，不出意外，这些都是各班顶尖的学生，并且还有许多熟人。凌霄，我的挚友，一起啊一起！隔壁的D班走出了一个刺猬头，浑身包着绷带，满脸阳光爽朗的笑容，看得出这逼人昨天的擂台打得很是惨烈。在不远处的 B 班，一个黑发飘飘，犹如高岭之花般的美少女出现了，她面无表情，气质高冷清雅。看来今天也有听从妈妈的忠告，认真的维持着冰雪少女的形象。上次班级对抗赛的对手刘玉倩，头上锃光瓦亮的巨型壮汉高亮熊，凌霄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御剑飞行的剑仙。等等，御剑飞行，装剑与长发束冠，双手背后，脚踩着一把长剑，在走廊上低空漂浮，脸上面若清风，犹如一个逍遥自在的剑仙。在 C 班门口，他停了下来，和凌霄大眼瞪小眼：“我要举报，有人用异能装逼。”5化班的教室也是类似于正常的修行道馆，不过面积要大了1半左右。大3 10个班级，通过考核要求的也才40来号人，都是各班的绝对精锐。C 班一行人抵达教室后，就各自分散坐下，没有聚在一起。阿晨人缘好像不错，跟许多别班学生混得很熟。武志行自己窝在角落里，一如既往地板着张脸，一副老子就是最屌的样子。除了高亮熊过去跟他聊了一会，好像也没人找他说话，看来臭脸怪也是声名远扬。方文坐在凌霄不远处，跟刘玉倩混在了一起。凌霄隐隐约约间
听到了一些不符合军武大学氛围的话题。长太高了不好买衣服，网上裙子码数都好小，腿太长了，有些裤子还会露脚踝。市中心有家理发店，刘海剪得很好看。看来长得高的女性也是有着许多烦恼啊。不过凌霄很疑惑，你们成天穿着学校制服买衣服是要做什么？也没见你们穿过呀。当然这种事情也就心里想想，凌霄感觉问出来会遭人讨厌。顺便一提，他现在跟庄建宇凑在一起，后面还坐着白闪。林雪也在附近，不过他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优雅端坐，合着眼睛，一副闭目养神的样子。凌霄猜他在偷听别人说话，因为这边也聊到了比较刺激的话题。什么？你竟然问我异能是怎么觉醒的？庄建宇眉头紧皱，手指着凌霄，怒斥道：凌霄啊，凌霄，你怎么会问出这种没有分寸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私密吗？凌霄被他那勃然大怒的样子镇住了。难道异能觉醒是很严肃的秘密？可看林雪的回答也不像啊。很私密。庄建宇揽起身后的长发，裹住自己的下脸，只露出一双冷峻的剑眉星目，就好比把你年少的空间动态曝光，把你写的情书小纸条当着全校师生面前朗诵。凌霄眨了眨眼睛，他没搞过空间动态，也没写过情书小纸条，会尴尬吗？非常的尴尬。庄建宇双手抓着凌霄的肩膀，情绪十分激动，似乎想要得到他的共情。跟你同学来家做客，长辈把你时光屁股的相册拿出来欣赏一样尴尬，跟你想心血来潮想尝试一下女装，结果中途被亲妈发现一样尴尬。你能理解我的痛苦吧？凌霄，我不能理解。凌霄此时的回答显得如此冷漠无情，以至于庄建宇脸上浮出了些许绝望。嘿，后面的白闪拍了拍凌霄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咧嘴笑道：你可以理解为当众拉屎。死！这一下凌霄完全理解了，他惊恐地看着庄建宇，实在无法想象这人是怎么有勇气活下来的。你这样看我干什么？我只是比喻，不是说我真的经历过这些事情。庄建宇慌张地挥舞着双手，似乎想要扭转他们的观念，但很可惜，在场的两位都没有接话，只是面带同情地看着他。甚至连冰山美人状态的林雪都破功了，她面带惊悸地凝视着庄建宇，眼神好像在看一只社会怪物。几番解释无果，庄建宇面色悲凉地合上了双眼，眼角流淌着两行清泪。最后，庄建宇加上了凌霄的好友，私信告诉他觉醒的原因。我从小就爱看灾变前的仙侠电视剧，尤其是蜀山剑仙的胡歌持剑点 JPG， 帅死我了。当时我满脑子想着，我也要成为剑仙，御剑飞行，然后就觉醒异能了。是啊，熊猫挠头点 JPG， 又是如此简单的理由。你们异能者觉醒的原因都如此纯粹吗？就在凌霄有些迷惘的时候，庄建宇又发来了消息。我也知道这个说法很儿戏，但是在看到电视剧里主角们遇剑而行的那一幕，我的内心真正的感受到了憧憬、悸动。憧憬、悸动。凌霄微微的愣了一下，说到悸动，他就想起了那个手持暗红色战刀的猎人，那道劈碎天灾、贯彻天地，仿佛能是杀神明般的斩击。唰，教室门打开了，噔噔噔，一位身材高挑、扎着高马尾、体格矫健匀称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穿着夹克外套，前襟敞开，里面搭着修身的深色背心，下面则是厚实的工装裤以及战术长靴。秀丽的面容上，一道细长刀疤从眼角延至下巴，不显丑陋，反而给人一股野性的美观。走到教室前台，女人扫视了一眼班里学生，嘴角咧出笑容。看来都到齐了，小崽子们。她的嗓音略显沙哑，带着磁性，语气直率豪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兰，是名猎人。当然，你们也可以叫我的代号蓝豹。王兰拍了拍胸脯，笑容飒爽地说道：哈哈，我喜欢这个名字，你们以后就这么叫我吧。学生们暗自点头，蓝豹这个外号跟眼前这位气质狂野的女性很搭，以后就由我来教你们威能武化。蓝豹双手叉腰，打量着眼前的学生们。你们都是各班的精英，学校对你们的要求是在毕业前掌握威能缠绕，但我的要求要更高一点。老师伸出右手，紧紧握拳，眼神如虎豹般锐利。我想要你们在大3结束前就学会威能缠绕，这代表着你们在大4就拥有了至少地级猎人的实力，对你们实习期的处境很有帮助。蓝豹的语气愈加低沉，身上充斥骇人的压迫感，犹如上位烈士般的气场。在异兽的地盘，实力代表着一切。你们的实力不仅决定了你的安全，也决定了猎人小队对你的态度。在大4期间，实力较强的学生会进入猎人小队实习，每支猎人小队最多只带1名实习生，是累赘还是战友，全都取决于你们自己。相信我，被人照顾的感觉并不好受，尤其是因为你的弱小拖累整个队伍，有人流血牺牲的时候。蓝豹凝视着学生们的眼睛，语气严肃且郑重。那种阴影可能会伴随你的一生，甚至走向自毁、疯狂。整个班级寂然无声，学生们正襟危坐，默默将老师忠告收入心底。身为 A 级猎人，蓝豹可能有30-40年的猎人生涯了，这些悲剧不幸绝不是他的臆想，而是切身的目睹遭遇。哈哈，好了，严肃的话题就到这吧。随着蓝豹一声豪迈的大笑，班级里凝固的气氛被打破了。现在开始武化班的第一课。蓝豹竖起一根食指，嘴角咧起，眼神就像盯着猎物一般。你们知道威能武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吗？威能武化的终极目标，这个问题实在太过于超前了，根本没有人知道怎么回答。看着面面相觑的学生们，蓝豹脸上露出了有些坏心眼的笑容，似乎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那我再换一个问题，威能武化的起源或者说创始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变得强大，对抗异兽，
混迹在人堆里的阿晨高举右手，试探性地问道。蓝豹摇了摇头，否认道：“无论是变强还是猎杀异兽，这些都只是副产物。在大灾变以前，全球各地的隐界里都存在着类似的秘籍，猎人协会将它们收集、订正、整合起来，再经过适当的筛选、实验、改造、新增，最后形成现在的威能武化体系。而那些仙人们创造秘籍的出发点只有一个。”蓝豹将手指垂于嘴边，语气悠悠地说道：“让凡人也能行使奇迹。”奇迹？那是啥？这个东西也太抽象了，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古人来说，现代社会的不到处都是奇迹，包括凌霄在内，武化班全体学生一脸懵逼。看到大家的表情，蓝豹哈哈大笑了起来，接着解释道：“所谓奇迹，你们可以理解为对世界的操控权限，或者说某把钥匙。当然，它现在有一个官方名词。”蓝豹眼睛扫过某两位学生，嘴里淡淡的吐出一个词：异能。所谓威能武化，从一开始就是对异能的拙劣效仿。如此强而有力的断言，瞬间在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议论纷纷，脸上惊慌失措。他们所赖以变强的秘法，竟然只是对异能使的模仿。那身为普通人，岂不是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只是在追赶与异能使的差距？这种事情太荒唐，也打击学生信心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自己永远在人之下，大家都相信自己拥有无限的未来，甚至连庄剑宇都眼神迷惘，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判断的依据。哈哈，你们先别急。蓝豹挥了挥手，试图驱散学生的不安。因为能力还有精神强度，异能使确实普遍偏强，但不代表普通战士无法超越他们，而且异能使也是需要学习武化的。只不过在象征意义上，他们确实站在了顶点。蓝豹眼睛瞥向某位少女，呵呵一笑道：“你应该是林森老头的孙女，林雪是吧？”“是的。”林雪微微颔首，小脸上泛着些许疑惑：“能请你上来演示一下吗？就前照步骤就好，这对我后续讲课很有帮助。”蓝豹老师招了招手，嘿嘿笑道：“好的。”略带犹豫之后，林雪站起身子走了上去。见状，班级里情绪逐渐热烈了起来。哎，要展示异能吗？以前在期末排位赛里看过，一直觉得超级酷炫，每次看都觉得好羡慕。前2名到底怎么觉醒异能的？难道得从小就开始地狱培训吗？老师为啥不叫你上去？你这个第1名真没排面。凌霄瞥了眼身旁的首席异能使，语气酸溜溜地说道：“哈，你不知道吗？”庄剑宇愣了一下，有些奇怪地看着凌霄。林雪的爷爷林森是大3教导主任，也曾经是一名 A 级猎人，老师跟他爷爷肯定是熟人啊。原来大3教导主任叫林森啊。消息有点不灵通的凌霄羞愧地低下脑袋。好啦，你们既然能被选入武化班，那肯定已经学会威能冲影了。白雪已就位，蓝豹拍了拍手，对同学们说道：“赶紧把能量汇聚到眼睛中，有多少凝聚多少。威能密度不够，可看太不清楚。这个技巧叫针眼，完整版需要使用缠绕，现在用冲影也勉强凑合。”听了老师的话，武化班学生乖乖照做，教官顿时传出片片惊呼：“卧槽，从未见过的世界，太帅了吧！这些都是威能吗？你们以前没试过吗？都学会冲影这么多天了。可恶，你这种提前学会的肯定是偷跑的。”真偷跑的凌霄默默开启了针眼，世界顿时变得不一样了，蓝得更蓝，红得更红，空气中存在着许多氤氲光粒，五光十色，灵絮飘散。哼，针眼什么垃圾名字，感觉不如他的子弹事件。凌霄对官方命名甚是不满。啪！看到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蓝豹打了个响指，对着林雪说道：“行，那就开始吧。”教室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前台。林雪点了点头，眼睛清和，待再次张开时，蔚蓝已经覆盖了他的眼眸。停住了，空气中的氤氲光点不再飘动，凝固在空中。以林雪为中心，无形的波澜泛起，那些五颜六色的威能光粒被染上了蓝白，如同细微至极的雪花，晶莹剔透。室温也似乎降低了好几度。哇！看着如卫兵般环绕着少女飘动的能量光点，同学们皆张大了嘴巴，眼神里透露着艳羡。凌霄也一样，这也太酷炫了，他也好想要。老师，觉醒异能的条件是什么？是精神强度吗？看着高举右手再次勇敢提问的阿晨，武化班学生们立马对他投以赞许的视线。果然不止凌霄，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的答案，毕竟谁不想觉醒异能呢？异能使的精神强度确实远超常人，但提高精神强度是无法觉醒异能的。蓝豹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说道：“首先，你们把因果关系弄反了，不是因为精神强度高就能觉醒异能，而是你本身就是异能使，所以精神强度高。从出生开始，异能使的身份已经明确了。”什么？这个回答简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比威能武化是模仿异能的暴论更让人难以接受。真有人从出生开始就是非凡？看着消沉低落、喃喃不语的学生们，蓝豹挠了挠头，重重地叹了口气。算了，林雪，你把王座投下来给大家看看。王座？林雪满脸疑惑地看着老师。蓝豹指了指上方，咧嘴笑道：“就是你放在天上的威能。”这下少女理解了，她深吸了口气，莫名的威势开始攀升，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感，就好像身体被某种恐怖的存在盯上了。凌霄顿时打起了精神，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昨天刚亲身体验过。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看向了天花板，身为各班的精锐，他们的质感都非常优秀，脑海里的神经在疯狂预警，有股力量要降临了。轰！穹顶之上，一道蓝白色的威能光柱从天而降，穿透层层阻碍，瞬间降临到白雪深州。
它们没有被人吸入体内，而是四散扩溢，瞬间充盈了整个教馆。空气中的能量密度比任何时候都要浓郁，它们呈着统一的白蓝色，而且拥有着明确的隶属，无法被外人干预。凌霄偷偷运转了一下威能提炼法，但是失败了，根本无法吸收。这些威能原来是林雪存放在天上的。异能者是群星的眷者，从出生开始，他们就在星空拥有了王座的种子。蓝豹仰望着天顶，面容上浮出了些许感慨。空之王座代表着奇迹，代表着改变世界的权限，这是威能武化的最终目标。王兰老师看向了学生们，嘴角上翘，略带神秘地说道：“你们知道吗？许多 S 级猎人都未能拥有王座，所以说，在某种象征方面，异能使已经处于了顶点。空之王座，说实话，这个词听起来也太唬人了，莫名的感觉逼格好高。”武化班学生们不约而同的把视线投向了班里唯二的2名异能使，眼神里满是惊异。以前觉得年段前2的这2位很厉害，但没想到能这么离谱，人家还是群星的眷者，是货真价实的天之骄子。而在众人的瞩目之下，庄健宇面若清风，目不斜视，脸上带着轻松惬意的微笑。林雪优雅淡然的将钱发撩于身后，表情毫无波动，似乎对这种赞誉漠不关心。看到了他们那处之泰然、无动于衷的态度，其他同学们顿感，果然这就是高手风范。但凌霄是知道的，这2个逼其实就是在装，他们心里早就乐开了花。默默地看了下手机里的消息，凌霄眼神微妙地瞥了一眼旁边的高手。哎，原来我这妖牛逼吗？熊猫挠头点 JPG， 空之王座这词是不是装过头了？我自己说出来会不会显得很掉价？感觉简称王座比较帅，以后把仓库的能量拉下来，我就说欢迎来到我的王座。卧槽，感觉帅炸了！凌霄已经充分感受到对方的喜悦了，但他实在不想搭理这个中二装逼犯。哼，帅的人又不是我，为什么要帮你想台词？没想到原来异能使是有外在的威能仓库啊！凌霄还以为那是类似于提炼法，直接把天上的威能拽下来。看来这些能量是储存在所谓的空之王座上面。可是凌霄总感觉很奇怪，为啥那道光柱每次都在凌雪的正上方投下？难道王座跟卫星一样，也会跟着地球一起自转？或者说，他们一直跟随着异能使的方位调整位置？那可太贴心了，凌霄也好想要。不过空之王座到底是什么样子？他那2次抵达的云端之上又是什么？哈哈，好了，我们开始威能武化的话题。蓝豹老师一声爽朗的大笑，打破了凌霄的逐渐走远的思绪。他让林雪下去，自顾自地打开了前台的大型储物柜，从里面搬出了2装假人。铜，很重，外表看起来像塑胶的，但里面应该裹着金属，下面也有一坨钢铁底盘做支撑。你们老师应该只跟你们讲到缠绕吧？威能武化的后续阶段是不是都还没了解？蓝豹拍了拍手掌的灰尘，面带笑意地向大家问道。学生们纷纷点起了脑袋，毕竟现在大家只学会了充盈，除了凌霄跟林雪外，连庄剑宇都还没学会缠绕。凌霄是开挂的，林雪估计是人家爷爷偷跑教的。哎，列3代，行。那我展示一下后续的几个阶段，让你们提前有些概念。首先从威能缠绕开始，蓝豹伸出右手，深灰色的能量流出，附着于手臂，犹如一层蝉一般的薄纱。缠绕就是自身威能的凝聚物，你可以把它看作身体的延伸，在你发动攻击或受到伤害时，它会向外释放能量，以达到增幅、防御效果。老师手伸到假人的胸口，中指轻轻一弹，砰！空气中炸开闷响，就好像装了消音的大口径手枪一样。那个轻巧的弹指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空气中荡出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假人轻轻摇晃，胸口的橡胶破碎凹陷，碎屑洒在空中，从窗口处能隐隐看到里面那冷色的金属。缠绕的防御本质就是能量的抵消，用你体内的威能去抵消外在伤害。不仅是简单的物理伤害，在面对高温、低温、腐蚀、声波，甚至一些精神攻击上，它都有一定的效果。蓝豹凝视着学生们的眼睛，语气严肃地说道：“不要太过于依赖缠绕的防御力，伤害越高，威能损耗越多。面对攻击，最好的方法是躲开它，不然威能消耗殆尽，就是慢性死亡。”同学们老实点头，毕竟谁也不想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当你们熟练使用缠绕后，就可以试着将体表的威能外延。蓝豹从外套内都掏出了一张折起的 A4 纸，展开，卷成一条长棒，看起来皱兮兮的，歪斜扭曲，连挺直都做不到。就在这时，深灰从他的手中蔓延，攀上了整根纸棒。唰，深灰色的纸棒瞬间挺直，看起来坚硬平滑，犹如一根暗色的铁棒。这有利于你们学习武化的第3个阶段，威能放出。老师拿纸棒轻敲假人，看起来也没用力，但假人身上却炸开了一阵气浪，底盘剧烈摇晃，像是遭到了巨锤的猛击。同学们好奇地看着那根 A4 纸卷，怎会想到这玩意也能变成恐怖的凶器？当你们熟练度高到一定程度，可以试着让威能远离体外，就能做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招式。蓝豹走到了前台的另一侧，面带轻笑地说道：“比如说剑气。”纸棒轻轻挥下，一道如同月牙深灰色的斩击爆射而出，速度比子弹还快，瞬间抵达了假人胸膛。当，假人体表的橡胶瞬间被撕碎爆裂，露出了体内的钢铁内核。那道剑气犹如强猛锐利的斩击，从右肩到下腹，斜长的疤痕深深地凝刻在他的金属身躯上。又比如拳压，还莫等大家细瞧，蓝豹那边又开始了。他左手握拳往前一挥，一团圆状的威能喷涌而出，逐渐放大，最后印在了假人胸口。轰！如同遭受了大炮的正面轰炸，沉重的假人瞬间倒地，巨大的力量在地面上砸出了一道浅坑，附近的地板断裂皲裂，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损伤。学生定睛一看，假人的胸口已经凹陷下去，
钢铁的躯体被外力硬生生打出了形变。见状，学生们的眼睛纷纷亮起。卧槽，剑气，真的是剑气！武化修炼到放出阶段就能放弃攻炮吗？太帅了吧！芜湖，这下拍电影都不用特效了，没有人能拒绝这么酷炫的招式。凌霄旁边的这位剑仙更是直接怔住，感觉思想已经梦游天外了。估计这货在幻想着自己随手数百道剑气，剑芒震天，荡气回肠的场面了。对此，凌霄内心嘿嘿一笑。先掌握威能放出的绝不是你装剑羽，而是我凌霄大。当你们掌握了放出，那代表即便在 C 级猎人中也算得上强手了。蓝豹随手将纸卷丢进垃圾桶，对着学生们挑了挑眉头，脸上露出了狂野的笑容。而接下来，威能武化开始真正的走向超凡，你们将掌握异能。话音刚落，教师的眼眸染上了青蓝，青蓝奔涌。蓝豹此时的眼睛犹如碧翠透明的水晶，闪烁着莹莹微光，细微的光点在里面旋转环绕，带着莫名的压迫感，似乎蕴藏着可怖的风暴。威能武化的第4阶段叫做异化。蓝豹伸出缠绕着威能纱罩的右手，青铜扫视了一眼学生，淡淡的说道：“你们看好了。”从他的指尖开始，深灰色的能量开始被染上青蓝，一点点往上蔓延，直至小臂。不到2秒钟，深灰色的能量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碧翠的薄膜，它附在老师的手臂上，犹如一条宝石质感的手套。风刮了起来了，在蓝豹老师的手臂外侧，接近透明的风墙开始旋转呼啸，速度逐步加快，犹如一道微型的龙卷。呼呼，随着转速的加快，空气中的躁动声越来越大，那道龙卷越加接近实质，墙上的窗帘开始剧烈晃动，地上的灰尘开始飞散涌起。此时武化班教室就仿佛处在台风前兆的时间，空气中气压低的可怕，连呼吸都开始不顺畅了。咕嘟，班级里传来了一片口水干咽的声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师手臂上的风暴。可能是因为染上了灰尘，它的颜色染上了灰黑，而转速已经快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了。凌霄甚至在那道暗色龙卷中看到了闪光，犹如雷电火花一般，在老师的手上交错闪动。蓝豹走到假人附近，脚向上一勾，破碎的地板碎片直接飞起，射向那条裹着风暴的右臂。噗呲，就好像进入了粉碎机里，地板瞬间化为木屑，犹如散弹一般甩出，轰击在假人身上。砰砰砰，恐怖的速度带来了强大的动能，瞬间炸飞了假人脸部的橡胶，在他的金属内核上留下了粒粒凹陷。这些木屑如果砸到普通人或者较弱的战士身上，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手掌朝上，小臂上的风卷犹如拥有自我意识一般，逐渐外移，爬上掌心，悬浮在上方。手捧着灰黑色的龙卷，蓝豹看向了学生们，咧嘴一笑，说道：“所谓异化，就是将体内的威能转化为某种能量粒子，用它们来实现接近异能的效果。如果能掌握异化，那么恭喜你，你至少已经是 B 级猎人，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中坚强者了。”蓝豹的话说完了，但整间教室都静悄悄的，只有风声在呼啸。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的掌心，那道电光闪烁的神秘龙卷，大家的目光激动闪烁，呆然的表情里逐渐爬上亢奋，甚至开始面红耳赤。这不就是异能吗？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持续进步，以后也能掌握异能。卧槽，那是不是也能掌握其他属性，比如火焰之类的？我要变成钢铁侠！对于这种类似于异能的记忆，凌霄也是兴奋不已，不过内心也是浮出了稍许疑惑。这个异化转变的好像是自己的威能，不像凌雪可以直接将空气中那些无主的光粒染色，而且凌雪使用异能时好像是不需要消耗自己的能量的。你能把自己的威能转化为使用异能时的能量粒子吗？凌霄轻碰了一下庄剑宇，直接发出了自己疑问。不可以。庄剑宇摇了摇头，满是讶异的看着前台的老师，说道：“我只能把外界的能量转化，体内的威能也是跟普通学生一样的。那怪不得蓝豹老师会说，异能使也需要学习威能武化的。异化染色的是自身的能量，而异能使是将外界的威能转化，方向不太一样。”看着情绪激动的学生们，蓝豹飒爽一笑，右手轻弹了一记响指，吃，那道悬浮的龙卷顿时像针戳气球一般消散，灰尘在空中汇成长流，整齐的浇入身旁的垃圾桶里。这个可不是异能，只是威能武化的一个阶段罢了。蓝豹眼睛看向了凌雪，又看向庄剑宇，而且哪怕是异能使，也必须掌握这个技能，这能完善你们自身。相比普通战士，你们在异化方面的修行速度会快上很多，毕竟经验十足嘛。至于其他人，蓝豹扫视着其他的学生们，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道：“普通人要学习异化，就得多使用针眼，仔细观察空气中的威能光粒，它们的种类可能多到超乎你们的想象。这个时间会很长，可能是2年、5年，甚至10年。等你们充分认识、理解某种能量后，你们就可以尝试转换自己的为威能，正式开始修行异化了。”同学们默默地点着头，将老师的嘱咐牢记在心。这可是 A 级猎人的经验，十分宝贵，能让人少走很多年弯路。就在这时，神一般的阿晨再次高举右手：“老师，您刚才说这还不是异能，那异化之后是不是还有别的阶段？”卧槽，这年轻人！大家面带尊敬地看向阿晨，莫名觉得此时的他是如此帅气，连那下巴的大痣都变得威风凛凛起来。哈哈哈！面对阿晨的提问，蓝豹发出了豪放的笑声，脸上的笑容显得狂野不拘，甚至有点傲慢。你说后面还有没别的阶段？当然有，只不过后面就是 A 级猎人的领域了。老师伸出5根手指，随着话音，手指一根根折下，充盈、缠绕、放出、异化。如果你们已经掌握的炉火纯青，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蓝豹的眼帘抬起，眼中碧翠闪耀，脸上爬起了诡异的微笑。侵蚀世界，以老师为原点，碧翠开始往外蔓延。一出窗外，修行教室的楼外是学生早训的操场，相当的宽阔，现在空旷无人。而此时，随着那道碧翠的扩散，操场地表、上空所有的威能粒子全被染上了颜色，犹如一片青蓝的海洋。呼呼呼！狂风开始呼啸，天色变得乌黑，漆黑的云层里，电光接连闪烁，狂雷豪怒奔涌，恐怖的雷暴响彻天空，似乎要彰显天灾的威严。数百米宽、覆盖整个操场的龙卷冲天而起，连接穹顶，夹带着难以想象的恐怖能量，以骇人的姿态屹立于大地之上。真正的风暴降临了，持续了近10分钟，天灾般的风暴消失了，土地翻卷，草坪消失，大三校区的操场一片狼藉。万幸的是，那个恐怖的龙卷被人为的锁定在原地，没有扩散移动，附近的楼房树木并无太大的损伤。在教职员办公楼的最高层，一名体态佝偻的老人站在落地窗前，他拄着一把纯木拐杖，身穿宽松的灰色睡袍，苍老的脸上长满了褶皱。老人双鬓花白，脸上没有胡须，光滑油亮的脑门上一小撮秀发梳捋齐整，竟趴于颅顶，彰显着最后的倔强。唉，凝视着惨烈的天灾现场，老人低声叹道：“蓝豹也老大不小，都5、60岁的人了，怎么还会如此冲动？对于 A 级猎人，这个年纪不是正值壮年吗？”在老人的后方摆立着一张茶桌，上面是一盘黑白棋局，双方棋子战况焦灼，对局正进行了一半。在茶座的左侧坐着一位鹤发垂胸的老人，他一身白衣白褂，眼眸清澈如镜，红润的脸庞爬着些许皱纹。他就是大3的教导主任林森。老夫当年不也是60多岁才结婚生子？蓝豹现在年少轻狂，我们应该加以理解。哼！拄着拐杖的地中海老人轻哼一声，面带不满地转过身来，对着林森怒斥道：“你知道申请经费有多麻烦吗？操场翻修，我又要写上1000字的报道。年轻人肆意妄为，让我这个老头子给擦屁股，我要扣他薪水，把他这几个月的工资全扣光。”老人挥舞着拐杖，对着空气张牙舞爪：“扣呗！你觉得 A 级猎人会缺那点钱吗？”林森抿了口茶水，轻瞥了对方一眼，继续说道：“而且写报告不就是你这校长该做的事情吗？”这名地中海老人就是潞州军武大学的校长钟文荣，已经在任近100年了。我要退休！这破校长早就不想干了，我要回去颐养天年。校长老头拿着拐杖啪啪地敲击着地板，老脸上满是怒火。老头子，你至少还能活个100年，可别这么早就想着退休的事情。林森急忙劝道：“要是这糟老头子真溜了，那接下来遭罪的就是他了。”哼！蓝豹这臭屁孩，明天开会我一定要喷他1个小时，让他写1万字检讨给我。钟校长走回茶桌，拿起杯子将茶水怒饮而尽。林森呵呵一笑，一边帮对方续上茶水，一边调侃道：“你现在这么得罪他，就不怕蓝豹以后真成了君主，回来给你上嘴脸？”“不怕。”钟校长摇了摇头，轻蔑一笑：“只要我老死够快，他就找不到我的麻烦。而且他再厉害，也是我教出来的。到时候老爷子我就是君主的老师，坟墓上也得给我刻着。”啊！看着嘎嘎怪笑的秃头老人，林森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好了好了，棋局继续。”钟校长安静了下来，低头凝视着棋局，默然不语。啪！臭小子，你又趁机偷换棋子了！老校长一拍桌子，枯老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林森，似乎想要戳掉他的良心。老夫什么时候换过棋了？你这个糟老头子是不是想耍赖？对于这种污蔑，林森气得吹胡子瞪眼，对着他怒目而视。钟校长面无表情，拿着拐杖点个棋子，这可明明是白棋，你肯定偷换过了。林森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我看你是老年痴呆，记性也不太行了。先把脑门的几根毛数清楚，再谈记棋吧。79根，我头上还有79根头发，没早都有数。”装修清雅的校长办公室里回荡着2位老人的唇枪舌战，久久不能停息。望着外面那被天灾肆掠过的地表，五化班的学生们面色正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相信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像他们一样，将刚才的画面深刻脑海。原来这才是 A 级猎人真正的实力，那是临近人类顶峰，犹如人形核弹般的怪物。好了，既然把威能武化的各个阶段都示范完了，我们也得开始进入正题了。蓝豹拍了拍手，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林雪，你爷爷有没有提前教你威能武化？林雪老实地点了点头。阶段缠绕。蓝豹露出一副不出所料的表情，轻笑道：“那你进度比大伙快很多，训练课程得单独制作。班里还有没有修炼到缠绕的学生？”虽然在问全班学生，但蓝豹的眼神却瞥向了庄建宇，可能在他预测里，也就这一位天才能拥有超前的进度了。庄建宇微微摇头，他虽然也不是普通家庭出身，但父母任务繁重，没在学校任职，威能武化也是按照正常进度学的。见状，蓝豹收回了眼神，刚想就这么算了，却发现班级里的几位学生视线有些奇怪。待在座位上，林霄正接受着某几位同学疯狂盯视，有林雪、白闪、高亮雄以及 C 班的3位，他们默默地看着林霄，一副你还想装到啥时候的表情。林霄抿了抿嘴，将右手举起，脸上带着内向腼腆的笑容。身旁的庄建宇顿时满脸惊悚地看着他。蓝豹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位学生，有些讶异地问道：“你也学会了威能缠绕？”林霄挠了挠头，有些害羞地回答道：“会那么一点。”这句话刚说出来，教室里顿时翻起了几道白眼，尤其是附近的林雪，小嘴下撇，弯成了一座拱桥。哎，不错不错。蓝豹双手环胸，眼中满是惊喜地点着头。你叫什么名字？林霄。年段排名第几？382。
听到这名次，蓝豹顿时皱起了眉头，有些疑惑地看着凌霄。威能武化的熟练度这么高，代表你精神强度优异，为什么排名这么低？没办法，用早上刚升到17点力量的手臂拍了拍25点体质的胸口，凌霄的脸上露出了苍白的笑容。从小体质柔弱，身体无力，我也就精神强度这块略强一点。此话一出，不仅是凌霄的熟人，连上次的敌班对手 F 班的那几位也绷不住了。刘玉倩更是眼角抽搐，嘴唇微微颤抖，像是要喷出某些粗鄙之语。承受着十几道鄙夷的视线，凌霄面不改色，眼神坦然地看着老师。明白了这名学生的情况，蓝豹手指扶着下巴，沉吟了一会。你可以展示一下缠绕的进度吗？我好给你制定课程。全力吗？当然。凌霄点了点头，老师给他制定课程当然是好事，这样刷经验值肯定快多了。不过说到缠绕，其实灰烬模式并不算什么高超的能力，那只是依靠着巨大的能量储备，超频压缩燃烧威能，高消耗高提升，力大飞砖的技巧而已。真要说难度，应该是班导吴清华让他练的，将威能附着于外物，尽可能的向外延伸。凌霄手抚在地板上，深灰色的能量从掌心逐渐流出，以手掌为中心，地板表层附上了一层能量，缓缓的蔓延扩散，然后灰焰掠起。熊！五花班教室燃起了原状的火海，它的半径有5米多，深灰色的能量焰沙熊熊燃烧，夹带着骇人心弦的能量波动。教室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呼，除了凌霄身旁的几位熟人，其他在灰焰范围内的学生直接拔腿跳起，快速的远离了这块是非之地。唉，没去管身旁这位惊掉下巴的剑仙，凌霄感受着那已经无法延伸的能量，重重的叹了口气。他摇了摇头，抬起脑袋，有些无奈的对蓝豹说道：“老师，我好像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蓝豹漠然的看着这盐狱般的地面，喉咙里缓缓吐出了疑问：“只能 ？”A 级猎人的拳头很痛，被威能附着的地板也很硬，头顶着2颗大包。凌霄今天深刻明白了这个道理。五花班的大部分学生现在要么在打坐，要么在对着空气出拳。从他们身上弥漫的气势来看，现在体内应该威能汹涌。蓝豹根据不同的进度制定了好几种修行方案，比如说凌雪，他现在就举着一根短棍，将手上的威能缓缓往上蔓延。从他憋得通红的小脸可以看出，这娃现在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蓝豹行走学生之间，依靠着老练的经验指导着每个学生。整个五花班都处在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里，除了凌霄，他现在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唉，凌霄深叹了口气，明明在一个班级，为啥他这么寂寞？现在他一个人坐在教馆的后端门侧，地板上铺了个小软垫，旁边还有一个垃圾桶，里面全是废纸团。远离同学们10几米远，凌霄一个人躲在后面丢纸团玩。体内灰焰一出，将手里的纸团染上威能，这团 A400 纸顿时灰黑，犹如泛着火苗的煤球。手掌高举，凌霄像投篮一样对着窗户方向轻投，丢！在脱离手部1米多的距离，纸团灰焰退去，他划过高高的抛物线，慢悠悠地掉落在地板上。威能 LV1，经验值加16，这是蓝豹跟他制定的修行方案，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先把威能缠绕在戒指上，让其远离身体，一点一点地扩大距离。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一直给凌霄足够的压力。现在把威能附着在大剑上，对凌霄很轻松，因此给的经验值也变少了，只有2、3点。而让戒指离开身体是可以控制距离的。一开始，凌霄只能让威能离开身体几10公分，现在已经能达到1米左右了，进步很大。但系统给的经验值一直没有变少，毕竟他远远没有抵达上限。纸团能飞多远，他就还能提升多远。丢！威能 LV1，经验值加17，威能 LV1，经验值加15。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垃圾桶，凌霄无奈地站起身子，将地板上的废纸一一拾起。刚才丢得多潇洒，现在就捡得多狼狈。等等！凌霄脸色突然一怔，只要让戒指脱离身体就好，他也不一定要用丢的。手捧着纸团，凌霄将威能缠绕在上面，掂量了一下手感，向上抛起。丢！纸团凌空浮起了2米高，停顿坠落，直直落入凌霄手中。威能 LV1，经验值加15，没问题。凌霄顿时大喜，双手各持一个纸团，开始抛起落下，左右开弓。丢丢！威能 LV1，经验值加12，威能 LV1，经验值加14。哼哼哼，这点经验值可不能让凌霄先生满足，我还能抛更多。接下来，五花班教室出现了一道奇景，7、8个纸团凌空飘起，循环有序，从左到右画出美妙的抛物线，在2只手掌上依次循环。蓝豹眼角抽搐的看着教馆后方的学生，不知道的还以为学校请了马戏团抛球演员来表演杂技呢。丢丢丢丢！威能 LV1，经验值加11，威能 LV1，经验值加13。沉浸在愉快地刷经验时间，凌霄完全没有注意到威能 LV1 的经验值已经逼近40%了。他只是一点一点的提高着纸团的高度，直到丢！威能 LV1，经验值加6。砰！燃着灰焰的纸团砸到了天花板，瞬间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尘埃散起，沙砾遍地，原本光滑平整的天顶现在落下了一块狰狞的疤痕。凌霄的身子僵住了，他回过头，看到全班同学都在静静地凝视着他，默然无言，气氛有些尴尬。而蓝豹老师则双手环胸，对他咧开了充满野性的笑容，那感觉就像饥肠辘辘的猎食者看到了肥嘟嘟的兔子一样。凌霄就是那只肥兔子。下午搏击课上，双手缠绕着压缩到极致的焰沙，凌霄神情专注，对着沙包挥舞起拳头。轰！搏击术 LV2，经验值加3，威能 LV1，经验值加4。轰！搏击术 LV2，经验值加2，威能 LV1，经验值加8。攻击没有直接击下，在距离沙包10公分远，
凌霄的拳头就停了下来，拳头表面的焰杀荡起，似乎想要脱离肉体的束缚，但在每次都浮起几厘米就开始跌落，无法触及目标。这是蓝豹教给他的方法，让他在搏击课上也能顺便修炼武化，充分利用好每节课。可惜没有戒指，威能离体的难度瞬间高了很多。凌霄现在只能让他们远离2-3厘米。轰轰，巨大的力量轰击在空气中，响起了骇人的轰鸣声，气流爆裂，震得沉重的沙包微微荡漾。搏击术老师王刚心惊胆颤地看着这个场面。身为曾经的猎人，他当然明白那层深灰色焰杀有着怎样的威力。一旦他在脱离肉体几公分，那强横的冲击力就像炸弹爆炸一样，可以瞬间击爆沙袋。想起那漫天飞溅的沙粒，王刚顿时头痛欲裂了。可现在学生在修行武化，他又没有正当理由制止他。轰轰，近了，越来越近了。王刚感觉自己心脏在抽搐，就好像眼睁睁地看着炸药包的倒计时，实在太折磨人了，他无法忍受下去了。凌霄，你给我过来！看着这个一脸懵逼的学生，王刚深吸了一口气，为啥感觉这小子越来越难搞了？你以后就在这里练，指纹我给你录好了，以后搏击课我也不给你点名了。砰！搏击课老师摔门而出。身处王刚老师的私人办公室，凌霄看了看眼前的钢铁沙包，茫然地挠了挠头，这个好像能放心打下去了。轰！搏击术 LV2， 经验值+2，威能 LV1， 经验值+9。当！巨大的轰鸣声震起，王刚老师的办公室像是铸铁厂一般，回响着连绵的金属打击乐。可惜好景不长，午休被吵醒，浑身低气压的许若梅老师逮住了凌霄，将他狠狠地踩在地上蹂躏。几天后的武化课，凌霄无家可归了。由于现在威能 LV1 的进度已经达到了 70%， 能量附着在戒指上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常教室的范围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修炼了。再混下去，武化班的教馆估计要被他搞得破破烂烂。蓝豹老师将他赶了出来，并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背着专属于自己的大剑，凌霄来到了多武器道馆巨工厂。工作人员满脸疑惑，估计是在想这学生是不是翘课了。凌霄没有做啥解释，只是默默地取走巨弓，并带上了好多桶箭矢，选择了最远的300米靶场，开始搭弓射箭。深灰色的威能流出，箭矢燃起了焰杀。凌霄稍微瞄准了一下，射出，咻！箭矢冲天而起，在距离凌霄10几米的空中灰焰消失，箭矢退回了原本的模样。砰！箭矢命中靶子，准心还是可以的。威能 LV1， 经验值+12，巨弓 LV1， 经验值+2。继续搭弓，这次凌霄直接上弦了3根箭。咻！威能 LV1， 经验值+18，巨弓 LV1， 经验值+4，多用了3倍威能，竟然只加了这点蚊子腿，这系统真的欺人太甚。轻叹了口气，凌霄继续3根一组的射了起来。谁叫他就能量最多呢？有时候射得头昏眼花，有些腻歪了，凌霄就握起大剑缘的开练起来。在缠绕了威能的情况下，整把大剑都庞大了不少，剑身长度也从 1.6 米变成了 1.8 米，像一把深灰色的光剑。这20公分就是凌霄现在的极限了。无戒指的威能离体，他现在也是差不多这个距离。轰！威能 LV1， 经验值+10，大剑 LV2， 经验值+2。唉，修炼的道路真是寂寞如雪，现在真的好无聊，附近连一点说话声都没有。平时课堂上还能听到同学们吹逼呢。于是凌霄决定给自己找一些乐子，放下大剑，重新搭上巨弓，灰焰蔓延。这次不只是附着了箭矢，整把巨弓也燃起了灰色的火焰，包括弓弦。凌霄手指用力，试着往外一拉，重，超级重，感觉拉的不是弓弦，而是某种高强度的合金。无奈之下，凌霄开启了猎人模式，双手也缠上了灰焰，力量瞬间暴涨。噔噔噔，在强大的力量下，弓弦慢慢发生形变，空气中荡起阵冲击波。凌霄现在非常好奇这家伙的威力，他瞄准了靶子，减少了抛物线，放开手指，轰！空气中响起了恐怖的震荡，像开炮了一样，箭矢瞬间消失。虽然10几米后上面的灰焰已经褪去，但巨弓附着的动能依然存在，箭矢带着前所未有的速度轰向靶子。砰！强大的冲击力下，箭矢瞬间击碎了半块靶身，而代价就是那根箭矢也跟着烟消云雨，爆裂开来。幸好附近没啥人，凌霄重重的松了口气，决定赶紧换个靶场，转移案发现场。然后他就看到了身后的蓝豹老师。咋了？为啥我感觉你有些心虚啊？看着眼前这位脸色僵硬的学生，蓝豹咧开嘴巴，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哈哈，没事没事，老师您怎么过来了？看到这位老师的笑脸，凌霄觉得脑袋有些发疼，能让他25点体质都无法忘却的疼痛。哼，不愧是 A 级猎人。那边训练也进入正轨了，我就来看看你进度怎么样。蓝豹摸了摸下巴，看着凌霄轻笑道：“你看起来蛮无聊的呀。”凌霄表情含蓄的点了点头。走吧，跟我换个地方。老师要去哪？蓝豹回眸，飒爽一笑，陪我打网球去。凌霄茫然的眨了眨眼睛。军武大学里没有网球场，蓝豹开车载着凌霄离开学校。听说有一间私密的网球俱乐部，是为猎人开的。你小子原来真是382名，我还以为上次你是在唬我呢。开着车子，蓝豹对侧座的学生淡淡的说道：“老师，我从来不撒谎。”凌霄面色诚恳，拍着胸脯给自己挽回信誉。听到这话，蓝豹瞥了他一眼，脸上勾起了微妙的弧度。会不会撒谎？待会我就知道了。在一家名为阿炳网球俱乐部的大型场所前，车子停了下来。凌霄看了一下位置，这里离军武大学还是蛮近的，也才10来公里。旁边还有一家纷纷乐器百货，店面也是相当大，跟小型商场似的。里面乐器种类看起来五花八门，有键盘、吉他、打击鼓，
还有一些古筝、长箫之类的国风乐器。你在发什么呆？快跟上！凌霄连忙跟上老师，走进了网球俱乐部。场所很大，装修也很豪华，但里面却十分冷清。俱乐部前台坐着一位身穿背心、短裤的中年男子，在这华丽的装潢下，他的存在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两人走近，发现他正在刷短视频，对着性感热舞的高美颜博主，男人的小心心点出了残影。砰砰，敲击了几下桌子后，中年男人终于发现了来客。哎，蓝豹，好久不见啊！你怎么过来了？哈哈，这不是怕你店面倒闭，过来照顾一下你的生意。蓝豹老师豪放一笑，指了指那没几个客人的场馆。你这不亏死，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男人挥了挥手，满不在乎地说道。还好啦，店面我都买下来了，每月也就亏个几万块钱。随后他看到了后面的凌霄，脸上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蓝豹，作为前队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中年男人凝视着蓝豹的眼睛，语气低沉地说道。老牛吃嫩草是不行的。砰，这位俱乐部老板阿炳被塞进了墙里，字面意义上。凌霄目不斜视，完全无视了这个惨剧，取走一副网球拍，跟随着老师的身影来到了一个地下室的场地。跟上面的网球场不一样，这里的地面是金属的，非常的坚硬。老师，为啥要在这打？感觉这地板手感很差啊。因为这里的地板都是威姆合金。对面的蓝豹咧开嘴角，手上的网球拍燃起了灰焰。可以稍微放开手脚。柔软的网球化为深灰色的流光，带着长长的焰沙轰击在凌霄身旁的地面上。轰！地板犹如遭到了流星撞击，恐怖的冲击波爆发，狂风撕扯着凌霄的头发。啊！昨晚我去林雪家做客，听说她在狂斗道场输给你了。蓝豹伸出2根手指，面带笑意地看着凌霄。体质柔弱，身体无力，呵呵。我今天就想看看你的身体到底有多单薄。又一颗网球抛起，流星再次坠落，这次的目标是凌霄。妈耶！深灰燃起，凌霄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灰烬模式，用缠绕着焰沙的网球拍狠狠地击向流星。轰！网球真的好可怕。凌霄想回家。又到了周日，凌霄、赵思雅4人一如既往聚一起吃早饭。这件事情是我的室友乔亲身遇见的。赵思雅脸色凝重，声音压低，语气神秘地对凌霄他们说道。乔有个习惯，在洗完澡后他会独自去后山散步。要知道，除了月初的对抗赛，后山几乎是不会有工作人员的。乔喜欢那种寂静的氛围，他喜欢一个人在那看星星，这能让他紧绷的精神得到放松。可这2天晚上，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赵思雅的声音越来越低，似乎在努力营造着恐怖气氛，让大家身临其境。某种意义上，他成功了。对面的陈菲菲跟方文已经细眉紧蹙，面色僵硬了。凌霄没入戏，他一直看着对方侧脸的米粒，身上好像有蚂蚁在爬。要不要提醒他？但他这么努力地讲着鬼故事，打断他是不是不太好？在凌霄陷入纠结的时间里，赵思雅并没有停下他的故事。那个声音像是某种乐器，但却杂乱无章，毫无音律，光听着就让人头昏脑胀，呼吸不畅，恶心欲呕，有一种精神上的窒息感。陈菲菲轻捂嘴巴，畏畏缩缩地猜测道：那是不是某种音波攻击？也有可能是灵魂生命。方文眯着眼睛悄声说道：听说在威能浓度极高的地带会衍生出某种亡灵般的怪物，他们的躯体由能量跟精神力构成，可以伤害人的灵魂。凌霄不知道。赵思雅微微摇头，神色凝重地说道，但可以肯定那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乔真的很害怕，那道诡异的声乐让他毛骨悚然，他跑了起来，想要远离声源。但没想到的是，无论他跑到那个声音都如影随形，宛如复古之居，深深地刺入他的脑袋。死！星号2。陈菲菲跟方文倒吸一口凉气，为中央空调增加了一点工作压力。看着他们感同身受般的神色，凌霄抿了抿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只是山里回音比较好？赵思雅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像是在看一个草木渔夫，一个坐井观天、孤陋寡闻的无知者。凌潇潇真的很不懂气氛。凌霄，安静一下。凌霄莫名其妙下被大家嫌弃了。凌霄委屈地啃起了馒头。赵思雅竖起一根手指，接着讲道：在逃避无果后，乔放弃了，他想要离开后山，彻底远离这个恐怖之地。但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事吧？对面的2位少女缩起了脖子，似乎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在听了那么长时间的魔音后，乔的大脑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那道令人作呕的声乐，他竟然听出了某种节奏感。赵思雅捏了捏耳朵，小脸上惶恐不安，语气甚至都变得生硬起来。他竟然理解了那道乐曲，甚至他还觉得挺好听的。此话一出，顿时引起2位忠实听众的强烈反馈。这是不是认知发生了变化？就好像被人精神操纵了一样。我听说灾变前有种神话，里面邪神的意语带着污染，让人逐渐变成怪物。看着情绪激动、讨论的面红耳赤的3位少女，凌霄斟酌言辞，小心翼翼地发表了看法。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那人的乐器演奏水平提升了？星号3。这次凌霄收到了3道白眼，被直接赶了出去。纷纷乐器百货，凌霄提着一把吉他，满脸尬笑地站在前台。又要退货？你小子是不是在消遣老娘？前台的办公椅上坐着一位看起来30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宽松的棉质睡裙，头上烫着波浪卷，脸上敷着黄瓜片，此时正口吐着烟圈，眼神冷冷地瞪着凌霄。怎么能算又呢？芬姐，我上次也就退了把唢呐。凌霄摆了摆手，努力地为自己辩解道。像一开始买的那4件乐器，
我可没退。这个女人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叫做柳芬，跟隔壁的老板一样，也是名退休猎人，闲着没事开店闹着玩的。我说你买这么多乐器干什么？现在军武学生这么闲的吗？女老板柳芬弹了下烟灰，右手操纵着电脑，漫不经心地问道：“算个人爱好吧。”凌霄确认了一下手机的退款到账通知，脸色顿时轻松下来。看了下时间，13:40，还差20分钟。芬姐，我这边时间还没到，架子鼓能借我玩一下吗？舔着厚脸皮，凌霄对着女老板露出了阳光的笑容。柳芬翘起二郎腿，满脸嫌弃地看着凌霄：“你敲得难听死了，把我的客人们都赶跑了。”实际上这里本来就没啥客人。当然，凌霄没傻傻的把实话说出口：“我有进步的，上次不也是越敲越好吗？乐器真的很贵，为了能少买一种乐器，凌霄据理力争。而且我可是大客户，怎么能一点优待都没有呢？那4把乐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花的钱让他心在滴血。你不就是在等蓝豹过来吗？这点时间也想着练鼓？”柳芬撇了撇嘴，略带狐疑的说道：“难道那男人婆内心有浪漫情怀，喜欢养音乐男孩类的小白脸？”凌霄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十分险恶的笑容：“嘿嘿，你如果不让我玩架子鼓，我就把刚才的话告诉蓝豹老师。你小子！”拿起鼓槌，凌霄轻松随意的敲打起来，砰锵砰锵砰砰砰锵。鼓点略有生涩，但节奏感还是可以的，至少不算难以入耳。架子鼓 LV0，经验值+3；架子鼓 LV0，经验值+4。这些天他斥资重金买了那么多把乐器，就是为了挣钱利点。为了不吵到他人，他每天晚上背着乐器跑去后山，趁着夜色无人偷偷开刷。没想到还是伤害到了某些无辜学生。跟棋类一样，乐器也是有经验惩罚的。目前他刷到了4个潜力点，分别来自电钢琴、小提琴、长箫、古筝、吉他、唢呐，都触发了经验惩罚，经验值都少得可怜。其他乐器凌霄也稍微试过了，绝大部分都没啥性价比了，目前也就这个架子鼓还行。叮咚，时间到了，老师那边的消息发过来了。砰锵，架子鼓 LV0，经验值+3；架子鼓 LV0 提升为架子鼓 LV1，潜力点+1。打开个人面板，姓名凌霄，潜力点2，力量17，敏捷16，体质27，精神26，技能威能 LV1 97.3%。跟老师打了几天杀人网球，这次也差不多该升级了。网球是门高超的技术，在对手把球轰成流星，在地上产生巨大的爆炸时，不能慌乱，更不能被那冲击波扰乱阵脚，要调转全身威能，结合 LV2 的发力技巧，将附着灰焰的球拍狠狠地击向目标。在球拍网面接触到球体时，必须及时将自身的威能扩散到网球身上，并在离体后保持着威能缠绕的效果，不然那颗软球会瞬间化为齑粉。这几天学到很多，凌霄深深感慨，这真是技艺深奥的运动啊！就是不知道为啥他没给自己潜力点。轰！威能 LV1，经验值+11，威能 LV1 提升为威能 LV2，潜力点+1。凌霄闭上眼睛，任由蓝豹老师将球轰击到己方球场，巨大的冲击波爆起，狂乱地撕扯着他的头发。小子，咋突然停下来了？蓝豹甩了甩手中的球拍，有些疑惑地看着对面的学生。凌霄深吸了口气，身上的灰焰突然暴涨，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炬。晃！眨眼间，他身上的威能焰杀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军武制式的白衣黑裤以及一根深灰的网球拍。见状，蓝豹皱了皱眉毛：“你把灰炭模式取消了，是不是想挨揍啊？”“是灰烬模式。”凌霄睁开眼睛，有些无奈地矫正道：“而且网球再打下去，可能也没啥锻炼效果了。”“臭小子，你有点飘啊！”球拍竖向挥落，一道弧形的能量斩击破空而出，犹如深灰色的毁灭锋刃，瞬间切断中场的球网，直奔女教师胸口。蓝豹瞳孔一震，怔怔地看着这道迎面而来的剑气。噗嗤！恐怖的能量刀刃停住了，被一只女性右手抵在了前方。锋利且高密的威能刀光狂暴躁动，似乎想要撕碎一切事物，但就是无法挣脱这只手掌的束缚。蓝豹好奇地眨了眨眼睛，右手一捏，砰！这道纯粹的能量斩击瞬间如镜子般破碎，零散的威能碎片溢散于空气，渐渐地消失不见了。咋样？凌霄转着手中的球拍，对着老师挑了挑眉，嘿嘿一笑。他当然不担心自己会伤害到对方，对于 A 级猎人来说，这攻击可能跟诱饵一般无力。蓝豹五指张合，沉吟了一会，似乎在回味着刚才的手感。冲击力、速度、锋利度、硬度都还不错，单论剑气强度，比绝大多数 C 级猎人要强。你小子真是有够离谱的。女老师抬起头，凝视着凌霄，略感牙疼地说道：“大三能有这水平的威能武化，哪怕放眼全世界，估计也算天才级别的。这不是老师您教的好吗？”凌霄挠了挠脑袋，脸上写满了谦虚与腼腆。哼，蓝豹嘴角翘起，略带打趣地说道：“我可教不出你这种学生，也许再过10来年，你就能把我踩在脚下了。”10来年？老师您说笑了？那怎么可能？凌霄皱眉摆手，连忙否认了这个说法。呵呵，就当是这样吧。蓝豹摇了摇脑袋，脸上再次挂起了狂野的笑容。再对着老娘多来几发，我今天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水平。对此，凌霄自然从善如流。地下室里恐怖的斩芒接连喷发，里面还夹杂着几道凛冽的拳压。对于学生的全力倾泻，蓝豹照单全收，没有一丝闪躲。回校坐的是老师的车子，凌霄瘫坐在副驾驶上，脸上满是慵懒。他体内被完全掏空，真的一滴能量都没有了。
这是他第一次面临威能消耗殆尽的情况，体感很奇妙，虽然不难受，但有些犯困想睡觉。威能放出的破坏力很大，消耗也很大，每道斩击都是能量的高度凝聚物，它能远距离、大范围的撕碎敌人，但每次释放也会带走体内大量的威能。虽然对凌霄的威能储备来说，这应该不算什么，但耐不住他攻速快啊，1秒1发，毫不间断，像洒水一样的释放能量斩击，哪怕是他，也有油尽灯枯的时候。而那个正面接下他全部攻击的人，现在却毫发无伤，精神抖擞地开着车子，喉咙里轻哼小曲，看起来心情还不错。开启面板，潜力点剩了3个，这是他专门预算好的。老师，相比学生版的提炼法，完整的威能提炼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然有。蓝豹瞥了眼旁边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也不惊讶。威能提炼可是力量的基石，一切的根本。经过无数的修正打磨，完整的威能提炼法可是人类真正的瑰宝，它能让战士们实现脱胎换骨。我以前也是学生，很理解你们对此的好奇，但那东西并不是越早接触越好。蓝豹目视前方，淡淡的说道：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打好基础，让身体最大程度的成长。正式毕业之后，会有人来帮你们补全的。完整的威能提炼法并不是越早接触越好。对于这个，凌霄其实早有了些猜测，主要是凌雪这个猎3代，他用的也是残缺提炼法。如果真的越早学越好，人家那个 A 级猎人爷爷估计早就给他偷跑了，跟威能武化一样。洗完澡，躺在床上，看着面板里仅剩的3个潜力点，凌霄想了一下，先在体质加了1点，达到了28，剩下的2点他要加在精神上，但不打算一口气加完，因为昨天晚上在把精神点到26的那一瞬间，凌霄又一次的踏进了云端之上。他和星空的屏障似乎越来越薄了，薄到每次加点都能让他思维变得空灵。也许再过不久，哪怕不借助潜力点，他的意识也能自由地触及星空。精神26提升为27，在将精神点上的一刹那，凌霄的思维逐渐放空，等眼睛再次张开，他再次地抵达了星空。这次他所处的位置已经没有了那些五颜六色的光点了，象征着力量、物质、毁灭，犹如深渊般的纯黑，代表着精神、概念、规则，仿佛梦幻般的月白。除了这2种颜色以外，其他的威能光点都消失了，也不知道是被驱赶还是被同化了。而这黑白光点也不像以前那样交织在一起，现在的他们水火不容，泾渭分明，对彼此充满了敌意，甚至他们还试图吞噬、同化对方。现在的凌霄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小白，他在隐约间已经明白了某种事情，这2种威能是最适合构成他异能的例子，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此，谁也不服谁，势必要干掉对面，成为构成王座的唯一颜色。这是场战争，是倾尽一切、不共戴天、势不两存的战争，可能会持续上1周、1月，甚至好几个月，除非有外力干预，比如说异能的主人自己亲自做出选择，到时候尘埃落定，异能也就觉醒了。凌霄知道这一点，但他不想做出抉择，2种都好酷，他都想要。时间飞逝，又过了半个月，凌霄终于回到了武化班教室。好像很久没见到你了。庄建宇看着身旁这位许久不见的同学，脸上浮出了些许好奇。老师究竟给你安排了什么课程？是啊，凌霄，我也非常想知道你是咋训练的。后面的刺猬头白闪高举右手，带着一如既往的阳光笑容，连附近的凌雪也把微微侧耳，估计在认真偷听。我想想。凌霄手抚下巴，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随后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丢纸团、马戏团抛球、射箭。还有呢？星号2。庄建宇跟白闪点了点头，前2个他们在教室有看到，后面射箭也还能理解。打网球，去后山修树，处理突兀的山岩，打磨岩壁，甚至……凌霄抬起头，一脸苦逼地说道：“我还去锯木加工厂，免费帮忙切木头，免费的。”星号2。庄建宇跟白闪一脸懵逼，最近这娃到底经历了什么奇葩事情？哎，不说我了，你们这的进度怎么样了？白闪挠了挠头，嘿嘿笑道：“我感觉快了，再过1周，我应该就能让威能流出了。”凌霄表示不出所料，白闪虽然看起来像热血笨蛋，但毕竟是年段老3，天赋可是很强的。再加上以前作为对练的报酬，凌霄提前教了他一些威能武化的技巧，现在有这进度也是不出所料。而另一位呢？庄建宇嘴角浮出些许弧度，他伸出手，灰色的能量溢出，爬上了他的手掌。凌霄眨了眨眼睛，略带惊叹：“可以啊，你这进度还蛮快的。武化班才开了这么点时间，能这么快掌握威能缠绕，这中2剑仙也是无愧于天才之名。我还以为这学期你会赶不上凌雪，从此掉落年段首席之位。”呵呵。庄建宇摇了摇头，轻笑道：“笨鸟先飞确实能带来一时的领先，但当雄鹰展翅之时，这点距离将毫无意义。”凌霄，这人真的好装逼啊！而且他还把凌雪比作笨鸟。在凌霄看来，这2人都是响当当的天才，天赋是一个级别的，把人比作笨鸟，真的好过分。而且那个冰山美少女可是一直在偷听，她肯定听到了吧？凌霄转过头，发现凌雪大小姐此时脸色毫无波澜，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她似乎看破了名利，内心早已心如止水，不被外界的红尘俗世所干扰。当然，也就外表了。凌霄能感觉室温变低了一些，然后他就看到凌雪掏出了手机，先指灵活地点击起了屏幕。嗡嗡，凌霄默默地查看了消息。那个贱人骂我笨，他凭什么这么说？除了用异能赖皮，他都不一定打得过我。天天装得像个世外高人，一副我就是剑仙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就是装逼犯，还留长头发，娘娘腔。他背地里肯定天天穿女装。
然后自拍美颜修图发网上，对着那些宅男卖弄风骚。呕吐点 JPG， 他没准喜欢男人，你小心点。林雪的好友是在昨天加的。周日，他跑到了黄豆道场赚点外快，再次碰到了这位高岭之花，两人又打了一场，但这次可没那么势均力敌了。他的升龙拳狠狠印在对方的肚子上，让他也体验了一把被塞进天花板的快感。然后他就被林雪加了好友，被他整整喷了一晚上。那如同瀑布般不间断的消息，实在是太有压迫感了。谩骂、叫嚣、取外号诋毁、表情包攻击、抽象 emoji 攻击、语音攻击、连麦直喷、视频直喷，甚至他还偷拍凌霄的照片，给他 P 图做成表情包发过来。之所以这么气急败坏，凌霄怀疑是自己让他当众丢大脸的原因。他可以输，但不能输得这么丢人。总而言之，这个女人其实非常记仇的，千万不能小瞧她啊！气死我了！凌霄，你赶紧给她脑袋一拳，让她摔个狗吃屎！我要拍下来，然后把她挂到学校的匿名网上，让这煞笔身败名裂。凌霄撇了撇嘴，这个神经病女人在开什么玩笑？她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兄弟呢？面额10000转账备注，给她脑袋来上一拳。凌霄抿了抿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面额20000转账备注，来一拳。等一下，我觉得你实在太冲动了。面额30000转账备注，让他丢人现眼。他可能不是在说你，姐，你先冷静一下。面额40000转账备注，把他脑袋塞进地板里。这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误会，都是同学，我帮你们调解一下。面额10000转账备注，打。这个庄建宇也太过分了，连林雪姐姐这种慷慨大度、冰清玉洁、温柔善良、宛如天仙般的美少女都能被他气成这样，简直有违天理，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凌霄今天就要替天行道，他早就看这个中二见人不爽了。庄兄，凌霄双手抱拳，面露忐忑之色，叹道：“鄙人有一事相求。”庄建宇见状，面色一正，立马如系道：“林兄，为何行如此大礼？您所求何事？快速速道来。今日见庄兄神功大成，竟已达缠绕之境，鄙人实在心痒难耐，想与您切磋一二。”庄建宇微微颔首，面带轻笑：“原来如此，此事甚小，庄某应下便是。木石，自由对抗。”善。在白闪猛圈的眼神中，两人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林雪也笑了，她把相机调成了连拍模式。来吧，凌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年段首席的真正实力。左手背后，右掌至前，上面还缠绕着威能轻纱。庄建宇此时宛如功夫片里的大师，面若清风，潇洒气派。好，深灰涌动，火焰燃起，在片片学生的惊呼中，自由对抗的场地上展开了太阳。在前天力量已达18点，身穿灰烬战袍的凌霄从火焰中走出，捏了捏拳头，轻笑道：“今天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庄建宇啊！当天晚上，鼻青脸肿的大三首席高清丑照被挂在了学校的匿名网站，引起了年段全体师生间的轩然大波。凌霄承受了邻座同学整整1周的幽怨视线攻击。班级对抗赛，高塔之顶，比赛场地是一座类金字塔建筑，听说曾经是某种庇护所，被学校重新改造，供军武学生们比赛使用。整座高塔分有10层，获胜规则很简单，看哪个班级的学生最先抵达顶层。每层都分布着许多上行通道，而要想开启通道，必须拥有完整的钥匙。每个学生的权限手表相当于半把钥匙，另外半把需要掠夺敌班学生的权限。一把完整的钥匙只能让一名学生前往上层，而且使用过后，掠夺的权限也会消失。也就是说，如果要通往塔顶，需要击败9名敌班学生。漫步于第8层，凌霄无聊地打起了哈欠。这个项目跟投狼猎杀不同，首席实力并不是非常重要，只要能力有方文、阿晨那个档次，然后运气好一点，每层都能遭遇敌班学生，这样就能及时获得上行权限，以最快的速度登顶。凌霄运气就不太好，在第8层他晃悠很久了，他很怀疑敌班学生跟他错过了。凌霄，果然是你！后方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凌霄回过神来，转头一看，在几十米外的拐角处，一名国字脸、五官挺立、气势英武的男人站在那里。他双手抱肩，体格健壮，身高跟凌霄差不多。你好像是……凌霄感觉对方有些脸熟，但又想不起名字。I 班首席孔川明，年段排名第9。孔川明撇了撇嘴，无奈地说道：“不说我们都在五花班，你至少把敌班的首席信息记一下。”抱歉，我这人记性不太好。凌霄脸上略带歉意，主要是这比赛记首席也没啥用，他也懒得去了解这些。哼，算了，既然遇到了，那就打一场吧。孔川明双手握拳，眼神凝视着凌霄，淡淡的说道：“我知道你威能武化学得很快，但现在大家也跟上了。”灰色的能量从他手中溢出，贴合皮肤，犹如一层轻薄手套。凌霄看着对方的威能纱照，赞叹的点了点头：“不错，可你的进度应该还比我差上一点。威能武化不是评判战力的唯一标准。”孔川明弓起身子，语气没有多少起伏：“实战看的是力量、速度、综合实力。”砰！男人化作一道黑影，瞬间抵达了凌霄面前，带着无可匹敌的铁拳：“给我倒下！”孔川明的拳头落空了，在他的瞳孔紧缩之下，一只大手抚上了他的面庞。“你说的对，战斗看的是综合实力。”身体吓到，视角偏移，难以想象的巨力压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撞向地面。轰！凌霄放开手掌，下面的 I 班首席已经陷入了婴儿般的睡眠。年轻真好啊！刚想掠夺对方的权限，凌霄的手表上响起了震动。滴滴滴，顶层已开启，权限识别 C。恭喜 C 班获得胜利，
本次比赛正式结束。在凌霄一脸茫然之中 ，C 班获得了胜利。班级聚会上，陈菲菲手捧着橙汁，面容庄重地向 C 班学生们发表重要演讲。让我们向 C 班的胜利女神方文文致以热烈的欢呼掌声。大家鼓掌。哦，星号啪叽啪叽，在如雷般的掌声中，方文浑身颤抖，耳朵粉里透红，快冒烟了。凌霄相信，如果下面有个洞，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直接钻进去。看到他害羞的模样，班里的同学更起劲了，四周传来了各种鬼哭狼嚎的声音，而且几乎都是女鬼。方文姐波叽波叽波叽，嘿嘿，方文腿长长的身子香香的，我每天都想着方文姐睡觉呢。方文，大白腿让我舔舔吧。PR，看着眼睛已经失去焦距的方文，凌霄面露同情。这群女变态放飞自我，比男的还可怕，至少班里的男生可不敢出口调戏方文。赵思雅啃着羊排，顺手拍了张方文害羞失神预照，转头看向凌霄。话说，下周好像就要开始期末评测了，这么快？凌霄愣住了，他这才发现时间的飞逝。期末评测完，马上就是年段排位赛，打完之后，大3学年就正式结束了。后面放个暑假，他们就要正式进入大4阶段，去军队或者猎人小队实习，成为战士，正式开始与异兽搏杀的生涯。接下来好像得和朋友们分开了。赵思雅、陈菲菲，你们是打算去军队实习，还是猎人小队？看着两人的眼睛，凌霄还是有些关心这个问题的。现在他俩的实力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在军队偏强，去猎人协会又偏弱。赵思雅跟陈菲菲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双手抱胸，露出了满脸得意的笑容。这件事班导有找我们谈过，他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没错，凌潇潇，我也要。经过他俩的解释，凌霄才知道，军武大学其实是有5年毕业制的。像他们这种实力不错但又不够顶尖的学生，可以选择2年实习方案。第1年去军队实习，第2年实力足够再去猎人小队实习。听到这，凌霄也放心下来，他就怕这2人头铁直接去猎人协会实习，那真的有点冒险了。我和小雅雅能在军队见面，但你和方文文好像就很难见着了。凌霄，猎人小队好像只接受1个实习生。2人眼神有些落寞，可能也是想到接下来大家就要分开了。凌霄脸上带着微笑，轻声安慰道：猎人每次休息时间可是很长的，到时候想聚还是没问题的。与友人分别是很难受的，他也一样。但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各自的成长，以及未来更好的重逢。纯黑与月白，泾渭分明，互不干涉。再次抵达云端，看着这种情况，他深深的松了口气。在前段时间，他已经能凭借自己的意志登上星空了。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架。你们都是我的翅膀，不要再打了。经过多天的意志干涉，这2种光力也堪堪停战，没有互相吞噬了。不过他们没有妥协，也不打算合作，只是暂时的偃旗息鼓而已。对此，凌霄并不担心，有1就有2，有2就有3。而且在凭借着自己登上星空后，他隐隐的有种预感，王座会成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周一上午，班导吴清华宣告了大3的评测事项。本次评测除了原本的搏击术、步法、选修武器、威能提炼、实战5项外，另加了威能武化这个考核项目。吴清华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地说道：其次，实战考核也不再是以前的与人搏战，而是真正的异兽猎杀。此话一出，顿时激起了全班的强烈反应。哎，真的是打异兽？要去荒区吗？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是有猎人小队带我们吗？卧槽，这辈子第一次直面异兽，学生们有些忐忑不安。凌霄很理解他们，毕竟真正参与异兽猎杀应该是大4的时候，并且由军队或者猎人小队带领。现在的大3学生毫无狩猎经验，让他们自己直面异兽也太离谱了。并不是让你们去荒区，这次的考核地点是……吴清华操纵键盘，在背后的投屏上敲出了几个大字：入州军队异兽观察基地。本次的异兽种类、等级都经过筛选调整，是军方专门圈养出来考核学生、新兵的。班导扫视着同学们，面无表情地说道：5人为一小组，成功猎杀1只异兽，小组成员可获得 C 评价；单人猎杀1只异兽，可获得 B 评价。最后，吴清华的眼睛看向了凌霄、武志行、方文、阿晨几人。单人狩猎5只以上的异兽，可获得 A 评价。各小组成员将由军方随机选取，并且是以整个年段为单位，等你们到了军队会给你们安排的。整个大3陷入了如火如荼的考试氛围当中，而各班级的科任老师这段时间也真的忙得头昏眼花。搏击课全力考核项目，排了好一会队伍，凌霄见终于轮到自己了，立马抡起膀子走了上去。他准备给这个激励器来点狠的。凌霄过，还莫等他挥拳，王刚老师的便面无表情的在表格上记下了分数。凌霄茫然的眨了眨眼睛，你还待在这干嘛？不要浪费老子时间，其他几项考核你也别排了，我直接给你 A 评价。王刚老师把凌霄赶了出去，继续接待其他需要考核的同学。领着一个 A 评价啥都没做的凌霄站在教室门口挠了挠头，算了，直接去找其他老师考试吧。哎，你这个小坏蛋，没看到老师很忙吗？过来捣乱干嘛？快出去出去！许若梅老师直接把凌霄踹了出去。凌霄，你没事自己在旁边挥剑，不要来找我。刚踏进双手剑教馆，已经忙得满头大汗的牟飞老师对着凌霄甩了甩手，叫他哪凉快哪待着去。好了，你可以走了。班导吴清华直接在威能提炼上写了个 A， 无言的驱赶着他离开。至于蓝豹老师，学会威能缠绕的自己填 A， 没学会的填 B。他直接在5化班的群里发了个表格，让学生自己填写。人都不在学校，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莫名其妙下，凌霄拿到了5个 A 评价，但他其实啥都没有做。漫步于校园，凌霄有些迷茫了。现在要干啥？大家都好忙，就他一个人闲得发慌吗？哦，好像也不是。一个长发竖起、面如冠玉的男人屹立于高空之上，他脚踏着长剑，双手背后，表情安然自得，似乎在居高临下的欣赏着众生百态。而在对面，一个留着刺猬头少年正对着凌霄迎面走来。他不远处的身后还有一个黑发及腰、面若冰霜的少女。哈哈哈，终于找到你啦，挚友！他们都在考试，搞得我无聊死了。白闪搂着凌霄的脖子，脸上满是清爽开朗的大笑。不过凌霄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仰望着天空。走到他旁边的凌雪也是这个姿势。你们咋了？上面有啥东西？哎，那不是庄剑宇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庄剑宇淡然一笑，轻声道：站在不同的高度，人看待万物的视角也不同。他张开双手，低头俯视着凌霄他们。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和我并肩？和我一起屹立于天之王座，去俯瞰这凡尘俗世，这芸芸众生。庄剑宇微微摇手，面色悲凉的叹声道：无知友人们，剑宇真的好生寂寞啊。星号3。凌霄面无表情，弯身拾起地上的碎石，掂量了一下手感。轰！一颗燃烧着灰焰的流星冲天而起，直奔天上的剑仙。咻！庄剑宇面不改色，底下的长剑突然一个变位，显直又显得躲过了流星冲击。哼哼哼哼哈哈！庄剑宇手抚着下巴，嘴里吐露着轻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笑声越扩越大。哈哈哈！没用的凡人们！剑仙似乎化为了天魔，他两臂高抬，食指张到了极限，想握住这天地大道，妄想将本尊拉下凡尘。你们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星号3。凌雪眯起眼睛，打了个响指。啪！咚咚咚！附近的地面顿时插上了几十根冰锥，它们长约1米，两端非常尖锐，像投掷用的标枪。弹药。凌霄和白闪理解了，他们各自拔起了一根冰锥，默默将灰色的气焰缠了上去。见状，天上的庄剑宇连连摆手，语气惊慌地说道：等等，学校是不允许用异能伤害同学的，你们犯规！犯规！凌霄眉头轻皱，略带不解地问道：什么异能？这冰块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吗？白闪面带阳光笑容，对着庄剑宇竖起了大拇指。庄剑宇，轰轰轰！对不起，我错了，你们不要再射了，别射了，别射了，很痛，救命啊！潞州军事基地，穿着军官制服，胸口满是勋章的威武男子操作完电脑，站起身子，对着旁边的女性敬了个军礼。王兰将军，我已将系统预设完毕。哈哈，不好意思，这次麻烦你了，小周。不，这只是举手之劳。威武男子沉吟了一会，略带担忧的开口道：分组是小事，但为什么要放出危险异兽？这对那条路径的学生实在……没事。蓝豹挥了挥手，脸上一如既往的勾起了狂野的笑容。那些给新兵训练的异兽太弱了，我怕他们考试的时候睡着了。2B，为什么我的成绩有2B啊？陈菲菲摇晃着脑袋，直直的发丝凌空飞舞，俏脸上写满了不甘。吃了她几波头发攻击的赵思雅撇了撇嘴，冷漠无情的说道：因为你就是2B，接受现实吧。小丫丫好没有礼貌，而且你不是比我多了一个 B 吗？住口！吃你雅姐一拳！两个女孩扭打在一起，获得5个 A 评价的方文，凌霄完全无视了两耍宝逗逼。两人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讨论着实战狩猎的事情。明天修缮调整1天，后天早上军队的车辆就过来接我们。方文扶着下巴，略微思考后继续说道：然后就是作战服发放，武器选配，队伍分组，路线确认，环境熟悉，考核正式开始时间应该是大后天早上。凌霄点了点头，异兽猎杀不是儿戏，要做好充足的前置准备。想必后天他们会在军队先住上一晚，之后再开始实战考核。话说分组到底是怎么分的？依据实力，还是完全随机的？对着这个，凌霄也是有些好奇的。毕竟如果完全随机也太看运气了，实力差的学生编成一个小队，那很可能连 C 评价都得不到，只能拿到不合格的 D。 听说是由军队的 AI 智能划分，严格调配每组小队的平均实力，让每个小队都有较大的合格几率。这个考核项目是很重要的，为了防止徇私，军队应该是不允许人工调配的。方文眯起眼睛，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除了很高级的军官，应该没有人能改变 AI 的算法。凌霄了然地点了点头，看来军武学生的实战考核也是重中之重，毕竟这关乎到军队跟猎人协会的新鲜血液。为了杜绝黑幕以及某些人为过失，将所有的学生信息交给高级 AI 计算，以得出最合适的解法。对学生来说，这是一场相对公平的挑战。至于人为改变 AI 算法，凌霄想了想，便被自己的念头逗笑了。怎么会有大人物这么无聊，专门过来找大3学生乐子呢？漫步于无垠的星空，看着越发平和的两种光力，凌霄面露思索之色。下午见到庄剑宇跟凌雪施展异能之后，凌霄家的黑白小坏蛋顿时安分了不少。虽然仍不愿意合作，但也没有那么相互敌视了。在庄剑宇、凌雪释放异能时，凌霄能感觉到他们的情绪，那是厌恶、不屑、鄙夷、一致对外的感觉。相比于彼此，这黑白光力更讨厌别人的异能。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敌人。要不，下次把那2位中2异能使约出来打一场，用尽全力的那一种。在凌霄的心里，这2位好友已经被贴上了觉醒工具人的标签了。一天的休憩过后，早上7点，军方的车队抵达了潞州军武大学。潞州军队异兽观察基地，记录官待机处。
穿着深色背心、体格高挑的女战士对着身旁的同事问道：“西，你是第一次当考生记录官吧？”“是的。”被询问的是一名表情严肃、穿着黑蓝色士兵服的少女，她留着及肩黑发，后脑勺上扎着一个小马尾。相对于其他女性战士，她的体格较为娇小，大概在1.53米左右，五官标致秀气，给人一种很可爱的稚气感。我记得你才实习了1年，今年也才大4，去当记录官真的没问题吗？身穿背心的女战士低头看着少女，语气中透露着些许关切。所谓考生记录官，就是在大3的实战考核中，跟随在学生小队深州的军方人员，负责记录学生小队的考核情况，以及充当学生小队的最后保险。正常的受伤、流血不用管，但如果学生们真的不敌易受，记录官要确保学生们能活下，至少别死在实战考核里面。这项工作要求记录官必须拥有轻松猎杀考核用易受的实力，一般是需要入伍几年、实力强悍的战士来担任的。像这位仍处于大4实习阶段的少女，实在不应该安排这份工作。哈哈，没问题的，小倩她可是5年制学生。一旁同样只穿着背心、留着的板寸头男战士摆了摆手，豪爽笑道：“过2月他就要去猎人协会实习，现在的小倩可不弱于地级猎人，比我们强多了。”看着女战士那满脸诧异的神色，少女轻轻点头，给了她肯定的答复。所谓5年制学生，就是针对那些优秀但又不够顶尖的军武学生所创立的制度。清水倩老家在英省，从小在潞州长大，毕业于潞州军武大学。毕业时的名次班级排名6，年段排名57，可以说除了5花班的那些最强精英，她已经是处于头部的学生了。之所以不去猎人协会实习，主要是老师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他选择5年毕业制。爹，星号3。就在这时，3人的军用手机响了起来，应该是记录官任务更新了。男战士打开手机，对着2位女同事说道：“分组信息发布了，你们也确认一下自己带的小组。”清水倩查看了一下讯息，小脸微微一怔：“怎么了？”女战士凑过身来，瞄了一眼，顿时皱起眉头：“4人小组。”小倩碰到了4人小组，那可就麻烦了。正常来说，学生狩猎小队都是5人小组，战力也比较充足。但不可能每届军武学生都是5的整数，因此运气不好的记录官也会碰到4人组的队伍。相比于正常队伍，这种4人小队战斗力上可能略显薄弱，沦落险境的概率大大增加。对记录官来说，工作难度变高了，注意力也得多多集中，不然学生一不小心就扑街了。总而言之，就是挺糟心的。没关系，我可以完成任务。看着面露担忧的2位前辈，清水倩表情平缓，面带轻笑，示意他们宽心。现在经过了1年的锻炼，清水倩已经熟练掌握了威能缠绕，即便在地级猎人当中，她也算得上强手了。他有信心在那些考核易受的獠牙中保障那4位学生的安全。虽然有些害羞，但少女其实很享受后辈的信任与崇敬。看着屏幕里4位学弟学妹的名字：庄建宇、林雪、白闪、凌霄。清水倩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黑黝黝的大眼睛明亮有神，带着些许期待的光芒。接下来就让可爱的晚辈们见识一下本学姐的威严与风采。浩浩荡荡的军方车队载着大3全体学生前往易受观察基地。一下车，军武学生们便被基地规模吓到了。坦克遍地，战车横行，电磁炮发射台、火箭炮发射台、巨型雷射武器装置、导弹发射台等等大规模杀伤武器应有尽有。驻守的战士们气势威武，眼神冷冽犀利。他们手持着一款大型的反易受枪械，只有常年经受威能洗礼、体魄强悍的战士才能随身使用，不然单后坐力就能要了普通人半条命。这里不是潞州军事总部，也不是城市驻防边境，仅仅是圈养易受的观察基地，竟拥有如此规模的战略储备。不过在军方人员带学生们进入基地，眺望了一番周边情况后，大家便恍然大悟，这里说是观察基地，但实际上更应该算是大型的自然保护区。平原、树林、丘陵、山峰，真的是广阔无垠，不知道存在着多少只异兽。只不过相比荒区，这里的异兽都是经过人为筛选，而且不同等级的异兽活动范围也经过了军方限制，考核异兽、普通异兽、高危异兽不能相互混杂。在后勤处，凌霄领到了自己的作战服跟武器，这些学校都提前收集报备过了，军方仓库早就准备好了。作战服是全套黑蓝色的，尺码合适，布置厚实，但又很有弹性。按照后勤工作人员的介绍，这是用一种大规模圈养的猪类异兽蛛丝，经过特殊加工制成的，在抗冲击、防切割、防腐蚀、抗燃、透气、防灰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当然，防御力虽然有，但别想着用它来抵抗异兽攻击，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凌霄领到的武器是双手大剑，款式跟军武制式大剑很像，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把剑是开刃的，凛冽的双刃锋利骇人，能很好的将异兽开膛破肚。好了，在考核期间，您的手机已经拥有了基地的网络，卫星地图使用权限，相应的小队分组也会发送给您，请查看后直接前往对应休息室。给凌霄开通手机权限的是一名职工姐姐，不是战士。毕竟相比总人口而言，战士数量实在太少了，哪怕是军事基地，也是需要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的。凌霄查看了一下分组讯息，38小队，也就是说，他今晚的住所是3-8号房。一开始，凌霄还以为住的会是帐篷或集装箱，但没想到军方这边提供了一栋专供学生小队的宿舍楼。想想也是，几十年来，每年都有学生过来进行实战考核，次扎帐篷不影响通行吗？而且学生不在的时候，这些房间还能提供给军区人员居住。通过基地地图，凌霄找到了学生宿舍楼，登上3楼8号房，用手机刷开房门。打开房门，但里面已经有人了。一个留着刺猬头、满脸阳光爽朗笑容的男生对着凌霄摆起了手。哟，凌霄，
整间宿舍类似于套房，3室1厅，2套卫浴，1个厨房，1个阳台，卫生整洁，空气清新，看来有人专门清理过了。凌霄对这里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宿舍本身，而是他的舍友。黑幕，绝对有黑幕。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凌霄敲击着桌子，一副发现了惊天阴谋的表情。而他的舍友们挠着脑袋看着他一脸傻笑的白闪，双手背后漫步客厅，惬意欣赏室内装修的庄建宇。坐在主位，宁心静气，全神贯注投入泡茶大业的林雪。可恶，竟然没人接他的话。凌霄看着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怒气不争，朽木难雕，恨铁不成钢，以及你们3人好今儿没意思。逛了一圈，庄建宇坐回沙发，手拄着下巴抬杠道：没准这是人家 AI 的新算法，你说黑幕有证据吗？那这 AI 肯定是用脚算的。凌霄撇了撇嘴，面无表情地吐槽了一句：这组队伍是要考核啥？看谁宰的异兽比较多吗？茶。哦，谢谢。林雪递上茶杯，凌霄连忙轻触桌面表示感谢。见状，少女点了点头，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个冰雪少女好像认为泡茶是件很酷的事情，一进来看到这里茶具齐全，立马就烧水准备装一手茶。哈哈，谢谢哈。林雪又向白闪递了茶杯，白闪接过也不嫌烫，直接一饮而尽。砰！一颗白皙的拳头落在刺猬头的侧脸，直接把他打飞了10来米，像驼抹布一般，整个人趴在墙上。2秒后，白闪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到原地，一脸懵逼。你不礼貌！林雪拿纸巾擦了擦拳头，语气冷若冰霜。凌霄嘴角抽了抽，他好像知道这位少女的意思了。在他递茶的时候，白闪没有轻触桌面回礼，让他觉得很没面子。B。就在林雪想递出第3杯茶时，房门被打开了。站在门外的是一名身材娇小的少女，她穿着黑蓝色士兵服，黑发及肩，扎着小马尾，神情虽然严肃凛然，但配上那可爱的小脸，却给人一种孩子装大人的感觉。娇小少女双手背后，一步一步地走进宿舍。她仔细打量着室内的4名学生，小嘴轻启，声音平缓地说道：介绍一下，我是38号小组的记录官，名字叫清水茜。我的任务分为3个：1. 帮你们熟悉小组的考核路线；2. 记录你们的狩猎表现，考核战绩；3. 砰！清水茜手拍向桌面，凝视着几位学生，语气沉重且凛冽地说道：在小队陷入生命危险时，拯救你们的性命。星号4。看着面面相觑，明显已经被自己震慑住的学生们，清水茜面露轻笑，内心对自己的开场发挥非常满意。为了这一幕，他昨晚在脑海里排练了一晚上，兴奋的差点失眠了。学姐的威严从第一印象开始，不过也不能太过，不然他们对自己只有畏惧、敬畏。这可不是清水茜的目标，他要的是那种尊重、憧憬、饱受信赖的师兄妹关系，是那种晚辈们一想到他就顿时充满安全感，那种发自内心的信赖。想到这，清水茜的小脸上顿时浮起了和蔼的微笑，语气也轻柔起来。好了，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星号4。凌霄4人俯视着这位娇小的记录员，互相对视了一眼。林雪，茶。哎，好的，谢谢。幸好清水茜小姐很懂礼貌。冰雪少女对她好感度暴增。这里就是 B3 路线的入口。站在异兽保护区的一侧入口处，清水茜举着手中的平板，向自己带的小队学生们介绍地图。路线一开始是平原地区，异兽数量很少，但后面有经过大木森林，这有个分岔口。清水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大木森林的东侧路线是考核用异兽，数量比较稀缺，但越往西异兽密度越高，救助区也越少。在靠近黑风山这一块，少女眼睛凝视着学生们，一字一顿地说道：可能存在着真正的地级异兽。虽然记录官必须保持考核人员的态度，不能干涉学生的行进路线，也不能阻止他们做选择，但是旁敲侧击的提醒一下还是可以的。经过他的介绍，正常人都知道了森林西侧很危险，根本不适合学生小队考核。如果想要顺利的完成考试，就应该果断选择东侧路线，离黑风山越远越好。果然，在他近乎明示的提醒之下，学生4人面面相觑了一会，随后便不约而同地点起头来，对他露出了懂你意思的笑容。太好了，这几个孩子很激烈，也很听劝。清水茜内心微松了口气，如果走森林西侧路线，那他的工作难度要大大提升。如果运气不好碰到地级异兽，他甚至没有把握保证学生们的安全，甚至如果地级异兽太多了，他本人都有可能陷入危险当中。当然，最多也就普通的地级异兽，黑风山上的高危地级异兽乃至 C 级异兽都被基地封锁了，不可能下来游荡的。对于异兽管理，军方还是很靠谱的。哇！突如其来的压迫感从背后传来，少女陷入了一个软卧，鼻息里满是雪梅般的幽香。林雪，能不能不要这样抱着我？不行。此时，林雪把下巴轻放清水茜的头顶，双手绕过对方的脖颈，将她整个人都拥入怀中。清水茜很无奈，但也理解后辈的行为，毕竟明天就要进行狩猎考核了，她心里肯定满是惶恐，想要找人依靠。相比她的队友，肯定是自己这位学姐更令她有安全感，更让人觉得可靠的。虽然学妹的依赖让清水茜很高兴，但问题是在这姿势太丢人了，让不知道的人看到还以为她是小孩子呢。感觉自己陷入威严下滑危机的清水茜轻咳一声，连忙找话题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实力怎么样呢？白闪举起手，爽朗大笑道：哈哈，我最弱。凌霄和庄建宇、林雪对视了一眼，语气模糊地说道：我们3个应该差不多吧？庄建宇、林雪颔首表示赞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修炼，大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白闪和林雪的力量各长了一点，庄建宇敏捷提高了一点，力量也有所增长，但没达到点数提升的地步。
而凌霄，他的思维已经变得离谱起来，力量21，敏捷19，体质28，精神28。在大三里，庄剑宇已然退位，他才是最恐怖的数值怪物。如果前2位不使用异能，哪怕不用威能放出，凌霄都能一个人打他们2个，按在地上抽屁股的那种。我明白了。清水倩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下，道：凌霄，你的年段排名是多少？382。神！清水倩眼睛睁大，刚想惊呼出声，但想到自己这反应太伤人了，他当即止住了话语。382名在年段里是货真价实的差生水平，庄剑宇跟林雪也和他实力相近，甚至……记录官少女瞥向了一旁那位一脸阳光傻笑的刺猬头男生，这娃竟然比他们3个还弱，那得吊车尾到什么地步？想到这，清水倩顿时头痛了起来。这 AI 是怎么分组的？为什么会把差生分到一起？还是4人小组？难道他们被学校、军方放弃了？清水倩想到了这种恐怖的猜测，顿时觉得呼吸不畅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内心的柔软被触动了。她想要尽全力的帮助他们完成考核，多给他们提示，多出谋划策，至少要成功猎杀一只考核异兽，拿到合格的 C 评价，这样他们还有点毕业的可能性。看着这几位年轻的后辈，清水倩轻歪脑袋，脸上挂起了圣母般的慈爱笑容，语气温柔的说道：别担心，你们一定能通过考核的，学姐会帮助你们的。听到这话，凌霄等3位男生茫然眨了眨眼睛。啊，星号3，林雪的这只新玩具在说啥？熟悉完路线，清水倩带领着学生们去食堂吃饭，提升了一下小队感情。哎，这个学妹实在太热情了，而且也太尊敬她了。吃饭的时候都要黏在旁边，还夹着薯条，想要服侍她。虽然是晚辈的一番好意，但清水倩还是觉得蛮不自在的，这让她有种被当成投喂宠物的错觉。回来的时候，清水倩带着他们领了狩猎背包，里面有水、食物、高光手电、打火机、医疗用品等。在宿舍里给学生们仔细讲了一遍明天的大致流程，确认没有遗漏后，清水倩便先去洗漱，将讨论时间留给学生他们。今晚记录官也要在这过夜。军方提供的3间卧室本来就是供6个人使用的，每间寝室摆着2张床，他和林雪一个房间。躺在床上，哪怕隔着消音不错的房门，清水倩也能隐约听到大厅里的激烈声响。想必他们应该在为明天的战略争论的面红耳赤吧。清水倩脸上勾起了怀念的笑容，去年的这时候她也是这样，为了狩猎的行动方案和队友们在大厅里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差点大打出手起来。而当时的记录官也是像他这样早早的躲进房间，不去干涉考生们的意愿。他要做的就是在明天竭力保证大家的安全，并且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给他们一点帮助提示。想到这，清水倩定下心来，安然的闭上了眼睛。而此时大厅里面，看着屏幕里已经输掉的红方小队，庄剑宇激动的面红耳赤，对着队友怒吼道：白闪，你怎么又死得这么快啊？哈哈哈，不好意思啊。白闪挠了挠头，笑容有点发虚。而另一边，身为胜者的蓝方凌霄，这支就交给我了。剑宇十分好奇他的前行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庄剑宇提刀向前，宣布了猎物所属。我们先溜了，你那边赶快跟上来哦。好的。凌霄3人准备离开，打算去寻找别的异兽。等一下，你们就这么走了？看到学生小队打算分道扬镳，徘徊在附近的清水倩直接绷不住了，他也顾不上什么记录官的素养，直接快步拦在了凌霄3人面前。你们同伴还在与异兽单挑呢，你们怎么能这就走了？清水倩手指着正与异兽搏杀的庄剑宇，气得满脸通红。要是他输了怎么办？那不是连救他的人都没有吗？凌霄3人转过头，那边的庄剑宇正和亚成年的尹任螳螂玩得不亦乐乎。异兽出连剑仙举盾，剑仙挥刀螳螂架连，一人一兽你来我往，看起来相当势均力敌。估计回校后他就能写篇研究报告，名字叫《尹任螳螂的攻击习性与前行特征》。没事学姐，我们相信他能赢。白闪笑容爽朗地看向清水倩，2排大白牙闪闪放光。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万一他输了怎么办？万一有别的异兽出现怎么办？清水倩急的语速都快了很多，额头都开始冒出细汗了。凌霄3人对视了一眼，看来确实让他有些难做了。庄剑宇要赶路了。噗嗤，凛冽的寒光暴起，连带着异兽的2把巨镰与脖梗一刀两断。尹任螳螂的脑袋飘向了空中，密集的复眼中似乎透露着满满的疑惑，啪嗒一声掉落在了土地上。砰！异兽的躯体倒下了。清水倩，那是刚找爆，一定要小心。他极其灵活，速度更是快弱。黑发及腰的少女脚步轻晃，闲庭信步般躲过了黑影的突袭，大刀挥下，扑唰，3米长的兽影顿时定住了。可怖的猫科异兽顿时头身分离，血水化作喷泉滋润大地。清水倩合上了嘴巴，不要劈孔牛的前螺，那里的硬度堪比钢铁，凭你的力量。当！刺猬头青年挥下巨斧，钢刃与巨兽的颅角相撞，厚实的角层顿时凹陷破碎。巨大的冲击力震晕了异兽的大脑，他瞳孔涣散，数吨重的躯体悍然倒地。清水倩，凌霄将手中的大剑一甩，暗红色的血水洒落在地上。在他的面前，一头身高接近3米，全身泛着金属光泽，肌肉狰狞暴起的巨熊失去首级，静静地趴在地上。队伍很安静，总感觉缺少了什么。哦，是少了老妈子学姐的嘱咐声。凌霄回过头，看着身后这位安静异常的记录员，厚重的巨锤被横置于地面。清水倩坐在锤面上，双脚敞开，2手放于膝盖，眉眼低垂，面无表情，犹如工作12小时没有加班费的社畜，全身上下充斥着满满的幽怨气息。学姐，你是不是要记录一下？因为看他心情好像不太好，凌霄的语气显得小心翼翼。啧，
清水倩眼帘抬起，冷冷瞥了他一眼，随后从口袋中掏出手机，啪啪按了几下，站起身子，少女面色不善地走到凌霄的身边。你小子，竟然把我骗得团团转！他踮起脚尖，双手猛然抓住学生的衣领，用力往下一扯。凌霄，清水倩，然后他就双脚浮空，挂在了凌霄身上。凌霄默默地弯下腰，让学姐双脚落地，贴心地帮他摆脱这尴尬局面。你小子，竟然把我骗得团团转！清水倩眼睛眨了两下，随即像无事发生一般，继续扯着学生的领子，怒吼起来。少女的脸上充斥着愤怒的潮红，情绪特别激动。凌霄甚至感觉自己脸上被喷了几颗口水星子。学姐，何出此言？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凌霄觉得备受冤枉，他一个诚实正直的五好青年，怎么会做骗人的事情？你不是说你年段排名382吗？清水倩咬牙切齿地摇晃着这名学生的脖子。如果不是这个小子，他怎么会以为小队全是吊车尾？他一路提心吊胆，操碎了心，生怕这几个学生被异兽宰了。结果一看，好家伙，个个都是高手，这4人至少拥有年段前50的水平，冲击个 A 评价都没太大问题。可我确实是382名啊！你还想骗我？还想骗我？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清水倩眼睛瞪大，脸越凑越近，像不良少女一样特意扭面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凶狠有气势。枪！不好意思，两位，打断一下。庄剑与刀盾相撞，打断了记录员和凌霄的友好交流。他眼睛注视着黑风山方向，轻笑说道：“那边好像有大家伙过来了。”砰砰砰，树木遭受到巨力扫荡，枝干破碎断裂，轰然倒塌。几百米远处，一只肩高接近5米的庞然大物，正一步步笔直地往这边走来。它外表接近棕熊，通体红棕色，毛发粗糙尖锐，犹如根根钢针劈过全身。熊掌上挺着5根黝黑锋利的巨爪，随意挥下，旁边的树木宛如遭受了切割机的巨砍，砰然碎裂，断面平整光滑。凌霄定睛一眼，那恐怖的钢爪表面正流淌着一层灰色的气体，犹如烟雾一般。这只异兽会使用威能缠绕，地级异兽赤级大熊。清水倩手持着巨锤，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巨熊，脸色冰冷凝重，但并不畏惧。他娇小的身子上，无形的气势节节攀上，灰色的焰沙从手中涌出，包裹了手臂与锤身。你们几个离我远一些，这只可不是考核用异兽，把它交给我来对付。虽然在对着后方学生小队说话，但清水倩眼睛一直紧盯着对面的异兽，不敢有丝毫松懈。对于双方而言，这几百米距离简直就是转瞬即逝，无法带来任何安全感。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输给这只异兽，但就怕学生们在旁边束手束脚。那缠绕着威能的巨爪，哪怕只是擦到，也能瞬间撕碎他们的肢体。白闪挠了挠头，有些困惑地问道：“学姐，地级异兽不允许学生们狩猎吗？”这句话直接把清水倩整脑淤血了。他嘴巴抿起，刚要吐出粗鄙之语，但林中接连传来的骚响，直接让他身子僵在了原地。肩高接近2米，身上弥漫着灰雾的幽影巨狼，拥有着尖锐硕大的灰角，牙齿狰狞锋利的噬肉麋鹿，体长超过15米，鳞片上闪烁着灰芒的双角巨蟒，通体黝黑，獠牙上发散着灰雾的鬼面獠珠。绝望！清水倩手脚一阵冰凉，上天就好像跟他开玩笑一样，平时偶尔碰到一只的地级异兽，此时就像扎堆了一样齐聚在一起。这里虽然是森林西侧，但离黑风山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级异兽在这？该怎么办？现在别说保护学生了，这么多异兽围攻，他自己都可能活不下来。死！捏了捏锤柄，清水倩深深地吸了口气，语气颤抖地向后说道：“你们全速往东跑，我替你们拦！”哈哈，太好了，正好一人一只眼。白闪阳光爽朗的笑声，此时在少女耳中是如此的刺耳。她脑海里的弦像断了一样，猛然回头，破口大骂道：“你们给老娘是可儿！”瞳孔、四肢燃烧着能量焰沙，武器上附着灰色薄膜。早开好了威能缠绕的4名学生看着突然过激的学姐，8只眼睛里满是关心疑惑。咋了姐？清水倩脸上浮出了苍白的微笑，重新转回脑袋。人家也觉得一人一只确实挺不错的，说：“哈哈哈。”几分钟后，您真的不需要帮忙吗？不需要，你们不准帮忙，敢帮忙我就咬死你！已经解决完的对手的大3学生从背包掏出高糖零食，默默围观着学姐与异兽的战斗。双腿被锤烂的赤级大熊轰然倒地，缠绕着威能的钢锤猛然挥起，自侧方击向巨熊的甲骨。噗嗤，骨骼破碎，血水喷涌，异兽的眼睛连着一起炸裂脱落。清水倩高举巨锤，自上而下对着巨熊的脑门来了最后一击。砰！就好像西瓜爆炸了一样，强猛的地级异兽头骨炸裂，顿时毫无声息。啪啪啪，一阵掌声响起，清水倩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来。那几位本该受到她保护的学生，此时正站在身后，连成一排，十分给面子地拍着手掌。明明同样解决了一只地级异兽，但他们的身上却干燥整洁，不见汗水灰尘。清水倩眼睛瞥向周围的4只异兽尸体，被大剑劈成2半的幽影巨狼，被长柄大刀斩首的噬肉麋鹿，被宽刃战刀剁成好几段的双角巨蟒，被巨斧劈碎脑门的鬼面獠珠。每个人赢得都比他轻松、干净利落，而他们仅仅是4位大3学生。清水倩眯了眯眼睛，语气低沉地问道：“你们每位的年段排名是多少？”白闪老3，林雪第2，庄剑宇第1。果然是这样。清水倩深深地吸了口气，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苦笑。从他们解决地级异兽的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只有年段最顶峰的几位才能在大3时期拥有匹敌，甚至超越地级猎人的力量。凌霄，我真的是382名，吃我一腿！
清水倩跳起来，狠狠踹着凌霄的屁股。好了，对这位满嘴谎言的坏学生略施惩戒后，清水倩收敛情绪，正色道：“你们接下来肯定是要刷评价是吧？”四人纷纷点头。那我们就继续往前探索，在走出森林之前，应该凑齐异兽数量。西侧森林异兽密度还是挺高的。庄建宇拿起手机，划开地图，我看了下路线，可探索范围好像包括了黑风山山脚地带。哈哈，学姐，那里异兽是不是非常多？白闪高举巨斧，笑容里充满了跃跃欲试。林雪抬手一指远处的山峰，语气肯定地说道：“就去那里了。”清水倩抿了抿嘴，眉角垂成了正八字，弱弱地说道：“那里有很多地级异兽。”点头星号4，我可能打不过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清水倩毫无底气，声音越来越低，脸上充斥着羞耻的红晕。凌霄和同伴们对视了一眼，转过头，将手放置于学姐的肩膀。接着，他模仿白闪，对着清水倩竖起大拇指，露出了阳光爽朗的笑容。没关系，你是记录官，我们会保护你的。清水倩，莫大的悲伤笼罩了心头，少女的眼角湿润，真的要哭出来了。她清水倩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学生保护的记录官，全身覆盖着重甲，犹如一台陆行坦克般的巨角怪蜥正在狂奔。她深棕色的长角犹如倒钩獠牙，上面缠绕着能量薄纱，看起来攻击性十足，十分骇人。凌霄一个侧身躲开了异兽的正面突袭，缠绕威能的巨剑挥起，砍向异兽的脖颈。扑哧轰，剑锋破开重甲，砍进去小半，但没有将他斩首，反而被巨力弹开了。哞！巨角怪蜥吃痛惨叫，硕大的伤口处萦绕着能量雾纱。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感受到危险，用威能缠绕抵住下落的刀刃。虽然成功保住了性命，但冲击波在他窗口内爆起，直接掀开了大块的皮肉。每只异兽对威能的使用也是有熟练度之分的。通过狩猎多只异兽的对比，凌霄也发现了某些规律。考核用异兽并不会使用威能缠绕，但身体会无意识地使用威能充盈。而地级异兽，他们会在爪子、尖角、獠牙、鳞甲上附着威能，但大多数是本能，不会去灵活控制。只有少部分比较强大，也可能是活得比较久、战斗经验丰富的地级异兽，比如说这只巨角怪蜥，它就能熟练使用威能缠绕。要不然刚才那剑它就不仅是重伤，而是该头颅落地了。哞！疼痛使这只异兽彻底愤怒了。它猩红的兽眼中掠起薄纱，四肢、脖颈、侧腹的重甲上也涌起灰蒙蒙的雾气，狂暴的气势在一步步攀升。看来怪蜥把凌霄当成了强敌，开始不吝啬能量了。这个姿态应该是类似于战士们的超频模式，并且他很聪明的在脆弱部位也裹上威能。凌霄挑了挑眉，果然越靠近黑风山，高危的地级异兽也越来越多了。这只巨角怪蜥其实比大多数地级猎人要强，如果让学姐上，还真不一定是他对手。当然，在现在的凌霄手里，他还是略显脆弱。砰！瞬间出现到异兽身侧，凌霄高举大剑，也不在乎对方威能缠绕与重甲，直接挥下。扑哧！膝头掉落，鲜血喷涌，异兽尸体倒了下去。现在的凌霄在力量上是货真价实的怪物，远远超过了地级猎人的范畴了。更别说他那极度夸张的能量密度带来巨大增幅。一旦开启灰烬模式，再使用威能放出，凌霄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什么水平了。只能说，大多数的 C 级猎人应该不会是他的对手。看了下同伴们，庄建宇跟林雪的对手也奄奄一息了，看起来马上就要结束了。白闪仍在和一只袋鼠厮杀，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战斗还在白热化当中。至于清水溪学姐，她躲在中心的巨树下，表情哭丧，握着锤柄的手掌因为太过用力，已经开始泛白了。为什么森林会有这么多高危异兽？他们不是被封锁在山上吗？这喃喃自语的模样，可以说相当紧张无助了。看着走来的凌霄，清水倩眼睛顿时一亮，随即便重新绷起小脸，装模作样的说道：“你们每人的猎杀数量已经达到5只，再待下去也没啥意义。我们还是结束考核，趁早回去休息吧。”好，等白闪那边结束吧。凌霄轻笑一声，也没有再去逗弄这位学姐。黑风山山脚附近的森林，高危的地级异兽实在太多了，许多都不是清水倩可以应付的。哪怕是白闪，在经过4、5轮激战，现在也有点状态消退了。虽然凌霄仍感觉意犹未尽，但为了同伴的安全，还是得见好就收的。以后成了猎人，这种日子还长着呢。对着已经解决掉异兽的庄建宇，林雪打了个招呼。凌霄刚要把视线移到白闪那边，但突然身子一怔，猛然转身看向黑风山方向。目之所及，森林树木一片安逸，看不出与之前有什么区别。但凌霄没有放松，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山顶方向，脑海中敏锐的探查神经发出了预警，这是那些地级高危异兽无法带来的感觉。某些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强敌就要出现了。怎么了，凌霄？看着凌霄突然严肃的表情，清水倩面露疑惑，小声的问道。庄建宇顺着凌霄的视线向山峰方向看去，那里是不是有东西要下来了？林雪眨了眨眼睛，略带好奇的问道。C 级异兽。凌霄沉吟了一会，不太确定的点了点头。C 级异兽肯定有，而且不止一只。28点的精神带给了凌霄极其优秀的威能感知能力，有2股骇人的能量波动，密度很高，量级也很大，应该就是 C 级异兽。但在他们的后方似乎还存在着零散的威能波动，有大有小，因为距离太远了，凌霄无法感知清楚。情况有点危急，但也有好消息，那些异兽都比他弱。C 级异兽，他们怎么能跑下山的？一听到 C 级异兽，清水倩顿时大惊失色，她语气惊慌地提议道：“我们赶快逃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哈哈，被锁定了，估计跑不掉了。凌霄将手放在学姐的肩上，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别担心，
放异兽出来的人有分寸，强度在我们能应付的范围。哪怕用屁股想，凌霄也知道这是人为事件。按学姐的说法，这附近平时应该连高危的地级异兽都不会出现，哪像今天这样，连 C 级异兽都蹦出来了。再结合他们的分组，凌霄大概猜到是哪位大人搞的手脚了，也就是他才能这么清楚学生的底细。这只肌肉袋鼠真的好猛啊！我差点没打赢他，哈哈哈！身上挂着几处彩的白闪一边大笑走来，一边拿着绷带包扎伤口。看到全体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某一方向，白闪脸上浮出一丝好奇。咋了？你们都在看啥？扑刷！4到10几米宽、凛冽高凝、弧度弯曲的威能锋刃呼啸而来，他们撕开空气，斩断沿途的树木，直奔凌霄一行人。枪！玄黄晕染空气，2把无人握持的合金长剑爆起，凌空斩下，在众人前方的空气中划了一道 X。是威姆合金的钢刃与能量爪印相触，震起火花与巨大的冲击波。双方在空中僵持了半秒，爪印开始龟裂碎裂，滋滋作响，随后啪的一声轰然碎裂，零散的威能碎片消散于空气之中。威能放出，那是 C 级异兽的威能放出。清水茜学姐惊呼一声，又立马看向了深州漂浮着玄黄光点的庄剑宇，瞪大了眼睛。这是异能？庄剑宇原来是异能使吗？庄剑宇没有解释，只是面色森严地看着攻击迟来的方向。在茂林之中，缓缓地走出了一道兽影，那是一只白色的雄狮，和其他强大的异兽相比，它的体型有些娇小，身高约2米，体长也才3米多。长长的鬃毛披散于脖颈，步伐沉稳优雅，青色的兽瞳中燃烧着灰焰，给人一股恐怖的压迫感。清水茜咽了咽口水，口齿干涩地说道 ：“C 级异兽，白玉狮子。”雄狮的视线瞥向空中的长剑，瞳孔中火焰荡漾，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目光直接锁定了某位长发剑仙。庄剑宇淡然一笑，眼瞳犹如琥珀，散发着玄黄光泽。看来他把剑宇当成狩猎目标了，那这只异兽我就接下了。他持刀提盾，空中2把长剑飘荡，正面走向了对手。他难道想单挑 C 级异兽？这也太冒险。清水茜的话还没说完，另一侧的树林里又是一阵巨响，一团直径接近半米的灰色光球轰然而来，里面蕴藏着恐怖的能量波动，躁动不安，犹如一颗即将落地高能炸弹。蓝白涌动，厚度1米以上冰之城墙拔地而起，阻隔了威能光炮与众人的接触。轰！光炮轰击在冰墙上，引起了巨大的爆炸。恐怖的狂风刮向树木，绿叶散起，离得最近的几棵大树更是枝干弯曲断裂，不知倒地。遭受轰击的冰墙也是充满了裂痕，冰屑纷飞，森凉的寒气更是让周围的温度骤降，犹如身处冰柜之中。林雪蓝宝石般的眼瞳一瞥，冷冷地盯视着自己的目标。那是一只身高超过1米的灰色青蛙，它通体晶莹，舌头卷曲，质感犹如水晶。透过光滑剔透的表皮之下，能看到流动的灰色液体，那些全是高密压缩的威能。灰水晶巨蛙 C 级异兽。凌霄，后方交给你了。留下了一句酷飒的话语，林雪手提大关刀，空中凝聚着几十把冰刃，脚下延伸出长长的冰道。咻！像滑冰一样，少女的身影弹射滑出，飞驰向异兽。看着异能使们潇洒离去的英姿，凌霄嘴角往下一撇，可恶啊，真让这2个混蛋装到了。他们心里肯定暗爽到颅内高潮，恨不得录像回顾的地步。唉，凌霄暗叹了口气，倒也没去抢他们的对手。山上还有一批似乎卡住了，还没下来，到时候肯定得由他来应对。而且看着他们使用异能，穹顶的黑白光力又开始骚动起来了，向外传达着各种消极情绪，排斥、厌恶、鄙夷、敌视、不屑。他们不安涌动，无序变换，似乎想让凌霄将目光移回自己的王座，不要去看外面的妖艳贱货。而凌霄偏不，他就看，他要看到家里黑白粒子妥协，让他异能觉醒为止。林雪竟然也是异能使！清水茜呆呆地望着少女消失的倩影，震惊的小嘴微张。白闪挠了挠头，笑着问道：“学姐，你们那届没有异能使吗？”清水茜微微摇头，无奈地说道：“我们首席听说也是异能使，但我从来没见他使用异能，哪怕年段排位赛，第2名与首席实力断崖太大了，哪怕不用异能，他也能轻松获胜。这倒也是，异能使精神强度远高于普通学生，在威能提取、威能武化上面拥有着巨大的优势。我们真的不用去支援他们吗？”清水茜紧了紧锤柄，不安地说道：“C 级异兽无论肉体强度还是威能使用水平，都不是地级异兽可以比拟的。”哈哈，我俩现在过去好像有些拖后腿。白闪指了指身上的绷带伤口，哈哈大笑道：“而且他们估计也不想别人插手，毕竟平时可没有能放心使用异能的对手。对人使用异能跟对异兽使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异兽死了就死了，不会束手束脚。学姐别担心。”看着女孩眼中仍有些担忧，白闪拍了拍凌霄的肩膀，竖起大拇指：“有我的挚友保底，真有问题他肯定会出手的。”哈哈。清水茜抬起脑袋看向了凌霄，这个男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远方的战斗，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那月白色的瞳光中似乎燃烧着黑焰。将军真的要放第3波异兽吗？身穿军官制服、面容威武的男人眉头皱起，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屏幕。那是由卫星以及多台无人机拍摄，再由 AI 智能拼凑的监控画面。大屏里面，2名年轻的异能使正与 C 级异兽正进行着激烈的搏战，局势焦灼，无法短时间内分出胜负。第3波异兽群总共10只，9只地级高危异兽，1只 C 级异兽。现在2位异能使正陷入苦战，如果再加上第3波异兽，学生们可能就支撑不住了。威武男人周国立挺起了满是勋章的胸膛，直视着身旁的女人。军武学生是军队与猎人协会的心血，
前几名的天才更是人类未来的顶梁柱，这种会造成学生夭折的命令，实在让他无法顺从。哪怕这位是人类将军，是能随手捏死他的顶级强者。哈哈，放心，小周你也太严肃了。蓝豹挥了挥手，没在乎手下的冒犯，脸上满是飒爽的笑容。完全没问题的，我可是给他们留了些余力。可是周国立面色犹豫，目光瞥向监控，担忧道：前2名异能是已经被缠住，他们没有余力再应付一头 C 级异兽了。不，小周，第3波的异兽可不是给异能时准备的。蓝豹嘴角咧起，笑容里充满了野性。他伸出纤长的手指，点向第3块监控的区域，那位守住大剑、面容英俊的男性学生。第3只 C 级异兽，外加另外9只 D 级高危异兽，都是给他练手的。我想让他稍微捋清一下自己的实力水平。两边的战况愈加激烈。庄剑宇左手持盾，右手握刀，上面都缠绕着灰色的威能焰杀。2把长剑凌空飞舞，漫着玄黄光泽，急速斩向狮子异兽。而那狮子异兽也没硬抗，奔跑于林间，骑速如电，皎洁灵敏。只有躲闪不及之时，他才会用威能缠绕挡下钢刃，并用爪子隔空还以4道能量找击。而面对异兽的威能放出，庄剑宇或是躲闪，或用威能缠绕手臂，举盾硬吃。狮子试图近身搏杀，但2把长剑一直封锁着他的路线，那玄黄色泽的能量让他不能小觑。如果不用消耗威能去抵抗，哪怕是 C 级异兽的强悍躯体也会被其重创。而林雪这边情况也是十分纠缠，密集可怖的冰刺化为暴雨，不断的轰击向异兽。而那只灰水晶青蛙能量储备甚是夸张，半透明的表皮上时刻流转着厚厚的威能，将低温、冰刺的轰炸都防御在外。并且这只异兽的威能放出，使用的相当优秀，长长的舌头蓄力弹出，一道躁动不安的能量炮弹就爆射而出。凌霄还注意到了，他跳起于空中时，4肢的挖蹼之下会隔空放置一层威能板块，形成踏板，以便他在空中实现2次跳跃。这是威能放出相当熟练的运用技巧。视线在两方的战局间扭转，凌霄的神情十分的专注。同伴们大展手脚的异能令人神往，那飘逸起伏的玄黄，漫天散落的蓝白，犹如色彩泼洒的神秘油画，扣人心弦，让他心旷神怡。而在他被外界的异能光力所吸引之时，穹顶的黑白粒子忍耐已抵达了极限，他们停止了躁动，开始蜂拥汇聚，黑白分明，犹如临阵略弹的2军士兵。在无垠虚空之中，黑白开始勾勒，他们划过月牙般的弧度，为某个即将诞生的王座铺垫框架。四周充斥着低沉兽吼、嘶鸣，一只庞大且充满压迫感的身影正咄咄逼近。怎么可能？清水茜目光惊惧地环视着四周，浑身漫起了鸡皮疙瘩。巨齿鳄鱼、黑色蝰蛇、血色山羊、巨爪灰狼，这些全部都是地级的高危异兽。这近10只异兽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等众人发现之时，他们已经深陷包围之中。猎！猛禽的厉鸣声响彻天地，让清水茜浑身一颤。他猛然抬头，凝视着天空中的巨影，那是一只翅展超过10米的庞然大物。它徘徊于几百米上的高空，羽毛泛着漆黑的光泽，肩长弯曲的鸟喙犹如钩镰，流淌着灰色的脉络。那翡翠般的壁瞳里浮现着残暴与戏谑，似乎准备欣赏一场对人类的猎杀演出。嘿，黑翼金刚雕，那可是 C 级异兽啊！清水茜的俏脸中一阵煞白，干涩的话语中蕴含着无力和绝望。哎呀，好像真的麻烦了。白闪挠了挠头，脸上也没有了笑容，表情极其严肃。哪怕是他也觉得显得现在处境相当不妙了。挚友，我现在貌似只能挡下一只。转过头，白闪看向凌霄，瞳孔顿时急剧紧缩。小心！那是一只身高超过2米，体型远超同类的隐刃螳螂。他隐身潜伏到了凌霄附近，金属般的巨镰高高抬起。不只是白闪，清水茜也注意到了。他嘴巴张大，目眦欲裂，都来不及发出声音。可异兽的镰刀已化作流光，急速斩向猎物脆弱的脖颈。而那个被袭击的男人，现在仍呆呆地注视着远方异能时，似乎对一切毫无察觉。在白闪、清水茜绝望的眼神中，斩击触及了凌霄的脖子。咔嚓！什么东西飞了起来，不似人类的头颅，反而像一把弯折的巨镰。隐刃螳螂呆愣在原地，庞大的复眼紧盯着自己折断的前肢，似乎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幕。凌霄将目光收回，散去脖上的威能焰杀，也没有说话，只是把视线缓缓移向身旁的异兽。轰！右拳挥出，在隐刃螳螂毫无反应之下，他的脑袋炸裂了，化为碎屑，飘散树林之中。熊！灰焰燃起，爆裂，消散于空气中。身穿灰烬战袍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脸上爬着焰痕，右手握着被威能包裹、长度已接近2米的灰岩大剑。凌霄面无表情地环视了一眼身周的异兽，眼神十分冷漠。对于这些想打搅他飞升的臭虫，他相当的不爽，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碾死他们。趴下！哎！清水茜被凌霄的灰烬模式震倒，仍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但白闪可反应过来了，他左手对凌霄竖着大拇指，右手捏在了清水茜的脑袋上，笑容爽朗地按了下去。砰！两人瞬间扑接在地。凌霄提起灰岩大剑，从右到左挥出了巨大的扇形。扑刷！深灰色的斩击迸发扩大，如同上百米宽的月牙，将附近的异兽揽盖其中。深灰月牙急速掠过，快如流光。斩击经过沿途的巨木，就好像菜刀划过了豆腐，没有丝毫停顿，直奔附近地表的所有异兽。好，星号扑刷！断躯飞起，鲜红喷涌，瓢泼的血水泼洒于森林大地。砰砰轰！而就在这时，沿途的树木才发觉自己被那灰色斩击所波及，粗壮的树干纷纷倾斜、滑落、倒塌、断面平整，
光滑入境。凌霄略眼望去，有5只异兽瞬间暴毙，或是腰斩，或是斩首，而剩下的3只，一只铁甲巨象，一只盾臂怪猿，一只钢角跳蚤。前2者将全身威能集中于防御，以身受重伤的代价挡下了这一击，后者瞬间跃起了数十米，毫发无损。凌霄脸色毫无变化，再次挥出2道数像的剑气。这次那2只地级异兽已没有能量抵挡，恐怖的斩击切过兽躯，将它们直接分成2半。随后，他的目光移向了树林上方，那只半米高的钢角跳蚤已经吓得亡命逃窜，它弹跳于树干，以每秒数十米的速度逃离这里。但凌霄不打算放过它。轰！地表凹陷龟裂，凌霄的身影化作一道灰色的流光，爆射向空中。深灰色的火焰踏板浮现于空气，战靴踩下，空中爆起直径100米的冲击波。轰！轰！轰！凌空3段加速，凌霄后发先至，瞬间跨越了数百米距离，与弹跳于空中的异兽并肩而趋。钢角跳蚤黑溜溜的眼球转动，凝视着身旁的人类，似乎在疑惑对方何时出现的。但下一秒，他的问题就消失了。燃烧着灰焰的鞭腿挥过，犹如攻城巨锤，轰击在异兽胸腹。砰！钢角跳蚤炸开了，它的躯体碎成上百道零件，归落于森林大地。啪嗒！脚踩着用威能放出做的火焰踏板，凌霄屹立于森林上空，丝毫没有想要庆祝的情绪。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同伴的上方，那只翅展超过了10米，徘徊于数百米高空的 C 级猛禽异兽。轰！冲击波再次爆发，凌霄冲天起，犹如一颗不断加速的逆飞流星，带起深灰色的尾焰。裂！黑翼金刚雕的臂筒里已经不见任何细血，刚才的斩杀让他清楚认识到了，眼前的人类是真正的硬骨头。他调整方位，巨翅挥下，突突突突，强悍的威能化作数百根羽状的利刃，森厉骇人，犹如铺天暴雨一般轰击向对手。裂！异兽亢奋高鸣，似乎想欣赏人类被轰成碎块的美景，但事与愿违，迎接他羽刃的不是猎物的血肉，而是数十道宽广强悍的剑气。砰砰砰！没有所谓的势均力敌，那些威能羽刃与弯弧的斩击相触，瞬间破碎，在空中引发剧烈的爆炸。深灰斩击的所蕴含的威能，无论是量级、强度、密度，都远超异兽的羽刃风暴，就像途中碾过了苍蝇一般，数十道剑气完好无损，以恐怖的威势掠向猛禽异兽。黑翼金刚雕被这幕吓得肝胆尽碎，他急忙转向俯冲，灵巧躲过了绝大多数的剑气，实在避无可避，再用威能附着于金刚般的巨爪，强行抗下剑芒。而在他忙于抵抗威能斩击之时，凌霄的身影已经赶到了他面前。裂！猛禽异兽厉声高鸣，雕如后仰弓起，肩长弯的鸟会缠绕燕煞，犹如金刚石雕成的钩镰猛然击下。轰！黑翼金刚雕的脑袋动不了了，一只燃着灰焰的左手强行扼住了他的长喙。那只手上的能量密度高到他无法理解，不仅直接防住了他的攻击，其力量更是完全压住了他的颌骨，让他张嘴都做不到。噗嗤！剑光掠起，凛冽的灰芒在猛禽场景中爆发，碾过上面的威能遮罩，撕碎羽毛，切断血肉筋骨，全部一刀两断。数百米高空，庞大的躯体俯冲掉落。哇！白闪！清水茜连忙向外跑，远离巨物的落击范围。轰！轰！2道巨大的轰鸣声中，土地塌陷炸起，环状的冲击波袭向2人，撕扯着他们的前发。清水茜定睛一看，庞大的异兽尸体旁边站立着一位身穿灰岩战衣的男人，他的左手随意地抓着猛禽的头颅，表情很是平静，就好像刚才只是出去散步了一圈。怔怔地看着黑翼金刚雕的尸首，清水茜嘴唇微张，喉咙里吐不出一丝话语。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匹敌 C 级猎人的肉体力量，那浩瀚如海的能量储备，那贯穿天地的灰色剑压，这些东西根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在校学生身上，哪怕在 C 级猎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得比他更好？清水茜抬起头，把视线移向凌霄的面庞，却看到这学生也正望着这边。他看了看少女，又看了看手中的头颅，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丢！砰！娇小少女被黑翼金刚雕的脑袋砸倒了。你干嘛？清水茜满脸异兽鲜血，双手撕扯着凌霄的脖领，面目狰狞地做起了引体向上。身上挂着一只学姐的凌霄满怀歉意，他还以为对方看上了猛禽脑袋，想吃 C 级异兽的烤鸟头呢。散去了灰烬模式，凌霄转过身子，直直地看向了异能使的战场。那边的局势也要进入最后阶段了。穹顶之上，玄黄、蓝白2道光柱直坠而下，充盈着双方战场。装剑羽玉使着数十米长的玄黄器剑浩然斩落，犹如有无形的巨人在倾泻愤怒，将白玉狮子一剑剁碎。凌雪屹立于冰山之上，右手高举，无尽的白蓝光点蜂拥汇聚，在空中形成了直径超过10米的蓝色光球。玉手挥下，由威能与极寒构成的光球坠向大地。轰！啪嗒啪嗒！剧烈的冲击过后，是万物被冻结的声音。大地、树木、花草、岩石，以及那只化为冰雕的 C 级异兽。目睹了这一切后，凌霄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云端之上的王座已经出现了，星剑绘制已完成，异能觉醒，获得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获得称号王座储君。当右军握有力量，星王才将觉醒。凌霄重新抬起了眼帘，眼瞳月白，皎洁如玉，宛若天上的圆月。而在月瞳的中心，漫溢着不祥的漆黑，犹如可怖黑焰，神秘不安，无序晃荡，似乎在预示着，当那黑焰熊熊燃起之时，月白就变少了。监控里的战斗已然结束。身穿军官制服的周国立愣了一会，英武的面容上满是诧异。咋样，小周？这届的学生很不得了吧？蓝豹啪啪拍着男人的肩膀，脸上满是畅快的笑容。是的，
周国立回过神来，凝视着那名手持大剑的学生，由衷赞叹道：“他的综合水平，即便在 C 级猎人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再加上2位异能使，这届学生的高端战力确实非同寻常。异能很稀有，并不是每届学生都能有异能使诞生。往届学生中，如果没有异能使，那白闪的水平已经能担任首席了。这届大三生能拥有庄剑宇、林雪2名异能使，以及1名丝毫不输于他们的黑马学生，在高端战力上可以说相当豪华。如果周国立的记忆没出错，这应该是近10年来潞州军武最优异的一届学生。哈哈哈！如果让校长老头知道，他肯定乐得嘴巴都合不上。”蓝豹抓着自己的马尾，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你说，我先把他脑袋上的毛拔掉一根，在老头要发疯的时候，把这消息告诉他。他的表情是笑还是哭？我猜他老人家会边笑边哭。周国立绷住了脸，不敢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口。老校长虽然几百岁了，但也是货真价实的 A 级猎人。别看他现在老态龙钟，好像随时能嗝屁的样子，真发起火来，捏死他不还是跟玩一样？而且人家的将军军衔可还在呢。老校长也是他周国立的顶头上司啊。哈哈哈，算了算了，挥了挥手，蓝豹打消了这个念头，笑道：“等期末排位赛他就会发现了，我到时候再近距离观摩观摩。这里的树原本有倒这么多吗？”庄建宇手抵着下巴，环视着周边的树林，脸上满是疑惑。而且这种断面为啥像威能放出的气刃造成的？林雪眯了眯眼睛，面无表情地看向了旁边的男人。他们被你和那只狮子的战斗波及到了。林霄啃着零食，面不改色地说起了谎。是吗？庄建宇挑了挑眉，嘴角带起一丝戏谑。我还以为某些人偷偷练成了威能放出，特地藏起来，不想让大家知道呢。随即他就好像刚发现了地上的尸体一样，浮夸地大叫起来：“哟，这不是 C 级异兽黑翼金钢雕吗？是哪位大佬把他从天上砍下来的？”对此，凌霄双手握住娇小少女的侧腰，将其高高举起。是清水茜学姐干的，老娘宰了你！清水茜双腿锁住了凌霄的脖子，施展了出色的绞杀柔技。虽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凌霄的狡辩根本没人相信。坐军方战车回去的路上，庄建宇、林雪都在用看藏狗的眼神盯着他，这让凌霄失落地叹了一口气。不能在排位赛用剑气赢他们一手，实在太让人遗憾了。回到基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众人在食堂吃了晚饭，去医务室处理了一下伤口，便回到了宿舍准备休息了。毕竟高强度战斗了一天了，身体还是比较疲惫的。洗完澡后，凌霄带着大剑一个人来到了阳台。宿舍的其他人已经呼呼大睡了，现在房间很安静，就他一个人还在蹦跶。晚风徐徐，清凉宜人，树枝上轻响着蝉鸣，似乎在迎接即将到来的盛夏。凌霄深吸了口气，抬起眼帘，双瞳已染上了月白，黑焰在不安跳动。世界不一样了，蓝得更蓝，红得更红，氤氲多彩的光点在空中荡漾，自由零散，无忧无虑。凌霄没有调用体内的威能，没有使用针眼，但他还是看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能量世界。这种感觉跟使用针眼时不太一样。针眼是将眼睛充盈缠绕上威能，强行提升了眼睛的等级，去获取观测世界的能力。而凌霄现在更像是直接获得了权限，只要他愿意，哪怕没有威能，他的眼睛也理应看到真实的世界。注视着空气中这些无主飘荡的能量光点，凌霄眨了眨眼睛，将自己的意志下达出去，停住了。在凌霄的精神触及他们时，附近所有的威能粒子都停了下来，就好像流民接受了君王的招抚，他们开始服从凌霄的命令，染上全新的颜色。漆黑延出，月白漫起，阳台上的光力只剩下了这两种色彩。他们就好像侍奉同一君主的两个军队，左右分明，互不侵犯。凌霄伸出右手，光力开始涌动汇聚，他们依附于掌心两侧，看起来乖巧静谧，毫无攻击性。但凌霄可是知道自家情况的，这黑白光点与和平完全扯不上关系，它们代表着两个极端的破坏性。抬起头，阳台灯光闪耀，硕大的飞蛾围绕着赤灯扑腾飞舞，不知疲倦。凌霄注视着飞蛾，心念一动，掌心的月白升起，凝聚变幻，犹如一小轮月牙逆飞而上。白色的月牙划过空气，但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很是梦幻。它就犹如一道流光，直直击中了天上的飞蛾。飞蛾停了下来，它的翅膀收合，身躯僵硬，垂直的往下掉落，就好像突然陷入了睡眠一般。咻！又一道流光直掠而起，但这次不是那梦幻般的月白，而是纯粹的漆黑。漆黑的弯月燃烧着黑焰，锋利暴躁，带着令人不安的噪鸣声与掉落的飞蛾相触。噗！飞蛾的躯体消失了，化为肉眼不可见的基本粒子，彻底的消散于空气之中。月白代表着梦幻，它触及的是抽象领域、精神、意志、概念、规则等等。那道白色月牙击中了飞蛾，它的肉体虽然毫发无损，但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自我。说神棍一点，那就是灵魂已经破碎了。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很高端、很无敌，但那只是因为使用对象是只飞蛾罢了。生命是有肉体的，它会阻碍月白能量触及灵魂。凌霄感受了一下，仅仅是穿透那只飞蛾的躯体，已经让那道月牙消耗了接近1成的能量了。如果想靠它杀死异兽，消耗的能量估计能让凌霄将他们挫骨扬灰数10遍了，可以说相当得不偿失。他所针对的就应该是抽象的东西，比如说精神力，又比如说方文上次提的那种灵魂生命。凌霄也不太清楚，他见识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异能也才刚觉醒，一切都得慢慢熟悉，慢慢练习。至于黑焰，那可就实际多了，它就是最纯粹的能量，最极端的破坏力，没有牵扯任何梦幻与抽象，只针对现实事物。锋利、尖锐、暴躁、混乱、
不稳定，不管是树木、矿石、金属、肉体，统统撕碎、穿透、毁灭殆尽。凌霄左手平举大剑，燃着黑焰的手指轻轻抚上剑身，吃，就好像按在了橡皮泥上，手指微微凹了进去。凌霄滑动手指，剑身上面一道符合他食指宽度的划痕出现了。这可是对异兽用的威武合金武器，无论是 C 级异兽还是之前的凌霄，哪怕使用威能都无法让他的钢刃受损。但在这黑焰下，他却显得如此柔软，如此脆弱不堪。有什么可以抵挡这个能量吗？凌霄设身处地想了想，如果是他被这漆黑能量所攻击，该如何防御？除了躲避以外，似乎只能用威能强行进行抵消了。无论是月白还是黑焰，都是某种威能粒子，只不过它们的特性完全不同，所擅长的领域也截然相反。既然是威能粒子，那么理所当然可以用自己的威能进行抵抗。只不过想要抗下这黑焰，不仅对自身的威能密度要求很高，所消耗的能量估计也是相当夸张的。自己的异能很危险，心里明了这一点后，凌霄闭上了眼睛，精神在拔高，思维逐渐空灵。等他再次睁开了双眼，已经身处星空，凌驾于云端之上了。不，按照蓝豹老师的说法，这里是他的王座，是这个世界上专属于他的领地。面前已不再是一片虚空，而是一轮巨大的圆月，它的直径接近100米，由黑与白两种颜色组成。月牙皎白，弯着优美的弧度，透露着梦幻安逸。而在月白之外的部分则混乱躁动，燃烧着漆黑不祥的烈焰。整个圆月看起来并不似一体的，反而像一黑一白两轮残月强行拼凑，揉成了一个整体，透露着怪异不协调。不过这毕竟是自己贪心不足造成的，凌霄表示很理解，也很满意。身处王座之中，凌霄久违地打开了面板，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0，力量21，敏捷19，体质28，精神33，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10月。凌霄勾起了嘴角，轻笑了起来。这个系统还给他的异能取了个文雅的名字，但实际上凌霄的异能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斩击，能切断万物，劈碎天地，诛灭异兽，弑杀神明，象征着最强的斩击。在儿时看到的那道 S 级强者的刀光，让他下定决心走向猎人之途，那是他最初的憧憬，内心最深的激动。无论是那梦幻的月白，还是那不祥的黑炎，都只是构筑他异能的基本威能粒子罢了。之所以会有两种，那是因为凌霄的内心并不明确，斩断规则概念与斩断宇宙万物，哪个才是最强的斩击？这个让凌霄内心深深困扰，他觉得都好强啊，但很可惜，并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的威能粒子。这月白与黑焰已经是最符合他需求的能量了。不过系统的这个10月命名的还挺准确的，从外表上看，凌霄的王座像一个正在进行着月食现象的月亮，只不过蚕食着月白的不是无光阴影，而是漆黑的烈焰。从力量角度看，他的两种异能粒子只是同意了和平共处，共同构建王座，但他们并不愿合作，更不愿交杂在一起。他的异能就像月食，盈缺相抵，黑焰多了，月白就少了。在现实中，凌霄无法在黑焰上附上月白，他们相互抵触，绝对不愿合作。这也就代表了他的每道异能斩击只能有一种特性，而在星空中，他们也不愿交杂共处，反而泾渭分明。这颗圆月就是他的王座，或者说能量仓库。他现在刚刚构建，还能扩大，还能继续同化，吸取星空中的威能。但这个能量仓库是有一个上限的，他根据凌霄的精神强度决定储能上限。凌霄现在可以同时吸收储存两种威能粒子，但哪种颜色多就得由他自己做决定了，反正总量固定在那。唉，凌霄摇了摇头，轻叹了口气。事情并没有十全十美，但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以后他变强了，异能使用也更加熟练，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改善吧。还有林雪说的异能觉醒，能获得星星的祝福，原来是真的呀！璀璨群星之馈赠，精神+5，精神成长速度正100%。看了眼精神属性，凌霄顿时脸都要笑歪了。怪不得蓝豹老师会说异能使是群星的眷者，原来还有这种福利，直接给他省了5个属性点。至于精神成长速度，还是可以的。现在看起来有些聊胜于无，但等以后加点慢了，这个属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凌霄猜测，庄剑宇跟林雪以前精神属性也是10点，异能觉醒后加了5点，然后又靠着这个 buff 自己提升了1点。不过属性越后面差距越大，凌霄的5点可跟他们的不一样，相比于28点的时候，他的精神强度直接翻了好几倍。还有就是系统标识的称号原来也是有加成的，王座储君，当星之王座降于大地，异能强度正100%。也就是说，当他把仓库拉下来，他不仅可用的能量变多了，连异能的强度也提升了1倍。庄剑宇的那柄玄黄光剑以及林雪的那个冰寒光球，是不是就相当于王座降下后的大招？怪不得之前都不放，而且不知道为啥，明明他连别人异能名称都看得到，但就是看不到别人面板里的称号和祝福。这两属性有这么特别吗？搞清楚这些后，凌霄也决定开始增加仓库储量了。王座吸收童话星空中的威能，并不需要他运转什么功法，而是只需要他下达命令。有了他的首肯，这个10月就会自己去成长，直到抵达凌霄的上限为止。思索了一会，凌霄确认了黑焰与月白的比例7:3。目前看来，黑焰的力量实在很多，月白的属性虽然很高大上，但目前对他来说有些派不上用场。等他以后成长了，或者眼界变高了，这些比例还是可以调整的。而且以凌霄的精神强度，这3成月白威能的储量，估计已经远超多数的异能使了。打定如意，
凌霄对十月下达了自己的意志。星空之间，黑白王座闪起一道白光，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楚军的意志。在王座的周边卷起了一道无形的漩涡，海量的威能光力被吞噬吸入。等光力经过漩涡，抵达那轮十月之时，它们的颜色已被黑白所替代。实战考核结束后，潞州军武大学开始了最后的期末排位战。实际上，在大三学生前往异兽基地前，大一、大二的比赛已经开始进行了。等大三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前2个年段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年段排位赛并不是一锅乱炖，而是有事先进行成绩划分的。像年段前列的学生，他们的所有科目，包括实战考核成绩，全部达到了 A 评价，实力与正常学生差距明显，肯定不可能参与同一片赛区比赛，不然就是浪费比赛时间。这些年段最强的比赛，以前被叫做5A 排位赛，现在多了威能5化，应该叫6A 排位赛了。它的开始时间最晚，一般都是等到所有赛区排名结束，再由该年段教导主任亲自举办进行。而这时候，几乎全年段的师生都会去围观。现在想来，这可能是学校有意为之。这些顶尖学生的战斗，就相当于一个年段盛会，让大家都能观赏参与。除了一些自闭学生，比如以前的凌霄同学，而除去最后的6A 排位赛，整个大三400多名学生，总共分为了 A、D 4个赛区，每个赛区的实力各不相同。A 级赛区基本上都是班级实力优异的学生，而 D 级赛区几乎都是年段吊车尾，那些很可能无法毕业的学生。赵思雅跟陈菲菲都在 A 赛区，凌霄、方文2个无所事事6A 学生就在下面啃起了零食瓜子，进行强势围观。哦啦，哦啦，哦啦！长宽30米的擂台上，赵思雅毫无保留的解放威能，双拳急速挥舞，开始了最后的决胜进攻。他的对手是一名一般的壮汉男生，实力跟他在伯仲之间。两人已经打了快20分钟了，现在基本都是脸上青肿冒血，全身伤痛不支的阶段了。面对赵思雅的爆发进攻，那名壮汉双手颤抖前举，试图手下这波攻势，但已是强弩之末的他，最终还是被对手击破了防线。砰！少女那全力过蹲的小拳拳轰在了他脸上，壮汉不知倒地，昏去了过去。叮咚，胜者是赵思雅呀！裁判席上，步法老师许若梅按下了胜负响铃，宣判了比赛结束。医疗人员木门抬着担架，快步跑上台去。他们将壮汉抬起了救助车里，转头便看向了赵思雅：“同学，你要不要上车？”“我不用哈，这边会有人带我过去的。”医疗人员们点了点头，关闭车舱，快速启动，离开了赛区。赵思雅走出了赛场，浑身的伤痛搞得她龇牙咧嘴，四肢都在微微颤抖。而在外面，凌霄、方文已经提前守在了这里。快快快，凌霄，赶紧带你雅姐去回复点！爬到了凌霄背上，赵思雅双臂搂住凌霄的脖子，浑身无力地瘫在了上面。凌霄背起少女，转头看向了方文：“我先过去了，待会陈菲菲就由你处理了。”方文轻笑地点了点头。他和方文守在这里，除了围观友人的比赛，也有担当救护车的功能。比起学校车辆的绕道，他俩送过去要快很多。抓好了！哦，轰！深灰色的焰纱裹住了背后的少女，凌霄化为一道火焰流星，直接冲天起，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轨迹。不到10秒钟，他就跨越了几千米的距离，降落到了学校的中庭广场。这片本由石砖铺盖的灰白广场，此时已经化为了一片碧绿海洋。无论是石板大地，还是广场的上空，全都漂浮着绿叶般的光点，光看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广场上已经铺好了许多软垫，到处都是伤员和医疗人员。凌霄刚将赵思雅放下，便有一名白大褂姐姐过来检查伤口，在确认她没有受到重大伤害或者缺血过多后，医疗人员帮她简单消毒了一下，便丢下一袋营养食品离开了，是正常的牛奶、面包、鸡蛋、肉干以及一包多维生素软糖。赵思雅像只仓鼠一样，嘴巴塞得鼓鼓的，以极快的频率啃着食物。在她吃东西的时候，周围的绿色光点蜂拥聚集在她的身上，淤青在消散，伤口在结痂，甚至连少女眉宇间的疲惫感都逐渐散去。这些绿叶光点就好像勤劳友善的治疗精灵，带走学生的伤痛，还快速补充着体力。如赵思雅所言，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回复点。好了，营养补充完毕，我要开始威能提炼了。赵思雅擦了擦嘴巴，原地盘腿，开始提炼威能。凌霄也没啥事了，他转过头看向了广场的中心，那里摆着一套桌椅，主位上坐着一名白衣白褂、鹤发长须、眼眸清明如镜的老人。他手捧茶杯，悠然自得地品着茶水，时不时抬起眼帘，平静地观察着周围的学生们，眼神温和，饱含笑意。林森，大三教导主任，也是曾经的 A 级猎人。这片绿色治疗圣地就是他凭一己之力搞出来的。基本上每年学校举办排位赛的时间，这位老人都会到这个广场上泡茶，顺便制造一片绿叶海洋。也多亏了他，学生们一天能上好几场擂台，大大加快了比赛进程。像赵思雅这种伤势，基本上就是补充好营养，然后提炼1小时威能，就可以原地满状态复活了，相当神奇。这种治疗能力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凌霄伸出手指，轻轻触摸着前方的光点，这些绿叶般的威能光点，特性十分的温和，性格也很安逸。他们依附在凌霄的手指上，攀爬转悠了一会，似乎找不到伤口在哪，便慢悠悠地飘走了。见此，凌霄怔了一下，咋有种自己打搅了他们工作的感觉？咻！突然间，凌霄前方的绿色光点开始排列汇聚，摆出了2个大字：喝茶。凌霄抬起头，看向了广场中央，那位鹤发长须的老人正举着茶杯，轻笑地看着他。教导主任找自己干嘛？凌霄眨了眨眼睛，脑袋里满是迷茫。他好像跟这位老人也没啥交集啊。不过疑惑归疑惑，凌霄还是屁颠屁颠地走了过去。比起在这无聊，能去蹭口茶喝也不错。刚一落座，
老人林森便给他递上了茶水，笑呵呵地说道：“林霄同学，是吧？”“是的，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没有没有。”林森摆了摆手，开怀大笑道：“只是听说我家小雪交了新朋友，老夫想着趁机认识一下。”“原来如此。”林霄恍然大悟，没想到林雪这么把他当朋友，竟然还会跟家里人介绍他。林霄心里很感动，决定6A 排位赛揍他轻一点。林雪是怎么跟您说的？对于好友在家人面前是如何评价自己，林霄还是很感兴趣的。他抿着茶水，满脸期待地看着教导主任。老人林森扶了扶长须，似笑非笑地说道：“小雪说你在几千人面前把他塞进了天花板里。”“噗，可恶，对方来者不善。”哈哈。从桌上抽出纸巾，林霄擦了擦嘴，表情略带尴尬。林雪同学真是心胸豁达呀，竟然会跟家里人讲这种事情，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个世道实在太差了。不，林森摇了摇脑袋，轻笑道：“他一开始没有告诉我们，只不过那天他骂骂咧咧了一晚上，全家都被他吵得睡不着觉了。”老人扯了扯胡子，脸上泛起一丝苦涩。小雪被他们按在了地上，用拖鞋抽了10分钟，才不情愿地透露了这件事情。死！林霄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怪不得那晚他越喷越起劲，原来是遭受到亲妈的酷刑拷打了。本来经过了几小时文字加抽象表情包攻击，林雪的火都快灭了，没想到那位阿姨中途又浇了烫油，心火爆燃的少女又找上了林霄，对着他发泄了一整晚。想起了那长达数小时的视频语音攻击，林霄脸上满是不堪回首。那晚对方的攻击性真的太强了，他纯洁柔弱的内心真的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等等，林霄眉头一皱，发现了蹊跷。他看着老人，有些疑惑地问道：“他都被亲妈、被伯母发现了，为什么后面还能开视频骂我？”林森表情僵住了，他无言地捏起茶杯，抿了一口，随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小雪的母亲还有她的奶奶觉得你做法太过分，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俩在网上找了一大堆对人词句，让小雪对着你骂个遍。我孙女和你视频时，他们就在旁边举着平板提供攻击词汇的援助。尼玛的，神经病吧！林霄感觉自己的眼睛在抽搐，他实在无法想象这家的女人到底都是什么性格。怪不得那女的出口成脏，舌战莲花，妙语连珠，字字珠玑，名句用典一个接一个。当时林霄对喷不过，背对的精神恍惚，都开始觉得这娃没准是个文学才女了。原来对方是开挂来的，哈哈，我家女方的个性比较独特，还希望同学你多多担待。林森满脸苦笑，看来也是知道自家事情。他给林霄续上茶水，轻声说道：“今天老夫找上你，除了想认识一下小雪的朋友，还有就是想问你一件事情。林霄同学，是不是觉醒异能了？”林霄眼帘微微抬起，很是惊讶地看着老人：“您是怎么发现的？”当然也只是惊讶而已，他倒也没什么慌乱的情绪，毕竟异能觉醒不是什么中世纪女巫，不需要特地去隐瞒。林霄喜欢藏着掖着，只是单纯的性格原因，就好像威能放出一样，他感觉留点底牌比较有安全感，也比较酷。哈哈，老夫之所以发现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我孙女也是异能使，我对你们比较熟悉。林森招了招手，一大片的碧绿光点围了上来，他们围绕在两人身边轻舞跳动，这些是老夫同化出来的威能，正常情况下他们只会受我的意志影响，但林霄同学在刚才你确实轻微的干涉到他们了。看着林霄疑惑的表情，林森呵呵笑道：“虽然异能使的王座只是象征，有名无实，但确实代表着正统，拥有着特定的权限。”林森轻点了一下眼睛，接着说道：“比如说，你现在明明没使用真眼，却仍然看得到他们，不是吗？您真是目光如炬，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人家这么懂。”林霄当然也没啥好否认的，而且他还有问题想问：“主任，您刚才说的异能使的王座只是象征，那真正的王座是什么？”这句话貌似蓝豹老师也说过，林霄还真蛮好奇的。这个吗？林森抚着白须，微微沉吟道：“在你成为 A 级猎人之前，我很难给你解释这个概念。你需要不依靠王座权限，单靠威能武化，实现同化粒子，侵蚀世界，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东西。”林霄微微颔首，这应该就是威能武化的第5阶段，也是蓝豹老师以及教导主任的水平。离现在的他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呵呵，看着沉默不语的学生，林森抿了口茶水，手指轻敲桌子。虽然无法给你解释这个概念，但我可以侧面回答你的问题。林森直视着学生的眼睛，悄声说道 ：“S 级猎人，蓝星100席议员中第7席到第34席，他们被统称为王座。”林霄瞪大了眼睛，原来 S 级还有等级之分的吗？嘘，静声。林森手指立在嘴前，嘴角含笑的说道：“这种事知道了就好，不要向外张扬，影响不太好。”明白。这种超级大人物的八卦还是少谈为妙，该知道的，等他等级到了就自然清楚了。看到林霄很懂分寸后，老人和煦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林霄同学，既然你确实觉醒了异能，老夫这边有些建议要给你。”您说。林霄正襟危坐，把态度端正好。每种异能随着自身的成长以及能力的熟练开发，效果会越加广泛，其应用方式也会逐渐超出想象。异能使们会略微透露自己的能力，但绝不会将自己的底细交代干净。林森微眯着眼睛，语气深沉地说道：“自古以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哪怕是军方，哪怕是猎人协会。战士中有恶人，有嗜血者，有善妒者，有疯子，有贪图享乐，有心怀不轨，有以他人苦痛取乐之人，当然还有立场不同之士。”砰！林森轻拍桌子，眼神十分严肃。哪怕是现在5国联邦，仍不可能完全的互通有无。我们虽然在大局上是盟友，有着消灭异兽、解放蓝星的大目标，但在利益、
话语权上的争夺是从来没有停过的。5国之间从来没有分享过各自的异能者名单，更别说其能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凌霄老实的摇了摇头。因为异能使一旦达到 S 级，有很大的概率成为真正的王座。林森伸出右手，比了个数字。我们华亚总共就6位王座，每位王座都能给各国的话语权加上一份筹码。异能使，尤其是非常优秀的异能使，在别国领土上可不是受欢迎的人物。林森给自己续上一杯茶水，略带警告的说道：如果以后你的猎人等级达到一定高度，开始执行多国秘境任务，最好多留点心眼，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透露自己的异能底细。在军队、猎人协会中，对外邦人士透露队友的异能，可是严重违纪，不容开玩笑的。凌霄严肃点头，这可关乎他的安全，多听劝，少吃亏。呵呵，你也不用过于紧张。看着学生那眉头紧皱的模样，林森面带轻笑的给他续上茶水。在华亚境内，自家的异能使可是香饽饽，我建议你最好向学校或者猎人协会报备登记异能使的身份，这样在你实习的时候会受到某些照顾。照顾是指什么？老猎人们特殊关照吗？猎人协会会给你安排靠谱的小队。林森挑了挑眉，小声笑道：他们实力不一定非常出众，但在为人处事方面一定是正直靠谱，让人放心的。也就是说，猎人协会会给异能使安排在值得信任的队伍，防止他们夭折。林霄明白了，这确实挺不错的。1年实习可不短，能有正直友善的队友，那以后确实能舒心很多，至少不用担心背后捅刀子。见学生都听进去了，老人林森面带温笑，轻声说道：好了，今天我要说的话就到这了。凌霄站起身子，对着老人微微躬身，非常感谢您的教诲。他也决定了，明天排位赛结束就去找学校报备。那主任，我这边就先走。且慢。林森掏出了手机，左右看了2眼，随即捂着嘴巴对他小声说道：林霄同学，你把小雪塞进天花板的糗照有没有拍下来啊？老夫拿其他照片跟你换，这东西吵架的时候可以当表情包嘲讽他，贼好用。林霄眯了眯眼睛，无语凝噎。他现在怀疑林森主任家可能不止女方有问题。唉，不过他还真有糗照，20连拍的。一老一少2个男人交换了好友，彼此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经过了几天的排位对战，除了6位学生外，其他4个赛区的年段排名已经出来了。食堂里，赵思雅紧握着手机，嘴巴嘟起，眉头锁成了道8字。而在他的身旁，陈菲菲将脸凑到他的身边，表情贱兮兮的。小雅雅，你怎么才86名啊？我还以为是68名呢。哎呀！随后他捂住嘴巴，像是刚想起了什么，浮夸的惊呼道：瞧我这记性，原来我才是68名。嘿嘿。对于旁边这位眨眼吐舌、敲脑袋装可爱的贱人，赵思雅没有犹豫，抡起拳头就胡了上去。我现在就让你知道86名的铁拳。哈哈哈，没用的没用的，嫉妒使你面目全非咧。看着又扭打在一起的2个沙雕，凌霄转头看向了方文，有些疑惑地问道：我一直很好奇，咱们学校的名次到底怎么算出来的？这样真的准确吗？年段排位赛的比赛机制很奇怪，它不能算淘汰赛，毕竟那种赛制只能决出前几强，还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但如果说它是积分循环赛，又有很大的水分。像赵思雅所在的 A 赛区，平均每人也就打了9-10场，就已经得出排名了。这样子真的精准吗？方文沉吟了一会，对凌霄解释道：我们的排位赛它其实是多种赛制混合的，其比赛场次也是通过 AI 去计算调配。一开始我们每个学生其实都有一个初始评分。初始评分？对，那个初始评分是由上学期的排名决定的。方文将刘海撩于耳后，轻笑道：因为那个初始评分在前几个回合 AI 会让较强的选手与较弱的选手相遇，依次切割实力梯队，最后再开始循环赛制。所以在比赛的第一天，你遇到的对手不会存在势均力敌的情况，强弱分化非常明显。凌霄了然点了点头，但随后脸色便古怪了起来。那他上学期的初始评分不是低的爆炸？年段拿到6A 评价的不到40个，而且都是5化班的学生。以 AI 的算法，他第一天碰到的岂不是前10几名的学生？想来方文也是想到了这一点，他笑眼盈盈地看着凌霄，打趣道：AI 肯定想不到会有人一学期进步这么多，到时候许多场次他都得重新计算了，而且还会有几个倒霉蛋被你刷下来，得进入循环赛多打1-2场。方文抿了抿嘴，苦笑道：希望不会是我。那确实蛮尴尬的。凌霄挠了挠脸颊，急忙转移话题道：那他这样排名不会出现问题吗？如果对排名不满，可以在后面申请段位挑战赛。方文竖起手指举例道：比如说你觉得排在前面的学生实力不如你，可以向年段提出擂台申请，如果赢了，学校会人工给你提升排名。但学校 AI 算法经过了几10年的优化完善，还是相当精准的，很少出现挑战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被自己刷下来的学生最多就是受累多打个几场，到最后排名还是会升上来的。那就好。凌霄微微放下心来，他这个人心善，见不得同学遭受不公。军武大学贵宾接待大厅，宽敞的招待厅里摆着10来套沙发桌椅，室内茶香四溢，酒水、饮料、水果、零食、冷盘储备齐全，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在内，整个大3年段的教师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分散落座在沙发上，啃着瓜子，品着茶水，与同事们随意攀谈。而位于中央的主桌上，则只坐着3个人：秃头地中海、老态龙钟的潞州军武大学校长钟文荣，白发鹤须、眸清如镜的大3教导主任林森，竖着高马尾、气质充满野性的5化班导师蓝豹。此时，这3位地位最崇高的 A 级猎人正默默地啃着桌上的花生瓜子，脸上写满了无聊。哎，每年这时候，
我个老头子都得出来苦憋接客。老校长努了努嘴，吐出瓜子壳，脸上的皱纹聚成了一团，看起来表情相当委屈。老夫也不喜欢这日子。林森抿了口茶水，摇了摇头，叹道：但没办法，大三的6A 排位，猎人协会重视的不得了，一定要过来视察。6A 成绩的大三学生可都是真正的好苗子，毕业后能直接进猎人协会的那种。而且不同于后续考上猎人的战士，这些学生的天赋都是1等1的，过个10年，没准就能成了 C 级甚至 B 级猎人了。那可是一大批中流砥柱，猎人协会的心肝宝贝们。实际上，前几天军方的官员也有过来视察，但那是由个班老师们接待的。在座的3位 A 级猎人，在军衔上可都是将军。如果让他们接待军方，估计那位视察的官员感觉到的不是荣幸，而是惶恐了。但猎人协会就没办法了。某种意义上，协会过来视察的那位也是诸位的顶头上司，哪怕是 A 级猎人，他们也得出来营业。为什么我要和你们两老头坐一起？老娘青春靓丽，和你们又没啥共同话题。蓝豹撇了撇嘴，目光艳羡地看向周围的教师们，他们今天只是过来陪同凑场，在下面该聊聊该玩玩，气氛好不热闹。住口！你好歹也是 A 级猎人，在下面算什么话？老校长怒拍桌子，勃然大怒道。蓝豹恶狠狠地盯着校长，眼神里满是狐疑。臭老头，你就是想托人陪你受罪吧？哼，是又怎么样？老校长不屑一哼，嘴角露出了十分阴险的笑容。我在这受罪，你们还想在下面玩？门都没有！老校长卑劣的心里激起了在场2位的强烈不满。就在他们准备大打出手之时，外面接待员的迎客声响起来了。这边请！教师们谈话声顿时安静了下来，3名 A 级猎人也站了起来，表情很是震惊。厅门划开，外面似乎站着几位客人。率先走进来的是一位留着红色的寸发、身材魁梧壮硕的男人，他穿着简单的背心短裤，面容粗犷，举止看起来有些大大咧咧的。一进门，男人感受到全场目光的注视，挠了挠头。啊，都在欢迎我吗？哈哈，那还怪不好意思的。砰！一颗花生化作灰色流光，像狙击枪一样狠狠地轰在男人的脑门上，直接把壮汉砸飞了出去。给我滚！老头子，我可没邀请你们。教师们收回眼神，大厅里又恢复了热闹。而门外的不速之客们也完全不在乎校长老头的张牙舞爪，舔着笑脸溜了进来。此时的主位席上又多了3位外来的客人，2男1女，背心短裤，大大咧咧的红色寸发男人，穿着淡紫色长裙，发丝微卷垂肩，带着紫色挑染，嘴角含笑，目光狡黠的漂亮女性，还有一位穿着兜帽风衣，目光淡漠，面容冷酷的英俊男士。他们穿着性格看起来差异颇大，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脸皮都很厚。面对老校长他们那不加掩饰鄙夷、嫌弃，这3个人面色如常，跟自己家一样，拿起桌上的零食就吃了起来，还很不客气的给自己倒了杯茶。看着3位不速之客，老校长皱巴着脸，碎碎念道：每年都臭不要脸的蹭过来，你们这些军团到底有多闲？我家学生还没毕业呢。这几位并不是猎人协会的官方人员，而是由猎人小队组成的军团或者说工会。潞州的猎人协会分部只有1个，但猎人小队非常多，其中一些强大的猎人小队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发展成了工会规模。眼前的这3位就是来自3个不同的工会，也是潞州最强盛的3个军团。每个军团都有2、3位 A 级猎人，而旗下各个等级的猎人小队多达数十支，可以说相当枝繁叶茂了。哈哈，老校长，我们这不是来关心猎人协会的新鲜血液吗？大家都是一家人。红色寸发的男人豪爽大笑，完全没有被嫌弃的自觉。刚才吃了老校长的含怒一击，这人的脑门上也只是有点红印罢了。你们就是想提前物色学生，然后忽悠他们加入你们军团？老校长双手抱胸，满脸鄙夷地看着红发男人。这人可是暴怒兵团的3把手，代号延寿，货真价实的 A 级猎人。这一点，另外2位也一样。这些大人物来这里，就是想要给军团挑选好苗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好苗子。身为 A 级工会，他们挑的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只要他们看对了眼，觉得这娃以后有潜力成为干部，从大4开始就会开始坑蒙拐骗，各种忽悠诱惑，大饼一个接一个，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实习氛围。当时专门把蓝豹从外地调回来教课，就是不想让这些本市的工会提前知道学生底细，要不然估计人还没毕业，学生就被他们打包带走了。但你不可否认，在我们那实习，条件、环境、安全都是最好的。身穿兜帽、面容英俊的男人抿了口茶水，淡淡的开口道：我们确实只挑选精英，但对于优秀的新人，狼群从来不会吝啬。代号幽鬼，血色狼群的2把手，同样也是 A 级猎人。对于他的话，老校长撇了撇嘴，倒也没去反驳。他只是看不爽这些军团的吃相做法，但人家发展的确实好，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十分成熟。听着几位男性的斗嘴，身穿长裙、发丝带着紫色挑染的女性勾了勾嘴角，转头看向了林森。林老哥，赶快把你孙女的联系方式给我跟她好好聊聊。小雪还没毕业，这是不是太早了一些？林森揪了揪胡子，表情十分纠结。哪里早了？女人挥了挥手，轻松惬意地说道：反正到时候也会加入我们全潞州，没有比我们那更适合女猎人了。代号紫妖，荆棘蔷薇的2把手，从团长、干部团队到普通小队，荆棘蔷薇90%以上都是女性。男性队员也招，但除非特别优秀，不然不会去跟兵团、狼群竞争。这种招人方向经过了数十年考验，可以说相当的成功，多数顶尖的女学生都被他们打包带走，甚至在他们工会里还发展出了一整套扩展业务，什么时装搭配、护肤保养、美妆发型、桑拿洗浴、浴液香水、零食饮料、
娱乐运动、生理用品、各种取向、健康或不健康的精神毒物、双头等等，只要是女性需要的服务，他们那全都有，而且还是潞州最高端，全都为女猎人们量身定做的。他们自己就是实验对象，保证大家来了就不想走了。这可是荆棘蔷薇从3大军团中脱颖而出，女性新人经久不衰的法宝。甚至在教师团里，子妖也看了几位熟人。嗨，手放在额头上，子妖眨了眨眼睛，俏皮的打招呼起来。而对面戴着金丝眼镜的吴清华微微颔首，嘴角轻轻弯起。在他的旁边，打扮得像个软萌少女的厉静茹，更是直接比起了剪刀手，脸上满是窃笑。跟2位退役好友打完招呼，子妖重新转过头看向林森，考虑的怎么样？赶快把你孙女介绍给我。行吧。林森重重的叹了口气。每个工会都有各自的特点，暴怒兵团和尚班男性居多，而且大部分都是热血大汉。血色狼群男女比例正常，但听说比较有冒险精神，偶尔会接危险指数不定的任务。思来想去，好像确实没有比荆棘蔷薇更让他放心的。林森跟子妖点起了手机，看到对方3两句就招到了一位超级新人，颜瘦幽鬼羡慕的眼睛都红了。林森孙女他们可是知道的，那可是年段第2的天才异能使，好好培养几年，保准能成为干部。哪怕是现在，估计也有 C 级猎人的实力了。不过幸运的是，这种新人听说还有一位，一定要抢到手。2人面无表情，缓缓对视，视线在空中蹦出了火花，气氛逐渐焦灼起来。哈哈，大家都在啊！看来这次是我来的最晚。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洪亮的笑声，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头发灰白，梳理齐整，身上一件浅色的衬衫，深色西裤，脚踩黑皮鞋，胸口打着领带。一见到他，接待厅里的教师们都站了起来，包括在场的6位 A 级猎人。江会长，快来这边落座。老校长招了招手，跟刚才的臭脸不一样，现在他的表情充满了热情好客。这位才是他等了半天的贵宾，猎人协会潞州分部的副会长，曾经的 A 级猎人江书龙。潞州猎人协会的会长是名 S 级大佬，但他只挂名，平时根本不管事。这位副会长其实就是潞州猎人协会的实际执政官，也是潞州所有猎人的顶头上司。呵，钟校长，我后面还有一位贵客呢。江书龙侧开身子，让后方的女性走了进来。跟江会长同行的是一名看起来已过中年的妇女，她梳着端庄的及肩黑发，脸上爬着些许皱纹。走进屋后，女人环视了一眼在座的教师们，脸上浮起了温和的笑容。钟校长，这边就不入座了，我想和教师们好好聊一聊。看到他的笑容，屋内近70%的教师脸色一僵，身子不禁地颤抖了起来。瑟瑟发抖的教师堆里，中年女人缓缓地坐下，脸上的笑容很是温柔。诸位最近有找到对象吗？此话一出，一堆教师低下了脑袋，默不作声，而少数有家室的老师则昂首挺胸，打开手机，满脸得意地凑了上去。沈会长，这是我2岁女儿的照片。沈姐，这是我的全家福。来，您看看我的结婚照，帅不帅？我老婆跟我是同级猎人。中年女人看着诸位教师的手机相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优秀，真是太优秀了！看到你们家庭美满，我感觉自己能多活个100年。由衷的欣喜过后，女人眼睛一转，缓缓看向那堆默不作声的教师们，她笑容渐渐敛起，深叹了口气。而你们真的让我很难做呀。沈柔，退役猎人婚育保障协会潞州分部会长，专门操心退役猎人们的婚姻大事。猎人婚育率很低，这是猎人协会一直苦恼的一件事情。服役期间任务危险，大家都不想谈情说爱，这能理解。但问题是，现在退役了，生活工作也很安全，但结婚生子的却没多少。单身是会形成习惯的。这些猎人单身了几10年，他们完全习惯，甚至喜欢、热爱上单身生活。这可愁死了上面的协会领导。要知道，猎人们的孩子普遍对危能有极高的适应性，成为战士的概率远高于普通家庭。这些新生儿可是人类社会的宝贵心血，是珍宝。猎人协会恨不得他们退役就结婚，个个生3胎，胎胎3胞胎。但事与愿违，这些人就是对情情爱爱不感兴趣。而且退役猎人都是人类的功臣，英雄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强迫他们的意愿。思来所去，猎人协会开始想些偏门方法了。硬的不行，那可以来软的呀。因此，退役猎人婚育保障协会诞生了。主要任务就是媒婆、游说、诱惑他们谈恋爱去。他们整合了各个等级、年龄的适婚退役猎人，游走于各个部门、学校、军队、猎人协会、店铺，无孔不入。甚至连自个独居在外、宅家混日子的猎人，也能被他们查到地址，找上门去。介绍相亲、举办联谊、休闲旅游、开展活动、鬼屋、桌游、密室、选秀，甚至还成天在网上给你推荐东西，什么猎人相亲网站、退役战士幸福家庭纪录片、萌娃短视频、甜到掉牙的爱情科幻片，看了浑身燥热，整晚都睡不着的电影、漫画、小说等等，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工作能力可以说相当恐怖了。你们也是50岁的人，老大不小了。沈柔直腰端坐，双手交叠放于膝盖，看着诸位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年轻帅气，青春靓丽，不找人谈恋爱，是不是太可惜了？再过个几10年，你们的皮肤开始松弛，脸上开始有皱纹，比如像我这样。沈柔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鼻眶，眼角的亲吻，神色悲凉地说道：到时候一切就都晚了。他们会嫌你老，嫌你丑，嫌你秃头，嫌你油腻，嘴上喊着哥哥姐姐，背地叫你们大叔老阿姨，瞎猜你的更年期。诸位，我沈柔真的不想看到你们沦落于此啊！听着这苦口婆心的念叨，
教师们的嘴角微微一撇：“您都活了快200年了，称呼你老阿姨真的有问题吗？感觉叫奶奶都有点不够尊重啊。”当然，这种事情也就心里想想。面对婚育保障协会的催婚，绝对不能当面争论，更不能当出头鸟，不然他们会用你难以想象的耐心纠缠着你。教师低着脑袋，不应不答，似乎在虚心接受教诲。但沈柔知道，这些人只是左耳进右耳出，等他离开后，该咋样又咋样。唉，沈会长轻叹了口气，视线缓缓移动，在众人的身上掠过。被他直视的教师皆浑身僵硬，额头直冒冷汗。而那几位有对象、有家庭的人生赢家，此时正翘着二郎腿，啃着零食瓜子，气焰极其嚣张。他们知道，沈会长的压力才刚开始，接下来才是欣赏单身狗丑态的时候。沈柔的眼睛慢慢移动，最后一点点停顿下来。灵猫许若梅，喵！面对惊慌失措的女教师，沈柔如数家珍的开口道 ：“C 级猎人，步伐极其优秀，今年45岁，未婚。为什么会这样呢？”沈柔揉了揉眼眶，疑惑地问道：“难道是训练多了，把自己腿整歪了，自卑不敢出去相亲吗？”才没有歪呢！你看，你自己看。没理会这位努力想证明自己的女教师，沈柔的眼睛瞥向了某位长发披散杂乱、胡子邋遢的男人。狂剑谋飞，66岁，虽然未习得异化，但在威能发出领域出类拔萃，属于破格提升的 B 级猎人。虽然战力上破格，但没学会异化。你的寿命依然是 C 级猎人的层次。沈柔摇了摇头，语气十分遗憾。66岁不小了，下面的剑再不用，以后就成面条了。呵，对于这种嘲讽，谋飞潇洒一笑，连辩解都懒得辩解。看到如此坦荡的谋飞老师，沈会长沉思了一会，叹气道：“以前听说暴怒兵团的男氛围焦灼，我还以为是假的呢，没想到，当然是假的呀。”这次谋飞没法沉默下去了，他急得脸色紫红，青筋暴起，大声的辩解道：“暴怒兵团都是纯爷们，铁直男，我们又不是荆棘蔷薇。”说出这句话后，谋飞就后悔了。某两位女教师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得他脊背发凉。不过也因为这句话，催婚婆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了。看着面色僵硬的两位女教师，沈柔勾了勾嘴角，轻笑道：“B 级猎人红女鬼吴清华，47岁 ；B 级猎人黑暗淑女厉静茹，46岁。”啪啪啪！沈会长拍着手赞叹道：“真是两位出色的女性，即便在猎人协会，你们也称得上天资卓越。明明这么优秀，长得也这么漂亮，孤老终生实在太可惜了。”沈柔掏出手机，脸上浮出了温和的笑容：“我这边也有许多青年才俊，无论相貌、天分、为人、年龄都是格外出色。我们加一下联系方式，现在就发给你们挑选。”不用了。厉静茹摇了摇头，脸色略带慌张的胡扯道：“人家喜欢年轻的哦，超过25岁我就不感兴趣了。”25岁？沈柔皱起了眉头。对的，我尤其喜欢大学生。不过您放心，我深刻明白这是错的，绝对不会下手。没关系。哎，厉静茹愣住了。没有关系。沈柔直视着厉静茹的眼睛，语气中带着鼓励。这并不犯法，不，就算犯法也不会追究。如果你有本事让学生迷上你，那这就是爱情，两个成年人的爱情。你完全可以把他带回你的宿舍，在他毕业前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搞出人命就结婚。厉静茹脸直接绿了。当然，男教师绝对不允许，请诸位离女学生们远一点。毕竟厉静茹就算老牛吃嫩草成功，怀孕的也是她自己，学生还可以继续学习工作。而男教师如果敢对女学生出手，那估计会被校长捏爆蛋蛋。沈柔对厉静茹比了个大拇指，随后将眼神投向了吴清华。清华，你呢？我暂时不考虑婚恋。哎，等再过个40-50年，哪怕是 B 级猎人也会开始老了，到时候长出皱纹，那我成为 A 级猎人便是。吴清华推了推眼镜，斩钉截铁地说道：“也行。”沈柔沉吟了一会，脸上便露出了相当满意的笑容。如果催婚能催出个 A 级猎人，那确实真赚大发了。沈会长放过了吴清华，把火力对准了其他教师们。厉静茹推了推友人的肩膀，疑惑道：“你真要成为 A 级猎人？休息够了，我感觉自己可以更进一步。”吴清华双手抱肩，淡淡的说道：“等这届学生正式毕业，我就回军团赴任。”哦，厉静茹眼睛转了下，嘴角勾起了狡黠的笑容。那我也要成为 A 级猎人，要不然以后见面你还这么年轻，我却长皱纹了，这种事情光想想就浑身鸡皮疙瘩。明年我们一起回军团赴任。吴清华瞥了眼友人，嘴角勾起了淡淡的弧度，没有拒绝。而另一边的主座上，对江淑荣副会长的寒暄汇报也结束了。老校长重新给他续上热茶，和煦笑道：“明天就是6位排位赛了，这些日子您就在学校住吧，房间已经准备好了。”随后他目光瞥向某3位不速之客，悠悠地说道：“这边可没有给你们准备住所哦。”对此，3位军团干部不屑一笑，他们早猜到了，所以都是开着房车过来的。江会长抿了口茶，儒雅笑道：“本届6A 评价的学生竟有30多名，甚至里面还有2位异能使，接下来的比赛真是让人期待啊！”听了这句话，林森和蓝豹对视了一眼，脸上默契地浮起了笑容。会长顶着大家疑惑的目光，林森扶了扶白须，略带神秘地说道：“您今年的期待感或许可以再放高一点。”下午，学校后山，空气中飘散着漆黑的能量粒子，它们狂暴躁动，散发着强烈的不安与危险。站在一棵大树下，凌霄平举着一根树枝，深吸了一口气，光力逐渐汇聚，一朵熊熊燃烧、充斥着不祥气息的黑焰出现了。招了招手，黑焰附着于凌霄的掌心，看起来十分乖巧，任由他拿捏。但这仅限于他自己。
凌霄将手中黑焰凑近树枝，试图将它附着在上面。1厘米、2厘米、3厘米，在爬上了3厘米之后，黑岩完全没有了刚才那乖巧模样，它熊然暴起，直接吞噬了整根树枝，将自己的天性完全暴露。锋利、尖锐、暴躁、混乱、不稳定。熊，树枝粉碎了，化为肉眼不可见的尘埃，飘散于空气中。唉，凌霄无奈地叹了口气，脸上倒也没有多少失望。他心念一动，手中的黑焰继续变形，他弯曲勾勒，形成了一片薄如蝉翼，燃烧着黑岩的月牙。咻！黑月掠起，途经丛杂的枝芽，化为一道流光，直冲云霄。沙沙沙，啪嗒，绿叶散落，几根树枝掉了下来。凌霄随手捡起一根，神色里充满了愁容。他在锻炼自己的异能控制水平，尤其是黑焰的。凌霄的异能启动总共分为3个阶段，一个是同化威能粒子，也就是那些黑色光粒。这个阶段的威能虽然具有不稳定的特性，但不具备攻击性，是安全的。第2个阶段则是黑焰，从这时候开始，凌霄的异能已经开始展现出恐怖的杀伤力了。他可以将这些黑焰附着在手上，只需要轻轻触碰就能将物品摧毁殆尽。至于第3个阶段，就是异能正式成型，黑焰直接化作残月般的斩击。这个阶段的杀伤力最高，高到凌霄也不知道它的极限在哪。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异能成型后，凌霄只能控制它发射，劈向敌人，并没有太多额外的操作，最多就微调方向或者提前驱散斩击，可塑性较差。反而是第2阶段的黑焰拥有着极其自由的使用方式。凌霄甚至想跟威能缠绕一样，将黑焰附着全身，把武器也全部包裹上。光想着那个画面，他就不禁心潮澎湃起来。用黑焰去做成灰烬模式，那时候的凌霄可能会化作极其恐怖危险的怪物。异兽如果近身攻击凌霄，估计是伤他100自损1000，跟开了反甲似的。但事情完全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比起安逸梦幻的月白，这个黑焰能量实在太暴躁，太不安定了。除了凌霄自己，其他的物品一接触就会被摧毁，包括身上的衣服。上次试了一下，结果当天凌霄光着屁股跑回宿舍，当然是开着灰烬模式，不然他估计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了。拨弄着手上的树枝，凌霄陷入了沉思当中。该怎么让黑焰得到控制呢？威能5化水平、精神强度、异能熟练度，这些如果提升了，应该都能让自己更好的掌控黑焰威能粒子。但这些得慢慢来，不可能一步而就。现阶段有没有什么方法？不奢求别的，至少要让他别伤害自己衣服的武器、衣物。这黑焰实在太暴躁了，除了凌霄自己，一切的物质、能量都是他攻击的范畴。除了自己，凌霄眨了眨眼睛，愣了一下。他的威能属不属自己的范畴？毕竟许若梅老师曾说过，威能相当于身体的延伸。总之试一下就知道了。深灰色的焰沙流出，缠上了整根树枝，使其看起来像根燃烧着灰焰的烧火棍。凌霄操控着空气中的黑色光粒，让其蜂拥汇聚，形成一朵满是不祥气息的黑焰。操控着黑焰，凌霄将其小心翼翼地接触树枝。咻咻咻！黑焰似乎刚想爆起，但又感受到上面熟悉的威能，停顿、扩散、停顿、扩散。渐渐的，它攀上了树枝的表面，依附在深灰纱罩上，与凌霄的威能混合在了一起。而树枝完好无损，成功了！凌霄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没想到真的有效。虽然现在的异能黑焰实际是以他的威能为载体，没有真正的依附在物品上，但效果确实达到了。不过也有额外的消耗。凌霄感受了一下，树枝上缠绕的威能正以平时3倍左右的速度损耗着，似乎是承托黑焰的代价。对此，凌霄咧开了嘴角，他的威能储备略多于其他猎人，消耗感觉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平时他也不会用这么危险的力量，除非真到了危急时刻。现在试试灰烬模式，可以不？熊！凌霄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灰烬战衣，周围所有的黑色威力全部聚集起来，在空中形成了一团躁动不安的漆黑烈焰。来吧！烈焰吞噬了凌霄，他灰色的手套、战袍、长裤、焰痕、战靴全部染上了漆黑，上面黑色的焰沙在不安跳动，充斥着极端的不祥与魔性气息。握了握手掌，凌霄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叫神啊！扑通！燃烧着黑焰的战靴洞穿了碎石泥土，凌霄整个人陷入了大地里面，久久不能自拔。以后开这个模式，鞋底一定不能附着黑焰，这是他今天学到的教训。早晨，艳阳高照，今天是6A 排位赛正式开始的日子。作为最重要的大3最终排位战，这次的比赛场地设在了潞州军武的中央竞技场。这个场所面积十分开阔，四周都是环形的观众席，供学生们更好的激情围观。场所内部设有一个主擂台，3个分擂台。主擂台占地面积最大，是140乘以140米，有狂斗道场序列4的4倍大小。分擂台位于场所南端，都是70乘以70米，专供那些被主擂台淘汰进入循环赛的学生们使用。此时场馆内里热闹非凡，观众席更是坐满了学生。坐在选手席的凌霄大致估算了一下，这起码超过了1000人。看来这次不只是大3，连其他年段的学生也溜过来了，里面没准混杂着回校的大4生。就在这时，绿光涌起，蔓延，渲染了整片场馆。目之所及，已是一片碧翠海洋。场馆里的嘈杂散去，很快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场馆的北侧，那里有一片突出的平台，上面摆着许多桌椅沙发。这里坐的也都是学校里的大人物，老校长林森、蓝豹，猎人协会副会长江淑龙，婚育保障协会会长沈柔，大3个班教师，以及3位不请自来的军团干部：暴怒兵团严寿、荆棘蔷薇、紫妖、血色狼群幽鬼。
看着场馆氛围已经安静，白发鹤须的林森站了起来，背负双手，一步一步地走向前台。他环视着场馆，淡淡的开口道：“今天我们潞州军武大学将再次举办大3年段6A 排位大赛。”没有话筒，但透过微微颤动的绿色光力，老人清亮的声音传遍全场。大3 6A 评价的学生是在校生的最高水准，所以这项比赛也是每年含金量最高的战斗，请各位学生好好观望、学习，并以此为目标，激励自身。本次的战斗将取消武器限制，让每个学生得以发挥最强实力。现在，我宣布，林森伸出右手，用力挥下，比赛正式开始。洪亮的声音落下，碧翠的海洋沸腾起来，擂台上的威能洪流汇聚，形成一根根半透明的枝叶，丛生于地板，漂浮于半空。而周边的光点则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犹如一个巨大的半圆大碗，扣在了场馆内部，隔绝了观众席与擂台。随后逐渐无色透明。大3的6A 排位赛现在正式开始了。场馆里热闹非凡，四周的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学生们的欢呼、口哨声不绝于耳。主擂台上，比赛正平稳而精彩地进行着。是的，平稳而精彩，相当矛盾的两个词，此时却放在了一起。好的，让我们开始下一轮比赛。高昂清脆，犹如黄鹂般的女声响遍全场。场馆北侧露台左侧被安排了一个单独的主持座位，一名黑发垂腰、妆容俏丽的女主持举起话筒，满脸笑容地宣布着下场比赛的开始。这位女主持名叫朱静，实际上是位大一教师，而且她还是今年刚入职潞州军武大学，某种意义上她也是位职场萌新。因为性格热情开朗，比较能说话，这次校方把她捞过来充当主擂台的主持人。当然，也是因为其他教师都是老油条，都懒得去做这份工作。下一组选手 I 班孔川明以及 H 班刘壮，让我们掌声有请。哦，星号 N。热烈的欢呼声中，北侧露台顶部悬挂的高清大屏上也展示出了2名学生信息：姓名孔川明，班级 I 班，往期排名第9；姓名刘壮，班级 H 班，往期排名第33。在这块大屏的右侧列表罗列着主擂台后续3场的比赛信息：疯猫 H vs 陈明 C， 方文 C vs 白晨 F， 高亮雄 E vs 林晴 A。 这些是 AI 安排的主擂台赛事。场馆南侧的分擂台也有一块屏幕，那里显示着进入循环赛的学生信息。其实，在 AI 内部已经提前算好了，第1天内会被淘汰进入循环赛的学生。他安排的对局，双方的实力、名次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胜负一开始就定下来了。所以今天的比赛都相当的平稳。之所以说精彩吗？那是因为今天在主擂台发挥表演的主角不是强势选手，而是那些即将淘汰的败者。选手席上，2名男性走上了擂台，一位背负巨斧，国字脸，五官英挺，气势威武，他就是孔川明 I 班首席，曾经的年段第9。而他的对手刘壮则身负一把长柄大刀，身材壮硕，但面容很是和善憨厚。2人一上台，四周的观众席上便响起了大片的呼喊声，尤其是 I 班和 H 班的聚集区域。老孔，帅啊！首席，转过来拍张照。孔川明，别留手太多翻车了，那可太丢人了。而另一边的刘壮所在的班级，其气氛更是热闹。刘壮，好好表现啊，全力发挥好，把威能都用了，打得好看一点，把自己长处都发挥出来。真赢了的话，是不是大冷门？拿头赢，能赢你把我调剁了。下面把擂台交给选手，比赛正式开始。教师朱静的话音已经落下，但台上的2名对手并未立即动身。孔川明直视着对手，语气平静地问道：“你想怎么打？先武器还是先空手？先空手吧，我威能缠绕不熟练，没法附着在武器上。”刘壮摸了摸脑袋，脸上露出了憨憨的笑容。对此，孔川明点了点头，将背后的武器卸下。来吧。好嘞。灰色的纱罩从壮硕男人的手中流出，犹如一层半透明的薄纱。一股莫名的威势充斥着刘壮的身躯，单单注视着他，就让人脊背发凉，浑身冒起鸡皮疙瘩。砰！没有丝毫犹豫，已经威能全开的刘壮爆射而出，眨眼间就来到了对手面前。硕大的拳头夹杂着凶悍的巨力挥舞而出，而孔川明面不改色，手掌上缠绕着灰纱，正面接向这一拳。轰！庞大的冲击波爆起，在擂台上炸出了几十米宽的气态圆环。而被接下这一拳的刘壮脸色没有改变，接连的发起了滔滔攻势，勾拳、鞭腿、掌击、膝撞，他的化为了一头战斗机器，攻击流畅顺滑，把自身所学全力以赴的发挥出来。而身为他对手的孔川明，或是躲避，或是硬接，只有在对方破绽很大时，才偶尔反击一下，攻击也未尽全力，全程都以防守为主。这种场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在留手。但无论是在场的选手，亦或是场外的观众，都不对此感到意外，因为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些弱方选手，他们会被主擂台淘汰，进入分擂台的循环赛。对于一些实力较差，无法从循环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来说，今天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主擂台。也因此，各班班导都向实力顶尖的学生通过气了，在第1天至少要让对手发挥出全部的实力，让他们将自身所学全部展示表演出来。毕竟只有主擂台才能有这么多观众，只有主擂台才能得到北侧露台上那些猎人协会官方人员的注视。刘壮是吧？场上学生的表演已进入武器使用阶段。猎人协会潞州分部副会长姜文龙微微颔首，脸上浮出了儒雅随和的笑容。他打开手中的档案，翻到了对应的页面，
从衬衫口袋中掏出水笔记了起来。发力，均等，步伐，均等，武器，均等，无化，中上，力量，较弱，暂定为地级猎人中下水准。哈哈，怎么样，会长？在姜文龙的旁边，老校长摩挲着手中的拐杖，笑眯眯地说道：“今年的学生水平不错吧？”确实不错。姜文龙轻笑了一声，说道：“在实习之前就有30多位学生掌握了威能缠绕，这次的武化班教师水准很高。”对面的蓝豹勾了勾嘴角，对校长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见状，老校长轻哼一声，颇为不要脸地对姜会长说道：“哎呀，会长有所不知，这位武化班教师是我的学生，现在能有这种成就，也不愧老夫曾经对他的悉心教诲。”哈哈哈！在众人无语的视线中，老校长扯着嗓子怪笑了起来。林森怒瞪了这老逼灯一眼，随即转过头对姜文龙慢声说道：“姜会长，学生的安排就交给您了。”放心，姜文龙温和点头，轻声笑道：“这些学生可是猎人协会的未来，我会根据他们的水准妥善处理的。”之所以会有这种表演，就是为了让姜文龙对每位6A 评价的学生水准都有足够了解，其实也是某种走后门，让他对这些实习生有些印象，以后略微照顾一下。毕竟能在实习之前就拥有地级猎人水准，这些年轻人可谓前途无量，好好发展，以后都是人类的中坚战力。当然，在场的也不是只有姜文龙在做这事，某3位军团干部此时也掏出手机，对着屏幕一顿敲打，嘴里还旁若无人的嘀咕起来：“刘壮，操，打错字了！幽鬼，你那边评价写好了吗？发我一份呗。自己写，我们可是竞争对手。刘壮，评价 D 级，人才等级3等，资源倾斜 C 级。这个男孩不适合我们荆棘蔷薇叶。评价不合格，搞定。”而此时主擂台的选手席，剩下的20来名学生分散扎堆，与朋友们聊天谈笑，没有任何急迫气氛。毕竟今天的输赢早就定好了，也没啥好紧张的。两边无人，凌霄搂着未开封的大剑，双脚开合，脑门低垂地坐在沙发上，不长不短的前发自然垂落，挡住了眉眼，让人看不出他的表情。而在他的右前方，则流转着琐碎的女性聊天声。真的，前天我真看到了一个裸男，屁股白花花的那种。哎，在校内吗？我们学校还有这种变态？抚摸着怀中的钢刃，凌霄双目无神，瞳孔失去了焦距。凌霄的右前方坐着4位女生，方文、刘玉倩以及与刘玉倩同班，身材娇小，留着蘑菇头的少女 F 班3席赖小鱼。此时这3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另一位女生讲述她遭遇变态的经历。正绘声绘色讲着故事的是一名身材很纤细的女同学，她皮肤呈淡淡的小麦色，留着零散的吉尔碎发，长相不错，但表情举止大大咧咧，有种假小子的气质。H 班首席风妈，年段第10名。经过了5化班长时间的相处，跟方文、刘玉倩等几位女生关系不错。那天大家都在排位考试，我闲着无聊，就跑到后山附近的校区闲逛。方文、刘玉倩点了点头。前几天大家都在比赛，就他们这些6位学生闲得要死。当时我塞着耳机听歌，刚想着去山上逛逛，结果风妈竖起2根手指，从左往右一拉，一道男性残影咻的一下就跑过去了。残影？刘玉倩皱起眉头问道：“他的速度很快吗？”“很快，跟闪电一样。如果不是我动态视力好，都差点没发现他。”风妈严肃地点着头，张开双手比划道：“当时我回过神，看到的就是2片白花花的屁股，一眨眼就不见了。那也太恶心了吧！”赖小鱼歪了歪嘴，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对此，风妈摇了摇头，倒不会，那兄弟身材不错，还怪好看的。此言一出，另外3女便满脸震惊地看着他，速度快得让你都差点忽略。那人是何方神圣？难道是教师？刘玉倩甩了甩自己的高马尾，语气有些迟疑。风妈的实力他是知道的，步伐、神经反射、动态视力都相当优秀，不比他弱多少。能让他都反应不过来，这速度已经超越学生范围了。不知道，风妈眯着眼睛想了想，说道：“但我感觉到了超级恐怖的能量波动，那人肯定全身都裹着威能。”全身都裹着威能？方文轻皱细眉。刘玉倩点头赞同道：“这倒是，毕竟速度能这么快，肯定消耗了极多的能量。”赖小鱼揉了揉小脸，无奈地叹道：“话说，那变态该不会想用威能当衣服，以为这样就不算裸奔了？当衣服？”方文眨了眨眼睛，小声重复了一遍。刘玉倩沉吟了一会，叹道：“那他的威能储备肯定非常夸张，实力至少也有 C 级猎人水平。”风猫大为赞同，意犹未尽地说道：“该不会真是哪位老师吧？要不要向学校举报？”方文抿了抿嘴，慢慢转过头，用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凌霄，困惑、惊疑、震撼、关爱、嫌弃，这娃真的学坏了。在文姐对你很失望。很奇妙，凌霄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在一个人的眼神里看到了10几种含义。他张了张嘴，但干涩的喉咙里却吐不出一丝话语。想跑，想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凌霄心里唯一的想法。他现在多想在全身都裹住黑焰，直接沉入大地，从此深埋地心。成为异能师以后，他忘记了一件事情：普通人要看到威能是需要额外开启针眼的，哪怕是他的灰烬模式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他在身无寸缕的情况下，真的在学校裸奔了。怀疑人生，欲哭无泪之余，又带着些许的庆幸。幸好当时大家都在忙着考试，幸好他不是真的变态，只想快速赶回宿舍穿衣服，要不然疯猫看到的就不是背影，而是一个悠闲遛鸟并且本人毫不自知的男人。那时候他就真的身败名裂了。没事，凌霄，没事的。
就方文知道他这人善解人意，心肠好，晚上解释一下，肯定就理解我了。凌霄拍了拍脸颊，想让自己打起精神，然后他就发现了3道直勾勾盯着他的视线。你们什么时候坐过来的？刚才他附近的座位是空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庄建宇跟白闪已经坐到了他的旁边。刚才看挚友，你好像情绪不对，我俩就过来看看情况。白闪挠了挠头，对着凌霄竖起了大拇指，笑容爽朗地鼓励道：没事，真男人就该坦率面对世界。庄建宇点了点头，语气赞叹地说道：你这比我勇敢太多了，建宇内心对你抱有崇高的敬意。凌霄面无表情地转过头，看着身后的某位高岭之花。林雪像看着脏东西似的，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他站起身子，像要远离他一样，走到最边的位置坐下，随即拿出了手机。凌霄，你也不想这个秘密被人知道吧？菜刀滴血点 JPG， 当我的人体模特，让你感受林雪小姐有史以来的最严密口风。响指 emoji， 坏人握住了凌霄的把柄。恭喜孔川明同学获得胜利。在学生们那热烈的欢呼声中，女主持朱静手持话筒，高声宣布着本次比赛的胜者，也祝刘壮选手在循环赛能脱颖而出，重新登上主擂台。场上，刘壮浑身颤抖地从地板上爬起，衣服破碎的胸口上又一道紫青冒血的印痕，看起来是遭受了钝器的击打。擂台上空，一根漂浮的半透明状的绿枝坠落下来，直接融入了他的身体。不到10秒钟，淤青涣散，积血涣散，印痕逐渐消失。痛苦远去后，刘壮那颤抖的身体也慢慢平稳了下来。互相点头示意后，2位学生先后走下了擂台，而主持的女教师也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宣布起了下一组选手 ：H 班风妈以及 C 班陈明，让我们掌声有请。风妈和阿晨走上台去，大屏右侧的列表向上滚动一列，刷出了新的比赛分组：赵山君 F vs 凌霄 C。赵山君，这名字咋有点眼熟？凌霄环视了一眼选手席，随即在侧方发现了一个正盯着他的男人。他留着干净的平发，身体壮硕如熊，此时正无言地看着凌霄，脸色铁青。凌霄记得这人 F 班的第2席，实力跟方文差不多，当时在头狼猎杀的班级对抗赛中和他有过正面接触，被凌霄一记过肩摔秒了。凌霄露出了略带尴尬的笑容，试探性问道：你的排名比我高很多，待会咱们是不是按照规矩跟他们一样？我全力进攻，你防守。赵山君脸都绿了，他努了努嘴唇，欲言又止，只言又喻，似乎在控制自己不要吐出某些污秽之语。这他妈还打啥呀？给协会领导表演瞬间扑街吗？而周围这些对凌霄战力略有了解的5化班同学均用看倒霉蛋的眼神注视着他。下一组选手 F 班赵山君以及 C 班凌霄，掌声有请。满脸无奈的凌霄以及表情苦涩的赵山君走上了擂台。观众席上，学生们呼声热烈，只有2个班级的区域一片安静，显得格格不入。一个是 F 班，一个是 C 班。F 班学生皱着眉头，脸上写满了倒霉，而 C 班学生则神色微妙，略带同情地看着场上的壮汉。当大屏的面板变化显示出双方学生的过往名次时，场内的欢呼声逐渐的消去，变得安静下来。古怪的眼神开始在学生群中传播，感染了北侧露台的主持人朱静，也感染了露台的几位大人物。姓名赵山君，班级 F 班，往期排名第12。姓名凌霄，班级 C 班，往期排名 No.382。看着大屏上显示的名次，观众席上议论纷纷。382名，这是不是有问题？ AI 显示 bug， 其实是32名或者38名之类的。咋都说 bug 呢？没准是那学长今年开窍了，蹬一下就变成尖子生了。你丫的，以为这是游戏啊？是不是威能5化很牛？靠着威能5化变强了？北侧露台上，姜文龙笔盖轻敲着档案板，略带好奇地看着下方的学生。钟校长，没想到这学期还有实力突飞猛进的孩子啊。老校长皱了皱眉头，把视线移到了林森、蓝豹身上。林森自顾自地抿着热茶，似乎没注意到他的视线一样，表情十分悠然自得。而蓝豹，他直接对着老校长勾起了笑容，满是挑衅，但嘴巴没有要动的意思，一副老娘知道这回事，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样子。哼！老校长不屑轻哼一声，转过头对着身旁的姜会长尬笑道：学生进步是好事，待会他就要展示实力了，我们一起好好观摩观摩。而另一桌的军团干部们此时也是满脸新奇，能从吊车尾闯到6A 排位赛，这名学生的进步不可谓不大，至少威能5化已经到了缠绕水平，没准是个好苗子。想到这，3位干部顿时精神一振，连嗑瓜子的速度都加快了几分。而后排看着自家学生又碰到了凌霄，厉静茹嘟起了嘴巴，怎么感觉这小子和我天生犯冲念？缘分吧。吴清华眼睛注视着擂台，淡淡的说道。呼呼呼，没想小青也是相信缘分的人啊。厉静茹双手环肩，怪笑道：来来来，把他好友推给我，我跟年轻人联络一下感情。先发2张自拍，让他感受一下老师的少女靓姿。不用了，没啥必要。吴清华转过头推了推眼镜，眼神莫名的看了好友一眼。而露台左侧，主持人朱静的表情虽然有些怪异，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按着流程工作起来。下面把擂台交给选手，现在比赛开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主擂台上，想看看那位逆袭的大三生是怎么展示实力的。但出乎意料，这次摆出进攻姿势的不是382名的学生，而是那位高名次选手。呵，背负巨锤的赵山君弓起身子，无形的威势从他身上泛起，想必体内已经完成了威能充盈。
男人双手握拳，灰沙从体内溢出，给四肢裹上了一层薄罩。呼，赵山君抬起眼帘，眼神凝重地看着对手，说道：“我准备好了。你上吧。”砰！双方距离转瞬即逝。面对那轰鸣而来的铁拳，凌霄眼神平静，轻轻抬起了左手。轰！猛烈的冲击波横扫擂台，强大的劲风震起灰尘，在台上荡起了环状的气圈。缠绕着威能的强拳被手掌接下了，在手掌与拳头的相交处，漫着轻薄的深灰纱罩。赵山君的表情没有丝毫意外，他开始接连的发起攻势，拳轰腿击，犹如不绝的暴雨，带着雷霆的般的威势，无情的击向对手。轰！轰！轰！恐怖的爆炸声在擂台上接连响起，威能相撞所带起的冲击波，犹如阵阵流弹，在擂台上炸裂轰鸣。相比于其他被淘汰到循环赛的选手，赵山君实在强太多了。他本该充当防守的角色，让对手充分展示实力，最后再赢下对局，将其淘汰。但此时他却发起了进攻，看那力道威势，攻击频率，完全没有留手的意思。而被他狂轰乱炸的对手是那个排名低的离谱的差生。观众们将视线放在防守的学生身上，从刚才开始，他的脚步就没太多移动。面对年段12名的全力攻击，他只是两手轻抬，或是格挡，或是硬接，或是侧身躲开攻击，表情没有丝毫急迫感。甚至在防守之余，还能偶尔还击，让对手展示自己的步伐、灵活程度。这种感觉跟刚才的那些高排名选手面对低排名选手的姿态很像，甚至更加的轻松自在。但问题是，赵山君可不是什么弱者。那如惊涛骇浪般的攻势，那密度强度优秀的能量储量，那优秀的威能使用技巧，那汹涌全场如火药剧烈爆炸般的空气震荡感，全都在凸显着这位选手的强悍实力。身为进攻方的赵山君，实力明显比刚才的选手强了1-2个档次。别说大三学生了，哪怕是那些对威能五化并不了解的大一、大二生，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点。而那位守方的男性竟能毫不费力的将这种强度的攻势一一接下，他的实力又是什么程度？想到此，观众席的气氛顿时开始热闹起来。离谱，简直离谱！这排名绝对有问题吧？好家伙，本以为是突飞猛进的小白兔，结果人家是刚睡醒的巨龙。妈的，那学长风轻云淡的姿态好帅啊，把老子都看腻了。怪不得他得当首方，果然选手比我们更清楚双方实力。那个赵山君也好猛，我上估计一拳就被秒了。这实力有年段前5吧？把他跟赵山君排一起，学校 AI 是用校长的头发算的吗？而北侧露台上，女教师朱静已经惊得瞪大双眼，她回过头看着后面的教师前辈们，那懵逼的表情似乎在疑惑：你们大三到底是咋排名的？而面对后辈的疑问，除了熟悉凌霄的几位教师，其他人也都满脸茫然。他们也不知道这小子这么猛啊。而隔壁的3位军团干部此时已收起了休闲的表情，正式进入了工作状态。在登记完赵山君的信息后，他们一直在盯着凌霄，准确来说是盯着他接触攻击的部位。在与对方攻击接触前，这学生身上没有缠绕任何威能，但在每当肉体短兵相接前一瞬间，总会有一层深灰薄膜浮现，替他挡下对方的攻击，并在随后直接消失。这小子威能五化相当熟练啊！抹擦着自己的红色寸发，严寿挑了挑眉，露出了相当感兴趣的笑容。幽鬼安静地看了一会战斗，俊逸的脸上面无表情，眼神十分深邃。随后他掏出了手机，稍微记录了点信息。凌霄、暂评一等人才，与年段前10同级。而子妖他已经凑到了吴清华旁边，对着凌霄的学生档案咔嚓咔嚓地拍了起来。清华这孩子为人怎么样啊？还算正直，实力合格，人品合格，虽然是男人，但长相不错。子妖转了圈手机，狡黠笑道：这孩子应该可以争取，我待会发干部群问问，就说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吴清华扶了扶眼镜，没有接话。露台主座看着场上已经进行了一会的械斗，头发灰白的江会长移开笔尖，默默翻阅起怀里的档案，将其从凌霄页面翻到了赵山君的页面。他一边记录，一路对着老校长苦笑道：钟校长啊，下次再有这种惊喜，稍微提醒我一下，档案翻来翻去还是挺麻烦的。老校长摸了会光洁的脑门，转过头恶狠狠地瞪向大三教导主任：这学生啥情况？给我说明一下。林森扶了扶白须，不置可否地说道：老夫只知道他是 C 班的新首席，其余的也没太多了解。老校长又瞪向了蓝豹：我网球搭子，偶尔跟老娘去打球。蓝豹嘿嘿一笑，比了比挥拍的姿势：你们2个混账！对此老校长当然不信了，他气得咬牙切齿，抡起袖子就想跟2名女人拼了。结果这时候场上年轻人侧举大剑，像打网球一样，一个漂亮的侧面挥击。砰！大剑的侧面轰在了赵山君身上，炸起巨大的冲击波，壮汉连锤带人划出了充满弧度的曲线，啪嗒2声掉落在了擂台外侧。咋样？他球技不错吧？老校长，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女主持朱静的话音响起。哦，星号短暂的寂静后，全场响起了巨大的欢呼与掌声。这次原本沉默的大三 F 班、C 班也开始高声呐喊：打得不错，老赵，去循环赛沉淀一下，过2天加把劲干回来。这凌霄简直牲口啊，跟我们 F 班天生犯冲，那逼人，首席也干不过他。第一天里谁碰到他谁倒霉。而 C 班那边则充满了对凌霄调侃声：首席今天依然很靓仔哦，凌霄教我帮你把比赛英姿录下来了 ，V 我500发给你，凌霄我把录像发你妈了，快说谢谢雅姐。首席快摆个 pose， 我给你整张帅照。首席，我把你比赛记下来，下次班聚会来听我说说。凌霄默默地看着场馆南侧那边循环赛大屏的赛事列表，在前几次主擂台主持人一宣判胜者，
这列表就丝滑上滚，将败方的后续赛事罗列上去。而现在似乎卡顿了一下 ，VS 赵山君 VS 陈明，刚才他在重新计算吧？这 AI 果然是提前算好了循环赛人选。而凌霄的胜出似乎打乱了后续的进程，导致他得将循环赛的赛事全部重新罗列一遍。看来自己给他增加工作量了。凌霄身怀愧疚，在心里默默忏悔了半秒钟。随后他转过身，走向了擂台外的赵山君。赵老哥，身体没事吧？还行。赵山君已经爬起了身子，身上并没有太多异样。凌霄是用大剑侧面轰的，身体接触面积较广，而且他用了点巧劲，后续力量是将人推出去，本身没伤筋动骨，被教导主任的治疗树枝一碰，身体就基本完好如常了。除了这已经耗完的威能，唉。赵山君深叹了口气，无言地看着凌霄，硬汉面容上竟浮出了几分委屈。他本应该轻松地进入下一轮擂台，没想到会碰到凌霄这个例外排名。这怪物的实力他可是清楚的，连自家首席都打不过，让他来不是送吗？现在输了，他不仅不能在选手席吃瓜休息，还得去分擂台加班打很多场循环赛，才能回来继续排名。想到这，他脸上的委屈更丰富了几分。凌霄打了个寒战，安慰对方两句，就急忙回到了选手席。那壮汉幽怨的眼神真让他浑身难受，到处都是鸡皮疙瘩。辛苦诸位选手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欢呼掌声。现在，今天的赛事全部结束。中午休息了一阵，在临近傍晚的时候，第一天的6A 排位正式赛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就是真正的强手对抗。选手们没有再被要求放水，毕竟剩下的10几人名次接近。学校心里也清楚，除了强的离谱的前3名，其他人也没多少放水空间了。和朋友们吃完饭后，凌霄修炼到深夜，然后溜出宿舍，一个人跑上了后山。今天王座满了，他要去看看自己的仓库咋样了。意念在拔高，思维逐渐空灵。睁开眼睛，面前已是一轮10月，黑焰汹涌燃烧，月白勾勒，弯成了美妙的弧度，犹如一半娟秀的月牙，在深渊般的漆黑中发散闪耀，皎白而梦幻。卧槽，长这么大了！凌霄瞪大了眼睛，满是震撼地看着自己的王座。相比于刚开始那100米左右的尺寸，现在的10月已经扩大了数十倍。凌霄精神一扫，粗略地估算一下，这直径起码有3000米以上，而这些可全部都是威能啊！如果在战斗的时候把这轮月亮拉下来，他将拥有多夸张可动能源？心潮澎湃之余，凌霄又冒出了一个疑问：这仓库降下去后还能回收吗？这可是个大问题。王座能量虽然无时无刻都在补充，但容量太大了，他可是存了好几天才存满，必须实验一下。心念一动，凌霄意识已经退出了王座，回到后山之中，抬头仰望星空，凌霄将意志放出，让王座抵达现实。云端之上，又一轮弯月出现了，它通体皎白，勾着美妙的弧度，比真正的月亮更加秀美，更加梦幻。而在月牙的弧度之内，则弥漫着最纯粹的黑暗。比起四周的星空，它的黑暗更加深邃，好像无法被任何光线透入。黑幕如火焰一般轻晃波动，不祥危险，充斥着难以言说的恐怖感。看着天上的10月，凌霄挑了挑眉。他以前一直疑惑，异能使的能量到底是怎么降临的？为啥一直在正上方？难道跟卫星一样吗？现在也终于理解了。王座一直处于星空之中，但位置很奇妙，飘忽不定。他第一次登上星空，能看到蓝星附近的月球，而后来每次降临云端，他的位置一直在变换，直到现在异能觉醒，王座的位置终于固定了下来，很远，不在蓝星附近，不在太阳系，甚至凌霄感觉他跟自己并不处于同一个世界。而异能使之所以能瞬间将仓库降临，是因为他们在天上被开了一个空洞，就像是王座本来的能力，在异能使与王座之间开出了一个直连的通道，穿越空间，直接从上空降临。凌霄默默感受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使用方法。这个通道是可以调节功率的，可以整轮月亮全砸下来，也可以直接汲取一束能量，小量取用。这可太好了，方便了他的回收实验。凌霄意志放出，10月荡漾了，一道直径半米、漆黑到有些显眼的光束射下，穿过云层空气，瞬间抵达地面。凌霄的身周5米的范围内弥漫充斥着漆黑的能量粒子，它们因为密度太高，挤兑空间形成了纯黑的领域，连凌霄的身形都被遮掩起来。可以回收。轻触着眼前的光粒，凌霄右手一挥，接近一半的能量光粒消失，融于空气当中。他们回到了王座之上。啪！凌霄打了个响指，漆黑汇聚，在空中燃起了数道可怖的黑焰。这种形态也可以。啪！其中一道黑焰逐渐变形，勾勒弧度，形成了一道薄如蝉翼、燃烧着焰火的月牙。异能成型也可以。凌霄兴奋了起来，他心念一动，漂浮在空中的月牙化作一缕流光，瞬间斩向前方的大树的分支。咻！黑月斩击瞬间穿过了树枝，没有一丝停顿。啪嗒，小块树枝掉落。在他即将撕碎后续目标时，凌霄驱散异能，让能量消融于空中。咻！又一轮斩击飞出，这次没有人控制它，月牙依着45度仰角升天而起，穿透了无人的云层。凌霄感受着回收的能量，仔细沉思了一会，得出结论：在能量未消耗之前，无论他身处什么形态，仓库都是可以回收的。而像刚才斩击摧毁了树枝，他消耗的能量是确定的，不可能收回，并且一旦异能逃离了凌霄的感知范围，这些威能也就真的消失了。这个范围很大，应该是跟自己精神强度成正比，正常情况下不会对能量的回收造成影响。双手环胸，凌霄点了点头，对这仓库机制很满意。怪不得庄剑宇、
林雪每次都毫不吝啬地降下王座，原来是有这样方便的功能在。抬起头，刚想关闭王座的通道，但看着天上的10月，凌霄突然愣了一下。理论上是可以将整颗月亮拉下来，但一定要让它以微能粒子的模式降临吗？可不可以直接以异能的形态落下？比如说将整个10月化作一道斩击？凌霄眨了眨眼睛，突然被自己的想法给吓到了。那么庞大的能量直接化作一道黑月斩击，伤害会有多夸张？这个想法超级危险，但又让凌霄亢奋的浑身发抖，好想试一下。虽然可能不实用，他也真的好想试试啊，哪怕只是看一下也好。对，就看一下，反正能回收，不劈下来，让它在天上挂着就好。说做就做，凌霄饱含期待地看向了10月，将禁忌的意志放出。10月降了下来，不对，他那皎白的月牙仍挂于远处，但那漆黑的部分正在剥离，庞大到恐怖的漆黑充斥着整个云层，它们犹如无光的深渊，涵盖了整片后山的天空。然后黑暗燃烧了起来，火焰勾出弧度，蜿蜒了数千米的距离，逐渐成型。四周越加安静，蝉鸣鸟兽的声音越来越少。而当那燃烧着黑焰、充斥着整个天空的斩击出现时，后山真正安静下来。无边的绝望笼罩了大地，山上所有的动物失去了生命，沉浸在犹如末日般的死寂之中。在看到那黑月斩击的瞬间，凌霄便明白了一切，绝对不能让它落下，要不然除了他本身，整座后山都将消失殆尽。啪！没有丝毫犹豫，在斩击成型的一瞬间，凌霄直接回收了异能。黑月散去，融于天空，回到了属于他的王座。而凌霄本人也化作一道黑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后山。然后他就在山脚被带到了装饰典雅的贵宾招待房里，一名头发灰白的男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双手置于腹部，趁着浓郁的夜色安然入眠。可在下一瞬间，男人突然张开了眼睛，那是带着莫名威严的树瞳，金黄璀璨，在黑暗中闪烁微光。男人从床上走下，打开落地窗，双手背后踩着无形的阶梯，快步走上了天空。站在近100米的高空，看着毫无异样的校园，姜文龙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疑惑。刚才的能量威势是哪位 A 级猎人在实验招式？实际上并不只有副会长姜文龙被吵醒，在校长寝室的上空同样站着一名身躯佝偻的老人，他身上穿着一套粉白棉质睡衣，脑袋上裹着一顶粉色睡帽，此时挥舞着拐杖，破口大骂道：刚才是谁干的？乖乖站出来，大晚上不睡觉乱搞，扰人清梦。随后怒火中烧的老校长目光一瞥，看到了一步步走上来的军团干部们，顿时间他直接找到了目标。是你们干的吧？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军团不安好心，想让老头子我早点嗝屁是吧？什么呀？穿着睡袍，脸上素颜无妆的子妖撇了撇嘴，抱怨道：我不也刚被吵醒，现在正烦着呢。身穿兜帽外套，面容俊逸的幽鬼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老校长，你可别污蔑我们，我们仨可老实得很。严寿挠了挠头，脸上写满了无奈。刚才他被吓得一激灵，一不小心把房车踹爆了，今晚的睡哪都犯愁呢。哼！老校长恨恨地撇过头，狐疑地嘀咕道：该不会蓝豹那崽子吧？你个糟老头瞎猜什么呢？轰！狂风骤起，转眼间满脸暴躁的蓝豹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穿着清凉的短裤背心，发丝上沾着一丝水汽，估计刚洗完澡。那能量是在后山出现的，反正都得查监控，看下不就知道了。蓝豹指了指后山，满脸不爽地盯着校长老头。这倒也是。老校长努了努嘴，不情愿地承认道：无论是调查还是查监控都是必要的。如果是猎人们干的那还好，可如果是异兽就危险了。人类的领地、领空，军方都设置了森严的防线，异兽几乎不可能悄然入侵。但如果是从下面钻出来，那就很难说了。鬼知道那玩意生活在多深的地脉。而刚才的能量波动已经达到了 A 级天灾的水准了，绝对不能放着不管。想到此，老校长也不耽搁了，吩咐道：蓝豹跟我去查监控，你们3个调查一下后山。不必了，刚才是老夫做的。一声洪亮声音传来，让几位 A 级猎人身形一愣，他们转过头看向了后山方向。只见一名白发鹤须的老人凌空而行，步伐不快，但转眼间就到了众人身前。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大3教导主任，老校长直接气得口吐飞沫。林森，你不是住校外吗？没事跑后山发疯干什么？哼！林森手抚长须，满脸骄傲地说道：老夫今晚跟佳期斗图博弈了一晚上，他骂不过我，就把我请出了家门，闲逛散心。看到后山新叶静聊，夜茂花香，老夫心有所感，就想着以树为床，以天为被，聆听森音，沐浴星光，修身养性也。星号5。老校长抓下了脑袋上的睡帽，拍了拍，面无表情地说道：也就是说你被老婆赶出来没地方睡，所以跑到后山发疯去了。什么叫赶出来？一听到这话，林森就不乐意了，他揪着胡子勃然大怒道：老夫是被请出来的，他在畏惧我那上万张的图库储备，不敢与老夫共处一室。而且老夫也不是没地方睡，只要我想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家，我管你睡啊。老校长低下头，给对方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怒骂道：把吵醒了我怎么说？你知道熬夜会脱发吗？你那20来根毛掉了也就掉了，69根，是69根头发。在2个老人的激情对喷中，3名军团干部打着哈哈，各回个家去了。蓝豹也往自己的宿舍走去，只不过半路中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白发老人一眼。林老头真能同化出那么暴躁锋锐的威能吗？算了。想了一会，蓝豹飒然一笑，无所谓的抓了抓头发。他能想到这点，那跟林森认识更久的校长肯定也能想到，轮不到他来操心。狂风刮起，蓝豹的身影消失在原地。主任，
如果校方发现那公鸡是我搞出来的，我会被记过吗？哦，那倒不会，最多叫你去登记下异能，而且也藏不了。你一旦使用异能，他们马上就能联想到今晚的事情。那为啥您这么紧张兮兮，还叫我一定要保密？老夫想等他们在比赛中发现，到时候惊掉牙了，我可以趁机抓拍下来。幼女林雪捧腹笑点 JPG。凌霄无言地收起手机，不知道该露出啥表情。他下山的时候被教导主任林森带住了，也不知道那老人为啥大晚上不睡觉会出现在那里。既然被发现了，凌霄也直接袒露了实情。毕竟他只是去实验招式，既没犯法，也没造成学校损失，有啥好狡辩的？然后他被教导主任的表情吓到了。当时林森像做贼一样，一直提醒他要保密，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他会帮凌霄把这事叫搅浑过去，搞得凌霄都懵了，以为自己真犯了什么禁忌，躲在宿舍忐忑不安。没想到，凌霄叹了口气，退出聊天。也是这时，他才发现了自己有个好友请求，黑裙淑女 Kira 请求添加好友，备注是厉静茹老师呀哟。凌霄眯起了眼睛，满是困惑的点击了同意。5分钟后，这么慢？你这孩子都不玩手机的吗？算了，锵，从今天起，你就是厉静茹姐姐的好友了。来，让我们开启年轻人的深夜话题吧。中央竞技场，人声鼎沸，主擂台，方文手持战刀灵盾，澎湃的威能缠绕四肢，而他的对手是手持大剑，快若疾风的少女风猫。在技艺、灵巧、威能五化方面，两人相差都不大，但力量、速度上，方文还是略显不足的。凭借着灵盾的防御优势，方文短时间内不会败下阵来，但也无法取得足够的胜机，战况进入了焦灼阶段。选手席上，白闪凑到了凌霄脸上，疑惑问道：“凌霄，为啥感觉你没什么精神？昨晚只睡了2小时。”凌霄打了个哈哈，眼睛眯了起来。见状，庄建宇挑了挑眉，说道：“这可不行，你今天可是有3场比赛，不认真对待可是态度问题。”建宇严重谴责。我也不想啊。凌霄轻叹了口气。昨晚那仅有一面之缘的 F 班班导加了他好友，然后十分自来熟的拉着他聊了一晚上。看着那几千条毫无营养的聊天记录，凌霄深深感到了话痨的可怕。凌霄很怀疑对方是寻仇来的，毕竟自己多次打趴了他家学生，而今天比赛很多，凌霄有可能跟刘玉倩对上，所以昨晚那老师的动机十分不轨，很可能是想故意消耗凌霄精力，让他今天比赛状态差一些。不过最让凌霄不解的是，为啥那老师聊着聊着就会发几张私服美照过来？啥意思？美色诱惑，想让他一晚上硬是睡不着吗？凌霄感觉很困惑，他把照片都保存了一份，准备待会打包发给吴清华老师。话说，为啥你们3个今天只需要打1场？凌霄看了看隔座的庄建宇、白闪，又瞥了眼左前方的凌雪，满是不甘地问道：“因为我们隐藏分高啊。”白闪挠了挠头，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庄建宇双手环胸，淡然笑道：“系统已经默认我们会进入决赛了，再让我们上场只是浪费时间。实际上，今天的前几场比赛就是他们3个参与的，对手分别是刘玉倩、武志行、高亮雄，无一例外，全都取得了碾压性胜利。打完那场，学校直接给他们发了今日比赛结束的信息，也不知道是 AI 操作还是有人工干预。顺便一提，凌霄这边也有条信息，上面是他所需要参与的对局数，凌霄 VS 凌霄 VS 凌霄 VS， 对手还没刷出来，但系统已经默认他要打满3局了。这点想必其他选手也一样，不是谁都有前3名的特权的。虽然几天不睡觉也不会对军武学生的战力造成什么影响，但还是会有点低气压、烦躁症状的。凌霄现在也一样，他今天耐心不太好。如果是平时打3场就打3场吧，没啥差别。但现在他只想尽快打完比赛。庄建宇现在即便赢了，对手也不会被淘汰到分擂台吧？对于凌霄的问题，庄建宇思索了一下，回答道：“现在就相当于主擂台的循环赛，除非累计败场过多，输一次是不会被淘汰的。”行，我明白了，那就不需要给对手展示实力，直接结束就好了。凌霄捏了捏手掌，在心里默默地做出了决定。恭喜风妈选手获得胜利。经过了近20分钟的缠斗，方文还是很可惜的败下阵来。大屏上右侧的列表上滚，刷出了一条新的对局。与此同时，凌霄的手机也同步更新了邮件。凌霄 C VS 孔川明 I。凌霄转过头看了眼那个国字脸、五官英挺的 I 班首席，孔川明此时也正看着这边，他眉头紧皱，如临大敌，但忌惮之中又夹杂着战意，似乎想一雪前耻，以报上次对抗赛之仇。对此，凌霄露出了满怀歉意的笑容。好的，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在女主持朱静高昂的语调中，凌霄和对手走上了擂台，而看到他们2人，场馆里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哦，又是那位学长，今天总能见识他实力了。他跟孔川明哪个强？我感觉凌霄小哥略强，但孔川明是首席，绝对不是傻软柿子。孔川明，争口气，打趴对面。老孔，今晚兄弟们给你暖床。别说了，首席，快使用巨斧冲锋。观众席们议论纷纷，又夹杂着 I 班学生们的助威嘶吼。至于 C 班学生，他们安静地坐在位置上，闲暇地啃着零食，似乎完全不关心比赛胜负，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北侧露台是那位排名怪异的学生。姜文龙敲了敲手中的档案，脸上浮出了一点兴致。今天总算能看看他的实力了。老校长瞪着对面的林森、蓝豹，表情里充满了畅快。相比于10几名次席学生，
各班首席的战力还是足够的，至少不会出现被碾压的情况。确实，姜文龙轻笑颔首，把档案翻到凌霄的页面，用书签色住，随后又翻到孔川明页面，支起水笔，开玩笑道：“我也得评估双方，今天工作量都是翻倍的。”听着他们的对话，林森、蓝豹抬起眼帘，无言对视了一眼，随即两人的嘴角勾起了弧度。而在隔壁桌，3位军团干部也是收获满满。不同于昨天的表演赛，今天学生的战力明显提升了一截，他们的手机里已经存了好多人才信息，2等、1等都有。而现在场上的2位也是他们看中的1等人才。实际上，在3家军团的评级里，拥有前10首席战力的学生都是属于1等人才。这届的前3名例外，那属于破格人才，需要额外评级。尤其是那2位异能使，争取级别仅次于真正的干部。哈哈，今天真是挑得我眼睛都花了，丰收程度远胜往年啊！严寿喝了口啤酒，开怀大笑道：“赞同。”幽鬼点了点头，这届的学生质量确实比前几年强很多。而一旁子妖更是满脸兴奋：“林雪、刘一茜、风妹儿，那个方文也可以算，一个破格，3个1等人才，直接到手。明明学生还没毕业，但看他的语气，似乎已经将女学生打包打走了。”严寿跟幽鬼面色一沉，顿时郁闷了起来。相比于荆棘蔷薇，他俩的军团确实没有太多优势，尤其是暴怒兵团，几乎没几个女学生会入伙。严寿苦闷地灌了口啤酒，挥了挥手，叹声说道：“不说这个了，看比赛，看比赛。”好的，比赛正式开始。女主持话音落下，擂台上，孔川明取下巨斧，面容严肃地凝望着凌霄，沉声道：“上次我确实掉以轻心，没用最佳状态面对你，所以那次的败北是我应得的。”凌霄茫然地眨了眨眼睛，但这次我会把你当成真正的强敌，不会再有任何保留。孔川明沉下身子，无形的威势充盈着全身，而且相比于上次，我也更强了。灰色的纱罩一出，在缠绕了他的4只胸背后，没有停止，威能漫向巨斧，往上攀升，给这柄凶器裹上了薄纱。现在小瞧我，战况可不会对你有利。确实变强了，很厉害。看着对方手中的灰色巨斧，凌霄坦率地点了点头。这个孔川明在威能武化上进步很快。给了对方称赞后，凌霄抬起手，礼貌问道：“我可以上了吗？”“可以。”话音刚落，孔川明的前额已被一只修长的右手握住了，重心失去，身体下倒，视角偏移。这种感觉，孔川明可太熟悉了。瞳孔巨震之下，他用此生最快的速度，在前后脑勺裹上了一层灰纱，但没什么用。在孔川明对脑袋使用威能缠绕后，凌霄放心地加大了力道，难以想象的巨力碾压着他的脑袋，狠狠地向下砸去。轰！地板破碎，擂台上炸起了数百米的冲击波，气圈奔涌，扫向了观众席，扫乱了学生们的前发，吹散了他们手中的零食瓜果，同时也凝固他们的面容。凌霄放开手，默默地站了起来，像上次一样，I 班首席躺在地板上，陷入了安然的睡眠之中。星号静，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全场鸦默却静，万籁无声，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之中。露台上，女教师朱静歪着脑袋，话筒放在嘴边，却吐不出一点话语。而在她的隔桌，姜文龙默默地看着档案，笔尖停顿，儒雅随和的面容上渐渐地浮出了一丝疑惑。这个评估该怎么写？刚才有谁展示实力了？在寂静中等了一会，凌霄看向了露台的女主持：“姐，你愣着干嘛？赶紧宣布结束啊！”可，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意思，女教师朱静轻咳2声，抄起话筒，高声喊道：“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主持人的话音扰乱了场馆的氛围，观众席上也开始接连爆起惊呼：“卧槽，秒了！卧槽，瞬间躺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咋有人在擂台上倒头就睡的？这实力差距是不是有问题？孔川明可是首席啊，很羡慕，宁愿被凌霄学长按头的是我。老孔啊，首席你咋瞬间扑街了？1秒都撑不住吗？”看着那位拎着对手下台的学生，姜文龙沉吟了一会，对老校长问道：“这位学生的实力是不是偏强了点？”老校长揉了揉颓然的脑门，瞪向了对面的某教导主任以及武化班教师。林森扶了扶长须，笑道：“毕竟是打败了第5名才成为 C 班首席，实力还是足够的。他今天还得打2场，你看下去不就知道了。”蓝豹挥了挥手，继续嗑起了瓜子。而隔桌的3位军团干部此时正拖着手机，皱着眉头凝思了起来。他们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凌霄的评级往上提。1小时后，选首席的凌霄收到了和自己对决的下个倒霉，和自己对决的下个对手。凌霄 C vs 高文 H 班首席高文，年段第7名，一个华亚与欧罗巴的混血儿。此时，这个金发碧眼、面容俊朗的帅哥正愣愣地看着手机，似乎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他抬起头，周围的同学都用同情的眼神望着他，而对面那个排名382的怪物正缓缓地转过脑袋，对着自己露出了友善的笑容。这个笑容很温暖，但却让他如触冰鸟。当，金属相撞的嗡鸣声中，代表着第7的男人冲天而起，划过了长长的抛物线，啪嗒一声砸到了擂台之外。凌霄将沦为球拍的大剑收起，没有等待，直接看向了女主持：“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教师朱静眼角抽搐，语气微妙地宣判了比赛结束。可在2秒之前，他才刚喊了声比赛开始。这个学生实力绝对有问题。而看出这点的不仅是这位大一教师，连全场的学生们也发现了。又秒了，下个是谁？能不能坚持久一点？
我对这个全是秒男的世界绝望了。秒男怎么你了？高文啊！可恶啊！论美貌首席可没有输给他。庄建宇，只有他今天真的很烦躁耶，睡眠不足影响这么大。他是着急回家补觉吗？没理会旁边2位窃窃私语的屌人，凌霄此时正微眯眼睛，无言地盯着右前方的高岭之花。咔嚓咔嚓，林雪举着手机对着凌霄一阵乱拍，而且还是当着他面，连藏都不藏的。今天自己有啥不一样吗？凌霄打开了前摄像头，看了下自己的脸，依然是清爽自然的碎发，依然是清秀俊逸的面庞，唯一有区别的就是他的眉宇。因为等待时间久了，凌霄的情绪越来越急躁。此时他的双眉正不自觉地微微皱起，脸上也是面无表情，显得冷峻严厉，又附带着淡淡的气场，有种冰山禁欲系高冷男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臭着一张脸。关掉手机，双手环胸，凌霄默默地等待着对局刷新。这3场对局 AI 是根据选手获胜情况来安排的，你这场比赛赢了，那下场的对手排名就会变高，反之就降低。孔传明第9，高文第7，除去不用比赛的前3名，凌霄的对手只有从那3位挑了：刘玉倩、武志行、高亮雄。凌霄眼睛转动，在这几位熟人上掠过。高亮雄跟武志行坐一起，注意到凌霄的视线，他挑了挑眉毛，拍了拍自己澎湃的胸肌，脸上露出了豪迈又滑稽的笑容。他旁边的武志行今天仍臭着一张脸，跟凌霄表情十分一致。而刘玉倩则坐在方文身边，他似乎也觉察到了自己很可能会成为凌霄的下一个对手，此时正细眉紧皱，偷偷地盯视着他。凌霄和他对上眼，刘玉倩顿时一个哆嗦，他右手握拳在空中狠狠地比划了2下，左手则捂着小腹，似乎那里还隐隐作痛。随便了，这3人谁当对手都行。收回视线，凌霄眼帘微合，等待着对局的刷新。叮，对局邮件更新了。凌霄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凌霄 C vs 武志行 C。抬起眼帘，武志行已站在了身前，他双手插兜，嘴角勾起，似乎对这场对局十分满意。有请下一组学生上台。背负大剑的凌霄以及手持刀盾的武志行走上了擂台，屏幕上也适时地显示出了双方的信息：姓名凌霄，班级 C 班，往期排名 No.382，姓名武志行，班级 C 班，往期排名第5。这同属于 C 班的对局也让观众们提起了兴趣。武志行年段前5，他是 C 班首席吧？听说现在首席换成凌霄学长了，这是旧首席与新首席的复仇之战。哦，我燃起来了，你这么兴奋干嘛？而 C 班学生们此时也是表情古怪，毕竟是自家班级2任首席的对决，给谁助威都不太合适。至于胜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女主持干净利落地宣布了比赛开始。凌霄活动了一下手腕，刚想瞬间结束对局，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喂，我能提个请求吗？凌霄歪了歪脑袋，没想到这种心平气和，甚至有些示弱的话语是那头狂兽说出来的。而手持刀盾的武志行此时面色平静，没有屈辱，也没有凶厉。他提起手中的战刀，指了指凌霄的腿部，说道：“用上次的招式击败我。”上次的招式是指开启灰烬模式的那脚吗？凌霄摇了摇头，直接拒绝道：“不行，你会死的。这不是挑衅，只是在陈述事实。现在的凌霄肉体力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一旦他开启灰烬模式，全力以赴，别说武志行，连白闪都有可能瞬间暴毙。如果不使用异能，他一个人能把前3名吊起来打。教导主任的治疗能力有多强？凌霄不知道，但这只是比赛，他可不想平白宰掉一个学生，是吗？”出乎意料的，在听了这种话后，自尊心气高的武志行竟然没有动怒，表情十分坦然。他沉默了一会，低下身子，支起盾牌，大吼道：“那就用比上次强2倍的力量，击溃我！”无形的威势充斥着他的全身，灰色的焰沙源源不断的流出，缠绕四肢，附着体表，爬上灵盾，并且还在不断压缩。全额掏出体内的威能，最大限度的提升密度，以牺牲持续时间来换取最大程度的战力。这是狂斗道场的老猎人们使用的超频模式，也是凌霄灰烬模式的简化版。没想到此时竟出现在了武志行身上。看着他的状态，凌霄轻轻地低下了眼帘。行，武志行的状态不能持续太久，凌霄没有浪费时间，他仅在鞋底附着了一层稀薄的威能，凝视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我上了。”砰！地面破碎，狂澜暴起，凌霄的身影消失了。等再次出现时，他已在对手的身前。凌霄右腿化作了黑色的雷霆，击碎空气，携带万钧之势直掠而出。哈哈！武志行双目圆瞪，全身肌肉紧绷暴起，青筋盘踞蔓延，侧举灵盾迎了上去。轰！当！纤维鞋底与钢盾接触，却发出了金属相撞的声响。在两者相撞的那一瞬间，犹如聚焦的火药被引爆了，恐怖的气压迸发，与盾面为平行，空气被排挤撕碎，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奔涌而出，疯狂地冲向天顶。武志行飞了出去，他仍保持着举盾的姿势，无法估量的巨力推噬着他的身体。鞋面在擂台地板上摩擦，蹦出火花，离开了地板，拖出了上百米的疤痕。还没有停下，他的身体离开了擂台，双腿凌空，犹如一颗炮弹，持续向后滑行，直奔场馆的边界。那环绕四周人群密集的观众席，哇呀！星号看着马上就要砸过来的5大炮，观众席响起了片片惊呼。正面的学生甚至站起身子，想要赶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但他们多虑了。在武志行距离观众席数米的时候，一道透明的屏障拦下了他的身体。轰！
男人的后背与屏障发生撞击，泛起了绿色的波纹。噗！巨大的冲击力灌入了武志行的身体，使他胸肺一滞，口中喷出了胃液血水，眼白都开始微微翻起。锵锵，啪嗒，战刀与钢盾接连掉落于地，破皮流血的双手在微微颤抖，上面已不见一丝威能。鲜红的血水从嘴角溢出，划过嘴唇，滴落下巴，染红了前襟下摆。哈哈哈！武志行没有倒下，他双腿弯曲抖动，身体后仰，依靠着背后威能屏障，狼狈地喘着粗气。2分钟后，他终于从痛苦中缓和过来，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向了擂台上的男人，颤抖的右手慢慢举起。武志行咧开了嘴角，露出了被染红的牙齿，笑容有点难看。我输了，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哦，星号欢呼口哨响彻云霄，掌声呐喊雷鸣震耳。凌霄走下了擂台，默默地站在武志行跟前。眼前的这个狂兽已是强弩之末，身体重伤力竭，威能消耗殆尽，但脸上却满是快意。虽然很勉强，虽然借助了钢盾，但他确实接下了那一脚。那是能瞬间踹爆一辆战车，能瞬间撕碎一头地级异兽，比上次首席选拔强上2倍的力道。武志行不是庸才，锤炼力量技艺，学习威能武化，他也变强了很多。干得不错。留下淡淡的话语后，凌霄转身平静地往选手席走去。钟校长，姜文龙手捏着笔杆，轻轻地敲击着怀中的档案，儒雅的面容中泛着些许苦笑。这个学生不应该出现在普通对局里。是的，老校长掏出丝巾，擦拭着满是褶皱的面庞，叹气道：我叫人把他塞进决赛，别让他瞎掺和了。断层太大了，这个学生应该跟前3名竞争，放正常对局里简直是欺负人。还有你们，有破格的学生为什么不告诉我？一看到对面的2人，校长就浑身来气，他这辈子最讨厌谜语人了。林森摇了摇头，淡声说道：他的往期排名太低了，上场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让他打上几场，其他学生怎么能幸福？蓝豹撇了撇嘴，附和说道：前3名的实力众所周知，可以直接放进决赛，而凌霄这个原吊车尾，如果把他塞进决赛，那就是妥妥的黑幕了。除非他彻底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像今天一样。而且那小子真正破格的地方，你们还没看到呢。星号2，蓝豹想的是威能放出，林森想的异能，可以说相当各怀鬼胎了。哈哈，可以了，这小子我们暴怒兵团看上了。狂饮了一声啤酒，严寿打了个9嗝，豪爽大笑道：破格的学生大家都会争取。幽鬼轻轻地敲击屏幕，将凌霄的争取等级提升到与第3名并列。在待遇方面，狼群不会亏待任何人，到时候我们各凭本事。至于荆棘蔷薇的干部子妖，他已经把脸埋在了吴清华胸口，疯狂摩擦了。清华，那孩子喜欢什么风格啊？我打扮好去见他。那我可不太清楚。吴清华面不改色地滑动屏幕，查看起学生发来的消息。老师，发你个东西。厉静茹私房写真合集 ZIP284MB。吴清华解开压缩包，大概的扫了一眼，随后将其剪切到某个文件夹里。然后他重新点开聊天，从自己的收藏中选了几张，发送。厉静茹黑色兔女狼路北半球点 JPG。厉静茹猫儿女仆装舔手点 JPG。厉静茹比基尼泳装点 JPG。厉静茹办公室女郎黑丝点 JPG。这是回帖，继续努力，还有更好的。秉着教师的职责，给发问号的学生一点鼓励后，吴清华将胸前的女干部拉起，淡淡的说道：你可以问问厉静茹，听说他们关系不错，昨天聊了一晚上。学生的喜好，他可能比我清楚。一旁的厉静茹眨了眨眼睛，俏脸上有些懵逼。静茹，子妖又趴到了厉静茹胸前。哎呀，好吧，就交给你静茹姐姐吧。厉静茹扬起了下巴，满怀自信的说道：晚上我再发几十张自拍给他，一定将那小子摸得一清二楚。回到宿舍，看着吴清华老师发的消息，凌霄满脸困惑，他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还有，现在他们师生的关系怎么有些古怪？这是啥同好互助分享吗？算了，洗个澡睡觉吧。刚才点开老师发的照片，差点看得他灵机一动，幸好他品德健全，定力十足，要不然现在已经睡不着了。接下来的2天，凌霄轮空了，跟前3名一样，他也收到了今日比赛结束的讯息。凌霄没有去看比赛，他选择了一个人独处，对着电脑开始了苦憋的算背之旅。速记 LV1，经验值加5，心算 LV1，经验值加11，速记 LV1，经验值加6，心算 LV1，经验值加12。电脑屏幕里正以1秒2次的频率滚动数字跟计算符号，加14835，星号453，582，负112的平方，等于。持续了1分钟，滚动终于停止了。凌霄闭上眼睛，脑海中将上百组数字一点点回忆、梳捋、计算，最后写出结果，等于255468247.6865。恭喜您，回答正确。速记 LV1，经验值加7，心算 LV1，经验值加33，心算 LV1 提升为心算 LV2，潜力点加1。好耶！凌霄不禁高举双手，泪流满面的为自己欢呼。刷这玩意实在太枯燥煎熬了，心情压抑，胸口闷闷的，脑袋痒痒的，简直是对自己耐心毅力的极大考验。他现在用的软件是1周前发现的，叫做疯狂心算猪，专门给那些心算培训班的孩子们使用，可以调节难度，有10个等级可以选择。如果说前3级是认真做给学生使用的，后面的就是程序员的恶趣味了。数字乱填，啥计算符号都有，正常学生真的算得出那玩意，这简直是折磨啊！不过幸运的是，凌霄正好是他的受众，他挑战的就是4级关卡，精神属性的提高，
强化了凌霄的记忆力跟计算能力。虽然脑力增幅远没有力量属性那么夸张，但相比于正常人，他的脑力确实远远超出，也因此他才能挑战非人关卡，给自己狠狠加压训练。还顺便刷一下速记 LV1， 虽然不多就是了。打开面板，凌霄确认一下属性：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1，力量21，敏捷20，体质28，精神33，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55.2%， 搏击术 LV2 55.5%， 双手剑 LV2 39.1%， 步法 LV2 88.7%， 威能 LV2 28.8%， 速记 LV1 66.5%， 围棋 LV2 30.3%， 心算 LV2 0.1%。 LV2 的技能当中，步法提升最快，毕竟有机关通道可供他利用。围棋进度其实也很快，但他平时是以正常训练为主，下围棋都是在空余时间。搏击术除了日常训练，战斗中也一直在提升，之所以进度慢，可能跟对手强度有关。以后去狂斗道场多找些 C 级猎人肉搏，估计能加快提升进度。至于双手剑，他一般会在锻炼威能5化时一起训练，但相比于其他技能，他的进度确实是最慢的。升到 LV2 后，凌霄挥剑训练的经验值越来越少了。那天在军队实战砍异兽，是他收获双手剑经验值最多的时间。等大4实习去荒区猎杀异兽，他的双手剑进度应该会大大加快。至于威能 LV2 还行，现在他的进度是威能放出，按理说下一阶段是异化，将自己体内的威能转变为异能粒子。但说实话，这个对凌霄还太远了。蓝豹老师说要对威能光力足够熟悉。凌霄把自家的黑焰月白小可爱招出来，使劲揉搓观察，里里外外盘了几百遍，但对于如何异化体内的威能，他还是毫无头绪。这不是对熟悉度的原因，毕竟没有谁能比异能使更清楚自家的异能粒子了。凌霄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他威能放出的熟练度还不够。什么剑气全压，那只是最简单粗糙的使用方法。凌霄张开手右，深灰色的焰沙流出，在他的手中盘旋汇聚，凝聚成型。随后一片深灰色的晶片漂浮于手心，它呈长方形，半透明，有点像深灰色的玻璃片，边角燃烧着焰沙。威能 LV2 经验值+5，这也是威能放出的应用。当初凌霄在军队狩猎 C 级异兽时，就是用将它凝聚在脚下，以实现空中战斗的效果。相比于最简单的剑气全压，它的难度高了很多，也变得更复杂起来。看着手中的威能晶片，凌霄眼帘微垂，掌心的灰焰开始扩大，1片、2片、3片、6片。威能 LV2 经验值+6，威能 LV2 经验值+4，总计6片威能结晶漂浮于凌霄掌心，4片长方形，2片正方形，它们盘旋环绕，匀速浮动。凌霄皱起眉头，全神贯注地操控其手中的晶片。威能晶片开始移动组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立方体。它通体深灰，半透明，中心燃烧着一朵小小的焰花。威能 LV2 经验值+15。呼，精神紧绷的凌霄松了一口气，凑近脑袋，满意地观察其手中的杰作。这个立方体是不是像某种防御结界？就好像教导主任林森在中央竞技场设置的屏障，只不过相比凌霄，那老人家做得更加巧妙，也更加深奥。这是蓝豹老师教他的，也凌霄现在锻炼的方向。等他威能放出的熟练度足够高，他才能去尝试异化方面的训练。散去手中的威能结晶，凌霄凝视着面板上的技能，在心里稍稍做出了规划。步法 LV2 之所以能提升最快，是有学校的机关通道配合。那这次6A 排位赛结束，他不能立马回家，得在学校多逗留几天，尽快将其刷满。搏击术 LV2 不用着急，放假后有2个月假期，他多多去狂斗道场打暑假工，完全能在实习之前刷满。大剑 LV2 只能等着实习了，没有异兽让他砍，进度还是偏慢了。围棋 LV2 跟往常一样，训练之外的空余时间再搞吧，到时候在假期里也可以看看有什么技能可以捡漏的，再整几个潜力点出来。现在的话，他要在决赛之前的空余时间把速记 LV1 搞定掉。切到浏览器，打开书签，数字、字母随机生成器，啪嗒，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操作界面，可以选择生成的数字数量，最小值是1，最大100万。凌霄把值调成1000，点击确认，刷，整个生成页堆满了1000个密密麻麻的数字、字母，它们毫无规律，完全随机生成，且没有意义。凌霄眼睛慢慢扫过每个符号，随后他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中回忆一遍。速记 LV1 经验值+22，比起课文书籍这种没有意义、毫无规律的信息记起来更加困难，系统给的经验值也更加丰厚。这是他刷新算时发现的，也是因为这个发现打开了他的受苦之旅。对这种玩意简直是对自我折磨，恶心难背，枯燥无味，还学不到半点知识，毫无意义，比背书无聊100倍。不过为了快速刷满速记 LV1，凌霄只能咬着牙对自己狠一点了。速记 LV1 经验值+21，速记 LV1 经验值+23，速记 LV1 经验值+24，速记 LV1 提升为速记 LV2，潜力点+1，自由啊！终于，第2天傍晚，凌霄从地狱中逃脱出来了。他欣喜若狂地跑出宿舍，敞开双臂，跑于校园，顿时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的鲜艳，如此的丰富多彩。在途中，他还遇到了要去食堂吃饭的赵思雅、陈菲菲、方文3人。凌潇潇，今天比赛已经结束了，你往那边跑干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我要跑遍美一处大地。
我要拥抱每一棵树木，我要去踹王刚老师的屁股。现在的我是自由的。星号3。当晚，凌霄被3位友人押去医务室，做了一整套精神健康检查。今天的中央竞技场气氛比往常更加热烈。经过了几天的持续比赛，6A 排位的大致排名已经出来了，而现在剩下的就是真正的主菜——年段前4的对决。是的，年段前4。今天因为多出了凌霄这个破格学生，录入决赛名额直接变成4个人，而这4个人代表着潞州军武在校生的最顶峰水平，他们的战斗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对决。持有这个心情的不只有台下的观众学生，还包括了台上的领导教师们。又到了老头子我每年最乐呵的时候了。钟校长揉搓着手上的拐杖，笑容的十分灿烂，连脸上的褶皱都团了起来。哈哈，这点我深表赞同。江会长抿了口茶，轻声笑道：每年的决赛日都让人忍不住期待起来。对于这2人来说，学校培育出的学生越优秀，越能让他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喜悦。而在另一边的军团干部们，今天更是打起了10分的精神，完全的进入了工作状态。哈哈，2名异能使，2名破格，无论是谁都让人难以取舍啊。严寿2只大手搓着掌心，脸上满是笑容。对于他的话，幽鬼点了点头，说道：往届如果没有异能使，首席战力也就与白闪、凌霄同级，今年学校确实人才辈出。嘿嘿，子瑶手指卷着发梢，狡黠一笑道：小雪已经同意来荆棘蔷薇了，大4实习也是在我们呢，你们俩要加油啊。这话一出，严寿、幽鬼顿时沉下来脸，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妈的，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终于，我们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决赛日。主持人朱静手抄话筒，语气比以往还要高昂几分。相信大家都等待许久了，我们不浪费时间，直接展示今日的对决。哦，星号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北侧的大屏上显示出了今天的比赛对局：庄建宇 vs 白闪，林雪 vs 凌霄。中场休息，林雪 vs 白闪，庄建宇 vs 凌霄。中场休息，白闪 vs 凌霄，庄建宇 vs 林雪。总计6盘对局要在今天内比赛完毕。看校方的安排，应该是特意将前2名的战斗放在最后，把他们比赛当成真正的决赛进行，这很合理。无论是场下的学生们，亦或是台上的领导大人物们，他们都不觉得异能使会输给其他学生。好的，让我们请上第一组学生，庄建宇、白闪，掌声有请。哦，星号雷鸣般的欢呼中夹杂着2班学生的加油助威。庄建宇是无敌的，我们 A 班的首席，也是年段的首席，燃烧青春吧，白闪，白闪，给他们见识一下纯爷们的浪漫。哈哈，我完全打不过你们几个啊！擂台上，白闪挠着脑袋，脸上满是阳光爽朗的大笑。但让你投降，肯定不愿意吧？庄建宇理了下衣服，淡然笑道。对此，白闪竖起了大拇指。那当然，我已经好久没跟你们打了。擂台上的2人赤手空拳，没有携带武器。这是白闪的请求，他喜欢拳拳到肉的搏击术。对此，凌霄3人当然直接同意了。选手已就位，比赛正式开始。主持教师的声音落下，全场直接安静了下来。而位于擂台左右2端的男人，此时也收敛起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让人窒息的威势充斥着擂台，灰色的焰沙流出，缠上了他们的4肢躯体。然后，砰！星号2，2人身影消失不见了。待观众们再度捕捉到选手时，已是擂台的中央。他们弓起身子，将缠绕着威能的铁拳击出，拳锋相对，毫不退让。轰！巨型的炸弹被引爆，迄今为止，场馆里最猛烈的冲击波炸开了，犹如席卷而来的飓风，狂猛扫荡着观众席。但这仅仅是开始。对于庄建宇、白闪而言，这只是一记普通的直拳罢了。轰！轰！轰！气压在震荡，空气在哀鸣，整个场馆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那恐怖的巨响，那撕扯脸颊的狂风，连绵不绝，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只有在这时候，观众席的学生们才清晰地意识到了，为什么这几人会被直接放在决赛，为什么不让他们与普通学生较量。和其他学生相比，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轰！轰！轰！妈耶！这2个人是怪物吗？老子已经在狂风中凌乱了，我裤子都被吓湿了。防护罩呢？教导主任的防护罩呢？他们真的是学生吗？他们真的是学生吗？不错不错，用威能给脑袋上的头发做了层保护屏障。老校长眯着眼睛，笑呵呵地看着场上的对局。是的，白闪的实力确实出类拔萃。江疏龙带着满意的轻笑，在手中的档案中记写下评估，暂定为 D 级上位 C 级下位水准。随即他抬起头看着赛场，赞叹道：而且这届学生关系似乎比较和睦，庄建宇竟然愿意如此配合。哈哈，您有所不知，江会长。林森手抚着长须，感叹说道：包括我家小雪在内，决赛的4位学生都是关系不错的友人，这让老夫甚感欣慰。哦，江疏龙挑了挑眉，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轻声笑道：那看来林雪也会留手，如此甚好，我待会也可以好好观察凌霄的实力。林森嘴巴张合，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此时的选手席，众人所说的林雪此时正细眉紧皱，站在凌霄的面前，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你咋了？这女人已经沉默不语5分钟了，凌霄完全无法理解她在想什么。林雪双手环胸，沉默了一会，冷冷地开口道：如果不使用异能，我打得过你吗？打不过，这种无聊的幻想就由他凌霄先生来打破。
很明显，凌霄的实话给对方造成了真实伤害。这个高岭之花撇起了嘴角，神色越加焦虑起来。看到他这样，凌霄歪了歪脑袋，好奇地问道：“所以你到底在烦恼啥？”仓库只有一个。林雪指了指上方，语气纠结地说道：“如果对你使用了仓库，那打庄剑雨时就能量不足了。”原来如此，凌霄恍然大悟。不是谁都拥有10月级别的能量储备，一旦跟他全力以赴，凌雪王座上的异能粒子会大量消耗，想要恢复需要时间。在轮到和庄剑雨对战的时候，他肯定是处于能量不足的境地。不过凌霄觉得他不需要烦恼这个。同学，你忽略了一个事情。凌霄站起身子，拍了拍林雪的肩膀，表情微妙地说道：“庄剑雨他不用异能也打不过我，所以等你们对战的时候，状态应该是一样的。”凌雪，冰雪少女顿时念头通达了。哈哈哈，我输了。经过了近15分钟的激战，白闪不知地败下阵来。场上暴乱的空气终于平静了下来，学生们头发凌乱，面色苍白地瘫在座位上，享受着这失而复得的宁静氛围。天哪，这比赛也太刺激了！我好像陷入了贤者时间了。下场也这么激烈吗？理智告诉我不要，但身体又老实得很想要。观众席的学生们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那狂暴的战斗让他们心有余悸，凌乱失措，但又让他们肾上腺素激增，内心觉得相当精彩，相当刺激。毕竟这样的对局才有决赛气氛嘛。给了大家10分钟的平复时间，女主持重新抄起话筒，宣布下一场对局。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林雪、凌霄。哦，星浩在热烈的欢呼声中，2名选手走上了擂台。而这时候 B 班学生展示出了训练有素的一面。首先是一位高昂尖锐的女性嗓音响起，提问：谁是大3最强的女人？林雪、林雪、林雪。星浩提问：谁是手握冰霜无可匹敌的异能使？林雪、林雪、林雪。星浩提问：那个冰肌玉骨沉鱼落雁风华绝代站在美貌巅峰的高岭之花到底是谁？林雪、林雪、林雪。星浩强悍团结的气场直接震慑到了其他班级学生们，他们看着 B 班学生的表演目瞪口呆，太专业了，这整齐默契，这台词，这打 call， 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小偶像演唱会呢。而这时候 C 班学生们也从震撼中跑了出来，他们扯起嗓子不甘示弱地吼了起来：林潇潇可不会输的，长得再漂亮，我们首席也不会手下留情，对手越强，凌霄揍得越狠。知道 F 班的刘一茜吗？被首席一拳注入，我家首席最擅长打女人了。站在擂台上，凌霄听着2班学生的唇枪舌战，嘴角微微抽搐。林雪在 B 班的人气是不是高过头了？哎，果然憧憬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感情。他老妈叫他维持的冰雪少女形象很有作用，直接欺骗了一群少男少女的芳心。还有就是，虽然 C 班学生的助威让他很感动，但也不能造谣啊。他凌霄可是绅士，什么叫他最擅长打女人？他只是男女平等，礼貌的尊重每一个对手，无论高矮壮瘦，是美是丑，都能用他的铁拳来上一发，这才是崇高美德的体现啊！对于同学们的误解，凌霄甚感难受。他取下背后的大剑，甩了个剑花，一边等待着女主持宣布进程，一边思考着待会要怎么打。跟庄剑雨、白闪一样，先热身对拼个几分钟吗？怀抱着询问的心情，凌霄看向了对手。此时的林雪单手持着长柄大刀，眼帘清和，表情波澜不惊，将外界的争吵喧闹视若无物。随即他似乎注意到了凌霄的视线，微微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晶莹剔透如同宝石泛着蔚蓝光泽的眼眸。凌霄，好吧，看来对面并不打算热身。看着擂台两端手持武器的男女学生，姜文龙的脸上露出了儒雅的笑容，想必这次对局也能像刚才那般精彩。老校长点了点头，呵呵笑道：这凌霄的水平不弱于白闪，只要林森孙女留点情面，那比赛就有的看了。对于这句话，隔壁3名军团干部深表赞同，只有势均力敌的战斗最能看出学生的实力。像刚才他们已经摸清楚了白闪的素质，接下来这局只要凌霄不要轻易败下阵来，那今天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一半了。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于擂台，在万众瞩目之下，女主持朱静举起了右手，用力挥下。比赛开始，话音一落，蓝白涌起，侵蚀全场。云端之上，苍蓝光柱神速坠落，带着异能使得王座降临于大地之间。蓝白暴涌，那雪花般的光力犹如凛冬中的士兵，飘荡于天空，堆积于大地，漫遍四溢，森寒密布。中央竞技场陷入了一片冰蓝，犹如雪国的世界里。江云龙、老校长、延寿、幽鬼、子妖，纯净的蔚蓝充斥着整个场馆，目之所及皆是雪花般的光点。怎么回事？为啥突然变得好冷？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空调坏了吗？为啥我总感觉有股的寒意在身上？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大3生怎么了？都不说话了。还没接触威能武化的大1、大2生看不到那满天飘荡的雪花，但他们能明显的感觉到气温的变化。整个场馆的温度骤然下降，犹如置身于一个冰柜里面。而对于已经学会睁眼的大3生，却是亲眼见证了那威能光柱的降临。目瞪口呆的沉默之后，狂热的呼声爆发了。卧槽！异能，真的是异能？那个光柱是什么？天外加持吗？原来使用异能的前奏是这样的，以前都看不到。林雪一开始就认真了，我以为只有前2名决战才会用异能。完蛋，凌霄这咋打？第2名不打算留守啊？
听了大三学生那边的呼声，大一、大二新生顿时心痒痒的，睁大了眼睛想要一窥究竟。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眼前的世界还是没有变化，急得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面红耳赤，抓耳挠腮。就在这时，某位教导主任出手了。观众席前，翠绿的薄膜泛起，荡漾着波纹，似乎在改变着某种结构。待它再度透明消逝，被能量所覆盖的真实世界，终于出现在大一、大二新生的眼中。无法掩盖的惊呼接连爆起，这些的年轻学生们睁大了眼睛，嘴巴已经合不上来了。Oh my god！ 我看到了什么？前所未见的世界！这都是威能吗？那些学长们都看得到吗？前几天也是这样吗？我们都看不到。老师，您以前咋偷工减料啊？北侧露台上给自己的屏障升完级后，林森转过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捏起茶杯，抿了口热茶。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们为什么一直看着老夫？”从林雪降下王座之后，附近几桌的人都在用怪异、好奇的眼神盯着他，哪怕林森心若冰清，也被这群人看得头皮发麻。林森，我们只是有些疑惑。钟校长揉了揉老脸，一副当问不当问的样子。林霄那小子是有得罪过你孙女吗？老夫刚才不是说了吗？小雪跟他们是有人，关系不错的。那为什么你家小雪一副要宰掉对方的样子？老校长指了指下方的冰蓝世界，语气微妙地说道：“那架势 C 级异兽都活不下来吧？”对此，旁边的3位军团干部接连点头，脸色十分焦急。这凌霄如果瞬间嗝屁了，那林老头子也就不回来啊！就连一直平心定气的江会长，此时也是皱起了眉头，对林森轻声说道：“林主任，待会你多注意关照一下，莫要让祸事发生。”听到这些话，林森扶了扶白须，面色怪异：“诸位，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雪其实是打不过他，才使用异能的？”星号5。这话一出，无论是江云龙、老校长，亦或是军团的3位干部，此时都是面色一正。随后他们连忙转向擂台，张大了眼帘，把视线集中在那位手持大剑的少年身上，还真是火力全开啊！环视着这遍布擂台，对自己敌意满满的雪花光点，林霄挑了挑眉毛，略带诧异地看向了对面的少女。黑发飘飘的少女此时面若冰霜，她凝视着凌霄，摇了摇头，粉唇中吐出了清澈空灵的嗓音：“我不想说。”身为友人，他很清楚凌霄的实力，那比 C 级异兽还要夸张的威能储备、强度，仅仅使用异能，他是毫无胜算的。只有降下王座，翻倍增幅自身的异能强度，再通过仓库储存的威能，他才有信心击败对方。林雪抬起白皙的右手，打了个响指，啪！在他身周，白蓝色的雪花光点开始移动、汇聚，最后形成了上百根冰枪。它们漂浮于空中，井然排序，尖锐锋利，散发着骇人的寒意。林霄抬起眼帘，静静地注视着那冰之阵队，随即他眼神一凝，砰！林霄消失在原地，落在了20米外的空地上。在他原先的方位，地上凝结着一层坚冰，3根尖锐的冰柱直戳下，犹如长枪处刑场。如果凌霄刚才晚离开半秒，双腿就会被寒冰所冻结，那突然凝结在上空的冰枪，他也只能完全吃下。故意打响指，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那上百根冰枪上面，实际上杀招都隐藏在他身周。很阴啊，这女人。凌霄嘴角微微勾起，略带揶揄地看着对方。见自己的小伎俩没有实现，林雪皱起了眉头，挥下了右手，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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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根冰枪接连爆射而出，犹如密不通风的遮天暴雨，锁定了对手的移动方位。凌霄眼中燃起灰炎，强悍的威能充盈全身，直接启动了子弹时间加猎人模式。事件慢了下来，凌霄化为一道黑影，闪现于擂台各处，犹如一只灵巧的蝴蝶，在翩然起舞间与冰锥擦肩而过。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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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骨的冰锥接连坠落，轰炸爆裂，但就是难以触及他的身体。对此，林雪并不意外，她默默将同时投出的冰枪数量增加，封锁住凌霄所有的躲避方向。熊，深灰的烈焰雄起，缠上四肢，继续蔓延，将整柄大剑包裹其中。凌霄眼中闪过一缕寒芒，将手中的焰剑挥舞，斩向前方冰枪。啪啪啪，迎面而来的冰枪瞬间被斩碎摧毁，封锁网破开一口空缺，凌霄身子化为流光，从包围中逃脱而出。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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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霄在高速奔驰，不能停脚，斜面一落，地板就凝聚冰霜，想要将他整个人冻结。对此，他目光一凛，转动脚步，将目标放在林雪身上。熊，斩碎前方的冰阵，凌霄爆射向对手，准备跟对方近身搏击。结果刚迈进对方50米范围，以林雪为圆心，地板上无死角的凸起冰川般的粗壮寒刺，直奔凌霄胸口。砰！凌霄一个退后，躲过了那寒冰迸发之地。而此时，林雪所在的位置已被一层层冰川包裹，犹如一朵巨大的寒冰雪莲。那些粗壮的冰川就是一朵朵盛开的花瓣，保卫着身处莲心的少女。凝视着退后的凌霄，嘴唇张合，发出了一个简短的音节。爆！冰之雪莲亮了起来，散发着耀眼的蓝白光芒，能量开始急剧躁动，寒冰化为光点，凝缩升华，随后爆炸绽放。砰！双只星星爆炸了，以林雪为中心，由纯粹严寒组成的双环喷涌而出，蓝白色的光芒吞噬了擂台，吞噬了凌霄，继续向外奔涌，甚至淹没整个场馆。翠绿的屏障泛起，挡住了寒流的奔袭。待耀眼的光芒消逝，观众们才得以睁开眼睛，重新看向擂台。目之所及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在那碧绿的屏障之内，场馆的一切皆已被寒厉的冰霜覆盖，尤其是擂台的地板更是凝结着一层厚实的坚冰，看起来光滑如镜，
光踩上去就会打滑。而此时的林雪站在原地，在那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中，她那黑色的长发格外显眼。整个擂台只有她一个人。凌霄去哪了？观众们移开视线，把目光移向了林雪的对面。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形状接近圆柱的冰坨，它的直径有3米以上，高度接近5米。透过那厚实的坚冰之中，似乎能看到一道暗色的虚影。凌霄被冰封住了。观众席的学生们纷纷张开了嘴巴，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声惊呼：这凌霄学长还活着吗？卧槽，这不会被冻成腊肉了吧？没冻死也会窒息啊！为啥教导主任还没出手救助啊？等等，林雪她要干什么？众人望向擂台，只见此时的林雪抬起了右手，在那尊冰坨的四周凝聚着一柄柄骇人的冰枪，比之前的更加锋锐，更加寒气逼人。他们环绕着四面八方，将冰坨无死角地封锁在里面。做完这事后，少女并没有收手，在接近天顶的位置，蓝白色的能量汇聚排列，巨大的冰块正在逐渐成型。它呈正方体，棱长接近10米。等它完全从能量转化为冰块后，这将是一颗900吨以上、舍弃了所有花里胡哨、由纯粹质量组成的人间凶器。一旦它从数十米的高空掉落，那力量将……观众席的学生们咽了咽口水，满是惊恐地看着台上的异能使。他现在不是把人冰封住了吗？不是已经赢了吗？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这玩意砸下去，那凌霄可就要变成凌霄将，谁都不可能就回来了。那些领导们怎么还不制止他？这哪是学生能承受的攻击啊！而此时，北侧露台上，所有的领导、教师、军团干部视线都死死地盯着那被封锁住的冰坨，灰色的火焰在眼中荡漾，透过成熟的针眼以及那强悍的威能探查神经。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在那厚实的冰坨内部，一股极其夸张的威能正在熊熊燃烧。那不是学生应具备的威能强度，甚至在 C 级猎人当中，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寥寥无几。异能粒子在无时无刻地被灰岩吞噬驱散，那数米的冰层一直在消减变薄。现在里面的怪物就要出来了！啪嗒，圆柱般的冰坨开始出现裂痕，逐渐皲裂，如蛛丝般蔓延，发出清晰的冰块破碎声。场馆里的声音消失了，学生们也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瞪大了眼睛，将注意力放在那正在异变的冰柱上。啪嗒啪嗒啪嗒，皲裂的速度越来越快，眨眼间就覆盖了整个冰坨。随后，砰！冰柱炸开了，化为了不规则的碎块，冰粉飘散掉落于擂台各处，取而代之是一团深灰色的火焰，它犹如一颗暗色太阳，狂暴燃烧，发散着让人心惊胆战的能量波动。熊！焰球暴起收缩，消失殆尽，显出了里面的人影。那是一名身穿深灰战袍的男子，他俊逸的脸上爬着魔性的厌世纹路，衣摆、手套、战靴皆燃着灰色的焰花，一柄长达2米的大剑搭在肩上，泛着能量光芒，剑锋上灰焰在熊熊燃烧。那是什么？所有的学生们都面色呆滞，合不拢嘴地看着身处灰烬模式的凌霄。异能？应该不是吧？那好像是纯粹的威能。这也太帅了吧！卧槽，这也太帅了吧！这是什么认真模式吗？其他大3学长也可以这样变身吗？这个能不能拍下来，晚上当发电素材？而在震惊的学生群里，大3 C 班的学生纷纷扬起了下巴，享受先知般的优越感。首席这个姿态，他们老早就看过了。一个学生有这种威能储备。校长面色扭曲地握紧拐杖，结果用力过度，拐棍啪的一声碎成了2截。在他身旁，江会长以及3位军团干部此时也是瞪大了双眼，满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场上的凌霄。后方的教师群里，几十位教师在窃窃私语，他们将眼神投向了角落那位坐姿端正、不苟言笑、戴着金丝眼镜的女教师。虽然没有说话，但大家的目光相当直白。老姐，这学生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甚至连吴清华旁边的厉静茹此时也是嘟圆了小嘴。这几天他原以为凌霄跟 F 班学生打只是放水了，但现在一看，这明明是放海啊！而备受注视的吴清华推了推眼镜，面不改色地看着下方的战场，比赛可还在进行中。看到凌霄从冰封中逃脱，林雪没有丝毫意外，她眼中蓝光一闪，那堆毫无死角将凌霄团团包围的冰之枪阵瞬间爆射而出。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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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霄舞起大剑，全身的威能在狂暴燃烧，那些冰枪或是被他躲闪，或是被他击碎，少有的几支冰枪突破了防御，射中了凌霄的身体，但也被灰焰战衣的高密威能削弱，无法对他的造成什么伤势。但对林雪而言，这些冰枪本来就只是用来拖延时间而已。天顶的巨冰已经凝结完毕了，他抬起右手，五指合起，咻！凌霄的身周，无论是已化为碎块，亦或是完好无损的冰枪，此时都发起了光芒，化为最纯粹的冰霜寒流。它们全部涌上了凌霄的双腿，凝结成比之前还要寒力的坚冰，与大地连接在一起，将他牢牢地定固在原地。灰焰与蓝白异能粒子在疯狂吞噬抵消，凌霄感受了一下，不到3秒，他的双腿就能逃脱束缚。但光线暗了下来，天顶那吨900吨以上的冰山掉了下来，依靠着重力势能，夹带着能粉碎一切的力量，急速坠落。场馆里的学生站了起来，他们双拳紧握，脸上满是惊恐，用极度担忧的眼神看着冰山底下的选手。而身处于绝境之中，凌霄轻轻地抬起了眼帘，将手中的焰剑握紧，扑唰，10几道剑芒冲天起，深灰的月牙接连升起，强悍、锋锐、高密，由纯粹威能组成的斩击正面迎上了那巨型坚冰。唰，轰轰轰！第一道斩击，那由异能凝结的冰山被切开了5米深的恐怖疤痕。第2道斩击，巨大的坚冰被一刀两断。第3道、第4道、第5，骇人的斩芒高速喷发，接连不断，疯狂切割着天上的坚冰。
在众目睽睽之下，巨大的冰山碎成了2块、4块、6块，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微。待天上的碎冰即将落地，凌霄身上突然雄起了狂暴的灰焰，与那琐碎的冰块接触，轰轰轰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所有的冰块都爆炸了，它们粉碎成冰屑，飘散于场馆上空，仿佛雪花般晃悠飘落。整个中央竞技场犹如北方的浅冬，下起了轻薄的小雪，晶莹唯美，充满了诗意。看着这漫天飘荡的雪花，刚刚站起来的观众们表情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晃了晃脑袋，回忆着刚刚目睹的一切，整个人都陷入了恍惚当中。刚才发生了什么？这是不是离谱过头了？我真不是在看特效片吗？剑气，那是剑气对吧？原来大3就能放出刀芒吗？咋没见其他学长们用啊？拉刀光，我也好想拉刀光啊！呀，星爆气流斩。与陷入混乱的学生们相比，露台上的领导教师们此时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张大了嘴巴，面色呆滞地看着升起的深灰斩芒，脸上里充满了怀疑人生。老校长一把抓住了教导主任的长须，脸色通红地摇了起来。林森，这是什么情况啊？为啥他都学会威能放出了？你别拽了，老夫也不知道啊。林森此时也没有了那老神在在的模样，他瞪圆了眼睛，难以相信地看着场上的学生。本以为他会使用异能解决问题，没想到这小子还会威能放出，而且那剑气的强度、熟练度远超多数的 C 级猎人，一个大3生能做到这点，简直比异能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这臭小子真的是人类吗？老校长跟林森猛然转头看向了蓝豹，却见这女人现在如同啃了油的老鼠，豪放地开怀大笑起来。哈哈，你们是不是很惊喜啊？老娘等这一幕好久了。他克制住想要分享的欲望，保守秘密这么久，就是为了看他们这惊掉下巴的表情。这就像憋了半天一泻千里一样，简直太让他愉悦啊。而往时气质儒雅的江会长，现在已经完全严肃起来了。他目光紧紧地锁住那学生的面容，神色十分郑重，似乎要将其牢记于心底。预备干部，这小子不是普通破格，他跟异能使是一个级别天才。严寿猛敲桌子，脸上的表情兴奋又狂野，眼神充满了侵略性。在他身旁，幽鬼、紫妖此时都不说话了，他们聚精会神，无比郑重地审视着下方的战斗。恐怖的剑芒在挥洒，那犹如月牙一般，长达数十米的深灰斩击不断迸发，斩向那位黑发及腰的少女。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林雪此时滑行在冰面，用某种飘逸的方式躲避着那骇人的斩芒。他不敢停留，要不然他会被那超越了 C 级异兽的威能斩击所吞没。但凌霄的剑气可并不是那么好躲避的。当他横向拉出了近乎180度的巨型斩芒时，林雪眼神一凛，他终于陷入了避无可避的局面。砰砰砰，3堵半米厚度冰墙从树立而起，挡在了少女身前，但皆被那深灰色月牙一刀两断。林雪举起大刀，灰色的焰沙缠绕躯体刀刃，对着斩击狠狠劈下。噗吱吱，砰，剑气破碎了。经过了3堵冰墙的消耗，里面的力量已经是他能应接下来的范围。但即便这样，林雪仍然失去了重心，身体微微浮空，无法进行后续的躲闪。为此，少女的蓝瞳闪耀了起来。咚！一堵冰面从她的脚下浮起，持续上升，载着她的身体漂浮于数十米的高空。屹立于天顶，林雪俯视着下方的对手，脸色浮出了一丝挣扎。你似乎下不了决心啊。凌霄停下了挥剑的动作，仰望着天上的少女，好奇问道：为什么不用那招式？是能量不够吗？凌霄指的是林雪杀死 C 级异兽的招式，那颗巨大的冰寒光球。无论怎么看，那招的强度都远超少女之前的攻击。凌霄等他很久了，从头到尾他都一直在放水。凭借着灰烬模式和威能放出，只要他不顾消耗，选择主动攻击，早就可以结束战斗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林雪都快要输了，都还没打算使用那招式。那个威力太大了，你可能真的会死。面对凌霄的问题，天上的少女摇了摇头，有些犹豫地说道：所以我认输吧。别啊！这话一出，凌霄就急眼了，他还打算用对方的招式做实验呢。你放心用，我这边绝对不会有事。好家伙，他现在30点体质，无论能量密度、储量、骨骼强度、内脏强度、恢复力，对冰热的耐受力都夸张的一批。凌霄甚至怀疑 B 级异兽的攻击都搞不死他。林雪咬了咬嘴唇，似乎仍有些下定不了决心。见此，凌霄打了个响指，咻！一团灰焰在他身前燃起，收缩，随后一片2米高、1米宽的深灰光罩出现在他身前。这东西你应该知道吧？凌霄指了指眼前的光罩，对上方的少女说道：我打算用你的攻击试下他的防御强度。林雪愣了一下，很明显他认出了那是什么了。不说别的，现在场馆周边还笼罩着他爷爷的屏障，替无辜的学生们挡下了数以百计的余波。如果有这个，那确实不会死。少女放下心来，但随即鼓起了嘴巴，恶狠狠地瞪向了凌霄。你竟然敢把我当试验品，受死吧！孽障！随着一声不符合形象的怒喝，寒冰异能使右手高举，场馆内所有的蓝白光点都开始往他手上汇聚，甚至连擂台上的冰面都泛起了光芒，消失了一部分，似乎在回收剩余的威能。光点汇聚成一个蓝白光球，开始壮大膨胀，很快就超过了10米直径，散发着让人心惊胆战的能量波动，以及如同能冻结一切的可怕低温。厉害！凌霄挑了挑眉毛，怪不得林雪不敢使用这压箱底的绝活，只有亲身感受到，才能明白那团能量光球有多恐怖。凌霄甚至怀疑这玩意能冻结威能，毕竟那只 C 级异兽灰水晶青蛙就是这么嗝屁的。如果正面吃下，哪怕凭借着灰烬模式的强悍防御，它也会被极寒粒子穿破冻结，真正的创伤到身体。
当然，死是不可能死的，毕竟他林某人全身上下就血条最长。凶！深灰烈焰接连爆起，15片长宽不一的威能结晶漂浮于凌霄身周，开始一一组合。前后左右上空，总计3层的半透明立方体屏障将凌霄团团包裹，它们犹如相互嵌套的水晶，边角燃烧着深灰色的烈焰。准备完毕的凌霄双手抱胸，满意的点了点脑袋。为了屏障的强度，他也是付出了很多。这3层威能屏障可是消耗了凌霄全身整整1成的能量，可以说相当具备安全感了。而上方见凌霄已经准备完成，林雪眼神一凝，挥下右手，那颗直径已超过了15米的巨大光球坠落了，犹如蓝色的超新星，散发着让人头皮发麻的威势，在全场学生惊恐的目光中狠狠地沉向大地。轰！耀眼的冷光吞噬了一切，啪嗒啪嗒啪嗒，剧烈的冲击过后，是万物被冻结的声音。学生们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发现无论是擂台、地板，甚至连观众席前方的屏障都泛起了层层坚冰，绿色的波纹不断蔓延扩散，几秒过后，冰块才开始脱落，露出了完整清晰的视野。所有人都急忙将目光投向了擂台，仅仅是余波就能将保护他们的屏障冻结。那身处擂台承受那冰冷超新星直击选手怎么样了？擂台中央出现了一个被冰封的立方体，它的外表裹着纯白的冰霜，密不透风，让人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观众们咽了咽口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被坚冰封锁的建筑，凭他们的眼力实在分不清那是极寒中的庇护所，亦或是一道华丽的冰棺。北侧露台上，林森凝望了一回擂台，深深地叹了口气。小雪输了呀。对于他的话，在场的领导、教师、军团干部们都没有出声质疑。凭借着优秀的感知，他们能清晰地察觉到那骇人的坚冰之中，少年的威能波动仍然强悍，甚至毫发无损。啪嗒啪嗒砰，冰之棺炸开粉碎，化为漫天飞舞的冰线。擂台中央，深灰色的太阳重新燃起，屹立于大地之上。我输了，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主持朱静那高昂宣判声落下，全场顿时一静。随后，星号排山倒海般的欢呼爆起，震天撼地，声嘶力竭，响彻云霄。凌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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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场休息时间，北侧露台，老校长2只胳膊撑住桌子，手背抵着下巴，目光犀利地审视着眼前的2位藏狗。所以凌霄那小子是什么情况？现在你们可以说了吧？而在他身旁，江会长以及3位军团干部都附和点头，相当严肃地盯着某位教导主任以及武化班教师。小雪曾跟他在狂斗道场打了几场，战绩不太优美。林森抿了口茶水，继续说道：至于他为什么会威能放出，老夫真不知晓。老人眼睛一瞥，看向了旁边这位气质狂野的女人，悠悠地说道：也许我们应该问问王兰老师。哈哈哈！蓝豹双手捂着肚子，脸上满是畅意的笑容。从刚才开始，他已经乐了10来分钟了。蓝豹，笑个屁啊！赶快说！老校长一拍桌子，恶狠狠地骂道：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总之，蓝豹舒缓了一下情绪，对着众人咧开了嘴角，笑道：我来没多久，那小子就学会威能放出了。星号6。所有人的目光都满是狐疑。我可没撒谎啊，那小子就是怪胎，威能储备跟精神强度都夸张的不像话。武化班刚开课的时候，他已经将威能缠绕玩出花来了。可是这进度也实在太快了。江云龙沉吟了一会，问道：他是猎人家庭吗？不是。林森摇了摇头，说道：老夫曾看过凌霄的学籍档案，他是单亲家庭长大，母亲也只是普通人。那就奇了怪了。老校长抹撒了会下巴，百思不得其解。随后他转过身，对身后的教师们问道：你们有谁给凌霄那小子开小灶了吗？摇头，摇头。包括吴清华在内，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摇起了脑袋，除了某位不法老师许若梅。很快，这位呆若木鸡的女教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周围的同事们慢慢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眼神逐渐惊悚。林森抚了抚长须，沉声道：许若梅老师。被一群大人物盯着，许若梅感觉自己要哭了，她举起右手，弱弱地说道：咱提前教了他一点，就一点哦。星号一群人面面相觑，短暂的沉默过后，老校长敲了敲桌面，试探性问道：要不明年你来教武化班，帮学校多整几个会威能放出的学生出来？点头，点头。大家的目光惊若天人，纷纷觉得这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做不到喵！许若梅脸都绿了。庄剑宇消失了，林晓打败了某位高岭之花，回到选手席后就没看到那人的身影。现在中场休息都过了半小时了，也是完全见不着他。咋回事？是死厕所里面了吗？还是从马桶转生异世界？林晓转过头，疑惑地看向白闪。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白闪摇了摇头，有些迷糊地说道：当时庄剑宇看你打赢了林雪，他嘴里喊着大敌，是大敌，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可能他是去准备秘密武器了。白闪竖起大拇指，露出了2排大白牙。秘密武器？林晓想了一下，还真觉得有些可能，毕竟人家异能是剑宇，多准备几把长剑也很正常。疑惑消失后，林霄环视了一下四周，对同学们的凝望略感不适。打完上场比赛，他们的眼神越加变本加厉了，已经从他怎么这么猛，变成了他丫真的是人。对此，林霄内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同为武化班学生，大家进度都差不多，他林霄也就稍快了一点，何必大惊小怪呢？摇了摇头，林霄把目光放到擂台，欣赏起林雪小姐那辛勤工作的英姿。
因为场馆内部都被冰封了，此时某位异能使自食恶果，垮着小脸配合工作人员处理擂台。虽然寒冰里所有未消耗的异能粒子都被林雪回收了，但这些已经成型的坚冰可没那么好解决。以前他使用异能都是在最后的决赛跟庄剑宇的对战中，后续没有需要进行的赛事，所以工作人员能慢慢处理，也不需要他帮忙。而现在就不一样了，1小时的休息时间过后，还有好多场比赛要打，必须快速清出主擂台。场馆工作人员找了个大型充气水池跟几台抽水机过来，让林雪操纵着那堆冰块将其放进水池，催化消融，通过抽水机的水管排到指定地点，不让它直接消融掉冰块，估计是怕场馆积水严重吧。还好有异能使的帮助，这个进度还是很快的，不到40分钟，主擂台的清理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回到选手席后，这位刚经过了大战输了又立马被抓去干活的少女心情不是很愉快，她闭着眼帘也不说话，周边充斥着浓浓的低气压。室友啊，白闪挠了挠脸颊，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待会是不是要被揍得很惨？你加油。凌霄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略带同情。待会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林雪 vs 白闪，如果是平时，那林雪应该会跟庄剑宇一样放点水跟他打一会，现在嘛，只能说撞枪口上了。轰轰轰！白闪啊，可恶，首席的青春是不会这样败北的。别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要不咱们投降算了。在观众们悲天悯人的目光下，女主持宣布了比赛结果，恭喜林雪选手获得胜利。拎着鼻青脸肿的受害者，林雪小姐步伐轻快地走下了擂台，感觉心情都舒畅了很多。凌霄满脸哀容地照顾着猪头像挚友，心里再次浮出了疑问：尼玛，庄剑宇那貂毛到底哪去了？这都马上要比赛了，总不能让他一个人上台吧？然而，这种恐怖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独自呆站在擂台上，承受着全场师生那异样的目光，凌霄面无表情，只觉得真是毙了狗了。观众席的学生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了接近5分钟，主持人朱静举起话筒，犹豫地说道：庄剑宇同学，这是选择弃权。枪！砰！剑宇来也！一声轻喝从场馆门口传来，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在万众瞩目之下，一个脚踩钢剑的男人飘了进来。他长发挽起，面若清风，神色坦荡，毫无畏怯。抵达擂台后，庄剑宇敲了敲手中的刀盾，对着友人露出了胜券在握的笑容。不好意思久等了，挑武器花了点时间。凌霄看了看庄剑宇身周的王之宝库，沉默了一会，随即眼角便不受控制地抽搐了起来。卧槽，这贱人！中央竞技场，看着场上的2个选手，观众席上的学生们眼神微妙，甚至连露台的领导们此时也是勾起嘴角，露出了感兴趣的笑容。站在擂台一端的凌霄手上就只有一柄双手大剑，而他的对手可以说相当全副武装了。此时的庄剑宇脚踩着一柄长剑，右手战刀，左手不是以往的灵盾，而是半人高的大型钢盾，在他的身周漂浮着8柄钢剑，4把单手长剑，也就是他平时用的那种，3柄双手大剑，跟凌霄手中这把一个款式的，还有一把长度超过2米，宽度接近60公分，看着不像是给人类使用的巨型凶器。如果凌霄没记错，这玩意叫做巨人剑，放在大剑教馆的内部。说好听点，它属于概念模型武器；说难听点，这玩意就是摆设，裱起来装饰教室用的。没想到今天被庄剑宇薅了过来，看了看手中孤零零的大剑，又看了看对方身边的全家桶，凌霄撇了撇嘴，说道：你咋不把武器馆的全搬过来啊？没办法，我试过了。庄剑宇摇了摇头，遗憾地说道：武器太多，我御剑的力量就下滑了，反而得不偿失。唉，真是太可惜了。原来你真的试过呀！凌霄顿时被对方的脸皮震惊到了。虽然说是为了异能发挥，但你这小子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呵呵，似乎看出了凌霄的脸上的意思，庄剑宇抚过长发，笑容圆滑地说道：比赛可没有限制武器数量。好了，2位选手已到齐，现在我宣布。主持朱静举起话筒，高喊道：比赛开始！轰！穹顶玄黄光柱从天而降，泛着荧光的异能粒子堆叠飘荡，充盈了擂台，满一道场馆，为屏障内的世界染上神秘的色泽。庄剑宇脚下的长剑升起，载着他来到了30米的高空。唰！一柄大剑划过，犹如座椅一般停在了他的身后。庄剑宇缓缓坐下，琥珀般的眼瞳垂低，俯视着凌霄，轻声笑道：欢迎来到我的王座。扑唰！深灰色的巨型月牙冲天而起，带着毛骨悚然的威势斩向对手。枪！砰！2柄泛着玄黄光泽的长剑斩向凌霄的剑气，但立马就被弹开了。月牙斩击继续前进，就在这时，环绕在庄剑宇身旁的巨人剑出动了，巨型大剑自上而下，所向披靡的斩下钢刃。枪！轰！这次没有被钢剑，没有被弹飞，僵持了不到半秒，已被削弱过一次的剑气终于能量殆尽，如玻璃般破碎成片，消散于空中。凌霄挥起大剑，刚想再给这装逼剑种来上2发，可就在这时，4柄泛着异能光泽的钢剑化为流光，凌空驰来，狠狠地砍向了他的身躯。熊！灰焰爆裂，凌霄瞬间开启了灰烬模式，他握紧手中的岩剑，舞出了密不透风的剑网。枪！枪！枪！轰！庄剑宇的钢剑顿时被击退，但不到5米，那些玄黄剑刃又重整旗鼓，再次挥向对手。枪！枪！枪！抵御着这些异能剑刃，凌霄估摸了一下速度、力道，庄剑宇异能的强度要远远超越他这位异能使的身体力量。单手长剑速度很快，但力量较低，
无法对灰烬模式的他造成严重伤害。大剑挥舞的速度较慢，但力道很强，能对他进行有效破防。打定主意，凌霄眼神一凛，剑锋挥起，重重的砍向两把大剑。当当，趁着剑围的缺口的出现，凌霄双腿一弓，灰焰暴涌，轰！犹如逆飞流星，凌霄冲天而起，冲向上方的异能使。四柄泛着玄黄光泽的长剑疾驰而来，凌霄避也不避，深灰色的火焰燃起，化作4道水晶屏障，漂浮于身周。枪！枪！枪！钢剑轰击在屏障上，火星迸发，冲击波暴起，但无法伤及凌霄分毫。而此时，凌霄的身影已经逼近了庄剑宇，他大剑一挥，深灰色剑气爆射而出，扑刷！轰！巨人剑再次斩下，与巨大的威能斩击僵持在一起。这次持续了1秒，剑气才破碎，而这1秒已经能让凌霄近身对手了。咻！瞬间来到了庄剑宇身旁，凌霄举起岩剑劈向对手，而庄剑宇也早就站了起来，面容严峻地举起了手中的盾牌。当！轰！庄剑宇掉了下去，恐怖的巨力推使他下沉，在接近地表处才停下了身子。此时凌霄在上，他在下，情况正好反了过来。凌霄脚底拧起踏板，刚想乘胜追击，但那5柄钢剑化为玄黄流光，再次砍了过来。扑刷！灰焰大剑挥舞了起来，10数道斩击喷涌而出，5柄钢刃全被弹飞了，剩余的剑气全部轰向下方的庄剑宇，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长发剑仙眼中光芒闪烁，异能粒子蜂拥汇聚，形成一柄数10米长、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玄黄光剑。刷！犹如有无形的巨人在挥舞，玄黄气刃浩然斩向凌霄的剑气，正面相对，迎刃而上。轰！轰！轰！凌霄的剑气破碎了，在那骇人的玄黄光刃下，有3道深灰月牙直接碎成了威能结晶，而剩下的斩击或是被庄剑宇躲闪，或是被那把巨型钢刃挡下，甚至庄剑宇压下身体，大型钢盾鼎立在前，与其中的1道剑气正面相碰。轰！男人被炸飞出了10来米，但由于有大盾的抵挡，身上仍然毫发无损。屹立于高空，凌霄看着那柄数10米长的玄黄气刃，它的颜色在砍碎剑气后变得稀薄，但随着异能粒子的补充，现在已经恢复了全盛光泽。而此时的庄剑宇大盾护在身前，玄黄气刃在右，巨人剑在左，还有2柄单手剑守候于身周。而在凌霄旁边，5柄钢剑疾驰于空，将他死死包围封锁，其中3柄还是力量极大的双手大剑。见状，凌霄感觉自己牙都疼起来了。那柄玄黄光剑威力巨大，很有威胁，但这并不会让凌霄觉得难搞，主要是这家伙简直就是乌龟壳啊！他不仅有多种化解攻击的方法，还能用异能操使着钢剑对凌霄进行持续不断的骚扰。虽然他有着威能屏障跟灰烬模式的防御力，很难被破防，但那些钢剑的力道是货真价实的，凌霄行动确实被他们所限制，无法随意近身对面。毕竟庄剑宇也不是木头，他也会跑。哼，是不是觉得我的异能很赖皮？下方的庄剑宇轻笑2声，说道：“如果是以前的非武器对战，那我肯定毫无胜算。但现在吗？”枪！庄剑宇拿大刀敲击了一下钢盾，嘿嘿一笑。威姆合金是人类用于狩猎异兽的超强钢，也是科技结晶。哪怕是最低强度的威姆合金，也拥有完全抵御 C 级异兽攻击的能力。你的攻击很强，但也无法破坏任何一柄钢剑，更别说我手中的盾牌了。凌霄挑了挑眉毛，没有否认对方的说法。单凭威能武化，他确实无法破坏学校的武器。庄剑宇弓起身子，不露出破绽，继续说道：“当然，我知道你能近身袭击我，但说实话，剑宇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论防御跟逃跑，我还是有一手的。确实如此，按凌霄刚才的攻击频率、强度，如果是凌雪，估计已经大汗淋漓，甚至可能败下阵来了。但这个钢盾兽不仅毫发无伤，甚至还有闲工夫聊天。”凌霄视线移动，看着封锁于身周的钢剑，它们泛着玄黄光晕，剑身似乎有一条细不可见的光线连接着下方的异能石。扑唰！凌霄毫不犹豫地挥出剑芒，威能斩击瞬间砍中了其中一条光线。灰焰漫过，那光线在轻轻晃荡，但并没有断裂。凌霄微微睁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哈哈，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发现他们，但那并不是威能。庄剑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眼睛眯起，说道：“那是我的精神力，普通的威能斩击是砍不断的。剑宇的异能确实很赖皮，尤其是在无限制的对决中。”长发剑仙松开了左手，但手中的钢盾却没有掉落，而是漂浮于空中。凌霄能看到一条细微的丝线从他的身上泛出，连接着盾牌。如果我想，我也可以操控其他物品，只不过消耗很大，力量也比不上御剑。当然，庄剑宇目光一瞥，看向了凌霄的右手。我也随时可以控制你的武器。一条细不可见的光线穿过了灰焰的阻隔，与凌霄手中的大剑连接在一起。嗡！凌霄手中的大剑开始颤抖了起来，一股莫名的巨力驱使着他往外拽动，似乎想要逃脱他手掌的控制。似乎经过了灰焰的削弱，他的力道比不上庄剑宇直接操控的大剑，但这也确实影响到了凌霄，让他不得不分出力量去压制武器。可就在这时，那巨大的玄黄光剑斩了下来，迅如雷霆，带着无比骇人的能量波动。凌霄眼神一凝，刚想躲开攻击，可突然间7条精神丝线又连上他手中的大剑。嗡！剑身突然变得无比沉重，凌霄感觉自己握的不是一把钢剑，而是一辆满载的卡车。而这时，玄黄气刃已经降临了。咻！全身灰焰燃起，3道威能屏障出现在上方，替凌霄挡下了第一波攻击。轰！轰！轰！
这瞬间凝结的威能屏障总共坚持半秒，便破碎成晶，消失在空中。而凌霄此时已挪开了方位，躲开了光剑的下落范围，但他手中的剑锋此时却疯狂地往那位置偏移。当，轰！玄黄光剑擦到了手中的剑锋，爆起了巨大的冲击力，微微撬开了他的五指。咻！大剑脱落了，漂浮于空中，将剑锋对准了凌霄。呛呛呛！擂台上7把钢剑掉落在地上，随即其中6把又瞬间飘起，化为流光，封锁在凌霄身周。在刚才，异能石取消了对他们的控制，将力量全部集中在凌霄手中的大剑上。现在胜负已定了。庄剑宇升浮起来，与凌霄站在同一高空。他张开了双手，轻笑道：“虽然很卑鄙，但没有武器的你是无法战胜剑宇的。”身处剑阵中，凌霄低下头，握了握手掌，略带好奇地问道：“你刚才说那是精神力？”他眼帘抬起，月白的双瞳中燃烧着不祥的黑焰。看着那对月白眼眸，庄剑宇愣住了，他眼睛微微张大，似乎想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就在这时，天空暗了下来，光线似乎被乌云笼罩，整个场馆陷入了漆黑的深夜。在这诡异的黑暗之中，一束皎白的月光照了下来，它犹如黑夜中唯一的光芒，如梦如幻，柔和、清丽、唯美。而那束光芒所要笼罩的，就是那名身处重重剑阵的男人。月白降下，庄剑宇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精神丝线犹如蛛丝碰到了烈火，瞬间融化断裂。枪枪枪！困住敌人的7把钢刃全部坠向了擂台，异能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但庄剑宇没有去理会这些，他只是抬起头，呆呆地看向穹顶。那里已不是中央竞技场的天花板，取而代之的是一轮数百米宽、充斥了整个天顶的残月。它通体皎白，勾着美妙的弧度，华丽唯美，娟秀梦幻。而在月牙的弧度之内，则弥漫着让人毛骨悚然的黑暗，似乎不会被任何光线渗透。比墨水漆黑，比星空深邃，如火焰般轻晃波动，不祥危险，充斥着无法言喻的恐惧感。而现在，这片黑暗降了下来，犹如天塌了一般。在上千师生惊恐的目光中，黑暗坠落，无边无尽的漆黑吞噬了一切。目之所及，已是无光之所。数息之后，黑暗逐渐沉淀，光明再次出现在视野。观众席的学生们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们移动目光，面容呆滞地打量着场馆里的一切。在屏障之内，场馆的一切都变样了。巨大的弯月高悬于空，皎白唯美，散发着凄美梦幻的光芒，于天顶独自闪耀。地面已经看不见擂台了，场馆内部一切都被漆黑所淹没。那浓郁的黑暗有如墨水，又如火焰，遮盖了地表的一切事物。放眼望去，只有绝对的漆黑，仿佛无光的深渊，让人无法揣摩其深度。这是什么？观众席的学生们喉咙哽咽，只觉得此时口舌是如此的干燥。他们光看着地上的黑暗，就觉得冷汗直冒，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生命的本能在警告他们，那里很危险，那里充斥着不祥，那里是未知的黑渊，那里是凋零的地狱。一旦踏入那片漆黑，迎来的将是毁灭的终末。这些是异能？凌霄学长弹的，他也是异能使吗？那些黑暗是什么？我现在慌得要死，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世界都变了，这里真的是中央竞技场吗？领域，或者转移到了异世界？无所谓了，裤子已经不能再湿了。而此时的北侧露台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情绪当中。除了某位鹤发老人外，所有的 A 级猎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地上的黑域，神色里充斥着不敢置信。比起那些因异能而震惊的学生、教师们，这些 A 级猎人对这漆黑能量有着浓浓的熟悉感，也是因为那份熟悉，更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上次的那道攻击，上次原来是那小子搞的吗？老校长面容扭曲的抓着脑袋，连指缝夹掉的几根发丝都顾不上了。老人急得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用尖锐变形的嗓音大喊道：“这怎么可能？那能量波动可是达到了 A 级范畴，这小子可是学生啊！”很难相信，但江云龙凝望着场上两只树瞳，金黄璀璨。他深吸了一口气，沉声说道：“锋利、尖锐、躁动、混乱、不祥。虽然现在异能尚未成型，但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这他妈的简直离谱！”严寿一拍桌子，龇牙咧嘴，连呼吸都急促了。一个大三生能整出那玩意，他王座到底有多大？在严寿的身旁，幽鬼看着天上的残月，表情有些怔然。他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精神、梦境、灵魂，为什么会存在2种异能粒子？这孩子，我们荆棘蔷薇要了！”子妖双拳紧握，脸上满是兴奋的潮红，他淡紫色唇瓣勾起了大大的弧度，显得妖艳而瑰丽。而听了他的话后，严寿立马就不爽了，他直接破口大骂道：“放你奶奶的屁！一个纯爷们，去你们那干嘛？她也可以是姐妹！”在2个军团干部的争吵声之中，蓝豹缓过神来，他牙齿紧咬，缓缓转过头，将满是怒火的眼神投向某位白须老人。林老头，那晚你是怎么说的？蓝豹的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们停下争论，视线凶狠地瞪向那位骗子。林森心满意足地收起手机，抿了口茶水，在众人严厉审视的目光中，他面不改色地抚了抚白须，随后他2手举起，放于耳侧，然后比了个剪刀手。老夫撒谎了，嘿嘿，星号6。这一刻，哪怕是教养良好的江会长，拳头也开始痒了起来。林霄洛回到擂台，漫步于漆黑的洪流之间，在他身旁，这些不祥暴躁的能量粒子此时却显得如此乖巧，犹如臣民遇到了世中的君王，为其收起爪牙，低下头颅。
凌霄弯下腰，随手拾起一把长剑，掂量了一下手感，随后他抬起头，看向了空中那位默不作声的异能使，轻笑道：“你好像还有些不敢相信。”“是相当的不敢相信。”庄剑宇勾了勾嘴角，苦涩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觉醒异能的？”军队实习的时候，凌霄挑了挑眉，开玩笑道：“在异能方面我可是新手，还得你这边多多教导。”“我可教导不了你这怪物。”庄剑宇凝视着这覆盖地表的异能洪流，又抬起眼帘，瞄了眼天顶的皎月。“先不计较为啥你有2种异能，我想问一下，你仓库的能量到底有多夸张？”凌霄看了眼这已化为漆黑深渊的场馆，这次他拉了王座1成的能量下来，能有这种表现也实属正常。“还好吧，也就比你们多那么一点。”“一点？”庄剑宇眼角抽了抽，随后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现在你拉下来的异能粒子已经是我储能的3倍了。”“是吗？那怎么办？”凌霄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问道：“你要投降吗？”“熊！”凌霄话音刚落，场馆里顿时燃起了数十道不祥的黑焰，它们漂浮于漆黑洪流上方，有数米高，不安荡漾，散发着极端暴虐的波动，单单看着就让人如坠冰窟，心脏骤停，仿佛里面蕴含着大恐怖。面对那骇人的黑焰，庄剑宇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他重新抬起了眼帘，琥珀般的双瞳闪烁着耀眼的玄黄，数道精神丝线射下，穿透黑色洪流，与擂台散落的钢剑连接。咻咻咻！异能使的剑阵再次组合完毕，钢剑表面蕴含着超越以往的威能。剑宇还是想挑战一下的，包括那把巨人剑在内，所有的钢剑都化为流光，直直斩向地表的对手。看着那疾驰而来的钢剑，凌霄脸上泛起了轻笑。这次他没再用月白去针对这位剑仙了。凌霄抬起手中的长剑，深辉涌动，为其附上了一层威能光照，然后熊！黑焰燃起，覆盖了剑身，其钢刃变得通体漆黑，荡漾着细小的暗炎，犹如从深渊拔出的凶刃。泛着异能光泽的剑阵已近在咫尺。凌霄挥起了手中的漆黑炎剑，与首当其冲的玄黄大剑正面相对。噗呲！这次不再是被弹开了，这能完全抵御 C 级异兽攻击的威姆合金钢刃，在碰到黑剑的一刹那，就犹如黄油碰上了炙刃，被毫无阻碍地削成了2半，切口断开，光滑平整，如宝金打磨镜面，反射着俊秀男性的面容。庄剑宇瞳孔一缩，连忙想要收回剑刃，但已经来不及了。凌霄手中的炎剑挥舞了起来，数十道漆黑流光闪过，在空中形成密集的剑网。噗咻！包括那把巨人剑在内，所有的钢剑都停在了空中，好像时间凝固了一般。随后，啪！钢剑爆开了，化为了凄厉的碎片。它们如同金属色泽的雪花，坠落向擂台，被漆黑的洪流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智慧结晶的钢剑被犹如玩具般切成了碎片。看着那柄黑焰长剑，观众席的学生们纷纷咽了口水，面色十分惊悚。而比起他们，直面这把黑刃的庄剑宇更是备受震撼。长发剑仙脸色僵硬，额头冒起了冷汗，但良好的心理素质让他快速稳住了心神。庄剑宇摇了摇脑袋，将右手高高举起，数十米长的玄黄气刃抬了起来，全场所有的琥珀光点都在往上汇聚，能量在躁动，剑身越加凝实。强悍的威压震慑着空气，玄黄光剑甚至开始泛起了金属色泽，犹如天神兵器一般屹立于天空。虚举着这把神兵，庄剑宇面色坚决，琥珀眼瞳璀璨如星。这是剑宇最强的力量，小心了，凌霄！凌霄抬起头看了看庄剑宇的后方，那里是北侧露台，有着一群 A 级猎人聚集，相当安全。你来吧。庄剑宇右手挥落，怒吼道：“斩！”无形的天神挥下了光剑，这柄数十米长的神兵落了下来，带着斩杀众生的气势，浩然斩下。而身处攻击中心的凌霄，此时的脸色格外的平静，他不闪不避，轻轻地抬起手中的黑焰长剑，自下而上挥出了一扇剑气。熊！黑焰压缩汇聚，异能成型，异能斩击冲天而起，漫着黑焰，逐渐放大，犹如一轮漆黑的弯月，带着在星空王座上签署的最强之誓约，撕碎沿途的空气，直直地迎向了玄黄大剑。噗轰！没有所谓的僵持，更没有势均力敌。在庄剑宇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黑月斩击瞬间劈开了那柄玄黄神兵，犹如穿过了一张薄纸，其势无阻，继续往后飞掠，直击那保护着上千观众的威能屏障。轰！黑色残月触及了屏障，碧翠的波纹疯狂泛起，就好像危险信号的心电图，以从没见过的频率荡漾，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直到砰当，碧翠屏障破碎。在所有人无法相信的面色下，这个替观众承受了百千攻击，牢不可破，宛如保护伞般的屏障破碎了。黑色月牙撕开了屏障，带着湮灭一切的气势，斩向后方的猎人们。砰！一个扎着高马尾，脸上带着疤痕，气质狂野的女人站了起来，她伸出了泛起薄纱的左手，正面挡向了黑月。轰！在握住斩击的一刹那，蓝豹微微睁大了眼睛，随即她手心的灰纱便厚了起来，五指用力一捏，啪！黑色月牙破碎了，犹如玻璃般碎成晶片，燃烧着黑焰，凋零于空气当中。碾碎斩击后，蓝豹抬起了左手，只见掌心之中一个浅浅的细痕划开了他的皮肤，泛着淡淡的血丝。这小子！玄黄气刃破碎，其残余的能量在空中乍起，狂猛的风压吹落了束发的缎带，凌乱了那头飘逸长发。平时非常注重形象的庄剑宇，此时却没去管那披散杂乱的发丝，他呆呆地看着那破碎的屏障，眼神朦胧，久久不能回过神来。咻！一把无锋的长剑架在了他的脖颈。长发剑仙回过头，只见凌霄腰杆挺直，左手背后，右手握着长剑，保持着直刺的姿势。
单手剑直刺的时候，要将左手背于身后。凌霄重复完某人的话语，歪了歪脑袋，轻笑道：“这样比较帅，不是吗？”庄剑宇怔了一下，随后嘴里也不禁蹦出了笑声。缓了一会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直视着凌霄的眼睛，由衷的说道：“那可真是帅惨了。这场比赛是剑宇输了，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女主持高昂的声音落下，全场陷入了一片沉寂。学生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事情。随后，哦，星号凌霄，凌霄，凌霄，星号首席，首席，首席，星号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响起。明明比赛还没全部结束，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次的首席已经诞生了。江云龙凝视着擂台上的学生，脸上露出了情不自禁笑容，感慨道：“这应该是潞州军武大学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吧？”是的，老校长揉了揉脸庞，但嘴角的弧度却是滑不下去。索性他就带着这滑稽的笑脸，嘿嘿说道：“这小子以后很可能成为君主，到时候老爷子就是君主的校长，墓碑上也得刻着。”啊嘎嘎嘎！林森和蓝豹对视了一眼，脸上皆泛起了无奈的笑容。老校长这话，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而另一边，严寿和幽鬼对视了一眼，那和煦交谈的氛围已经消失了，空气中只剩下浓浓的火药味。现在的他们是竞争对手，是各自军团的领袖。对于这个新的大三首席，他们势在必得。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天才，普通的异能使了，这是时代的骄子，是 S 级的幼苗。一旦给他50年时间，等他律法做成，成为真正的君主，那一切都不一样了。军团不仅能成为超越凡俗的庞然大物，他们这些干部甚至可能跟江云龙会长一样，被君主赐予权柄，成为行使军权的超 A 级存在。这个学生的争取等级甚至在 A 级干部之上。至于子妖、静茹，你跟那孩子聊得怎么样了？底细摸清楚没有？子妖双手抓着厉静茹的肩膀，眼球中泛着血丝。啊，那当然，姐姐，我已经将他迷得死去活来了。很好，什么时候约会？带我过去，带我一起过去。哎，你是叫我做这种事情吗？厉静茹瞬间慌乱了起来，她摆了摆手，大声地喊道：“对不起，我撒谎了。那小子已经1天没回我消息了。”子妖瞬间甩开了 F 班班导，他脑袋一转，直接扑到了另一位女教师身上。清华，舅舅，你一定要帮我呀！一定要帮我呀！吴清华推了推眼镜，脸上泛起了诡异的微笑。接下来的比赛也是平稳结束了。凌霄和白闪战斗没啥好说的，跟庄剑宇一样，凌霄限制了自己的实力，跟这个喜欢肉搏的青年大战了20分钟才结束战斗。反而是庄剑宇、凌雪的对决有点意思。这两个仓库空空的异能使竟然争相同化起了场馆内的威能粒子，为自己争夺可用能源。被异能使同化过的威能，短时间内无法被其他人侵蚀同化。于是这两个异能使各抢了一半的能量，开始进行相对节俭的战斗。那真是每份能量都计算到极致，完全没有了和凌霄战斗时那种大手大脚的感觉。最终还是庄剑宇这个元首席更胜一筹，高岭之花可惜的败下阵来，荣获第3名的位置。从他那更加清冷的气场可以看出，凌雪小姐的心情不是很愉快。晚上，月明星繁，凉爽宜人。潞州军武大学中庭广场，此时正举办着盛大的休学晚会，包括老校长、教导主任在内，整个大3年段的师生都聚集在这里，欢庆这届在校生的最后时光。饮料、酒水充足，食物的香味四溢，充盈着整个广场，到处都是碰杯声以及热火朝天的谈笑声。学生们的脸上除了对往后的憧憬畅想外，也充满了对现在的眷恋不舍。毕竟从下学期开始，大家都要去实习了，这所待了3年供他们成长的学校，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回来了。甚至连现在日日相处的友人，以后也将各奔东西，不知道得多久才能相见。上学的时候渴望离开学校，早点出去博取自己的未来，但真到这一刻时，迈步的双腿却有些忐忑。每次前进都是在与过往的生活做出诀别，去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前路是未知的，是好是坏大家都不清楚，也许会遇到新的友人羁绊，但也会与现在的朋友逐渐生分。但人生总该前进，没有人会就此停下脚步。大家只能收起心里的惶恐不安，更加珍惜在校的最每分每秒。请问凌霄先生，您对自己从一个咸鱼吊车尾到成为年段首席的人生历程，有什么想说的吗？赵思雅举着一根大鸡腿，将其摆在凌霄嘴边，充当话筒。嚼嚼。凌霄将口中的鸡腿肉咽下，满怀真诚地说道：“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发小赵思雅，是她在这几年内对我悉心照顾，打气鼓励，本人才没有放弃学习进步，才能在困难中坚持下来。没有赵思雅小姐的恩德，就没有凌霄先生的今天。”嚼嚼。哈哈，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嘛。赵思雅一边喂着鸡腿，一边拍着凌霄的肩膀，对他露出了算你识相的表情。而对面陈菲菲、方文也很配合地鼓起了手掌，让不知道的人看见，还以为是什么新闻发布会呢。一番搞怪过后，凌霄的这几位熟人也开始聊起放假事宜了。小雅雅，你着急离校吗？玩一阵子再走好不好？我这边倒是都可以，你们打算去哪？方文将刘海勾于耳后，轻声笑道：“可以先去市里逛逛，商场、水族馆、娱乐厅。对了，我还知道一家 SPA 按摩会所，听说是某个女性工会的产业，非常受欢迎哦。接下来大家实习，估计就不好碰面了，所以几位女生决定好好玩上一阵子，并对行程讨论的热火朝天。”而凌霄则默默地吃起烧烤，尽量地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但很可惜，他还是被注意到了。凌潇潇，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在3位有人直勾勾的视线下，凌霄缩了缩脑袋，弱弱的说道：“我要在学校训练，星号3。”然后凌霄受到了极具伤害的语言攻势：“什么？以后就要分开了？你竟然还想着一个人训练？薄情的男人，凌霄，你没有心！等等等等。”在这一堆良心攻击下，凌霄很是卑微，同意跟他们在城里逛上2天。之后的行程他就不参与了，毕竟什么按摩 SPA 之类的，他一个男生混进去也不好。而且听说他们还要去旅游半个月，对此凌霄只能祝他们玩得开心了。最后赵思雅拉了个4人小群，决定接下来把旅游的照片发里面，让凌霄云一下，多点参与感。凌霄很是莫名其妙，旅游这玩意原来也能云吗？因为几个女生都在讨论游玩话题，凌霄插不上话，只能悄悄地离开，去找其他班的狐朋狗友去了。哈哈哈，挚友，原来你训练完就要回家啊？我还想约你去狂斗道场呢。白闪挠了挠脑袋，笑容中带着一点遗憾。我们3个都住在鹿城区，好像就你家比较远。庄建宇指了指凌雪，白闪对凌霄说道：“要不你也搬到进来，以后也方便聚一聚。”哪有那么好搬？凌霄撇了撇嘴，他家在潞州市偏外围的水仙区，很近，离鹿城区不到100公里。但相比这几个住在市内的，确实算偏远地带了。我妈工作在水仙区，熟人朋友也在那，而且鹿城区租房那么贵，搬过来感觉开销的上天啊。是的，鹿城区的房租价格是水仙区的10倍以上。凌霄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能这么贵，而且这的物价消费也远高于其他区域。凌霄现在是首席，从大4实习开始，他每月能领到15万的学校补贴，这些钱确实能让家人在鹿城区生活，但消费水平远没有在老家滋润。而且他母亲会失去工作，远离亲朋好友，他妹妹估计也得转校，真的是麻烦事一大堆。鹿城区有大片的战士家属安置处，房租价格当然远超其他区域。庄建宇敲了敲桌子，继续说道：“等你成了猎人，你的家人也可以免费搬进来，市政会提供最安全高档的小区，保安都是退役猎人的那种。”这我知道，军人、猎人的家属福利是写在明面上的，凌霄当然清楚，但问题是，可实习生没有这待遇啊，我还得1年才能成为正式猎人。这也是让凌霄比较无奈的一点，实习猎人并不享有这种福利，他们只有基本工资，每月3万，全国统一，是猎人协会发的。其实凌霄心里也有搬家计划，但他打算的是，等他和赵思雅都成为猎人后，2家一起搬进来，这样生活也有个照应，要不然人生地不熟，他老妈得无聊死。工会，突然间一直沉默的林雪小姐开口了：“凌霄，你可以等工会联系你，让他们帮你安排这些。”工会？那是啥？凌霄满脸茫然。确实，庄建宇沉吟了一会，点头赞同道：“只要你愿意加入他们，不管是住所还是家人的工作生活，他们都能帮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已经同意加入暴怒兵团了，是一个红发大叔邀请我的。”一旁的白闪高举右手，脸上满是爽朗的笑容。所以说，工会到底是啥？凌霄发现只有自己仍蒙在鼓里。最后还是庄建宇给凌霄解释了一番，并顺便给他科普了一下潞州的3大军团。在座的3人或早或晚全都受到了3大工会的邀请。林雪要加入荆棘蔷薇，白闪则选择暴怒兵团，而庄建宇仍在犹豫。反而是凌霄这个首席至今没有收到任何邀请，这让他相当困惑。接下来的2天，凌霄陪着赵思雅他们在城里玩了几圈，包括但不限于商场、服装区、美食区、游乐场、水族馆、美发沙龙、天文馆、电影院、鬼屋等等。凌霄很不理解，为啥他们的精力能这么旺盛，他那30点体质竟然有些心力交瘁。凌霄更不理解，为啥他们会被鬼屋吓到。当他们因为害怕胡乱挥舞起那成吨的小拳拳时，凌霄真的很担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当然，凌霄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拍照，而且发了之后还要他帮忙点赞。哼！早上，凌霄一边吃早饭，一边快速完成点赞任务。搞定后，凌霄收起手机，刚准备回归步法练习室的怀抱，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蓝豹老师打电话过来了，给老娘过来登记异能。学校中央登记处。刚一见面，这个五花班教师挑了挑眉毛，皮笑肉不笑的说道：“你小子还真是藏得可以啊！老师，你说什么话呢？我这异能才刚觉醒没多久啊！”凌霄义正言辞，坚决地否定了藏狗评价。呵，蓝豹是完全不信的，他直接右手锁住了凌霄的脖子，直接把他拉到了异能评测室，给这小子记录下异能，流程走一遍就行。好的，蓝豹女士。里面已经有好几位工作人员等候了，他们身穿蓝白制服，有男有女，看起来不是校内人员。评测室里立着几个假人靶子，似乎是测试工具。而这时，一个手拿档案的干练女性走到了凌霄身边，问道：“凌霄先生，请问你有对自身的异能命名吗？”凌霄沉吟了一下，看向了老师：“名字无所谓，待会异能特性你留个心眼，别把底细全说了。”如此直白的言论，直接让工作人员面露苦笑，但倒也没有出声阻止。可能这种情况他们也遇多了。而有了老师的示意后，凌霄也明白该怎么做了。我的异能叫做10月。好的，请问它的特性和攻击方式是什么？一种能量放出，具有较强的破坏性。我明白了。工作人员在档案上记录了一下，随后指向旁边的假人，对凌霄问道：“可以示范一下吗？”凌霄看了一下，旁边有3台摄像机，估计就是专门记录异能的。可以。工作人员退后，给凌霄空出了宽裕的位置。看着不远处的假人，凌霄抬起了眼帘，月白色的眼瞳中黑焰熊熊燃起，空气中的微能粒子停下了，它们染上了漆黑，开始汇聚到凌霄的身前。熊！一团手掌大小的黑焰燃了起来，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波动，在空气中波动荡漾。凌霄挥了挥手，黑焰在空中掠过，正面击向了假人的胸口。轰！黑焰爆炸了，
消失在空中。而那个假人胸口更是被炸出了大洞，橡胶表层下全都是冷色的金属。好了，麻烦你们登记下，这学生我先带走了哈。在工作人员的鞠躬送别下，蓝豹直接把凌霄拉走了。又是学校后山，那边的登录完成了，现在你的测试正式开始。蓝豹捏了捏拳头，对着一脸懵逼的凌霄说道：你的肉体力量大概等同于普通的 C 级猎人，但因为威能储备过于夸张，开启那灰炭模式。老师，是灰烬模式。为了自己的声誉，凌霄急忙订正道。蓝豹不爽地撇了撇嘴，继续说道：但因为你威能储备过于夸张，开启那灰烬模式时，战力能逼近高位的 C 级猎人。凌霄点了点头，他对自己也差不多是这么评价的。但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你使用异能时的战力水准，以及……蓝豹指了指天空，说道：你全力以赴时能达到什么水平？以后你就要真正的进入荒区战场了，不管你平时要不要隐藏异能，但至少你需要清楚自己的实力如何。蓝豹直视着凌霄的眼睛，淡淡的说道：这样在任务中你才会做出有把握的判断，才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的。对于老师的教诲，凌霄虚心接受。嘿嘿，蓝豹咧开了嘴角，笑容狂野的说道：那来吧，以你的异能攻击我，来上几发，请您小心。凌霄也没矫情，直接启动了异能。漆黑渲染了空气，黑焰暴起汇聚，一扇数米宽的月牙漂浮于空，外层附着黑岩。看着手掌已经缠上了灰纱的老师，凌霄意志放出，将斩击发射。扑唰，黑色的残月化为流光，带着撕碎一切的气势，狠狠地击向目标。轰！一只漫着灰焰的右手犹如不可跨越的屏障，正面接住了这狂暴凶悍的斩击。蓝豹左手抵着下巴，注视着手中的黑色月牙，面露思索之色。随后他手掌一缩，啪！异能破碎了，化为黑色晶片，燃着暗炎，消失于空中。拉下王座，再来一发！光线暗了下来，一颗20米宽的石月从天而降，笼罩了凌霄的身周。皎白的残月挂于半空，黑色洪流覆盖了大地。啪！凌霄打了个响指，一轮黑月斩击瞬间成型。相比于刚才，这轮黑月更加凝实，更加深邃。扑唰！轰！异能斩击再次被女教师握住了。只不过这次蓝豹的手掌的焰纱更加厚实，威能明显增强了很多。啪！我大概知道了。捏碎异能后，蓝豹拍了拍手，瞥了凌霄一眼，说道：单论攻击强度，蓝豹瞪着凌霄，严肃地重复一遍，记住，我现在说的只是攻击强度，不是你的战斗力。好的。在没有王座增幅的情况下，你的异能拥有着中上层 B 级猎人的破坏力，而且还是那些异化攻击性较强的 B 级猎人。蓝豹伸出手列举道：爆炎、狂雷、锋锐、粉碎、巨人之力等等，这些都是攻击性较强的异化元素。今天我就不跟你细说，有问题以后再问我。点头点头，处于学习状态的凌霄相当乖巧。当你使用王座后，你异能强度翻了1倍，破坏力接近高位的 B 级猎人。蓝豹捏了捏手掌，沉思了一会，说道：这是相当夸张的力量，虽然你的能量粒子很极端，但能有这破坏性，跟你的精神力脱不了关系。他目光瞥向凌霄，语气微妙地说道：你小子精神强度是不是过于离谱了一点？还好还好。凌霄挠了挠头，露出了十分谦逊的笑容。精神属性能增加异能强度，而他精神属性33点，还是比较优秀的。行了，即便知道自己的攻击力，也不要把自己当成 B 级猎人，记住。蓝豹拍了拍凌霄的肩膀，郑重提醒道：每位 B 级猎人都是身经百战，不管是身体强度、战斗技巧、经验，他们都远远超越你们这些学生。虽然在异化方面，异能时比 B 级猎人要强，但是也有你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蓝豹抬起手，握紧，用异化的威能，使用威能冲营。轰！蓝豹的手臂中似乎响起了风声，凌霄能感觉到一股狂猛的能量充盈着他的肉体，这种感觉跟普通的威能充盈完全不同，更加轻盈，更加躁动，更加狂猛。老师他把自己体内的威能转成了风暴粒子。好了小子，蓝豹嘴角勾起，笑容逐渐亢奋，我们该进入正题了，用的你全力，用你那天晚上的力量攻击我。凌霄微微地睁大了眼睛。千米高空，当那遮天蔽日的黑月与那狂雷风暴相触之时，整个路城区都听到了一声恐怖的巨响，云彩被冲散，军武大学的天空万里无云，格外晴朗。破坏力 A 级中位。蓝豹擦了擦手掌的血渍，转过头对凌霄说道：小子，你那白色的异能，我有些建议。路城区某高档餐厅，一个人高马大的红发壮汉正手举着平板，满脸自豪地向凌霄介绍自家工会。凌霄小哥，你看，这是暴怒兵团的中央澡堂，是不是超级豪华？确实相当华丽。凌霄看了一下，里面不仅有巨型澡池，还有数十种洗浴设备，休闲场所，装修也相当大气奢华。哪怕是从没去过浴场的凌霄，也能感觉到这其中的壮丽。但是为啥要跟他介绍这个？我们工会总部，大伙每晚都在这泡澡、聊天、喝酒。严寿对着凌霄挑了挑眉毛，亮出了2排大白牙。几百人坦诚相见，团队感情升温的可快了。坦诚相见？对啊。凌霄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确认道：啥都没穿吗？哈哈，怎么会有人在澡堂穿衣服呢？严寿拍了拍凌霄的肩膀，似乎很欣赏他的幽默感。而且我们暴怒兵团可是很崇尚武斗的，有时气氛聊嗨了，大伙就现场摔跤起来。摔跤？凌霄大受震撼。是啊，可开心了。有时团长都会加入进来，大家没有了平时的等级之分，都是响当当的纯爷们。
哈哈哈！红发男人仰天大笑，看来真的很喜欢自家工会的气氛。不过凌霄脑内想脑补一下，一群身无片缕的肌肉壮汉互相抓挠着对方的肉体，在豪华浴池中气氛焦灼，迎难而上，难上加难。顿时，凌霄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他缩了缩肩膀，有些难以启齿地问道：“大家啥都没穿，那个不会碰到吗？”“啊，当然会了，别怕，别人碰到你的，你也可以碰回来。”严寿搂住凌霄的脖子，满是鼓励地说道，朝他们的大胯捏一把，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哈哈哈！在男人豪爽的笑声中，凌霄脸上的表情却越加苍白了。而且啊，凌霄小哥，那你别看我们那男人多，但大家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那叫什么？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来，让你看看我们暴怒兵团铁汉柔情的一面。严寿举起平板，切换相册，要给凌霄看看他拍下来的宝贝。这是去年的军团聚会，我们工会的小伙们与时俱进，结合年轻人爱好，搞了个女仆咖啡厅。肌肉壮汉超短裙女仆装比心点 JPG， 肌肉壮汉超短裙女仆装飞蚊点 JPG。一群胡子邋遢、胸肌蓬勃的大汉将壮硕的躯体挤在小小的女仆装里，对着镜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在那洁白的围裙之下，大胆地露出了2条丰满美腿，黑长的腿毛随风飘扬，看起来这丝袜还是真丝材质的。啊，哈哈，我还拍了视频，你看看。凌霄还没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男人已经切到了视频。点开文件，女仆装大汉萌萌蛋包饭魔法点 MP4， 打开。视频里出现了一个戴着粉色双马尾假发、身高2米以上、留着络腮胡子的女仆装猛男。这位猛男胸肌有半个西瓜大小，此时手持着粉色心形的儿童魔杖，捏着粗犷的嗓音，对餐桌上的炒饭施展起美味魔咒。芭比 Q 萌萌 Q 滑溜溜，嘿，蛋包饭在女仆魔法的力量下变得美味起来吧。Move on 飞吻，美味光线发射，定比心。好了，主人们，蛋包饭已经变完成喽。哦，星号 N 壮汉呐喊，凌霄，哈哈哈，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严寿大笑地拍着凌霄的肩膀，似乎想要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他。凌霄捂着差点梗塞的心脏，嘴角竭力地勾起了弧度。挺好的，挺好的，哈哈，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严寿喜不自胜，一副自己果然没看错人的表情。来，我跟你讲下我们那的待遇。首先是顶级灵液1份，普通灵液10份，2级威姆合金，素材报酬70%，培养。因为刚才的地狱绘图，凌霄此时的大脑格外混乱，甚至连军团干部讲的待遇都有些听不进去了。怎么样，凌霄小哥，要不要加入我们军团？感谢，我会好好考虑的。凌霄小哥，我们会将邀请送到猎人工会，想加入我们的话，倒是一定要选暴怒兵团的实习小队啊。凌霄站在路边，礼貌地目送严寿的敞篷车远去，随后他伸出手揉了揉脸颊，他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今天上午，这个据说是暴怒军团的干部找上门来，将正在训练步法的凌霄拉到了这个餐厅，然后就开始了长篇介绍。凌霄能怎么办？他当然只能微笑应对啊。这种不熟的大人物，他可不敢随意冒犯对方，毕竟这可不是自家老师。况且人家还是带着善意来的。虽然蓝豹老师说他的最强攻击已经抵达了 A 级，但这不代表凌霄拥有了 A 级猎人的实力。毕竟他是掏空了王座全部的能量，才能与蓝豹老师的认真一击持平。打完后，凌霄歇菜了，而蓝豹就受了点擦伤，状态仍相当良好，随时可以继续。所以老师一直在告诫他，不要把异能的攻击力与实力等级挂钩。凌霄牢记于心，并一直提醒自己要保持谦逊，不要骄傲自满。唉，凌霄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3点了。他迈开脚步往学校走去。这里离学校不远，所以凌霄婉拒了严寿的接送，决定自己走路散散心。毕竟整天待在步法练习室，他也有些烦闷了。叮咚，消息声响起。凌霄打开手机，没想到是班导吴清华的讯息。有时间吗？这边有个军团干部要找你。老师，您的熟人吗？是的，不过你不用在意这个，也不要立刻答应下来，把3大军团的条件都听完，回去好好对比一下，最后再做决定。定位：蔚蓝咖啡厅，鹿城区明繁路970-105号。需要给你叫车吗？不用，我就在附近。凌霄抬起头，只见对面装修典雅的咖啡厅内，3位衣着有品的女性坐在靠窗的桌位，似乎在悠闲的聊天说笑。突然间，一位长发披散的女人望向了窗外，她好像发现了凌霄，对着她微微颔首。看着女人及腰的黑发，以及那毫无装饰的清丽面庞，凌霄愣了几秒，随后才反应过来，这不是自家班导吴清华吗？铃，推开门，轻快的风铃声响起。小凌霄，这边，轻柔软糯的声音传来。凌霄转过头，只见 F 班班导厉静茹正站起身子，满脸笑容的对他挥手。他今天的打扮跟平时没有太大区别，一身淡粉色的漂亮长裙，脸上妆容精致，椅背上挂着一个时尚挎包，而在他左侧则坐着一位发丝微卷、带着紫色挑染的漂亮女性。她穿着高腰的牛仔裤，上身是带飘带的时尚衬衣，明亮的眼眸上画着紫色眼影，此时正手托着脸颊，笑眼盈盈的看着他。这位应该就是那位军团干部了。凌霄迈开脚步走上前去，坐。吴清华拍了拍他身旁的椅子，示意凌霄坐下。今天的班导打扮的跟在校时完全不同，不仅没戴眼镜，头发也是自然披下，没有盘起来。平时的他总是穿着严肃的教师制服，而现在则是一身米白色的连衣裙，带着精巧的河边，看起来简约但不失素雅。虽然很不礼貌，但凌霄总感觉今天的班导气质貌似年轻了几分。学校与校外，工作与生活，判若两人。
怪不得他差点没认出来，这位是荆棘蔷薇的副团长子妖，今天就是他有事找你。介绍完后，吴清华给凌霄点了杯咖啡，随后就好像完成了任务，自顾自刷起了手机，不干涉谈话。嗨，凌霄同学，子妖打了个招呼，轻笑说道：“我有看到你排位赛表现，很优秀呢。”谢谢。凌霄礼貌的点了点头。今天找你，主要是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军团。啊，对了，你知道荆棘蔷薇吗？有了解一些，多亏了庄建宇补习了一下，不然他还真的一无所知。我们军团可是茁壮成长了很多年了。子妖指了指身旁的2位女教师，对着凌霄眨了眨眼睛。这2位老师以前可都是荆棘蔷薇的成员哦。是吗？凌霄象征性的看了一下老师。吴清华面无表情的微微颔首，而对面的厉静茹则挺起了胸膛，似乎相当自得。对于潞州的猎人来说，荆棘蔷薇可是最优选择之一哦。而且凌霄同学，你又是清华的学生，跟我们还挺有缘的。子妖举起平板，狡黠的笑道：“来，我介绍一下你的入团福利。首先呢，在实习时我们会准备10份普通灵液，正式加入后会有1份顶级灵液。可以问下灵液是什么吗？”这个暴怒兵团的干部也说过，但凌霄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理解为提升你资质的东西。吴清华敲了敲桌子，说道：“从某些高级异兽体内提取出来的，可以改善体质，增强细胞对威能的吸收能力，很珍贵。到时候猎人协会也会提供，但只有3份，而且没有顶级灵液。”对的，只有3大军团才会拿出顶级灵液哦。子妖竖起食指，语气神秘的说道：“那可是在 A 级异兽体内提取的，可不是一般的珍贵。”凌霄理解了，也就是说，这是可以增强体质属性的东西，那确实称得上灵液这个名词。好的，那我们继续介绍。除了灵液外，你还可以获得2级威姆合金武器，实习时借予你，正式加入后直接归你所有。你们平时接触的都只是最普通的4级合金，2级合金可是 B 级猎人的顶配武器。还有就是平时猎杀异兽得到的素材，军团渠道卖出后会将70%所得交予你，这可是干部级别的待遇哦。子妖也知道凌霄不懂行，每次说完都会着重强调一下，军团会给你安排在最好的实习小队，还会有干部对你贴身指导授课，你的家人会搬进入城区，工作生活全部妥善安排。凌霄仔细地听着对方的介绍，他略微对比了一下，发现跟暴怒军团的待遇差不多，想想也是，都是最顶级的工会，再差也差不到哪去。粗略地介绍了半小时，子妖加了凌霄好友，将那长篇的待遇条款发给他。好了，详细的你可以回去再看，让我们来讲讲荆棘蔷薇的军团特色吧。子妖搅动着咖啡，笑眯眯地看着他。凌霄同学，你应该知道吧，我们军团90%以上都是女性，而且子妖抚了抚身旁厉静茹的脸蛋，语气暧昧地说道：“跟你这2位老师一样，长相都很漂亮哦。”哎呀，人家也知道自己很可爱，你这样强调还怪害羞的。瞥下了这个无脸晃悠的女人，子妖凑近身子，凝视着凌霄的眼睛，轻声说道：“加入荆棘蔷薇，你就是少有的绿叶哦。身为男生，你难道不向往吗？”向往。凌霄无感情地附和道：“对吗？而且我们军团也有喜欢男人的，你长得不错，很可能得到甜甜蜜蜜的恋爱哦。”也有。为啥凌霄感觉这话有些不对劲？子妖被2名女教师架走了，脑袋还一直转过来提醒凌霄，一定要好好考虑哦。实习时选我们荆棘蔷薇哦。姐姐加了你好友，有啥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我，晚上睡不着也能找我聊天哦。凌霄目送3位女性离去后，转头看了看周边，他现在很怀疑附近是否又前行着一位军团干部。等了10分钟后，确实没有迎来第3位大人物，凌霄有些遗憾地回到学校。昨天蓝豹老师给了他一些建议，让凌霄对血色狼群的副团长有些好奇。血色狼群的 A 级猎人幽鬼，他最擅长精神灵魂领域的异化，这是蓝豹老师说的。凌霄如果想要发展他的月白，可以加入血色狼群，向那位副团长学习。3家军团中，他最期待的也是血色狼群。如果待遇差不多，那他应该会选择这个工会。但很可惜，今天唯独这个军团还没有找上他。回到学校，凌霄又栽进了步法练习室里，独自练习到了深夜。这些天他都是这样，独自一人。庄建宇、林雪、白闪偶尔会过来看看，跟他闲聊一会。赵思雅、陈菲菲、方文已经去旅游了，他们似乎要环遍潞州每个区。今天抵达的是观察区陈菲菲老家。至于为啥只在潞州，他们说太远了，性价比不高，时间都花在赶路上了。凌霄不懂，只能懵逼点赞。将他们发的照片都点完赞后，凌霄打开小群。哇，陈菲菲家的乌龙茶好香啊！方文他也很喜欢。睡袍方文品茶点 JPG， 凌霄，要不要你丫姐代购，买个几斤？10斤，给我来10斤。好嘞，凌霄大气。发货地址学校吗？看在朋友份上算你1斤5000，你转账给我就好了。学校搓手点 JPG， 什么奸商？而且说好的代购呢？这跟网购有什么区别？闲聊了一会后，凌霄也准备睡觉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小子，我好像说过要教你点真东西是吧？是牟飞老师的电话。第2天早上，大剑老师牟飞找上了凌霄，带他来到了学校旁的地铁。今天的妙飞老师依然是那么不修边幅，长发凌乱，胡子邋遢，只不过这次他背着一个长条提箱，凌霄隐隐能听到金属对撞的声音，里面可能装着2把大剑。妙飞老师出示了猎人证，2人从免安检通道进入 A1 线地铁。坐在座位上，凌霄转过头，忍不住问道：“老师，我们今天要去哪？”今天大剑老师说要教他点真东西，在学校有些不方便，所以要把他带到校外练习。但要去哪练习，凌霄仍然不清楚。呵呵，妙飞将提箱搁在地板，嘴角微微勾起。
我们要去荒区。荒区？凌霄愣了一下。所谓荒区，就是在人类城市边线之外被异兽所占领的区域。这可不是军队建立的异兽基地，那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异兽遍地，相当危险。一般只有准备充分的猎人小队才会进入荒区，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哈哈！似乎看出凌霄的困惑，妙飞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别担心，我们去的是低危荒区，没啥太大的危险性。你知道荒区划分吧？”凌霄沉吟一下，把文化科学的内容说出来。一般情况下，军队防线100公里内被统称为低危荒区，异兽多为 D 级，少数 C 级。而中危荒区存在着 B 级异兽，高危荒区则活跃着 A 级异兽，它们的位置并不固定，但距离人类防线越远，荒区危险度会更高。确实是学校教的内容。妙飞点了点头，但随后又补充道：“这个划分虽然没啥问题，但不能完全相信，毕竟异兽是活的，高级异兽也可能出现在低危荒区。只不过他们比较聪明，知道要离人类城市远一点，这样才能活得长久。而且，妙飞直视着凌霄，沉声说道：以人类边境划分，其实是有些因果倒置的，是距离荒区核心越近，区域就越加危险。人类防线只是恰好离荒区核心最远罢了。荒区核心？凌霄眨了眨眼睛，这个概念似乎没有被提及过。嘿嘿。妙飞双手抱肩，似乎很满意自己触及了学生的知识盲区。他咧开了笑容，继续说道：不管是低危、中危、高危荒区，只要猎人协会下定决心，其实随时可以剿灭。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将异兽清除，收复人类失落的土地？没等凌霄回答，大剑老师就竖起2根手指，解释道：有2个原因，一是这些荒区可以用来练兵，让新手猎人得以实战成长；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妙飞眼神冷冽，语气比任何时候都要低沉。荒区的核心存在着禁恶。禁恶？对的。妙飞微微颔首，继续说道：禁恶也可以称作禁兽。所谓禁恶，其实就是 S 级异兽对标着人类的71位君主，也就是蓝星百席议员中的35-105席。他们已经脱离了种族划分，每只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这些荒区实际上就是人类与 S 级异兽的战略缓冲地。凌霄微微张大了眼睛，沉思了一会，问道：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消灭了 S 级异兽，这片荒区就算收复成功了？是的。妙飞眼帘低垂，轻叹了口气，说道：猎人协会不敢赌，人类社会也不敢赌，除非有完全把握，或者那只禁恶主动进攻人类，不然我们会将共存放在首位。毕竟一旦失败，蓝星很可能会损失1名君主。妙飞拍了拍凌霄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陆州之所以能安全运转，就是因为这边驻扎着一位 S 级，因为他的存在，禁恶才会忌惮。如果他陨落了，那整个陆州可能会消失于文明之中。凌霄默不作声，安静地沉思了一会。老师，其他的 S 级也都驻守着各自城市吗？只要是边界存在荒区的城市，都有君主驻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妙飞摩挲了一下胡子，皱着眉头说道：我们华亚15位君主，仅有2位无固定驻点，随时对高危城市进行交接支援。6位王座则辐射着多个城市，听说还看守着禁恶之上的怪物。禁恶之上的怪物？对，虽然都是 S 级，但里面也是有强弱之分的。面对凌霄那好奇的眼神，妙飞苦笑地摇了摇头。别看我也只是听说。你老师只是个 B 级猎人，也不懂那么高层次的东西。其实凌霄觉得他一个 B 级猎人已经懂得很多了，因为是要去边境，普通地铁是无法直达的。在 A1 线终点站，妙飞带着凌霄转上了军用地铁，继续坐了半小时，终于抵达了陆州边境军区。这里的戒备程度比异兽基地还要森严，坦克、战车遍地，相隔几百米就设有一座高能武器发射台。天空中各种武装战机在戒备巡逻。在军区入口，几位身穿战衣的士兵拦下了凌霄2人。边界重点，请认证身份。妙飞拿出自己的猎人手机，对着感应器刷了一下。B。战士们确认了一下信息，肃正敬礼道：妙飞中校，请问需要准备什么？1辆战车，2份战用包，辛苦了。是。妙飞开着战车，载着凌霄穿过了军区，一路奔驰，踏足荒地。凌霄看着窗外，随着车辆的远离，荒野之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异兽的身影。土地上杂草丛生，但偶尔能瞥到一些布满青苔的建筑残骸。在变前，这里也曾存有文明，但现在已消失自然之中，沦为异兽行走的荒区。战车奔驰了20分钟，妙飞停下了车辆。这里前方有一片树林，两侧是碎掉一半的高楼，建筑风化腐蚀，地基歪曲，内部还隐约传出声响，没准里面住着某些不明生物。下车后，妙飞打开提箱，从里面取出2把大剑。以前我说要教你真东西，其实指的是威能放出。将武器递给凌霄后，妙飞苦笑叹道：但没想到你小子这么离谱，不仅早学会了，还耍得有模有样。嘿嘿，凌霄笑而不语。唉，妙飞叹了口气，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后来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压箱底的东西，好像确实没啥能教你的了。B 级猎人压箱底的东西？凌霄挑了挑眉，满脸期待地盯着老师。小子，其实我的威能武化水平没达到异化，按理说是不能成为 B 级猎人的。妙飞挠了挠杂乱的头发，对凌霄说道：猎人协会是根据我的战斗力进行破格提升，按他们的评价是我的威能放出水准格外优秀，拥有着击杀 B 级异兽的实力。但说实话，妙飞伸出2根手指指向了一旁的高楼，我认为这个技巧跟威能发出的关系不是很大。嗡，灰色的焰流从他指尖流出，凝聚、收缩，并且没有间断。凌霄看到一颗深灰色的光点正在逐渐壮大，猎人之间是存在天赋差距的。妙飞目视前方，语气有些怅然地说道：在苦练异化无果后，
我认清了自己的极限，我无法在威能五化上更进一步。说话的途中，妙飞手指上的深灰光团已经膨胀到网球大小了，散发着让人心惊胆战的威压。庞大的威能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压缩在一起，而且其压缩方法跟平时凌霄他们使用的不一样，更加彻底，更加极限。里面的结构十分惊险，将一颗颗威能以某种方式浓缩在一起，看起来很稳固，但却总感觉像是崩溃前的大坝，似乎只要一点缺口就能让那濒临极限的能量爆发。在认清自己资质平庸的事实后，我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操纵着这个定时炸弹，妙飞仍然面不改色，持续不断地往里面输送威能。像我们面临强敌时，会将能量压缩，以高消耗的代价提升自己威能缠绕放出的密度、强度。这个压缩是有极限的，个人各异，跟自身能量密度有关，跟精神强度也有关。但到达一定程度，我们威能的强度就无法再提升了。凌霄点了点头，他的灰烬模式其实也是经过压缩，接近自身强度极限了。虽然继续增加消耗，确实能提升强度，但幅度已经不大了。而我，哪怕将自身的能量密度提到最高，仍然无法脱离 C 级猎人的范畴。妙飞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以那点强度的威能是无法击穿 B 级异兽的防御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天天观察着自己威能粒子，看着他们平时是什么样子，压缩强度时又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妙飞转过头，对着凌霄露出了十分狂野的笑容。威能粒子间其实是存在壁垒的。壁垒？是的，这种壁垒只有我们体内的威能暴露在空气中才会出现。妙飞抬起另一只手，灰色的焰沙流出，缠绕了整个手掌。像我们平时对威能缠绕进行压缩，其实是在粒子的壁垒上进行堆叠、挤压、见缝插针，提升它整体的密度。而这只是让威能从松散变得紧实，其实对每颗粒子的强度并无提升。然后妙飞点了点胸膛，说道：“人体内的威能强度是没有极限的。我从弱小到强大，威能密度、强度都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我的肉体从来不会感觉到能量的拥挤。而现在我放出的威能，哪怕不经过压缩，也比地级猎人压缩到极限的强度要高。”妙飞勾了勾嘴角，笑声道：“这是不是代表体内威能强度、密度的变高，有涉及到每颗粒子的质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堆叠、挤压关系？”这点凌霄其实也有发觉，从10级点体质开始，他体内的威能密度已经接近液体，而现在他的体质有30点，他体内的威能形态并没有变成固态或者结晶，只是略微粘稠了一点。但相比以前，凌霄威能的强度却翻了很多倍，似乎每颗粒子都蕴含着远超以往的能量。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威能粒子是不存在壁垒的。妙飞摇了摇头，感慨道：“它们在体内会堆叠，但不会挤压。一旦密度高到某个界限，它们会融合升华成更强的威能粒子，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会感觉到能量拥挤。既然体内的威能可以提升强度，那在身体之外能不能模拟出相似的效果？”妙飞看着凌霄，略带骄傲地说道：“当时我一直在研究这件事情，经过了数年的摸索实验，还真让我发现了一个方法。人体内威能出现在外界，会在 0.05 秒内形成壁垒，而这位形成壁垒的威能，如果外加自身的精神力，在这 0.05 秒内是等同于体内环境的。”凌霄愣了一下，想到了某个可能性，而后妙飞的话语证实了他的猜想。所以，如果我每 0.05 秒更新一次外侧的威能，理论上也是可以实现无限压缩升华的。当然，只是理论上。妙飞叹了口气，苦笑道：“这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对精神强度也有很大要求。在近身实战当中，这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在有准备下，可以实现某种强悍的威能放出。”凌霄看向了妙飞老师的指尖，那颗深灰光球已经膨胀到了篮球大小，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波动，光看着就让人毛骨悚然。凌霄，如果我现在停止更新外侧的威能，或者直接撤掉精神力，它会怎么样？妙飞看着凌霄，淡淡的问道。里面的威能粒子会瞬间生成壁垒。哈哈，答对了。男人咧开了嘴角，大笑的说道：“他们会生成壁垒，从浓缩升华中回到原样，而那些突然生出的无数壁垒会互相拥挤，从而迸发出强悍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让它像炸弹一样爆炸，而是要在前方打开一个精神力缺口。”妙飞看向了手指的破碎高楼，说道：“一旦有了缺口，它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往固定的方向喷发。”嗡，光球的膨胀停止了，那细不可见的粒子似乎开始了急速的分裂、变形、膨胀，涌现前方的缺口，然后噗轰，水桶粗的深灰色光柱喷涌而出，它的速度快到了极限，在凌霄甚至还没反应情况下，瞬间接触了前方的废弃高楼。轰，光柱穿透了高楼，没有丝毫阻隔，水泥、砖墙粉碎，钢筋融成了赤水，甚至连里面躲藏的几只异兽都被瞬间碾成了残渣。穿透高楼后，威能光柱仍在奔驰，它在空气中引起了巨大的乱流，摧毁着沿途的一切事物，直到20公里外，所有爆发的能量才消耗殆尽，深灰色光柱渐渐地消散于空中。看着这道光柱的威力，凌霄的眼中冒出了金光。其实还有个更加有效的方式。妙飞老师并没有停下教学，他拿起一旁的大剑，说道：“威姆合金有着存储、传导威能的效果，有了它的帮助，能大大减轻我们的精神负担。”灰色焰流从他手中持续流出，汇聚于钢剑之上，像刚才一样，大剑上的能量在凝聚、收缩，深灰色光芒越加浓郁。这次似乎因为不需要向凌霄讲解，妙飞老师压缩威能的速度快了很多，不到2秒钟，钢剑上已经形成了一层骇人的能量光团，恐怖的威压让人有些窒息。妙飞转过身，面向另一座高楼，呵，他挥下了光剑，噗轰，光之洪流在奔涌，瞬间淹没了整个高楼。还在前进，这
这犹如光炮般的斩击切开了大地，是不断的摧毁着眼前的一切，甚至连几公里外的异兽都被捕获其中，在恐怖的光流中尸骨无存。做完这一切后，妙飞将大剑抵于地面。这个技巧很难，我教过很多朋友，但学成的寥寥无几，至少也要经过1、2年的刻苦练习，才能将其放在战斗当中。妙飞对凌霄挑了挑下巴，笑道：“你试试。”凌霄沉思了一会，抬起右手食指，灰色的焰沙流出。按照妙飞老师的说法，他将精神力裹住威能，努力将其压缩，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更新表层的能量。熊，理所当然，失败了。想要在 0.05 秒内刷新威能是很困难的，至少凌霄以前从来没试过。但凌霄并没有放弃，他指尖再次流出了焰沙，这次只有米粒大小。熊，终于在第7次尝试的时候，凌霄成功在 0.05 秒内刷新了一次威能。嗡，巨能 LV0，经验值+8。凌霄再次睁大了眼睛，这次眼神比之前还要明亮。妙飞老师的想法是对的，这玩意果然不是威能发出。凌霄感觉今天真是捡到了一个大惊喜，不管技能对他提升大不大，但这个潜力点他正定了。他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巨能练习当中。嗡，巨能 LV0，经验值+8。嗡，巨能 LV0，经验值+7。嗡，巨能 LV0，经验值+9。很困难，凌霄得尝试好多遍才能成功实现一次 0.05 秒的刷新，但他并不气馁。经过了多次的练习，熟能生巧，他成功的概率也慢慢提升起来，甚至有时能连续实现2次外层能量更新。嗡，巨能 LV0，经验值+8。嗡，巨能 LV0，经验值+15。嗡，巨能 LV0，经验值+7。没去打扰沉浸在练习中的学生，妙飞扫视了一下四周，随手挥出几道剑气，将远处徘徊的地级异兽全部碾死。做完这事后，他观察了一下凌霄的训练进度，厉害，这小子果然是天才，才10分钟就已经有了不错的成功概率了。想当初他可是练了一整天才成功完成一次外侧威能刷新，天赋这种东西还真是强求不得。妙飞轻叹了一口气，走到战车旁，打开，从战用包中取出饮用水。虽然凌霄进度很快，但妙飞并没有太多意外，毕竟异能使精神强度高，在精神力包裹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且偶尔成功一次并不算什么。想要真的让这招拥有威力，至少要经过数百次凝聚压缩，也就是说他得连续成功数百次，中途不能失误，不然前功尽弃。这非常的困难，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熟练到一定程度才有机会实现。哪怕是凌霄这小子天赋远超常人，估计也得半年或者4、5个月的时间。今天带他过来，主要是想让他熟悉下技巧，后续能否学会这招式，就得靠他以后自己刻苦训练了。依靠在战车上，妙飞握着水壶，嘴里嚼着军用零食，时不时瞧瞧四周风景，时不时观察下凌霄练习。本来他想在这指导一下学生，但没想对方很机灵，已经把他说的要点都抓住了，让这个老师没啥太多开口机会，让他再练个1小时，熟悉的差不多就打道回府吧。可就在他刚打定主意，对面的学生突然停下来了。咋了，小子？碰到啥问题了吗？往嘴里灌了2口水，妙飞的眼神中浮出了少许诧异。不，凌霄抬了抬眼帘，扫了下面板。巨能 LV0，经验值+8。巨能 LV0 提升为巨能 LV1，潜力点+1。脑海中有了特殊的感悟，似乎这个技巧已经过了成千上万次锤炼，让他的手法更加熟练迅速，能抓住每次刷新能量的时机，更加平心静气，游刃有余。凌霄再次举起了手指，又一颗米粒般的光点溢出。嗡，巨能 LV1，经验值+2。嗡，巨能 LV1，经验值+2。巨能 LV1，经验值+1。凌霄持续的刷新着这个被精神力所包裹的光点，每接近 0.05 秒，总会有一层新的威能重新裹住光点，并将里面的旧能量压缩收束。情况很平稳，事情也很顺利。但凌霄并不满足，他觉得 0.05 秒有点慢了，可以稍微再提高一下频率。嗡，能量的更新加快了，以不到 0.04 秒的频率向光点内部压缩着威能。巨能 LV1，经验值+4。巨能 LV1，经验值+5。频率暂时不能再快了，不然感觉会出现失误。但凌霄仍觉得这能量积累的速度有些慢，他调转功率，提高了每次刷新压缩的威能份额。嗡，如果刚才每次压缩的能量是1，那现在就是3，对精神力包裹的负担也大大增强。但凌霄觉得还能提升，他的精神强度最为夸张，这点负担对他来说简直如沐清风。这次他将每次压缩的能量提升到10。嗡，巨能 LV1，经验值+15。巨能 LV1，经验值+16。巨能 LV1，经验值+14。光球开始大幅收缩了起来，每次刷新的威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份额，粒子强度在以极快的速度累加。而一旁的大剑老师妙飞，他的表情犹如经历了川剧变脸。一开始看到凌霄连续成功了3、4次，他赞叹的点了点头。当凌霄连续成功了10次，他瞪大了眼睛。现在看到凌霄加快刷新频率，提高了每次压缩的能量，并且还成功屡次成功时，妙飞的脸上已经是一副见鬼的表情了。嗡，啪嗒，军用水壶掉到了地上，纯净的饮用水徐徐流出。啊！大剑老师妙飞神色呆滞地看着凌霄指尖的光球，经过了近100次的蓄能收缩，他现在越来越大，
里面的能量也越加令人不寒而栗。而且蓄能还在继续，律动稳定，有条不紊，每次威能的刷新都十分漂亮。嗡嗡嗡！10秒钟后，深灰色的光球已经膨胀到篮球大小了，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波动。凌霄看了一下，觉得差不多了，他抬起手臂，指向了不远处的树林。噗轰！深灰色光团喷涌而出，带着急速膨胀分裂的能量，化为高强的威能洪流，吞噬树木，卷起狂风，持续奔驰，撕碎前方的一切阻碍。在茂密的树林里，离开了一条10几公里的笔直通道。好像差不多了。凌霄转过头，看向了妙飞老师。老师，我这个，您怎么了？凌霄顿时被面目狰狞的教师吓了一跳。此时的妙飞眼角晶莹，嘴巴像是在吸凉气一样，大大咧开，露出了一排下颚牙齿。那皱在一起的脸庞，让人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莫名的有种滑稽感。妙飞看着凌霄，久久不能言语。随后，他脸色茫然的摇了摇头，用无法接受的语气问道：“完成了？这就学会了？应该是吧？”感觉老师情绪有些不对劲，凌霄抿了抿嘴巴，小心翼翼的问道：“怎么了吗？”“啊，没事。”妙飞愣了一下，随后便摆了摆手，故作随意的笑道：“完成了好啊，我就知道你学得很快。”“快呀！哈哈，真快啊！想当年我研究这招，练习时长2年半才有这么熟练，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像话啊！”哈哈哈哈！妙飞老师双手抱胸，潇洒的仰头大笑。但凌霄总觉得有些问题，他呆站在一旁，不敢上前接话。哈哈哈哈！果然，大笑接近1分钟后，妙飞老师的声音逐渐变小，甚至开始有些哽咽。妙飞望着远处的天空，沉默了一会，随后他转过身，对着凌霄张开了双手，语气肯定的大喊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有人学得这么快？你为什么那么熟练啊？”“凌霄，那个，我不信。”在凌霄惊悚的眼神下，妙飞老师躺在了地上。这个平时潇洒豪迈、气质狂野的纯爷们教师，现在如同跟父母耍赖的孩童一般，直接躺在了地上。他闭着眼睛，像个八爪鱼一样，上下滑动着自己的四肢。“我不信，我不听，绝对是假的！我的绝活，别人怎么可能1小时内就学会？这绝对是骗人的！我当初可是练了2年半，2年半啊！老师啊！”凌霄冲了上去，他用尽此生最大的努力，试图为男人挽回那破碎的颜面。经过了20分钟的安慰，妙飞老师的情绪稍微缓和下来了。他接受了凌霄学会他绝活的事实，但整个人却陷入了自哀自怨的氛围当中。凌霄满脸愁容地看着教师，此时他正双手抱膝，坐在地上，对着太阳自言自语道：“我果然是个资质平庸的废物，一话学不会，还为自己那简陋的绝招洋洋自得。活了60多年，还没谈过女朋友，肌肉比兵团的同伴小，连腿毛都没有别人长，怎么会有这么失败的男人？我就是一个废柴，过着平庸的一生，生下来就是给社会吃大米的，吃了很多。我很抱歉，如果有来世，我要当个草履虫，做个简单的单细胞生物，独自躲在阴暗的角落，悄然出生，悄然消逝。”凌霄，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之间。凌霄今天深深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好在这个恐怖的场面没有持续太久，妙飞重新打起了精神，载着凌霄离开了军区。情绪发泄完后，教师的想法立马变了，现在反而兴奋起来。他似乎觉得以后凌霄肯定能当上 A 级猎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君主。到时凌霄将这招用得越好，他的招式会越出名，越让他脸上有光，甚至可能会写进教科书里。一想到这，狂剑妙飞脸上的笑容越加狂放了。副驾驶上，凌霄注视着手指上的光点，沉吟了一会，问道：“老师，这个技巧对异化的能量有效果吗？如果是像 B 级猎人那样来源于体内的异化能量，那我明确告诉你，原理相同，这是有作用的。”妙飞手持着方向盘，眉头微微皱起，说道：“但如果像 A 级猎人或者你们这些异能的同化侵蚀，我就无法断定了。我不是异能使，这可能需要你自己进行后续研究。”凌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内心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这个巨能能不能压缩黑焰，能不能压缩成型的异能斩击，甚至对王座身上的能量有没有效果。步法练习室，器械辅助通道，子弹洪流在持续倾泻，四周的墙壁上每秒有4根纤维从各种方位蹦出，速度快出了残影。凌霄戴着透明眼罩，身法鬼魅的躲闪跑动，为了给自己增压，别说子弹时间，他连威能都没有使用，单靠纯粹的肉体速度、神经反射来躲避这些机关洪流，很勉强，时不时被击中，但总体还能坚持下来。也因为这种压力，系统给了他丰厚的经验值回报。步法 LV2 经验值加14，步法 LV2 经验值加13，步法 LV2 经验值加14，步法 LV2 提升为步法 LV3，潜力点加1，敏捷20提升为21。凌霄顿时眼前一亮，步伐更加轻盈快捷，甚至连子弹的流速在他眼里都变慢了很多。2分钟后，机关结束。凌霄擦了擦额头的细汗，重重的松了口气。8天，整整8天。这8天里，除去见2个军团干部以及跟妙飞老师学习新技能，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练习步伐，可以说过得相当自律了。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苦练，他第一个 LV3的技能终于诞生了。打开面板，将新得到的潜力点加到体质。现在凌霄的面板数据是：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0，力量22，敏捷21，体质32，精神33，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技能威能提炼法
残缺 LV2 57.2%，搏击术 LV2 56.6%，双手剑 LV2 42.3%，步伐 LV3 0.1%，威能 LV2 30.9%，围棋 LV2 55.5%。力量、敏捷在排位赛之后陆续升了一点，今天步伐升到了 LV3，他的窝在学校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好耶！凌霄顿时感觉神清气爽，他掏出手机，准备跟朋友们聚一下就回老家见妈。打开旅游少女群，给正在环游潞州的赵思雅三人发了消息。收获一阵祝贺后，赵思雅说他们再过几站就到水仙区了，到时候可以去他家聚聚。约好之后，凌霄打开又一个小群，没错，又一个小群，里面就是凌霄、庄建宇、林雪、白闪四人。庄建宇拉的，说是为了以后方便联系。群名不固定，今天的名字叫军武四大猛人，昨天是3男1女的抽象 emoji。兄弟姐妹们，凌霄先生的训练终于完成了，哈哈，恭喜啊，挚友，不错，剑仙点赞点 JPG， 好，搓饭啊，搓饭，几日不见我想死你们了，没问题啊，挚友，请不要这样说，剑宇鸡皮疙瘩起来了。凌霄，肉麻，雪女嫌弃连点 JPG。众人商谈了一会，本来想在学校旁边的餐厅吃饭，但没想到林雪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来我家吃，我家人让我把你们叫过来。懵逼挠头点 JPG 星号3。还有凌霄，你欠我人体模特，今天旅行。菜刀滴血点 JPG。凌霄抬起脑袋，满脸茫然，原来那句话不是开玩笑的吗？林雪家在明秋花园小区，离学校不远。今天凌霄心情好，难得奢侈一把，打车来到了这里。小区门口，司机就停了下来。明秋花园小区是猎人家属安置处，外人不能进入，戒备十分森严。门口那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他们身上充斥着无形的威势，很强，一看就是战士出身，甚至可能是退役的 C 级猎人。站在大门外，凌霄在安保人员严厉的注视下，掏出手机，打开了林雪发的一次性权限码。滴，大门开启，凌霄走了进去，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这片天地。大，面积真的非常的大。凌霄第一次见到如此广阔的小区，楼房耸立，装修淡雅，每栋楼之间相隔很远，门房采光充足，绿荫茂盛，且能看出有在长期修剪，枝繁叶茂，但不显杂乱。柔嫩的草坪，典雅的庭院，晃悠的秋千，清澈的小湖。凌霄慢慢走过，他看到了漂亮的公园，欢笑的游乐场，青蓝的泳池，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场所，各种精美的店面商家，什么都有，犹如一个小型的城市。而这片小区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群，有老有少，有普通人也有战士，他们或是骑着小电驴、踏板，或是开着小型观光车，慢悠悠地行驰在区道中。当然，也有跟凌霄一样闲情漫步的人，大家的面容都很放松，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家属，他们的神情悠闲，不见烦恼，似乎很少碰到生活的苦闷，能每天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小区，战士的家眷能拥有美好的住所、舒心的环境、安全的保护，这是社会给予的馈赠。凌霄从小就梦想着让自己的家人也能住进这里，这也是他成长奋斗的动力之一。现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这个梦想也快要实现了。逛了一会，凌霄找了林雪的住宅。跟其他大平层套房不同，林雪家是一套独栋别墅，占地面积很大，有着漂亮的独立庭院，一看就显得很不一般。毕竟这家是猎人家庭，还有一名 A 级猎人。凌霄表示理解。叮咚，按了下门铃，没几秒钟，庭院大门便打开了，估计对方也在等着。凌霄推开门，刚走进庭院，一身便服白裙的少女已经守在了门口。果然就我先到了吗？他俩傍晚才过来。林雪给凌霄拿了双崭新的拖鞋，平静地回应道。庄建宇在陪老妈逛街，白闪沉迷于狂斗道场。本来凌霄也想饭点到的，但林雪发觉他闲着没事，就叫他提前过来完成模特大业。跟着少女走进屋子，穿过木质走廊，凌霄来到了一个装修典雅的大厅，里面坐着一位鹤发白须的老人，他品着清茶，一眼看到了凌霄。哼，林森微微一笑，比了比前方座位，说道：来，坐。把凌霄带给爷爷招待后，林雪拿了份零食果盘出来，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好像说要去准备什么东西。凌霄也不生分，他吃着零食，喝着热茶，跟这位熟悉的长辈闲聊了起来。也就是说，暴怒兵团跟荆棘蔷薇已经邀请你了，但唯独血色狼群还没有任何接触。是啊，该不会他们不想招我吧？呵呵，那不会。林森摇了摇头，语气肯定地说道：像你这个等级的学生，3大军团都会抛出橄榄枝，尤其是血色狼群，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凌霄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地问道：主任，血色狼群跟其他2家有什么不同吗？这个嘛，林森扶了扶胡子，沉吟道：如果不说男女比例问题，那血色狼群实则最为突兀。在待遇方面，狼群会高于其他2家，但在任务委托的方面，血色狼群比较富有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是的，林森点了点头，说道：他们有时会做一些不稳定，甚至风险较大的任务，比如荒区深处调查，或者从高危异兽的巢穴中盗取珍宝等等，那确实很冒险。凌霄微微颔首。当然，要说血色狼群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真的求贤若渴。林森注视着凌霄，缓缓地说道：血色狼群的团长也是创始人，她是一位很特殊的女性，因为某个近乎不可能的目标，她会竭力争取每位天才，并精心地栽培他们，让其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她要培养出一名君主，为此能付出所有的代价。外面那双鞋子有客人。哎呀，是阿雪的朋友们来了吗？就在凌霄和老人闲聊的时候，门外传来了2道女性声音。凌霄转过头，
看见2位年纪不一的女士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位看起来像是40-50岁的妇女，她头发乌黑，盘着颇为复古的发型，一柄长长的发钗扎在脑后，端丽的面容上爬着些许青纹，看得出岁月的蹉跎。而在她的身后，则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性，她上身穿着浅色的针织衫，下面则是宽松的家居长裙，淡绿色的发丝垂到的肩膀，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美艳，跟林雪的有8分相似。这应该是林雪的奶奶跟母亲。凌霄站起身子，刚想打个招呼，可看到他们笑容收敛的表情后，凌霄合上了嘴巴，将喉咙里的奶奶、阿姨好吞进肚子。呵呵，我来介绍一下。林森扶了扶长须，和煦的笑道：“这边是我的内人杨玉华，以及小雪的妈妈欧阳芷若，而这位学生则是小雪的朋友。不用介绍了。”扎着发钗的杨玉华摆了摆手，语气威严的说道：“凌霄是吧？本宫知道这位萧小，本宫。”而后面那位身穿针织衫、留着及尖利发的女性，林雪的妈妈欧阳芷若。此时她正双手抱胸，上下打量着凌霄：“你不就是把我家那位天生丽质、花容月貌、沉鱼落雁、国色天香，继承了我9成美貌的女儿，在大庭广众之下塞进天花板里的无礼之徒吗？”凌霄现在坐在了林森老爷子的旁边，而他原本的位置则坐着林雪家的2位女性长辈。欧阳芷若手掌撑着脸颊，眼帘微微眯起，也不言语，似乎在很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学生。凌霄觉得林雪母女最大的不同就是那双眼睛，林雪是大大的杏眼，而欧阳女士是纤长的丹凤眼，给人一种莫名的威严贵气感。而在她的旁边，林雪的奶奶杨玉华身着仿古风贵袍，她面容严肃，语气抑扬顿挫地说道：“凌霄小，本宫孙女也是薄面之人，你不念朋友旧情，让她在数千旁人眼下颜面尽失，是否有些不合礼法？”凌霄总感觉这位奶奶的措辞有些古怪，她最近迷上了宫廷古装剧，似乎看出了凌霄的疑惑。林森凑过脑袋，小声说道：“天天追剧，整个人都魔怔了，买发钗、盘头发、订衣服，后来连说话腔调都开始学了。”原来如此，凌霄懂了，这不是 cosplay 吗？跟庄建宇一个类别。夫人所言极是。凌霄双手抱拳，态度诚敬地说道。凌霄身怀愧疚，夜不能寐，在此赔个不是。凌霄不知道自己的台词味道正不正，但没关系，因为这奶奶也是外星人。果然，在他配合对戏后，杨玉华眼睛一亮，语气稍稍放缓地说道：“如此便好，年轻人莫要意气用事，与我孙女好生赔礼，方成大君子也。凌霄，谨记于心。”就在凌霄跟这位奶奶玩得开心时，旁边的林森看不下去了，他揪着胡子，不耐烦地插嘴道：“这什么跟什么啊？人家年轻人关系本来就不错，你还叫他道歉干嘛？”杨玉华瞪了丈夫一眼，随后蹙眉沉思了一会，似乎在想台词。凌霄孩儿，你出身何处？是否身居此城？夫人。杨玉华抬手对凌霄和声说道：“叫我阿姨便是。”什么阿姨？林森皱了皱眉头，吹胡子瞪眼道：“几百岁的人了，叫声奶奶不过分吧？”林雪奶奶眼中浮出了杀气。凌霄看了眼杨玉华，又看了看林森，摇头说道：“怎么会？这位姐姐看起来也就比我年长个10来岁。”杨玉华看凌霄的眼神逐渐温馨，但一旁的林森却撇了撇嘴，拆台道：“那是她染发了，要不然头发白起来跟老夫半斤8两。还有，最近小雪不是加入荆棘蔷薇吗？她拿着家属会员卡，天天过去做保养，真是人老心不老。”这次杨玉华忍不下去，他右手一拍桌子，厉声道：“霄儿，赐老匹夫毒酒。”凌霄起身，默默为林森续上热茶。林霄与这位奶奶的气氛越加融洽，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林雪母亲欧阳芷若开口了：“凌霄同学，你父母的猎人代号是什么？”“我是普通家庭出身。”“普通家庭？”欧阳芷若轻皱细眉，有些不解地说道：“猎人世家的庄建宇也就算了，但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竟然能打败我那貌美绝伦的女儿吗？为什么要强调美貌？实力又跟美貌有什么关系？”再结合这位刚开始的话语，凌霄眨了眨眼睛，试探性地说道：“林雪的相貌确实举世无双，但在实力上确实略输于我，是吗？”很意外，欧阳芷若没有反驳，反而赞同地点了点头。“你也觉得这孩子长得漂亮吗？眼光优秀，应该不是坏孩子。”这次凌霄懂了，当时我第一次见到林雪，就觉得惊若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疑惑，她凭什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凌霄抬起眼帘，看着林雪妈妈，由衷地说道：“今天过来，这个问题也终于解开了，原来是遗传的。”欧阳芷若，林雪妈妈抿了抿嘴，努力地收起唇角的弧度。“刚买了几斤大草莓，我先去洗一下。凌霄，我这边准备好。”当林雪回到大厅时，便看到这位同学正和自己母亲、奶奶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相谈甚欢。而茶桌上的林森此时却呆若木鸡，一副不能理解的表情。“是吗？原来伯父不在家里啊，他的工会在魔都，每年才回来个几天。霄儿，你的图库太贫乏了，本宫传你1000张表情包，你先好好收着。”林雪歪了歪脑袋，困惑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林雪你来了。”凌霄站起身子，对2位长辈说道：“姐，你们聊，我得去跟林雪办个事情。”杨玉华、欧阳芷若轻笑点头。“姐。”林雪皱了皱眉头，反驳道：“凌霄，你不礼貌，应该叫阿姨、奶奶。星号3。”2位长辈的笑容沉下来了。“凌霄，我想了一下，女儿要经历挫折才会成长，下次给我塞到地上。”“霄儿，本宫赐你100张小雪还是丑照。”林雪瞪大了眼睛，大受震撼。
宽敞的工作房里，4、5架摄像机架起，从各个方位拍摄。站在中央，身处灰烬模式的凌霄脸上挂满了无聊。林雪所说的人体模特，实际上就是让他研究灰烬模式。这几台相机似乎是某种专业产品，能拍到他身上的威能。两手举起来，腿张开一点。林雪窝在一台电脑前，像一个导演一样，指挥着凌霄做着各种动作。好了，收工。终于，经过了近30分钟的拍摄，女导演终于放过了凌霄，满怀欣喜地整理起自己拍的视频。凌霄走进她旁边，从桌子上拿起2张图纸，2张都是服装草图。第一张是灰色晚礼服形式，风格借鉴凌霄的灰烬战衣，还把一些火焰纹路改成了冰晶图案。而第2张的服装款式相近，只不过颜色变成冰蓝色，跟她异能的颜色相同。这女人是认真的，她真想模仿凌霄的灰烬模式，甚至连以后的异化形态都考虑好了。凌霄挑了挑眉，沉吟了一下，说道：“虽然不想打击你的热情，但你的威能储量够吗？”林雪的体质是14点，虽然不差，但想要支撑灰烬模式的消耗还是太勉强了，估计没几分钟就能量清空了。而面对凌霄这个尖锐的问题，少女面色平静地回答道：“现在不够，但明年就够了。”明年？对。林雪探过身子，从架子上拿出一个保险箱，打开，里面是一排淡黄色的溶液，透明管外被一层金属外层包裹，底端似乎有一个按钮。少女拿起其中一根溶液，递给凌霄：“给你，今天的报酬。”这个是灵液，普通级别。林雪竖起一根食指，说道：“它能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细胞威能储备。”果然是这个。凌霄接过看了看，问道：“你自己够用吗？”“我有很多，荆棘蔷薇给了10根，我爸寄了10根，以后猎人协会也会给我3根。而且……”林雪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认真的说道：“灵液越用会越没效果，尤其是你本身素质非常高的时候，前3根使用效果最明显，10根之后效果微乎其微。”原来如此，凌霄表示理解。那他本身就有32点体质，使用起来能有效果吗？凌霄沉吟了一会，问道：“我现在能试一下吗？该怎么用？”“跟注射疫苗一样，打进体内就可以了。”林雪接过凌霄手中的灵液，将其顶端贴在凌霄的手臂上，然后按下底端的按钮。噗嗤，一个非常细微的合金针管从顶部冒出，扎进凌霄的皮肤里，浅黄色的灵液开始下降，流进体内。凌霄能感觉到某种能量在迅速扩散，滋润着他全身的细胞。几秒钟后，林雪拔出了灵液注射器。怎么样？还行。已经熟悉了体质提升的感觉，凌霄能敏锐地察觉身体素质的变化。如果体质也有经验值百分比，那他原本应该在32体质的 0.1%， 现在应该在 40% 左右。凌霄也不知道这效果算好算差。林雪，你用过灵液了吗？用了2根。凌霄伸出手，在少女莫名其妙的目光下，将其放在了他的肩膀。体质16，看来自己的使用效果不是很好啊。凌霄收回右手，内心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也算有得必有失吧。你刚才说前3根最有效果，是因为后面会产生抗药性吗？差不多，身体会产生抗拒。林雪摇了摇手中的钢管，对凌霄说道：“除非是顶级灵液，那是 A 级异兽体内提取的，层次完全不一样。那怪不得猎人协会只发3根，除了本身珍贵外，还跟性价比有关。军团愿意提供10根，应该算是做到极致了。”凌霄估摸一下，前3根应该能让自己提升1点体质，后续的作用就很小了。林雪，我能向你借3根吗？后面还给你。林雪眨了眨眼睛，直接拿了3根给他，送你，我自己也用不了这么多。感谢。凌霄也不推脱，默默将友人的馈赠记进心里。这个可以连续使用吗？只要身体别不舒服就行。凌霄点了点头，当场将其中的2根注入体内，神秘的液体扩散全身，一遍每个细胞。体质32提升为33，感受着体质的升华，凌霄长舒了一口气，随后拿起最后1根注入，效果直接大打折扣。他体内的细胞似乎开始嫌弃了，吞进去又吐出来，似乎觉得这玩意已经不配成为养料。看来普通灵液对我没啥作用了。那是你本身素质太好了。林雪并不觉得意外，从以前凌霄的威能储备，他就能猜到了这个情况了。这是好事，凌霄。林雪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漫起了微笑。只要在24周岁之前修炼了真正的提炼法，你就会彻底的脱胎换骨。傍晚，白闪跟庄建宇终于来了。林雪的奶奶、妈妈准备了一大桌丰盛菜品，一群人落座于餐桌，开始边吃边聊了起来。吃完饭，互相熟络过后，3位长辈先行离座，将空间交给几个年轻人。诸位，我决定加入血色狼群了。庄建宇勾起嘴角，对众人宣布道。哎，白闪挠了挠头，有些遗憾的说道：“那我们就全散开了。挚友，你这边呢？我还不确定，血色狼群还没有邀请我。”凌霄无奈的笑了笑，他本身确实偏向于血色狼群，但不知道为啥，人家就是不露面。他明天都要回老家了。会有的。林雪给他续上一杯椰汁，平静的安慰道：“没错，会有的。”庄建宇轻笑颔首，说道：“而且也不用纠结于大家在哪个公会，只要都在潞州，以后随时可以相见。”白闪咧开笑容，举起手上的椰汁，笑道：“来，干杯！”砰！星号4。第二天一早，凌霄收拾完行李，独自坐上了回家的高铁。几把乐器早就寄回去了，他其实也就带上衣服、电脑，轻便得很。常年未归，凌霄的内心激动的同时，又有些忐忑。虽然经常视频交流，但这与家人亲身相见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高铁很快，几十分钟时间，凌霄已经到达了水仙区。凌霄的家在龙山小区，算是潞州的补助区域，租金很便宜，但需要学校公职证书，
所以这边各家各户都是教职员家庭。13栋302，站在熟悉的套房门口，凌霄脸上泛起了温馨的笑容。这间房子从小到大，他住了10来年了。大门、窗户、走廊的台灯、墙壁上的缺口、过时的钥匙锁，都是如此的熟悉感。在他心里，这里确实是家，想必里面也是那熟悉的家的味道。凌霄面带微笑的掏出钥匙，插入锁孔，咔嚓，咔嚓，咔嚓，咋打不开啊？咔嚓，咔嚓，砰砰砰！老妈，老妹，你们在家不？咋回事？凌霄挠了挠头，随后掏出手机给老妹发个消息：我到家了，但为啥开不了门啊？前几天妈把钥匙弄丢了，保镖帮我们把锁换了。等我一下，我现在回去。原来是锁换了，现在一看，这锁确实挺新的。凌霄放下心来，还以为家里抛弃他搬家了。等等，保镖！凌霄皱了皱眉头，他家哪来的保镖？10分钟后，一名留着半掌黑发、身上大包小包的少女从楼梯口走了上来。她身高接近1.7米，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发白的牛仔裤、帆布鞋，极眉的刘海下，面容清美秀丽，五官跟凌霄有着7分相似，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同个模子刻出来的。林珊珊，凌霄的妹妹，下学期就高2了。此时的她右肩上扛着一袋50斤重的大米，左手上也是提着很多袋子，有菜有肉有水果有洗浴用品，估计是刚去市场扫荡回来。看着脸上稚气少了几分的妹妹，凌霄嘿嘿一笑，大大张开了臂膀。哦，我亲爱的妹妹啊，有没有想你老哥呀？林珊珊走到门前，表情平静地瞥了他一眼，随后她取下大米，将其一把塞进了凌霄的怀里。还好，少女掏出钥匙，咔嚓一声就打开了大门。凌霄手抱着大米，跟着老妹走进了屋子，还是那副熟悉的感觉。3室一厅，面积偏小，沙发、电视、冰箱、小餐桌，甚至连房间里的摆饰也没有太多的变动。凌霄的面容顿时柔和起来，嘴角荡起了浅浅的笑容。将大米放到厨房，凌霄一把倒在了沙发上，神态慵懒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保镖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马上就要实习了吗？珊珊洗了一下凌霄的杯子，泡了2大杯乌龙茶过来。凌霄抿了一口，很香，但味道不像他们平时喝的茶叶，估计是陈菲菲老家寄过来的。珊珊坐在凌霄旁边的小沙发上，双手捧着马克杯说道：那些人说我们是战士家眷，在搬到安置小区前可以提前享受安保照顾。安保照顾？凌霄皱了皱眉头，他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大4实习生可不算战士，理论上还是学生身份，无法享有这种福利才对。对啊，林珊珊点了点头，说道：赵老师家也有，赵思雅他家也有。这下可把凌霄整迷茫了，难道真是自己孤陋寡闻？他们拿了几篇安置小区的杂志过来，说让我们慢慢挑，有喜欢的随时联系他们看房。珊珊从桌子下拿出了好几本住房杂志，然后又打开手机给凌霄发了一个战士小区向导的小程序。妈最近都在跟赵老师讨论房子，觉得每个小区都好喜欢，不过他们决定等你和雅姐回来再一起去看房，到时候我们应该会成为邻居。少女伸出手指继续说道：还有妈妈跟赵夫妇的工作安排，我和思涵的转学，日后的搬家、户口迁徙、家具配置等等，他们都会替我们服务办理。这是不是贴心过头了？凌霄揉了揉额头，语气无奈地问道：你说的保镖是不是在楼下的小亭里？那里就存在着几股战士的威势，至少是资深的地级猎人。对的，珊珊点了点头，淡淡地说道：他们会轮班，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会有女战士询问是否需要随身保护。挺好。凌霄抿了口茶，没有多说什么。珊珊看着兄长，有些好奇地问道：凌霄，你和雅姐今年就要去军队吗？赵思雅是去军队，我是去猎人协会。林珊珊眨了眨眼睛，蹙起眉头道：猎人协会不是比较危险吗？凌霄眉目弯起，轻笑点头道：相比军队，猎人确实会危险一些。少女垂下眼帘，手指揉捏着马克杯，看不出什么表情。一阵沉默后，林珊珊抿了抿薄唇，小声地说道：凌霄，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知道。凌霄放下杯子，直视着妹妹的眼睛，语气柔和地说道：当猎人是我的梦想。林珊珊和兄长对视一会，随后撇开了视线，嘟囔道：会危险的。没关系，你哥很厉害。真的，真的，全校第1名，异兽不是我对手。是吗？气氛安静了一会，林珊珊喝了口茶，将杯子放在桌上，随后她站起身子走向厨房，语气平静地问道：中午你想吃什么？烧鹅。没买。玉米排骨汤。行。换上珊珊给的新钥匙，凌霄走出了家门。老妈应该赵老师家聊天，但凌霄不打算立即过去，他还有的去确认一件事情。下楼来到了下面的小厅，现在这里有4名战士守着，2男2女。对于凌霄的到来，他们似乎也没有感到意外。感谢各位这些日子的照顾，可否问下你们的来历吗？我们是血色狼群的成员。为首的是位留着干练短发的女性，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卡片递了过来，这是我们副团长的联系方式，他说你可以在家休息一阵子，这边随时等着你联系。果然，凌霄接过卡片看了一下，这是幽鬼的名片，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邮箱、好友账号等联系方式。感谢，我会主动联系的，这些日子真的麻烦你们了。没事，很轻松的任务。短发女战士摇了摇头，随后她抬起眼帘，有些好奇地看着凌霄，轻笑道：也许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军团的同事，希望吧。跟几位血色狼群猎人闲聊了一会，凌霄也礼貌告辞了，走上楼去，打开了家门。妈！一名40多岁的女性站在沙发前，
她头发简单扎起，曾经漂亮的容颜经过了岁月蹉跎，眉角爬上了些许尾纹，眼瞳里带着一些知性与沧桑。回来了，看着俊逸挺拔，似乎还长高了一点的儿子，林清荣脸上荡起轻笑，眼睛里似乎还泛出了些许氤氲。我去厨房帮珊珊，快可以吃饭了。好的。丰富的菜肴摆上餐桌，凌霄跟以前一样与家人们吃饭闲聊，聊着学校的事情，聊着家里的事情。离别已久，凌霄才发现家里的饭菜是这么好吃。妹妹不喜欢说话，但会认真倾听。母亲喜欢说教，喜欢给她夹菜，那浓浓的关心散发着温暖。晚上躺在熟悉的床上，盖着充满阳光气息的毯被，凌霄才发现家里是真的温馨，温馨到他有点不想离开了。2天后，不做家务，不去串门，整天就知道在那玩手机，给我麻溜点出去，别在家影响我拖地。凌霄的归家保护期到了，老妈越看他越不顺眼。在拖把攻势下，凌霄委屈地收起家湖围棋，一个人走出了小区。其实说他没去串门还是不对的，至少赵老师家他有去逛一下。主要是他被母亲的温柔状态所迷惑了，觉得待家里好爽，就想着休息2天，跟家人聊聊天，顺便刷刷围棋技能啥的。可惜这种老妈的温暖没法持续太久。唉，轻叹了口气，凌霄也觉得自己该办正事了，掏出名片拨打了上面的号码。嘟，我是幽鬼。很快电话就接通了。水仙区某高档茶室，坐在凌霄前面的是一名身穿兜帽风衣、面容俊逸淡漠的男人，他正是血色狼群副团长 A 级猎人幽鬼。我还以为你会在家多休息几天呢。给凌霄递上热茶，男人语气平淡的说道：已经休息好了，这边托您照顾了。小事。看着凌霄略带疑惑的表情，幽鬼了然一笑，说道：你不用纠结，跟你家人承诺的事情都是真的，包括你发小家也一样，就当做见面礼，哪怕你不加入我们军团，血色狼群也会帮你们包办这件事情。凌霄捏了捏茶杯，有些头痛的笑道：这见面礼也太贵重了，不说那些琐碎事宜，单单2家的安置房都是难以想象的价格，这种事情不值一提。幽鬼双手抵住下巴，只露出那双锐利淡漠的双眸。况且你会加入我们军团的，我对此很有信心。凌霄抿了口茶水，没有立即搭话。我这边给你简单讲解，你可以对照理解一下。幽鬼拿出2份档案，将其中1份递给凌霄。首先你会得10份普通灵液。幽鬼凝视着凌霄的眼睛，继续说道：你的发小赵思雅，她会得到7份普通灵液，你的母亲赵思雅的父母也会得到3份普通灵液。凌霄睁大了眼睛，有些茫然失措。呵呵，这能提升你母亲的寿命。幽鬼淡然一笑，说道：狼群给的永远是最大方的，你的妹妹以及赵思雅的妹妹，等他们年龄足够，也能得到军团的灵液份额。凌霄沉默了一下，沉声问道：这个很珍贵吧？便宜。幽鬼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道：用狼群的渠道买1份也就100万左右，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有价无市了。凌霄顿时对此肃然起敬。普通灵液只是添个彩头。幽鬼敲了敲桌子，语气郑重地说道：你还会得到顶级灵液2份。2份？无论是暴怒兵团亦或是荆棘蔷薇，他们都只愿意给1份，哪怕凌霄不懂行也能知道其珍贵程度。对的，2份。幽鬼嘴角勾起弧度，轻笑道：本来只准备1份，但团长觉得不够，就去荒区宰了只 A 级异兽，新鲜的。凌霄，你的异兽素材贩卖报酬是80%，跟 A 级干部一个级别。然后就是武器方面，在你实习期间，我们会提供2级合金武器，而在你正式毕业后，我们会准备1级合金，为你打造 A 级猎人使用的武器。幽鬼看着凌霄问道：你知道各级合金武器的特点吗？凌霄摇了摇头，因为异能原因，他不是很看重武器。幽鬼伸出手指对凌霄列举道：4级合金就是你们平时接触的3级合金，除了更加坚韧外，还拥有良好的威能传导储备功能，而2级合金则拥有了异化适应效果。异化适应，你的黑色异能应该是破坏力极强的例子吧？看着凌霄，幽鬼皱定地说道：除非你用威能承载消耗，不然你的异能是无法附着于武器上的。是的。凌霄诚实地点了点头。这种情况在高工异化的 B 级猎人中经常出现，而2级合金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在打造的时候混入你的异能粒子，这把武器就相当于专属，它不仅能高度适应你的异能，还能对其有一定的增幅储备能力，并且幽鬼抿了口茶，继续说道：因为是用你的异能粒子打造的，除非完全打碎重做，它几乎无法被别人使用时，否则会出现排斥现象，而这个排斥现象反而能让你的武器对敌人的异化攻击有一定的抵抗效果。凌霄点了点头，有些好奇地问道：那1级合金呢？1级合金它不仅能完全适应你的异能，甚至还得到了某种可能性。可能性？就在凌霄不解时，幽鬼伸出右手，瞳孔中涌上了苍白。纯白半透明的长笔从军团干部的手中冒出，漂浮于他的掌心。幽鬼抓住匕首，虚幻转成了实体，纯白的笔身不再透明。我将它化为了虚体，藏在自己身体当中。匕首化为了蝴蝶，在男人的手中转动。1级合金拥有了可能性，它不仅能被你同化，甚至还能随着你的成长越来越强。哪怕你成为了君主，他们也不会被淘汰。这很珍贵。幽鬼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认真地说道：每把1级合金武器都能让狼群大出血。凌霄明白，这种级别的东西怎么想都是价值连城的。血色军团是真的将诚意展示到了极致。不过他现在在意的倒不是这个。请问刚才您使用的异化是有涉及精神灵魂吗？凌霄能感觉到这位军团干部使用的能量
跟月白的性质十分相似。对于凌霄的问题，幽鬼嘴角泛起了弧度。想学吗？我教你啊。凌霄眨了眨眼睛，随后眼角弯起，语气狡黠地说道：副团长，咱军团啥时候带我家去看房啊？加我好友，等你那准备好。一个消息的事。幽鬼为凌霄续上热茶，语气随意地说道。第二天，血色狼群的工作人员带着凌霄、赵老师一家去鹿城区挑房子了。而此时，3位旅游少女到达了水仙区。带着朋友回家的赵思雅，面对那空无一人的房间，陷入了巨大迷惘之中。什么？因为你加入了血色狼群，所以我家也能一起搬家？赵思雅瞪大了眼睛，一副还有这种好事的表情。坐在赵思雅家的沙发上，凌霄歪嘴一笑：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赵思雅面色一沉，面露挣扎之色。随后，少女眼中闪过一丝坚决，低下了骄傲头颅，双手递上茶杯，请凌霄大哥饮茶。干得不错，小雅。凌霄翘起了二郎腿，觉得自己在发小面前从未如此风光。陈菲菲眯着眼睛看了一会，随后对身旁的友人问道：方文文，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我这觉得这个词不太好哦。方文看着朋友们耍宝，面露苦笑的说道：凌霄，你们这几天要搬家吗？需不需要我们帮忙？不用，有军团的工作人员包办。凌霄摇了摇头，说道：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房子？方文应该也有安置房吧？好像是。方文点了点头，思索了一会，说道：荆棘蔷薇说，只要我选择在他们那实习，就会马上帮我家搬到鹿城区。只有我家还没搬到安置区吗？叠词少女陈菲菲震惊了，原来她才是被孤立的那个。会有的。赵思雅拍了拍她的肩膀，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只不过你得等到明年，我们今年就能享受到。哈哈，陈菲菲不堪受辱，直接跟他拼了。就在这时，一名留着齐短发、面容俏丽的女孩端着水果盘子走了过来。凌霄哥，还有2位姐姐，吃水果。凌霄轻笑点头，而方文、陈菲菲也礼貌道谢。这个女孩叫赵思涵，是思雅的妹妹，跟林珊珊同岁。涵，我呢？为什么忽略了姐姐我？赵思雅满脸委屈地看着自家妹妹。少女沉默了一会，对着赵思雅嘱咐道：姐，记住不要吃到衣服上，很难洗的哦。你把我当小孩子吗？你房间的被褥我都铺好了，跟2位姐姐不要玩太晚，要早点睡哦。好。虽然五官跟赵思雅很像，但赵思涵莫名有种老妈子风范，让方文、陈菲菲大开眼界。赵思涵出门了，应该是去凌霄家找他妹妹了。凌霄也起身去书房跟赵叔叔阿姨聊了一会。赵思雅的父母都姓赵，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儿童读物编辑，两人都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气质亲和，很有夫妻相。因为两家的关系，林家兄妹是他们从小看到大的，这对夫妇几乎将其当成了自家孩子对待，所以聊起天来很随意，不显生分。到了晚上9点多，凌霄的手机收到了消息，为了挽回姐姐的威严，慷慨的雅姐决定带妹妹们去 KTV， 你也赶紧过来。宽敞豪华的包厢里，赵家姐妹在高歌合唱，歌曲很轻快，估计是啥2次元主题曲，还挺好听的。凌霄窝在沙发上，转头对身旁的妹妹小声问道：你会唱歌吗？不会。珊珊摇了摇头，面色平静地看着屏幕 MV。凌霄也不会，而且他基本不怎么听歌， KTV 更是没来过。果然还是自家老妹跟他最像了。那待会点首老歌，咱俩一起唱呗，省得跟那些人比。好。很快2只话筒交到了兄妹手中，熟悉的节奏响起。当珊珊开口的那一瞬间，凌霄就知道自己被演了。少女清脆的声线响起，好似林间的黄鹂，又似山谷的清泉，音域宽广，婉转动听，又富含感染力，让人沉醉其中。凌霄面无表情地转过头，看向了赵家小妹。珊珊是学校歌唱比赛第1名哦。赵思涵面露同情之色地看着她，说错了，珊珊跟她一点都不像，她竟然会做出扮猪吃老虎这种恶劣的事情。凌霄你唱啊！3名军武女大面露调侃之色，在那边怂恿着凌霄丢脸。凌霄轻哼一声，随即举起话筒，跟着老妹合唱起来。有一说一，因为学了好很多乐器，凌霄音准很棒，唱的也不难听。但和珊珊比起来，那真是高下立判，充斥着可怕的对比，逗得赵思雅马上打开了录音。煎熬的4分钟结束了，众人也打算放过凌霄，可他手中的话筒却已经拽不动了。歌唱 LV0，经验值+5。我打算再来一首。捏了捏手中话筒，男人的眼神顿时变得犀利起来。今晚的麦霸就是他凌霄的。还有没有高难歌曲？美声的也可以，快给我端上来。凌潇潇别唱了，休息一会吧。再给我1首歌的时间，再来1首，就1首，给我滚蛋，自己开包厢去。当晚，因为某人不仅霸占麦克风，还为了刷经验值，专挑一堆高难神曲，严重影响了众人的娱乐情绪。遭到了赵思雅的嫌弃驱赶后，凌霄只能苦逼的新开了个包厢，孤独地刷了几小时经验值。2天后，凌霄、赵思雅2家终于选定了房子，地点同样在明秋花园小区，但和林雪家距离很远，是一套大平层套房。凌霄家在 A 栋，赵思雅家在 B 栋，楼层有通道相连，勉强算对门邻居。决定好后，血色狼群的工作人员效率神速，当天就帮他们完成了搬家，并且还配好了各种家具及生活设备。明敞精致的大厅里，凌霄蹲在母亲旁边，握着她的胳膊，将淡黄色地灵液缓缓注入。感觉怎么样？拔起液管，凌霄看着母亲，语气关切地问道。林清荣揉了揉眼睛，语气略带不可思议地说道，视线好像变清晰了，呼吸也更加通畅，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凌霄微微一笑，站起身子。他们说普通人的威能适应性不足，使用灵液最好间隔1个月，剩下的我后面再帮您弄。最近多吃些有营养的东西，现在您的吸收能力。
嘱咐完母亲后，凌霄回到了自己的新房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保险箱，打开，映入眼帘的是2根金黄璀璨的液体。相比于普通灵液，它们实在耀眼了太多，光泽如黄金般闪耀，哪怕隔着杯壁都能感觉到那震慑灵魂的能量波动。军团已经将许诺的顶级灵液送过来了，按幽鬼的说法就是用得越早，凌霄进步的速度就越快。虽然凌霄肯定不会跑路，但明明还没正式加入，就敢将这么珍贵的东西拿给他，这血色狼群是真的魄力十足。拿起一根顶级灵液，凌霄打算今天就把它们用了。普通灵液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效果了，哪怕将军团给的10根普通灵液都用了，对现在的他来说也是杯水车薪，简直浪费。那10根灵液，他给了陈菲菲7根，给了母亲3根。之所以不多给母亲，是因为幽鬼告诉说，以后他随时可以通过军团的渠道购买。6根灵液足够凌霄的母亲用半年，而这半年，凌霄觉得自己能挣到很多钱。普通灵液前3根最有效，10根效果达到顶峰，后面的效果微乎其微。赵思雅、陈菲菲这种5年制学生也会得到官方给的3根普通灵液。狼群给了赵思雅7根，凌霄给了陈菲菲7根，这样2人的成长将会达到顶峰。至于方文，那根本不需要凌霄操心，荆棘蔷薇会为他准备的。呼，凌霄深呼了一口气，明明隔着瓶身，但凌霄的身体似乎感受到了那美味的能量，全身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传递着极其亢奋的情绪。为了让这个顶级灵液达到最高效果，上次获得的潜力点，凌霄直接加在了精神上。现在他的属性是力量22、敏捷21、体质33、精神34。事不宜迟，凌霄也没有拖延，直接将针口对准手臂，按下按钮。噗呲，璀璨的金色液体正在减少，澎湃堪称恐怖的能量涌入了凌霄体内，身体里的细胞像是疯了一样，张大嘴巴，犹如永不满足的饕餮，将这种来自于高位生命的精华吞入体内。细胞在升华，身体的层次正在跃进。凌霄舒适地合上了眼睛，这犹如连续加点的提升，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让他着迷。少顷，瓶内的黄金干枯了，但凌霄的身体仍沉醉于那跃升的快感中，所有细胞都嗷嗷待哺，不愿意就此停歇。那就继续。噗呲，第2根黄金再次注入体内，在体质的升华中，凌霄睁大了眼睛，体内的威能被吐出来了。他身体里的细胞似乎在嫌弃这过时的能量，纷纷将自己储存的威能倾吐，使凌霄不自禁地开启了猎人模式。但哪怕是这样，凌霄的身体仍不满意，他们在驱赶着体内的威能，想要将其彻底清除。熊，深灰色火焰迸出了身体，从他的体表流出，越来越多，在空气中熊熊燃烧。现在的凌霄犹如一颗庞大的深灰焰球，强悍的威能在无止境流出，很快就要满溢整个房间。凌霄眼睛一凝，他身周的威能顿时开始汇聚，在空气中形成结晶体，1层、2层、3层，以他的漫溢出的灰焰为能源，一层又一层的威能结界将他层层包裹。威能 LV2， 经验值加14，威能 LV2， 经验值加12，威能 LV2， 经验值加13。终于，黄金灵液见底了，凌霄的体内能量也被彻底掏空了。而此时的房间已被数不尽的威能结晶充斥，犹如一个深灰金堡。啪！凌霄打了个响指，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威能结晶开始安逸破碎，碎片汇成涨流，涌出窗外，消散于空气当中。握了握拳，感受着空空如也的躯体，凌霄眼帘抬起，看向了面板，体质33提升为40，这是他有史以来体质最大的一次跃升，哪怕以前连加6点体质的那次，也远远无法与现在的感觉相比。凌霄捏了捏手骨，骨骼犹如金刚般坚韧，体内心脏的跳动是如此的强悍有力，明明体内一点威能都没有，但他却感觉此时的状态是如此完美，如此的神清气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凌霄已经清楚了。打开手机，跟老妈发了个消息，说自己要闭关修炼，不用叫他吃饭，也别来打搅他。凌霄反锁房门，双腿盘坐于地，然后运转了威能提炼法。如往常一样，穹顶之上，恐怖的威能洪流坠入大地，被凌霄的身体所吞噬。但这一次持续时间可不是那短短1个小时，无论拽下多少威能，凌霄都将其吞噬殆尽，渣都不剩的那种。他的身体似乎永远无法满足，永远的如饥似渴，贪婪地索取着每一分能量。体内的细胞这次可不仅嫌弃他身体的弱小，他们吞噬掉能量，成长、分裂、替代，又将其转化成强度极高的威能，储备于身体内部。细胞在革新，能量在迭代，威能光柱没有停息，无止境降下。在小区猎人们那惊愕的眼神中，日夜耸立于这栋楼房，犹如一道奇景。2天后清晨，满身黏糊的凌霄站起身子，拿着衣物跑进浴室，在搓了几斤死皮仙丹后，凌霄浑身清爽回到房间，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手抚着窗沿，不敢用力。体内的力量澎湃的让他感到可怖，似乎只要轻轻合拢掌心，就能将一只地级高危异兽捏成肉泥。力量25，敏捷21，体质40，精神34，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说以前凌霄的肉体力量只是堪比普通的 C 级猎人，那现在估计已经接近高位梯队了。并且他现在的能量，凌霄伸出手，一朵深灰的火焰燃了起来。相比于以前，它的颜色更加深邃，更加浓厚，单单存在着就能感觉到那夸张的强度威压，甚至在那灰焰的边缘似乎还凝聚着锋利的深色晶片，随着焰苗荡漾。熊，深灰涌动，发黑的灰焰吞噬全身。身穿灰烬战衣的凌霄从火焰中走出，打量着身上的变化。在他灰烬战衣的手套、护腕、战靴、高领、胸口、尾符纹路上似乎都挂上了些许深灰色结晶，它们于灰焰中燃烧，很不显眼，但却蕴含着极强的坚韧与锐利。凌霄握了握手掌，闭上眼睛，静心感受了一下。
这无可匹敌的力量给了他一种错觉，似乎只要他全力以赴，哪怕不使用异能，也能将其破坏掉学校的合金武器。只不过这敏捷差距带来的阻塞感确实让他十分难受，该去练了。收回能量，凌霄掏出手机给白闪发了个消息：狂斗道场，一起。帅哥点赞点 GPG。接下来估计要多多光顾狂斗道场了，不仅是提升敏捷，凌霄还要将搏击术升到 LV3，顺便刷刷威能武化的熟练度。再顺便挣一点小钱。狂斗道场，身材魁梧的男人行走在安静的序列3通道里，他留着夸张的爆炸头，身高有1.9米以上，眉毛乌黑浓密，嘴唇较厚，神色中带着一些散漫感。通道尽头，男人伸出手推开了隔音良好的大门。哦，星号庞大的场馆房间里，人声鼎沸如雷。四周的观众席上密密麻麻地坐着接近5000名观众，此时他们脸上挥舞着双手，神色激动地看着天顶的大屏，里面播放着2位男性猎人的战斗，他们身上缠绕着浓厚的威能，拳脚之间澎湃的灰色能量如同气泡光波震击空气，如同特效大片般爽快。这是由几十台高速摄像机外加超级 AI 实时捕捉剪切的画面。之所以不直接看擂台，只是单纯的因为战士们的速度已经快到他们看不清了。军用的能量隔膜正在运转，半球形的屏障笼罩着擂台上空，防止猎人的威能放出伤害到观众。200×200米的擂台上，地板铺设了一层粗糙的钢面，2名 C 级猎人化为了灰色的流光，奔驰于擂台，每次相触皆能掀起飓风般的冲击波，拳头击出光炮，手刀打出斩芒，每道鞭腿都犹如巨型的断头台，带着灰色光柱横扫全场。爆炸头男人看了回擂台，咂巴了一下后唇。灰色铁牛跟猎者吗？这2人好像进步了一点。收回视线，走向了零散的选手席，男人伸出手，语气慵懒地打招呼道：哟，好久不见啊，各位。这懒散的语调吸引了在场20多位猎人的注意力，他们转过头看向男人，纷纷挑起了眉毛。这不是爆炸头虎克吗？好像几个月没看到你了，还以为你待在军团不出来了，又去哪里烫头了？是爆炸拳 Hyuk， 前段时间有 B 级异兽越位，队长带着我们在荒区追查了几个月才宰了他。男人在空位上坐下，双手随意地跨在椅背上，向众人问道：话说这1号擂台咋这么冷清？才20来个人，还不是你们3大军团不跟我们玩？爆炸头的旁边一名男猎人咧了咧嘴，调侃道：军团收了那么多 C 级猎人，都躲在本部自己练自己的，我们这当然人少啊。更正一下，是狼群跟蔷薇的比较少来这边，我们暴怒兵团可是道馆的常客。男人挠了挠蓬松的头发，叹了口气说道：猎人协会发了许多异兽追杀的任务，军团最近还是很忙的。跟着熟识的猎人们聊了一会，爆炸拳 Hyuk 瘫在沙发上，慵懒地看着擂台上的战斗。可就在这时，选手席上却传来了小阵骚动。灰烬那小子果然来了。好家伙，今天周一就来1号擂台，还真是按星期数选房间的。可序列3就5个擂台，他周6周日去哪了？周6周日他休息。爆炸拳 Hyuk 转过头看向了擂台房间的入口，那里站着一位面容俊逸的年轻人，他穿着让人倍感熟悉的军武制白衣黑裤，此时正对着选手席的猎人们露出了青涩腼腆的笑容。而看到他的笑容，在场的 C 级猎人嘴角一抽，后槽牙顿时痒了起来。爆炸头挑了挑眉，对旁边的猎人问道：新人？新人？男猎人点了点头，沉声道：而且他还是大3生，过段时间才实习。今年的实习生？序列3的实习生？爆炸拳 Hyuk 摩挲着下巴，神色里略带一些讶异。那他肯定是异能使，该不会是我们军团的新人？在这个年纪就能跟 C 级猎人同台竞技，在男人的眼中也就只有异能使做得到了。这种级别的天才几乎都会被3大军团招揽，很少出现意外。是异能使，只不过他有点不一样。男猎人眼中闪过一丝古怪，随后叹了口气，说道：灰烬听说是血色狼群的，你们暴怒兵团失去了一个好苗子。那确实。爆炸头微微颔首，赞同道：异能使培养个1-2年，等他学会威能放出，估计就有 C 级顶尖战力了。今年又错过了一个未来干部，我们团长估计头痛死了。爆炸拳 Hyuk 说的话很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常识。但不知道为什么，附近的猎人们纷纷露出了相当微妙的眼神。恭喜猎者获得胜利！哦，猎者，猎者，猎者！星号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女主持面带微笑，对着获得胜利的壮汉问道：请问您是选择守擂，还是结束比赛？男猎人捏了捏脖子，咧嘴笑道：守擂吧，还没打爽。好的，有请下位挑战者上台。在诸位猎人们不出所料的眼神下，凌霄站起身子，对着四周礼貌颔首：各位前辈，可以让我先上吗？今天应该不会太久哈。星号猎人们抿了抿嘴，欲言又止，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哈哈，原来这次的挑战者是灰烬选手啊。女主持暧昧的笑了笑，对守擂的选手投以同情的眼神。看着站在对面年轻人，猎者脸色一跨，直接挥了挥手喊道：打个屁，我累了，不打了。还没等大屏显示战绩，壮汉猎人便走下擂台，留着女主持在台上尴尬苦笑。这种做法相当没有礼貌，但四周的观众们却没有加以批评，反而摇了摇头，对他的投以理解的眼神。果然来了，周一固定打卡上班吗？猎者没输，输给灰烬不算数。如果他不变身，第一批队还是能跟他打的。裤子都脱好了，他不变身我看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女主持话音已经落下，但选手席却静悄悄的。多数的 C 级猎人表情平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其中能量威势最强的几位，他们面色挣扎，有些慎重，但更多的是跃跃欲试。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选择，已经有人先站起来了。上了，几个月没打手痒了。爆炸头男人手插着裤兜，操着慵懒的口音说道：“我得顺便测试下这个年轻人，看看兵团错失的天才异能水准到底怎么样。”听了他的话，周围的猎人们顿时面色一正，随即他们便默契地翘起嘴角，对着男人竖起了大拇指。上吧，胡克，这小子让给你了，记得放点水，人家可是学生。爆炸头，给年轻人展示展示 C 级顶尖强者的风采，你得给人家放异能的时间，别上来就把他打趴了。是爆炸拳 Hyukyu。男人挠了挠蓬松的头发，对于熟人们的热情，他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几个月不见，他在猎人当中这么受欢迎了，这就是所谓的距离产生美吗？在心底感慨人际关系真是奇妙后，爆炸头手插着裤兜，脚步闲散地走上了擂台。欢迎我的下一位选手，爆炸拳 Hyuk。女主持那高昂的嗓音落下，场外的观众们顿时眼睛一亮，是爆炸头，好像好久没看到他了。芜湖，第一批队来了，他的话应该就能让灰烬变身了吧？灰烬越来越离谱了，刚开始还能输几场，现在站定在擂台。当选手信息显示之后，爆炸头男人就是知道自己被阴了。姓名：爆炸拳 Hyuk， 职业：猎人 C 级，胜场788，总场次911。姓名：灰烬，职业：学生，大三，胜场240，总场次245。啥玩意？爆炸拳 Hyuk 原本慵懒的眼睛顿时瞪圆了起来，这胜率是什么鬼？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啊？女主持宣布了比赛开始，悄然退下擂台，场上只剩下2名选手。那个爆炸拳 Hyuk 前辈看着这位没见过的猎人，凌霄有些疑惑，他的称号为啥这么复杂？叫我爆炸拳或者爆拳就好了。爆炸头男人摆了摆手，似乎已经习惯被叫错了，解释道：当时队长给我填外号，名字被抢住了，我让他随便打了几个字母进去。原来如此。凌霄点了点头，原来猎人协会也有这情况发生。喂，灰烬小哥。爆炸头猎人沉吟了一下，脸色有些纠结地问道：你的异能是不是某种超高危类型啊？凌霄愣了一下，随即便点了点头。那就麻烦了，我今天可能真就栽在这了。爆炸拳 Hyuk 叹了口气，语气有些无奈。某些异能的杀伤力实在太不讲道理了，一个不好就缺胳膊断腿。生死相搏虽然不一定会输，但现在只是打架切磋，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听了对方的话，凌霄眨了眨眼睛。没事前辈，我不使用异能，咱们正常打就好。正常打？你可是个异能使。凛冽的鞭腿袭来，爆炸头猎人眼睛一凝，抬手挡下了腿击。砰！双方都没有使用威能缠绕，但恐怖的力量仍然震颤着空气，在空中炸起了闷响。感受着对方的力道，猎人讶异地挑了挑眉：你小子是不是太夸张了点？这腿力在 C 级猎人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但还远不如你不是吗？凌霄收回右腿，轻笑道：对方的属性力量31，敏捷31，搏击术 LV3，步法 LV3，威能 LV2，98%。在 C 级猎人的顶层有一些极其离谱的强者，他们的肉体力量已经接近 B 级猎人，但因为未习得威能异化，只能停留在 C 级猎人领域，就跟曾经的妙飞老师一样。1个多月前的凌霄就曾在这些强者上吃过几次苦头，当然也跟他当时敏捷严重拉胯有关。哪怕开启了灰烬模式，力量上不是很虚，但在神经反射、战斗技巧上还是远远不如他们。在不使用异能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靠着40点体质拖死对手，但凌霄想了想，还是算了，这实在太赖皮了。也是在第1周，他认输了好几场，当然也就那几天，毕竟在这1个多月里，他的属性也是一直在成长的。凶！在爆炸头猎人那震撼的眼神中，深灰色的焰球燃起，爆裂，恐怖的威压震荡着空气。身穿灰烬战服的凌霄从火焰中闪出，再次对着猎人甩出一道鞭腿，但这次爆炸拳 Hyuk 可不敢应接，他的四肢直接燃起了灰焰，身体冲天起，直奔擂台外侧，漂浮于空中。猎人咧开了嘴角，在接近擂台边缘，他调整身形，一层灰色的屏障出现在他脚下。轰！恐怖的力量全部倾泻在那道威能结界上，猎人的身影停了下来。重新抬起头，爆炸拳 Hyuk 的脸上已不见刚才的慵懒，反而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兴奋感。这离谱的能量强度，以及对方战衣边角的威能结晶，在看到的第一眼起，他已经明白了一切。这小子根本不是靠着异能获胜的。猎人没有了闲聊的心思，他只是笑容狂热地弓起身子，对着下方的凌霄隔空挥出一拳。轰！深灰色的拳压爆出，犹如一团光炮一般，逐渐放大，强悍的力量笼罩了下方的人影。凌霄抬起右手，朝上劈出一道斩芒，瞬间撕碎了对方的拳炮。但这时，这位顶尖 C 级猎人已经化为一道流光射下来了。他贴近对手的身体，化身为狂放的凶兽，与凌霄展开了贴身肉搏。每道拳锋都会爆出强悍凝实的能量光束，每道鞭腿都能挥出所向披靡的锋锐斩芒。而且这还不是远程攻击，而是贴着对方的肉体直接迸发的。啪啪啪！两人的身上深灰色的威能结晶一直在成型破碎，替他们抵抗最致命的攻击。轰轰轰！双发强悍的威能余波撕碎了空气，深灰色的能量攻击接连爆起，在擂台屏障上荡起了高频的波纹。此时的爆炸拳 Hyuk 已经毫不吝啬威能，他大部分的身体都笼罩着凝实的灰焰，有点类似于凌霄灰烬战衣。也只有他这种最顶级的 C 级猎人，才能拥有这样的能量储备，能长时间发挥出这种超频战力。而面对强悍无比的对手，凌霄也没有退后半步，在对方雷霆般的攻势下，他只会选择和对方硬碰硬。轰轰轰！
在狂雷般的搏击中，隐藏在视野里的面板也一直跳动着接连的数字。搏击数 LV2， 经验值+8，威能 LV2， 经验值+6，搏击数 LV2， 经验值+10，威能 LV2， 经验值+8。在观众们震撼的眼神下，这场肆意宣泄的战斗持续了30分钟。在对方身上的威能焰杀破碎的一刹那，凌霄收住拳锋，停下了攻击。喘了几口粗气后，爆炸拳 Hyuk 仰头大笑，脸上满是豪放快意。我输了，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哦，星号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爆炸头猎人拍了拍凌霄的肩膀，厚实的嘴唇微微勾起。真是个怪物小子，为啥你不来我们暴怒兵团啊？风格可能有些不适合我。唉，算了，只是我家团长这次真的要哭了。这可不是错过预备干部，这是错过了军团未来啊！猎人深叹了口气，插兜转身，慢慢的走下了擂台。灰烬选手，请问您要守擂还是结束挑战？守擂。经过了1个多月的苦练，凌霄的搏击术 LV2 已经临近升级了，再打个1场差不多就结束了。至于会不会有挑战者，凌霄并不担心。下面的选手席可是还坐着几位极强的选手，虽然他们都曾输过凌霄，但那些猎人不会就此退缩，他们心里肯定想着要赢回来，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故意守在凌霄打卡的房间。果然，没一会，一名面色冷漠的猎人走上了擂台，他望着对手，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战意。对此，凌霄露出了友善的笑容。轰轰轰！搏击术 LV2， 经验值+7，威能 LV2， 经验值+4，搏击术 LV2， 经验值+8，威能 LV2， 经验值+6。威能洪流接连迸发，在狂暴的实战肉搏当中，凌霄的技能也终于跨上了边界。搏击术 LV2， 经验值+8，威能 LV2， 经验值+6，搏击术 LV2 提升为搏击术 LV3， 潜力点+1。在技能升级的一刹那，凌霄弓起了身子，熊！他右臂上灰焰熊熊燃烧，锋锐的威能结晶充斥着焰苗边缘，犹如半透明的刀片。凌霄的焰拳轰向了对方的胸口，威能屏障。在猎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下，骇人的光柱迸发了，强度高到离谱的能量无情击碎了他的防护结界，并且没有停顿，光拳如同雷闪一般继续击了他的腹部。轰！猎人身上的威能杀衣被撕碎，强悍的力量渗入体内，让他口吐酸水，四肢无力地瘫在了地上。恭喜凌霄选手获得胜利。哦，星号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倒地的猎人强抬着眼帘，闷声问道：你小子以前是有留手吗？对此，凌霄挑了挑眉毛，轻笑道：上周我又变强了一点，不仅是因为刚才的搏击术升级，早在上周3，凌霄灰烬模式下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这些顶级选手了。这些天压制力量，只是为了能多刷点经验值罢了。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凌霄手举着手机，神态悠闲地刷着最后的围棋经验。终于，在经过了10几分钟的快棋博弈后，对面那位职业2段的女选手终于败下阵来。恭喜您获得胜利！围棋 LV2， 经验值+30，围棋 LV2 提升为围棋 LV3， 潜力点+1。放下手机，凌霄站起身子，舒适地伸了个懒腰。这个长假已经临近末尾了，明天他就要去猎人协会报道，选择实习小队。现在终于压着线，将预定的潜力点拿到手了。主要是他平时也是以搏击术、威能武化的训练为主，围棋都是趁着碎片时间来一盘，不然应该还能更快。打开面板，将潜力点加到了精神上。现在的凌霄的属性是：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0，力量27，敏捷27，体质40，精神36，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74.2%， 搏击术 LV3 0.6%， 双手剑 LV2 45.3%， 步法 LV3 1.2%， 威能 LV2 82.8%， 巨能 LV1 44.3%。力量属性其实已经临近28点了，估计再过不久就升级了。巨能进度还不错，但太挑场所了，凌霄每次练习都得跑很远，不然会被猎人协会找上门来。至于威能 LV2 为啥还没升级，那是因为现在凌霄有点卡关了。熊！灰焰燃起，近10片威能结晶凝聚于空中，开始移动、组装、变形。一片充当踏板，载着凌霄漂浮于空中；一片充当椅子，让他直接坐了下来。还有2个柱形的扶手，曲形的靠背，舒适的颈垫。很快，一把由威能铸造的懒人椅完成了。它流露着深灰水晶般的光泽，边角还燃烧着焰煞。凌霄慵懒地躺在上面，2把结晶团扇漂浮于左右两侧，为他轻轻的扇风。威能 LV2， 经验值+6。自从威能 LV2 的经验值到达 75% 以上后，威能结晶的经验值越给越少，就跟以前练威能放出一样，他需要练习下一阶段的异化。但很可惜，虽然天天把自家的黑焰、月白掏出来盘，但是对于如何异化体内的威能，凌霄还是有些无从下手。问蓝豹老师，他也只是让他继续熟悉，照常训练。感觉到了，身体就会自己动起来了。想想也是，如果异化这么简单，就不会有那么多 C 级猎人卡在这了。顶级的 C 级猎人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练成异化，而异能使在这方面优势较大，估计能在1年左右就完成。当然，对凌霄而言，这个时间还是太长了，他想要在1、2月内完成。虽然现在对异化还有些懵懂，但他还是可以刷经验值的。既然威能结晶给的经验值越来越少，那就加大投入，加大频率。生活中，威能结晶能用就用，反正它能量多，可以使劲造。结果到现在，
这个技能被他玩出花来了，真的很方便。结晶懒人移动了起来，他载着凌霄来到门口。咻！一只灰水晶般的手掌凝聚于空中，用2根手指轻柔地打开了房门。威能 LV2， 经验值+3，这个力道需要严格把控，要不然一个不小心，门把手就被捏扁捏碎了。房门打开后，水晶懒人已载着凌霄来到了洗手间。几只结晶手掌飘了出来，挤牙膏、接水、刷牙、洗脸，有时微操不够好，需要他出手辅助。将一切工具归位后，水晶已马不停蹄地载着凌霄来到了厨房。结晶手掌又开始忙碌起来，开电饭煲、拿碗勺、盛粥、喂食，就好像几个无形的保姆一样。而对面正在吃饭的珊珊，已经对此场景已经面不改色了。只不过他时不时会用看懒鬼的眼神盯着兄长，这让凌霄深感痛心。这一切都是为了刷技能，绝对不是自己堕落了。已经被威能保姆服侍成废人的凌霄，为自己找了光明正大的借口。我先出门了。水晶懒人已载着凌霄从家里的落地窗开始升空，几道威能屏障竖起，犹如挡风玻璃一样，为里面的乘客提供最舒适的环境。做完这一切后，凌霄掏出手机，打开了定位地址。熊，灰焰燃起，水晶已化为一缕深灰流光，带着长长的尾焰，高速翱翔于路城区的上空。这可比地铁快多了。很快，凌霄就跨越了几十公里的距离，从一处别墅庭院中降落。来了。身穿休闲兜帽长袖的幽鬼瞥了凌霄一眼，他手上拿着个花洒，正给院子里的植物浇水。走吧，先去练练上次教的。两人来到一处露天小亭，亭子里摆着一张茶桌，几把藤椅，桌子下面则有着一个金属笼子，里面有几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幽鬼一边泡着茶，一边对凌霄说道：“就用这几只做目标吧。”凌霄点了点头，蹲下身子，月白在眼瞳中涌起，皎白的光点渲染了空气，充斥着整个小厅空间。凌霄伸出右手，光点开始汇聚，在他的手上形成了白色薄膜，犹如一层丝质手套。随后，凌霄将手放在笼子上方，指尖轻轻弹下，叮，指甲与金属网格接触，清脆的声音响起。无形的声波此时似乎形成了实质，月白色的光点荡漾成圈，缓缓地扫过其中一只小白鼠。原本活跃的鼠鼠，此时却僵住了身子。他眼膜轻合，静静地趴在了地上，犹如陷入了深深的沉眠之中。幽鬼的眼中荡起了苍白的焰火，他看了看毫无动静的白鼠，又看了看其他几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赞赏地点了点头。控制力不错，这只的灵魂已经碎掉了，另外几只完好无损。这不是老师您教的好吗？凌霄咧开嘴角，轻笑调侃道。因为凌霄尚未学得异化，幽鬼无法对他进行正式的教导，但他也根据凌霄现在的情况，提前教了点东西。副团长的异化是涉及精神、灵魂、虚幻等领域，跟凌霄的月白有些相近。按他的说法，像这种抽象领域的能量，一般是很难干涉现实事物的。就好像凌霄的月白斩击，如果想要杀死实体的异兽，消耗的能量将比普通威能高上100倍，相当得不偿失。幽鬼认为，如果凌霄想要让黑焰与月白互相协作，甚至融合，就必须深刻了解两种能量的使用方式。相比简单粗暴的黑焰，梦幻领域的月白更加让人难以捉摸。灵魂、精神是种抽象概念，它处于世界的夹层，来源于生命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更基于生命的知性，因此可以从几个方向出发：视觉、听觉等五感，以及战士、异兽对能量的感知。像刚才的声波攻击，其实就是基于听觉，让异能粒子完美融于声波之中，以抽象的方式混入生命的精神领域。这种攻击方式出源于某种亡灵生命的嚎叫，幽鬼从中取得灵感，研发出更适合猎人的使用手法。这也让凌霄深深感慨及猎人的见多识广。既然你已经熟练掌握着手法，那就开始进入下一步吧。幽鬼凝视着凌霄的眼睛，声音低沉地说道：“凌霄，你有过噩梦吗？”凌霄能看到副团长的双瞳之中火焰在微微荡漾，随后苍白涌起，吞没了整个世界。凌霄回过神来，世界已经变了。他现在身处的已不再是那鸟语花香的庭院，而是一片尸骨遍地的血肉荒地。鲜红的血水汇成长河，在白骨与腐肉之间缓缓流淌。远处让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正在尸山中蠕动爬行，它们有的像人类，有的像异兽，没有皮肤毛发，血肉破碎，蛆虫漫爬，黄脓流淌，隐隐可见里面的肮脏白骨。凌霄转过身，看向所处的小亭，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了某种怪兽尸骸头颅当中，椅子变成了爬着虫蝇的臼齿，桌子是一颗长满绒毛的菌菇。原本的香气四溢的茶具茶杯，此时已被一只巨大漆黑的蜘蛛替代。它匍匐于桌面，胸背之腿上长满了人类眼睛，它们大小不一，布满血丝，此时全都紧紧地盯视着凌霄，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恶意。而在蜘蛛的后方坐着一副人类白骨，他右手的骨指上捏着一只小蜘蛛，双颚张起，咬下，噗嗤，猩黄的脓汁从骨缝中喷出，流淌，为整副白骨骷髅染上了肮脏色彩。看着这恐怖的场面，凌霄眨了眨眼睛，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真实。视野里是尸骨蝇虫，鼻息中满是血腥腐臭，外面那血水的流淌声，怪物们的呻吟嘶吼声萦绕于耳。甚至凌霄伸出手在蜘蛛表面抚过，绒毛尖锐硬实，眼睛滑溜并富有弹性，连触感都跟现实一模一样。这一切都这么完美，这么栩栩如生，而且脑海中似乎有一道声音一直在暗示他，这里才是真的，眼前的一切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但凌霄总有种莫名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让他无法感到恐惧，无法带入真实的世界。抬起眼帘，凌霄注视着骷髅眼眶里的苍白火焰，说道：“副团长，啪嗒，破碎了。”
如镜子一般，眼前的一切都破碎了。恍惚之间，凌霄已经回到原来的小亭，木桌上青烟袅袅，弥散着浓郁的茶香，而对面手捏着茶杯的幽鬼，此时却陷入了微微的愕然之中。他看着凌霄，有些狐疑地问道：“你刚才用异能抵御了？”“没有啊。”凌霄摇了摇头，“没用异能就走出了我的噩梦？”幽鬼瞪起眼睛，顿时有些迷惘了。他拉起兜帽戴在脑袋上，脸色沉重地低语道：“这怎么可能啊？虽然没有认真引导编织，但也不应该被学生破解啊。难道休息久了，最近手法退步了？也有可能是昨晚的恐怖片不太行，太老土了，没有代入感，演着演着还变成3级。啊，不对！”差点陷入自我怀疑的幽鬼抬起脑袋，看向了一旁这位满脸无辜的学生，沉声问道：“凌霄，你的精神强度是不是高得有些过分了？”“还好。”瞥了眼已经高达36点的精神属性，凌霄露出了有些心虚的笑容。幽鬼眼角抽了抽，随后叹了口气，说道：“算了，总之就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异化属性，是可以对生命编织幻境的。它需要某种引导，让目标的感知混入你的能量粒子，可以是声音、画面、气味、味道、触碰等等，甚至……”幽鬼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道：“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能量波动，让敌方的探查神经陷入幻境之中。”凌霄想了一会，问道：“这种幻境会限制对方的活动吗？”“不止。”副团长勾起嘴角，露出了有些危险的笑容。“如果对方无法走出我的噩梦，认为自己真的死了，那他很可能再也醒不来了。”幽鬼讲解着编造幻觉的要领，凌霄学得很认真。虽然这并不是自己异能的主要攻击方式，但多方面的学习有助于全面了解自己的月白粒子。也许这些技巧对凌霄以后没有太大作用，但他一定要会。凌霄不满足现在黑焰、月白泾渭分明、互不干扰的现状，就算不奢求融合，也至少要让他们互相协作，这样凌霄的力量才算得上完整。为此，他必须充分理解自身的2种能量。要点大概就这样了。幽鬼抿了口茶，对凌霄淡笑道：“想要编织出真实的幻境，需要无数的练习，需要庞大的想象力，需要缜密到极致的思维。从细小的事物开始，一点点扩大、天坠，等你经过了数年的练习，你也能构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现在试试。”幽鬼指了指地上的小白鼠，说道：“让他们吃到食物，你今天就算成功了。”“嗯，好的。”凌霄点了点头，思索了一会副团长教导的技巧，然后他蹲下身子，在小白鼠们茫然的眼睛下，伸出了晕染着月白的右手。凌霄的精神很集中，他的大脑在幻想着自己的手心有一颗坚果，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重量，并用精神力将画面传递给手中的异能粒子。随后像是抛出食物一般，对着鼠鼠们做出动作。小白鼠们骚动起来，在他们的视野里，似乎有一颗坚果被抛进了笼子里，躺在了隔网上。他们围绕着隔网上的坚果，尝试嗅嗅咬咬，但就是无法触碰到它。他们的智商不足，没法快速认出问题。但如果是人或者异兽，你的幻境已经破碎了。幽鬼看了笼子一眼，说道：“想象编造要全面，不能让其露出破绽。”说完话，幽鬼看向了凌霄，却发现这个学生好像愣住了。“你怎么了？”“啊，没事。”凌霄抬起眼睛，注视着眼前的面板。“织梦 LV0，经验值+5。”“副团长，非常感谢。”“好的，但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郑重？”没向满脸问号的猎人解释缘由，凌霄再次伸出右手，认真的编织起环境。这次加了触感以及坚果被移动的动势。凌霄丢下了坚果，小白鼠们开始争抢了起来。其中速度最快的一只叼起了坚果，一直啃咬，但却怎么也咬不动。织梦 LV0，经验值+7。凌霄汲取经验，加入了坚果破碎的状态。织梦 LV0，经验值+8。加入味道。织梦 LV0，经验值+9。加入吞咽饱腹感。织梦 LV0，经验值+11。半小时后，凌霄手捧着一堆坚果，将其丢进铁笼里。所有的小白鼠都开始雀跃起来，它们对着满地的坚果打滚，啃啃咬咬，甚至还有一只吃撑了，趴在地上不想动弹。织梦 LV0，经验值+23。织梦 LV0 提升为织梦 LV1，潜力点+1。凌霄站起身子，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会，相当优秀。幽鬼看了下笼子里的白鼠，脸上露出了赞叹的笑容。接下来你可以编织其他的物品，从小到大，简单到复杂。等积累足够多的经验，你就可以尝试构造活物了，比如蚂蚁之类的。听了副团长的话，凌霄张开眼帘，脸上浮起了神秘的笑容。随后他弯下腰，在幽鬼困惑的眼神中打开了铁笼的柜门。月白色的光芒晕染着空气，铁笼的柜门被打开了，但笼子的小白鼠们此时却陷入了极端的躁动之中。吱吱吱，它们厉叫连连，疯狂地跳动，攀爬于网格之中，似乎柜门那边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进来了。吱！突然之间，有一只白鼠躺在了地上，它的嘴巴张合，发出了尖锐的凄鸣，四肢对着上方抓挠挥舞。明明没有任何东西触碰它，可白鼠的脑袋却一动不动，似乎有无形的生物咬住了它的头颅。幽鬼愣了一下，随即脑中浮出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猜想：黄！苍白色火焰荡漾，猎人侵入了白鼠的感知，看到了属于世界夹层的幻象。那是一只栩栩如生的狸花猫，它饥肠辘辘，目光凶狠，此时正死死咬着白鼠的头颅，啃食咀嚼。毛发、体温、气味、痛感、眼球爆裂、咀嚼声、骨头破碎声、血液汲取声，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对于这只白鼠而言，现在的它正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血肉被撕裂，骨头被嚼碎，眼珠已经看不到光明，剧痛侵蚀着它的神经，让它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呼吸越加稀薄。
直到尖牙碾碎了他的脑髓，一切的感知都消失了，世界只剩下无边的黑暗，没有嗅觉，没有疼痛，没有声音，没有光彩，同时也没有了知性。啪嗒，幻境破碎了，幽鬼从白鼠的感知中脱离，回过神来。笼子里那只鼠鼠已经不动了，它身上完好无损，心脏仍在跳动，但身体却停止了呼吸。其大脑似乎放弃生存本能，自主地走向了绝路。在幽鬼的视野里，他能看到那团渺小灵魂已经破碎不堪，逐渐消失于肉体之中。他将那逼真的幻境当作现实，抽象的异能粒子彻底入侵了知性，击碎了他的精神与灵魂。这怎么可能？幽鬼有些无法理解这一切。构造物品需要庞大的经验，一点点累积，一点点纠正，而想要编织出活着的生物，其难度更是几何倍数的提高。他全身的形态、情绪、神态、气味、触感、温度、运动状态、力量等等，只有将一切都考虑完善，用庞大的想象力以及极其熟练的幻境编织手法，才能将其构建的有血有肉，没有破绽。至于用幻境去杀死一只生命，那要考虑的东西又将成倍提高。对方与幻象接触时，每一步的触觉，每一处的痛感必须足够真实，才能将让大脑相信自己正在死亡。而这时，完全入侵对方精神领域的异能粒子，就能将那毫无抵抗的灵魂撕成碎片。相比起简单粗暴的音波攻击，幻境一旦成功，它的伤害将更加有效，更加致命，并且能将对方肉体的阻隔降到最低。但其难度、复杂程度也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在幽鬼的预期里，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至少需要经过1-2年的练习。而像凌霄这种天才，半年以内他也能理解。但问题是，现在才练了不到1个小时啊！幽鬼顿时眼角抽搐了起来，他感觉自己完全无法接受，尤其是这学生现在还蹲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让他有些高血压的话语。副团长，构造生命的强度越高，消耗也越高耶，上限好像取决于我的异能投入跟精神强度。那面对实力超强或者精神力高于我的，这个幻境好像就没啥效果了，最多就困对方一会。副团长，有没有以弱胜强的秘诀？当然没有啊！幽鬼咬了咬牙，强行抑制住了内心的咆哮。如果幻境真能以弱胜强，那他现在就去单挑 S 级异兽了，哪会在这边当一个小小的 A 级猎人？深吸了一口气，幽鬼克制住情绪，努力保持着自身的形象。凌霄，你已经成功让他们沉入幻境了，很厉害，但不要自满。注视着学生的眼睛，幽鬼语气沉静地说道：他们的智慧太低，无法分辨眼前的一切，但如果你施展的目标是人类或者异兽，那难度就将截然不同。你需要更细的引导，更加缜密的构建，才能让他们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踏入你所准备的世界。好的，对于副团长的告诫，凌霄牢记于心。看到凌霄虚心接受，幽鬼点了点头，冷峻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容。那就试一下吧，我不做抵抗，你尝试对我编织幻境。对您？是的。幽鬼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淡笑道：你试着让我感到恐惧，那难度也太高了。凌霄无奈的摇了摇头，他还是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的。身处他那三脚猫的幻境， A 级猎人只会感到巨大的违和感，根本不会有恐惧的情绪。幽鬼思索了一下，也觉得这个要求不太现实。那就给我看看你脑海里最畏惧、最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的画面。副团长勾了勾嘴角，对凌霄说道：我喜欢恐怖片，这能让我找到噩梦的灵感。最让我害怕的画面。凌霄点了点头，开始在认真检索起自己的记忆。随后他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古怪。怎么这么快就想到了？想到了。凌霄沉重颔首，有些犹豫地问道：现在就开始吗？我不抵抗，也不打破幻境，你来吧。副团长面带轻笑，神色坦然地与凌霄对视，看着他眼瞳中涌起了月白，随后晕染了整个世界。白光渐渐消退，周边的环境也变了。幽鬼回过神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四周。这里是个空无一人的餐厅，柔软的座椅，精致的装潢，木质的餐桌上铺着一层粉色的桌布，边角有花边，有种可爱的少女质感。地板很干净，粉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海报，海报里是2位动漫美少女，她们穿着围裙，端着餐盘，来你上洋溢着软萌的笑容。注视着海报上的文字，幽鬼低声念道：粉色、梦幻、女仆咖啡厅。为什么会是女仆咖啡厅？新题材恐怖电影吗？幽鬼皱了皱眉头，感觉有些困惑。这个精致漂亮的餐厅，他实在感受不到让人畏惧的元素。铃！就在这时，轻盈的风铃声响起，猎人转过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那里是个拐角，应该是连接着后厨，也就是说服务员过来了。幽鬼略微提起精神，眼神中浮出一丝好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黑色的圆头皮靴，它的风格很时尚，除了尺码有点大外，确实是可爱的少女风。然后就是一双丰满直长的肉腿，上面盘着成块狰狞的肌肉，卷长的腿毛在迎风飘荡，为其增饰了几分点缀。长腿之上是带着花边的黑白围裙，它的款式轻盈飘忽，但现在里面却塞着夸张膨胀的肉体。伴随着餐盘的出现，餐厅的女仆小姐终于露出了全貌。她身高有2米以上，戴着粉色的双马尾假发，胸肌隆起，满脸横肉的大脸上画着明艳的唇膏眼影。此时正迈着猫步，端着餐盘，步伐柔美地朝着客人走来。啊！幽鬼瞳孔紧缩，嘴巴微张，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要僵硬。啪！香气四溢的蛋包饭放在了餐桌上。粉色女仆对着幽鬼眨了眨眼睛，神态妩媚，娇艳多姿。然后她从背后掏出了一柄新型魔杖，用着俏皮的语气说道：主人现在要使用美味魔法喽。
当女仆小姐开始转圈，念着可爱的魔咒，发射美味光线时，这位平时神态冷峻的血色狼群副团长，他的表情已经逐渐狰狞了起来。好了，主人，蛋包饭完成喽！壮汉女仆贴近身子，对着幽鬼甩了一道娇羞的飞吻。要吃得开心哦！木啊！啊！啪嗒，幻境破碎了。但大脑沸腾的 A 级猎人此时仍紧闭着双眼，对着空气挥拳嘶吼道：“走开！走开！快走开！副团长，你不要过来啊！”这位最擅长编织噩梦的狼群副手，今天在凌霄这里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恐怖。次日，潞州猎人协会实习生办事处。好的，凌霄先生是吧？确认完凌霄的身份信息后，身穿蓝色制服的柜台小姐面带微笑的说道：“协会为您安排了一支猎人小队，但这边有3个工会发来了邀请函，您可以从中选择一个队伍。”面向凌霄的屏幕上显示出了4个小队列表，分别是大西之角斩兽小队队长斩兽 C 级猎人，暴怒兵团黄鬼小队队长黄鬼 B 级猎人，荆棘蔷薇蓝百合小队队长蓝百合 B 级猎人，血色狼群雷鸣小队队长雷鸣战斧 B 级猎人。大西之角应该就是猎人协会安排的，其他的2个工会也确实的发来了邀请函。凌霄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雷鸣小队。密码、签名、指纹，一阵严密的操作之后，柜台小姐帮凌霄成功办理了实习业务。您的实习信息已发到了所属军团，到时小队队长会主动联系，跟您对接任务事项。猎人协会提供基础的武器、作战服，若您需要，可以去战备处领用。完成了实习小队选择后，凌霄离开了猎人协会。至于那些武器、作战服，凌霄没有去领用，军团那边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掏出手机给幽鬼发了个消息：“副团长，我已经报名完了。行，你过来一下军团。定位：血色狼群本部，我在这等你。”好的。凌霄打开定位，确认了一下方位。熊！深灰色流星冲天而起，在鹿城区的上空掠起尾焰。这是一处规模极其庞大的建筑群，透过守卫森严的大门，可以看到广场中耸立着一座巨型的雕像，那是一头浑身染血的巨狼，它头颅扬起，锋利尖牙上滴染着鲜血。广场之后，各种建筑高耸，风格多样，有现代风的大楼、古风府邸、道馆建筑、别墅，甚至凌霄还看到了一座哥特式城堡。各种风格的建筑参差交错，违和的同时，却莫名的给人一种百花齐放的狂野感。站在外侧大门口，凌霄有些好奇地打量着狼群本部，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按副团长的说法，只有实习小队选择完成后，他才算得上血色狼群的预备成员。嘟，肛门打开了，门口已经上级完成确认的战士对着凌霄招了招手：“可以了，小伙子进去吧。”狼群门口的守卫都是一些猎人，他们身上威势很强，接近 C 级，但年纪偏大，估计是狼群退休下来的成员。对着守卫礼貌颔首后，凌霄走进了军团本部。穿过广场，路过巨狼雕像，没多久，凌霄就看到了身穿兜帽风衣的副团长。走吧，先去领一下你的装备。幽鬼带领着凌霄来到了血色狼群的军备处，这里是巨大的仓库型建筑，里面规格工整，每片区域都有着严格的划分。给我打开 B01柜。好的，副团长。服务区的中年女猎人略带讶异的看了凌霄一眼，随即她一顿操作，从合金柜中取出了一套装备，黑色的战衣套装，估计是异兽皮做的，十分坚韧。大型的战术背包，里面有很多夹层，方便收集异兽素材。一副军用手机，表层是合金打造，里面拥有着狼群的内部权限。最后就是凌霄的武器了。那是一柄合金大剑，它长宽跟军武制式的大剑一致，但剑柄处却是黑色的，呈火焰锯齿状。而且相比其他光洁的合金，它的剑身有些灰暗，在灯光反射下，甚至有些漆黑的氤氲感。试试。幽鬼指了指大剑，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容。凌霄点了点头，握住大剑，将其举起。熊！深灰色的焰沙吞噬了剑身，威能的传导相当舒适，近乎于自己的肉体，甚至凌霄感觉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威能储存在了合金内部，随时供他调用。幽鬼双手抱肩，继续说道：“用你的黑色能量试试，这把2级合金可是用你的异能粒子打造的。”凌霄的注视着剑身，这平滑的合金上确实给他一种熟悉的亲近感。空气中漆黑开始晕染，黑色的光点充斥着周边的空气。凌霄操纵着这些异能粒子，将其汇聚在大剑身上。顿时间，暗色的剑身变得比墨水还要漆黑，似乎把所有的光线都吞噬了。这把合金的内部也能储存异能光粒，甚至存量比正常威能还要高，似乎这才是它原本的用途。而且黑焰粒子现在很安逸，就好像待在凌霄的手中一样。不过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毕竟这个阶段异能并没有攻击性，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凌霄深吸了一口气，将自身的意志放出。熊！在女猎人惊恐的眼神下，漆黑的烈焰从大剑上燃起，充斥着极端暴躁不祥的威势。手举着黑焰大剑，凌霄认真地打量着剑身，它漆黑的表面依然光滑平整，并没有被身上的黑焰所吞噬，似乎完美包容了这可怖的能量。这无光的金属在那恐怖的黑岩中散发着令人心醉的和谐感。就在凌霄沉迷于这把漆黑大剑时，一旁的幽鬼又开口了：“还可以继续，你的异能还没有最终成型吧？”“您的意思是？”凌霄微微张大了眼睛，他能完全包容你的异能，不管是什么状态的。幽鬼嘴角勾起，肯定的点了点头。凌霄凝视着大剑，让异能继续演变。漆黑的火焰开始汇聚、沉淀、收敛，最后只剩下零散的焰苗。大剑依然漆黑，但剑身变长了，两边的锋刃更是散放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威势。
一道完整的黑月斩击附着在这把大剑表面，让它拥有了切碎一切的锋锐度，可以正常使用，也能像剑气一样放出。这把剑竟然改善了他异能斩击的自由度缺陷，只能说不愧是2级合金，不愧是 B 级猎人的顶配武器。凌霄感觉自己相当的满意，将武器收起后，幽鬼拍了拍他的肩膀，淡笑道：“走吧，跟我去见个人。”好的，凌霄点了点头，略微疑惑地问道：“请问是？”血色狼群的团长，一名超 A 级猎人，精美的石雕，优雅的壁画，鲜红的地毯。行走在异域风情的哥特式城堡内，凌霄没去按捺内心的好奇，对着幽鬼悄声问道：“副团长，什么是超 A 级猎人？”被授予全能行使君王意志者。幽鬼目不斜视，语气淡然地解释道：“他们是灵君之人，是弑君者，是君王眷属。相比起普通的 A 级猎人，他们拥有着更高位格的伟力，更接近奇迹的权柄。”凌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陆州猎人的副会长暴君江书龙，他就是一名超 A 级猎人，赋予他权柄的就是我们陆州的 S 级君主，也是陆州猎人协会的会长。幽鬼视线瞥向凌霄，继续说道：“我们的团长是除了姜文龙外，陆州唯2的超 A 级。至于他侍奉的君主是谁，我不能对你透露，除非团长亲自告诉你。”好的，这种涉及到高层机密的事情，很明显不是他这种预备成员该了解的。在一处挂着血狼旗帜的双开合大门前，幽鬼停下了脚步。噔噔噔，请进。大房间里面，一道成熟的女性嗓音传来，磁性中带着些许威严。推开门，是一间装饰古典的屋子，好看的壁画，优雅的吊灯，点缀房间的盆栽花卉。在正对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大型的血狼团徽，团徽下面是套陈色的办公桌、书架，上面塞满了书籍文件。房间中央的地板上铺着一张巨大的红褐地毯，估计是某种异兽的皮毛。而在这张异兽地毯上，则摆放着一整套的沙发桌椅。此时，上面则坐着一位气质凛然的女性，她穿着褐色长筒靴子、淡灰色的修身长裤，黑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鲜红的外套，有点类似于女款的休闲西装。而看到她的相貌后，凌霄微微愣了一下。华丽的铂金色长发，白皙如雪的肌肤，五官精美且立体，带着强烈的异域美感。淡金的睫毛之下，两只绯色双瞳犹如镫金的猩红宝石，瑰丽且妖艳。每个见到我的人都会露出这副困惑的表情。金发女性手捧着咖啡瓷杯，右腿微微翘起，饶有兴致地端详着门口的年轻人。非常抱歉，凌霄也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主要是这位可能是团长的女士，看起来是纯粹的外国人，不像混血的。幽鬼带着凌霄走入房间，介绍道：“这位是军团的团长，绯色狼王，那是猎人协会给我安的名号，你叫我雪狼就好了。”团长凝视着凌霄，脸上浮出了淡淡的笑容。或者也可以叫我现在的名字雷克，我是在100多年前入籍华亚的。好的，雷克团长。凌霄恍然地点了点头，其实很早就想见见你了。雷克团长为两人倒上咖啡，并递上一盏方糖。这么多年来，狼群一直在汲取人才，而你算是天赋最出众的一位，感谢夸奖。凌霄正襟危坐地抿了一口咖啡，不涩，很香，很醇厚，应该是相当昂贵的咖啡豆。见状，团长把方糖往凌霄这推了推，继续说道：“你好像是清华的学生吧？”“是的，您认识老师吗？”“他曾经在我这进行过异化学习。”雷克团长凛厉的面容上浮出一丝追忆，轻笑道：“是一位天赋很好的女孩，可惜她已经加入荆棘蔷薇了。原来老师还在血色狼群里学习过。”凌霄再次喝了一口咖啡，感觉这真的有些出乎意料。现在他的学生加入狼群，也算是一种美妙的巧合吧。女团长将方糖夹子挪到凌霄这边，直视着他的眼睛，郑重说道：“凌霄，我能看一下你的异能吗？”“可以。”凌霄眨了眨眼睛，随即回应道：“月白漫溢，黑焰涌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异能粒子飘荡在空中，泾渭分明，毫不交融。雷克团长手抚过漆黑的光粒，微微颔首。锋利、尖锐、破坏、混乱、不祥、毁灭，相当强悍的特性。随即他转过头对凌霄说道：“你能将它转化为攻击吗？”“不用担心伤害我。”熊，两团黑焰燃起，其中一道黑焰凝聚成漆黑月牙，另一道维持不变。金发的女团长观察了一会，伸出左手，想要直接触碰那道漆黑月牙。她的手上没有附着威能。凌霄忍不住提醒道：“团长，这很危险的。”“没关系。”雷克团长示意凌霄安心，白皙的手指继续向前轻触那道月牙。噗嗤，鲜血流淌了出来，没有丝毫意外。哪怕是 A 级猎人的强悍肉体，只要不用威能抵消，黑焰斩击都轻易地切开他们的血肉。女团长的手指绽开，隐隐可见那骇人的白骨。凌霄嘴巴微张，刚想说点什么，却被对方的意象吸引了注意。那些流淌而出的鲜血并没有掉落于地，而是像定格了一样凝固在空中。随后，时间好像倒流了一样，鲜血再次涌入伤口，血肉合拢，皮肤缝合。不到1秒钟，那根手指又回到了光洁无损的状态。这是跟林森老爷子类似的治愈异化，那是绯红。似乎看出了凌霄的疑惑，幽鬼悄声解释道：“你可以理解为类似鲜血的能量粒子。”“明白了。”记住这个异化后，凌霄再次看向团长。此时，雷克团长似乎检查完了，他的两指轻轻揉搓，沉吟了一会，说道：“在物质上拥有着接近最上位的破坏力，在能量对冲抵消方面也有着很高的位格，很优秀，但也很危险的力量，你要谨慎使用。”“好。”没有人比凌霄更清楚黑焰的杀伤力有多大了。嘱咐完后，血狼团长走向另一侧，
将手伸向了安逸的月白粒子。精神、灵魂、意志、梦幻，跟幽鬼的异化类似，很不错。感受着月白的特性，雷克语气欣喜，眼神越加明亮。他转过脑袋，对着凌霄嘱咐道：“凌霄，你一定要好好开发这个异能。”凌霄觉得相比起黑焰，这位团长明显更喜欢月白粒子。至少刚才检查黑焰时，他没有露出如此明朗绮丽的笑容。那漂亮的眉眼开心弯起，绯色的唇角勾出弧度，露出了白皙的门齿，虎牙略显尖锐，但很好看。等一下！突然间，血狼团长蹙起细眉，转身凑近了月白粒子。有点不对，他们似乎还有点别的特性。别的特性？凌霄愣了一下，有点不确定团长说的是啥。对，现在不太显眼。凌霄，你把他们化作攻击吗？啪！凌霄打了个响指，月白开始汇聚，形成一道皎白的残月斩击。雷克团长再次伸手抚摸这道白月，这次他的手指直接穿过那轮残月，像是无法接触的幻影，没有与他的肉体发生碰撞，但斩击的能量确实消耗了，皎白残月变得透明稀薄起来。他确实在对我的精神、灵魂发动攻击，但感觉不止这些，还有别的东西。女团长双手抱肩，语气不太肯定地说道：“还有别的特性，更加抽象的特性。”听了团长的话，幽鬼沉思了一会，对凌霄问道：“你对此有了解吗？”我大概知道了。凌霄挠了挠头，有些含糊地说道：“我的月白粒子中可能还混杂着规则与概念。”规则与概念？团长，幽鬼微微睁大了眼睛，似乎没想到是这个答案。怎么了？别的异化没有涉及吗？看着默然不语的正副团长，凌霄有些好奇。虽然规则概念听起来很高大上，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不，并不是说他们很特别。雷克团长摇了摇头，对凌霄说道：“实际上，所有的异化开发到一定高度，都会涉及这两个特性，但我感觉应该是更加有偏向性的东西。”听了团长的话，凌霄愣了一下，随即他想到了自己异能的本质。怎么？你想到了？幽鬼挑了挑眉毛，问道。凌霄伸出手掌，对着前方的空气一挥，说道：“我的能力是对规则与概念的切断。”这次房间里顿时一静，金发的人影消失了。在凌霄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雷克团长已经凑到了他的脸上，双手抓着他的臂膀，满脸亢奋地摇了起来。真的？真的吗？真的吗？凌霄同学，是猜的吗？你有没试过？你一定要试一下。现在试吧，好吗？你需要什么准备吗？现在我们就试试看吧。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轰！轰！轰！难以想象的巨力裹挟着凌霄的肩膀，将他的身体晃出了10几倍音速。物理上的。团长，冷静一点，你这会把他弄昏的。幽鬼竭力阻止，但完全无法打断这位陷入疯狂的超 A 级猎人。无奈之下，他的眼中燃起了苍白，一柄白玉般的长笔从他身体浮出，握入掌心。噗嗤！雷克团长停下来了，他嘴巴微张，红宝石般的眼瞳里透露着愕然。缓过神的凌霄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女士，视线从她的眉眼上移。此时，那白皙的额头上透出了一柄笔刃，苍白的刀尖上沾染了血渍以及灰白的脑浆。一柄白刃从他的后脑勺捅入，彻底贯穿了大脑。而凶手就是对面那位血色狼群的副团长。这什么情况？凌霄瞪大了眼睛，完全无法理解事态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虽然磊克团长刚才确实很不对劲，但也不用直接宰了他吧。幽鬼先生，您该不会早就想谋反了吧？凌霄顿时感觉自己陷入了巨大的阴谋之中。而对面的幽鬼此时依然面无表情，他手握着长笔，快速往外一拔。噗嗤！温热的鲜血正在流淌，染红了女人的面容，让她看起来像一只死不瞑目的厉鬼。幽鬼擦拭着匕首，淡淡的说道：“冷静下来了吗，团长？”在凌霄惊悚的眼神下，这个血流满面的厉鬼开口了：“抱歉，刚才太激动了，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他手扶着额头，晃了晃脑袋，没想到活了这么久，我还有这么不稳重的啊！不好，脑浆流出来了！凌霄，绯红色的光芒晕染，红光裹挟着房间里的鲜血与脑组织，化为一缕流光，涌入金发女士额头的窗口。随后，犹如时光倒流一般，血狼团长的伤口开始愈合，没一会就变得完好如初。似乎注意到了凌霄紧盯的视线，雷克女士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尴尬。大脑还是得回收的，不然会记性不好。你应该了解吧？凌霄抿了抿嘴，他完全不了解。冷静下来的众人重新坐回了沙发上，气质凛然的雷克团长重新为凌霄倒上一杯咖啡，略带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刚才让你看到了失态的一面。”还好，确实还好。凌霄感觉自己和团长亲近了很多，现在已经是看了对方脑浆的关系了。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凌霄，你有尝试过用能力尝试过吗？没有。凌霄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大概知道自己的能力效果，但不知道该如何实验。这个太抽象了，也太广泛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选定对象，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所谓概念、规则，比精神、灵魂更加广泛，更加虚无空旷。它能概括世界的一切。凌霄不知道如何理解，更不觉得现在的自己做得到这事。这倒也是。”磊克团长微微颔首，轻笑道：“必须给你指定一个范围，不然你根本无法判断。”然后他在凌霄疑惑的表情下伸出了手掌，绯红的丝线闪过，一道半公分划痕出现了，鲜红的血液微微泛出。“你能切断我的恢复力吗？让我的伤口无法愈合？”凌霄皱了皱眉头，沉思了一会。“我试试。”
月白色的粒子开始蜂拥汇聚，在空中凝成了一轮残月。凌霄将自己意志放出，他想要斩断这个窗口的恢复力。不行，月白光力觉得无法办到，对着主人发出了否定。可能是凌霄的水平不足，亦或是这位金发女士的实力太强了。光芒晕染，房间里所有的威能粒子都被染成了月白，并且全部汇聚到这轮残月当中，让它更加白亮，更加梦幻娇美。还是不行。凌霄抬起眼帘问道：我可以使用王座吗？当然。轰！穹顶之上，一轮数百米宽的白月坠落，它穿越空间物质，瞬间降临到凌霄身边，将整个屋子晕成了梦幻般的世界。凌霄没有犹豫，将全部的异能粒子都汇聚成一轮白月斩击。这些能量已经占了他王座月白储量的1成，可以说相当的庞大。即便最大程度的压缩凝实，这轮白色残月依然有上百米的高度。它透入了地面，穿过了屋顶，并没有对现实物质产生影响。这次月白光点态度有些含糊，但已经没向他表示否定了。团长，我准备好了。来吧。巨大的残月掠过空气，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斩击穿过了白皙的手掌，顿时间颜色便无限接近透明，随后便消散于空气之中。在那鲜红的窗口中，似乎闪烁着些许白光。在凌霄、幽鬼的注视下，磊克团长抬起了手掌，绯红色光芒开始晕染，红光在安静的闪耀，但这次伤口却没有变化。1秒、2秒、3秒、10秒，白光逐渐消散，窗口瞬间愈合，看不出一丝损伤。失败了吗？凌霄有些失望，这怎么能算砍断回复力？这只是用他的能量对伤口进行限制。不对，成功了。但没想到一旁的幽鬼却否定了他的说法。你的位格与团长相差太多，所以无法完全切断概念。如果刚才受到攻击的是一名地级猎人，那他的伤口很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得完全切掉那层皮肉才能恢复。没错，成功了。磊克团长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凌霄，你成功了，你真的能切断生命的恢复力。他面色激动地站起身子，慢慢地靠近凌霄。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真是一个惊喜。看着情绪又有点波动的血狼团长，幽鬼淡淡地提醒道：团长，他还需要时间。我明白，我会等的，不管是50、100年，我都会等下去。磊克女士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凌霄跟前，弯下腰与他对视着。凌霄，你安心的成长，有什么需要，狼群都能为你提供。如果未来你真成为了君主，可以帮我一个忙吗？看着女士那满是希冀的眼睛，凌霄怔了一下，随后缓缓地点了点头。香风缭绕，柔软的臂弯环住了他的脖颈。金发女士抱着面前的少年，就好像抱着上天赐予的礼物一般。在凌霄答应了请求后，磊克团长明显心情轻松了很多。他手机发了个消息，军团的工作人员便推着一堆下午茶过来，蛋糕、布丁、马卡龙、饼干、巧克力、冰激凌、蛋挞，五彩缤纷的甜品摆满了整个桌子。看这架势，似乎是想让凌霄、幽鬼陪他喝茶聊天。真的很感谢团长的招待，但这是不是太甜了一点？艰难地咽下口中的蛋糕，凌霄感觉今天血糖上升了好多。接下来你就按部就班地在小队实习。磊克团长搅拌着咖啡，轻声嘱咐道：踏上人间的路途很漫长，也很遥远，你可以先把 A 级猎人当成目标，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军团咨询。好的，请问人巅是？这突然冒出的新名词让凌霄有些疑惑。所谓人巅，指的是人之巅峰。幽鬼面无表情地嚼着饼干，向凌霄解释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指代的都是 S 级君主。这凌霄有猜到，但他疑问的倒不是这个。为什么说君主是人之巅峰呢？如果林森主任说的没错，那君主之上应该还有更上位的存在才对，因为君主之上已经不能称作人类了。听了凌霄的问题，磊克团长抿了口咖啡，眼帘低垂道：拥有真正的星之王座，受到世界的承认，他们被统称为半神。半神？凌霄微微睁大了眼睛，这个称呼是不是太奇幻、太夸张了，有点脱离他的认知范围。半神的生命几乎看不到尽头，没有哪位王座会被衰老所困扰。在灾变发生的数千年前，蓝星各地都曾存在着半神，只是后面都接连陨落了。幽鬼转过头看向团长，似乎在向他请示着什么。在看到磊克女士微微颔首后，他继续向凌霄科普道：你应该在学校了解过一些隐士、秘境之类的名词吧？是的，人类的很多知识秘籍都是在隐士中发现的，这其中包括了威能提炼、威能武化。那你知道秘境存在哪里吗？凌霄思索了一会，试探性问道：被某种威能结界封印起来。最普通的秘境是这样的。幽鬼点了点头，没有否认他的说法。他们可能在某个山洞、森林、深海，甚至地底。这是君主陨落后领土放逐后的产物，某种意义上并不能称作隐士、秘境。注视着凌霄的眼睛，幽鬼脸上浮出了危险的笑容。真正的隐士只有一种，那就是半神的王座。王座？看着凌霄满是困惑的表情，幽鬼很是理解。你是异能使，应该清楚王座是什么情况吧？对的，凌霄斟酌了一下语句，说道：他们根本不在蓝星附近，这该怎么搜查？不在蓝星附近？你说的还是太保守了。幽鬼微微摇头，淡淡的说道：他们所在的是世界的夹层外侧，跟我们甚至不在一个位面里。这个说法倒是跟凌霄的猜想的一致。那探索秘境是怎么回事？半神陨落之后，他们的王座会逐渐沉淀，飘向我们所处的世界。这可能需要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沉淀结束后，他们也不会和世界直接交融，而只是开放了一个入口。幽鬼举起手上的杯子，示意道：
入口可能在某个杯子、盒子、镜子、湖面，甚至某片树叶里。虽然他们是以半神陨落的位置为坐标，但并没有那么精准。他国半神的王座可能降临在华亚，我们的隐士也会出现在境外。甚至幽鬼指了指上方，轻笑道：“王座的入口可能降临在蓝星附近的星球上。”凌霄恍然地点了点头，对副团长问道：“所以才会有多国秘境任务？”哼，如果可以，大家当然都想独占隐士的资源，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幽鬼的眼瞳泛起深邃，语气凝重地说道：“探索半神的王座是很危险的，危险到 A 级猎人甚至君主都有可能陨落。多国联合探索其实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担，大家都不会大赢，但也不会输得伤筋动骨。”跟两位团长聊了一下午，凌霄的知识成长了很多，但现在也该告辞了。凌霄伸出手握住杯子，准备将里面的大半杯咖啡一饮而尽。等等，凌霄！从刚才开始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血狼团长突然开口了。怎么了？凌霄顿住了。你为什么要喝刷锅水？雷克团长皱了皱眉头，凌厉的脸上满是困惑。凌霄歪了歪头，有些无法理解他的话语。不加糖的咖啡根本不能喝。女团长拿起桌上的那盏方糖，将其放在了凌霄的面前。你应该至少加入5颗方糖，当然，我更推荐你加上8颗，那更加美味。那会不会太甜了？而且凌霄觉得原味咖啡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唉，看到凌霄似乎还不为所动，金发女士发出了恨铁不成钢的叹息。你应该试一下，你应该试一下的，凌霄。不加糖的咖啡狗都不喝，它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明明是西方人，但这女人却说出这种离经叛道的话语。雷克团长直接夺下了他的杯子，开始熟练的哐哐加糖搅拌起来。幽鬼凑到凌霄耳边，悄声道：“团长重度甜口，而且不能忍受亲近的人喝苦咖啡。在刚开始，他是不是一直暗示你加糖？原来是这意思吗？”凌霄想起来了，确实他每次喝一口咖啡，女团长都会把方糖盒往他那挪挪。他还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礼貌，客气一下。好了，凌霄，你尝一下。雷克团长将杯子递给他，表情认真又期待，像是在安利什么宝贝一样。这绝对比刚才好喝10倍以上。不好喝你找我，我把幽鬼剁了给你。幽鬼！副团长的表情呆滞，眼神里充满了迷惘。凌霄很是怀疑，这女人是想报刚才的一刀之仇，为了幽鬼副团长的生命着想。凌霄在吞掉那杯甜得发慌的咖啡后，很诚恳地说了好喝。那位金发女士露出了相当明媚的笑容，估计是感觉自己的品味受到了别人的认可。其实真还好，就当喝甜品饮料也没有太难接受。在离开前，凌霄向军团内部支付了400万，购买了母亲需要的几瓶灵液。虽然团长打算免费送，但凌霄脸皮薄，还是坚持支付了。当然，这也跟他最近财务宽裕有关。狂斗道场序列3擂台，赢一场的奖金是1万，狩猎规则跟其他擂台一样。1个多月里，凌霄都泡在道场，小小的挣了一笔，大概1000来万吧。他本想去序列2擂台看看，结果发现序列4的擂台权限是4、3，根本不能去序列2房间。有史以来，凌霄第一次发觉自己权限竟然会不够高。那黑衣人这次咋不帮他升级了？后来，凌霄主动联系他们升级，才知道最近许多 B 级猎人都很忙，空闲的猎人看到房间人太少后，也懒得过来道场了。这话题凌霄也在 C 级猎人中听过，好像是协会发了很多猎杀任务，也不知道荒区发生啥事了。然后就是陈菲菲，她在方文那打听了军团灵液价格后，直接赚了300万给凌霄。他父母是卖茶叶，家里经济还算宽裕，给他凑了一笔钱。剩下的400万，他表示毕业后成为猎人再攒钱还给他。对此，凌霄倒是没咋在意。混了狂斗道场那么久，他现在也发现了，猎人尤其是 C 级以上的猎人根本不会缺钱花，他们缺的只是一个购买渠道资格罢了。像顶级灵液、2级合金，很多时候是有钱都买不到。陈菲菲天赋不错，有灵液辅助，估计毕业不久就能成为 C 级猎人，到时他应该也看不上这笔钱了。就像凌霄赚了400万给某个高领之花，人家直接表示懒得收，可能这就是猎人家庭的余裕吧。坐着飞天轮椅回到家中，凌霄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降落了。来到客厅，老妈正站在瑜伽垫上，全神贯注对着大屏电视做着健美操。那个灵液真的很有效果，用了2瓶，此时的林清荣不仅脸色红润，精气神变好了，连眼角的尾纹都在逐渐淡去，肌肤似乎补充许多胶原蛋白，整个人都年轻了10来岁，生活愉悦，身体也越加健康，越加精力充沛。凌霄母亲也开始臭美了起来，最近似乎在跟隔壁的赵老师比谁更年轻，谁身材恢复得更好，感觉连心态都开始像年轻人了。对此，凌霄当然乐见其成，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走进大厅，凌霄将灵液保险箱放在地上，对着老妈喊道：“有仙女，这是你的飞升灵药。”林清荣转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晚上还要出去吗？还是在家吃？在家吃，今晚休息。”很快他就要去实习了，凌霄打算好好调整一下，接下来去荒区就没得休息了。珊珊呢？林清荣表情神秘地指了指某个房间，低声说道：“在音乐室。”凌霄顿时好奇了起来。所谓音乐室，原本只是摆放凌霄那几件乐器的房间，经过了隔音处理，效果非常好。前几天凌霄看家人搬进搬出，好像又添置了几件东西，也不知道都买了啥。走到音乐室门口，凌霄悄悄地打开了房门，咚咚锵，咚咚锵，咚。房间灯光炫彩闪耀，巨大的音响轰鸣声扑面而来。凌霄愣了一下，偷偷地往里面瞄了一眼。此时震耳欲聋的房间里待着2位少女，一个是自家妹妹珊珊，一个是隔壁妹妹赵思涵。她们戴着墨镜，身穿朋克服装，额前刘海夹起，露出了白皙光洁的额头。
平时成熟稳重的赵思涵，现在口中嚼着口香糖，坐在架子鼓前，跟着节奏上下摇头，疯狂地敲击鼓点。而他那安静懂事的妹妹，此时正手把着电吉他，狂乱拨弦，喉里嘶吼着重金属摇滚，嗓音狂野，野蛮不羁，犹如在叛逆中成长的不良少女，散发着冷飒逼人的酷妹气息。咚咚咚咚，锵！视频乐曲的演奏已经走向结尾，赵思涵高速敲击鼓槌落幕，而林珊珊也举起了右手，对着天花板竖起中指，高吼道 ：“Rule 啊！”凌霄忽然发现自己完全不了解自家妹妹，将手中的录像发给赵思雅后，他敲了敲房门。哟！两位酷女转过头，用墨镜凝视着凌霄，充满了诡异的压迫感。加我一个，我吉他贼溜！凌霄拍了拍胸脯，对着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后面赵思雅逮妹上门，却惊恐地发现音乐室里又多了一位朋克墨镜侠，那是跟他告状的发小。此时他正穿着破烂的奇装异服，用发胶撩出了大背头，手捧电吉他，跟着音乐摇头晃脑。见到这副景象后，赵思雅吓得哇哇跑掉了，生怕自己待久了也被这群怪人传染。2天后，混入妹妹队伍的凌霄手指在弦上拨出了残影，展示着高强高难的 solo 曲目。嗡嗡嗡嗡嗡嗡嗡，吉他 LV0 经验值+2，吉他 LV0 经验值+3，吉他 LV0 经验值+1，吉他 LV0 提升为吉他 LV1，潜力点+1。趁着最后的休息时间，顶着经验惩罚，凌霄终于将以前刷了少许的吉他技能升级了。顺便一提，这2天凌霄的吉他技术收获了2位朋克酷妹的赞赏，内心距离拉近，现在已经是可以称兄道弟的关系了。叮咚，一个动画女性头像跳了出来，我戚雨欣请求添加好友，同意。凌霄是吧？是的，我是血色狼群雷鸣小队的队长，称号是雷鸣战斧，你叫我雷鸣或者雷斧就好。好的，雷鸣队长，我这边本想晚点联系你，多休息几天，但没想到猎人协会又来任务了。这样吧，你明天过来跟小队成员熟悉一下，后天我们就前往荒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最近协会任务这么多，这是我的疏忽，没给你太多准备时间。没事。行，那明早过来吧。在外面我们租了个小队宿舍，你直接过来住一晚，后面一起出任务。定位鹿城区望海大道111栋301。好的。实习终于要开始了。大清早起来，凌霄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威能提炼，为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现在他的属性4维是力量28，敏捷27，体质40，精神37，双手剑 LV2 44.6%，威能 LV2 84.9%。力量在前天升了一点，昨天得到的潜力点加在了精神属性。而以后的实习，凌霄打算通过实战好好磨练他的剑术，把双手剑 LV2 升级了。至于威能 LV2， 那经验值真的越给越少了，想让提速变快，估计得等他对异化有进展才行。相比于威能放出，异化真的要困难非常多，而且相当于礼物里，难以言说。怪不得蓝豹老师说，到了这个阶段，威能5化开始真正的走向超凡，也怪不得那么多强大的 C 级猎人卡在这里，一辈子都无法更进一步。穿着军团发的作战服，凌霄带上自己的背包大剑，整个人都整装待发了。荒区处处都是危险，你一定要小心，跟着老猎人们的安排走。林清荣替儿子整理着衣袖，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着。放心，你儿子厉害着呢。凌霄将母亲皱起的眉角揉松，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凌霄先生实力堪比 B 级猎人，寻常异兽完全不是我对手。就你还 B 级猎人？林清荣狠狠地拍了儿子的胳膊，明显没有将这话当真。赶紧走，赶紧走，省得打搅我跳操。不过也因为凌霄的打混，老妈心情似乎轻松了一些，对着一旁安静注视的妹妹点了点头。凌霄跑到阳台，轰！灰色的流星划破天空。站在一处高档公寓前，凌霄对比了一下门牌，301室，确实没错。叮咚，等了一会，房间里传来了噔噔噔的脚步声。咔嚓，打开门的是一名浅褐色头发、穿着粉色毛绒睡衣的女孩。她身高大概不到1.6米，眼睛很大，胸前扎着2条小小的麻花辫。此时正自下而上盯视着凌霄，2只水汪汪的大瞳里充满了好奇。你好，我是过来报道的实习生凌霄。哦，果然是你啊！女孩双手一拍，嘴里发出了相当软糯的娃娃音。来来来，快点进来，你过来太早了，还有好几个人还没到呢。麻花辫少女侧开身子，满脸笑容地招呼着凌霄。跟着这位猎人少女走进屋子，凌霄稍稍看了一下，这里应该是那种大型的套房租屋，房间很多，卫生打扫的也很干净。在大厅沙发上坐下，这位招待他的少女很热情，又是倒水又是拿零食饮料。没多久，凌霄面前的桌子就摆满了东西。少请。麻花辫女孩在隔壁沙发坐下，撕开一袋薯片，直接塞进了凌霄怀里。队长在屋里打电话，待会就出来了哈。好的，前辈该怎么称呼？对方的热情让凌霄受宠若惊，而且这女孩看起来年纪不比他大多少。我的名字叫江静，你也可以叫我银盾，官方的4字称号我不太喜欢。银盾将近嘟了嘟嘴巴，小声的抱怨道：我们队长因为被猎人协会安了一个4字绰号，他为了报复社会，在上报我们称号时也故意填4个字的。是吗？4字称号不好吗？凌霄歪了歪脑袋，不明白为啥对方这么抵触。会很二的。江静竖起手指举例道，比如说别人问我称号，我说自己叫银光之盾，你觉得怎么样？凌霄想了一下，如果是别人这么称呼他还好，但如果是自报家名，确实有种莫名的羞耻感。看来你已经懂了。操着软萌的娃娃音，江静满是沉重的叹了口气，随即他晃了晃脑袋说道，算了，不说这个了。凌霄，
你加入小队，我可是超级高兴的。以前整个队伍就我和阿斌最小，现在我也是前辈了。江静躺在沙发上，两手高举欢呼。凌霄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地问道：前辈，我们小队有几个人？5个，加上你就是6个。江静伸出手指比划道。雷鸣队长是 B 级猎人，乐姐跟孙哥是超强的 C 级猎人，只有我跟阿斌是弱弱的 D 级猎人。那您应该加入没多久吧？凌霄脸上泛起轻笑，回应道：而且前辈看起来很强啊。虽然对方说自己只是 D 级猎人，但他身上的威势相当破格，估计体魄、威能强度已经达到了 C 级标准。对的，我跟阿斌才加入这里几个月。银盾江静眉角弯起，嘻嘻窃笑道：你觉得我很强吗？我今年毕业的，年段第18名。厉害，还好啦，还好啦。凌霄正襟危坐的鼓起掌，江静双掌虚抬，小脸上写满了谦虚。咔嚓！就在这时候，外面的房门被打开了。没一会，一位身穿白色衬衫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高接近1.9米，头发有些凌乱，面容俊朗消瘦，缺乏表情，气质有些阴冷，细长的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凝固着淡淡的忧郁感。早啊，孙哥！江静打了个招呼，男人淡淡的点了点头，随即将目光投到了凌霄身上。你好，我是实习生凌霄，屠刀孙克，欢迎。相互介绍之后，屠刀孙克就坐到了沙发上，面无表情的敲起了手机。凌霄有些好奇的看着这个男人。江静说的没错，这位确实是超强的 C 级猎人，至少是第一梯队的那种。再加上他刚才说的乐姐，这个雷鸣小队虽然人数很少，但在高端战力上似乎相当的充沛啊。突然间，男人嘴里蹦出了一道咂嘴声，他门牙紧咬，双眼阴郁的盯着手机，身周充斥着无言的怒火。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望着对方脸上频繁浮起的绿光，凌霄有些疑惑的看向了麻花辫少女。银盾江静平静的吸着草莓牛奶，似乎对此场面很习以为常。孙哥，是股票绿了，还是基金绿了？全绿了。屠刀孙克浑身都在颤抖，对着屏幕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个狗屎世界是经济崩溃了吗？为什么连白酒、姨妈巾的股票都会跌？那群操盘手简直就是社会蛀虫，内心脏肮到异兽都嫌臭的那种。老子真想把他们直肠拽出来打个结，让那群满脑阴水的贱人自产自销。因为不懂股票，凌霄无法理解对方的愤怒，不过内心的好奇还是让他探出了脑袋，小心翼翼地问道：孙克前辈，你亏了多少？这次还好。孙克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也就1000来万吧。什么？凌霄瞪大了眼睛。那您是不是该早点收手止损？不。沉默了一会，屠刀孙克摇了摇头，骤定道：他会涨，他一定会涨。我现在多买些抄底，以后绝对能赚回来。再投个几千万就好，我再投个几千万，过段时间肯定能全赚回来。凌霄看着陷入魔怔的 C 级猎人，凌霄深刻明白了投资的危险，决定以后要远离股市这玩意。我叫王建斌，队长给我取的绰号是暴怒之锤，你叫我怒锤，或者像他们一样叫我阿斌就好了。站在凌霄面前的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年轻人，他留着飞机头，面容有些粗犷，嘴上笑容大大咧起，看起来是一个性格豪爽、不拘小节的人。凌霄站起身子，和对方握了握手。阿斌前辈，我叫凌霄，请多关照。哈哈，没事。怒锤阿斌拍着凌霄的肩膀，鼓励道：凌霄你身子很硬，看起来很有骨气，只要别怂，明天咱们就能把异兽当猪宰。好的。凌霄有些理不顺对方的话语，只能转移话题道：阿斌前辈也是今年的毕业生吗？对的，阿斌跟我同届哦。一旁的江静抢答道。阿斌拍了拍胸脯，咧嘴笑道：我没江静厉害，年段排名比他低。虽然他这么说，但凌霄感觉这两人相差不大，都是破格的 D 级猎人，他俩离真正的 C 级估计就只差一个威能放出了。凌霄不知道别的猎人小队怎么样，但这个雷鸣小队是真的小而精悍。话说这次时间也差不多了。银盾江静含着棒棒糖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半个小时快到了，队长电话应该要出来了。电话还有固定时间呢。凌霄刚有点疑惑，但对面的一间房间还真的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位硬汉面容的男人。他身材笔挺，留着干练的短碎发，身上短裤拖鞋以及一件印着动画女性头像的大白 T 恤，此时正手捧着手机，脸上流露着温柔的笑容。有好好吃饭，不辛苦。我一定努力工作的。雨欣再见，我也爱你，拜拜。看来这位队长是在和猎人视频啊。那个我戚雨欣的昵称原来是这么回事。凌霄莫名感觉自己被塞了狗粮。通讯中断后，男人收起来手机，看向了客厅里的凌霄，脸上已不见刚才的柔情，只剩严肃与刚毅。不好意思。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男人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说道：刚才跟我的爱人通话，让你久等了。没事，在意猎人能有这种热恋状态，在凌霄看来还是很稀罕的。你们应该都已经认识了，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吧。雷鸣队长看了下房间里的队员，沉声说道：我本名就叫雷鸣，是这个小队的队长，一名 B 级猎人。欢迎你来到这个小队。不过 B 级猎人双肘撑着膝盖，看着凌霄说道：凌霄，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请说。你是不是异能使？凌霄眨了眨眼睛，诚实点头道：是的。什么？凌霄是异能使吗？银盾将近张大了嘴巴，脸上满是惊奇。牛啊，异能使！凌霄，你比我想的更有骨气。旁边的怒锤阿斌更是挠着脑袋，嘟囔着让人听不懂的话语。而跟这两位年轻人不同，气质阴冷的屠刀孙克只是微瞥了凌霄一眼，表情倒是没有什么讶异。雷鸣队长，是副团长跟你透露的吗？不是。
雷鸣摇了摇头，严肃的脸上勾起了一丝笑容。我的小队是精英队伍，执行的任务比正常小队更有难度，军团不会随便将新人调进来的。像江静、阿斌一样，他们虽然是地级猎人，但除了魏希德威能放出外，已经拥有了普通 C 级的战力，不一定能帮上忙，但至少不会拖后腿。而你凌霄，雷鸣轻抬眼帘，淡声说道：“你只是一个实习生，能在这个年纪就拥有媲美 C 级猎人的实力，除了异能使，我很难想到别的可能性。”原来如此，凌霄理解的点了点头。本来现在应该讲解一下明天任务的。雷鸣队长打开手机看了下时间，脸上闪过一丝无奈。那个女人怎么又这么忙？江静，你催她。乐姐说她到了。咔嚓，说曹操，曹操到。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个长发及腰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身高接近1.8米，穿着淡白色的作战服，背负银色大剑，腰间还别着一柄军刀，面容清冷端厉，眉眼低垂，带着些许慵懒。但最让凌霄感到瞩目的是她那头银色的长发，那色泽非常奇妙，带着一些金属质感，不像染的，也不是天生的。凌霄能隐隐感觉到那些发丝中蕴含着威能。雷鸣队长瞪了对方一眼，随即转过头介绍道：“他叫凌霄，是我们小队的实习生。而这位是双剑轮舞乐素星，一名正在修行异化的 C 级猎人，战斗力在 C 级中是最破格的。那发丝果然是异化造成的，这种染色现象是修行异化的必经之路吗？”在凌霄感到惊奇的时候，银发女猎人已经走到了面前，她抬着蜜银色的眼瞳，直直地凝视着凌霄，语气冷淡地说道：“可以叫我双剑，可以叫我双剑轮舞曲，但不要叫我双剑轮舞。”好的。看到凌霄的听劝，乐素星微微颔首，平静问道：“你多大？”为啥突然问年龄？凌霄愣了一下，21，快22了。闻言，双剑乐素星微张大了眼帘，表情闪过一丝错愕，随后他脸上泛起了赞赏的微笑，似乎对凌霄刮目相看了。少年，你很优秀，谢谢。凌霄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实习生不都这个年龄吗？而旁边的几位小队成员表情很是微妙，凌霄猜测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唉，雷鸣队长揉了揉眉头，挥手说道：“好了，你赶紧落座，我要讲明天的任务了。”墙壁上显示着荒区地图投影，雷鸣队长操纵着鼠标给大家讲解着本次的任务内容。这次我们需要追杀一只越位的 B 级异兽，有猎人小队在赤石山脉目击到它，推测是类龙重的熔岩龙蜥。雷鸣队长移动地图，在某个山脉区域画了个圈，随后转头看向凌霄：“凌霄，你知道什么是越位异兽吗？”凌霄没听过这个词，但也大概猜出来了，是不是跑到低危荒区的异兽？差不多。硬汉猎人点了点头，解释道：“自身危险度高于荒区等级，都被称为越位异兽。B 级异兽应处于中危荒区，而赤石山脉只是低危荒区，它的存在对普通的猎人小队相当危险，所以一旦发现越位异兽，猎人协会都会发布猎杀任务，保证多数猎人的安全。”雷鸣队长操纵鼠标从边界开始画出一道曲折的路线，这是我们的行动路线，任务持续时间短则2周，长则数月，主要看我们什么时候带到龙溪。途中遭遇异兽会让你们几个新人出手磨练，但队长敲了敲桌子，看着凌霄等几位年轻人，沉声说道：“发现 B 级异兽时，你们3个尽量远离，保护自己。战斗由我主攻，乐素心、孙克侧面辅助我，明白了吗？”“明白。”星号5。虽然凌霄觉得自己实力足够，但现在毕竟是新人，队长的安排他还是要遵守的。到时候真遇到了龙蜥，再说吧。他也想试试 B 级异兽的手感。之后，雷鸣队长开始详细讲解起了途经的路线，其中还包括异兽素材的处理、休息守夜、威能提炼时间等等基础事项，应该是特地讲给凌霄听的。到了接近傍晚，整个任务解说才结束。晚饭，大家到附近的餐厅搓了一顿，大家聊聊天，熟络一下感情。雷鸣队长把凌霄拉进了小队群里，凌霄也跟几位前辈添加了好友，希望能快点增加彼此的认知。到了晚上9点，雷鸣小队回到了公寓，准备洗漱休息了。公寓有2个浴室，男女各一间。凌霄是最后一个去洗澡，等他洗完后，大家已经各自回房睡觉了。擦着湿润的头发，凌霄走到了自己寝室，打开乐姐。简本应空无一人的寝室里，此时却多出了一位银发及腰的女士。她穿着黑色的丝质睡衣，背靠着窗户，双手抱肩，清丽的面容上眼帘亲和，闭目养神，似乎在等待凌霄的归来。乐姐，你有什么事吗？因为饭局上变熟了，凌霄也跟江静、阿斌一样称呼她。没什么，因为你是新人，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双剑乐素心张开眼帘，缓缓走到凌霄跟前，语气冷淡地说道：“明天就要出任务了，你今晚一定要好好休息。”“好的。”荒区很危险，必须养好精神，不能让自己精力匮乏。哦，虽然仍搞不懂对方的意思，但凌霄还是点了点头。听劝就好。乐素心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拍了拍凌霄的肩膀，温声说道：“少年，一定要忍住，不要打交，哪怕你接近22，也不要自满。枪杆跟弹药是2回事，精疲力竭是很危险的。等任务结束回来，我送你个杯子，外加1T硬盘，到时你再好好奖励自己。”凌霄，这是一辆巨大的合金战车，跟上次谋匪老师开的不是同一款。它的外表呈暗灰色，顶部设有奇妙的晶体设备，里面隐隐地流露着威能。沉重的底部有着8个大型的越野轮胎，橡胶的材质很奇妙，似乎是某种异兽的组织做成的。雷鸣上校，物资已准备完毕。辛苦了。军方的战士离开了，屠刀孙克打开车门，一把坐进了驾驶室里，看着凌霄那有些讶异的表情，雷鸣队长解释道：“
开辆战车还是有必要的，不然素材的搬运是一个麻烦。这不会遭受异兽的破坏吗？这款战车很坚固，强度虽然比不上威姆合金，但 C 级异兽也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打破。而且，雷鸣指了指上方的水晶装置，沉声说道：“这里设有军方的屏障装置，虽然强度不高，但也能暂时抵抗 C 级异兽的进攻。对于实力较弱的小队，战车有时还能救他们一命。”给凌霄科普完后，一群人坐上了车子。车内空间很大，4排的双座位，中间通道宽敞。雷鸣队长坐在副驾驶，其他队员也在各个方位落座，物资背包置于侧座上。凌霄坐于第3排的右侧，而他的左手边正是那位破格的 C 级猎人双剑乐素星。此时，这位银发女猎人正盯着凌霄，目光里充满了审视。少年，昨晚有好好休息吗？有。凌霄眼睛眯起，面无表情地回应道。他现在也知道了，这女人说的话完全都是意有所指。昨晚女猎人离开后，凌霄因为搞不懂对方的意思，专门去搜索引擎上查了半小时。什么是打胶？什么是杯子 ？ET 硬盘里一般放什么？该怎么奖励自己？莫名其妙之下，很少往上冲浪的凌霄得到了一堆没卵用的杂学知识。他感觉自己脏了，怪不得昨天女猎人说话时，大家的表情都有点古怪，原来只有他蒙在鼓里。凌霄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人能如此正经的开黄腔？他的羞耻心真的还存在吗？外表清冷成熟，一副禁欲系的高冷模样，但在凌霄眼里，对方那好看皮囊下面已经是一堆不可言喻的污秽之物了。看到凌霄一直在瞪视着自己，乐素心微微一愣，脸上闪过了一丝恍然。你想要我的道魔吗？很遗憾不能答应你。女猎人手扶着胸脯，略带歉意地说道。因为本人还没有经验，设备应该无法探测，但我可以推荐你一些高评价产品，比如……乐姐，你别说了。银盾将近直接探身捂住了乐素心的嘴巴，对着凌霄露出了尴尬的笑容。而车内的其他猎人更是表情平静，似乎耳朵已经养成了自动过滤的功能。凌霄默默打开了手机，查询一下道魔是什么东西。2分钟过后，他抬起2只死鱼眼，感觉又被知识给污染了。战车离开边境，驰向了荒区。雷鸣小队的猎人们也收起了心思，各自守在窗边视察着外部的情况。因为这边距离军区较近，附近的荒野上只有零散的几只异兽。屠刀孙克只是瞥了一眼，没有停车，继续前行。凌霄，你如果不用异能，可以对付地级高危异兽吗？雷鸣队长凝视着前方，嘴中淡淡的问道。可以，那我们就不专门给你找对手了，继续往深处行驶，直到掠食丘陵。那里有许多地级高危以及少许 C 级异兽，可以让你们3个新人练练。雷鸣点击战车导航地图，选定了一个颜色较深的地点。随后，他转过头对凌霄告诫道：除非遇到无法应对的异兽，不然最好不要使用异能。你需要优先磨练记忆以及威能5化水平，这样才能补全自身的短板。好的。凌霄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太好了，他也是这么想的，正好刷刷双手剑的经验值。战车在荒区奔驰，有时遇到巨石、树木阻碍，亦或是有不长眼的异兽埋伏时，队长和乐素星会探出窗户，对着外面轰出一道拳波或斩击，直接清扫掉沿途的障碍。途中宰掉的那些地级异兽，小队也没有停下来收集素材，似乎不想因此浪费时间。终于，不停飞驰了1个小时后，在一处土地暗沉的缓坡前，战车停了下来。没有带背包，雷鸣小队的众人只提着武器下车。B， 屠刀孙克按下手中的钥匙按钮，战车顶部的晶体装置亮了一下，开始散发着某种特殊的能量波动，这能让异兽尽量远离这里，防止战车遭到破坏。孙克收起车钥匙，对着凌霄冷冷地解释道：这能量波动能让异兽害怕吗？凌霄感觉有些新奇。不，这能让他们感到恶心。屠刀孙克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就好像路上看到一坨大便，你是不是也会离远点？凌霄感觉这解释真的好形象。前面就是掠食丘陵，将军领队，你们3个新人去吧。雷鸣队长手拄着一把泛紫光的巨斧，对凌霄他们说道：我们会最低程度保证你们的安全，但不会帮你们解决异兽，除非情况超出了新人的处理范围。雷鸣的视线从江静、阿斌、凌霄的身上掠过，沉声问道：明白了吗？明白。星号3。行，那出发吧，给你们3个小时，时间一到就要继续赶路。轰！凌霄3人化作几道黑影冲上前方的缓坡，而几名资深的精英猎人也不急不慢地掉在身后，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攻击捕捉范围。暗沉的丘陵上，杂草丛生，树木折断，土地翻起，坑坑洼洼。地面上时不时能见到斑驳的血迹以及被啃食成块的白骨兽躯，隐约之间能感受到多股强大的威势。他们藏身于树林乱野，或是翱翔于天空，耳内时不时能听见低沉的兽吼嘶鸣以及巨物蹂躏大地的声音。3个新人已经缓下了脚步，小心谨慎地往前方探索。走在最前方的是银盾将近，他手持战刀灵盾，脸色严正肃静，与平时的随意判若两人。而在他的左侧方则是手握巨锤的阿斌，他嘴角咧起，眼中充斥着好战的兴奋感。跟在2人身后，凌霄手持着大剑，若有所思地将看着远处的缓坡尽头。如果他的感知没错，那后面存在着多只异兽的气息，2只较近，其余的偏远，而且都很强。停下！果然，在临近坡顶处，江静就定下了脚步。他举起灵盾，死死地盯着前方那凸起的磐石。阿斌，将那石头轰碎。好嘞！阿斌从地上捡了个石块，掂量下手感，随后灰色的气焰缠绕其中。轰！灰色的流星直射坡顶的磐石，犹如火药爆炸一般，数米宽的大石被轰成碎块，浓厚的灰尘漫起，遮盖了上方的景象。
江静、阿斌手持武器，静静地等待着烟雾落下，没有贸然行动。可就在这时，唰！灰色的能量斩击撕破了烟雾，自上而下的劈向众人。当！一面泛着银光的灵盾挡在了前方，正面接下了这道威能攻击。四只笼罩着灰焰的江静抬起头，看向坡顶的兽影，那是2只怪异的山羊，它们一大一小，大的高达3米，小的接近2米。一只尖角冲天而立，细长的羊头上2排牙齿尖锐锋利，流淌着粘稠带血的唾液。身躯粗壮，没有皮毛，而是深褐色的鳞甲。当然，最让人怪异的是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尾巴，长度跟它们的身躯持平，在空中灵活游动，犹如蛇身。蛇尾角羊，一只 C 级，一只 D 级高危。银盾将近脸色凝重，但没有什么畏惧。我和阿斌对付大的，凌霄，那只 D 级角羊交给你了。轰！话音刚落，江静、阿斌已经冲向了那只 C 级异兽。既然2位前辈都分好对手了，凌霄也不挑，他挡在那只 D 级的蛇尾角羊面前，笑容灿烂地挥出了大剑。双手剑 LV2， 经验值+6。数百米开外，几位资深猎人眺望着不远处的战况，脸上甚是悠哉。江静的格挡技术越来越高明了，威能强度相比几月前也有了不错的提高。雷鸣队长肩扛着战斧，注视着2位新人的战斗，继续说道：阿斌进度也不赖，而且战斗质感很优秀，每次都能找到角羊的停顿点。在那块战场上，2位年轻战士正与 C 级异兽打得如火如潮，他们的力量、能量强度都略弱于异兽，但凭借着武器、技艺相互配合 ，C 级异兽也难以取得足够胜机。蛇尾角羊有2种能量放出方式，一个是凭借着长尾挥出斩击，一个是使用独角射出光锥。如果被拉开距离会很难对付，但江静跟阿斌很机灵，他们灵活的纠缠在异兽身周。银盾将近左手灵盾格挡异兽的攻击，右手是燃烧着灰焰的战刀，时而对着异兽的尾椎处来上一刀。而怒锤阿斌则握着灰色巨锤，一旦异兽准备威能放出，他就趁机挥下武器，打乱对方的攻势。他们的攻击对 C 级异兽来说不算致命，但确实也能造成一些伤害。只要不出现太大失误，战斗持续久了，这只蛇尾角羊应该会被他们斩于马下。雷鸣微微颔首，虽然这只异兽不算强，但确实是 C 级。那2个新人能成功狩猎，他已经感到很满意了。至于凌霄这边，雷鸣队长看了一会，脸上浮出了一丝古怪的表情。这凌霄的肉体力量是不是偏强了一点？岂止是强了一点？屠刀孙克摇了摇头，挥出猎兽巨刀，深灰色的刀芒将一只试图靠近的异兽劈成2半。我觉得那小子力量不弱于江静他们。在另一处的战场上，手持大剑的凌霄正与那只地级的蛇尾角羊进行着正面激战，双方你攻我守，大剑与异兽的独角蛇尾接连碰撞，打得相当精彩焦灼。理论上来说，这情况没啥不对的，但问题是，那异兽的躯体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灰焰，而那手持大剑的年轻人却连威能缠绕都没使用，这就相当不对劲了。异能使在威能提炼上有优势，身体强度确实会高于普通学生。雷鸣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道：但在这个年纪，肉体强度就接近 C 级，还是很不多见的。双剑乐素心竖起2根食指，左右摆开20公分，淡淡说道：少年是军团拿2级合金诱拐进来的，肯定有过人的长处。是的，凌霄那把暗色的大剑，3位猎人一眼就看出是2级合金，不过他们倒也不觉得惊讶，毕竟是异能使，过几年没准就有匹敌 B 级的实力了，军团肯定愿意提前投资。队长，孙克指着战场那边说道：又有几只被吸引了，要我过去宰了吗？不用。雷鸣凝望着凌霄的战斗，摇头道：凌霄看起来还很有余裕，给他加点难度吧。枪！枪！枪！双手剑 LV2， 经验值+6。双手剑 LV2， 经验值+7。双手剑 LV2， 经验值+5。看着对面已经伤痕累累的蛇尾角羊，凌霄内心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哪怕他连威能冲影都没用，哪怕他还收敛了许多力气，但对这只地级异兽来说，负担还是太大了。毕竟是练剑，力量再小一点，他的经验值就涨不动了。咋办？要去抢前辈们的猎物吗？就在凌霄有些犹豫时，几道飞驰而来的气息让他眼前一亮。噗嗤！双手剑 LV2， 经验值+11。蛇尾角羊的头颅飞起，满是疲惫的兽瞳上闪过一丝安详。一剑了截掉这只被他榨干的异兽后，凌霄转过身子，看向了另一侧山坡。那里有3只高速掠来的狼类兽影，它们通体灰色，身高超过2米，体长超过4米，刚爪长且锋锐，犹如碎肉的剃刀。巨灰狼，地级高危异兽，而且是群居的。注视着他们的移动路线，凌霄踢动脚下的碎石，深灰色气焰将石块化为散弹，轰击在异兽前进的方位。轰！轰！轰！3头巨灰狼停下脚步，面目狰狞地盯视着凌霄，喉咙里散发着嘶吼。他们本想去探查那只 C 级蛇尾角羊的战场，但没想到有人敢挑衅拦截他们。3只巨灰狼掠过残影，将凌霄3角包围了起来。银盾将近也察觉到了这边的情况，他一边抵挡着异兽的进攻，一边高吼道：凌霄，坚持不住就使用异能。放心！大声回应后，凌霄抬起大剑，劈开一只巨狼的爪击，而其他2只巨灰狼也没有放过机会，他们奔涌而上，钢爪、尖牙，包括躯体的脆弱部位都缠绕着灰色的焰纱。枪！枪！枪！巨灰狼是群居狩猎的生物，非常擅长围猎猎物。就算没有 C 级的狼王带头，狼群一旦超过5只，也能对 C 级异兽产生威胁。身处3只巨狼的凶险围攻之中，凌霄脸上挂着轻笑，与他们展开了难舍难分的厮杀之中。枪！枪！枪！双手剑 LV2， 经验值+10。
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9，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1。不对劲，为什么他的力量、速度又变强几分了？雷鸣摩挲着头发，眉头微微皱起。那小子，屠刀孙克眯起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地猜测道：“刚才不会连威能冲印都没用吧？”听了他的话，队长微微张大了眼睛，因为距离远，人与异兽的威能波动又混杂在一起，几位猎人也无法准确地分辨凌霄到底有没有使用威能。单靠肉体力量就能匹敌威能全开的地级高危异兽。雷鸣队长努了努嘴，脸上浮出了一些困惑，低语道：“这怎么可能？江静、阿斌都做不到吧？他才实习生啊！”双剑乐素轻轻抚脸颊，若有所思地说道：“少年好像在修炼剑技。”注视着凌霄的剑势变化，女猎人蜜银色的双瞳上锋锐闪烁。不到10分钟，几只巨灰狼又变得伤痕满身，皮开肉绽，滚烫的鲜血染红了毛发，威能焰杀稀薄，甚至4肢的钢爪都断裂了几根。因为这几只异兽的强度变高了，凌霄加大了点力道，愉快地刷了波经验值，但现在似乎又被他榨干净了。算了，了结掉他们吧。紧了紧手中的大剑，凌霄刚想把几只合作伙伴宰了，但随即他发现了一丝异样。明明快要油尽灯枯了，但这几只异兽此时并没有想要退缩，他们喉咙微微震鸣，目光阴冷地瞪视着凌霄，似乎在看一个将死的猎物。如果存在头狼，巨灰狼会通过威能震出声波，向狼王发出狩猎信号。这是凌霄在军武异兽课本上学的知识。嗷呜！威武悲壮的狼嚎声从远方传来。凌霄转过头，只见10数公里外，一头庞然巨狼角踩着灰焰奔腾于天空，带着恐怖的威能波动飞掠而来。在更远处的丘陵缓坡之下，10数只群狼奔跑于大地，追随着天上狼王的尾焰，接连的赶赴战场。一头 C 级狼王，13头巨灰狼。雷鸣队长眼睛一凝，沉声说道：“不行，这强度超过了3只 C 级异兽，凌霄哪怕使用异能也没法应对。那我去把狼群宰了，给他留一只狼王就好。”屠刀孙克手提着兽刀，刚想上前走去，可这突然映入眼帘的东西却让他瞳孔一缩。扑唰，一道深灰色的剑气爆射而来，他划出了数百米长的轨迹，斩断了沿途的一切事物，从3名猎人前方掠过，在大队离开了深深的疤痕。看着这道威势骇人的剑气，雷鸣缓缓张大了眼睛，怔怔地看向远处的年轻人。那个手持大剑的实习生，此时正面带轻笑地对着他们挥手，意思也很明确：这些我都能对付，你们不用出手。3名猎人沉默了一会，纷纷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愕然。啥时候实习生也会威能放出了？雷鸣队长挠了挠头，嘴巴抑制不住地抽搐了起来。这屌小子是哪里蹦出来的怪胎？闻所未闻，屠刀孙克脸上也满是不可接受。他凝视着地上的斩痕，喃喃自语道：“这天赋比异能还要稀奇，副团长这次挖到了什么离谱玩意？而且少年的剑压很强，很硬，很浓密。”乐素心左手向空中虚握，似乎在感受着刚才的威能波动。他很熟练，不是刚习的威能放出。下次直接把这小子当 C 级战力安排。雷鸣咂了咂嘴，眺望着远方的战斗，脸上浮出了一丝疑惑：为什么他不用剑气，一直要跟异兽打白刃战？是在节省能量吗？扑唰，在距离接近1公里内，空中的巨狼便前爪一甩，5道灰色的爪芒迸发，笼罩了凌霄所在的区域。凌霄面带轻笑的举起大剑，没有避让，正面迎向了飞驰而来的能量爪风。啪啪啪，轰，犹如玻璃破碎了一般。锋锐高强的威能斩击，在遇到那把暗色大剑时被轻易的切断破碎，凋零于空气。接连的巨力相撞，搅乱了气流，刮起漫天尘土。在斩碎全部的爪芒后，凌霄向后一挥大剑，当，轰，一只燃烧着灰焰的巨爪与合金大剑直接相触，恐怖的冲击波引爆，击散了漫天的尘埃，并如同飓风一般席卷了数百米。凌霄轻抬眼帘，略带好奇地看着面前的巨狼。他的身高超过了3米，全身都长满了粗长的灰毛，威严的狼瞳里澎湃的灰焰在熊熊燃烧，力量很强，超越了普通的 C 级猎人，能跟凌霄正面对抗。当然是他不使用威能的情况下。而且凌霄轻瞥了一眼剑上的狼爪，那威能火焰下面似乎还附着一层灰色的结晶，大大提高了他的利爪的强度。这只巨灰狼王威能放出使用的很熟练，是一个很耐砍的合作伙伴。想到这，凌霄的眼睛顿时一亮，他重新抡起大剑，笑容友善地砍向这只异兽朋友。枪枪枪，轰！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4，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5，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4。暗色的钢剑与巨狼的钢爪躯体接连碰撞，这只巨灰狼王想要拉开身位，但凌霄犹如复古之驹，如影随形地纠缠在他身边。这种情况也激起了异兽的凶性，兽瞳中满是怒火。他能感觉到这只猎物的强大，但并没有凌驾于他之上，所以面对凌霄的挑衅，狼王也完全不甘示弱。扑唰，结晶狼爪撕出锋芒，斩碎树木碎石，附着灰焰的凶牙咬下，犹如凶悍无情的绞肉机。凌霄与这只 C 级异兽厮杀在一起，谁也不愿意暂避锋芒。嗷呜！可就在这时，10数道狼影接连而至，他们包围了凌霄，趁着他与狼王对战的间隙，巧妙的偷袭围攻。呵呵，见状，凌霄嘴角一咧，熊！灰焰在空中漫起，数十块小型的威能结晶漂浮于身周，替他抵挡着四面八方的突袭。枪枪枪！密集的兽群之中，大剑高速轮舞，形成了暗色的剑网，不断砍向身周的异兽。在这恐怖的实战击破下，
凌霄的经验值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起来。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8，威能 LV2 经验值加3，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威能 LV2 经验值加2，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20。20分钟后，因为异兽觉得不敌，开始边战边退，江靖这边的战场已经移到了1公里外。经过了长时间的搏杀，战况也要接近尾声了。灰焰战刀砍断了异兽的蛇尾，巨大的光锤砸碎了异兽的头颅。花费全身精力，威能几乎耗尽的江靖、阿斌终于猎杀掉了这只强大的蛇尾角羊。惊险的战斗结束了，他们也终于有余力去眺望着另一边的战场，但映入眼帘的却是如同地狱般的残暴景象。10数只巨灰狼蜂拥跃动，他们身上爬着鲜血，满脸凶厉地围杀着猎物。而在狼群的中心，则是一头体格庞大的巨灰狼王，他身上燃烧着灰焰，溢散着比 C 级蛇尾角羊还要强悍的威势。此时，这只异兽脸上爬着勃然的怒火，对着下方疯狂地挥爪撕咬，似乎要将猎物碎尸万段。在那巨大的狼群之中，被围攻的人影实在太渺小了，渺小到根本看不见他的身影。这到底什么情况啊？银盾将近眼前一黑，感觉自己脑袋都快炸了。那恐怖的场面，单单看着就让他头皮发麻，毛骨悚然。5只以上的巨灰狼就能威胁 C 级异兽，而在现在那边有10几只，甚至还有一只强悍无比的狼王。这战力之下，普通的 C 级异兽估计不到1分钟就被分尸了。为啥前辈们不支援？这就算再有骨气也扛不住啊！怒锤阿斌面容呆滞，眼神茫然地注视远处惨况。阿斌，我们赶紧过去，凌霄他是异能使，没准还活着。哦，好的。江靖的一声怒吼惊醒了发怔的阿斌，两人弓起身子，疲惫的身躯上挤出了一丝灰焰。咻！几道残影掠过，宽大的掌心按住了两位新人的肩膀。你们威能都快耗尽，就别去凑热闹了。你们威能都快耗尽，就别去凑热闹了。听着身后那熟悉的男性嗓音，江靖脸色一僵，随即气血便涌上了大脑。他转过身，扯住了雷鸣队长的衣领，面容扭曲的嘶吼道：“喂，臭死宅，为什么不支援啊？”怒锤阿斌虽然没有像江靖一般冲动，但也满是不解地看着几位前辈。冷静一点，江靖，你这容易应激的毛病要改改。看着眼前这脑袋充血的年轻人，雷鸣无奈地叹了口气。首先，我们支援的前提是凌霄需要支援。啊！江靖面庞一怔，砰！一道勾拳轰在了江靖的后脑勺，直接把他打趴在地上。害怕看到队友死，你就更应该沉着冷静。我应该警告过你了吧？屠刀孙克捏了捏拳头，语气阴冷地说道：“抱歉。”满脸灰尘的从地上爬起，江靖低着脑袋，表情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狰狞。双剑勒素心揉松女孩的眉眼，语气亲和地说道：“走吧，带你们看看真实战况。”轰！灰焰冲天而起，江靖视线一转，已是近100米的高空，身旁是手提着阿斌的屠刀孙克，以及双手环剑的雷鸣队长，而他自己则被勒素心搂着肩膀，双腿凌空。咻！深灰色威能屏障从雷鸣的脚下蔓延，为众人制造了着陆点。双腿站住后，江靖看向了下方的战场，在那狂暴的狼群中间，是一名挥舞着大剑的年轻人。他身体毫发无损，面容平和，脸色未见疲态。深灰色的威能结晶环绕于身周，替他抵挡着死角袭来的攻击。而那围攻他的狼群身上反而流淌着粼粼鲜血，甚至连那威猛的 C 级狼王身上都多有处挂彩。什么？银盾江靖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一切。那不是异能吧？怒锤阿斌挠了挠头，嘴巴越张越大。那些深灰晶片是威能吧？就跟你脚下站的一样，是威能放出的高级产物。屠刀孙克敲了敲脚下的屏障，冷声道：“凌霄不仅会威能放出，而且熟练度极高，不弱于我。他不是今年的实习生吗？”江靖摇了摇脑袋，爬着灰尘的花脸上满是不解。我这届的首席也是异能使，但他是今年才学会威能放出，根本没这么离谱啊！不止，这小子比你想的还要夸张。雷鸣队长凝视着下方的人影，语气骤定地说道：“凌霄的力量比不上孙克，但绝对能匹敌高位的 C 级猎人。他的威能只用来防御，并没有增幅自身，也就是说，他是纯靠着肉体的力量在挥剑。为啥？他要节约威能吗？”阿斌问道。雷鸣摇了摇头：“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后面发现不是。少年他在修炼剑术。”双剑勒素心眼帘低垂，嘴角勾起了瑰丽的弧度。相比之前，他的大剑成长了很多。枪！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威能 LV2 经验值加2，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21，威能 LV2 经验值加2。在经验值的疯狂累加中，凌霄手中的大剑也越加灵动顺畅。在过去，他的武器一直都是夹把式，缺乏了实战的磨练，靠自己挥剑跟砍在异兽躯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方的威能弹开剑锋，毛发会削弱力道，肌肉会阻碍钢剑，骨头会有足够的硬感，每一剑都有着独特的反馈感，让他大脑在一点点做出调整。面对地级异兽该怎么挥剑，面对狼王该怎么挥剑，如何更好的破开对方的躯体，哪个角度能更好斩掉骨骼，面对威能缠绕，如何更好的造成伤害，面对巨灰狼的钢爪又该如何挥砍格挡。这些巨灰狼都是他的陪练对象，而这头 C 级的狼王更是凌霄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在使用威能的情况下，拥有着不弱于凌霄的力量，而且狼王的还会使用结晶防御，凌霄能全力挥砍，而不怕对方突然暴毙。那些地级高危的巨灰狼已经皮开肉绽，
有些倒霉蛋甚至还被凌霄斩断了前爪。但这头狼王只是挂了点口子，皮毛被切开，鲜血流淌，但没有伤及筋骨要害，可以说十分坚挺。只不过这种坚挺也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巨灰狼被钢剑重创，自身的威能逐渐稀薄见底，狼王的情绪越加暴躁，越加焦急，甚至开始萌生退意。他实在不能理解自己钢爪、尖牙为什么无法撕碎猎物。大剑的阻碍，结晶屏障的阻碍，就好像乌龟壳一样，防御的密不透风。有时就算他突破了层层防御，这个人类的身体上也会漫起能量焰杀，硬生生吃下他的攻击。别说受伤了，对方连表情都没变化，就好像他的攻击完全不疼不痒一样。不对劲，10分甚至9分的不对劲。巨灰狼王开始寻找逃离的战机，而这个举动也被凌霄发现了。唉，异兽朋友们又要抛弃他了。凌霄内心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剑上燃起了焰杀，扑刷，深灰色的斩击爆发了，数道月牙撕开空气，吞没了身周的群狼。噗噗噗，在巨灰狼群难以置信的眼神下，强度高到离谱的剑压直接碾碎了兽体的灰焰，将它们切成了肉块。呜！巨灰狼王顿时被吓出悲鸣，他身子爆射而出，一眨眼间已经跑出了数百米的距离。看着惊慌逃窜的异兽，凌霄面色平静，四肢上漫起了焰杀。轰！后发先至，凌霄的身影出现在了巨狼身侧。狼王的兽瞳微微往右偏移，还没来得及惊恐，一把燃烧着灰焰的大剑化为流光，自下而上的劈中了他的脖颈。零距离之下，深灰色的月牙喷涌而出。狼王那已尽稀薄的威能根本无法抗衡这恐怖的斩击。扑刷！缠绕的能量被撕碎，皮毛肌肉破开，血管骨骼一刀两断。狼手飞起，血液喷涌，灰焰大剑划出了巨大的扇形。在斩首异兽后，深灰色的月牙仍然没有停息，它带着骇人的威势冲天而起，继续扩大，形成了上百米宽的斩击，在1000米高空留下了残月般的弧度。啪嗒！哪怕已经降落了，江静和阿斌两位新人此时仍眺望着天空的能量尾焰，面容呆滞，嘴巴都合不上来。雷鸣队长则凝视着前方的实习生，这个年轻人脸色十分平静，他没有斩杀异兽的欣喜与成就感，更没有对自己那剑的威力感到惊讶，似乎刚才不是进行了凶厉的厮杀激战，而只是日常的挥剑练习罢了。雷鸣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凌霄，我们可能需要谈谈。所有的异兽尸体都被集中起来，凌霄手拿着灰焰小钢刀，跟雷鸣小队的猎人们一起收集异兽素材，蛇尾角羊的独角、蛇尾、巨灰狼的钢爪、皮毛以及狼王的犬牙等等。那只 C 级蛇尾角羊的报酬将近，阿斌各5成，其他的异兽素材全归你所有。雷鸣队长手拿着平板记录，对凌霄解释道：到时军团卖出后会给你分成，分成额度就因人而异了。好的。凌霄举起手中破碎的狼皮，问道：像这种素材是不是价格较低？对，素材越完整售卖价格越高，保存良好的巨灰狼皮能卖10万以上，狼王的话价格再翻个10来倍。那头狼王被自己斩首，身上的兽皮没有太大面积破损，保存应该还算可以。而副团长承诺的分成额度是8成，也就是说那头巨灰狼王不算犬牙、钢爪，单单兽皮就能给自己带来80万左右的收入。凌霄微微颔首，对这收入还算满意。在老猎人们的帮助下，异兽素材很快就收集完毕，被封装在一个个军用包里。屠刀孙克从战车上取出一包黑色幕布，展开后将其包裹异兽尸堆，边角钉死在地面。随后雷鸣队长拿出一个白色喷漆，在幕布上喷下一串字母数字 LZXLLM22454。异兽尸体血肉也有价值，但我们无法运送，所以只取最值钱的素材，除非是 B 级异兽的尸体。雷鸣举起手中的喷漆，缓缓说道：这款喷漆是军方特殊制作的，气味令大多数异兽感到恶心，能让他们尽量远离尸堆。经受威能洗礼的生物，尸体的腐烂时间会很长。猎人协会跟军方会定时安排荒区收尸队，我将尸堆定位上报官方，到时这堆异兽尸体是否存在就看运气了。队长的意思很明显，官方能回收他们就有钱，没回收就当丢了。处理完毕后，众人回到了战车内部，但没有启动车辆。凌霄，可以说说你的实力范围吗？雷鸣队长坐在凌霄的对面，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十分认真。而其他猎人也都齐聚在附近的座位上，探着脑袋，满是好奇地盯着凌霄。实力范围？凌霄沉吟了一会，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是指使用异能还是正常战斗？雷鸣挑了挑眉道：先说说你不使用异能时的战斗力。那应该跟孙哥差不多吧？凌霄露出了谦逊的笑容，略微报低了一点实力。跟孙克差不多？雷鸣队长微微瞪大了眼睛，似乎没想到会得到这个答案。连旁边那位面无表情的屠刀孙克此时也皱起了眉头，对凌霄的自我评价感到意外。凌霄，孙哥可不是普通的 C 级猎人，他真的超级强哦。对啊，孙哥的骨气不是别的 C 级能比的。江静、阿斌连脸色惊愕，对着凌霄好心提醒道：我知道的。凌霄轻笑点头，脸上没有被质疑的部分。屠刀孙克相当于狂斗道场的顶级 C 级猎人，可能还要稍强一点，他应该能跟凌霄打一会，但最后肯定也会败下阵来。至于双剑乐素星，凌霄就不了解了。他这种已经在进行异化修行的猎人，是 C 级破格中的破格。凌霄愿意称他为半步 B 级。我的力量肯定不如孙哥，但因为威能强度、储量较高，所以增幅会比别的猎人大一点。熊！一团深灰色的火焰凝聚在凌霄的掌心，它熊熊燃烧，散发着骇人的能量威势。在那深灰焰苗的边缘，甚至还凝聚着点点威能结晶
尖锐锋利，但又很不显眼。近距离感受着那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将近，阿斌瞪大了眼睛。而相比他们，几位老猎人也好不到哪去。离谱！你真的是学生吗？雷鸣队长伸出手揉捏着那团灰焰，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该不会提前修炼了提炼法吧？”“没有，我用的还是学校教的，没使用完整提炼法就拥有这种威能强度。”屠刀孙克手盖着脸颊，深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半神之子，我都信。半神之子是指王座的孩子吗？”凌霄对此一脸懵逼，虽然早就感觉到你强度很棒，但亲手摸到还是很出乎意料。银发女猎人收回左手，对着凌霄露出了赞叹的笑容。储量、强度、密度、粘稠度都远超预期，不愧是年轻人。谢谢。凌霄冷漠点头，他总感觉乐姐说的话有些问题。那在战力安排上，我就把你当顶尖的 C 级猎人对待了。雷鸣队长双手抱肩，犹豫了一下，问道：“能问下你的异能吗？因为接下来可能需要你辅助我讨伐 B 级异兽。”凌霄眨了眨眼睛，笑道：“可以，我不介意你们知道我的异能。”啪！凌霄打下响指，漆黑与月白在空中晕染，重置了战车内部。2种异能粒子。雷鸣咧了咧嘴，满是新奇的说道：“这可比会2种异化还要稀有。你小子还真够特别的，可以掌握2种异化吗？”凌霄微微一愣：“可以，只要你有余力的话。”雷鸣伸出双手，特殊的能量从掌心流出，左手是蔚蓝色的粒子，十分温和，沁人心脾；右手是深紫色的光电，它们不安跳动，充斥着暴躁与威严。我最擅长的异化是紫雷，但在流水上也有些研究。手掌合上，收起能量，雷鸣勾了勾嘴角，开玩笑道：“这可能代表着我战斗时虽然很暴躁，但内心其实是一个温柔的男人。”看着眼前的猎人，凌霄眼帘微合。雷鸣队长可能比预想的要强。凌霄不觉得普通的 B 级猎人能掌握2种异化属性。好了，凌霄你继续介绍吧。好的。凌霄点头，伸出一根食指，咻，犹如蜡烛的焰苗，一小撮黑焰在悬浮于凌霄指尖，安静燃烧。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虽然量很少，但那暴躁、混乱、锋锐、不祥到极点的威势，却让猎人们头皮发麻，感到毛骨悚然。我的异能其实只是能量放出而已。凝视着指尖的焰苗，凌霄淡淡的解释道：“黑焰的杀伤力很强，对物质跟能量都有着较高的破坏效果。”我能感受到。雷鸣队长摩挲着下巴，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异能火焰。你试验过他的攻击强度吗？有的。凌霄眼瞳偏移，略显含糊的说道：“他能够破开 B 级异兽的防御。”真的？雷鸣眼前一亮，而另外2名 C 级猎人也是神情一怔，满是诧异的看着凌霄。真的？哈哈，那可真的好消息。在得到凌霄的确定后，雷鸣队长嘴角大大咧起，脸上充满了亢奋。原本得靠我磨死那头龙蜥，现在有你的异能，那这次任务就稳妥了很多。队长，那头熔岩龙蜥很强吗？看着男人好像松了口气的表情，凌霄有些好奇。不知道。雷鸣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猎人之间有强弱，异兽也有，但哪怕是最普通的 B 级异兽，也拥有着异化能力。他们的身体强度、能量强度都远超 C 级猎人。乐素星虽然也能对 B 级异兽造成伤害，但并不严重。他和孙克主要是起到战斗干扰效果。”雷鸣挠了挠头，苦笑道：“真正去承受伤害与异兽厮杀的，其实只有我一个人，不然我怕你们被他的攻击拍死。”好过分！乐素星微微蹙眉，抱怨道：“辅助很重要的，能在关键时刻给你帮助。比如你跟龙蜥干的精疲力竭，我跟孙克帮你推推屁股，这任务不就赢了吗？”星号5。一阵沉寂过后，所有人都默契无视了银发女猎人的怪话。凌霄，到时你用异能远程攻击，帮我早点宰掉异兽。雷鸣队长拍了拍实习生的肩膀，将重大的任务托付给他。可以是可以，但得找很精确的时机。B 级猎人和 B 级异兽的速度不是他们所能比拟的。如果只有异兽还好，但如果雷鸣队长也身处战场，那凌霄就得谨慎了，不然一不小心擦到了自己人。可以先远程来上几发，之后队长再进入战场，或者……凌霄眉毛挑起，脑中灵光一闪，月白光点开始汇聚，盘踞于他的手中。队长，我可以用幻术辅助你。幻术？雷鸣眉头轻皱。对。啪！凌霄打了个响指，月白开始晕染了众人的视野。雷鸣小队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敞亮的包间里，灯光暖亮，沙发柔软，木质方桌上茶香四溢，零食瓜果摆满了桌面。唯一与之前相同的，大概就是窗户外的景象了。毕竟身处荒区，凌霄可不敢让大家失去对外的探知。哇，这也太逼真的了！这真的是幻觉吗？银盾将近摸摸桌子，摸摸沙发，脸上满是惊奇。而阿斌拿桌上的瓜子啃了一口，直接瞪圆了双眼。还有味道，真的能吃啊！屠刀孙克环顾四周，略带不可思议的喃喃道：“这招式跟副团长得好像，五感很真实。”乐素心抿了口茶水，双手按在了凌霄肩上，义正言辞地警告道：“少年，不要滥用能力，不然就是里番剧情了。不好意思，我听不懂您在说啥。”没去纠结乐姐嘴中的声色词汇，凌霄看向队长，问道：“怎么样，能骗得了你吗？”虽然自己的精神强度很高，但之梦等级毕竟只有 LV1，又缺乏引导，凌霄也不知道能不能影响 B 级猎人。雷鸣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会房间，点头道：“可以。违和感不强，我得很用心才能分出真假。那如果在战斗中对那只 B 级异兽使用呢？”凌霄挑了挑眉，问道：“嘶！”雷鸣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的表情逐渐阴险。那龙蜥肯定会被幻象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可能成为活靶子。那我们的胜率……哈哈！
包在我身上。看着雷鸣队长畅意的大笑，凌霄也面带笑意。其实他心里也有些小九九，那就是如果那 B 级异兽的攻击没太离谱，他也想去砍上几剑。毕竟凌霄先生他在生存能力上还是蛮有自信的啊。对了，雷鸣队长似乎想到了什么，对着凌霄认真问道：“凌霄，你这招式叫什么名字？”没取名字。凌霄愣了一下，回答道：“就叫幻术之梦。你这能操控五感吧？”雷鸣确认道：“对的。”雷鸣队长双手抱胸，语气有些怪异的说道：“要不我帮你取，叫做镜花水月，你觉得可以不？”很有诗意的名字，但为什么？凌霄眨了眨眼睛，不明白队长为啥心血来潮想给幻术取名。你也觉得不错吧？雷鸣的硬汉脸上泛起了灿烂的笑容。到时使用这招时，你就喊通天般破碎吧。镜花水月，凌霄的脑袋上冒出了大大的问号。为啥用幻术还要念开场白？这不是给敌人提醒吗？还有，你的猎人外号想好了吗？雷鸣队长搂着凌霄的肩膀，脸上满是期待。就叫灰，就叫蓝染，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真的是外号吗？凌霄总觉得有问题。不行吗？那换一个。虚圈之主，很威风吧？很威风，但真的跟我有关系吗？五番队队长呢？发胶手，崩玉，灵鸦。在他坚定的拒绝下，雷鸣队长满脸失落的离开了。凌霄完全搞不懂，为啥对方突然热衷于帮他取名，而且都是些不知所谓的外号。而猎人小队的其他成员面色则十分平静，似乎对这副景象见怪不怪了。撤掉幻术，屠刀孙克直接启动了战车，继续沿着路线前进。将近，阿斌在提炼威能，恢复战斗损失的能量。凌霄则跳视窗外，防备异兽，顺便观察着荒区沿途风景。暗色的丘陵逐渐褪去，雷鸣小队驰入了一个平原。战车前行的路道上似乎还存在着沥青痕迹，也许在沦为荒区之前，这里是一条高速公路。沿途的景象在倒退，凌霄还时不时能看到一些残破的低矮建筑，它们爬满青苔，杂草遍地，牵牛花的蔓藤附着砖瓦，在废墟上点缀红紫，安逸但美，但又存在着危险。扑唰！凌霄手刀挥下，一道深灰月牙将窜出的地级异兽斩成两半。这些建筑也隐藏着异兽，甚至在凌霄的视野内，千米开外，一棵巨大的石兽花正在进食，满是尖刺的花蕊上还残留着异兽的碎尸，鲜血淋下，绿茎满是猩红，甚是恐怖。所谓异兽，并不只有动物，荒区的危险更是多种多样的。终于，2小时后，战车再次停了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废墟般的城市，到处都是倒塌破碎的高楼、混凝土、塑料、玻璃碎片、电线、发灰掉渣的广告牌、破碎的围栏铁网、被踩得凹扁的汽车骨架，甚至凌霄还看到了一个奇迹般耸立完好的红绿灯，就像南都在灾变中毁灭的城市。现在它已不属于人类，里面蕴养的只有异兽，虫鸣、兽吼、禽类啸啼、啮齿磨髓、血肉撕咬吞咽，骇人神经的咆哮声，四面八方没有停息，犹如一所恐怖之都。就像南都虽然是低危地区，但异兽种类非常多，甚至还有许多虫类怪物。雷鸣队长敲着窗户沉吟了一会，这座城市的异兽太密集了，不能久留，也不能收集素材，不然会被数不尽的异兽围攻。雷鸣队长打开车门说道：“阿斌开车前进，其他人下车跟随守卫。”众人提着武器下车，怒锤阿斌坐上了驾驶席。凌霄，你想要磨练剑技可以，但不能拖延。雷鸣队长看着凌霄，严肃说道：“我们要尽快离开这座城市，你可以在周边斩杀异兽，但必须跟紧战车的脚步。”好的。凌霄点头。在知道了他的威能强度后，以及真实战力后，雷鸣队长并不担心凌霄会被低级异兽伤害，他就怕凌霄拖延太久，被城内的异兽包围。毕竟人的体力、威能储量是有限的，一旦异兽数量过多，能量耗尽，那情况就有危险了。战车引擎启动了，80码的速度前进。雷鸣队长银盾将近奔跑于战车右翼，屠刀孙克、双剑乐素星守候于左翼。至于凌霄，他直接跑最前方开路去了。反正都是练剑，那还不如把路线上的异兽都提前宰了，这样更不会拖延队伍。轰！脚底燃着深灰气焰，凌霄化作一道黑影，奔驰于废墟城邦之上。10数只褐红的巨犬从角落中扑出，它们体格超过了雄狮，没有皮肤，暗红色肉块犹如腐烂了一般，浑身恶臭。腐烂猎犬，地级异兽，群居生物。凌霄面无表情，握紧大剑，身影化为流光，从犬群中快速掠过。扑哧，扑哧，扑哧，暗色的剑光闪烁，血肉内脏喷涌。一个照面下，猎犬们或是头手分离，或是四分五裂，躺在地上成为了肉块。双手剑 LV2。经验值加15，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4，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6。虽然没用威能，但凌霄也不再留手了。在瞬间秒掉一群地级异兽后，他看也不看，继续向前奔驰。风景在急速倒退，灰焰在眼中燃烧。凭借着子弹时间的动态视力，凌霄一边跑一边高速地审查着周边环境，不放过任何一只露头的异兽。扑哧，钢剑划过，体长超过4米的怪猫缺失了脑袋，暗光掠起，一头长着巨镰的蟑螂化成了碎片。变色的绞杀巨蟒，坦克般的黑血猪狼，1米高的血纹，啃食金属的独眼鳄龟。扑哧，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7，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5，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7。剑光飞舞，经验值不断累积。这里简直是异兽的培养皿，怪物密集，各种种类都有。但对凌霄而言，这些都不算什么。
绝大多数地级异兽都做不出反击，哪怕是少有的 C 级异兽也好不到哪去。周，凌霄抬起脑袋，一只翼展接近10米，羽毛泛着金属色泽的飞禽正在盘旋。C 级异兽钢之雀鹰，轰！凌霄化为一道深灰流星，爆射向100米高空的雀鹰。周，灰焰大剑划过，异兽躲闪不及，燃着威能的刚翼受到了剑锋的直击。当，噗嗤！异兽的灰焰被大剑上高强的威能所碾碎，焰剑继续滑下，巨大的琴翼瞬间脱落。钢之雀鹰张大了鸟喙，一团浓缩的光球直射而出。对此，凌霄再次挥下了大剑，异兽的威能光炮被劈开了，灰焰钢剑犹如切开了黄油，去势无阻，斩向雀鹰的头颅。噗嗤！鲜血喷涌，从张开的鸟喙开始，异兽脑袋被横劈成2半。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8。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屹立在高空，凌霄扫视着地面，配合着威能探查神经，将前路的异兽位置记下。随后，轰！深灰流星坠落，猩红飞剑，猎兽的大剑持续挥舞，一条由异兽尸体组成的血路开始延伸。后面的雷鸣小队也以意想不到速度顺利前进。那小子，我叫他在周边练练，他竟然把前面的异兽都宰了。看着这一路上鲜血淋漓的兽尸，雷鸣队长眼角抽搐的吐槽道：“这30分钟就见到小猫2、3只，老子从没如此安逸的通过这乡难斗。”这还有一些 C 级异兽的，银盾将近挠了挠脸颊，弱弱的接话道：“如果是我在前方开路，估计早就没气了。”对于他的话，驾驶室的阿斌左手伸出窗外，大拇指竖起：“俺也一样。”轰！屠刀孙克打出一道拳压，将前方组行的尸体10块轰飞。接着，诞生说道：“是凌霄的体力太丰厚了，就乡难斗的异兽不算太强，但数量、种类数不胜数，精神得高度集中，战斗也会接连不断。在这种持续高压环境下，哪怕 C 级猎人也会疲惫不堪。”对此，乐素心点了点头，赞同道：“年轻人的体力就是旺盛，不过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不用动，少年全自动。”咋回事？突然间，雷鸣队长打断了小队的对话，他眉头皱起，双瞳中雷光闪烁，隔着废墟楼房眺视着血路蔓延的远方。在 B 级猎人强大的探查神经下，雷鸣发现，在近10公里外的地点，那异兽不断消失的感觉消失了，而凌霄的威能也平静隐藏起来，似乎停下了战斗。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7。双手剑 LV2， 经验值21。滚烫的鲜血在流淌，异兽的尸体堆积于大地，方圆300米内已没有生命存活。砰！燃着灰焰的右脚掠过，一只无头的兽躯冲天起，划出抛物线，掉落于数百米外的废墟上。凌霄杵着大剑，面无表情地看着兽躯后的东西。那是一辆战车，跟雷鸣小队一个款式的，玻璃破碎，骨架扭曲，连车顶的屏障装置也化成了晶片残渣。残破的战车内部掉落着一只左手，它的切口平整，漫溢鲜血，似乎刚被砍下来不久。噗轰！数十米宽的深灰光球冲天起，在达到数百米高空时猛然爆裂，暗色的威能晶片四处挥洒，犹如一道壮烈的烟花。看着天上的能量花火，雷鸣眼睛一凝，大喝道：“将近上车，阿斌，油门踩死，我们全速前进。”是。星号4。噗轰！噗轰！噗轰！几位老猎人陆续轰出拳压，轰开了兽尸与废墟残骸，战车开足马力，全速往光球升起处冲锋。给队长打了个信号后，凌霄探入报废战车的内部，拾起了那只手臂。这是一只女性猎人的左手，从那光洁的切口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异兽的钢爪或者威能斩击所切断的。战车的后方还堆放着许多包裹，看样子都是异兽素材。这只手臂离驾驶室很近，车内没有武器掉落，附近也没有人类的尸体。凌霄推测，应该是某支猎人小队遇到了难以抵抗的异兽，弃车逃跑。而开车的女猎人慢了半拍，被异兽的攻击弄丢了手臂。至于那个小队往哪个方向逃跑，凌霄探查了一下周边，脚印、鲜血早已跟异兽们互相覆盖，根本得不到踪迹。不过，在战车的右侧的数百米位置，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异兽残躯。嗡！战车的轰鸣声从远方传来，车轮急速飞掠，很快就抵达了凌霄身前。怎么？发现什么异？看到凌霄手中的残臂，雷鸣眼睛一缩，表情顿时肃正了起来。凌霄踢了踢脚下几块拼凑的昆虫残躯，向队长报告道：“我在战车右翼发现了这2种异兽。”雷鸣低下身子，观察着这2种昆虫，它们一灰一白，像长着翅膀的蚂蚁。白色的完整蚁躯应该有接近1米，光洁如玉，背后有着晶体长翅，口中有着8道前状大牙，尾部尖锐，留着乳膏般的胶状体。灰色的蚁兽接近2米，外壳呈金属色泽，胸前有着4只巨型钩爪，犹如锋利的钢镰，翅膀巨大，接近3米，而且颜色灰黑通透，似乎有着类似暗影螳螂的隐身能力。玉简白蚁，暗影钢蚁。雷鸣审视着下方的残躯，眉头紧紧皱起。如果是蚁群，那确实很糟糕。屠刀孙克蹲着身子，冷声道：“蚁群每次捕食都会出动数十只，而且里面可能还混杂着 D 级高危，甚至 C 级兵蚁，对实力不足的小队是致命威胁。但问题是，这2种蚁群为什么会混在一起？”双剑乐素星眼瞳中密银闪烁，脸上也没有了平时的散漫感。玉简白蚁和暗影钢蚁应该是死敌关系，哪会合作捕食？也许不是合作。雷鸣摇了摇头，猜测道：“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们盯上了同一批猎物，相互竞争狩猎。也就是说，这个猎人小队是个倒霉蛋，正好被2批蚁群纳入目标。”凌霄看着队长，按捺住内心的焦躁，出于同情、怜悯，亦或是某种人道正义感，他很想去支援对方。
但自己只是个经验尚浅的新人，不能随意做决定，不然很有可能拖累队伍。江静跟阿斌现在沉着脑袋，默不作声，应该也是跟他一个想法。尤其是江静，他现在与平时的软糯、温和判若两人。凌霄看他眼睛圆瞪，双颚紧咬，手臂颤抖，冒起了青筋，似乎竭力克制着自己。相比起其他人，他的情绪非常明显、突兀，甚至有些偏激。猎人协会没有发出紧急救援信号，要么是战况过于激烈，猎人们分身乏术，要么是队伍已经死光了。雷鸣队长收起手机，果断决定道：停放战车，以最快的速度探查支援。是。星号5。阿斌停稳战车，开启结晶装置的驱兽模式。轰！乐素星、孙克、凌霄化作几道流星从天上爆射而出。雷鸣队长脚下凝出了深灰屏障，江静、阿斌站立于两侧，威能屏障载着三人飞掠而起，跟上了前方的队伍。叽叽叽，翅膀扇动，10数只庞大的巨蚁或是爬行，或是高速飞舞，灰白相间，威能气焰流淌于蚁肢，带着骇人的锋锐感。此时，这群恐怖的蚁兽正在围攻几只猎物，两男一女，他们神色疲惫，威能稀薄，身上流淌着鲜血。尤其是那名手持大剑的短发女猎人，她的左臂齐整断裂，因为没时间包扎，仅能用一层威能封住伤口。板寸头男人挥下灰焰巨锤，将一只的地级白蚁轰死，口中大喊道：队长逃吧，你一个人能跑掉的？开你奶奶的玩笑！长发蓬散，手持战刀，灵钝的男人怒骂一声，向前砍出一道锋锐的刀芒。轰！没有奏效，这道能碾碎高危地级异兽的刀芒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一只体长超过3米，身上满是挂着灰色结晶的暗影钢蚁挡在了前面。他吃下了这道来自高位 C 级猎人的斩击，毫发无损，甚至还能挥舞他胸前的巨爪。唰！4道灰色斩击交错迸发，蓬发男人举起钢盾，灰焰燃起。轰！轰！轰！猎人队长扛住了异兽的攻势，但他心里没有任何欣喜，因为 C 级异兽并不是只有一只。噗！一道灰焰光柱从后方天空射下，泛着骇人的能量波动。呵！蓬发猎人向后挥出一道刀芒，灰色斩击与那道光柱相撞，将其犹如蜜蜡般切开了。是的，真的像蜜蜡。那光柱的灰焰消失，呈现出白色的胶状物，掉落于战场，地面开始腐蚀。天空中，一只近2米长的玉茧白蚁挥舞着翅膀，尖锐的尾部灰焰再次凝聚，一团团胶状物浓缩成球。光柱将要降下，猎人队长刚想再次挥出斩击，但另一边的暗影钢蚁早已划出了巨爪。唰！交错的爪芒再次飞掠，猎人队长眼瞳一缩，只能迟钝向前挺进，挡住爪芒，并远离光柱落点。但没想到的是，这次那只白蚁瞄准的并不是他。噗！光柱落下，老牛躲开！猎人队长发出了嘶吼，但身上体力威能枯竭，又被2只钢蚁缠住的板寸头猎人并不能做出有效的回避。在猎人队长绝望的目光下，灰色光柱笼罩了男人的身躯。啊！板寸头男人发出了惨烈的嘶吼。这位破格的地级猎人，他身上的威能焰沙本以稀薄 C 级异兽的光柱直接磨灭了他最后的防御，头骨破碎，脊柱颈骨断裂，身躯倒地，白色的胶状物残留于身，高速腐蚀血肉，很快就见到森森白骨。老牛！女猎人发出了悲鸣般的呐喊，她想过去救援队友，但自己也已经是自顾不暇，在几只蚁兽下艰难支撑。啊！猎人队长双眼猩红，手中战刀灰焰暴起，对着空中的玉茧白蚁斩出了数道刀芒。C 级白蚁的前方凝出了灰焰屏障，但高位 C 级猎人的狂怒斩击不是那么好防御的。在挡住前2道刀芒后，屏障已经破碎，第3道刀芒直接切中了白蚁附着灰焰的前肢。轰！一根白玉般的虫枝从天空掉落，很明显，它的躯体强度没有那只钢蚁强，无法正面抵御如此高强度的刀芒。丢掉一只脚的玉茧白蚁提升了高度，尾部的灰芒再次凝聚。猎人队长身子一弓，刚想要将其追杀致死，但地面的 C 级暗影钢蚁已经逼近了他的身前。枪！枪！枪！4根燃烧着灰焰的巨镰与灵盾战刀接连碰撞，猎人队长疲于对抗，无法脱身。空中的威能波动越加强烈，如果这攻击是对着自己，那还不算致命，但如果是女猎人，男人的眼中浮出了一丝绝望。小鹿，快！扑刷！是威能放出的声音，但不像那光柱的坠落。暗影钢蚁的动作停顿了一刻，也是这一刻让猎人队长用余光瞥向了天空。那只玉茧白蚁仍保持尾部凸起的姿势，似乎想要凝聚光柱，但它那尖锐的尾部已经变成了一个切面，白色的浓胶接连流淌，从空中坠落。半米长的虫尾砸落于地面，白胶溅起，触碰到了几只地级灰蚁，将它们的钢躯腐蚀穿透。C 级玉茧白蚁愣住了，似乎没反应过来自己的躯体怎么脱落了。当他的复眼虫触往右偏移时，深灰流星掠过，一把暗色大剑猛然挥下，噗嗤！从头部到左躯，沿着一条斜线，庞大的虫躯裂成了2半，C 级异兽的沦为了尸体，犹如垃圾般掉落。看着突然映入视野的人影，猎人队长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那个是一个4肢燃烧着深灰焰沙、面容俊逸的男性，他的速度、力量、威能强度都高到离谱，而且非常年轻。扑刷！又是10几道刀芒掠起，但这次来自于地面。灰色的斩芒犹如绽放的血腥屠刀，将所有的地级异兽笼罩其中。焰沙被砍碎，肢体被斩断，不管是白蚁或是钢蚁，全都化成碎块般的残躯。猎人对长豹推到独臂女猎人的身旁，2人一起看向了斩击飞来的方向。那里站着一位面容俊朗消瘦、
眼神阴郁的男人，他手持着一把猎兽巨刀，身上散发着 C 级顶尖的威势。就在这时，密银般的光影闪过，在猎人队长动态视力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一位高挑的银发女性已经抵达了 C 级异兽的跟前。她双手高举着灰焰大剑，焰杀的边缘似乎荡漾着银白色锋锐感。扑刷，斩芒沿着银色大剑的轨迹爆发，威能结晶碎裂，附着的焰杀撕裂，钢躯犹如薄纸，起不到任何阻隔。这只吃下高位 C 级猎人的刀芒，仍然毫发无损的 C 级暗影刚毅，此时却如同脆弱的幼兽，被那泛着银光的斩击劈成了两半。猎人队长嘴巴微微张合，刚想说什么，轰！一道燃着灰焰的威能结晶坠落于大地，烟沙消散，显露出了威能结晶内的两男一女。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留着简短碎发、面容硬朗的男人。感谢救援，请问你们是？血色狼群。雷鸣队长瞄了一眼两人的伤势以及地上的猎人尸体，沉声道：“抓紧时间，在异兽包围前离开这里。”刚才那位猎人死前的凄吼响彻云霄，不仅引了雷鸣小队的注意，也让更多的异兽注意到了这里。在江静、阿斌的帮助下，两位猎人抬着队友的尸体，沉默地站在雷鸣的威能屏障上。轰！雷鸣小队跃上了天空，以最快的速度远离现场。很幸运，开着驱兽模式的战车暂时没被异兽破坏。回到战车内部，雷鸣小队取出了治疗包，快速处理着两位猎人的伤势。女猎人的断臂也被保存起来，回到军区还能接上。雷鸣举着平板，对那位膨发的猎人队长问道：“你是哪个工会的？代号、名字是什么？”慌乱之兽黑狮小队，代号黑狮，刘凯峰。猎人队长黑狮刘凯峰脸色暗淡，双拳紧握，似乎强忍着悲痛。雷鸣连接协会网站查了一下对方的小队资料，这位女士应该是间谍冯路，牺牲的这位是刚牛赵全。看了下独臂女猎人以及他身旁的男性猎人尸体，雷鸣眉头一皱：“你们不是8人小队吗？还有5个队员呢？我们在逃亡时走散了。”独臂女猎人冯路双眼通红，声音带着鼻音：“当时追猎我们的蚁兽接近50只 ，C 级蚁兽有4只，中途我们被分开了战场。”黑狮刘凯峰咬着牙，紧盯着雷鸣队长，恳求道：“他们那边有2位 C 级，其他3位也是 D 级中的好手，还活着，肯定还活着，能帮我们吗？我将这次报酬全部给你们，回去后我们工会也会给你们补偿的。”刘凯峰看出来了，这支小队人数少，但实力很强，至少有3位顶尖的 C 级，队长可能还是 B 级猎人。如果他们愿意出手，那些蚁群完全不在话下。看着对方急躁的面庞，雷鸣队长沉声说道：“你先打开他们的手机定位。”嗡，军用手机的颤动声响起。黑狮刘凯峰面色一正，接着脸上露出狂喜，掏出手机接通电话：“队长，现在定位停下了，打不通我们立马支援过去。”啊，真接通了。队长，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尖锐的女声响起，旁边还有几位男性的粗犷嗓音：“我这边安全。”老牛，刘凯峰语气一致，原本亢奋的神情又紧绷了起来。王烈，你们那边有伤亡吗？黑狮刘凯峰紧握着手机，话语中带着一丝颤抖。我们都活着。呼，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眼前的男人身体顿时松懈了，连那位独臂女猎人眼中也浮出了一丝欣喜。太好了，太好了！黑狮刘凯峰手遮着眼帘，嘴唇颤抖，重复低语：“一位独行猎人帮了我们，现在大家都躲在他的基地里。”独行猎人？刘凯峰愣住了。我叫左秀。电话那边传出了一道冷静清雅的男性嗓音。听着对面陌生的男性声音，黑狮刘凯峰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是阁下救了我的队员吗？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这边会给你报酬的。”不用了，举手之劳。对面的男性嗓音非常平静，甚至感觉不到一丝情绪。黑狮刘凯峰转头看向雷鸣队长，在得到他的点头示意后，接着问道：“你们那的定位安全吗？我们这边赶过去会合，没有我带领，你们找不到我的基地。”那骤定的语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那你们赶过来吗？刘凯峰沉吟了一下，向对方问道：“你的队友全受伤了，状态也很差，在外面我没把握保护他们全员。那你的意思是？”黑狮刘凯峰眉头轻皱：“我过去给你们带路。”你一个人？对。刘凯峰看向雷鸣，直接把手机交给了他。雷鸣脸色严肃，沉声问道：“你独自过来没有风险吗？”习惯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2年了。什么？包括凌霄在内，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竟然有人在这遍地危险的费城待了2年，而且还是独自一人。雷鸣回过神来，问道：“可以说下你的工会代号吗？”算不上工会，刀明小队，我就是队长，代号刀明，左秀。雷鸣队长拿出平板，从猎人协会上查询对方信息。刀明小队队长刀明，左秀 ，C 级猎人，小队成员10名，3位 C 级，7位 D 级。给大家念着队伍信息，雷鸣队长眼睛掠过后面，神情突然一怔：“全员阵亡。除了队长，这个小队已经在2年前全员阵亡了。”对，电话里头传来了没有情绪的嗓音。在2年前，我的队员全牺牲在了旧乡南斗，现在的我只是未死的亡灵罢了。守在男性猎人的尸体旁，2名黑狮小队的猎人面露哀色，尤其是独臂女猎人间谍冯路，她扶着发疼的断臂，目光涣散地看着死去的队友，脸色犹如死灰般沉寂。来，伴随着温柔的娃娃音，一根吸管伸到了他的唇边。冯路愣了一下，抬起眼帘，看到的是一个面带关切的女孩。她留着浅褐色头发，胸前扎着麻花辫，此时正手托着一个粉盒饮料，似乎要为她喝下去。间谍冯路看了一下盒子，不是军方提供的，上面还印着 Q 版的大字：草莓牛奶，我自己带过来的。江静脸上漫出微笑，柔声说道：“
难受的时候吃点甜的，心情会好上一点。真的，真的，你试一下。粉白色的液体慢慢吸起，江静坐在独臂女猎人的右侧，紧靠着她，手臂搂着对方的腰躯，两人脑袋靠在了一起，意味着江静的身体倦蝶冯露脸色渐渐放缓，通红的眼角一道晶莹慢慢滑落。守卫在外侧的凌霄收回视线，对身旁的老猎人说道：“江静前辈原来挺会照顾人的。”屠刀孙恪手扶着巨刀，淡淡的说道：“因为他感同身受吧。”感同身受。凌霄神情一怔。江静实习的小队也发生过伤亡事件。孙恪眺望着前方，冷声说道：“有人死在面前，深深刺激影响到他，甚至还产生了某些应激反应，尤其是队友陷入险境的时候，在新手猎人里，这种情况不算罕见。”屠刀孙恪转头看向凌霄，说道：“等你们见多了，就该学会调整心态，可以悲伤，可以流泪，但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然不止救不了队友，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好的。凌霄微微颔首。猎人是高危职业，他们身处的不再是安全的校园，而是永远不确定危险的荒区。学生间的志气打架和这要命的异兽相比，简直温和的有些可爱。在这里，哪怕再强的小队也有身陷险境的时刻，朝夕相处的队友可能下一秒就会死在自己面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除了小心谨慎累积经验外，还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凌霄眯起眼睛，强大的探查神经让他感受到了1000米内的微能波动。因为停留时间过长，这边的队伍成了显眼的目标。有一批异兽又开始缓缓靠近，隐隐间呈现了包围之势。看了一下面板，双手剑 LV2 54.3%，没想到第一天的任务就给凌霄累积了10%的经验，果然荒区下的血战最激发潜力。凌霄身形一闪，来到了另一侧的雷鸣旁边。队长，我去解决掉。雷鸣挑了挑眉，问道：“你今天打了这么久，不休息恢复体力？”凌霄握起拳头，比了比自己的肱二头肌，笑而不语。你小子到底哪来的怪物？雷鸣队长叹了口气，无奈道：“去吧，不要离开2000米范围。”好的。轰！得到允许后，凌霄身上漫起灰焰，爆射而出，以战车为圆心，猩红的鲜血再次泼洒大地，往外蔓延。那些异兽面对的是一支暗色的凶利钢剑。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8，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噗嗤！方圆2000米内，最后一只异兽倒在了大地。无头的庞大兽躯上，滚烫的鲜血在喷涌，在凹陷的地面上形成了一道血池。凌霄收起大剑，刚想回城，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咚咚咚咚，声音是从异兽下方传来的，来自地底，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凌霄眼睛一凝，手握大剑，瞬间跳出了数百米的距离。在他的探查神经下，那边并没有能量波动，但现在下面确实传来了异样。凌霄现在的威能感知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C 级猎人，哪怕是乐姐这种破格的 C 级猎人，在他面前也是一览无余。凌霄甚至能估测出他们能量有多强大。至于 B 级猎人，尤其是雷鸣队长这种偏强的 B 级猎人，在对方没进入战斗状态时，凌霄能感受他威能的庞大，但不知道具体有多强。但即便如此，只要进入他的感知范围，雷鸣队长也不可能对凌霄隐藏能量波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实力完全碾压他的大人物，比如某武化班老师、某教导主任、血狼团长以及那几位军团干部。这片地底难道存在着 A 级异兽？熊！灰焰燃起，战衣飘荡，凌霄开启了灰烬模式。紧盯的双瞳里月白涌动，黑焰燃起，云端之上，空间开始出现荡漾。凌霄的王座蓄势待发，只要他意念放出，1000米黑月就能瞬间成型，摧毁这片大地。咚咚咚咚咚咚咚，频率加快了，异兽的尸体开始颤动，幅度越来越大。凌霄掏出手机，拨打了雷鸣队长的号码。嘟，怎么了，凌霄？队长，地底可能有异样，我们尽快撤离。轰！如同大当量的火药被引爆，一声巨响之下，异兽庞大的躯体冲天而起，爬上了100米高空，尸块破碎，血雨泼洒。凌霄也终于看到了那隐藏于地下的生物。异兽的尸躯飞天而起，与其一起升上天空的还有一块巨大的钢板，刚才就卡在了废墟地表。血池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开，短时内往两边溢散，露出了下方那不到1米宽的空洞。凌霄注视着兽尸与钢板之下的洞口，那里探出了一个蚁兽头颅，它宽半米，通体洁白，犹如白玉翡翠，纹角精细唯美。玉简白蚁，严阵以待的凌霄皱起眉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只蚁兽。据官方记载，玉简蚁后也才相当于 C 级顶尖，有史以来全世界只有2只最强的蚁后抵达了 B 级，这是怎么躲过他的探查神经的？特殊蚁种。突然间，蚁头动了一下，凌霄紧握大剑，没有放松警惕，可接下来的场面就让他愣住了。在白蚁头颅的下方，一只人类的手臂伸了出来，他托起蚁头，像摘掉帽子一般，将那白玉头颅取下，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貌。那是一个发丝偏长的男人，他相貌清秀，面无表情，冷酷的同时又有着一股斯文气质，脸上没有胡渣，应该很注重个人卫生形象。而且他的威能感知似乎非常优秀。男人面向凌霄的方位，缓缓地抬起脑袋，然后咕噜咕噜，他就被回涌道观的血池给淹没了。欧耶！凌霄。男人双手扶膝，半蹲在地上，满头猩红，挂满血浆。此时他嘴巴张大，努力地抠着喉咙眼。欧耶！胃液连带着异兽污血从口中逆流而出，心酸恶臭，光看着就能体会对方的恶心。站在男人的身旁，
凌霄内心满是尴尬。刚才这位应该是被灰烬模式下的他吸引了全部注意，才会落得如此狼狈。对方的衣物还算干净，估计是反应过来，连忙用威能紧急避险。哦，在吐不出东西后，男人深吸了一口气，从腰间取出一个水壶，打开灌入口中。咕咕咕，噗！漱完口后，男人将水淋在脸上，从兜里取出一块毛巾，努力地擦拭着自己。很快，那条毛巾已经变成了粘稠的破布。凌霄见状，连忙掏出内兜里的手帕递了过去。男人深深地看了凌霄一眼，眼神里满是复杂。随后他伸出手接过了手帕，手指触碰，凌霄微微睁大了眼帘。力量38，敏捷38，威能 LV3。在雷鸣小队里，哪怕是半步 B 级的乐素星，力量属性也仅有35点，而且对方的威能5化达到了 LV3，代表他完全掌握了异化能力，是货真价实的 B 级猎人。数值上，只有力量40、敏捷39的雷鸣队长才能压过对方一筹。对方的强大让凌霄感到吃惊，但他最在意的反而是某个没见过的技能。技能 LV1，是这个技能让他躲过了自己的能量感知吗？虽然脸上头发还满是凝固的血渍，但也勉强擦干了。男人瞥向凌霄，淡淡的问道：“你是那个小队的成员吗？”声音凌霄听过，就是刚才电话那头的男人。对的，左秀前辈，刀名左秀，2年前还是 C 级猎人。男人微微颔首，细细打量着凌霄的面庞。实习生？还是新手猎人？实习生。刚才那股能量波动是你吗？是。独行猎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盯着他。凌霄抿了抿嘴，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对方不会把这受血洗头的倒霉事记到他身上吧？抱歉，我刚……天才刀名左秀突然叹了口气，双手按住凌霄的肩膀。在我的猎人生涯里，你是我见过威能强度最高的年轻人。过奖。看着那在自己肩上擦拭的血手，凌霄嘴角抽了抽。这人果然是记仇的。左秀前辈，你为什么会从地下出来？那是御剑白蚁的废弃蚁道。刀名左秀提起旁边的蚁兽头颅，淡声说道：“蚁群爬过的栈道，别的异兽一般都会远离，从下面总能避免很多争斗。看来对方这2年确实把这座城市混熟了，连废弃蚁道都这么清楚。”了解情况后，凌霄带着对方往小队飞去。途中，他很自然地提出了心里的疑惑：“左秀前辈，为什么一开始我完全没感受到你的威能？那是我在这座城市练出来的小技巧。”刀名左秀若有所思地看了凌霄一眼，平静说道：“御剑白蚁在化茧时，我们也完全感觉不到它体内的能量，但它们确实存活于白茧之中。经过观察，我发现它们在茧内形成了一股静态的威能薄膜。只要在人体的肤层模仿出那层薄膜，猎人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独行猎人的话点到即止，凌霄也没有继续追问。毕竟对方和自己是非亲非故的陌生人，怎么会像老师、副团长一样对自己倾囊相授？很快，两人就抵达了雷鸣小队的阵地。当看到这位满头污秽的血人时，猎人们都愣了一下。雷鸣队长用流水异化凝出一团清水，让对方稍微清洗一下面容头发。随后他就走到一旁，听凌霄讲起了来龙去脉。是吗？他是从蚁道里出来的？雷鸣队长双手环肩，没有多说什么。凌霄眨了眨眼睛，感叹道：“左秀前辈真的对蚁兽很有了解，不仅熟识蚁道，还通过观察御剑白蚁的卵，研究出了隐藏威能波动的技巧，很厉害。”雷鸣赞同道：“真的很厉害。”凌霄点了点头，面带笑容的夸赞道：“不愧是在旧湘南都生活了2年的战士，不愧是实力强悍的 B 级猎人。”雷鸣对常威微抬起了眼帘。很快，众人就在车内坐下，留下凌霄、孙克、乐素星驻守在车外。左秀先生，我的队员伤势很严重吗？黑狮刘凯峰双手按着膝盖，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急躁。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刀名左秀整理了一下湿润的发丝，清秀斯文的脸上表情稍显冷淡。我的基地有储备医疗物品，他们休息恢复伤势，不会有什么恶化的风险。是吗？真的感谢您的救助。刘凯峰低下脑袋，诚恳道谢。刀名左秀微微颔首，转头看向了另一位默不作声的猎人。雷鸣队长，你这边是有什么疑惑吗？是有点问题，左秀先生。雷鸣队长揉搓着脑袋上的碎发，沉声问道：“听我的队员说，你是从蚁道中出来的，请问你对蚁类异兽很了解吗？”很了解。刀名左秀坦然承认道：“尤其是御剑白蚁，他们的攻击方式、生活习性、活动轨迹，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你是有专门去研究吗？”对，左秀微微颔首，面无表情地说道：“这2年来，我每天都在追寻着御剑白蚁，包括今天遇到了黑狮小队。能问一下为什么吗？”雷鸣的眉头微微皱起，疑惑道：“你独自生活在这危险至极的荒区，就是为了观察这些蚁兽？”刀名左秀直视着雷鸣队长，眼神如刀锋般冷冽。“我要狩猎剿灭掉这座城市的所有御剑白蚁。”什么？听了他的话语，包括车外守卫的凌霄等人在内，所有人都愣住了。剿灭一座荒区废城的蚁群，这是什么想法？雷鸣揉了揉眉头，叹了口气问道：“这跟2年前刀名小队的血案有关吧？我的队员全死在了蚁群之下，只有我逃掉了。”刀名左秀语气平静，但眼瞳中似乎蕴藏着恶鬼。不把他们全宰了，我一辈子都无法安眠。你做不到的。雷鸣队长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无情地说道：“御剑白蚁的老巢隐秘至极，甚至可能在深层的地底。除非你请掌握着高危异化的 A 级猎人，耗费上月时间将这座荒城掘地3尺，不然几乎不可能消灭他们。你能做到的，只是减少他们在地表的数量，这对蚁群来说简直不痛不痒。”“不，我可以做到。”刀名左秀的一声怒吼打断了雷鸣队长的劝说。他抬起双手，食指弯起，面目狰狞地低语道：“
只要找到他们的新巢，我只要找到他们的新巢，把玉简以后宰了，他们就能够被我剿灭。你先冷静，等等。雷鸣瞪起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说的是新巢？意思是你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旧巢？这2年多，我可不是在混日子。左秀抬起了脚边的白玉头颅，敲了敲，这个就是白蚁后吞下简身。雷鸣跟黑狮刘凯峰凑近一看，也发现了这个蚁炉的不同。它的大小跟 C 级的玉简白蚁相差不大，但相比之下，这块玉炉的纹路更加精细，更加柔和唯美。我一直追踪跟随着玉简白蚁的战斗，将它们全部记下，为的就是揪出他们的巢穴。刀明左秀手扶着额头，语气阴森地说道，但最后找到却只是他们舍弃的旧巢。以后每次化简后都会进行一次巢穴迁徙。雷鸣队长观察了会白玉头颅，说道，这只以后是 C 级，现在又经过一次化简升华，应该已经濒临 C 级的极限，甚至可能开始接触异化了。也就是说，这只玉简以后可能跟双剑乐素星一个层次，属于最接近 B 级的异兽。没有关系，刀明左秀双手握拳，语气骤定地说道，只要找到巢穴，我有把握全身而退，到时只要上报猎人协会就能将其剿灭。闻言，雷鸣队长挑了挑眉，略显诧异地问道，左秀先生，你已经掌握异化了吗？男人点了点头，淡声说道，虽然只是初步接触，但我也拥有了一点异化能力，可能有些冒犯，但能让我了解一下吗？雷鸣队长抬起右手，蔚蓝色的粒子涌出，刚才你也看见了，我掌握的是流水粒子，毕竟你是陌生人，出于相互的信任，我想知道阁下的异化属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身为队长的责任，我理解。刀明左秀脸上没有不悦，反而略带赞赏，他伸出右手，灰白色的光点流于掌心，它们微微颤抖，散发着低沉的嗡鸣感。我的异化粒子是声波。独行猎人凝视着自己手中的光粒，解释道，它能释放高昂的声波攻击，能撕裂异兽的耳膜，甚至震碎它们的内脏脑浆。相比起你的流水粒子，它的攻击性更高，但又比不上那些高危异化。雷鸣队长近距离观察了一会，起身说道，感谢你的理解，这边也会对你赋予信任，以后有需要协助的尽管开口。那我先提前道谢了。刀明左秀面容放缓，随即略带疑惑地问道，这个队伍叫雷鸣小队，为什么身为队长，你的异化是流水粒子？因为我的本名就叫雷鸣。雷鸣队长掏出手机，要给对方看自己的电子身份证。就在这时，一直忍住不插话的黑狮刘凯峰开口了，左秀先生，可以告诉我们您的基地位置吗？我已经说过了。什么？刘凯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失声道，难道是？对，我的基地就在玉简白蚁的旧巢。刀明左秀的嘴角勾出了弧度，没有感情，反而像是自我嘲讽。被恐怖蚁群抛弃的旧巢，反而是这座城市最安全的地点，还真是有些搞笑。车内的2位队长以及独行猎人已经开始讨论起行进路线了，毕竟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这边有战车，有猎人队伍，有伤员，有牺牲的战士，不可能按照独行猎人的一道通行。车外的凌霄听了一会后，收回注意力，对身旁的银发女猎人问道，乐姐，我一直想问一件事情，你说乐素星双手环肩，双目微合，左秀先生待在荒区2年，那他该吃什么？异兽吗？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肤浅了，凌霄一直憋着没敢问。乐素星张开了眼帘，蜜银色的双瞳瞥向凌霄，可以吃异兽，但是少年，你应该没有长时间不进食的经历吧？凌霄点头，除了晕倒打吊瓶，他最长不进食的时间是上次使用顶级灵液体质升华的时候，2天，整整2天不吃不喝。那你觉得正常人的食物能支持猎人的体力消耗吗？不行。凌霄反应过来了，威能就是支撑我们身体的能量。乐素星指了指自己身体，脸上漫起了轻笑，到达 C 级猎人的层次，只要有水，能进行威能提炼，哪怕数月不进食也不会太大影响。经过威能改造，越是高级的猎人，身体会越加异于常人，对维生素、蛋白质等元素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少。双剑乐素星走到凌霄面前，拍了拍他的肚子，说道，但那只是习惯性的胃液分泌，身体的自然反应。我们平时吃东西，主要是为了享受美味以及进食的乐趣。懂了，又知道了一个猎人常识，凌霄感觉很满意。不止如此，少年，乐素星竖起一根手指，缓缓说道，团长曾经跟我讲过，只要到达 A 级猎人层次，哪怕永远不进食，对身体也没有影响。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此时的女猎人眼神非常认真，凌厉的面庞上散发着严肃的气场。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超凡，代表着已经是非人生命，还是说肉体已经走向了极限？凌霄眼睛微凝，仔细地思考了一会，随后他还是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乐姐您说。相比于这些老猎人，他的知识储备还是太浅薄了。啪！乐素星双手按在了凌霄肩上，语气凛然地说道，这代表着后面的洞能永远保持干净，走旱道非常之方便。凌霄查完手机后，凌霄面无表情地仰望天空，又收获了一个污秽知识，他感觉很难受。战车在高速奔驰，深灰色的斩击全压接连迸发，摧毁着沿途的异兽与障碍。阿斌仍然驾驶着战车，但这次副驾驶已经不是雷鸣队长，而是屠刀孙克。雷鸣队长跟刀明左秀在驾驶室后的第一排，两人各坐一边，中间隔着过道。江静照顾着独臂女猎人冯露，坐在靠中位置，隔壁则是黑狮刘凯峰。战车偏后方则是凌霄、乐素星，两人各守着一边窗口，防卫着异兽突袭。行驰途中，刀明左秀瞥了一眼雷鸣膝上的战斧，挑了挑眉道，雷鸣队长，为什么你的武器一直保持着异化附着？这不是浪费威能吗？那硕大的合金战斧刀刃上包裹着一层蔚蓝色的光粒，沁人心脾，有着湿润的水汽。
见笑了。雷鸣队长收起手机，略带惭愧地说道：“救香南都实在太危险了，尤其是见到黑狮小队的状况后，身为队长，我内心也产生了一些压力。不，这很正常。”刀明左秀微微颔首，说道：“让自己保持谨慎是好事，但还是要节省一些能量，不然关键时刻就危险了。”放心。雷鸣队长沉稳一笑，说道：“我的流水粒子很稳定，消耗也很少，长时间保持也不会造成什么负担。”那就好。刀明左秀不再过问，继续守着窗外。后方，凌霄关闭了小队的聊天通信，一边用感知探查着外面的异兽动态，一边思考起刀明左秀讲述的技能技巧。在人体的肤层形成一道静态的微能薄膜，就能隐藏起自身的微能波动。什么是静态的微能薄膜？难道是跟微能结晶一样吗？但如果是微能结晶，自身就无法动弹了。而且微能结晶并不能隐藏能量波动。凌霄拉出了细胞里的微能，感受着体内那成液态的深灰高密能量。正常的微能整体感觉很平和，并没有像黑焰粒子一样不安躁动，尤其是在体内的时候。那把它们漫步于肤层，可以达到效果吗？凌霄开始尝试起来，他操纵着一小团微能，将其漫移到皮肤之间。从外面看，它的外表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在那以毫米为单位的薄皮之内，确实充盈着一层微能，非常稀薄，非常薄弱，难以控制，需要细微的操作以及很大的耐心。10分钟后，凭借着耐心以及强大的精神力，凌霄成功给全身的肤层裹上微能，甚至连眼膜都没放过。微能 LV2， 经验值+8，失败了，并没有技能方面的经验值，这代表他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对此，凌霄倒也没有什么意外，这只是一个尝试，他只是想确认一下，正常微能算不算静态微能。现在看来，这两者并不是一个东西。要去直接问刀明左秀吗？凌霄摇了摇，打消了这个想法。扑唰，挥出一道深灰月牙，将数十米外的异兽撕成2半。凌霄掏出手机，划开好友列表，自己认识那么多 A 级大佬，一个流浪猎人知道的东西，这些活了上百年的大人物们总不能不知道吧？像挑牌子一样，凌霄随手点了一个五化班教师蓝豹。小蓝啊，今天就挑你了。老师，什么是静态微能？估计是正在看手机。蓝豹老师很快就回复了，就是静止的能量粒子。那些拥有简化、前行、拟态、涅槃能力的异兽，他们的能力就是静态微能的体现。军方、猎人协会也有类似装置，可以用来保鲜异兽尸体。这个回答凌霄很满意，但又很不满意。老师，我该如何实现静态微能啊？把精神力集中在一颗微能粒子上，看他是不是在自颤，把他停下来就是了。臭小子，熊猫，谢谢老师。收起手机，凌霄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力集中在体内的深灰能量上。凌霄选中了一颗微能粒子，将感知集中在他身上，放大，再放大。凭借着精神力的强大，那微不可见颗粒如同显微镜一般，在大脑中一直放大。终于，凌霄成功看到了微能光粒的真实面貌。那是一颗深灰色的光球，它外层有一圈光晕，内核似乎有些镂空，并不是完全的凝实状态。此时，在极大的感知下，凌霄能敏锐地发觉到这颗光粒的活动状态。它不仅在缓慢的自转，还会微微的颤动、移动，方向随机，幅度不定，忽快忽慢，没有任何规律。原来平时看起来稳定的微能粒子，在微观情况下也是另一个面目。仔细观察过后，凌霄对其下达了自身的意志，停下。光粒自转还在继续，但颤动微微停顿了片刻。随即，他似乎忘记了主人的命令，又开始不定地抖动起来。不行，必须是更明确、坚决的指令。凌霄微眯眼睛，以精神力为触手，直接手把手操控起这颗微能粒子。自转停止，抖动停止，自我移动停止。很快，这颗光粒就好像卡住了一样，待在原地，显得如此无辜与茫然。技能 LV0， 经验值+1，可以。凌霄眼前一亮，感觉豁然开朗了起来。经验值少，估计是因为他操控的粒子只有一个，难度实在太小了。凌霄伸出左手的食指，放开精神力，从指尖开始对肤层的微能薄膜逐步操控起来。因为熟练度不高，凌霄每次只选中10颗光粒，一点一点的往下蔓延。停止，停止，停止。技能 LV0， 经验值+4。技能 LV0， 经验值+3。技能 LV0， 经验值+4。很难，这个技巧很困难，对精神强度、耐心方面都有着极大的要求。猎人协会既然有技能装置，肯定也是知道这个技巧的，没有推行，估计是因为学习成本太高，会挤占战士们的修行时间，得不偿失。轰！右拳挥出，拳压将一只打搅他修行的地级异兽打爆。凌霄继续集中精神力，慢慢扩大选中的粒子数量。技能 LV0， 经验值+7。技能 LV0， 经验值+5。技能 LV0， 经验值+6。5分钟后，凌霄满意的打量着食指，上面的微能已经全部静止完成，而且手指开始伸展弯曲。凌霄感受着肤层的微能，它们并没有从静止状态脱离，也就是说，外界造成的粒子移动并不会破坏它们的状态。也是因为这个特性，刀明左秀才能实现隐藏能量波动的操作。不过这个技能在战斗时没有什么效果，毕竟真打起来，使用微能缠绕肤层的微能不可能保持静止，它的作用应该是在前行、隐藏、偷袭的时候。凌霄嘴角上浮，刚想将这个技能刷爆，可驾驶室的阿斌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语：路上的异兽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阿斌说的问题，守卫在窗边的猎人们也有发现。战车越是前进，异兽的密度越来越低，从原本的频繁出现结群伏击，到现在几分钟都不一定能碰上一只，完全不像就像南都的异兽密度。对此，雷鸣队长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将目光移到了对面的流浪猎人身上。
因为这里曾是御简白蚁的老巢。刀明左秀直视着前方，淡淡回答道：“那些异兽曾遭受过蚁群捕食，很清楚这块地区的危险性，几乎不在这边活动，所以我才说蚁群的旧巢反而是这座荒区最安全的地方。”原来如此。雷鸣队长微微颔首，继续刷起了手机。见状，雷鸣小队的成员也不作声，守望着各自岗位。凌霄收回视线，继续刷起了新技能。技能 LV0， 经验值+8；技能 LV0， 经验值+9。随着熟练度的提高，凌霄操控的粒子数量越来越多，经验值也越加丰厚起来。30分钟后，技能 LV0， 经验值+13；技能 LV0， 经验值+12；技能 LV0 提升为技能 LV1， 潜力点+1，将刚出炉的潜力点加在精神上，现在精神属性也达到了38点。凌霄感受着精神强度的大幅度提高，视线也缓缓地打量着窗外。从10几分钟前开始，路上已经碰不到一只异兽了。这块地区的异兽数量甚至比军队守护的边界还要稀少，让人很难相信这是荒区废城的一部分。蚁群威名真是恐怖如斯啊！凌霄眼帘微垂，静静地打量着地表的异常地段。在某些石块、废墟的缝隙下，似乎隐藏着漆黑的洞口，那些应该就是蚁群挖出来的地下栈道。停车！突然间，刀明左秀喊道：“吱吱吱！”待阿斌将战车停稳，独行猎人取下腰间的战刀灵盾，站起身子，说道：“接下来就得从蚁道前进了，战车无法通行。”是吗？雷鸣队长收起手机，观察了一下窗外。这样吧，孙克、阿斌、江静以及这位负伤的女士留下来。雷鸣看向了黑狮队长以及刀明左秀，商量道：“我们加上乐素星、凌霄5人一起下一道。”是。星号5，雷鸣小队的成员立马回应道：“我。”独臂女猎人刚想站起来，就被江静按回了座位上。“你都受伤了，下去也帮不上忙，一起等他们回来就好哈。”银盾江静撕开了一根棒棒糖，满脸笑容的塞进了对方嘴里。间谍冯路支支吾吾说不出任何话语。黑狮刘凯峰沉吟一下，直接说道：“我同意雷鸣队长的安排，我这边没有意见。”刀明左秀眉头微皱，有些疑惑的问道：“但蚁道其实没有危险，为什么不一起下去？”“因为这边战车需要人守着。”雷鸣队长指了指后方的包裹，嘿嘿笑道：“我们收集了很多异兽素材，那可是大价钱，可不能丢了。钱财并没有太大意义，而且这边几乎不存在异兽。”左秀微微摇头，眼神有些鄙夷、失望，似乎重新认识了雷鸣队长。“哎，你可不能这么说，我给老婆送礼物可是要花很多钱的。”雷鸣队长立即争辩道：“这种基于物质的婚姻并不长久。”留下这句话，刀明左秀将以后头颅背于身后，直接走下车去。而听了对方的话后，雷鸣队长直接呆立于原地，随即他脸上浮出了勃然的怒火，面红耳赤的吼道：“我跟雨欣是真心相爱的！”雷鸣队长提起战斧追了上去，外面传来了他的争辩怒喊：“斯文仔，我老婆可不是物质的女人，她会给我打电话，会让我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我是爱她才送礼物的。”黑狮队长凌霄、乐素星也都提起了武器，紧跟上两人的步伐。在一处废墟处，刀明左秀随手抬开了一块破墙板，露出了里面的坑洞，1米多宽，深度接近20米，很是昏暗。在独行猎人的带头下，凌霄他们也接连跳进了坑洞，进入了深处的蚁道。下面一片漆黑，没有什么光亮。凌霄瞳孔燃起了焰杀，感知放出，漆黑的地下也变得可见了起来。下方的蚁道宽高超过了2米，边缘的泥土硬实光滑，在某些位置还有白色的胶状物，应该是御简白蚁留下来的标记。有时地上还会出现半米高，犹如鸡蛋状的白玉硬块，看起来像是蚁群的卵。啪嗒，凌霄砍碎了一颗蚁卵，里面露出了破碎糜烂的残躯，这是被御简白蚁群抛弃的死卵。最前方的刀明左秀没有回头，语气冷淡地说道：“蚁群迁徙时会将无法孵化的虫卵丢弃，以免占用新巢穴的空间。通道里的白胶不要触碰，那是蚁群标记方位用的，到现在还有着一定的腐蚀性。这蚁群的社会性真的很高啊！”雷鸣队长摩挲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些白胶标记。相比起其他低级异兽，蚁群的智慧似乎强一点。御简白蚁的知性、头脑甚至不如普通异兽，之所以社会性高，完全是因为里面有一只蚁后。对于他的话，刀明左秀摇了摇头，订正道：“正常的御简蚁后实力仅有 C 级，但智慧却能匹敌，甚至超过 B 级异兽。他不仅能指挥蚁群，还能教导他们狩猎、战斗的技巧。”刀明左秀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众人，语气凝重地说道：“我甚至怀疑他能理解人类的意图，如果语言相通，他甚至能和我们产生交流。”闻言，雷鸣队长愣了一下，略带诧异地说道：“还真是高评价，能有这等知性的 B 级异兽都很难遇见。这是我2年来的猜测。”刀明左秀继续向前带路，说道：“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他们的巢穴不会这么难以追踪。”经过了上百次的拐弯、岔路、转移栈道，凌霄等人终于到了一处宽敞的洞口。踏入内部，浮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片意想不到的风景：满是灰尘的地板、破旧的墙壁、断裂的石柱、脏碎的玻璃，甚至还有一道锈迹斑斑的卷帘门。看着有些惊愕的众人，刀明左秀淡淡的说道：“不用怀疑，这就是御简白蚁的旧巢。在灾变前，这里应该是一个巨型的地下商场，现在上面被废墟封死，只能通过蚁道进入这里。”凌霄环顾四周，确实有一些破碎的蚁卵，以及御简白蚁的蜕下的空壳。很多位置地板覆满了光洁的白胶，难道是以前地面塌陷，蚁群自己修复起来的？带着疑惑，凌霄抬头看向了天顶，那是一层纹路奇特的天花板，它们呈色泽灰暗，纹路环状交叠，犹如鱼鳞，不太平整，没有太多灰尘，重叠交杂，让人看得密孔发作，很是诡异。灾变前的商场
在审美方面是不是有些独特？凌霄默不作声地收回视线，跟随着队伍往前走去。一路上有着各种形式的大门，它们或是扭曲，或是破碎，内部房间的墙壁也不完整，估计是以前商场内部的店铺被蚁群挤占入住造成的。穿过了商场的回廊，众人也终于抵达了蚁巢的最深处。那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房间，天顶依然是灰暗的环状纹路，而下方的地板有70%都是由光滑的白玉构成。房间里面有着桌椅、床被、沙发、皮箱、竖立的台灯、纸笔草稿，还有几道合上的隔间铁门，看起来很有生活气息。凌霄甚至还在角落里看到了小型发电机，这里就是以后巢穴了，也是我平时生活的基地。刀明左秀一把坐在了沙发上，脸上浮出了一丝惬意。雷鸣队长审视了一下周边，语气调侃道：“你还搬了挺多东西进来的，看来荒区的生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枯燥。毕竟我是长时间定居这里。”刀明左秀轻叹摇头，他指了指内部的一个铁门，对黑狮刘凯峰说道：“你的队友就在那个隔间休息，去见他们吧。”好的。刘凯峰刚要上前走去，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身形一滞。咻！雷鸣队长。刀明左秀微微抬起眼帘，看着炉前的锋利战斧，语气冰冷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看着悬浮于头顶的蔚蓝战斧，刀明左秀面无表情。黑狮刘凯峰嘴唇微动，但并没有出口质疑。凌霄跟乐素星更是站在了独行猎人的身后，封锁了对方的移动轨迹。不好意思，雷鸣队长咧开嘴巴，轻笑道：“出于安全考虑，我觉得还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比较好。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可疑。”刀明左秀没有动怒，淡淡的说道：“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并没有对你们撒谎。对于我说的话，你有哪些感到疑惑？现在直接讲出来，坦诚一点，对双方都好，是吗？”雷鸣队长挑了挑眉，脸上浮出了一丝冷笑：“那大概是全部吧。简直假的不能再假，到底多蠢的人才会被你骗到？老子隔壁家的幼儿园小美都能看出你在说谎。你说？”刀明左秀双肘搁于膝盖，没有表情地看着雷鸣队长。2年前，刀明小队全员丧命于蚁群之下。雷鸣队长掏出手机，语气冷冽地问道：“这么大的仇，为什么我没在猎人协会查到你的求助信息？哪怕你发条讨伐申请，我就当你努力过了。因为剿灭蚁群的难度太高，这种申请猎人协会根本不会通过。”刀明左秀平静说道：“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连尝试都不尝试，很难让我相信你是一个复仇之人。无谓的努力只是浪费时间罢了。”独行猎人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闻言，雷鸣队长摇了摇头，没有被说服。“左秀先生，你说一旦找到白茧玉蚁的新巢，你会先行撤退，然后上报猎人协会？”“对。”“为什么？”雷鸣队长凝视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你不直接把以后宰了？”“我是执着，但不是愚蠢。”刀明左秀皱起眉头，似乎没想到对方会问这种问题。面对接近 B 级的蚁后，还有那成百上千的蚁群，我没有那个能力做到这件事。真的吗？可你好像很强啊。雷鸣队长微微一笑，说道：“在 B 级猎人当中，你也不算弱者吧？”“为什么这么说？”刀明左秀眯起眼睛，沉声道：“我学会异化的时间不长，掌握的也不是什么高危粒子。你凭什么认为我的实力出众？”雷鸣队长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语气里满是自信：“直觉，我天生感应能力出众。”闻言，对面的凌霄嘴角抽了抽。实际上，左秀的实力是他透露的。在手机上，雷鸣队长询问对方的实力，凌霄谨慎地给了个略弱于队长的偏高评价。雷鸣直接相信了，而且也不怀疑凌霄是怎么知道的。不过对于雷鸣的指认，刀明左秀仍然面不改色。“你的直觉也许不值得相信。”而且独行猎人抬起脑袋，坦然道：“隐藏自己的实力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吗？就跟你不相信我一样，我跟你们只是陌生人，为什么要袒露自身底牌？”这倒是，雷鸣队长没有否认对方的说法。但是你说这里是御捡白蚁的旧巢，所以异兽的数量才如此之少。“是的。”“这不是跟你之前的说法互相矛盾了吗？”雷鸣眼神锐利，沉声说道：“虽然我对御捡白蚁没有太多研究，但如果白蚁的巢穴位置会清空数十公里内的所有异兽，那御捡白蚁的新巢为什么这么难找？这不是只要在旧乡南多逛2圈就能确定方位吗？”“愚昧至极！”刀明左秀直接怒喝道：“只有准备搬迁新巢时，蚁群才会大规模捕食旧巢地表的异兽，御捡以后远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你们对蚁兽的了解远不如我，别用那三脚猫的知识储备来指责我。”似乎是自己专业领域被侵犯了，刀明左秀横眉怒目，脸上没法保持冷静。“如果这不是蚁群消灭的，那你觉得是什么？难道是我一个人杀的不成？”“我不知道。”雷鸣队长语气没有动摇，“但猎人当中有着许多疯子、恶人、亡命之徒，尤其是你这隐藏威能的技巧。”雷鸣的视线微微瞥向那几个铁门房间，低声道：“我现在怀疑你这边躲着一些同伙，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切！”刀明左秀不屑撇嘴，冷笑道：“所以你才不让那几个新人下来，就是怕我埋伏你们？你怎么不说我背叛人类，和蚁群勾结，诱导你们成为猎物？”“我也想这么怀疑。”雷鸣队长微微摇头，平静说道：“但这难度太高了，人类和异兽是死敌，就算以后的智慧出众，他也无法口吐人言。合作的前提是能够沟通理解，要不然只能相互厮杀利用。说到底，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刀明左秀语气冰冷地说道：“你对我的怀疑全部是基于自身的恶意揣测之上，根本没有实质的证据。如果因为这个你就要杀我，那现在就来吧。”独行猎人握紧战刀钢盾，清秀斯文的脸上逐渐被凶狠所替代。“我就算死定了，也会让你们的掉块肉。”凝视着这位犹如困兽的男人，雷鸣队长的态度没有丝毫退让。“确实只是猜测，要不然我的斧头早劈在你头上了。而且你不要说我冤枉你，
雷鸣指了指内部的铁门，说道：“你不是说黑狮小队的成员在里面休息吗？那为什么？”雷鸣队长握紧巨斧，厉声问道：“里面没有任何威能波动，就算黑狮小队的成员再虚弱，他们自身的能量波动也不可能躲过凌霄以及雷鸣队长的探测神经。”什么？黑狮刘凯峰脸色一正，随即看着独行猎人的眼神逐渐凶恶。而被指责的刀明左秀，他没有任何心虚，目光依然坚定。里面是以后的预检房间，可以隐藏能量波动，可以减缓体力流逝。他的队友之所以没有伤势恶化，就是因为那个房间拥有着预检白蚁的简化特征。看着这个据理力争的男人，雷鸣队长向后挥了挥手，双剑乐素星左手拔出军刀，一道竖直的灰色斩芒飞掠而出。扑唰！这种普通的铁门根本挡不住猎人的斩击，一道垂直的竖痕从铁门边缘浮出，锈迹斑斑的门框脱落，砸于地面，倾斜倒下。当当，没有了铁门的遮掩，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块洁白光滑的内门，纯色通透，犹如白玉。刀明左秀似乎没有说谎，在和你们通完电话后，为了防止其身体恶化，我就让他们在里面休息了。刀明左秀扫视着众人，冷声说道：“在那个简化屋里，他们会陷入安眠状态，但身体状况也会固定下来。你们对我的怀疑，我是否有歹意，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当然。”刀明左秀顿了一下，挑衅道：“如果你害怕有埋伏，我也能理解。你大可先把我宰了，再好好确认我说的是不是对的。”看着沉默的雷鸣队长，黑狮刘凯峰站出来说道：“雷鸣队长，让我去确认吧。有埋伏就让我死在里面，那是我的队员，风险就由我这个队长来承受。”雷鸣队长沉吟了一会，看向了凌霄、乐素星：“你们两个跟在黑狮队长后面，但不要进入简屋内。”凌霄两人点了点头。随后，雷鸣又对黑狮刘凯峰嘱咐道：“不要呼吸，不要吝啬威能，做好全身防御，不要用肉体直接触碰任何东西。”好。待三人走向简屋，雷鸣队长看着面色坦然的独行猎人，沉声道：“如果对你揣测都是错的，这边会好好赔礼道歉。我会自费给你打造2级合金武器，并全力协助你讨伐御检以后。不愧是大军团的干部，出手真是大方。”刀明左秀呵呵一笑，语气充斥着嘲讽与不屑：“我3级合金用的挺好的，也不需要你们的道歉帮助，早点滚出我的住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这些混账。”面对独行猎人的辱骂，雷鸣队长没有动怒，也没有放下战斧，一直维持着警惕的姿势。凶！黑狮刘凯峰身上燃起了灰色气焰，包裹了全身的每个部位。站在他的身后，凌霄跟乐素星身上也漫起了深灰焰沙，数块威能结晶凝聚于身周。在确认大家都准备完毕后，刘凯峰举起钢盾走向玉门，灵盾爬上灰焰。黑狮刘凯峰脸色凝重，将用盾牌抵向玉门。嗡！就像大块的李石被挪动一般，玉门向后缓缓退开，直到50公分后，似乎缺少了边墙的围卡，白色门板向后倒去，砸向地面。轰！映入三人眼帘的是一片洁白的世界，房顶、地板、墙壁全都是如同那道玉门一样的颜色。甚至连空气中都充斥着许多玉白色的光点，安宁且静美。而在这洁白的世界中，还沉睡着5位猎人，4男1女。他们穿着破碎的作战服，衣服缺口处露出了层层绷带，微微泛红。躺在玉白色的地板上，或是趴睡、平躺、侧卧，姿态各异，身上呼吸平缓，似乎睡得很香。凌霄还听到了大大的呼噜声。凌霄看到这些猎人身上也裹着一层白光，衣服、皮肤、伤口、口腔，可能连他们身体内部也存在着这种玉白光点。难道简屋就是靠这种能量保持住伤员的状态吗？凌霄皱了皱眉头，没有妄下判断，继续观察着屋内的威能粒子。双剑月素星也一样，蜜银色的双瞳微微凝起，默不作声。王丽、鲁青、阿郎，相比起雷鸣小队的2人，黑狮刘凯峰就没这么冷静了。他嘴唇颤抖，坚毅的脸上中浮出了一丝柔软，自语道：“都活着，太好了，他们都活着。”刘凯峰刚想往前迈步，凌霄拉住了他的胳膊，温声道：“黑狮队长，你试试直接叫醒他们。”凌霄不确定里面有没有危险，但直接踏入其中，那也太不理智了。尤其是那些玉白色光点，明显是某种异化粒子，很可能还是御检以后留下来的。不管这是御检白蚁种族能力，亦或是以后升华后掌握的异化，也不管它是不是治疗、沉睡等特性，不去接触，永远是最明智的选择。好的，我明白了。黑狮刘凯峰经过提醒，脑袋也立刻清醒了过来。他伸出右手，灰色威能结晶在开始往内蔓延，形成了一根圆润的长棍。刘凯峰也是高位 C 级猎人，虽然威能结晶熟练度不高，但正常使用还是没问题的。王丽，王丽，秀丽的脸颊被挥棍戳动。伴随着黑狮队长的大喝声，那个绑着马尾的女猎人微微睁开了眼帘。队长，在黑狮刘凯峰欣喜若狂的眼神中，女猎人轻捂伤口，缓缓坐起身子。你身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左秀先生有帮我们治疗，除了伤口还在痛，我感觉还好吧。女猎人王丽摸了摸自己身体，有些不太了解队长的意思。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事没事。黑狮队长勾出了不太好看的笑容，连忙说道：“你试着把他们叫起来。”在王丽的推拥下，4名男猎人也醒了过来，并且注意到了门口的队长，脸上皆浮起了喜色。队长，你没事吧？哈哈，好久没睡得这么香了。冯路跟老牛咋样了？队长，有队长在，那边状况肯定比我们好啊。黑狮刘凯峰抿了抿嘴，眼睛微微泛红，强笑道：“没事，都没事，没有埋伏，没有人质威胁，黑狮小队的成员都无恙。”见状，凌霄跟乐素星的眼神也微微放缓，两人退开脚步，看着5位猎人互相搀扶，慢慢向门口走来。里面有埋伏吗？那个简屋是不是能维持伤势？
他们是不是很安全？刀明左秀知道猎人队长有在关注那边的动势，直接的礼不饶人的喝问道：怎么样？我左秀是你想的那种恶人吗？总之，先允许我口头表示歉意。雷鸣队长虽然没放下战斧，但脸上也爬上了些许尴尬。你的道歉还是咽回肚子里吧。刀明左秀嗤笑一声，直接从桌前取出水壶，打开，抿了一口清水。随后，他转过身子，看着重逢的黑狮小队，脸上漫起了一丝微笑。看着男人眼中的柔和，雷鸣队长眨了眨眼睛，问道：左秀先生，你好像很喜欢这种场面。刀明左秀瞥了他一眼，倒也没再争吵，平静地说道：毕竟我的队伍你也清楚，我每天做梦都想着和队友重逢一次。在这荒城里，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猎人小队们重逢的画面了。我理解。雷鸣队长微微颔首，轻笑道：我之前说的道歉赔礼都算数，如果可以，以后雷鸣小队也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呵，免了吧，你们可不想成为我的朋友。刀明左秀嘴上不饶人，但语气已经缓和下来了。他就静静地看着黑狮小队搂抱在一起，看着猎人们的欢笑喜悦，左秀似乎也被众人情绪感染，嘴角的弧度情不自禁地漫开，温柔清秀，斯文好看。对了，我忘记说一件事情，似乎是心情变好了。刀明左秀看向身旁的猎人队长，什么事情？雷鸣语气温和，那个减污的维持效果一旦走出过房间就会很快消散。我明白。雷鸣队长有些困惑，这不是肯定的吗？不，你不明白。独行猎人摇了摇头，略显神秘地说道：不在减污里，预减以后的能量会出现变化。变化？对。左秀歪了歪脑袋，含笑道：减污就好像预减白蚁的体内，走出减污就相当于蚁兽吐出了能量。绕成圈，黑狮刘凯峰和猎人们搂抱在一起，双目微合，眼角流淌着喜悦的泪水。他的周边也都是队友们的欢声笑语。队长，回去后不醉不归啊。行。王丽，这次喝不喝？等身体休养后再说吧。平时的普通对话，在经历生死离别后却是如此的动听。黑狮队长和队友们放声谈笑，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烦恼。但这热闹也终归是有安静的时刻，与队友们贴着脸颊，刘凯峰也随着气氛沉浸在这无声的安逸之中。黑狮队长，后方的凌霄有些没眼色的开口出声了：你的队员好像有些不对劲。黑狮刘凯峰张开眼睛，急忙打量着自己的队友，他们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眼睛微睁，身体似乎有些僵硬。黑狮队长摇了摇队员的身子，问道：喂，你们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可能肌肉麻了，好像动不了。我也是，没啥力气。因为女猎人低垂着脑袋没说话，刘凯峰双手捧起她的脸颊，关切问道：王丽，你呢？女猎人王丽眨了眨眼睛，浅笑道：还好。啪，犹如白蜡高速融化了一般，衣服、皮肤、眼睛、血肉、头发、内脏、大脑，眨眼间全变成了白胶般的流体，流淌而落。黑狮队长的手中已不是那位面貌清秀的王丽，而是一具苍白完整的女性骨架。啪啪啪，就好像水球被接连引爆，白胶流淌，4具男性骸骨躺在了地上，好似大学里的人骨模型。我最喜欢猎人们重逢的笑容，以及那绝望死寂的面庞。看着黑狮队长那茫然的模样，刀明左秀脸上泛起了纯真的笑容，由衷说道：我每天做梦都想着和队友重逢，好像再看看那时他们被我整死的表情。扑唰，狂雷战起，紫雷巨斧呼啸而下，紫色的雷霆萦绕巨斧，罡风游劲之快，雷光一闪，无情斩下。当，灰白波纹凝聚的钢盾挡住了雷斧的挥击，刀明左秀被巨力裹挟，身体爆射出数十米，盾面与斧锋的对撞爆出了极端刺耳的噪鸣声，可视化的波纹急速荡向全场。嗡嗡，被音波扫过，雷鸣队长眉头微皱，身上紫雷战起，脸色没有什么异样。熊，凌霄瞬间开启了灰烬模式，深州灰焰狂涌，深灰色的威能屏障瞬间笼罩了深州的乐素星刘凯峰。啪啪，威能屏障与灰白波纹相触，瞬间爬满了裂痕，被削弱过的音波攻击传入内部。身处灰烬模式的凌霄面不改色，似乎仅是被清风撩过，全身威能缠绕的乐素星也只是身形一顿，眼神冷冽。而本身实力最差又处于失神状态，身上毫无防护的黑狮刘凯峰就没这么轻松了。他的耳蜗内流出了鲜血，身体也一阵哆嗦，似乎内脏受到了些许损伤，身上承受着痛苦，但黑狮队长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嘴唇张合，双目无神地看着手中地上的几具骸骨，似乎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哈哈，雷鸣队长，你不是说自己是流水异化吗？狂乱的雷斧在不断挥击，刀明左秀手持着灰白缠绕的战刀、灵盾，或是躲闪，或是格挡，口中还喋喋不休地吐露着亢奋。你不也一开始就撒谎了吗？这跟我有什么区别？雷鸣队长没有理会对方的话语，眼神肃杀，身上紫雷萦绕，霹雳作响。猎人的身躯远超音速，雷霆斩击化为流光，每次挥击都能夹带着难以想象的距离。当，嗡嗡，刀明左秀确实不是弱者，但无论是力量、速度、异化的战斗力，甚至连武器的强度，他都比不上雷鸣队长。在那狂乱狰狞的雷斧下，他连反击都不太能做到，只能凭借着灵盾异化艰难支撑。身处绝对不利的处境，手中的3级合金钢盾甚至出现了些许凹陷，但刀明左秀脸上却没有丝毫慌乱，他嘴角大大咧起，肆无忌惮地吐露着狂语。为什么那么生气？那些人你才刚认识吧？不是想和我做朋友吗？怎么现在突然要杀死我啊？还是说你是在畏惧我，光看着我就让你毛骨悚然？哈哈！在刀明左秀有意的控制下，灰白波纹不断往凌霄这边荡漾。
身处深灰的威能屏障之中，凌霄、乐素心凝视着那雷鸣队长的战斗，没有插手。两位 B 级猎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力量也不是他们能媲美的。现在雷鸣队长优势很大，他们如果贸然插入战场，有时不仅不能带来胜机，还可能碍事，必须等待合适出手时机。少年，你不是说再不使用异能时，你的战力跟孙克差不多吗？缠绕燕纱的银白大剑上，蜜银色的光辉在一点点代替灰焰，从底部开始渐渐向上蔓延。银发女猎人缓慢地异化着能量粒子，眼瞳瞥向凌霄的灰烬战衣。为什么我感觉你现在的姿态不比我弱呀？毕竟我能量强度高，现在又是超高消耗的超频状态，提升大点很正常。凌霄仔细观察着场上的战斗，随口回道：“那你岂不是很快就无力了？”乐素心眉毛微蹙：“我威能储备还算充足，坚持到战斗结束还是没问题的。”不错。乐姐没说什么怪话，意外的还算正经。毕竟凌霄身旁还站着一位蓬发的黑狮队长，他手持着战刀，眼睛死死地盯着场上的独行猎人，面容犹如恶鬼般狰狞，灰焰狂涌，好似猎人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要狂躁。如果不是雷鸣队长战况优势，仅存的理智让他不去拖后腿，要不然黑狮刘凯峰现在已经上去玩命了。凝望着场上的战斗，凌霄眉头紧皱。现在理论上他其实可以用异能插手的，尤其是幻境，这个不仅不会伤及雷鸣队长，还能给己方带来巨大的胜机。但敏锐的直感一直在提醒着凌霄，他的幻境对刀明左秀并没有太大的效果。而且队长现在明明是优势，但凌霄总有点不安。这个状况从雷鸣队长出手后就开始出现了，似乎某种东西在不断地注视着他，审视着他，观察着他。信息很嘈杂，敌人位置、实力强弱、人员数量、攻击方式一概不知。这种莫名的感觉让凌霄头皮发麻，身上泛起了鸡皮疙瘩。也是因为这份不安，让他决定稍微隐藏自己，至少在那暗处的敌人真正出现之前，不要暴露自身的异能。而现在需要抓住恰当的时机支援雷鸣队长，让他更快地斩杀对手，避免消耗太多能量。黑月斩击不能用，凌霄的威能剑压很强，但无法对刀明左秀造成太大麻烦。乐素心也一样，所以他努力地异化着部分威能，只为待会能释放最强一击。凌霄不会异化，但有着另一种攻击方式。深灰色的火焰爬上大剑，然后嗡，暗色大剑上深灰色气焰在不断更新，每次威能的刷新都会伴随着能量的凝聚、收缩，光芒越加浓郁。银发女猎人猛然看向凌霄手中的大剑，双瞳睁大，脸上浮出了一丝错愕。看样子他好像认出了这个手法。不过现在战况紧张，乐素心马上就收回目光，继续紧盯着两位 B 级猎人的战斗。嗡，巨能 LV1 经验值+7，巨能 LV1 经验值+5，巨能 LV1 经验值+5。经过几百次高频的蓄能凝缩，凌霄手中的大剑已经膨胀了数十公分，化为一把深灰色的光剑，散发着骇人的能量波动。因为2级合金那优秀的储能效果，凌霄的蓄能极限大大提高。不过现在也接近临界点了，凌霄减缓了能量刷新频率，专心捕捉着战况。深紫与灰白两名身躯缠绕着能量的身影飞掠碰撞，因为速度太快，连声音的传递都出现了落差。突然间似乎察觉到了队友的能量波动，雷鸣眼中金光一闪，当横劈的雷斧与刀盾相触，刀明左秀借力暴退，灰白音波这次凝成一根尖锥，直射猎人队长的脑门。雷鸣没有追击，巨斧挥下，一道深紫色的雷霆击碎了鹰锥，急速掠向敌人。刀明左秀刚想躲过狂雷，却见雷鸣队长握下了左手，霹雳霹雳，雷霆斩击提前炸开了，化为深紫色狰狞电网，封锁住独行猎人的身周。雷鸣队长的手中漫出了一条紫色脉络，与电网连接，为其补充着能量。这没见过的攻击方式让刀明左秀的身形微微一顿，也是这短暂的瞬间让战场外的三人得到了攻击的时机。啪！威能屏障瞬间破碎凋零。扑唰！面色疯狂的黑狮刘凯峰挥下战刀，充斥着他无边怒火的威能刀芒爆射而出。双剑乐素心大剑劈下，一轮蜜银色的斩击撕破空气，带着骇人的锋锐感。刀明左秀也注意到了这边的袭击，那个 C 级猎人的攻击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挥手就能击碎。银发女猎人的异化剑气很强，但只要他认真对待，也无法对他造成太大麻烦。真正让刀明左秀神经一颤的是那柄对准自己的巨大光剑，它膨胀凝缩，散发着令 B 级猎人都汗毛竖起的能量波动。而现在深灰色的光剑挥下了，扑轰，光之洪流在奔涌，纯粹不掺杂异化，强度高到离谱的威能剑炮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吞没对手。刀明左秀瞳孔巨缩，他全身漫起了异化气焰，缠绕能量的灵盾瞬间高举，轰轰！刘凯峰的全力攻击甚至没让对方出现一丝颤抖，刀芒在接触盾牌的瞬间就破碎了。乐素心的密银剑气轰低了对方的身体，灵盾上的灰白焰纱略微削弱，虽然挡下了2道攻击，但刀明左秀内心没有任何欣喜，因为那深灰洪流已经淹没他了。扑轰！灵盾之上汹涌的灰白能量被光炮不断磨灭，恐怖的威能爆发推噬着身躯，但后方那狰狞诡异的电网却让刀明左秀却不敢退后脚步，他只能掏出全身的威能，用高强的异化能量抵消着这威能洪流。然而这让 C 级猎人破格晋升的技能在攻击力方面远远超越了刀明左秀的预料。经过了数百次的蓄力凝缩，那光流蕴含的能量波动已经到了让雷鸣队长都神色紧绷的地步。刀明左秀的能量越加稀薄，灵盾上的灰白焰纱再生速度已经赶不上深灰光流的磨灭速度，钢盾表面直接承受了那道蓄能光剑的攻击。噼里啪啦，在刀明左秀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这把3级合金钢盾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声。在和雷鸣队长的战斗中，他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凹陷伤损，如今正面承受了这道恐怖的威能洪流，哪怕是坚韧的3级合金，也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尽头。皲裂逐渐增大、扩散，甚至漫上了整块盾牌。刀明左秀没有任何犹豫，在灵盾破碎的前一瞬间，他猛然撞向了右侧的电网。威能洪流摧毁了钢盾，继续奔流，粉碎了沿途的墙壁，急速掠过，抵达了遥远的蚁巢边缘。轰！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深灰光流的余波在这地底硬土边缘凿出了深长的漆黑通道。虽然肉体躲过了蓄能光剑的直击，但刀明左秀状态并不好。深紫色的电蛇爬上了身子，那稀薄的灰白气焰抗住了紫电的伤害，却已经无法抵御它的特性。强大的麻痹感贯彻了他的肉体，刀明左秀身躯僵硬，浑身颤抖，甚至连眼神都有些涣散。雷鸣队长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掠出残影，巨斧中雷霆狰狞作响，带着必杀的决心猛然劈下。可就在这时，灰黑的流光落下了，当，没有颅骨破碎、身躯斩断的手感。雷鸣队长眼睛瞪起，满是愕然地看着眼前的灰黑光壁。这道从天而降的光幕挡住了他那雷霆战斧的直击。虽然那泛着金属色泽的壁面上已经出现了皲裂破碎，但在斧锋与其接触的一瞬间，有一股灰黑色的能量顺着斧身传入了他的躯体里。雷鸣队长瞥向手部，猩红的血迹染上了斧柄，手臂在隐隐作痛，似乎在刚才他收到了某种能量的反击。队长，离开呢！在强烈的预感下，凌霄发出了怒喊。雷鸣瞳孔一缩，身上紫雷炸响，暴退而出。噗！一道直径接近1米、泛着紫纹的白玉光柱从他脚底冲天起，泛着让人不安的能量波动。这多变的情况让雷鸣直接退到了凌霄等人的身周，谨慎地审视着场上的变化。唉，可惜。看着已经撤退的雷鸣队长，从麻痹中走出的刀明左秀摇了摇头，脸上满是遗憾之色。但凌霄等人没有在意这个油尽灯枯的 B 级猎人，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地板上空。玉白色的地板上出现了一道圆形的窟窿，一只玉简白蚁正在缓缓爬出。它身躯不到2米，通体玉白，重枝玉翅的纹路精细曼美，身上的威能波动十分强悍，已经脱离了 C 级异兽的范畴。刚才就是他躲在下面发射出了极其骇人的白玉光柱。而在刀明左秀的上空，则漂浮着一只灰黑的暗影钢蚁，它的身躯接近3米，翅膀灰黑通透，泛着金属光泽的纤细躯体上，全身棱角尖锐锋利，带着荆棘般的美感。从它身周流淌的灰黑光点可以看出，这也是一只踏入 B 级的蚁兽。凝视着这2只突然出现的蚁兽，雷鸣队长口中发出了低语：2只蚁后，你们是不是很疑惑？抚摸着前方这只玉简蚁后的头颅，刀明左秀嘴角勾起，脸上露出了狂气的笑容。为什么会有2只踏入 B 级的蚁后？为什么他们会躲在这里？为什么察觉不到他们的能量波动？为什么他们会帮助我？甚至听从我的命令？刀明左秀手指抵在嘴巴上，微笑道：别着急，我会一一告诉你们的。当然，前提是你们待会还活着。啪！白玉地板溶解了，覆盖以后房间近70%面积的白玉地板在同一时间溶解破碎。下方不是硬实的泥地，而是一团团正在爬出白蚁的巨茧。天顶上那色泽灰暗、环状交叠的纹路动了起来，一片片鱼鳞般的板块开始折叠收起，露出了下方那金属色泽的蚁躯。数量密集到恐怖的威能波动瞬间冲进了众人的大脑。转眼间，雷鸣小队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当那铺天盖地的2种蚁群瞬间出现时，双剑乐素星跟黑狮刘凯峰瞬间瞪大了双眼，感觉头皮发麻。哪怕实力强悍的雷鸣队长，眼神也有些愕然了。在刚才之前，他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些蚁兽的能量波动，天花板、地板也只是死物，没有蕴藏任何的威能气息。而看到了这密密麻麻铺盖天地的灰白蚁兽时，凌霄也终于明白了，那让他极其难受窥视感究竟出自哪里。这根本不是人类的视线，他们匍匐于地板，他们前行于天顶，他们躲开了所有人的探查神经，一动不动，甚至连能量波动都隐藏起来了。这怎么可能？玉简白蚁还能够理解，毕竟刀明左秀的技能技巧就是从他们的简化取得的灵感。而暗影钢蚁呢？他们的翅膀确实拥有前行拟态技巧，能降低自身的能量波动，但并不能像简化一样完全掩盖自身的威能啊。而且玉简白蚁跟暗影钢蚁是敌对竞争的2个蚁群，他们不互相厮杀就算了，竟然还会合作埋伏，如此听从一个人类的指挥。这个刀明左秀到底是怎么做到这种事情的？白蚁爬出玉坑，钢蚁漫天降下，灰白两色开始交杂。D 级蚁兽成百上千， C 级蚁兽超过50只，其中还有2只能量波动极其庞大，已经逼近双剑乐素星了。凌霄的目光扫过漫天蚁群，最后锁向刀明左秀两边的蚁后。这2只 B 级蚁后应该晋升时间不长，虽然掌握着异化，但能量波动完全比不上雷鸣队长，甚至连之前的刀明左秀也不如。这应该是现在唯一的好消息了。雷鸣队长想必也是想到了这点，他表面上毫无动作，但手中的身子正在默默地涌向战斧，似乎在积累什么强悍招式。是不是感觉很绝望？是不是满脑子疑惑？刀明左秀张开了双臂，笑容灿烂地说道：我会好好解释的，但是能知道多少，取决于你们接下来的存活多时间。扑唰，狂暴的雷霆炸响，雷鸣队长的巨斧隔空挥下，一道紫芒闪烁的怒雷奔流，带着躁动至极的狰狞感爆射而出，汹涌扩大，吞噬一切。B， 紫雷掠过前方的数十只 D 级蚁兽以及3只 C 级蚁兽，瞬间碎化，连阻碍时间都做不到。这道怒雷斧芒是猎人队长的全力一击，能量强悍程度骇人心弦，甚至超越了凌霄之前的蓄能光剑。目的就是为了在蚁兽围攻之前提前宰掉那个主使者，然后面对能撕毁万物的雷霆，
刀明左秀嘴角的幅度扩大了。噗！一道泛着紫纹的玉白光柱从玉简以后的尾部喷出，正面迎向了那深紫雷暴。在力量上，这道光柱的强度远远不如雷鸣队长的怒雷。正常情况下，他应该被那雷暴碾压劈碎。但在两者相触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霹雳霹雳！玉白光柱一开始确实被碾碎，但随着光柱上的紫纹越发明亮，那雷霆奔流的推进速度越来越慢，甚至逐渐停了下来。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下，深紫色的能量粒子似乎被分解了，随着光柱上那紫色的脉络涌向那低空漂浮的玉简以后。不，一团高浓的威能光球从玉简以后的口中吐出，掉落于刀明左秀的手中。感谢你的能量支援，雷鸣队长。刀明左秀面带轻笑，手掌一捏，光球瞬间变成纯粹的能量溪流，被提炼法吸入男人的身体里。原本油尽灯枯的独行猎人身上的威能波动又开始复苏起来。解析、分解、适应。雷鸣队长脸色彻底黑了下来，他死盯着那只玉简以后，眼中满是困惑。但没给众人思考的时间，蚁群已经开始反击了。数十道玉白光柱，几十道灰色爪芒从 C 级异兽的身躯中同时迸发，犹如无尽的弹幕一般，笼罩了猎人们身周的大地，封锁了所有的躲避空间。靠近我！随着一声怒吼，雷鸣队长的左手蔚蓝涌起，形成一道水幕光罩，遮掩了众人的身周。然后黄暴的紫电连上了水幕，雷鸣闪烁，水幕光罩顿时变成了流体般的雷池，质感犹如紫色的水晶屏障。轰轰轰 ！C 级异兽的威能放出，不断轰击在这雷水屏障上，波纹荡起，但就是不能破开防御。那堆地级蚁兽更是围绕于屏障的边缘，不敢上前触碰。雷鸣队长的双手流出了身子，蔚蓝两种脉络持续为这雷池提供着能量。C 级异兽的攻击我能全部接下，但如果那两只以后跟左秀也加入攻击，我的防御就持续不了多久了。雷鸣队长瞥向众人，语气沉重地说道：“待会做好准备，我一旦撤掉屏障，会直奔左秀跟两只以后，你们一定要撑住，我会活着的。”银发女猎人右手大剑，左手军刀，语气凛然地回应道：“不用管我，雷鸣队长，只要能把那畜生宰了就行。”黑狮刘凯峰狠狠瞪着那个蚁兽间的男人，脸上充满了憎恶。从灰白以后出现开始，刘凯峰就知道了，黑狮小队会被两种蚁群围猎，从头到尾都是出自的刀明左秀之手。那个人是悲剧的开始，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刘凯峰现在的恨意已经接近疯狂，他根本不想活着，只想能让仇人也一起下地狱。看着黑狮队长的样子，雷鸣微叹了口气，对躲藏于他身后的凌霄说道：“那只玉简以后有问题，使用异能要抓紧时机。”我明白的。凌霄手中凝蓄着深灰光剑，微微颔首。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只敢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不能提前使用黑焰。那只玉简以后似乎能解析对手的异能粒子，并做出相应的改变适应。凌霄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久，但如果可以的话，一定不要给他躲避的机会，要以最快的速度宰了他，再去解决其他异兽。队长，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说，我身体真的很结实。雷鸣微微一愣，似乎有些没搞懂凌霄的意思。很能撑吗？不愧是雷鸣队长。看着锁在雷池屏障之下的猎人们，刀明左秀满是惬意。他没有让两只以后加入战场，反而一边提炼着威能，一边对众人笑道：“作为还活着的奖励，那我就帮你们解答困惑吧。”雷鸣队长眼神冷漠，没有搭理对方。刀明左秀也不介意，他竖起一根手指，自问自答道：“第一，为什么蚁群会听从我的命令？”凝望着雷鸣队长的眼睛，左秀嘴角咧起：“那当然是因为我能跟蚁后相互沟通啊。我的异话叫音波，其实并不准确。”嗡嗡，左秀的手指中灰白波动荡出，诡异的噪鸣声响起。而听了这个声音，两只蚁后沉下身子，将美感各异的蚁炉置于男人身旁。重明，这才是我异化的真实能力。抚摸着蚁后们的脑袋，刀明左秀轻笑道：“我从3年前就掌握了异化，尝试过和很多虫类异兽沟通，但效果不太理想。只有这两个孩子最富有智慧，他们会思考，会和我交流，会自我学习，会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他们想要得到进化，成为 B 级异兽。”面对着猎人们那震惊的表情，刀明左秀露出了温和的笑容：“我答应了，作为回报，他们会相互合作，服从于我，成为我忠实的下仆。我将全部的异化经验全都交予了他们。这100里内的异兽之所以被屠光，那是因为以后的进化急需能量。很优秀吧？这两个孩子。”刀明左秀挑了挑眉，像介绍自己的杰作一般，笑道：“暗影以后的异化是铁级，极坚硬、锋锐，反击于一体。甚至经过我的教导，他还学会了用静态威能隐藏自己的蚁群。至于玉简以后，他的能力，想必你们也猜得差不多了。”独行猎人脸颊贴着玉简以后的头颅，语气沉醉地说道：“他简直是最特殊的天才，他异化是极能，这不仅是简单提炼能量，只要给他时间解析某种能量粒子，他就能改变自己的威能结构，变成适应汲取的形态。所以我才跟你苦斗那么久。”刀明左秀紧盯着雷鸣的眼睛，面带笑意地说道：“毕竟雷鸣队长的实力太强了，要是不针对你，还真有可能围猎失败。”雷鸣队长面色森严，沉声道：“你似乎还没讲到重点。”刀明左秀歪了歪脑袋：“你能操控蚁群，培养以后当自己的手下，那是你的本事。”雷鸣队长眼中紫电闪烁，语气冰冷地问道：“但为什么你要背叛人类？为什么要捕杀猎人？异兽的能量难道还不够蚁群进化吗？”哈！刀明左秀愣了一下，随即捧腹大笑起来：“哈哈，背叛人类，捕杀猎人，你在说什么傻话？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左秀面带微笑，语气柔和地说道：“我喜欢啊，认识这么久了，雷鸣队长，你难道还看不出我的本性吗？”啊！
不对。刀明左秀突然否认了自己的说法，纠正道：“你早就看出来了，之所以这么问，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躲在你身后的那个小怪物，他剑上的能量应该积蓄的差不多了吧？”雷鸣默不作声，但刀明左秀却露出神秘的笑容。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道：“蚁群是蚁后的眼睛，而两只蚁后又在无时无刻的和我交流，你是瞒不过我的。之所以让你们喘息这么久，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也在拖延时间。”现在，雷鸣队长刀明左秀的刀上燃起了灰白，轻笑道：“你的异化解析正式完成了。”男人话音落下，雷鸣就看到了玉简以后抬起了尾部，噗，白玉光柱爆发了。这次上面的纹路已经变成了深紫色泽，更加凝实活跃，犹如雷霆闪烁。雷鸣队长瞳孔一缩，瞬间撤掉雷池，让开身位。凌霄，噗轰！凌霄手中的深灰大剑爆发了，光之洪流在奔涌。光流前方的蚁群，无论是 D 级异兽，亦或是 C 级异兽，只要没逃过光炮的捕捉，统统粉碎殆尽。深灰光流碾死了近100只蚁兽，与那深紫花纹的白玉光柱相撞。轰！白玉光柱被切开了。这对雷鸣队长特工的力量，对于凌霄来说，只是普通的能量光柱罢了。B 级下位蚁兽的威能放出，是无法阻止他的蓄力光炮的。光流继续奔涌，吞向最后方的刀明左秀以及2只 B 级异兽。咻！没有傻傻的选择硬扛，残影掠过，刀明左秀跟2头蚁后已经逃出了光炮的捕捉范围。如果没有束缚，以 B 级猎人的速度，还是很容易躲开的。这应该是对方有恃无恐的原因。在凌霄轰出缺口的时候，雷鸣队长身上紫电一闪，狰狞的电蛇向周围闪过，瞬间清空了附近的数十只蚁兽。随后他身子化为雷霆流光，冲向对方的 B 级战力。啊！黑狮刘凯峰横向挥出一道斩芒，斩断一侧的10来只 D 级蚁兽，最后被一只 C 级刚蚁接下。银发女猎人双剑高速轮舞，狂乱的剑气肆意泼洒，D 级蚁群触之即死，几只不够强大的 C 级蚁兽也被斩成碎块。但蚁群不可能让他屠杀下去，一灰一白，2只能量波动最强的蚁兽盯上了乐素星。噗！唰！当那骇人的白胶光柱与深灰爪芒奔袭而来之时，双剑乐素星眼中密影闪烁，果断选择了退避。轰！强悍的异兽威能摧毁着大地。见到队友深陷蚁群重压之下，凌霄暗剑挥舞，数十道深灰斩芒喷发。轰！轰！轰！多数的 D 级蚁兽被撕碎，还有数只 C 级蚁兽被凌霄砍成了2半。随后，凌霄身子一弓，轰！他化为一道深灰流星，不断闪掠，几乎每只 C 级蚁兽都被他砍了一剑。较弱的 C 级蚁兽或死或伤，而大多数蚁兽则被猎物这挑衅的行为激起了愤怒，追逐于他的身后，光柱、爪芒如弹幕般喷涌。灰烬模式下，凌霄躲闪不及，硬吃了几道蚁群的威能放出。轰！轰！轰！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肩膀，体质40点的凌霄勾了勾嘴角，看到身后吸引的仇恨已经够多了，他也不再迟疑，带着密密麻麻的大片蚁群飞往了另一片战场。下面的乐素星、刘凯峰压力顿时剧减。当！哈哈，你竟然敢一个人过来！看着孤军深入的雷鸣队长，刀明左秀露出了狂意十足的笑容。他手中的战刀灰白奔涌，伴随着强悍的鹰锥攻击，斩向猎人队长。而右侧的暗影以后，他躯体上灰黑流淌，4只勾连巨爪上已经凝出了金属色泽的光刃，带着锋锐荆棘之感，与左秀一起围攻这位 B 级猎人。身为战斗经验敏锐丰厚的资深猎人，雷鸣很快就摸清了对方的攻击特性。暗影以后的钩爪光刃不能用战斧迎击，不然会被那荆棘般的异化反伤自己。能躲就躲，不能躲就用纯粹的紫雷能量抵消。刀明左秀的异化鹰锥不能硬吃，不然会脑内轰鸣，自身陷入僵硬之中。凭借着强大的实力以及敏锐的战斗嗅觉，雷鸣队长的战斧身子闪烁，狂暴的雷电接连与那鹰锥、战刀、灰黑光爪碰撞，以1对2，丝毫不落下风。虽然战事不错，但雷鸣的内心没有丝毫欣喜。那只解析了他的能量的玉简以后，仍在旁边虎视眈眈，尾部的白玉光柱汇聚，随时准备给他必杀一击。当！雷斧与灰白战刀互相劈砍，刀明左秀被巨力震出，但化为实质的鹰锥却直射雷鸣的脑袋，雷蛇喷涌，撕碎了鹰锥。雷鸣对长刚想追击，只见暗影以后身上灰黑漫出，几道灰黑光幕从地上竖起，犹如立方体黑牢，封锁了他的方位。雷鸣身上狂雷乍起，不到半秒，这个黑牢瞬间皲裂破碎，即将凋零于空气。但即将脱困的雷鸣身上却汗毛立起，从黑牢的夹缝中，他看到了那玉简以后尾部的白光已经蓄势待发了。刀明左秀的脸上也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扑唰，凛冽的深灰斩芒爆射而来，玉简以后身形一闪，擦边躲过了斩击，带着身子纹路的光柱喷涌而出。啪嗒，黑牢破碎。也因为这短暂拖延，雷鸣队长紫雷迸发，身体化为流光，险而又险地躲过了这道恐怖光柱。刀明左秀面色一正，看向了斩芒袭来的方向。那是一个身穿灰焰战衣的年轻人，他正遭受着蚁群的追杀，化为一道深灰流星，往这边急速掠来。哈哈，这不是找死吗？小天才，会点特殊的攻击方式，该不会就以为自己是 B 级猎人了吧？抵挡着雷鸣队长的战斧，刀明左秀笑容里满是不屑。而凌霄的身影也已经逼近玉简以后，深灰大剑直劈而下。咻！凌霄的攻击落空了，在他身体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玉简以后瞬间平移到了他的身侧，白玉前爪犹如镰刀一般对着他的背后挥下。轰！凌霄坠落了，恐怖的巨力裹挟着他的身体，狠狠地砸落于地。身体转向，刚准备起身，一道白玉蚁躯已经压在了他的身上，8根纤细弯折的白玉前牙锁住了凌霄的脖颈、脑袋。扑嗒扑嗒扑嗒，
随着猎物被蚁后压制，后方那密密麻麻的蚁群也围聚于周边，或是爬行，或是飞舞，情绪似乎很雀跃，估计是想享用这可恨猎物的碎肉。噗哈哈，这不一瞬间完蛋了吗？刀明左秀狼狈地抵御着雷鸣的攻击，口中吐露着挑衅。怎么办，雷鸣队长？你家小天才马上要被分尸了。雷鸣队长脸色阴暗，但仍然持续着进攻，不给左秀跟暗影以后喘息的机会。白玉前牙在合紧，似乎想要捏碎对方的脑袋、脖颈。玉简以后的头颅精细曼美，近在眼前。凌霄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脑袋上的2根白玉前牙。在 B 级异兽恐怖的距离下，他身上深灰狂涌，灰烬战衣的强度提升到了最大，竭力抵抗着外来的伤害。在玉简以后眼里，这只是猎物徒劳的挣扎，既然被他抓住了，碾碎他只是时间问题。白玉前牙上漫起了焰杀，以后的力量又加剧了。身处这样的绝境之中，凌霄却露出了笑容，因为这只玉简以后的特殊性，凌霄并不打算给对方存活的时间，也不打算徒增变数。B 级异兽的速度很快，快到他哪怕使用异能也没把握快速斩杀对方。而现在对方带住了他，相对的也等于他抓住了玉简以后。月瞳之中，黑焰熊熊燃烧，扑刷！贴着玉简以后的脖颈，漆黑的残月冲天而起，扑刷！当漆黑的残月升起时，那极端致命的危机感让激战的双方都止住身形了。在生命本能作用下，无论是猎人还是异兽，他们的目光都忍不望向了天空。那是一轮冲天而起的漆黑月牙，它纤细轻薄，边角燃烧着黑焰，极致的锋锐，极致的混乱，极致的不祥，光看着就有种毛骨悚然，想要迅速远离的冲动。黑月斩击化为流光，直直的冲上天顶，噗！犹如钢刀切开了豆腐、石板、砖块、水泥、钢筋、硬土、岩石，全都瞬间穿透。黑月斩击一刻都没有停息，它切开了一些挡在前方的物质，凿穿了这深埋地底的蚁穴，破开地表废墟，在就湘南斗的上空悠然升起，消散于云端。黑月斩击附着的黑焰烧毁了沿途的物质，给这个地下巢穴开了一道长2米、宽约20公分的天窗。一缕微小的阳光射了下来，给这个废墟之下的蚁巢带来了常年未见的光亮。看着这黑焰残月的威力，别说其他人了，哪怕是已经有心理预期的雷鸣小队成员，也都不禁头皮发麻。虽然凌霄确实展示了烛火大小的黑焰，也能感觉到这种异化粒子的危险性，但当黑焰真正的形成异能时，他们才确实的感觉到这黑月斩击的攻击力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它能破开 B 级异兽的防御。想起了凌霄对自身异能的评价，雷鸣队长嘴角一抽，这哪只是破开防御啊？被他砍到 B 级异兽如果不够强，都得触之即死了好吗？而刀明左秀，他可不止感受到了这漆黑残月的破坏力，在他的脑海里，某道一直与他交流的声音消失了，而感知中预检以后的威能波动也在那一瞬间停滞了。顺着那缕阳光看向了地面，在那密密麻麻蚁群包围聚的中心，是一只肢体曼美的玉简白蚁。此时它不动了，脖颈之上的部分已经消失了，只留下平整的白色切面。4大师精心打磨的玉石光滑如镜。一个年轻的男性身影从白玉蚁躯下站起，他头顶着阳光，手中提着的正是玉简以后的头颅。似乎察觉到了刀明左秀的视线，他俊秀的面庞上浮出了淡淡的笑容。刀明左秀能看到那月白色的双瞳中，黑焰突然爆起，轰！一道10米宽的黑色光柱穿透了废墟的层层阻隔，瞬间降临到地下蚁巢。凌霄的身周已是漆黑无光的地带，那无法被阳光渗透的异能粒子漫步大地，充斥着空气，将凌霄以及那些包围蚁群全部笼罩进去。然后，咻！所有的异能粒子全部化为了黑焰，巨大的火球燃起了。它漆黑森厉，幽暗躁动，犹如一颗黑色太阳，混乱、暴躁、不祥，宛若地狱之炎，散发着毁灭万物的能量波动。身处其中的蚁群，不管是地级蚁兽，亦或是那数十只 C 级的强蚁，在黑焰燃起的一瞬间，全部化为了齑粉，消散于空中，没有一丝挣扎。砰砰砰砰，在所有人惊惧的眼神下，黑色烈阳开始膨胀收缩，犹如心脏跳动一般，越来越快。随后，轰！黑色烈阳爆炸了，无边的黑焰涌向了四面八方。在异能是精确的控制下，除了雷鸣、双剑乐素星、黑狮刘凯峰以外，所有的活物都成了黑焰吞噬的目标。咻咻咻！那漆黑的烈焰就好像无形的粉刷器，被他掠过，所有的蚁兽都变成了基本粒子。而刀明左秀以及暗影以后则化为了2道残影，高速躲避着黑焰的掠袭。当那巨大的火焰星星结束，整座蚁巢里已经没有了除暗影以后外的任何一只蚁兽。看着被清空的房间，伤痕累累的黑狮刘凯峰眼神茫然，手上还保持着防御姿态。双剑乐素星在看到2只 C 级破格蚁兽被焚化后，眼神惊愕地抬起头望向了四周。漆黑的烈焰停伏于蚁巢边缘，离地板、天顶、墙壁都有着一定的距离，似乎是为了不造成过大的破坏，其主人有在认真操控。雷鸣队长刚从震撼中走出，看向了站在原地的年轻人，只见他身上战衣已变成了纯粹的黑色，手上大剑也漆黑无光，燃烧着熊熊黑焰，脸上表情没有变化，似乎对刚才的结果毫无意外。不好！雷鸣队长瞳孔一缩，看着2道残影出现在年轻人身后，那是刀明左秀跟暗影以后，他们眼中透露着肃杀。战刀裹着浓郁至极的灰白气焰，2根勾连巨爪上灰暗能量高速流淌，对着释放过强悍攻击后身无防备的异能时猛然劈下。刀明左秀和暗影以后的能量在接触黑焰战衣时候就濒临消散了，战刀跟巨爪也逐渐破碎。
但左秀的眼中却浮出了残忍的笑意。这黑焰粒子的霸道他已经知道了，但只要能量有坚持一瞬间，那他和暗影以后的攻击就能确实的打中这位异能使。不管他攻击力再强，也只是 C 级猎人，不可能在2位 B 级的全力一击下存活下来。轰！战刀跟钩爪化为碎片，但力量已经传递出来了。异能使身子前倾，却没有如独行猎人意料的4分5裂。刀名左秀握着手上的刀柄，看着站稳脚步的年轻人，表情有些迷惘。你怎么毫发无损？什么话？凌霄揉着脖颈，转过身子，对着2位敌人露出了笑容。我可是很疼的。咻！黑焰大剑横向划过，刀名左秀跟暗影以后急速退后，但那深紫色的狂暴雷网已经提前封锁了他们的退路。BB， 在独行猎人与 B 级以后麻痹的半秒，凌霄大剑上的黑芒喷放了，扑刷！漆黑的月牙砍中了左秀与以后的身体，仅抵御了一瞬间，他们身上那并非全盛的异化能量被黑月碾碎穿透，连带着肉体一起斩断。啪嗒啪嗒，人类跟蚁兽的躯体接连掉落于地。暗影以后被砍中了头颅，此时已经毫无生机，金属质感的蚁躯断成了几块。刀名左秀则是被胸下腰斩，他双手消失，内脏流出，此时还剩一口气，苟延残喘地躺在地上。凌霄跟雷鸣队长没有动手，只是默默地让开身子。身受重伤的黑狮刘凯峰走过来了，他注视着地上的未死之人，提着了手中的战刀，表情犹如地狱恶鬼般狰狞。啊！扑哧扑哧，在不似人类的狂吼声中，猩红的战刀不断落下，将地上的恶魔切成了肉末。因为走蚁战太麻烦了，凌霄用黑焰烧出一个通道，众人带上黑狮小队的骸骨，直接飞上地表。雷鸣队长联系屠刀孙克，很快小队的战车就跟他们会合了。独臂女猎人在得知队友的噩耗后，整个人都崩溃了，被江静紧搂在怀里，连哭都哭不出声音。澎湃的黑狮队长刘凯峰此时也是精神萎靡，呆呆手在同伴们的尸骨旁，脸上看不出一丝斗志。跟猎人协会报告完情况后，雷鸣队长回到队内，看着颓废的黑狮小队，叹了口气道：他们之后应该会直接退役。包括凌霄在内，雷鸣小队的成员都点了点头。这2个猎人精神状态相当脆弱，已经不能继续职业生涯了，必须回归正常的社会，好好调养，要不然迟早会出现问题。猎人的寿命很长，大多数提前退役都是有原因的。双剑乐素心看着凌霄、阿斌2位新人，轻声道：害怕危险，厌倦了厮杀，有了爱人，实力停滞，各种因素都有，但最多的原因还是队友的死去。银发女猎人伸出手拍了拍2个年轻人的肩膀，希望你们以后不会遭遇这种不幸，但如果真的有万一，也要像江静一样坚强的克服过来。凌霄、阿斌点了点头，没有出声。屠刀孙克叼起了一根烟，没有点燃，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远方。猎人协会的几架武装战机抵达了，护卫人员是一名官方的 B 级猎人。在送黑狮小队上飞机后，那位 B 级猎人对雷鸣队长问道：雷鸣战俘，你们小队刚经过恶战，要继续任务吗？雷鸣队长看向了乐素星、凌霄。乐素星摇了摇头道：我状态还好。至于凌霄，他直接比了个 OK， 我们还能继续任务。雷鸣队长指了指旁边的灰白蚁后尸体，对官方的猎人说道：可以帮忙把这2头 B 级异兽送回去吗？在凌霄无意识的控制下，黑焰没有摧毁御检以后的尸体，刚才他和雷鸣队长回蚁巢搬了上来。目送着官方战机的离去，雷鸣小队的气氛也逐渐缓和过来了。太阳快要落山了，夜晚最好找个地方停住休息。以后巢穴的地表虽然异兽稀少，但大家都不太想待在这里。于是屠刀孙克踩大了油门，战车以最快的速度驰出了旧乡南都。在一处异兽较少的平原，雷鸣小队停了下来，吃了点东西，分批提炼威能后，众人聊起了今天蚁巢的战斗。于是凌霄的衣服就被扒光了，真的没有伤势哎。抚摸着凌霄白皙的脖颈、后背，双剑乐素心脸上满是错愕。少年，你到底有多硬啊？还好。凌霄无奈地穿起衣服，解释道：一开始应该是有些伤的，只是后面恢复好了。虽然暗影以后只是新晋升的 B 级异兽，刀名左秀也不是什么高危异化，但他们的力量可不是 C 级猎人能相提并论的。哪怕在灰烬战衣的上面附着了黑焰，凌霄也是被砍得好生吃痛。哎，差点就见血了，有伤这么快就恢复好了？屠刀孙克皱了皱眉头，语气古怪地问道：凌霄，你该不会是团长的族人吧？不是。凌霄嘴巴抽了抽，相比脑浆崩了还能活的团长，他至少还是一个人。本来很不能接受，但想到少年你那威能战衣，我又觉得没啥问题了。银发女猎人抚着脸颊，悠悠说道：年轻人就是好，硬实，量大，质高，恢复还快。什么威能战衣？银盾将近眨了眨眼睛，满是好奇地看向凌霄。怒锤阿斌也是凑近了身子，问道：凌霄，是更加有骨气的技法吗？双剑乐素新手直抵着唇角，略显神秘地说道：很厉害哦，我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哪怕少年不用异能。哦，星号2。将近，阿斌眼中冒起了星星，脸上写满了期待。就连屠刀孙克愣住了，满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凌霄。其实只是普通的超频模式，不是什么特殊技巧。在2个好奇宝宝的眼神凝视下，凌霄无奈地叹了口气。熊，深灰燃起，转眼间他已经开启灰烬模式。哦，好帅！凌霄，这也太有骨气了吧！将近，阿斌挤到了凌霄身边，满是亢奋地对他上下其手。以后我威能储备高了，也能这样变身吗？我要在腰上挂个老虎尾巴，感觉太酷了。感受到2人语气里的憧憬，凌霄像哄孩子一样说道：可以的，可以的，以后你们肯定可以的。这是真的，像屠刀孙克这种顶尖的 C 级猎人，
他也是可以这样变身的，只是提升幅度没有凌霄这么夸张，而且不能像40点体质的他一样肆无忌惮。除非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们几乎不会使用这种超频模式，毕竟在荒区消耗完威能，那就真的危险了。将两位前辈哄回去后，凌霄突然注意到了某个视线，那是一直没出声的雷鸣队长，他紧紧地盯着凌霄，眼神闪动。凌霄，这个有名字，有名字。凌霄抬起手掌，提前制止了雷鸣队长的话语，叫灰烬模式，我已经取好了。是吗？雷鸣微微颔首，脸上倒没有太多失望。那个黑焰附体的模式呢？那只是个半成品，完整的得等我学会异化才能实现。现在的黑焰战衣只是单纯附着在凌霄灰烬模式的外层，并不是用黑焰粒子实现威能缠绕充盈，相当于披上一层恐怖的反伤甲，但对力量增幅还是跟灰烬模式一样的。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雷鸣队长双手抱肩，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也就是说还没有取名是吧？其实是有的，我帮你取。雷鸣队长大手按住了凌霄的肩膀，语气兴奋地说道，就叫天锁斩月吧。等一下，凌霄感觉有些不妙，以后你再配把细刀，变身的时候就喊万解天锁斩月。为什么是细刀？还有为什么要喊啊？凌霄竭力地发出抗议，但陷入奇怪状态的雷鸣队长已经听不进去了。黑月斩姬的名字我也帮你取好了，就叫月牙天冲，以后外号我就给你填死神代理了，可以吗？一护，那到底是谁啊？有时凌霄真的觉得雷鸣队长说的话比乐姐还要难懂。夜里，雷鸣小队分批守夜休息，上半夜是雷鸣队长、屠刀孙克、银盾将近，下半夜是双剑乐素心、怒锤阿斌、凌霄。睡了几小时后，凌霄等人离开车内，阿斌捡了一堆石头，坐在战车附近修炼威能放出，就是跟以前凌霄练习的方式一样，将威能缠绕在石头上丢出，让其尽量远离身体。阿斌跟将近的进度其实很快，估计再过1-2月就能成功了。到时雷鸣小队就是真正的完全由 C 级以上战力组成的精英队伍了。至于凌霄，他被双剑乐素心叫过去闲聊了。少年，你那特殊的威能放出是狂剑妙飞教给你的吗？是的。乐姐，你认识魔飞老师？凌霄有些好奇，以前和暴怒兵团小队合作时，曾跟他聊过几次，是名剑术优秀的猎人。银发女猎人微微颔首，说道，在当年他的那种攻击方式很出名，但能学会的猎人却没有几个，而且练习所需要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倒也是，凌霄表示理解。技能除了需要一定的天赋外，还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来熟悉手法技巧，这势必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修行。大多数 C 级猎人可能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威能武化的训练上，除非是像当时谋飞老师一样完全放弃了异化。话说乐姐，你以前也学习过这个招式吗？听女猎人的口吻，凌霄觉得她对这技能很了解。有了解过。乐素心眨了眨眼睛，轻笑道，狂剑谋飞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当时只要有人对他请教，他一般不会吝啬者。但学习跟能否学会是两回事，我当时练习几天就放弃了，觉得这门技巧有些不适合我。双剑乐素心叹了口气，轻声道，真的很困难，需要极致的细心、耐心、恒心。当时我就在想，能练成这门技术的一定是非常能忍耐的人，能忍耐就代表持久。银发女猎人拍了拍凌霄的肩膀，赞叹道，少年，你能学会这门技术，就代表你是一个非常持久的男人。谢谢。虽然没搞明白为啥夸人要用这个词，但凌霄还是先礼貌道谢了。眺望着远方，双剑乐素心继续说道，在放弃了学习后，我感觉有些沮丧，就想着另辟蹊径，于是我就拿起了另一把武器。乐素心抚了抚腰间军刀，对凌霄说道，轻刀攻速更快，能够在短时间劈出更多的斩击，大剑储能重量伤害更加强大，适合对付防御较强的对手。凌霄恍然道，这就是乐姐现在这种战斗方式的由来。对，乐素心点了点头，脸上浮出了自得的笑容。当时我就在想，我做不了持久的女人，但可以做频率快的女人，强度虽好，但频率次数也很重要。少年，你要牢记这一点。哦，好的。听着前辈那语重心长的话语，凌霄也认真思考了起来。等自己足够强了，是不是可以再拿把细刀？毕竟他有2种异化，还能顺便刷刷单手剑的经验值。以后再考虑吧，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凌霄摇了摇脑袋，对银发女猎人问道，乐姐，你这头发眼睛是修炼异化的特殊方法吗？准确来说，是在提升我异化的熟练度。乐素心捧起一把发丝，解释道，我现在的异化速度很慢，时刻保持着头发跟眼睛的异化，这不仅是为了熟悉异化粒子，还能让我的大脑、身体一直记住这种感觉，不至于陌生、退步。感觉？凌霄歪了歪脑袋。对的，异化的感觉很奇妙。双剑乐素心指了指凌霄的胸膛，轻声道，我们体内是最基础的威能粒子，而异化是威能向某种方向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的不是简单的让能量动起来，而是要让它们从本质得到变化，所以操纵手法非常难以言说，我要时刻凝记住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异化的感觉非常抽象，就像突然冒出的灵感一样。凌霄了然后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乐姐，你是怎么学习异化的？因为从来没有准确的异化修行方法，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偏方有没有作用。乐素心沉吟了一下，有些不确定地说道，首先将正常威能的熟练度提升到极限，然后观察某种异化粒子，尽可能的熟悉它。凌霄点头，这跟蓝豹老师教的一样。然后我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威能谈话。谈话？凌霄愣了一下。对，用精神力。双剑乐素心将发丝甩到身后，嘴角勾起，语气高冷地说道，发出主人的命令，要求他们开始进化。这个有效果吗？凌霄大受震撼。
不知道。乐素心摇了摇头，这种交流我当时持续了1年多，然后突然就爱感觉了。银发女猎人摊开手，有些无奈地说道：有可能有效果，也有可能只是心理安慰，毕竟我本就是顶尖的 C 级猎人，什么时候学会异化都不奇怪。果然，大家对异化的领悟都说不太清楚，有种些玄而又玄的感觉。虽然乐姐说是偏方，但凌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反正对身体也没啥危害，凌霄打算也这样试试。月瞳明亮，黑焰燃起，空气中比夜色还要漆黑的能量粒子开始渲染，漂浮于凌霄的身周。一种一种来吧，先学会黑焰异化，再去尝试月白的异化。凌霄操控着漆黑光力，让其依附在自己的头发、眼瞳、四肢、腰躯。随后，他拉出了体内的威能，充盈全身。强大的精神力笼罩了所有威能粒子。凌霄犹如国王一般，发布了命令，向这种粒子转化。然后，凌霄体内的威能粒子直接呆立在原处，感觉充满了茫然。果然没这么容易啊！凌霄轻叹了口气，倒也没太多失望。他一边跟乐姐守夜聊天，一边与体内的威能沟通，每隔不久就发布一次命令。时间慢慢过去，夜色也逐渐消散。朝阳爬上远山，雷鸣小队的其他成员也都醒过来了，准备开始今天的行程。回到战车，刚坐回位置，凌霄突然愣住了。威能 LV2， 经验值加12。经过精神力的仔细检索，凌霄发现，在他的胸口位置，某颗威能粒子的颜色似乎比其他的略深一点。4天过去了，这一路上，雷鸣小队走走停停，经过了巨齿狮群、食肉角马遍布的鲜血平原，有着碾石兔、长嘴豺狼的碎石荒野，死亡沙虫、六爪秃鹫众多的金色沙地，以及有着许多植物异兽的五彩花丛。有遇过许多强大的 C 级异兽，也有遇到过战车难以通行的地带，但在3位老猎人的带领下，雷鸣小队的行程还算顺利，没有碰到意料之外的险境。相比之下，第1天的旧乡南都实在是危机重重。停车，在屠刀孙克的控制下，战车停了下来。前方的地界十分奇特，右侧是一片茂盛的森林，左侧是一条深浅不知的湖泊。在森林与湖泊的交界处是一条崎岖蜿蜒的道路，它宽约6至10米，分隔着2块地形，不允许相互跨越。地面上坑坑洼洼，许多生长出界的树木被连根摧毁，似乎有着某种生物在维持着树林、湖泊的互不接壤。森湖分界，雷鸣队长凝视着前方，沉声说道：右侧是冒水之森，低危地区，但 C 级异兽很多，越是往右深入，甚至会出现 C 级高危异兽。左侧是鱼怪之湖，危险等级十分模糊，深处可能还藏着 B 级水怪。转过头，雷鸣队长对着众人说道：这次我们依然停留3小时，你们可以去森林猎杀异兽，但不能去湖畔边缘。江健、阿斌，你们2个一队，不能深入森林。好的。2名新人道：乐素心、孙克，你们尽量前往森林中部，把靠近新人的较强异兽都宰了，如果遇到难对付的就联系我。双剑乐素心、屠刀孙克点了点头。至于凌霄，雷鸣队长看着这位满脸期待的实习生，挠了挠头道：你随意吧，出发前回来就行。好嘞，队长。自从旧乡南都的战斗之后，雷鸣队长也大致对凌霄的实力有些了解了。灰烬模式下，战力处于 C 级的最顶尖，跟双剑乐素心一个级别。开启异能后，破坏力甚至比他的紫雷异化还强。当然，破坏力不能完全代表战斗力。相比于 B 级猎人，凌霄无论在力量、速度、技巧还是神经反应上都不太够格。真正让雷鸣队长放心的是凌霄那恐怖的伤害承受能力，弱些的 B 级异兽都破不了防。有了这些条件，在这低危荒区里几乎可以肆无忌惮了。哪怕倒霉遇到了跨位的 B 级异兽，就算不能独自猎杀，也可逃跑或者撑到他赶去支援。某种意义上，凌霄反而成了最不需要操心的一位。背上自己的素材，收集背包，凌霄手持大剑，高速掠向森林深处。因为他这几天都是放养，离队友较远，异兽尸体的集中是很大的麻烦。为了不浪费时间，凌霄都是宰完异兽直接收素材，其余尸体就丢了不要了。噗！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5。随手将一只地级异兽斩首后，凌霄顿下身子，精神力笼罩全身，对隐藏在细胞内的威能粒子命令道：转化。随后他蹲下身子，快速将异兽的素材收入背包。威能 LV2， 经验值加14。凌霄挑了挑眉，检索了一下身体，右手食指上3颗深灰发黑的光点浮出，相比于正常的威能粒子，它们似乎更加活跃躁动一点。10秒后，躁动平息，发黑的颜色褪去，它们又变成了正常的威能粒子。乐姐教的那个偏方，凌霄不知道对别人有没有效果，但对他来说还是有用的。也可能是他的精神力过强的原因，一旦他下达命令，体内偶尔会出现几颗天才威能粒子，在努力执行他给的任务。虽然没有完全转换为黑焰粒子，但也确实发生了改变。一开始精神沟通的成功率很低，数十次能成功个1次，现在慢慢提高了，大概每3次命令就能成功出现1次粒子转换。这个命令的释放不能太频繁，得间隔个10分钟左右，不然效果不是很理想。等他成功率越来越高，这个进度应该会加快，甚至可能转化为真正的黑焰粒子。对此，凌霄还是十分满意的，至少比以前的毫无头绪好多了。收起背包，凌霄打量了一下面板，力量28，敏捷28，体质40，精神38，双手剑 95.5%。敏捷前天提升了一点，力量也快抵达临界点了，估计过2天就升了。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双手剑刷满。深吸了一口气，凌霄在肤层遮起静态威能，不是全部遮掩，他还留了脚底、手心、眼睛等几个位置，静态威能的结构也略微变化。技能 LV1， 经验值加11。
转眼间，凌霄的能量波动变得十分显眼，哪怕是最普通的地级异兽都能察觉到他的实力等级。D级破格，临近 C 级下位，跟江静、阿斌差不多。这是凌霄最近发现的一个小技巧，只要调整体表的静态威能面积结构，他就能模拟出相应的能量波动。当然，得实力比他弱的，而且这个波动十分明显，就好像装了扩音器了一样，哪怕那些异兽的感知能力很差，他们也能清晰的察觉到。这么做的用处其实就是用来筛选对手，那些地级异兽一觉察到他就直接开溜了，省得他浪费时间。而在那些 C 级异兽眼里，这个比他们弱小的生物竟然敢如此嚣张的扩散气息，那就是纯粹的挑衅，找死。感觉着四周飞速掠来的强大波动，凌霄提了提大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异兽朋友们来了。枪，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7，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6，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8。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雷鸣团长身处森林的靠中区域，眼中雷光闪动，远眺着几位队员的战斗状况。江静、阿斌两人合力击杀了一只 C 级异兽，相比于那次的蛇尾角羊，两人的情况好了许多，身上还留有一些余力。看来在这些天的实战中，两个新人也是在无时无刻的进步。孙克砍死了好几只 C 级高危异兽，乐素星正在与一只最顶级的 C 级异兽搏杀，战况优势，情况都还不错，不需要他的帮助。雷鸣队长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这一路走走停停，就是为了顺路锻炼队友的实力，异兽素材反倒是其次。两位新人还很稚嫩，进步空间非常大。而乐素星、孙克也偶尔能找到足以磨练自己的对手。他这个队长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保证小队成员的安全，把队友的压力把控在一定程度内，起到一个保险作用。扑刷，深灰斧芒劈出，数百米外，一只向新人靠近的 C 级异兽被拦腰斩断。做完这件事后，雷鸣突然面色一正，转过头望向了冒水之森的外围。在他的探查神经里，一个猎人小队抵达了森湖分界处，现在正往这边的森林赶来，其领头人的实力很是强大。好，3米高的金刚怪猿正在疯狂锤震着大地，灰色的气焰缠绕于四肢肌肉狰狞的兽躯上，一片片威能结晶隔空悬挂，犹如护心镜一般守护着他的脆弱部位。轰轰轰！恐怖的威能全压砸破了大地，碾碎了附近的树木，甚至连远处的地级异兽也被殃及池鱼，被那深灰光团轰成肉末，肆意宣洒着自身的力量。但这只 C 级高危异兽并没有露出快意，他的对手是一个渺小的人类，他手持大剑，力量比他弱，速度比他慢，身上又没有使用威能缠绕，看起来随时可以碾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已经打了好了一阵子，他已经全力以赴了，这个弱小的人类仍没有死在他的拳下。面对他的攻击，这人类要么躲闪，要么用武器砍下，实在避无可避，对方身上会冒出威能火焰，硬是吃下他的攻击。最让金刚怪猿不能理解的是，就算正面吃下他的攻击，对方看起来也根本没有受伤，甚至连动作都没有慢下一分。自己的拳头有这么无力？怪猿有些疑惑。而且这人类明明可以使用威能，为什么就是不用呢？他就举着那把没有缠绕能量的大剑挥砍，伤害很低，根本无法破开自己的威能屏障。明明没有胜算，甚至连擦伤自己的做不到，但这人类也没有任何逃跑退缩的打算，就这样和他缠斗至今。不对劲，真的有点不对劲。金刚怪猿非常人性化的皱起眉头，巨大的双瞳流露出狐疑，连进攻的频率都开始放缓了。在他的能量感知里，有几只不比他弱小的异兽正在缓缓逼近，估计是这次战斗拖久了，其他异兽想要过来趁机捡漏。好，想到这，金刚怪猿也不再犹豫，他轰出几发巨大的拳压，封锁了人类靠近的路线，随后转身试图直接撤退。看着这只异常聪明的合作伙伴，凌霄微微的叹了口气。熊，灰焰暴起，凌霄后发先至，直接抵达了异兽面前。在金刚怪猿不可置信的目光下，他接连挥下了深灰大剑。轰，啪嗒，第一剑 C 级高危异兽身上的威能结晶破碎了。轰，扑哧，第二剑金刚怪猿手臂的焰纱被撕裂，巨大的伤口深可见骨。第三剑异兽的胸口绽放了巨大的血痕。扑哧，扑哧，扑哧，灰焰大剑舞出了残影，不到10秒钟，这只原本毫发无损的 C 级高危异兽，此时已经血水喷涌，全身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甚至连身上那强悍的威能焰纱都被那无止境的攻击高速磨灭，此时已经逐渐稀薄。扑刷，随着那道贴着脖颈的深灰剑气爆发，金刚怪猿的头颅抛上了天空，黄铜般的双眼中充斥着无法理解的困惑。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8，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双手剑 LV2 经验值加19，又损耗了一只超级强力的异兽朋友。凌霄内心有些不舍，但也没啥办法，收下异兽素材，感受着那几道正在逼近的气息。凌霄看了看经验值，双手剑 LV2 98.2%，因为冒水之森的深处，高危 C 级异兽还蛮多的，如果不使用威能，他完全不是对手，压力超级大。也因此，凌霄今天的经验值刷得异常快速，今天好像可以早点收工。凌霄想了一下，决定边打边往回走，这样他到达森林中部时，双手剑应该差不多升级了，不仅省时间，还能把这几只异兽尸体集中收下，不用抛弃浪费。打定如意，凌霄把刚才打乱的静态威能重新调整一下，技能 LV1 经验值加7。果然，感受到凌霄那充满挑衅的威能波动，那几只 C 级高危异兽的速度顿时暴增了。凌霄则快速的离开这个凶杀现场，在比较靠内的地段等着他们。唰，巨大的黑影掠出，凌霄挥出了手中的大剑，
枪！枪！枪！双手剑 LV2，经验值加19。双手剑 LV2，经验值加20。双手剑 LV2，经验值加19。宛如惊慌失措的猎物一般，凌霄打打停停，时而向森林外围仓皇逃窜。有时那些异兽追杀久了，可能觉得他太难杀，厌烦不打算追了。这时凌霄就会重新开启挑衅波动，那几只强大的 C 级高危异兽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带着滔天的怒火扑了过来。就这样一路打打退退，凌霄和几位剑术教练缓缓往森林中部挪动。因为有身份未知的人员靠近，现在不能悠闲观望了。雷鸣队长手中紫电一闪，纤长的雷蛇爆出，射向森林内部，将孙克、乐素新生州的另外几只异兽剿灭。这是一个信号，让他们不要拖延时间，抓紧过来集合。身为小队里的老猎人，两人自然明白队长的意思。他们身上的威能焰杀越加旺盛，不再有任何保留，以最强的力量砍向和自己对峙的异兽。做完这件事后，雷鸣队长身形一闪，快速赶到森林外侧，守在正与一只 C 级异兽缠斗的江静、阿斌附近。随后，雷鸣的目光放在了冒水之森的入口处，那个猎人小队正在直直的靠近这里，想必对方也发现他了。很快，那队猎人已经步入了森林。当那7人小队映入眼帘时，雷鸣队长愣住了。那是一支女性猎人众多的队伍，全队只有1名男性。领头的猎人队长是位美丽且梦幻的女性，她留着波浪长发，发丝呈夸张的粉红色，里面流露着暧昧的氤氲，在阳光中璀璨闪耀，质感犹如琉璃水晶。白皙的皮肤，精巧的鼻梁，娇小的下巴，擦着粉色唇膏，犹如果冻般晶莹的嘴唇。最引人瞩目的是她的双瞳，那少女色的粉色双瞳似乎比宝石还要明亮澄净，无辜而纯真，闪烁着诱人的流光，光看着就让人心跳加速，似乎整个人都沉入了那暧昧的粉瞳之中。她慢起笑意，你就心情雀跃；她流露悲伤，你就心脏依旧。这名女猎人犹如童话中走出的公主，瑰丽且浪漫，一颦一笑间都充斥着楚楚的少女美感。而现在，这位闪闪发光的童话公主正直直地走了过来，她抬起白皙柔嫩的玉手，轻轻摇晃，像是在友善地打招呼，犹如娃娃般精美的面庞上，粉唇弯起，笑眼盈盈。而看到这位女性的笑容，雷鸣队长的嘴角撇了下来。雷鸣队长，好久不见啊！轻柔惬意，犹如糖果般甜美的嗓音传来。粉色波浪卷的女猎人走到了雷鸣队长身前，眼瞳弯起，脸上满是笑容。距离上次碰面好像已经有1年多了，看到你真的好怀念啊！好久不见，粉糖队长。雷鸣眯起眼睛，有些冷淡地回应道。粉色软糖白梦美，隶属军团荆棘蔷薇，是一名资深的 B 级猎人。哎呀，都说叫人家梦美就好了，朋友之间叫什么外号啊？这位美丽的女猎人故作生气地瞪了雷鸣一眼，犹如少女娇甚一般，很是可爱。那太失礼了。虽然对方的语气十分亲近，但雷鸣却不为所动，仍然保持着疏远的态度。对此，粉糖队长也不介意，反而转过身子，对着自家的队员喊道：“大家快过来吧！”得到队长示意，很快6名粉糖小队的猎人来到了雷鸣面前。虽然有几位已经认识了，但我还是重新介绍一下。粉糖白梦美伸出右手，亲切笑道：“这位是血色狼群的雷鸣队长，是一名非常强大的 B 级猎人哦。”雷鸣队长，星号3，两女一男，几位雷鸣没见过的年轻面孔招呼道：“这应该是软糖小队今年的新人和实习生。”对此，雷鸣队长也没有像刚才一样冷漠，他对着几位年轻人笑了笑，又向另外几位熟面孔的女猎人微微颔首：“大家不要拘束哦。”粉糖白梦美眨了眨眼睛，对3位新人说道：“雷鸣队长可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可是同一届的毕业生。”承受着年轻人们那好奇的视线，雷鸣嘴巴抽了抽，干笑道：“是啊，是一届的同学。那我给你介绍。哎，等等！”粉糖队长突然转过头，看向了数百米外的位置，问道：“雷鸣队长，那2个孩子是你们小队的吧？”“对的。”白梦美指的就是江静、阿斌2位新人。雷鸣队长解释道：“银盾之光、江静、暴怒之锤、王建斌都是今年的毕业生。”粉糖队长眺望着那边的战场，静静地观摩了一会，很优秀呢。这2位应该快学会威能放出了吧？是的。听到这话，雷鸣队长的脸上也泛起了笑容，说道：“他们都是排名前列的学生，再过不久，应该就能成为合格的 C 级战力。那真是恭喜你啊！”雷鸣队长，粉糖白梦美看着雷鸣的眼睛，微笑祝贺道：“得到了好苗子，哪怕以后双剑被调走了，雷鸣小队也不用烦恼新鲜血液了。”还好，虽然嘴角的幅度越来越大，但雷鸣队长还是沉声道：“他们还是新人，还得练练，已经很厉害了，超级新人，你要好好夸夸他们的。”哈哈，您过奖了，他们还是得继续努力，就好像炫耀自家孩子成绩的父母一样。雷鸣队长的脸上满是谦虚的笑容，而粉糖白梦美就是那个捧哏的同学家长啊。对了，粉糖队长2手一拍，好像刚刚想起了什么，他转过头对自家的新人问道：“既然都是这届的毕业生，那你们应该认识吧？”“认识。”星号2。说话的是一男一女，他们凝望着不远处的战斗，面色十分平静。他们也是同届的学生吗？雷鸣挑了挑眉。对的，忘记跟你介绍了。粉糖队长将2位新人拉到身前，搂着他们的肩膀，轻笑道：“灵狐、吴娇、齐刀、萧俊也是今年的毕业生哦。”灵狐吴娇握着长柄大刀，留着及腰的长发，嘴边有颗小痣，笑起来十分柔美。齐刀萧俊手持大剑，面容非常俊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有些忧郁高冷，似乎不爱说话。既然都是认识的同学，雷鸣队长，
要不把你们队的2名新人叫过来吧？粉糖队长提议道。也行。愣了一下后，雷鸣队长便点头同意了。那去吧。粉糖队长拍了拍2位年轻人的后背，笑道：去帮一下你们同学，尽快解决那只异兽哦。吴娇、萧俊微微颔首，随后，轰，2道人影急速掠出，很快就抵达了那边的战场。在江静、阿斌惊诧的目光下，粉糖小队的2名新人武器上燃起了焰杀，对着异兽隔空斩下。扑唰，2道灰色的斩芒喷涌而出，齐齐砍在了 C 级异兽的脖颈上，鳞甲破碎，骨骼断裂，血水喷涌，无头的兽躯轰然倒地。雷鸣、吴娇是年段第8名，萧俊是年段第6名，他们都是个班的首席哦。看着雷鸣队长那僵硬的面庞，粉糖白梦美歪着脑袋，笑容甜美的说道：2月前他们才刚学会威能放出，进度应该还算可以吧？您觉得呢？雷鸣队长啊，不错。雷鸣面无表情。是吗？太好了。粉糖队长捂着胸口悠悠的叹道。能被眼光严厉的雷鸣队长夸奖，看来我家新人还是合格的，可能没有雷鸣队长这边的优秀，但我也已经很满足了。雷鸣，直到现在，雷鸣队长终于确认了，对方就是单纯过来炫耀的，这么多年来，这个贱人的本性就从来没变过。双剑乐素星跟屠刀孙克回来了，在看到队长的臭脸时，他们还愣了一下，不过在看到粉糖白梦美后，他们顿时露出了恍然的表情。而江静、阿斌就没有察觉到这微妙的气氛了。见到学校里的同学，还有这位奇特的猎人队长，2人顿时变成了话痨。吴娇、萧俊，你们已经学会威能放出，这也太有骨气了。对啊，对啊。江静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而且你们2个首席竟然会被分在一个小队，好离谱啊。还好吧。灵狐吴娇扶了扶前发，柔声笑道：军团觉得我们队长很适合培养新人，所以我和萧俊才会被分在这里。奇刀萧俊微微颔首，淡淡的说道：队长的异化很美丽，而且论容貌，他不逊色于我。一阵沉默过后，江静尴尬的笑了笑，对另一边的女性队长搭话道：粉糖队长好漂亮，像少女漫走出来的一样。谢谢，你也很可爱哦。粉糖队长对着江静眨了眨眼睛，随后转过头继续对雷鸣输出道：哎，雷鸣队长，相比于你们小队，我们这人还真挺多的。粉糖白梦美将另一位女性新人拉过来，这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她扎着高马尾，身高在1.8米左右。我们还有实习生哦。粉糖队长拍了拍这位实习生的肩膀，笑容灿烂的说道：这位是刘玉倩，年段前5，我们这边的最年轻的孩子。刘玉倩抿了抿嘴巴，在队长那炫耀的语气下，她感觉有些脸上有些发烫。而粉糖队长则笑眼盈盈的望着雷鸣，似乎想要看他会有什么反应。是吗？出乎意料的，这次雷鸣队长脸色十分平静，语气如常的说道：我这也有一名实习生。怎么没看到他？粉糖队长四处望了望，在修炼剑术，我对他有额外的安排。剑术？那个孩子实力不行吗？白梦美好奇的眨了眨眼睛。马马虎虎，雷鸣队长深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实习生别要求太多，凑合着用吧。凑合着用吧。雷鸣队长摇了摇脑袋，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见状，粉糖队长眉眼弯起，笑盈盈的安慰道：哎呀，雷鸣队长，你别失望，实习生毕竟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我们不能只看他当前的实力，每天给他安排几只地级异兽，好好培养实战经验，过个1-2年就能成为合格的猎人了。地级异兽？雷鸣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随后叹了口气，像是打消了这个想法。算了吧，我怕他接受不了。地级都不行？这怎么可能？粉糖白梦美蹙起眉头，敢来猎人小队实习，至少得拥有一定的实力吧？要不然来猎人小队实习干嘛？直接去军队或者当个5年制毕业生不是更好？这种学生怎么会被安排到狼群？而且还是你的小队？看着雷鸣的眼睛，粉糖队长满是狐疑。虽然说实习是猎人协会安排的，但3大军团的小队一般都是较为优质的学生，尤其是雷鸣小队这种精英队伍，对实习生的要求最低标准都得学会威能缠绕了吧？对于雷鸣的这话，粉糖白梦美是完全不信的。不是打不过地级异兽，是他可能不会接受这种安排，不接受队长的命令。刺头！粉糖队长愣了一下，这在实习生当中还真是稀有。在乐素星、孙克微妙的眼神下，雷鸣指了指上方，略显神秘说道：幽鬼副团长塞进来的。啊！粉发女猎人恍然的点了点头，似乎理解到了什么，略带同情的看了雷鸣一眼。2人点到即止，没有继续这个话题。雷鸣队长，你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赤石山脉越位异兽。雷鸣简短的说道。粉糖白梦美眨了眨眼睛，有些讶异的说道：我这边也是猎杀任务，幽色丛林，一只风魔狼。闻言，雷鸣微微颔首，沉吟道：最近越位魔兽似乎比以前频繁了，狼群里也有好几个小队接到猎杀任务。B 级异兽掌握着各种异化，所以也有着魔兽的别称。看来中部又诞生了什么强悍的个体了，不过这就交给那些干部小队去头痛吧，跟现在的我们没啥太大关系。粉糖队长微微一笑，用事不关己的语气说道：一般发生这种频繁越位的情况，就代表某块中微荒区出现了非常强大且具有高攻击性的魔兽。在那魔兽所在的区域，别的 B 级异兽如果抢地盘失败，或者觉得自身处境很危险，他们就会往外围荒区移动。对于这种加大荒区混乱程度的个体，猎人协会也会去跟踪彻查。等锁定目标区域后，他们会调集一些强悍的猎人小队前去围杀。因为中微荒区实在太危险了， C 级异兽数不胜数，还存在着一些 B 级异兽。
所以前往中威荒区的小队队长必须是资深的 B 级猎人，成员实力至少也得是 C 级顶尖，例如屠刀孙克这个级别。一般能拥有这个实力的都是3大军团的精英队伍，亦或是全 B 级的干部队伍。以前的雷鸣粉堂小队也是精英队伍，但现在有新人跟实习生，很明显不适合前往中威荒区，所以粉堂白梦美才一副心情悠哉的样子。对此，雷鸣队长忍不住泼了个冷水。一旦搜查范围实在太大，人手不足，猎人协会也会考虑调取我们的。到时候新人、实习生会被安排休息，但你这个队长肯定是得加班加点的。雷鸣队长，可不要说这种倒霉话。白梦美瞪了雷鸣一眼，似乎在责怪他的乌鸦嘴。好心情差点被这看不懂气氛的男人破坏，粉堂队长也收起了跟他闲聊的心思，转头看向了自家队员。好了，休息的差不多了，大家也得开始历练了。粉堂队长拍了拍手，温柔地吩咐道：丽丽、小乔、蓉蓉，你们待会去冒水之森的中部猎杀那些高危的 C 级异兽。3名英姿飒爽的女猎人微微颔首，他们是粉堂小队的老成员，都是资深的 C 级猎人。至于新人跟实习生，白梦美队长看向了刘玉倩，轻笑问道：小倩，今天要不要挑战一下 C 级异兽？好的。高马尾的少女微微一怔，随后点了点头，面色凝重但却不畏惧。见状，江静跟阿冰脸上浮出了不解，他们靠近雷鸣队长，小声嘀咕道：队长，这女孩挑战 C 级异兽是不是太危险了？是啊，她虽然年段排名很高，但也是实习生，现在骨气还太不够啊。江静跟阿冰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虽然刘玉倩天赋肯定很强，但现在挑战 C 级异兽还是太早了。实习生无论是身体力量、威能武化、战斗经验，都需要经过实战的提升磨砺，哪怕是年段前5，现阶段也不具备对战 C 级异兽的能力。至于凌霄，已经被他们2个下意识排除实习生行列了。对于自家队员的问题，雷鸣队长瞥了粉发女猎人一眼，说道：粉堂队长的异化很独特，哪怕是对战 C 级异兽，也能保证实习生的安全。对的。白梦美微笑地看着江静、阿冰说道：我还能帮大家找对手哦，要不要姐姐顺便帮你们挑选一只异兽？在江静、阿冰茫然的眼神下，粉堂队长的双瞳亮了起来，晶莹闪烁，犹如暧昧与纯真的粉红水晶，美得梦幻，勾人心弦。随后白梦美合上了眼帘，扑通，以女队长为圆心，一圈粉色的光环从那粉色双瞳中扩散，蔓延至4方的森林。少顷，好！巨大的兽吼之下，黑影掠来，8只 C 级异兽冲到了猎人小队附近，分散排开，散发强弱不一的威势。他们就停留在数百米外，没再靠近。江静跟阿冰发现，这些异兽的兽瞳里隐隐散发着粉色的光芒。好了，粉堂队长面向2队的新人说道：一只给小倩，2只留给雷鸣小队的孩子，剩下的就由吴娇、萧俊解决。看着江静、阿冰那震惊的表情，白梦美轻笑道：你们可以单独挑战试试，即便输了也没关系。等等！突然间，粉堂白梦美转过头，看向了森林中部的地区，姣好的面庞上浮出了一丝疑惑。雷鸣队长，那股威能波动是你们队的实习生吗？在粉堂白梦美的探知里，冒水之森的中部突然窜出了一道相当明显的威能波动。他现在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似乎在原地休息。这个波动，雷鸣队长也感受到了，并对此表示相当熟悉。对的，那个就是我家的实习生。雷鸣垂着眼帘，语气冷淡地说道：那孩子明明很强啊。粉堂队长感受了一下，满是惊疑地问道：这是破格的学生吧？我感觉他跟你家2位新人实力差不多呢。江静、阿冰挠了挠头，有点没搞懂对方在说什么。而乐素心、孙克则抿了抿嘴，努力地做着表情管理。是破格的学生。雷鸣队长微微颔首，叹了口气道：我没记错的话，排名应该比你家刘玉倩高。那你还一副不满意的样子。看着唉声叹气的雷鸣队长，粉堂白梦美双手插起，俏脸上很是气愤。她感觉自己被对方耍了，实力虽然还行，但人很不好安排。雷鸣摇了摇头，好像还是有点不喜。破格学生都是天才，有点个性很正常。刚才还很理解雷鸣难处的粉堂队长，此时却第一个站出来反驳他。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关系户呢，没想到是你们军团挖来的储备干部，把他安在你的小队，狼群不是非常相信你吗？粉堂白梦美手指着雷鸣，愤愤不平地指责道：你应该跟他好好沟通，让他充分信赖你这位队长。如果他在粉堂小队，绝对不会跟姐姐我发生矛盾。感受着粉发猎人语气里羡慕、嫉妒，雷鸣手捂着下脸，遮住了差点翘起的嘴角。唉，天才又怎么样？自从他来了，我每天都在烦恼要让他做什么。都说了，那是你不会沟通，整天摆着张臭脸，学生看了就烦。白梦美的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以及对男人暴殄天物的不忿感。我怎么臭脸了？我只是习惯严肃。你以前看纸片人怎么不严肃啊？2次元当上队长就开始装了？你妈谁2次元啊？在2队新人懵逼的眼神中，2位德高望重的队长直接吵了起来。而雷鸣、粉堂小队的老猎人们则面色平静，丝毫没有劝架的打算。刘玉倩回过神来，内心浮出了一丝疑惑：他们这届的4位破格学生，真的有那种难以沟通的刺头吗？等等！粉堂队长举起右手，语气猛然一肃：有3异兽朝着你家实习生跑过去了，而且还是 C 级高危异兽，实力相当强大。盯着雷鸣的眼睛，白梦美快声说道：你也察觉到了吧？赶快支援过去，要不然真就危险了。感受到了。雷鸣队长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说道：没事，给他练练。练什么练啊？粉堂白梦美眼睛一瞪，怒喝道： C 级高危异兽实力很强，距离太远，我也不好操控他们。
没有安全保障，那实习生能活多久？别把个人情绪带到正事里。雷鸣，你这样太难看了。被旧友臭骂后，雷鸣对长脸上浮出了苦笑，也不好推脱了。走吧，我们去那边看看。站起身子，雷鸣对粉堂队长说道。不过你不要用异化，好好看着就好。真有意外，我会出手的。小队猎人们在后面追赶，两位队长率先抵达了森林中部。而这时，那3只 C 级高危异兽已经包围了空地上的实习生了。20米长的双头森蟒，4米高的钢之暴熊，身上覆盖结晶刃的刀锋黑豹，他们身上流淌着厚实的威能焰杀，兽瞳中充斥着杀意，带着滔天的暴虐怒火扑向猎物。好！在粉堂队长焦急的视线下，那位实习生举起了手中的大剑，枪！轰！大地在颤抖，树木在不断破碎。森蟒的口中光炮轰出，灰色的光柱撕碎空气。暴熊的巨掌拍击，掌中的光团犹如高当量的炸弹，在大地上炸起狰狞的窟窿。黑豹的刀锋爪芒斩断树木，锋利的兽牙裹着深灰结晶，势必粉碎猎物的骨肉。战斗是一边倒的，这和粉堂白梦可预想的一样，哪怕是破格的学生，也不可能匹敌 C 级高危异兽。他的力量不足，速度不足，武器连破开对方的威能防御都做不到。在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他只能躲避防御，偶尔做出接近无意义的反击，犹如随时会被杀死的困兽。雷鸣，赶快救援！面对白梦可那急迫的话语，雷鸣抬起手，淡淡说道：“你再好好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再看了眼战场，粉堂白梦可愣住了。他发现了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个学生的威能波动虽然只是接近 C 级，但他的肉体力量似乎能匹敌高位的 C 级猎人。在那3只 C 级高危异兽的围攻下，弱点的 C 级猎人现在已经死了，但这位实习生虽然败势不断，但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白梦可还注意到他的威能储备似乎不足，非常节省自身的能量，偶尔用于防御，但从来没有用威能缠绕增强自身。也就是说，他仅靠威能充盈跟肉体力量，就能在 C 级高危异兽手下支撑这么久。这怎么可能？如此怪异的现象让粉堂队长眯起了眼睛，心中悄悄地浮出了一些猜测。咻！很快，2个小队的猎人们接连抵达了这里。粉堂队长看向了自家的实习生，问道：“玉倩，你肯定认识他吧？”刘玉倩略显震撼地凝视着战场，点了点头道：“凌霄，年段首席，他是不是异能使？”虽然是疑问句，但白梦美的语气却十分骤定。是的，那就对了。粉堂队长脸色豁然开朗，转头看向了雷鸣。怪不得雷鸣队长一点都不着急，原来你很清楚他的异能效果呀。雷鸣队长愣了一下。粉堂白梦美伸出竖起手指，轻笑道：“能量强度接近 C 级，远超一般学生，那确实是异能使能有的水准。但相比之下，他的肉体力量更加不可思议，竟然能匹敌高位的 C 级猎人，这在实习生当中是接近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怪异的现象结合在一起，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在雷鸣队长愕然的眼神中，白梦美露出洞察一切笑容。那个凌霄，他的异能是肉体强化类型吧？雷鸣，粉堂队长歪了歪脑袋，微笑道：“就算他威能储备不足，但凭借着异能赋予肉体强度，也是足以在 C 级高危异兽间短时自保。所以，雷鸣，你才敢让他面对这些高危异兽？”白梦可摇了摇头，语气无奈地说道：“竟然还故意不告诉我，让我在这干着急。这么多年来，你的性格也是越来越恶劣了。”听到队长的讲解，粉堂小队的猎人们恍然点头。而看着默然不语的雷鸣，粉堂队长优雅地将前发撩于身后，从容笑道：“恭喜你啊，竟然有一个异能使队员，狼群今年真是……队长。”粉堂小队的实习生突然打断了白梦美的自得。凌霄，他的异能不是肉体强化。刘玉谦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说道：“而且威能强度储备其实是他的超强项。”粉堂白梦美笑容定住了。轰！突然之间，对面的战场上强度高到离谱的能量波动爆发了。深灰色的火焰燃起，裹住了手持大剑的学生，然后轰然爆裂。在粉堂小队愕然的目光下，身穿深灰战袍年轻男性走了出来。他平静地举起手中的灰焰大剑，对着惊恐的异兽们猛然挥下。扑刷！数十道骇人的深灰月牙接连喷发，能量中甚至还附带着结晶感，强度、锋锐度都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轰！异兽的身上的威能结晶被砍碎，灰色焰纱被撕裂，毛发、鳞甲逐层穿透，狂涌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转眼间，战局发生了变化。3头 C 级高危异兽伤痕累累，他们丝毫没有犹豫，转头就想要奔逃，但深灰色流光挡在了他们面前。燃着灰焰的大剑划出寒弧，这次他已经不是那无法破防异兽的钢刃了。扑哧！几颗狰狞的头颅飞上了空中，他们眼神中有惊恐，有慌乱，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困惑。几个呼吸间，战斗已然结束。白梦美唇口微张，呆呆地看着那位手持大剑的学生，粉色水晶般的双瞳罕见地失去了高光。啊，这个学生是真的不好安排啊！雷鸣队长叹了口气，对粉堂白梦美抱怨道：“哪怕不使用异能，他的实力在 C 级猎人中也是相当破格的。我一直在烦恼，该怎么给他找对手。”直视着女队长的眼睛，雷鸣露出了羡慕的笑容。哪像粉堂队长你这边多好安排啊，随便找指 C 级异兽就能锻炼，而我就很无奈，这地位荒区，我该上哪找那么多 B 级异兽给他打呀？啊！雷鸣队长突然敲了敲脑袋，有些尴尬地说道：“差点忘记了，几天前就湘南都，
我们还真碰到 B 级异兽。在粉堂队长呆滞的眼神下，雷鸣队长挑了挑眉，笑容灿烂地说道：“凌霄宰了2只，还挺干净利落的。”将双手剑 LV3 的潜力点加在精神上，感受着再次猛涨的精神强度，凌霄舒适地眯了眯眼睛。现在他的精神属性已经达到了39点，而这精神强度的提高也是带动了他的异能强度。相比起以前，王座上的10月面积已经扩大了非常多。凌霄现在的破坏力极限，他自己也不清楚了。总之比蓝豹老师测试时强，而且强不少。收起异兽素材，回到了雷鸣小队身边。凌霄这才发现，雷鸣队长现在的心情是相当不错，洋洋得意，嘴巴都咧开了花。而他身旁的那位粉发女士则黏兮兮的，此时正用极度幽怨的眼神盯着凌霄。那漂亮的面容上，表情十分复杂，有震撼、喜爱、羡慕、委屈、嫉妒、贪婪。那感觉就好像小女孩看到了朋友家的漂亮玩具，喜欢却得不到，只能在那嫉妒的面目全非。这啥情况？凌霄被盯得有些头皮发麻了。这对陌生猎人他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但雷鸣小队也没和他们起冲突，他就自顾自地刷着经验值。但问题是，这位很强的 B 级猎人为啥这样看着他？凌霄总感觉对方随时会扑过来，就像饿了10多天的老虎看到鲜肉一样，让他十分没有安全感。撇开视线，凌霄看向了其他的陌生猎人。3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实力很强，接近屠刀孙克，应该都是小队的资深猎人。2位年轻男女，实力比江靖、阿冰强，达到了真正的 C 级标准。此时这些人满脸惊奇，看着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什么妖怪一样。至于最后一位，身高接近1.8米，高马尾，手持一把长柄大刀，面容凛厉的女性，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凌霄眨了眨眼睛，这不是他老熟人刘玉倩吗？虽然早就知道你的进步速度很快，但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瞥了一眼那3只 C 级高危异兽的尸体，刘玉倩面无表情地开口道：“我能忍住没骂你变态，已经素养深厚的表现了。”“不，你已经骂出来了。”凌霄嘴巴抽了抽，干声道：“刘玉，老刘啊，给我叫名字。”高马尾女生眼神瞬间凶狠了起来。凌霄摆了摆手，凑近乎说道：“那太生分了，你可是我实习期间见到的第一个同学。”是的，在荒区遇到了熟面孔，凌霄真的倍感亲切。尤其是碰到了刀明左秀那种真正的恶人之后，凌霄总感觉军武大学的学生真的纯洁的像朵小白花，清新脱俗，无害可爱。听了凌霄的话，刘玉倩抿了抿嘴，叹了口气道：“荆棘蔷薇的成员喜欢待在军团，我倒是在那见到了许多同学，包括跟你比较熟的林雪、方文，他们也是跟我差不多时间出任务。”原来如此，凌霄点了点头，忍不住问道：“你们明明只是实习生，为啥能天天过去军团？”理论上实习生并不属于军团成员，并没有随意进出的权限，得叫人帮忙开门，很是麻烦。军团内环进不去，但外环有电子会员卡就行。刘一倩拿出手机，打开一个白金卡面，说道：“外环都是比较不重要的设施，哪怕是实习生的家属也拥有进出权限。”外环？凌霄愣了一下，狼群好像没有内外环吧？荆棘蔷薇的外环都是娱乐生活设施哦。原本跟粉堂小队女猎人们待一起的乐素心凑了过来，语气羡慕地说道：“有温泉、美容所、养生馆、服装店、音乐馆，还有一些酒吧、舞厅。我曾经被蔷薇的队员带进去几次。”银发女猎人手托着脸颊，语气暧昧地说道：“每晚都有漂亮女孩子们在卿卿我我，眉目传情，空气中满是柑橘芬芳，那场面犹如蔷薇盛开般唯美。”凌霄不敢置信地看向刘玉倩，像是第一次认识她。那是少数，那只是少数人。刘玉倩很明显理解了凌霄眼神的意思，她面红耳赤地辩解道：“我很少去酒吧，而且我也不是女童。”别担心，少女。乐素心拍了拍刘玉倩的肩膀，面带笑容地安慰道：“每个刚加入蔷薇的新人都说自己取向很正常，过几年就放开了。”才不会！看到同学在誓死捍卫自己的清白，凌霄急忙转移话题道：“老刘啊，小倩啊，我们有这么熟吗？”刘玉倩皱起眉头，表情略显嫌弃。对此，凌霄毫不介意地竖起大拇指，笑容爽朗地说道：“那天的全副之交，可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你个混账！”刘玉倩气的面容都开始扭曲了，她捂着小腹，刚想破口大骂，可就在这时，双剑乐素心却绷不住了。全副之交！银发女猎人身子僵硬，张大了嘴巴，视线在凌霄、刘玉倩上高速移动，眼神十分惊恐。少年，你说的是你跟这孩子吗？凌霄点了点头，有些疑惑地看着女猎人。他还是第一次在乐姐身上看到了敬畏的情绪。死！得到了确认后，乐素心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站直身子，表情肃然起敬，对2位实习生毕恭毕敬地说道：“我这个只有理论知识的老女人，竟然敢对你们2个实践高手大言不惭，真的非常抱歉。”刘玉倩、凌霄，在凌霄2人困惑的眼神下，双剑乐素心低垂着脑袋退开了，嘴里嘟囔着意义不明的话语：“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玩吗？就算猎人体质不会松弛，但那少女也太大胆了吧！”因为银发女猎人的打岔，刘玉倩也不再和凌霄闲聊了。他们粉堂小队是要过来锻炼的，包括江靖、阿斌在内，新人的修行时间还没有结束。双剑乐素心、屠刀孙克以及粉堂小队的3名女猎人都赶往了森林内部猎杀强悍的 C 级异兽，而2队的新人们则跟遭受异化控制的异兽搏杀了起来。江靖、阿斌各单挑一只 C 级异兽，刘玉倩相比以前强悍了许多，可仍不是 C 级异兽的对手。但每次陷入危机关头时，那只异兽就会停下攻击，没有继续下死手。因为今天自己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凌霄没有继续在外游荡，而是选择跟2位队长待在一起。看着那些异兽眼瞳里的粉晕，凌霄脸上浮出了些许好奇。粉堂队长是操控了异兽的肢体，还是他们的精神意志？粉堂队长，
叫我梦梅姐姐就好了。凌霄左侧的粉发女队长眨了眨眼睛，语气亲切地问道：小凌霄，我们军团肯定有邀请你来蔷薇吧？有的。凌霄点头。今年招生的是谁啊？粉堂白梦美笑眼盈盈地问道。是子瑶女士。粉堂队长撇过脸，小声抱怨道：那女人是有老龄臭了吗？这都没把人抢过来。凌霄尴尬地笑了笑，装作没听见对方的抱怨，继续说道：梦梅姐，可以问个问题吗？你说。在凌霄的印象里，这个女队长还是非常亲切的。梦梅姐，您的异化是精神操控吗？粉堂队长愣了一下，随后笑眯眯地摇了摇头。确实是有影响到精神领域，但不太准确哦。在凌霄还在疑惑的时候，雷鸣队长开口了。这个女人是狐狸精，她的能力是魅惑，是爱慕。哪有你说的那么难听？粉堂白梦美瞪了雷鸣一眼，随后对凌霄解释道：精神意志领域的能力分为很多个方面，姐姐的异化是某种特工类型哦。特工类型？对的。白梦美竖起一根手指，微笑解释道：在恐惧、幻觉、伤害等方面，姐姐的例子比不过其他精神领域异化，但在让人产生爱慕、憧憬方面，我的异化就拥有了非常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培养舔狗。雷鸣拍了拍凌霄肩膀，阴声说道：中了他的能力，就会变成他的舔狗，死心塌地听从他的命令。雷鸣，你说话真的很没礼貌。虽然雷鸣队长的话不好听，但确实浅显易懂。凌霄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其实是某种意志思维的篡改，类似催眠一样。凌霄抬了抬眼帘，问道：那别的精神领域异化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吗？可以哦，但这有些吃力不讨好。白梦梅眨了眨眼睛，轻笑道：比如说你们的幽鬼副团长，他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强行实现篡改思维的效果，但术有专攻。如果说他在恐惧、精神伤害方面的强度是10，在精神操控方面估计就只有2了。而且粉堂队长插起细腰，有些得意地说道：他们的异化想要干涉意志，需要感知引导，姐姐的就不用哦，只要被我的能量扫中，就能瞬间俘虏敌人。原来如此，凌霄懂了。这就好像拿着斧头去拔韭菜一样，可以实现，但效率肯定远不如镰刀，得不偿失。凌霄的月白其实也一样，他的特工是对抽象领域的斩断，或者说是对精神、灵魂、意志、概念等的直接伤害。在幻境、催眠领域，效率其实并不高，只是兼容罢了。但没关系，凌霄要的根本不是效率。梦梅姐，可以对我使用您的能力吗？看着凌霄这诚恳的表情，白梦梅脸上浮出了大大的惊讶。你不害怕吗？虽然我自己这么说不好，但其实很多人都忌惮姐姐的异化哦。雷鸣队长知道凌霄的月白异能，大概猜到了他想做什么，但还是沉声提醒道：他的能量一旦生效，哪怕收回能量，效果也还是有残留的。对的，小凌霄。粉堂白梦美微微颔首，轻声道：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能量残留的潜移默化下，你有可能真的爱上姐姐哦。没有关系，请您放心。月白开始晕染，白色光点环绕于凌霄身周，其中一小撮犹如幻影一般沉入了他的大脑。我这边已经做好了紧急防备。凌霄敲了敲额头，开玩笑道：之所以敢去承受粉堂队长的能力，不仅因为他是荆棘蔷薇的猎人，雷鸣队长的友人，凌霄本身那夸张的精神强度，以及月白对精神领域异化的针对能力，才是他无所畏惧的资本。在凌霄的自我介入下，月白已经守卫在大脑周围，只要他的精神防护受到了突破，他们将凝成斩击，瞬间剿灭那些能量。就像黑焰不会伤害到凌霄本身一样，月白粒子也不会损伤凌霄的灵魂。看着悬浮于空中的月白色光点，粉堂队长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恍然。同为精神领域的异化，他瞬间就了解到了这些异能粒子的一些性质，也大概知道凌霄有恃无恐的原因了。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白梦梅粉唇弯起，略显俏皮的笑道：真爱上姐姐，就把你拐到荆棘蔷薇里，这样我们军团就赚到了。那你会被我家团长宰了。雷鸣面无表情吐槽道：开玩笑的。粉堂白梦美轻眨眼睛，粉色波纹溢出，犹如暧昧甜美的糖果侵入了年轻人的身体。在凌霄的视野里，眼前这个女人的存在感被无限放大，她仿佛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化身。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的身材，她的香味，所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像是上天为凌霄量身定做的爱人，比他更了解自身的喜好。世界像是陷入了昏暗，只有他是唯一的光彩。他嘴角弯起，凌霄的内心就充满了甜蜜。他眼帘垂下，凌霄的内心就充满了酸楚，连呼吸都不通畅了。想让他开心，想让他幸福，想对他好，想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哪怕自己粉身碎骨。原来如此，这就是想要当舔狗的感觉。凌霄了然地点了点头，顺便撤掉了月白的防御。他就感觉内心有道声音在若有若无地发出暗示，想让他将思维往那方面靠拢。这感觉虽然很强烈，但在他的精神强度下还是显得太突兀，不够自然，无法对他造成威胁。小凌霄，你好像没使用异能就成功防住了。感受着凌霄那撤出身体的能量份额，白梦梅眼睛睁大，有些怀疑人生地说道：虽然我能量功率调小了，但你这样不为所动，会显得姐姐很没有魅力。闻言，雷鸣队长乐了：50多岁的老太婆还魅力？你说什么？狗屎二次元！都说了，老子不是二次元。看到两位队长又要对喷起来了，凌霄急忙制止道：梦梅姐能力很有效果，只是因为我是异能使，精神强度偏高了一点。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也确实算个理由。粉堂队长勉为其难地相信了。梦梅姐，你的能力是通过心理暗示加情感插入实现的吗？理论上是这样的。白梦梅已经知道凌霄想干什么，
略带歉意地说道。但这毕竟是异化本身携带的能力，姐姐也不知道别人该如何模拟。没事，我自己琢磨琢磨。在周围溜达，凌霄脑袋里一直在思考着该如何实现这种效果。精神、意志、情感的篡改就好像幻术的欺骗一样，只要大脑当真，那可能这感情就变成真实的了。需要集中起目标的注意力，让自己的存在铺满对方的大脑，然后将意志渗透入对方的思维，暗示他，欺骗他，让他把这种感情当成发自内心的冲动，让他把你的意志当成自身的意志。至于这种冲动是不是爱慕，那就无所谓了。考虑的差不多了，凌霄抬起头看向了头顶的树梢，在那里有一只乌鸦，不是异兽，这很稀少。正常的鸟类一般都栖息在人类的领土，毕竟灾荒生活条件实在恶劣，很难存活下来。月白色的光点汇聚在深洲，凌霄凝视着那只乌鸦，开口了：“过来。”不像粉堂队长那种极致的特工，凌霄需要借助对方的感知，侵入到对方的精神领域。白色的光芒随着声波荡漾，传入了乌鸦的脑海。黑色的鸟儿转过头，看向了下方的人类，在他的视野里，这个男人的存在感被无限放大，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脑海中似乎有一道声音在影响着他的认知，只要跟着这个人，代表着无尽的食物，代表着舒适的巢穴。嘎！乌鸦张开翅膀，但却没有飞过来，似乎还是心存畏惧。催眠 LV0，熟练度+5。见状，凌霄的嘴角浮起了笑容。过来。这次他在暗示中加入了不会伤害自己。催眠 LV0，熟练度+5。他不是陌生人，不必对他心存畏惧。催眠 LV0，熟练度+7。从破壳开始，第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类，他是自己的主人。催眠 LV0，熟练度+7。要听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吩咐，他的意志就是自己的全部。催眠 LV0，熟练度+9。当凌霄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上多了一只漆黑的乌鸦，他在肩上跳来跳去，时而飞到空中盘旋，但只要凌霄伸出右手或者打个响指，对方就会立即飞到他的身边，在他肩上亲昵低叫。见状，雷鸣队长跟粉堂白梦美都愣住了。你成功了！粉色女队长嘴巴微张，神情里充满了迷惘与不敢相信。瞥了眼视野中的催眠 LV1，凌霄轻笑说道：“不算成功吧，毕竟对象只是只乌鸦，不会存在太多抵抗。但这才多久，你就模拟出来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一阵自我怀疑的低语，粉堂队长情绪看起来有些激动。随后，他拍了拍脸颊，紧盯着凌霄，语气认真的说道：“小凌霄，对我使用试试，现在就试试看。”好的。凌霄同化月白粒子，将功率调小，开口道：“梦梅姐。”白色声波荡入粉堂队长耳中，侵入了他的大脑。在他的视野里，前方这位男性的存在感无限拔高。看到他的眼睛，就想要相信他的为人；看到他的嘴巴，就想倾听他的话语。看到梦梅姐，感觉怎么样？看着呆愣的女队长，凌霄有些好奇地问道。粉堂白梦美抬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一把按住了凌霄的肩膀。有效果，姐姐已经爱上你了。不，我完全没加这种暗示。凌霄感觉自己被诬陷了，而且我功力掉那么低，怎么可能对你有作用？这你不用管，反正就是有作用。白梦美嘴唇弯起，笑容甜美地说道：“你让姐姐爱上你，小凌霄你要负责哦。”这绝对是骗人的。凌霄想要挣脱，但白梦美41点力量的玉手相住了他的身体，根本动弹不得。姐姐现在一天不看到你就会死，你来我们粉堂小队实习好不好呀？我已经同意加入血色狼群了。没事，你可以不加入蔷薇，但要来姐姐这实习哦。粉堂队长不为所动。姐，我现在是雷鸣小队的人，猎人协会注册了，只要双方队长同意，猎人协会是同意转队的。我马上带你去办理手续。白梦梅脸颊贴近，继续蛊惑道：“老子怎么可能同意？”听了这话，雷鸣队长发怒了：“粉色肥婆，放开我的队员！肥婆！”粉堂白梦美眼角抽了抽，用看着臭虫的眼神盯着雷鸣。真敢说啊！你这只会对着纸片人发情恶心臭宅是不是该死一死？别在这污染空气！我老婆不是纸片人，小心我把你电的世界！从学校开始你就没有赢过我，还敢这边说大话！因为雷鸣队长的吸引了注意力，凌霄成功从白梦美手上开溜了。待两队成员回来时，看到的是又开始泼妇骂街起来的两位队长。大家默契地从战车内掏出零食围观了起来。因为两队的目的地不一样，雷鸣小队也要和粉堂小队分道扬镳了。加了凌霄好友后，白梦美握着他的手，温声细语地说道：“小凌霄，以后没任务，姐姐带你去荆棘蔷薇玩。小千说你有几个朋友都在蔷薇对吧？”“好的，谢谢梦梅姐。”凌霄面容十分僵硬，因为雷鸣队长就在旁边直勾勾盯着，那表情就像自家孩子碰到了人贩子一样，相当的险恶严峻。那边的双剑乐素心也被粉堂小队的3位女猎人拉住了，他们似乎关系很不错。短短几分钟，凌霄已经听到了他们讨论到了蔷薇3日游、吃饭、逛街、洗浴、按摩、SPA、酒吧一条龙服务了。而粉堂小队的2名新人在和江静、阿斌道别后，也过来和凌霄简单说了一下话。“我叫吴娇哦。”这个嘴角有着小痣、笑容柔媚的学姐跟凌霄握手后，轻声感叹道：“凌霄学弟真的很厉害，感觉比我们首席还强了，过奖了。”如果凌霄没记错的话，清水倩学姐说他们那届的首席也是异能使，也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能力。以后让队长给你申请一张蔷薇的会员卡。面容俊美、表情忧郁高冷的萧俊开口道说道：“多过来做做发型，做做美容保养，用不了多久，你也能像我一样美丽。”“好的。”这学长该不会是冲着这些服务才选择荆棘蔷薇的吧？凌霄很是怀疑。最后，
反而是凌霄的老熟人刘玉倩最冷淡。走了，互相保重。留下这句话后，这个高马尾少女就飒爽转身，毫不留恋地踏上了战车。粉糖小队的战车启动，在穿过森湖分界后，直接左拐，很快就消失在视野内。走到凌霄旁边，乐素心抚了抚头发，轻笑道：“我还挺喜欢遇到荆棘蔷薇的队伍的，跟这些漂亮女孩聊聊天，心情就是愉悦。以前邀请我去他们工会的团长也是大美人。那乐姐，你以前怎么不去蔷薇？”凌霄很是好奇，他看到这位女猎人跟粉糖小队的成员有说有笑的，相处得非常愉快。因为我发现，如果去荆棘蔷薇，我就不能再讲荤段子了。乐素心摇了摇头，面色惆怅的叹气道：“我也就口头花话，但那里的孩子很可能要玩真的，一旦对他们调戏过度，我这珍藏了30多年的清白，没准就保不住了。”凌霄，原来你也知道自己口头花话。话说，你这全身毛囊都在流淌着污秽的女人，真的还有清白这种东西吗？雷鸣小队重新踏上了路途，但这次车内多了一只漆黑的乌鸦。由于他对自己刷潜力点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凌霄决定将其带出荒区，让他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生存。现在已经被消毒湿巾擦得香喷喷的，连鸟喙、爪子都焕然一新。因为凌霄的暗示效果，这只乌鸦十分乖巧懂事，对车内的猎人们充分信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撒娇手法。呀呀！站在江静的肩上，这只乌鸦蹭着他的脸颊，连叫声都变架子音了。小黑又想吃东西了，我拿块小面包哈。自从发现江静这零食多后，这只黑鸟瞬间化为甜鸟，搔首弄姿，只为博得少女欢心。这乌鸦智商还挺高的呀，不过也是脑袋不好，在危机四伏的荒区是很难活下来的。少年，你是怎么把它教得这么听话的？瞥了眼江静肩上的乌鸦，双肩乐素心略带不可思议地问道：“你以前该不会是驯兽师吧？”“是啊。”怒垂阿宾竖起大拇指，怒赞道：“他还会自己上厕所，自己擦屁股，真的太有骨气了。”“我不会驯兽，那只是某种异能残留。”凌霄摇了摇头，解释道：“我原本将其催眠，然后给他灌注了一系列常识，他就会按照我预设的逻辑行动。现在这些虚假常识已经被其大脑完全接纳，他的思维习惯也真正改变了。毕竟是动物，大脑逻辑肯定没有人类精巧复杂。”凌霄早就取消掉能力了，但这只乌鸦还是维持着催眠模样，没有变回之前的野鸟形态。理解理解，阿宾嘴上说着理解，但眼睛里满是茫然。而双剑乐素心则瞪大了眼睛，语气激动地问道：“催眠？精神控制？常识替换？”“对。”凌霄点头。“对人类也有效果吗？”乐素心的眼神十分郑重。“有。”“那是不是可以控制喜好？比如说让人喜欢某些东西、食物、行为之类的？”“可以。”凌霄眉头微微皱起。“咻！”乐素心扑到了凌霄身旁，面容红涨，呼吸急促地问道：“那可不可以修改别的常识？比如说道歉时要掀开裙子，饭里浇酸奶是美味，有人邀请就不能拒绝， in part 是友好的团建运动之类的。”“虽然我没听太懂，但大概知道您又在说胡话了。”凌霄睁着死鱼眼，面无表情地说道：“需不需要我帮您调整一下思维，让您以后远离这些不健康秽物？”银发女猎人如遇雷轰，眼神中透露着绝望般的惊恐。她站起身子，深深地对凌霄鞠了一躬：“请不要这么做，没有了瑟瑟，那我的人生将毫无意义了。这女人的人生到底有多廉价？”双剑乐素心回到座位，正襟危坐，老老实实地看守着窗外。而凌霄也空下心来，将精神力笼罩了体内的威能粒子。转化威能 LV2， 经验值加15。看着指尖的7颗发黑光粒，凌霄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每隔点时间他就对体内的威能发出一次命令，现在效果越来越明显了。异化训练在按部就班的前进着，而双手剑也已经升到了 LV3， 提前达成了这次的目标。至少现阶段，他暂时不需要像之前一样压制自己体内的威能，跟异兽蠢肉搏了。看了下面版，巨能 LV1 46.3%， 织梦 LV1 3.8%， 催眠 LV1 0.8%， 这3个技能可以好好练一下了。行驰的战车停了下来，这地区杂物真多啊！看着前方凹凸堆砌的岩石，雷鸣队长推开车门，刚想下去用轰上几拳开路，可就在这时，后方的队员出声了：“队长，让我来吧。”凌霄握起暗色大剑，笑容十分的灿烂。“行啊。”雷鸣愣了一下，随后立马躺回座椅，一副乐得清闲的样子。嗡！巨能 LV1 经验值加6，巨能 LV1 经验值加6，巨能 LV1 经验值加7。凌霄慢慢往车前走去，大剑上的生辉能量在高速凝聚、膨胀、收缩，犹如心脏一般。咋这么慢？那小子在干神？纯粹的能量波动在急剧拔升。刚在疑惑凌霄为啥还不开路的雷鸣队长，突然呼吸一滞，车内的其他猎人们也是被吓得一哆嗦，不约而同地看向战车的前方。车前的年轻人将大剑缓缓举起，深灰色的能量光团凝聚于剑身，浓缩高压，每秒钟都在变强，散发着让人头皮发麻的能量威势。雷鸣队长坐起身子，瞪大了眼睛。等等，他该不会……话还没说完，前方的实习生已经挥下了大剑，扑轰！光之洪流在奔涌，深灰色的能量光炮瞬间吞噬了不远处的巨岩。继续前进，无论是岩石、树木、异兽，全部摧毁，没有任何停歇。当深灰洪流平息，映入眼帘的已经是一条平坦的阳光大道了，宽约3米，长度不清楚，但视野内的路途已经畅通无阻，看不见任何阻碍。看着自己的杰作，凌霄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尽量调大了光炮的宽度，
角度也计算得很小心，没让他触及地面，可以说干得相当不错了。回到战车，车内已是一片寂静。雷鸣小队的众人已经在车内凌乱了，他们张大了嘴巴，满是困惑地看着凌霄。雷鸣队长僵硬地转过头，语气干涩地问道：“凌霄，真的有必要用这种攻击开路吗？这样比较省事。你看前面多畅通。”“当然畅通了。”雷鸣队长捂住来脸颊，很是崩溃地说道：“刚才的能量能宰掉10只 C 级高危异兽了，用来开路是不是太浪费了一点？没事，我威能储备还蛮多的啊。那边有异兽要过来了。”看着窗外数百米处几只试图向战车逼近的地级异兽，凌霄急忙将手指伸出车窗。嗡，巨能 LV1，经验值+6，巨能 LV1，经验值+5。你想干嘛？看到实习生指尖汇聚的光团，雷鸣队长目眦欲裂。太夸张了，那只是地级异兽。凌霄，那只是地级异兽啊！喂！扑轰！当那深灰光柱掠来之时，几只异兽直接呆立在原地，一脸迷茫的被光流吞没，瞬间化为碎片。凌霄右手食指微微挪动，光柱的角度偏移，就犹如橡皮擦一般，将附近休憩的异兽们顺便摩擦掉。收回右手，承受着全队那问号堆满的视线，凌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最近在练这个开路清场，还挺方便的吧？星号5，战车继续通行。司机孙克回过头对凌霄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这是他在荒区碰到最好开的路了。前方是苦涩曼林 ，C 级异兽挺多的，给你们练练。雷鸣打开车门，对队员们说道：“明天再经过碎石缓丘，就差不多到赤石山脉了。到时任务正式开始，不会专门给你们时间修行，所以要好好珍惜这2个地方。”“好的。”江静、阿斌重重点头。按照惯例，新人就在浅处。依然被自由放养的凌霄直接冲向了曼林深处，在一处显眼的位置，他调整起了自身的静态威能结构。静能 LV1，经验值+11。很快，凌霄就变成了时刻发散的挑衅雷达。曼林之中，一股股充满愤怒的气息飞掠而来，从远处就能听到各种兽吼。凌霄的乐童慢起，空气之中纯白色的粒子渲染了空气，慢慢扩散，将数十米内微能光力全部染色。随后，他掏出了手机，打开一个哨笛音频，将音量调到最大，循环播放。B， 尖锐的噪鸣声响彻了整个曼林，月白色的能量光点伴随着声波快速荡向四周。异兽的脚步停下来了，兽吼也消失了，但凌霄没有停下音频，哨笛声继续高鸣，澎湃的月白波纹持续扫荡。催眠 LV1，经验值+9，催眠 LV1，经验值+7，催眠 LV1，经验值+9。数分钟后，凌霄停下了音频，周围2只 C 级异兽钻了出来，他们兽瞳中闪烁着月白光芒，神态没有了平时凶恶狠厉，只是静静地待在原地，十分安分。没有粉堂队长的异化那么直接粗暴，凌霄必须将异能的功率调高，消耗增加，然后仔细地添加暗示，覆盖掉他们的思维，才能实现催眠效果。毕竟是用自己能量粒子去模仿别人的异化，操作起来肯定要复杂一些。等以后技能升级了，催眠速度应该能大大加快了。凌霄离开原地，掠向了其他位置，而那2只异兽也动身起来，牢牢地跟在他的身后。20分钟后 ，B， 催眠 LV1，经验值+7，催眠 LV1，经验值+7。看着周围这些眼瞳白光闪烁的 C 级异兽们，凌霄挠了挠头。为了让自己催眠效果更加强烈，他直接把王座拉下来了，倍增了自身的异能强度，结果一不小心刷嗨了。现在他的身边 C 级异兽超过了20头，其中还有3只 C 级高危异兽。好在他精神力已经达到了40点，足够变态，而且还有王座加持，这些负担完全能承受。但问题是，这些异兽该怎么处理？他接下来的训练确实需要他们配合，但不需要这么多啊，直接杀了有点浪费。要不？凌霄眼珠子转了转，脸上随即浮起了笑容。收到凌霄的联络，雷鸣小队的猎人们回到原地集合了。当看到那一排排对行宫整的异兽时，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这都是凌霄你控制的吗？银盾将近睁大了眼睛，小脸上写满了震惊。差不多，凌霄轻笑颔首，说道：“他们不会下杀手，你们可以挑几只练练。”太棒了，跟粉堂队长一样有骨气。阿斌直接兴奋大吼。屠刀孙克则看到了那几只 C 级高危异兽，叹了口气道：“你的异能强度是真的离谱 ，C 级异兽连反抗都做不到。”是啊，银发女猎人仰头看天，语气悲凉地说道：“被少年催眠了，我根本没法抵抗，只能享受了。”雷鸣队长沉吟了一会，对凌霄说道：“凌霄，以后你偶尔搞几只 C 级异兽回来给江静、阿斌训练，我跟他俩额外给你报酬。”江静、阿斌看向了凌霄，眼神好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不用报酬，随手的事。”凌霄轻笑说道。在荒区，以凌霄现在的实力，来钱实在太快了，他确实也不太看重那些报酬了。而且他本来就要刷技能，帮忙同伴带几只 C 级异兽，真的只是顺便而已。3只 C 级高危异兽被屠刀孙克要走了，江静、阿斌各挑了2只普通的 C 级异兽，因为有凌霄的催眠保障，他们不需要合力击杀，可以直接尝试单挑战极限。至于乐姐，她直接在空地上练起了异化。以她的实力，其实已经很难在低危荒区找对手了，只有那些顶尖的 C 级高危异兽才能给她带来足够的压迫感。雷鸣队长直接将被催眠的异兽素材全部记在了凌霄身上，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对此，凌霄也没有再去说啥。他带着剩余的异兽们来到了空地，全力的构建起幻境舞台。当王座的月白光点洒满大地，凌霄打了个响指，啪！异兽们眼瞳中的白光消散，催眠解除。
但他们没有选择逃跑，更没有对凌霄发起攻击，反而全身威能暴起，满是惊恐地环视着四周。在他们的视野中，这里根本不是那熟悉的苦涩曼林，这是一处深埋地下的巢穴。空中是漫天飞舞的钢蚁群，地上数百只玉茧白蚁从茧中爬出，鼻子里是成百上千的蚁兽气味，耳朵里布满了翅膀拍击以及攀爬声，恐怖真实的危机感充斥着四周。而现在，那些蚁兽已经准备进攻了。噗，唰，能量爪击与威能光波狂暴泼洒，在这曼林边缘的空地上，这十几只异兽压榨出了全身的威能，面色狰狞的与四周的空气搏杀，似乎到处都是危机。站在附近，凌霄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双瞳之中，月白持续高亮。织梦 LV1 经验值加11，织梦 LV1 经验值加10。通过了苦涩曼林后，雷鸣小队继续前行。这一路上，每次遇到阻碍，都是由凌霄的巨能光炮的轰开的。雷鸣小队的成员已经习惯了，现在看到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场面，也是波澜不惊。第二天，战车抵达了碎石缓丘，有着许多碎岩穿山甲、尖毛刺猬、长角凶蟒之类的异兽。凌霄照样去催眠了一堆 C 级异兽回来，留几只给队友练练，其他的都被他拿去当幻境试验品了。当天傍晚，雷鸣小队抵达了赤石山脉的山脚，雷鸣队长直接决定休息，让大家今晚调整状态，从明天开始就是这次任务的主菜了。后半夜，凌霄站在车外，双眼微合，进行着日常的威能提炼。高密的威能光柱从穹顶坠下，一刻不停地灌入他的身体，强化着肉体的方方面面。力量28提升为29，光柱渐渐平息，凌霄吐出浊气，舒畅地伸了个懒腰。这处于临界点的力量终于提升了，又是一个大幅度上涨。现在他开启灰烬模式，在力量上估计已经强过乐姐了，无限接近于 B 级下位的猎人。至于这2天的经验值收获，其实还是蛮大的。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0，力量29，敏捷28，体质40，精神40，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技能威能 LV2 89.7%，巨能 LV1 57.3%，织梦 LV1 25.8%，静能 LV1 12.2%，催眠 LV1 18.8%。这5个技能是凌霄这2天主刷的东西，可以说相当努力了。哪怕是现在，凌霄仍然每隔几分钟就变换一次身上的静态威能结构，这也导致他的威能波动十分不稳定，时而抵达 B 级，时而比 D 级异兽还弱，时而毫无气息。这种多变的情况也让雷鸣队长相当难受。虽然凌霄现在没有像勾引异兽一样将静态威能调整成喇叭模式，但在这位资深 B 级猎人那敏锐的探查神经里，凌霄那百变的威能波动简直就像一个表演换装的模特，时刻吸引着他的注意力。这把雷鸣队长整的有些精神过敏，看着凌霄的眼神逐渐幽怨。转化威能 LV2 经验值加16，9颗威能光点从掌心流出，漂浮于空中。凌霄仔细地观察着这些能量粒子，它们的颜色似乎更深邃了一些，那种不安的躁动感也加强了。无论是形态还是气场，都开始离黑焰粒子越来越近。等哪颗威能光粒真正的转化完成，自己应该就能知道异化的实现方法，真正的开始进行异化训练了。朝阳升起，柔媚的阳光晕染大地。赤石山脉的规模非常庞大，是由数十座连绵陡峭的山峰组成，每座山峰之间隔着平缓低陷的山谷。山脉间树木森林比较稀少，多数植物都是泛着橙红，还有成片的红枫树，叶子犹如赤焰，是外界没见过的品种。而相比植物，这里盘岩金矿简直四处可见，岩石的外表带着赤红，还有着刺鼻的硫磺气味。一些碎石山体之间还能看到某种镫金的金矿，它们呈艳红色，似水晶又似琉璃。凌霄能感觉到这些艳色金矿之内似乎蕴藏着一些威能。战车在山谷内缓缓前行，跟就湘南斗一样，阿斌开车，其他人提着武器守候在四周，徒步前进。这座赤石山脉现在虽然是低危荒区，但它的来历还是有些特殊的。雷鸣队长提着贩子的战斧走在最前方，淡淡的说道：“这里的植物、矿物、环境很奇特吧？实际上，全世界只有赤石山脉拥有这些东西，它们是独一无二的。这座山脉这么特别吗？”银盾将近睁大了眼睛。是的，雷鸣微微点头，说道：“在100多年前，它曾是中危荒区，但也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脉而已。直到后来，一头天灾级别的异兽降临了这里。”雷鸣队长眺望着远方的赤色高峰，语气凝重的说道：“那是一头掌握着熔焰的魔龙，它处于 A 级的最顶峰。你们看到的这些奇特的植物、矿物，就是遭受了那只魔龙的侵蚀，在向着某种非凡物质转变。不仅是能量，连生命、环境也会被侵蚀吗？”凌霄愣了一下，无论是 A 级猎人还是异能使，他们能侵蚀同化都只是针对威能粒子，无法对其他东西造成影响。对的，这是禁兽的特征。雷鸣队长挠了挠头，叹气道：“那只魔龙当时想在这座城律法搭建君主领土，实现最后的生命跃迁。他很狡猾，100多年前，潞州的禁恶发生了恐怖的异变，猎人协会忙得脑袋都快炸了。等大家发现魔龙的时候，他的地上领土已经完成近半了，但因为异变，潞州的君主24小时守在禁区核心，根本腾不开手对付他。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车内的阿斌兴奋问道。“当然是联络华亚交接支援的君主了。”雷鸣苦笑道。“哪怕那只魔龙还不是禁兽，但也不是 A 级猎人能杀死的，甚至多数的 A 级猎人连对他造成伤害都做不到。当时猎人协会副会长江书龙带领着全潞州的 A 级猎人去骚扰魔龙，只为在支援的 S 级抵达之前阻碍他完成君主领土。
实际上战况非常不乐观，雷鸣队长摇了摇头。除了江疏龙外，其他 A 级猎人根本没被这头魔龙放在眼里，仅凭一个超 A 级，根本无法对他造成有效威胁。陆州的第二只禁兽可能真要诞生了。然后绯红出现了，乐素心脸上漫起笑容，看表情，他似乎很清楚队长讲的故事。哈哈，是的，雷鸣对长豪迈大笑说道。然后一个金发碧眼、言语不通、穿着古典西式礼服的女人出现了，她带着陆州君主的委托前来阻止魔龙完成晋升。她的实力强大无比，甚至拥有着在江疏龙副会长之上的权柄。有了这位女性的帮助，猎人协会撑到了 S 级的到来。雷鸣队长看向众人，笑道：后来陆州君主亲自为这位一帮女性办理华亚入籍手续，并让猎人协会对她一路绿灯。很快，一支强大的工会出现了，在当时他曾是陆州第一军团。这个工会的名字叫做血色狼群。那位一帮人也拥有了一个华亚名字磊克，称号是绯色狼王。这片赤石山脉竟然还跟血色狼群有着特殊的渊源。没想到早在100多年前，磊克团长就已经是超 A 级猎人了。这里曾经是他大展神锋的地方。凌霄有些惊奇地看着片山脉，完全没想到这荒区还有着如此传奇的故事。江静、阿斌也是一脸震惊，估计他们对狼群历史也是不了解。反倒是双剑乐素心跟屠刀孙克两个老猎人面带微笑，默不作声，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秘闻了。那位支援的君主斩杀了魔龙，滔天的威力震慑着这区域多年，让 B 级异兽们不愿靠近，再加上猎人协会干涉，这里逐渐降级为低危荒区。雷鸣队长直视前方，继续说道：我们要猎杀的那只熔岩龙蜥，它的力量跟魔龙性质接近，赤石山脉的诱惑大于恐惧，所以它才会将自己藏身于这片山脉。这并不稀奇。雷鸣耸了耸肩，说道：实际上每隔几年就会有类似的异兽试图定居于此，而且他们还会尽量收敛自己的气息，不让人类发现自己。但既然已经降级为低危荒区，猎人协会可不允许 B 级异兽久留，尤其是这里的环境可能让炎热系的魔兽快速成长。雷鸣指着不远处的赤色山峰，对大家说道： B 级异兽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山峰的内部，里面有着较强的魔龙力量残留，所以接下来我们每经过一座赤山，就要对此进行彻底的搜查。转头看向小队的众人，雷鸣对长青笑道：运气好，今天就能带住目标；运气不好，我们可能得耗上很长的时间。雷鸣小队的队员们点了点头，这点雷鸣在出发前就说了，大家都有着心理预期。对了，队长，凌霄眨了眨眼睛，有些疑惑地问道：当时有君主支援，那陆州不就同时存在2位 S 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禁恶也一起杀死？听了凌霄的话，包括乐素心、孙克在内，所有人都满是好奇地看向雷鸣。果然，对于这种高层信息，大家都充满了求知欲。既然会问 B 级猎人这种问题，你们真是看得起我。雷鸣队长挑了挑眉，大笑道：不过我当时也问过幽鬼副团长这个问题，所以还真能回答你们。首先，雷鸣竖起一根手指，说道：禁兽的生命力极其强大，很难杀死。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差距，禁恶是能抵抗很长时间的。曾经沙金国就曾组织2位君主去围杀一只禁兽，他们成功了。雷鸣低垂着眼帘，沉声道：代价是一座大型城市的消失。那只禁兽承受着君主的攻击，疯狂报复人类。只要是他经过的区域，就有如数十颗核弹爆发一般，将人类的文明摧毁殆尽，损失实在太大了。看着众人的眼睛，雷鸣队长继续说道：所以除非那只禁兽存在着对人类领土的侵略性，猎人协会一般不会轻易动手。他们的智慧极高，性格也是各不相同，只要人类君主不主动进攻，大多数禁恶都会选择和平共处。而且雷鸣勾了勾嘴角，说道：禁兽存在着严重的领地意识，他们不允许同级的生命入侵他的国土。如果人类城邦附近的禁恶性格温和，反而是一道可靠的城墙，阻挡着其他禁兽的到来。当时如果不是陆州的禁恶发生了异变，那只魔龙根本不敢在这里晋升。雷鸣摊了摊手，笑道：因为哪怕人类君主不出手，陆州的禁兽也会将他宰了。众人恍然地点了点头，没想到还有这种深远的理由。当然，虽然这么说，但人类5国也想扩张领土，禁兽的数量肯定是越少越好。只是每次猎杀的禁恶都必须符合清除标准，并且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很可惜，雷鸣微微摇头，说道：陆州的禁恶并不符合清除标准，尤其是异变发生之后，他的实力变强了吗？屠刀孙克微皱眉道：不止，在那次异变之后，他拥有了2种权柄。雷鸣叹了口气，说道：最难搞的是他异变之后的不死之身，听说连王座都没有杀死的把握，这也太夸张了吧。银盾将近嘴巴都张大了，这种层次的事情还是离我们太远，哪怕 B 级猎人也无法真正的理解。雷鸣沉吟了一会，对大家说道：幽鬼副团长曾告诉我，那些隐于王座的神话生物也不允许人类的过度扩张。神话生物是啥？江静、阿斌一脸懵逼。你们可以理解为禁兽之上的统称。乐素心淡淡解释道。雷鸣队长点了点头，继续道：猎人协会每次对禁恶的讨伐，也很可能激怒这些半神，他们能容忍的限度是与人类的高层战力持平的。也就是说，雷鸣瞥了凌霄一眼，意有所指的说道：人类5国如果想继续扩张领土，最好再诞生一些君主甚至王座，这样那些半神生命才会继续放低自己的底线，不主动与我们为敌，实力才是最好的谈判工具。说完这些话后，雷鸣队长转过身子，继续带头前进。凌霄看着男人背影，没将内心的一个疑问说出口。100多年前，陆州君主守在变异的禁恶附近，为什么磊克团长会得到他的委托？
是因为他是君主的熟人，可以手机联系，还是说当时他也在禁区核心？在抵达第一座赤山时，雷鸣小队将战车停在下方山谷，然后徒步踏上了山峰。这里异兽种类不多，但有着一些统一的特征，它们的攻击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炎热效果。这不是异化，反而是像遇见白蚁的白胶光柱一般，是种族能力。遭受那头魔龙侵蚀的不只是赤石山脉的植物、环境，甚至连这里的异兽都发生了生命结构的变异。傍晚，山顶的巨穴中，噗嗤，凌霄挥下大剑，泛着结晶的深灰月牙喷出，将一只 C 级暗红巨蝎砍成两半。兽躯倒地，在那3米长蝎尾上，尖锐的长钩仍在滴落着赤红液体，犹如岩浆一般。全队将素材收起，雷鸣队长看着遍地异兽尸体，叹了口气道：“回战车，明天再搜查下一座赤山。”每座山峰的体积都很大，山体也是被异兽挖的，到处都是洞穴，搜查起来相当费时间。雷鸣小队没有中奖，这座山峰并不是熔岩龙息的藏身之地。果然，这个任务可能会消耗很长一段时间。眺望着远处的绯色群山，凌霄垂下眼帘，静静地思考了起来，有没有比较高效的搜查方法？第二天，雷鸣小队抵达了山顶，没有沿途搜查，更没有探索那被挖得杂乱无章的洞穴。众人直接飞到了山顶，停在了的某个大洞入口。穴道曲折悠长，但不漆黑，内部岩壁上到处都是闪烁着艳红荧光的矿石，溢散着灼热系的能量粒子。赤石山脉的温度比外界荒区略高，大概5、6度左右，而赤山洞穴内的温度则直接提升了20度以上，越接近山体核心，内部高温就越恐怖。昨天雷鸣小队探索的第一座赤山洞穴内最高气温达到80度以上，这种高温环境下，就连江静、阿斌都感觉很不适，不得不用点威能保护自己。普通的动物，人类根本无法在这存活，闷久了直接就成为熟人了。哪怕是经过威能洗礼的异兽，也不会傻傻的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能在这洞穴内久居的生物，要么是那些被魔龙规则侵蚀，生命特征已经发生改变的异兽种族，要么是像熔岩龙息一样，本身就掌握着炎热系能量的异兽。凌霄，真的要这样搜索吗？看着正翻阅平板的凌霄，雷鸣队长努了努嘴，忍不住问道：“试一下呗，反正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凌霄平板里显示的猎人协会官网异兽收录仓库异兽 3D AI 还原模型，屏幕里显示的是一头浑身暗红、背长刺脊、满嘴密集针牙、似巨蜥又似恐龙的生物。它四肢伏地，有着暗红巨爪，长尾扁平，仿佛一柄赤红巨剑，身上鳞片间隙泛着橙红光芒，犹如岩浆流淌一般。成年体长在15米至20米之间，爬行高度超过了3至4米，身上有着极重的硫磺气息。叫声。凌霄360度转动模型，将这头熔岩龙蜥的外貌、体征全部记于脑子，收起平板。随后，他闭上了眼睛，调整了身上静态威能结构。技能 LV1 经验值加10。很快，凌霄的威能波动变成了充满挑衅意味的喇叭。洞穴深处，愤怒的异兽气息正在往外爬出。轰！一道月白色的光柱降下，满溢了山顶的空间。凌霄打开了手机的照明音频，将出声孔对向了山洞内部。B， 月白色的波纹随着声波荡入其中，沿着山洞穴道扫过了每只爬往出口的异兽。催眠 LV1 经验值加6。催眠 LV1 经验值加7。催眠 LV1 经验值加7。少顷，在雷鸣小队猎人惊叹的目光下，数十只异兽爬出山洞，呆呆地匍匐于地。有暗红巨蝎、赤色岩蟹、红火鼠、火爪大熊、灼热蝙蝠等等，多数为地级高危异兽，10几只 C 级异兽，它们平时都生活在山洞内部。凌霄没有关闭音频，月白音波持续荡漾，传递着他发出的信息。有谁见过这只龙蜥？幻境漫起，在异兽们的视野中，一头栩栩如生的熔岩龙蜥突然出现。它庞大的躯体浮于地面，树瞳赤红，对着异兽们张开了血盆大口。好，血腥外带浓厚的硫磺气味喷涌而出。织梦 LV1 经验值加13。数十只异兽瑟瑟发抖，但仍然没有慌乱逃窜，老老实实的回答着凌霄的问题，或是摇头，或是横向黄爪，没有一只异兽见过这魔兽。凌霄有些失望，但这也差不多在预料之中。他没有回收异兽体内的月白能量，而是下达了一道长久的命令：彻查这座山体，一旦发现龙蜥就联系我。很快，这些异兽便奔回了山洞，他们常年在内部居住，对每一条通道都了如指掌，比任何人都熟悉这里。在凌霄留在他们体内的能量消耗完之前，这些异兽会一直执行他的命令。他们没见过熔岩龙蜥。面对着队友们那好奇的视线，凌霄轻笑解释道：我让他们去全面搜寻，一旦发现龙蜥，那些 C 级异兽就会到山顶全力放射威能，这样我们也能很快注意到。精神类异化也太有骨气了吧！阿斌脸上满是震撼，太便利了，我好想要。江静眼神里透露着羡慕，我也想要。双剑乐素心微笑点头，弧度诡异的唇角上闪烁着晶莹。话说凌霄，雷鸣队长沉吟了一会，问道：如果那些异兽激怒了龙蜥，被他随手团灭了怎么？那就没办法了。凌霄摊了摊手，说道：这只是一种广撒网的做法，而且说实话，既然他们没见过，那这山估计不是龙蜥的藏身之处。毕竟那么恐怖的 B 级异兽跑进来，洞穴中的异兽们应该很难不察觉到。也是，雷鸣队长微微颔首，赞同了凌霄的看法。而且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快。凌霄嘿嘿一笑，说道：不去深入搜查，我们1天内就能飞遍全部赤山，哪怕最后一无所获，我们也可以在案源方案调查。就算失败，最多也就浪费1天时间，试错成本低。但如果真找到了龙蜥，
那这次任务的进度就直接飞跃了。雷鸣队长也想到了这一点，脸上浮出了大大的笑容。走吧，抓紧时间赶往下一座赤山。轰！雷鸣队长带着江静、阿斌众人化作一道道灰色流星，划破天空，奔波于各座赤山之间。第3座赤山，异兽们并没有发现龙息踪迹。凌霄照例在他们留下足够的月白能量，让他们去彻底搜查这座山体。现在40点的精神强度，凌霄王座的能量储备恢复速度已经变得极度夸张了。这点毛毛雨的消耗，哪怕不会回收，也是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第4座赤山，无龙息踪影。第6座赤山，无。时间已近中午，这是第11座赤山。凌霄一如既往调整静态威能，机械性的掏出手机，拉下王座，将催眠波纹扩入山洞内部。虽然经验值刷了很多，但长时间的重复工作也让他觉得有些乏味了。很快，一群异兽跑到了洞口，乖巧的待于原地，瞳孔中闪烁着白光。好，幻象浮起，一头庞大的熔岩龙蜥狰狞长啸，威严森厉。有谁见过？明明没抱着什么期望，但令凌霄没想到的是，这次异兽们并不是成片的摇头晃爪。有2只红火鼠，一头火爪大熊点起了脑袋，3只灼热蝙蝠上下飞舞，似乎在告诉凌霄，这头怪物他们曾经见过。炎热的山穴崎岖弯折，向下延伸。3只灼热蝙蝠在前方带路，后方依次跟着雷鸣小队的成员以及一头 C 级高危的火爪大熊。凌霄走在最前方，身周布满了月白色的光点，手机回荡着不高的嗡鸣声，催眠音波按照一定的频率释放，其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路途的异兽忽视他们。没办法，赤山内的异兽数量实在太多了，凌霄不可能将所有异兽都完全操控。爆发战斗的话，还可能打草惊蛇，让那只龙蜥有所察觉。像这样简单的催眠命令，在这时反而是最有效的，不仅能节约时间，还可以打那头 B 级异兽一个措手不及。经过了各种弯路岔路，雷鸣小队已经越来越深入山体内部了。凌霄他们并不是从山顶进入，而是从山底的某个的洞穴入口。当时在确认龙蜥确实存在于这座赤山后，凌霄使用幻景将这座山峰的等比例缩放出来，让异兽们指认位置。那头最聪明的火爪大熊站了出来，他将爪子指向了赤山的最底端。于是雷鸣小队赶回山脚，带着这3只灼热蝙蝠跟火爪大熊当向导，从底部找了个山洞进入。这条路径总体是向下的，也就是说，那头龙蜥待的地方很可能是赤山的地底，而且深度还不低。山穴内的空气越加灼热，超过了60度，氧气含量很低，充满了硫磺味以及各种有毒气体。异兽、猎人之外的正常动物根本无法在里面生存。如果身上带的不是军用手机，现在估计已经报废了。经过了30分钟的无声前进，凌霄脸色一正，顿下了脚步。叮，月白色光波荡出，带路的几只异兽也停了下来，没再继续前进。怎么了，凌霄？雷鸣问道。我已经感受到那只熔岩龙蜥的能量波动了。凌霄的双目紧盯着右下方的位置，视线似乎穿过了赤红的晶石岩壁，远远地锁定了某只 B 级异兽。是吗？雷鸣队长微微颔首，他并没有感觉到龙蜥的气息，但对于凌霄的话他是相信的。很早之前他就知道凌霄的精神强度、威能探查神经极其夸张，比他这个 B 级猎人还要强。那么接下来，江静、阿斌，你们放慢脚步，空出安全距离。雷鸣转过头吩咐道，一旦发现我们的战况不对，你们直接向猎人协会请求救援。江静、阿斌点了点头，他们也知道这种请求救援其实可有可无，无法起到什么有效作用，但他们连威能放出都未习得，离得太近也无法帮助队友，只是徒增累赘罢了。凌霄，我们收敛威能，继续前进。队长，看着打算继续向前的雷鸣队长，凌霄出声打断道，要不要我先一个人下去？雷鸣皱起眉头问道，给我个理由。少年，这也太危险了。银发女猎人轻声道。屠刀孙克也微微摇头说道，围攻和独自面对是2个难度，你跟队长一起牵制异兽会比较安全，我跟乐素星也能在旁骚扰他。是的，在清楚了凌霄的防御坦度之后，雷鸣队长将他也放进了正面进攻的行列。按他的说法，凌霄的速度、力量、神经反射可能不足，但在伤害跟承伤能力方面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 B 级猎人，让人十分安心。不是要独自对抗那只龙蜥，我只是想要偷袭他一发而已。凌霄嘴角勾起，调整了一下身上的静态威能，技能 LV1， 经验值加6。很快，他身上的能量波动直接消失，犹如一个没接触过威能的普通人。雷鸣微微张大了眼睛，似乎猜到了凌霄的意思。轰！漆黑的光柱笼罩了凌霄身周，无光的粒子充盈空气，随即往凌霄手中的暗色大剑汇聚。咻！犹如吸尘器一般，这些从王座拉下的能量粒子全部被这把2级合金钢剑吞入，储存其中。漆黑的光力消失了，而大剑的储量也正好饱和。此时，这把暗色钢剑已经没有了金属色泽，漆黑一片，无法被任何光线所照亮。哪怕距离近了，那头龙蜥也发现不了我的气息。凌霄举起手中的漆黑大剑，轻笑道：“我大剑上的黑焰粒子，如果不转化为异能，他也是感受不到的。”然后雷鸣嘴角一抽，问道：“你要趁他毫无查防备的情况下，给他来一记狠的？”凌霄点头，脸上的笑容阳光且纯真。雷鸣眯起眼睛，有些怀疑的说道：“该不会我们还没动手，那只龙蜥就被你宰了吧？那就要看他的反应速度了。”凌霄眼神狡黠的说道：“他的偷袭不是无解的，从黑焰粒子转化成异能，再到黑月斩击飞行击中目标，这个过程可以在0.1秒内完成。这个时间是熔岩龙蜥需要做出反应的时间。如果他没有及时避开，或者用自身的能量抵消异能，
那凌霄的攻击能直接要了他的命。哪怕是 B 级异兽，也不可能用身体硬抗黑月斩击，因为已经探查到对方的能量波动了。凌霄没有再让异兽带路，而是独自踏入了深处。手机的嗡鸣声已经关掉了，但凌霄的身周仍环绕着一些白色光点。月白的能量的性质十分稳定平和，甚至接近虚幻。哪怕不储存在大剑里，只要不是靠得太近， B 级异兽也没法快速察觉到。可能是因为下方隐藏着 B 级异兽，越往下方探索，异兽的密度越少，甚至开始接近于无。最后，在那庞大气息接近300米的距离时，凌霄走出了穴道。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赤诚的世界，空气温度已经超过了90度。这是巨大的镂空巢穴，直径有数百米，整个空间呈不规则的球形结构。凌霄脚踩的地方是由赤色巨岩所搭建的凹凸站台，环绕整个洞穴，凌乱破碎，并不规整，宽度在最小在3米，最大超过了10米。整个巢穴有5、6处洞口，凌霄走出的位置只是其中之一。无声走到这站台边缘，凌霄屏住呼吸，向下看去，橙色、暗红、流淌的火焰，喷涌的热浆，恐怖的高温扑面而来。下方是一片岩浆湖泊，密密麻麻的赤橙晶体漂浮于火海之中，犹如这烈焰地狱的宝石点缀。在这岩浆湖的正中间，匍匐着一头巨兽，它体长接近20米，通体暗红，似巨蜥又似巨龙，鳞片之间泛着橙红光芒，似有浊浆流淌。粗长的巨尾扁平，燃着一层赤色焰沙，犹如一柄巨型的火焰大剑。此时，这只凶兽正趴在岩浆与赤红结晶之上，闭眼假寐，满是惬意。它身周的赤色结晶在不停漫出灼热的能量粒子，形成飘忽的光带，流入龙蜥的躯体，似乎在时刻为它补充着营养。看着这只熔岩龙蜥，凌霄眼帘微微低垂。体长接近20米的熔岩龙蜥，应该能匹敌资深的 B 级猎人。而在这种布满岩浆、充斥着灼热结晶的主场，这头熔岩龙蜥的实力又是进一步放大。如果正面冲突，凌霄估测雷鸣队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确认对方的实力后，凌霄屏住呼吸，无声地挪动脚步，在一处岩壁边缘，他停了下来。这个角度可以准确劈开龙蜥的头颅，不让他有太多的躲避空间。凌霄举起大剑，刚想凝聚异能时，他顿了一下，月白色的光点洒向空中，犹如一层轻薄的光幕。随即，漆黑大剑上极端不祥烈焰涌起。这一刹那，假寐的熔岩龙蜥瞬间上半躯暴起，看向凌霄方位，树丛中布满了惊悚震惊。扑唰，锋利尖锐、散发着骇人气息的黑月斩击爆射而出，数百米距离转瞬即逝。熔岩龙蜥刚想躲避，但他瞳孔突然一怔，不仅是正前方，在他的右侧方也同样又一道黑焰残月，急速掠来，封锁了他的移动轨迹。这一刹那的犹豫，让龙蜥失去了躲避的最佳时机，他只能竭力挪动头颅，全身喷涌出了岩浆般的能量铠甲。然后10束长的黑月斩击已经接触了他的身体，轰！巨大的冲击波炸响，漫天的岩浆喷涌而起，犹如末日一般，化为密集赤红雨水洒落。吼！愤怒、惊恐、吃痛的咆哮声响彻地底。那头恐怖的熔岩龙蜥头颅高扬，它那威严森厉的身体已经不是如刚才那般完整，右前肢平整切断，漂浮于岩浆湖中，伤口流淌着赤红血液。从右侧脖梗开始，到胸膛，到侧腹，一道数米长的狰狞贯彻躯体。熔岩般的能量铠甲被突破，鳞甲、肌肉、骨骼全部断裂，胸腹敞开，硕大的内脏、肠膜暴露于空气。如果不是有着一层赤红能量裹住了它们，那异兽的脏器估计也已经脱落掉进岩浆里面了。在最后一刹那，熔岩龙蜥及时竖起了异化防御，竭力抵消了黑月斩击的伤害。虽然成功了，但它也已经身受重伤，体内的能量更是消耗巨大。陷入疯狂的熔岩龙蜥瞬间锁定了猎人，他身穿着深灰焰衣，奔于岩壁，往其中的一个洞口掠去，似乎想偷袭完就开溜。但这头狂怒的 B 级异兽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死仇？他张大了嘴巴，光芒凝结，扑轰！一道数米宽的灼热光柱破开空气，带着地狱般的赤红焰色，以 C 级猎人难以反应的速度爆射而出，瞬间抵达了人类所在的区域。轰！能熔烧3级合金的光柱吞没了那个猎人，他身上的防御根本撑不了半秒。威能屏障破碎，深灰焰衣融化，在熔岩龙蜥残忍亢奋的眼神中，生命最后的悲鸣声响起。啊！水分、血液蒸发，肌肉瞬间熟透、烧焦，蛋白质化为黑炭，飞灰飘向了空中。待光柱消失，那块区域只剩下一具森立的白骨。啪嗒啪嗒，骨骼破碎断裂，掉落于岩壁，满是裂痕的头骨滚落，连带着扬起的骨灰一起洒向了岩浆湖底。咻咻，深吸了2口气，闻着这美妙的焦香味，熔岩龙蜥的瘦脸上浮出了可怖的笑容。那个偷袭的猎人已经死了。碾碎了这个偷袭的臭虫后，熔岩龙蜥并没有继续躺回岩浆湖中养伤，而是将转头看向了某处入口。在那个人类释放攻击的一瞬间，就有3道气息在飞速掠来，而且其中一位对他存在着威胁。不出意外，肯定是那该死猎人的同伴了。熊！四周的赤红结晶轰然破碎，化为瞪进的焰流涌入龙蜥的躯体里，让他熔岩铠甲更加凝实，胸腹的内脏更是被一层厚实的赤红能量包裹，犹如流体的岩浆一般，不露出一丝破绽。熔岩龙蜥巨剑般的尾部抬起，上面闪烁着赤红光芒，澎湃的灼热能量在里面汇聚。在龙蜥做完这事的一瞬间，3道黑影已经冲出了洞口，呆愣在岩壁，似乎感受到了同伴死去的噩耗。熔岩龙蜥兽脸上浮出狞笑，赤红巨尾猛然挥下，晃！10数米宽熔岩斩击爆射而出，极致的高温吞向那3名猎人。在凌霄那恐怖的异能斩击爆发时，雷鸣小队的老猎人们瞬间爆射而出，急速赶往支援。
当他们踏入这个赤色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缺少右肢、胸腹重伤、气息萎靡的熔岩龙蜥。可以看出，那名异能使的偷袭完全的重创了他。此时，这只熔岩龙蜥正汲取着焰湖结晶的能量，疯狂补充着自身的消耗。那赤红的巨瞳死死地盯着他们，犹如赤焰巨剑的兽尾高高竖起，积蓄着极其强悍的能量波动。很明显，对方想先下手为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令雷鸣小队成员不解的是，那名偷袭重创他的异能使，明明就在他左侧的空中站着，为什么这只 B 级异兽不找他报仇，反而要攻击他们这几个路人？但是龙蜥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赤焰尾剑已然挥下，高热的能量斩击喷涌而来。雷鸣队长双手中涌起蔚蓝羽身子，刚想用水幕电网防御时，他却突然发现，这熔岩龙蜥的恐怖延展角度似乎偏了一点，而且在他挥下尾剑的一瞬间，赤色的天顶之上，一轮近100米宽、燃烧着黑焰的皎白残月坠下了，犹如黑白拼凑的通天光柱。往右靠！在雷鸣队长发出怒号之前，乐素星跟孙克已经机智地微挪了身位，这道不太精准的赤焰斩击掠过空气，狠狠地轰击在后方的岩壁上。轰！那名能威胁他的猎人绝对没有这么容易死。在挥下第一道尾剑之后，熔岩龙蜥还想继续释放岩剑，可突然间他的脑袋猛然侧转，左侧的空间中映入眼帘的是岩浆、岩壁、火焰结晶，一切如常，什么都没有。但在熔岩龙蜥的探查神经里，隐约间一股极其不祥的能量波动降临了，锋锐、躁动、混乱、暴躁，那感觉他太熟悉了。就在刚才，这种能量斩击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即便这个威能感知十分模糊，但熔岩龙蜥全身的生命本能在疯狂预警。黄！他没有丝毫犹豫，犹如神经质一般，对着左侧的空的挥出了赤焰尾剑。轰！恐怖的冲击波爆发，火焰斩击刚飞出不到2米，就已经停了下来。一股无形的力量拦截住了他的岩剑，犹如岩浆般的赤焰开始撕裂破碎，在熔岩龙蜥惊恐的眼神中断成2半。噗嗤！铁水般的鲜血喷涌，扁平赤红，犹如火焰巨剑般的长尾飘向空中。当剧痛从身上传来之时，熔岩龙蜥终于看到了那股能量的真面目。那是一轮燃烧着黑焰的残月，他撕开了自己的火焰斩击，切断了自己剑尾，继续砍在自己左侧的胸膛上。噗嗤！经过了双重削弱，再加上岩浆铠甲的防御，这次攻击没有像偷袭那次一样开膛破肚，直达内脏。但恐怖的黑月斩击仍破开了龙蜥的能量战铠，在其胸膛上烙下了深可见骨的伤痕，让他本就重创的身体雪上加霜。好！熔岩龙蜥兽眼疯狂地盯着罪魁祸首，那个本应化为焦炭的人类，此时正站在岩浆湖的上空，表情风轻云淡地看着他。B 级异兽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方还活着？明明连骨头都粉碎了，为什么现在却毫发无损？愤怒、畏惧、仇恨、杀意，种种情绪的集合让龙蜥根本无法冷静思考，他只能张大嘴巴，赤红色的光芒再次汇聚。轰！轰！好！在熔岩龙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2道能量砍中了他的眼球。突如其来的痛感让龙蜥停止蓄能，口中的赤红光球轰然破碎。那巨大的赤色树瞳中透露着惊愕。这2能量斩击不强，一道深灰，一道密银，但攻击在触及之前，他根本没有一丝发现。这诡异的情况让熔岩龙蜥心里发毛，他已经没有战意，下肢暴起，身体化为一道炎光，猛然冲向一处洞口。霹雳霹雳，流通着深紫雷电的水幕冲天起，瞬间吞没了龙蜥。蔚蓝的水流能量削弱了他的岩浆战铠，紫色的雷蛇麻痹了他毫无防备的身体。龙蜥的兽瞳垂下，一个留着短碎发、面容硬朗的猎人正站在他的下方，手中吞吐着2种异化光粒。为什么？刚才这里根本没人啊！但龙蜥已经没有思考时间了，在他的背后，一道熟悉的能量波动再次袭来。这次他无法躲避，那被流水紫电削弱过岩浆战铠，也无法提供足够的防御了。扑唰！漆黑的残月映在了他的脖颈，如切开一张薄纸一般，能量战铠、鳞甲、血肉骨骼全都一刀两断。熔岩龙蜥巨大的头颅飞起，赤色兽瞳中仍流露着满满的疑惑。直到死前，他还是没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场战斗不到几秒钟就结束了。一人挥了一件乐素星，孙克从他们视角看也是有些不明不白。他们总觉得这龙蜥有点问题，不仅准头不太好，性格也是相当莽撞。他们的砍向眼球的剑气不躲就算了，毕竟确实不太破防，但为啥他敢往队长那逃跑？没看到人家手中的能量已经蓄势待发了吗？雷鸣俯视着下方巨大的龙蜥头颅，默然不语。随即他抬起头看向了岩浆湖上的实习生，表情若有所思。熔岩龙蜥的右爪跟剑尾掉进了岩浆湖里，凌霄开着灰烬模式下去捞了上来。在岩浆中泡澡的感觉很奇妙，烫烫的、浓浓的，是家庭浴缸无法给予的感觉。雷鸣队长跟孙克前后扛起了70-80吨重的巨大兽躯，乐素星拾起龙蜥头，一行人穿过山道，很快就跟江静、阿斌会合。离开赤山，雷鸣小队回到了战车附近，感觉大家的气氛都松快了下来。熔岩龙蜥的尸首摆放在空地上，大家取出食物、零食，愉快地享受着任务结束的惬意。雷鸣队长联系完猎人协会，回到战车内部，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凌霄。咋了，队长？凌霄眨了眨眼睛。雷鸣队长直视着他的眼睛，表情严肃地说道：蓝染，你什么时候使用镜华水月啊？凌霄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道：你是说幻术吗？不，雷鸣队长挥了挥手，矫正道：你应该这么回答。男人深邃的双瞳微微抬起，面色平静，沉稳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我没使用镜华水月的错觉？对着空气表演完后，雷鸣啪啪地拍着您的肩膀，
语气亢奋地说道：“学会了吗？来，试着念一下。”不，我拒绝。凌霄竖着死鱼眼，无情地拒绝了这个提案。别这样，凌霄，我那边有发胶，帮你弄个大背头。雷鸣队长的提案被凌霄识动然拒，硬朗男人委屈巴巴地回到了座位。屠刀孙克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平静问道：“那头龙息的古怪，果然是因为中了幻术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从他看到我的一瞬间开始，凌霄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轻笑道：“为了保险起见，我提前编织了可触发的幻境。月白的能量性质很虚幻，很朦胧，哪怕提前织梦，异兽也是没有察觉到。幻境的触发需要对方的感知接触。在凌霄储存于大剑里的黑焰粒子转化为异能时，熔岩龙息看向了凌霄，也是在那一瞬间，他堕入了已经编织好的幻境当中。一开始封锁他躲闪路线的第二道黑月斩击是假的，被熔岩龙息的岩柱灭杀的凌霄是假的。龙息的延展之所以角度不准，那是因为凌霄调整了他视野中雷鸣小队的方位，所有的一切都跟他大脑中的景象有偏差。甚至凌霄还发现自己能让他的探查神经忽视掉能量波动，但这需要他全神贯注的维持幻境，一旦发动黑月斩击，他的幻境就会出现一点破绽，让对方可以察觉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龙息本身的强大，如果对方只是 C 级异兽或者较弱的 B 级异兽，凌霄能让对方完全沉入幻境，甚至连痛感都能剥夺掉。二是凌霄的技能等级太低，如果是织梦 LV2 的话，应该也能完全屏蔽龙息的能量感知。凌霄现在破坏力强的可怕，但力量、速度都不如 B 级异兽，尤其是他的神经反射还只是高位 C 级猎人的水平。这幻境能力正好弥补了现在的不足，让这些魔兽不好躲避他的攻击。当然，也只是现在，等他的基础实力达到了 B 级标准，那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连这头熔岩龙息都能中招，屠刀孙克深吸了口气，感叹道：“你的幻境造诣接近幽鬼副团长了吧？我离副团长还差得远呢。”凌霄微微摇头，那位擅长编织噩梦的 A 级猎人可不是做这种简单的幻象操作，他能构造出一个栩栩如生、辽阔无比的世界，所有的细节都尽善尽美，看不出一丝破绽。天空、大地、环境、生物、物品，它们的存在、活动、死亡、凋零、腐烂、消散，全都有着对应逻辑。这是数十年的经验、摸索与知识积累，不是现在织梦仅 LV1 的凌霄能碰瓷的。原来幻术的触发这么简单吗？银盾将近张大了眼睛，很是惊讶地说道：“我一直以为得通过音波。”俺也一样。阿斌猛逼接话：“无论音波还是视觉，其实都是一种感知的接入。”凌霄为两位新人前辈解释道：“我已经发动能力了，对方只要看到了我的媒介，也会被拉入幻境之中。单单看到就会被操纵无感。”雷鸣队长双手环胸，怒哼道：“还说你不是蓝染！”凌霄有时真听不懂队长说的话。话说少年，银发女猎人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语气凝重地问道：“既然连那头不弱于队长的龙息都会被你操控，那像我这种 C 级猎人是不是完全逃不出幻境？”凌霄脸上浮起尬笑，没有说话。C 级猎人，哪怕是乐素星这种破格的 C 级猎人，别说逃出幻境了，凌霄能把他们五感全部打乱、剥夺，让他们沉入其中，完全意识不到外界的真实情况，是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乐素星也是马上明白了凌霄的意思。他摇了摇头，声音悲凉地叹道：“就是实力不足的悲哀吗？看到、摸到、听到，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乐姐，凌霄抿了抿嘴，想要说些什么。少年双剑乐素星扶住凌霄肩膀，轻声道：“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您说。”凌霄认真道。乐素星凑近眼帘，眼睛中带着恳求地说道：“不要，千万不要让我和江静怀孕。”凌霄啊！江静歪了歪脑袋，我知道，哪怕是现在，我跟江静的肉体可能还在被你享用。银发女猎人咬了咬嘴唇，颤抖道：“我们反抗不了，怀孕对猎人的职业生涯实在太糟糕了。你忍耐一下，我下次订几箱超大超薄薄荷、兔粒、温感，到时候你再肆意发泄。”不需要。凌霄面无表情，语气十分冷漠。这点愿望都不能实现吗？乐素星面色绝望地退后几步，随即他一把将银盾将近拉到身前，大喊道：“那你就全灌在将近里面吧，他年轻好用。”什么？将近目眦欲裂，面容都扭曲了。不需要啊。话说，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什么人？双剑乐素星愣了一下，说道：“这不是正常人吗？”凌霄，有了这能力，正常人谁不想做那种事情？乐素星拍了拍胸脯，义正言辞地说道：“有人忍得住吗？我自己都忍不住。那你确实糟糕透了。”有那么一瞬间，凌霄真想把这个满脑黄色废料的女人丢进暴怒兵团的女仆咖啡厅里，好好做一下人格矫正。猎人协会的运输机抵达了，深州还有多架武装战机以及一名护卫的官方 B 级猎人，将龙息的尸首以及凌霄他们的战车送入机舱。雷鸣小队也搭乘着战机离开了荒区。凌霄的第一次实习任务到此结束。从荒区回到潞州已经临近傍晚了。雷鸣小队没有各回个家，而是到了望海大道的小队套房。从荒区回来，猎人身上会有一股无形的肃杀感。雷鸣打开套房门，对凌霄解释道：“我们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会很明显。为了不吓到家人，或者让他们觉得陌生，最好在这休息1-2天再回去。”好的。凌霄走入房内，问道：“队长，我们下次任务大概什么时候？”不确定。雷鸣摇了摇头，笑道：“我们可以主动接任务，也可以等上面安排。猎人协会军团会根据本次任务的难度、完成时间来放宽我们的休息时长。如果我们本次任务进行了数月，那么应该会得到1个月以上的假期，但实际上我们1周左右就搞定了。”雷鸣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次假期大概不到2周，
如果猎人协会急需人手，我们也可能被提前调过去。凌霄微微颔首，看来猎人每次任务结束都能得到一段较长的休息时间。毕竟长期待在荒区不仅危险，猎人的神经也是持续紧绷，得不到真正的放松。来到客厅，银盾将近将乌鸦小黑放在地上，然后一屁股缩进了沙发，用软糯的娃娃音轻哼道：“又回来了，我软软的沙发。”阿斌也是瘫在对面沙发上，满脸惬意地说道：“我的骨气都被他吸走了。”确实，回到室内住所，大家的情绪都彻底放松下来了，这是战车内无法给予的舒适感。就连屠刀孙克脸上都带着轻笑，悠闲地掏出手机。十几秒后，男人的脸色乌云密布，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看着对方脸上闪烁的片片绿光，凌霄大概猜到发生了是什么了。股市真的太危险了，希望孙哥早点脱离苦海。凌霄在手机里给老妈、妹妹报了个平安，告诉他们后天就回去。休息了一会，众人陆续去洗了个澡，刚想去上次的餐厅大搓一顿，雷鸣队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等一下！雷鸣看着手机，又惊喜又慌张地对众人喊道：“我老婆的视频电话来了，你们等我半小时。”硬汉男人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在房门合起前，还能听到那与他外表不同的温柔话语：“嗨，雨欣，雷鸣队长跟爱人的感情真好啊。”凌霄羡慕地叹了口气，看向了雷鸣小队众人：“你们怎么了？”不知为何，大家脸上都是一副难看的表情。队长这次竟然不是定时电话，将近细眉蹙起，沉声道：“电话还有定时的吗？”凌霄愣了一下：“有的。”阿斌竖起一根大拇指，笑道：“队长跟老婆的电话都是预定好时间的，1分不多，1分不差，相当有骨气。”凌霄不理解，但他大受震撼。情况不妙，乐素心叹了口气道：“不是定时电话，就代表那边又发生了什么？”屠刀孙克点了点头，似乎想到了不好的回忆，脸色越加阴暗。发生了什么？看着大家那凝重的脸色，凌霄疑惑地歪了歪头。乐姐的话应验了，没有半小时，10分钟后，雷鸣队长就从房间走出，他的脸色沉重，似乎存在着很多心事，完全没有了刚才那份惊慌的喜悦感。难道是跟爱人吵架？果然，感情再好的情侣夫妇都会有出现矛盾的时候。凌霄只是啥都不懂的外人，肯定不可能去追问别人的感情隐私问题。而雷鸣小队的众人见到队长的这副模样，更是直接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地聊天说笑起来。在雷鸣队长心事重重的表情下，众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回到套房后，雷鸣队长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而其他人就好像困了一样，打着哈哈便各回各屋。现在才晚上7点半，果然在荒区大家都没休息好吗？凌霄见状，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提炼了一会威能，他也准备躺床上了。砰砰砰，敲门声响起了。打开门，是雷鸣队长。凌霄，我需要你的帮助。雷鸣直视着凌霄的眼睛，说道：“是有关我的爱人雨欣的事情。”凌霄，实际上不止凌霄一个人被叫出来，雷鸣小队的其他人都齐聚在客厅，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上的直播投屏。上面是一个身穿华丽的演出服，正在随着可爱音乐又歌又舞的美少女。她身子曼妙，尽显少女芳华，深紫色的发丝飘荡，扎着漂亮的蝴蝶结，刘海有着些许粉色挑染，声音清脆甜美，歌声富含活力，带着让人着迷的嗓音质感。面容精细可爱，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星星般的高光，鼻梁非常小巧，不似常人，可能是建模的人故意为之。没错，建模。这个漂亮的少女是一个3D 的动画人物，而那个硬汉模样的雷鸣队长，此时正穿着印着这位女性2D 形象的大白 T 恤，面容狂热的用手机刷着弹幕。反斜杠雨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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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斜杠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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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斜杠老婆。雷鸣红心雨欣开通了 SVIP， 星号12个月。雷鸣红心雨欣 SC 10万。醒目留言：雨欣，最闪耀的偶像。雷鸣红心雨欣 SC 10万。醒目留言：雨欣，你相信永远的单推吗？快点家人们，雨欣还差100个就万 V 了。雷鸣转过头，面色焦急，对大家催促道：“钱我都打在账号里了，帮我刷一下啊！”凌霄打开手机，面色复杂的看着里面的粉红 App。Bike 华亚2次元弹幕视频网站，这是队长下载的，他还给了凌霄10几个小号。打开队长的信息，复制了一个账号密码，登录。关注列表只有一个，雨欣 Usim Virtual Real 所属 VRS 跨时代，真正的虚拟偶像。这个原来就是队长的老婆。凌霄点开这位动漫女性的直播间，铺天盖地的发情弹幕淹没了屏幕，让他有种莫名的窒息感。摸索了一会，关闭弹幕后，凌霄松了口气。打开那个会员图表，凌霄看了一下，里面分为4档 VIP， 估计是模仿猎人等级划分的。DVIP 29.9， CVIP 299.9， BVIP 2999.9， AVIP 29999.9， 以及雷鸣队长刚才开通的 SVIP 299999.9， 30万元。凌霄眯起了眼睛，不抱期待地问道：“队长，要开通哪个 VIP？S 级的，不要用那种便宜货来侮辱我对雨欣的爱。”凌霄无法想象雷鸣队长到底为这个主播花了多少钱。队长，为什么要刷到万 V 啊？江静抱着手机嘟嘴抱怨道。Bika 这个狗平台搞了个 BKML 演唱会，只有万 V 的虚拟主播才能参加。雷鸣队长咬着牙狠狠地说道：“这狗屎平台就会打韭菜，成天想着掏空用户的钱包。”不过队长顿了顿，脸色放缓，语气柔和地说道：“雨欣打电话过来，
他说想要登上 BKML 的舞台，他想要在上面唱歌。那就没办法了。雷鸣叹了口气，脸上浮出了宠溺的笑容。身为男人，我有必要实现他的梦想，让他成为那颗最闪耀的星星，让他成为最完美的偶像。我觉得想掏空你钱包的，绝对不止凭他一个。凌霄眼睛抽了抽，没敢将这话说出口。话说队长斟酌一下语言，凌霄问道：这位雨欣小姐是由真人扮演的吧？不要拿那种套皮人跟他相提并论啊！雷鸣队长握着拳头怒吼道 ：VRS Virtual Reality Star， 雨欣是真正的 AI 虚拟偶像，他才不是那种半吊子。哦，好的。由于对方看起来太有气势，凌霄整个人都被唬住了。话说，既然是 AI， 那你给他打钱真的有用吗？不都是到那个 VR 公司手里？这个 AI 能得到啥？计算机算力分成，而且那些视频电话绝对是那公司员工操控他打的吧？队长，你为啥不看那些真人扮演的主播？凌霄犹豫一下问道。他感觉相当迷茫，完全无法理解队长的狂热。对方如果是真人套皮，凌霄还能说服自己啊？雷鸣队长只是被坏女人骗钱了，但问题是人家只是 AI 啊，连人都不是，他到底在图啥？听了凌霄的话，雷鸣队长转过头，神态坚决地说道：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看那些套皮人了，他们这种只会塌房的老东西根本不完美，已经过时了，再也……凌霄眨了眨眼睛，队长以前就是推那种虚拟主播的。乐素星伸出手指比划道：第一位被挖出中之人就是那个扮演的女孩，其实是一个200多斤的重型坦克。第二位背地里开小号，成天造谣诋毁他的同事。第三位跟公司老板有一腿。第四位游戏比赛开挂。第11位被挖出包养小白脸，半年内开房近100次。在凌霄目瞪口呆的表情下，银发女猎人摇了摇头，轻叹道：队长打的钱全变成了那女主播养男人资金，他们用的每一个套子全都是来自队长的钱包。不要再说了！雷鸣抓着脑袋痛声怒吼道：我再也不会被现实女人骗了，我有了雨欣，她是最完美的，不会塌房，不会有男人，她甚至连拉屎都不会。我的雨欣是纯洁无瑕的。那确实，你想要 AI 做到这些，实在有些强人所难。队长还会买这个雨欣的周边哦。江静探过脑袋对凌霄说道：什么海报、马克杯、衣服、演出服、制服、丝袜、发夹、鞋子，根本数不清，他自己房间都放不下，还堆满了一整间空房，里面很多东西不是男人能用的吧？凌霄皱了皱眉头，只是收藏用而已。雷鸣哼了一声，恨声道：那个狗屎 VR 公司就想着压榨雨欣的剩余价值，这倒是，毕竟是资本家嘛。乐素星坐在凌霄身边，点击屏幕，从直播间进入了一个购物平台。羽绒服、泥土小人、抱枕、香水、纸巾、沐浴乳、碗筷、泡面、毛巾、卫生巾，那是真的什么都有。反正只要带着雨欣同款，就能拿出来买了，而且价格还很贵。唉，凌霄深叹了口气，这就是粉堂队长说的二次元吗？他们的钱是真的好赚啊！在凌霄面前，乐素星无聊的横向滑动着分类导航栏，拉到了右侧最边。乐姐没有停下来，继续漫无目的的滑动屏幕。持续了好几下后，导航栏突然又滚动了一格，最右侧的标签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密字。凌霄、乐素星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疑惑。乐素星点击标签，跳出了一个确认框，该商品可能存在争议，可能会让您感到不适，请谨慎确认。坚持访问，离开。乐姐眼帘垂下，点击了左侧按钮。坚持访问，该商品可能会损害偶像雨欣的形象，请谨慎确认。坚持访问，离开。坚持访问，该商品需年满18岁才能购买，请谨慎确认。坚持访问，离开。坚持访问，请进行实名身份确认。银发女猎人嘴角勾起，眼神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身份确认成功，该类商品可能会损害您的身体健康，请适当使用。弹出框消失，映入两人眼帘的是一个全新的粉色购物页面，里面的商品很奇特，最上面的2个是普通购物页面就有的泥土小人以及等身抱枕，只不过这边的衣物比较暧昧清凉，露出了很多不该露的地方，而且还打了很多可疑的标签。白色妖姬诱惑，雨欣10:1还原手办，可拆卸，完全逼真，附赠换件套装，虚拟偶像雨欣粉红暧昧等身抱枕，两面可用，有开孔。乐素星面色平淡的往下滑动，下面还出现了很多凌霄剑都没见过的东西。偶像的圣水，滑滑溜溜，雨欣的粉球玩具，震动感十足。偶像雨欣倒模，通道100%还原。雨欣娃娃，原材料取用异兽粉红胶虫，3D 打印，高端材质，温度拟真，让你拥抱真正的虚拟偶像。死！凌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大受震撼。而双剑乐素星脸上浮出了诡异的笑容，缓缓地看向了最前方的男人。队长，咋了？雷鸣转过头，等等，这个女人该不会……凌霄惊恐地摇了摇头，希望阻止对方这种残忍的做法，但很可惜，银发女恶魔开口了：你的雨欣可能没你想象的纯洁无瑕。雷鸣，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硬朗男人跪趴在地上，眼泪鼻涕溜蹭蹭直流，他滑动着地上的手机，眼睛瞪得像个铜球，脸上写满了绝望与不敢相信。雨欣是完美的，怎么可能会有人买这种东西？这都是假的。真的吗？面对男人绝境的嚎哭，银发的女恶魔继续开口道：可是下方有本月的销售记录，雨欣倒模月销18万，雨欣娃娃月销1万。也就是说，乐素星俯视着雷鸣，
温声道：“你的老婆可能被数十万人享用过了，那种事情不要啊。”雷鸣仰天长啸，悲鸣声闻者落泪。队长，你平时没有看论坛吧？比如贴吧、S2、微博之类的？乐素心问道。那种全是黑粉的地方，我怎么可能会看？是吗？真可惜。乐素心摇了摇头，柔声道：“我刚才逛了一下，首页有很多评测帖子，大家对雨欣的这些商品评价很高。”不，雷鸣队长已经泣不成声了。小队的众人面露不忍之色，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男人。啊，对了，银发恶魔看向了凌霄，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少年，我当时是不是说任务结束要送你一个杯子？凌霄怔了一下，感觉有些不妙。队长老婆的杯子，你要试一下吗？乐素心嘴角勾起，轻笑道：“我给你买一个吧，大家都说很好用哦。”凌霄僵硬地转过脑袋，跪趴在地上的雷鸣队长此时正面色茫然地看着他，男人的眼神失去了焦点，只剩下悲凉与死寂。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实无法改变。乐素心蹲下身子说道：“队长，你要么忘掉这个虚拟偶像，要么就接受这些事情。”女猎人拍了拍雷鸣的肩膀，低语道：“不管是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亦或是商城里的不堪入目，爱他就要爱他的一切。”雷鸣睁大了眼睛，对方的声音很轻，但在他耳中却如此震耳欲聋。凌霄言辞拒绝了乐姐的提议，并表示不需要他的礼物。至于雷鸣队长，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凌霄看到硬汉目光涣散的蜷缩在沙发上，将雨欣的那些奇妙商品全部加入购物车，点击下单。唉，希望他能想开吧。回到房间，凌霄躺在床上，看着手机的虚拟主播，脸上浮出了思索之色。直播会被很多人看到，会进入很多人的感知当中。幻境的触发需要感知的接入。月白这种虚幻粒子，它代表着精神、灵魂、梦幻、概念等。按幽鬼副团长的说法，这是属于抽象领域的力量。那这种抽象领域的力量能否通过直播里的影像、声音传递给相隔万里的观众们呢？在雷鸣小队待了2夜1天后，凌霄准备回家了。可一大清早，他突然收到了一笔汇款金额，里面的一大串数字看得他脑袋都有点晕了。124000000，1亿2400万。虽然知道自己这次赚了很多钱，但这也太多了。而且军团能这么快卖出素材吗？出于不解，凌霄找上了雷鸣团长。那是军团估价后的预付款，而且你能有这收入很正常。雷鸣团长吃着早餐轻笑道：“2只 B 级以后，我给你6成；熔岩龙息，我给你9成，再加上那些催眠的异兽，全部都记在你身上。你这次任务的收入，实际上超越了很多 B 级猎人。这样分成真的好吗？”凌霄犹豫了一下，说道：“队长，那岂不是大家的收入都少了很多？按功劳分成，这很合理。”雷鸣摇了摇头，说道：“而且你不要太在意金钱，那种东西够用就行。比如说江静、阿斌，他们和被你催眠的 C 级异兽搏杀，虽然没有钱，但却得到了安全以及更快的进步速度。对于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2种东西更贵重了。又比如这次的熔岩龙息，你虽然拿了9成，但最大的削减了本次任务的风险。那只龙息很强。”雷鸣看着凌霄的眼睛，说道：“对于我、乐素心、孙克来说，任务的安全完成比报酬重要无数倍。而且很多东西，你如果本身买不到，那再多钱也没啥用。”雷鸣喝了口豆浆，笑道：“就比如给新人用的灵液，你在军团渠道买是100万吧？”“对的。”凌霄点了点头。“那些亿万富翁购买价格可从来不低于1个亿。”雷鸣队长对凌霄挑了挑眉，说道：“而且每次都是供不应求，毕竟它能增长寿命，对富人来说，这是花多少钱都值得的。那不会发生倒卖现象吗？”凌霄愣了一下：“发生过，如果只是1、2瓶还好，数量一多，那猎人就会被军团跟猎人协会开除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隐藏的购买额度限制，这跟你的平时猎杀异兽的表现有关。毕竟灵液的来源就是从异兽躯体中提炼出来的，每个猎人都是原材料的供应方。”雷鸣队长压低声音，略显神秘地说道：“而且我们狼群的灵液购买额度会比其他军团高上很多，因为我们的团长是超 A 级。”凌霄略显好奇地问道：“不是？”雷鸣微微摇头，笑道：“听说是我们团长贡献了一个技术专利，让猎人协会的灵液提炼技术更加全面成熟。技术专利更加全面成熟，这是不是像威能提炼法、威能五化的完善一样，丰富了全人类的知识宝藏？没想到雷克团长还做出过如此巨大的社会贡献。”凌霄略感震撼，也不知道这是团长自己发明的技术，还是他探索秘境时得到的。“老妈，我回来了。”一回到家后，母亲跟珊珊就立马从厨房跑出来了，估计刚才在吃早饭。林清荣手扶着凌霄的肩膀，围着他仔细打量，在发现儿子确实没有缺少什么零件后，他才重重的松了口气。凌霄发现母亲的眉头一直不自觉地皱着，眼睛中带着些许血丝，估计是多天都有没睡好。“妈，我没事的，没事就好，乖吃早饭吧。”林清荣强勾起笑容，慢慢地走回厨房里。凌霄看向珊珊，今天是周末，她不用上课。此时这女孩正平静地看着他，相比起刚看到他的时候，她现在的脸色明显放松了很多。凌霄伸出手搂住了少女的肩膀，轻声问道：“老妈是不是很担心我？”“林珊珊点了点头，小声道：“她这些天都失眠了，前2天你报完平安，她才安心的睡了一会。”“是吗？”凌霄沉默了一会，随即看向小妹，笑道：“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很害怕？”“对。”林珊珊没有看凌霄，她低垂着脑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知道了。”凌霄深吸了一口，笑容泛起，说道：“走，我们吃饭去吧。”
饭桌上吃完早饭的凌霄放下碗筷，说道：“妈，珊珊。”母女两人看向凌霄，只见他的眼瞳中闪耀着月白色的光芒。你们要相信我，我很强，异兽完全不是我的对手。看着家人的眼睛，凌霄温声道：“不管猎人的任务持续多久，我一定能安全回来的。”少请。哦，林珊珊淡淡的回应道。林清荣皱着眉头，对凌霄严厉呵斥道：“不管怎样，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好的，好的。笑着接受母亲的训诫后，凌霄的面容微微放缓。催眠 LV1，经验值+2，这只是最轻微的暗示，效果大概就是让他们不要过度担忧他的安全。凌霄出任务的时候，母亲珊珊估计都过得很不好。幸好这次任务只持续了1周左右，幸好母亲的身体经过了灵液的滋补，要不然估计都憋出病来了。如果以后碰到了持续数月甚至半年的任务，凌霄甚至不敢想象家人的心理状态。也许过个几年、10年，时间长了，他们会渐渐的习惯了。但凌霄可不想让两人再煎熬那么久，他的强大是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不是整天担惊受怕。小黑，过来！漆黑的乌鸦展开翅膀，轻快地飞到了林清荣肩上，他的爪子还调整了一下角度，似乎在注意不要抓痛对方。呀！小黑歪过脑袋，蹭着女人的脸颊，嘴中发出嗲嗲的叫声。林清荣满意的按了按乌鸦的脑袋，拿起肉干开始了喂食环节。凌霄，你是怎么把他教得这么乖的？他身上好干净，你是有给他洗澡吗？哼哼哼，凌霄双手环肩，略显神秘的说道：“你儿子的驯兽师天赋，那可是万里挑一，还嘚瑟起来了。”林清荣瞪了他一眼，随即脸色犹豫的说道：“他会不会无聊？要不去宠物店再买只鸟，给他找个伴？”林霄愣了一下，然后眼睛突然一亮：“可以啊，不止鸟，还可以再买些别的宠物，多了家里不就乱糟糟的吗？”林清荣不满道：“而且照顾起来很麻烦的。”对此，凌霄比了个 OK 手势，笑道：“有我呢，绝对把他们教得一个比一个懂事。这些宠物不仅能给老妈的生活找点乐子，还能顺便刷刷催眠 LV1 的熟练度，就跟这只乌鸦小黑一样，哪怕取消催眠了，凌霄教他的东西也跟常识知识一样烙印在他的大脑里。他刷的越多，这些宠物就学的越多，可以保证绝对省心乖巧，个个都是讨人喜欢的小棉袄。”话说，林珊珊滑动手机，淡淡的说道：“乌鸦好像是可以学人说话的啊。”凌霄转过头，跟乌鸦小黑四目相对，一人一鸟大眼瞪起了小眼。空气中月白色光点微微渲染，乌鸦小黑站在凌霄的膝盖上，鸟喙张合，有点搞笑的公鸭嗓响起：“你好，哦先生，哦女士，我上厕所，该吃饭了。”催眠 LV1，经验值+3，催眠 LV1，经验值+3。10分钟后，乌鸦小黑的眼睛微微合起，似乎感觉疲惫了。凌霄轻叹了一口气，取消催眠。他这不是学得很快吗？你为什么看起来有些不满意？林清荣将小黑放在桌上的毛绒鸟窝里，对凌霄问道：“没事，只是跟我预想的有些不一样。”凌霄微微摇头。乌鸦确实是可以学说话的，但并不是如凌霄预想的那样，可以无障碍的和人类对话。这受制于它的大脑容量以及发达程度。这只乌鸦已经很聪明了，但它也只是一只普通的鸟类，不是异兽。哪怕有凌霄的催眠辅助，它也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语段，以及能理解一些人类话语。在这之上就不太行了，教太多会让他的大脑疲惫，过载强行塞入知识只会对他产生负担。凌霄，你这能力对异兽有效果吗？林珊珊好奇地歪了歪脑袋，她是看不到空气中的月白的。在她的视角里，刚才凌霄只是眼睛变了颜色，而后静静注视着乌鸦，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动作。然后那只乌鸦就突然学会说话了。可以哦。凌霄挑了挑眉，笑道：“大多数异兽都逃不出你哥的手掌心。”他的月白异能刚才有对家人坦白，大致就是制造幻想，催眠生物。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也让他们比较容易理解。话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异能使的？林清荣捶了捶凌霄的胳膊，不满道：“这么大的事情，为啥一直都没告诉我们？”哈哈，我的错，我的错。不过现在说也不迟啊。应老妈老妹的体验要求，凌霄在客厅空地上编织了一片花丛幻想，两人满脸新奇的在那采摘起来，时而还凑到鼻子上闻一闻。客厅里传来林家母女的阵阵惊叹声。空闲下来的凌霄也开始思考起问题来，有没有啥方法让这只乌鸦变聪明点？半晌，凌霄明智的放弃了思考，打开了通讯录，随手一划。哦，这不是亲爱的幽鬼副团长吗？副团长，有啥方法让宠物变得跟异兽一样聪明？几分钟后，消息回了：喂食异兽血肉，不过我更建议你直接喂灵液，那样更快更有效。啊？凌霄愣了一下，给宠物喂灵液会不会影响不太好？毕竟这对战士很珍贵。没差，放心用。你这次猎杀的异兽都是制作灵液的材料，真买太多了，军团会对你进行额度限制。如果没有限制，就代表你的贡献远大于这些灵液份额。只要有在猎杀异兽，你本身就是灵液来源的保障。好的，不过你既然想要聪明的宠物，为啥不直接买宠兽？宠兽是啥？懵逼挠头点 JPG。进化到一半，介于异兽与正常动物之间的生物，只有战士家庭能抚养，寿命比普通人长，而且经过人工筛选，市面上的宠兽都非常聪明，甚至比普通异兽都聪明。你所在的明秋花园小区肯定就有宠兽的店面。凌霄打开导航查了一下，哎呦，还真有灵童宠兽店明秋分店，口碑绝佳。
全国连锁，百年老店，创始人退役 A 级猎人林之彤。下午，林霄开着小区代步电车，载着家人慢悠悠的来到了这个灵童宠兽店。店铺占地面积很大，接近商场，装修风格比较典雅，硕大的门派上印着一个灰色的树铜标签，欢迎光临。刚踏进门，一位穿着暖黄制服的销售小姐便迎了上来，笑声问道：“请问你们有想要的宠兽类型吗？”林霄跟母亲珊珊对视一眼，说道：“正常可爱一点，不要像惊悚吓人的就好。对于昆虫、蛇之类的宠物，老妈完全接受不来。”“好的，请问您是想要原生宠兽还是教化宠兽？可以说下区别吗？”林霄问道。教化宠兽就是被我们驯兽师完成管教，性格比较乖巧、温顺，服从性较高，而且能听懂一些人类语言。销售员小姐弯着眼帘，微笑解释道：“他们的价格会贵上一半，但比较省心，比较安全。90%以上的客人都是购买这种宠兽，毕竟不像普通宠物，它们的力量接近异兽，脑袋聪明，性格叛逆，驯服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销售员小姐腰屈前倾，轻声道：教化宠兽不会伤人，而原生宠兽还未教化成功，我们不敢保证安全。若想购买，需要签署责任合同。”原来如此，林霄懂了。对于正常猎人来说，肯定是购买教化宠兽好，不仅是更省心，家里如果有人不是战士，还有可能发生危险情况。不过，对于林霄而言，还是原生宠兽更符合他的需求。按乐姐的说法，教化宠兽已经是别人的形状了，我们要买原生宠兽。恕我多嘴。销售员小姐愣了一下，意有所指的说道：“您的家人好像不是战士。”这位女士虽然是普通人，但眼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她是在侧面提醒林霄，原生宠兽对她的家人具备风险。我能驯服那些宠兽。林霄瞳中月白泛起，淡笑道。看着林霄变色的双瞳，见多识广的售货员小姐面露恍然，没有继续过问。好的，那请跟我来，这边是犬类宠兽专区。这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大狗，毛发柔顺蓬松，有点像萨摩耶，又有点像哈士奇，眼瞳碧蓝，瞪进的像颗宝石。此时，这只漂亮俊美的大狗正皱着眉头，满是不屑地看着外面的人类，表情相当人性化。老妈相当喜欢这只大狗，凌霄、珊珊以及这边的销售小姐全看出来了。在见到对方的一瞬间开始，林清荣脚步直接定住了。现在他张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凌霄从没见过，就好像小孩子看到了想要的玩具一般，想要但又忐忑犹豫。至于为啥不开口，估计是因为对方的价格了。凌霄看了一下笼外的号牌，种族雪狼犬，性别雌性，年龄3岁未成年，价格1800000，危险性雪狼犬能猎杀成年雄性棕熊、北极熊、西伯利亚虎、象海豹，请谨慎抚养，180万。价格对于一只宠物来说确实很夸张，不过它的战斗力显然不是宠物的级别，想要就买吧。凌霄拍了拍母亲的肩膀，林清荣抿了抿嘴，小声道：“可是这也太……”让老妈老妹看清自己的余额，凌霄将手机挪开，轻笑道：“想买就买，不用去关心价格。”林清荣跟林珊珊眼睛都睁圆了，他们看着凌霄的表情，似乎在说：“猎人原来这么赚钱的吗？”小姐，这只雪狼犬我们预定了。林清荣不再犹豫，直接下单。好的。售货员小姐露出了不出所料的笑容，拿着平板记了一下，一只未成年雪狼犬，请问还需要看下别的宠兽吗？要多买几只，单单一只宠兽可满足不了凌霄的调教大业。因为知道了凌霄现在的经济实力，老妈跟珊珊也不再畏畏缩缩了，他们鼓足干劲逛了起来。逛了几圈，凌霄家又挑了3只宠兽。珊珊看上了一只粉幼猫，身躯淡粉色，脚部、尾尖粉白相间。这猫的身上有种淡淡的甜香，外表很可爱，淡粉色的大眼睛带着魅惑感。林清荣挑了一只多彩鹦鹉，它的外表看起来像旋风，但体格较大，而且它的羽毛还能随意变色，现在是犹如夕阳的红橙，相当漂亮。老妈想让它跟小黑当朋友。最后则是凌霄挑的一只双兜仓鼠，它的体格比普通仓鼠大了一圈，身上白褐相间，除了嘴巴鼓鼓的，肚子也是鼓鼓的。它的腹部有着类似袋鼠的口袋，也是用来储存食物，看起来又憨又圆，甚是可爱。凌霄当时跟他对视了几分钟，这娃也不知道理解成什么，直接从肚兜里掏出一颗核桃递了过来，把他给整乐了。有眼缘的都挑得差不多了，凌霄也跟销售员去前台结账了，签署原生宠兽的责任合同，填写了地址。凌霄刚想付款，销售小姐笑眼盈盈的开口了：“先生，请问需不需要购买宠兽口粮？”他们吃的东西有讲究吗？凌霄挑了挑眉。宠兽的体质非常好，人类能吃的他们也能吃，销售小姐解释道。但宠兽口粮有夹带着异兽肉、内脏，偶尔吃一些对他们身体很有好处，是吗？凌霄点头道：“买了。”好的。销售小姐笑容甜美，微微躬身，随即她像是刚想起了什么似的：“啊，对了，请问您需要他们洗浴配套服务吗？”配套服务？凌霄眉头一皱：“对的，特殊的沐浴液能减少他们脱毛，经过教导，他们还能自己使用专业的烘干机，省时省心哦。”原来如此，买了。销售小姐手扶着脸颊，笑容越加甜美的说道：“还有配套的浴缸、厕所，让他们使用人类的设备终归不太方便，我们只有大、中、小3种型号，能适配每一种宠兽使用哦。到时宠兽送过去，我们工作人员会一起上门安装，一定包您满意。”买了。我们还有专业的顺毛按摩设备，还有给宠兽修爪、磨爪的合金。买了。凌霄双手一挥，干脆道：“我全都买了。”好的。销售小姐双手一拍，笑得跟蜜一样甜。而老妈
跟珊珊他们看凌霄的目光已经逐渐严厉了起来。潞州理工大学08栋302室，夜19点40分，鼠标的触击声、激烈的键盘声、跌宕起伏，游戏音效与队友的对喷声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熟悉的大学风景线。李阳从学校小超市回到了宿舍，他提着一大袋零食、泡面、2卷卫生纸、3卷垃圾袋、4瓶冰饮料、几个快递盒，顿时间房间里便元豪四起，听曲亦复一片。今天又收获了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李阳面色复杂地坐回课桌前，突然间他发现了某个舍友的异样。隔桌的陈茂林正开着 BIKA 的直播间，明明直播还是黑屏未开播，但里面弹幕已经滔滔不绝了。孟白啊，昨天没看到孟白小姐，我冲了7发都没睡着，给大家跪了，求求你们退出去吧，不要跟我抢观看名额了。女人赶紧离开直播间，你们黑月哥9点才开播啊，还有1小时呢，女的就不能喜欢孟白小姐吗？我兄妹通吃，这啥玩意？李阳看了一下直播间的播主名字，孟白黑月，头像是动画形象，一男一女，月白长发，甜美空灵的少女，以及黑色碎发，清爽冷淡的美男。老林，这又是啥虚拟主播吗？因为室友是宅男，李阳也对这种皮套人有点了解。不，陈茂林摇了摇头，略显神秘的说道，孟白小姐可不是真人 AI。 李阳挑了挑眉，他记得上次老林就看过 AI 主播，好像是那啥维亚公司的，不太准确。陈茂林嘴角勾起，低声道，你听说过灵魂生命吗？李阳愣了一下，说道，你说的是传说中的那种鬼魂、精神体之类的特殊异兽？差不多。陈茂林微微颔首，略显骄傲地说道，孟白小姐就是那种特殊的灵魂生命，她有真正的情感，而且她还生活在虚拟世界当中。你是不是魔怔了？李阳嘴角抽了抽，吐槽道，这怎么可能？而且就算真有这种异兽，猎人协会怎么可能允许他直播？面对舍友的质疑，陈茂林坦率地点了点头，道，当然不允许，所以直播间第1天就被封了。哈，经过了调查报备，这个直播间第2天才解封。陈茂林推了推黑框眼镜，嘿嘿笑道，孟白小姐她是官方认证的友善灵魂生命。真的假的？李阳打开 Bika 搜了一下，发现还真有好多 UP 主报道这件事情。什么？孟白黑月直播间被封？真正的虚拟生命？官方背景？无害灵魂异兽？孟白重启直播，论虚拟生命当人类老婆的3两事。下面还有几个手书、绘画视频，而且播放量还挺高的。不过李阳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所在。老林，为啥都没切片啊？录播也没有吗？录播有，但你什么都看不到，也什么都听不到。陈茂林指了指自己的眼睛，你只能通过直播看到孟白小姐的身影，而且还有名额限制。名额限制？对，陈茂林竖起一根食指，说道，只有前1000个人才能看到孟白小姐，后面的人哪怕打开直播间，也是跟录播一样，啥都没有。不然你以为我守在这干嘛？李阳，好神秘。虽然还有点不敢相信，但李阳确实被勾起兴趣，用自己的电脑打开了孟白黑月的直播间，将那铺天盖地的弹幕关掉。李阳略带好奇地等待了起来。时间一点点流逝，很快就到了19点47分，轻快的背景音乐响了起来，而直播间的画面也变成了一个木色的桌面，上面放着一个玩具藤椅，藤椅上有着一个淡蓝色的蝴蝶发卡。这啥？主播人呢？别眨眼，盯着那个发卡。就在李阳满脑疑惑时，陈茂林严肃道，千万别把视线挪开，不然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闻言，李阳紧紧地盯着那个发卡。3秒后，月白色光点从发卡上漫起，犹如梦幻般的精灵铺满了整个视野。直播间的画面变了，已经不是那个木色桌面，群星璀璨，巨大的皎月勾着优美的弧度，垂悬于空，向大地泼洒着苍白的月华。这是一片美丽的森林仙境，数不尽的月白光点犹如精灵一般飘荡，照亮了夜晚的林间。柔美的小草，漂亮的鲜花，红密的果树，鸟雀在天上扎响，小鹿从草间探头。明明只是看着画面，李阳却感觉身如其境一般。宿舍的嘈杂声变低了，他似乎感觉到了林间的微风，花香、果香、草木露水布满了鼻尖，这比专业的4D 电影还要真实。而在那画面的中央，有着一面清澈的湖泊，平静如镜，倒映着天上的皎白残月以及那美丽的星空。在这镜湖之间，有着2条翠绿的蔓藤，似乎是从星空垂下的，它们在湖间相交，编织成一把精致的藤椅。而在这秋千藤椅之上，坐着一位月白长发的少女，她戴着淡蓝色的蝴蝶发卡，身上穿着素雅极细的白色连衣裙，没有鞋子，白皙优美的脚踝轻触湖面，荡起了点点波纹。这景色美得像画一样，因为距离太远，李阳看不清她的面貌，这让他心里直痒痒，想要靠近点，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就像回应了他的请求一般，画面真的缓缓拉近了。这次李阳看清了少女的面容，她眼睛犹如最镫净的宝石，月白色的睫毛微微翘起，鼻翼精致，粉唇小巧，那如雪般的肌肤上似乎发散着氤氲白光，给那闭月羞花的脸蛋增添了脱离俗世、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气质。李阳无法分辨这是真人还是 CG， 他只知道自己的视线根本无法从他身上挪开。她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梦幻，似乎少女的每一个动作都能拨动他的心弦。然后这位梦幻的少女似乎发现了他的视线，她转过头，唇角微微弯起，大家晚上好。当那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少女那淡淡的微笑已经成了李阳心目中最美的画面。时间到了，再见。月白色的少女挥了挥手，世界如泡沫般破碎了，直播间内的画面又变成了那个木色桌面。李阳回过神来，他这才发现现在已经到了20点50分了，时间原来过得这么快。孟白小姐的聊天声
歌唱声，那在水面起舞的身影，仍在他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在这怅然若失的情绪下，他打开了弹幕开关，各种颜色的文字瞬间淹没了屏幕。孟白，你不要走，没有你我怎么活啊？为什么我没看到？谁把我的名额抢了？我的灵魂升华了，孟白小姐浸透了我的心灵，把它从黄色洗涤成了白色。男人能不能出去？马上就是黑月的直播了，求你们快退出去啊！我裙子都脱好了，你们别在这抢位置啊！哼，你们集美们要看，我们集爸们也要看。黑月 baby 哥哥来了，退吧，后面是孟白小姐的哥哥播的。陈茂林拍了拍李阳的肩膀，轻笑道：“给那些女网友的留点位置，毕竟只有1000人能看到。”但我有点好奇黑月是啥样的。李阳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就看1分钟，到时候就退出来。”行吧，你随意。陈茂林拿着裤衩洗澡去了。李阳喝了口饮料，默默地等待着时间流逝。很快就到了21点了，那道发卡上月白色的光芒再次泛起，画面变成一处废墟之城，火焰漫涌，硝烟弥漫，异兽的身影若隐若现。画面里是白天，但天上一颗巨大的漆黑残月高悬于空，它燃烧着恐怖的黑焰，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哒哒哒，由远及近，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穿着破碎的燕尾服，内衬暗红，黑色的手套皮靴，尾服的边角似乎漫着漆黑的焰纱。当男人走近，李阳看清了对方的相貌，俊秀的剑眉，深邃的黑瞳，笔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再配上那略显冷淡的表情，李阳微微一愣，卧槽，好像有点帅啊。当陈茂林洗完澡回来，便看到舍友仍开着直播间，而且完全没有退出的打算。房间里月白色的光点充盈，天顶上还时不时落下一道纤细的白色光柱，随时补充着空间里的能量。一架精密奇特的摄像机正对着玩具藤椅上的蝴蝶发卡，房间里浓密的白色光点源源不断地往发卡汇聚。织梦 LV1 经验值+3，织梦 LV1 经验值+1，织梦 LV1 经验值+2。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数据不断流过，凌霄的月瞳高亮闪烁，面色凝重地看着屏幕里的弹幕机。他需要根据里面的弹幕来操纵黑月的话语动作。是的，所谓孟白与黑月并不是什么虚拟生命，他们只是凌霄编织的幻境。几天前他成功研究出了用直播让观众沉入幻境的方法。首先需要能拍摄到月白粒子的摄像头，就是凌雪上次用的那种，让能量汇聚在一个物品上，用摄像拍下。为此他在妹妹异样的目光下向他讨要了个蝴蝶发卡。观众只要看了超过3秒，他的月白粒子就能穿过真实距离，顺着网线传入他们的感知里。不过得限制一下数量，要不然人数太多会让他脑袋有点不舒服，而且王座的能量消耗也会非常夸张。现在每天直播2小时，每次1000人，这其实并不是凌霄的极限，毕竟他的观众只是普通人，这是猎人协会给他定的限额。第一天他的直播间就被封了，猎人协会直接成立专案调查组，接到组长任务的还是一位精通灵魂虚幻领域的 A 级猎人，没错，就是幽鬼。幽鬼副团长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啥玩意，然后他第一时间就怀疑到凌霄头上，只是没有说出来。但是猎人协会一查网络 IP， 瞬间就水落石出。当天凌霄被叫去了猎人协会，在几位官方猎人的询问下，他老老实实的承认了，并表示自己只是在修炼幻境。官方猎人问他幻境技术谁教的，凌霄指了指调查组组长。幽鬼脸绿了，调查组的官方猎人们也尬住了，因为这种能力练习涉及群众，猎人协会本不允许凌霄继续进行的。但有着幽鬼跟狼群的担保，猎人协会后来也网开一面，只是提出了几个要求限制：一、每天直播不得超过2小时，同一时段，影响人数不得超过1000人；二、直播内容必须遭受协会监视，不得给民众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个，凌霄关闭了直播间的礼物打赏功能，完全免费直播。有时面对那些生活失落或是有着忧郁症的观众，他还会混杂一点催眠暗示，让对方重新唤起快乐与动力，可以说相当积极阳光、健康向上了。按幽鬼副团长的说法，只要以后猎人协会的对他的信任加重，这些限制应该会逐渐放宽，他也能同时面对更多的观众了。织梦 LV1 经验值+1，织梦 LV1 经验值+2，织梦 LV1 提升为织梦 LV2，潜力点+1。凌霄眼睛一亮，他顿时感觉自己的想象力变得无比辽阔，幻境中的细节处理更加完美真实，所有的一切都如此栩栩如生。因为面对的是普通人，系统单人给的经验值很少，但是胜在数量多啊。短短几天，每天也才2小时直播，他的织梦直接升级，可以说效率直接拉满了。克制住内心的欣喜，凌霄编织着更加完美的幻境，敬业的播满了1小时。因为织梦等级的提升，黑月这个角色更加真实灵动起来，莫名的魅力蹭蹭往上涨。直播间的弹幕已经越加不堪入目，简直可以号称人类的发情白赏。敬业的播满了1小时，凌霄关闭直播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长时间维持幻境确实困难，但对凌霄来说，直播内容才是他最难受的点。毕竟是给人看的，总不能把人物干放着吧？那和 CG 有啥区别？如何聊天，如何播的有意思，凌霄还真研究了一番。为此，他还顺便去背了一大堆歌曲、舞蹈，为的就是在聊不下去的时候填补一下空白时长。现在辛苦总算有回报了，将潜力点加在体质上达到41点，那浑身通透的感觉让凌霄舒畅的伸了个懒腰。现在有了织梦 LV2， 如果再次面对熔岩龙息，哪怕使用黑月斩击，凌霄也有信心屏蔽其能量感知，让他发现不了一丝破绽。那以后对付 B 级异兽就方便很多了。咚咚咚，门外敲门声响起了。凌霄打开房门，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木质地板上站着一只黑得发亮的乌鸦，它歪着脑袋仰望凌霄，鸟喙张合，抑扬顿挫的声音响起：“哦，凌霄少爷，我的老天爷啊！你总算出来了。夫人打算洗衣服了。她说，如果你还不快去洗澡，她就要用那粉色拖鞋狠狠地抽你屁股。”因为喝了一瓶灵液，乌鸦小黑的智商蹭蹭往上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讲的话总带着一些翻译腔。凌霄很是怀疑，家里的宠物们又偷偷熬夜看电影了。洗完澡后，凌霄顶着湿润的头发走出浴室，然后他听到隔壁的放水声。那是一间只挂着门帘的房间，上面挂着门牌：宠兽烘干、洗浴、卫生间。一走进去就是烘干室，里面有着多架圆柱形烘干机以及智能洗地机。那些宠兽们自己洗完澡后，往那烘干机一站，机器就会自动触发热风，烘干它们的毛发。烘干室里面还有2个门，左边是厕所，里面设有大、中、小3个尺寸的智能马桶，冲完直接洗屁屁、烘干，连纸都不需要。每个马桶间都设有玻璃隔间，是那些宠兽自己要求的，它们嫌弃一起上厕所时会很臭。而右侧的门就是浴室了，里面的浴缸花洒虽然也有着不同的尺寸，但没有隔间。刚才的水声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凌霄略带好奇地探入脑袋，偷偷观察一下自家宠物的洗澡状况。干净的浴室内，热气腾腾，比脸盆略宽略深的中号浴缸里，一只粉色的猫咪正躺在满是泡沫的热水里，表情中充满了闲暇。随后，那只粉猫似乎发现了偷窥的凌霄，它纤美的双腿伸直，探出水面，圆融可爱的脸颊依靠着浴缸边缘，如同粉色宝石般的眼睛斜瞥着凌霄，显出了非常人性化的慵懒与柔媚。喵！凌霄，这嗲嗲的撒娇声应该是在邀请他帮忙洗澡，但很可惜，已经洗完澡的凌霄先生无法满足这只粉幼猫的请求。他在猫咪幽怨的眼神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宠兽浴室。一走进大厅，就听到了乌鸦小黑那略显浮夸的腔调：“哦，采薇小姐，我亲爱的采薇小姐，您今天打扮得太漂亮了，犹如被蔷薇簇拥的盛装女王，高贵的让我不敢直视。”漆黑的乌鸦低垂着脑袋，略显谄媚地眨着眼睛。在乌鸦小黑的前方是一只雌性多彩鹦鹉，它今天的羽毛是一身红色，犹如明艳的鲜红玫瑰。此时，多彩鹦鹉那漂亮的丹凤眼微微下瞥，看向小黑，浅色的鸟喙张合，吐出了清脆利落的嗓音：“滚！”“哦，好的，我现在就离您50公分远。”乌鸦小黑退后2步，继续声情并茂地喊道：“虽然我们距离变远了，但采薇小姐，你永远是我心里的女神。就算上帝来了，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沙比，您的辱骂是对我的赏赐，您的鄙夷让我如沐春风。”“闭嘴！”多彩鹦鹉看到了凌霄，它展开翅膀，直接飞到了他的肩上，贴着脸颊，鹦鹉轻声说道：“凌霄，我想要用平板，自己拿吧，那个平板随你用。”“耶！哦，采薇小姐，您等等我。”多彩鹦鹉雀跃地飞出了客厅，而乌鸦小黑也紧随其后。这只多彩鹦鹉是家里唯二能说话的宠物。一开始，小黑还总是躲着它，非常畏惧它。喝完灵液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只知性上涨的乌鸦便喜欢黏着这只多彩鹦鹉，舔鸟趋势一发不可收拾。顺便一提，这只鹦鹉叫做采薇，它自己取的。平时还喜欢在平板上看时装杂志，有喜欢的就依靠那羽毛变色的能力，自己整上一身，可以说相当臭美了。复习完功课的珊珊正缩在小沙发看书，长条沙发上，通体白色雪狼犬正和老妈窝在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着大屏上播放的情感电视剧。我就说那人不靠谱，肯定就是冲着女主钱来的。呜呜，对吧？阿金你也看出来了。一女一犬依偎在一起，并进行着不可思议的交流。那卷美丽毛绒犬脸上浮现出了相当明显的情绪波动，时而咧嘴甜笑，时而眉头皱起。这种场面，凌霄已经见怪不怪了。几天时间里，这只雪狼犬跟老妈还有隔壁的赵老师混成了闺蜜，连逛街、跳健美操都在一起。这不是催眠效果，实际上凌霄对自家的宠兽只做出了几点强制限制：一，除非自身跟家人遭遇危险，不能使用暴力；二，爱干净、讲卫生，不能随意破坏家具。然后没了。凌霄平时的催眠调教，其实都是在给他们灌输常识或者说知识，而不是矫正个性。他们现在的性格是自己形成的。这只雪狼犬对陌生人很高傲冷淡，但对熟悉的人或宠兽就非常的温柔有耐心，几乎都不会生气。除非……凌霄坐到沙发上，悠闲说道：“小白，抱枕给我一个呗。”雪狼犬白了他一眼，前爪灵活地抽出一个抱枕，啪叽丢在了凌霄身上。随后，雪狼犬撇过脑袋，一副我很生气的样子。林清荣也很不满地拍了凌霄一下，都说不要叫他小白了，你怎么这么喜欢逗他？嘿嘿。凌霄笑着伸出手想抚摸雪狼犬的脑袋，可对方往旁边缩了缩，好像还在生闷气。这只雪狼犬很讨厌别人叫他小白。实际上，凌霄一开始是有给宠兽们取名字的，雪狼犬小白，粉幼猫小粉，多彩鹦鹉小彩，但很可惜遭到了家人跟宠兽们的联合抵制，他们觉得太难听了。这只雪狼犬，林清荣本想叫它小雪或者雪儿，被凌霄急忙劝阻了，主要是怕某位好友来家里做客时发生意想不到的矛盾。为了取名字，凌霄还向雷鸣小队咨询意见。雷鸣队长看到了粉幼猫的照片，立马建议他取名粉糖。乐姐也给雪狼犬提供了一个名字白洁。雷鸣队长很明显是夹带私仇，而乐姐她取的名字虽然好，但凌霄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凌霄当时想了想，把灵感告诉老妈老妹，让他们来做决定。最后，林清荣给雪狼犬取名叫白金，他本人喜欢叫阿金，而那只粉幼猫叫做蜜儿，珊珊取的。哎，叫小白小粉多好啊，简单明了。凌霄轻叹了一口气，
跟桌上的双兜仓鼠对视了起来。这只圆滚滚的小家伙，此时正熟练地啃着瓜子，瓜皮碎屑很文明地堆成在一张卫生纸上。跟凌霄对视了1分钟，双兜仓鼠眨了眨眼睛，嘴巴停了下来。随后，他用纸巾擦了擦手，从肚兜里掏出了一个水果糖，递给了凌霄。谢谢哈。凌霄接过糖果，揉了揉对方的脑袋，小仓鼠立马露出了憨憨的笑容。它叫兜兜，也是家里最温顺的宠兽，平时就喜欢吃零食，乖乖呆呆的，感觉就像个吉祥物。同时，兜兜也是除乌鸦小黑外，家里唯一的雄性宠兽，跟谁的关系都很不错，有种小弟弟的感觉。含着略带温热的水果糖，凌霄眯着眼睛思考着今晚的授课内容。虽然说是为了刷催眠 LV1 的经验值，但肯定不能随便灌输东西，毕竟这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宠兽。这些天，凌霄可是好好筛选了一番，从语言、生活常识、简单数学、器械使用、电子设备使用、法律法规、交通规则等等，这些有用的东西都被凌霄通过催眠的手法塞入了他们的脑子里，形成常识。而解除催眠后，这些常识就会转化为知识，被他们所牢记。家里的宠兽能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聪慧，凌霄可以说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了。当然，这努力也带给了他足够的收获。技能催眠 LV1 95.1%，今天应该就能升级了。就在凌霄因为沉思发呆的时候，一只软乎乎的肉球phủ上了他的脸颊。凌霄随着脸上的力道，慢慢的转过脑袋，只见一只粉色的猫咪正依偎在他怀里。它身上粉白相间的绒毛松软，香喷喷的，左侧的耳朵上还戴着一个蝴蝶结，甚是可爱。正是刚洗完澡的粉幼猫妮儿。此时，它仰着脑袋，2颗圆溜溜粉色大眼睛紧盯着他，漂亮通透，带着暧昧的高光。白色绒毛的嘴角弯起，像是在微笑，狡黠可爱，又带着一些诱惑感。喵！抚着凌霄的脸颊，蜜儿发出了撒娇般的轻叫声，那声音绵长轻柔，似乎能撩拨人的心弦。见状，凌霄挑了挑眉，虽然听售货员小姐介绍过，但这些天来还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是粉幼猫进化出来的能力，它带有着一点点魅惑效果，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喜爱。性格方面也是有点茶，有点嗲，有点狐狸精的感觉。对于凌霄而言，只要他想要抵抗，别说粉幼猫的魅惑，哪怕是 B 级猎人粉糖队长的魅惑也是毫无作用。但问题是，他为啥要抵抗？喵！在蜜儿疑惑的表情中，凌霄将他抱到了面前，然后贴着他的肚子狂吸了起来。喵！粉幼猫蜜儿吓得手脚乱挥，毛都炸起来了，但他的抵抗无济于事。凌霄对着蜜儿的身体蹂躏了10分钟，才心满意足地放过了他。被吸得双目无神的粉幼猫步伐蹒跚地爬进了珊珊怀里，探出脑袋，满是惊恐地瞪着凌霄。呵呵，凌霄嘴角不屑勾起，外面的女人勾引他，他得控制住自己，而家里猫敢勾引他，这不惜留着过年啊。夜里，老妈跟珊珊睡觉去了，大厅里也只剩下凌霄以及家里的5只宠物，空气很安静。凌霄和宠物们围聚在沙发间，月白色的光芒在大家的双瞳中闪烁。人类社会中划分有猎人协会跟军队，猎人实力等级。C 级异兽的特征是掌握威能放出，多数的 C 级异兽都拥有在空中行动的能力，还能各种常识。随着凌霄的月白粒子以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的频率，源源不断的烙印在宠物们的大脑。每授课1小时，凌霄就停歇10分钟，让宠物放松一下，顺便吃一些高糖的食物、饮料，补充他们的大脑能量。终于在接近凌晨2点半的时候，催眠 LV1 经验值+5，催眠 LV1 经验值+4，催眠 LV1 提升为催眠 LV2，潜力点+1。在技能升级的那一刻，凌霄松了口气，取消了催眠效果。宠物们回过神来，确认了一下墙壁上的时钟，然后纷纷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凌霄。离授课结束还有半小时啊，今天就到这吧，接下来让你们多休息一段时间。凌霄轻笑道。话音落下，宠物们愣住了，随即莫大的喜悦充斥了他们的面庞。呜呜喵！哦，凌霄少爷，您今晚是如此的仁慈。哦，见鬼！我对上帝发誓，小黑从没见过像您这样英俊的男人。凌霄，爱你！吱吱吱！客厅里顿时响起了宠物们的鬼哭狼嚎。如果不是房子隔音效果绝佳，老妈珊珊估计都被吵醒了。跟贪玩的小孩子一样，家里的宠物们其实也不喜欢这种强迫学习的感觉。他们不仅精力充沛，而且还静不下心，每天的强制学习是他们最难熬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这还挤占了他们无拘无束的夜生活。得到凌霄的允许后，雪狼犬白金开启了大屏电视，然后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地看起了恐怖片。粉幼猫蜜儿打开了客厅的电脑，熟练地操纵鼠标刷起了舞蹈区视频。多彩鹦鹉采薇滑着平板，乌鸦小黑在他的旁边喋喋不休，充当着背景音跟参谋。至于仓鼠兜兜，他趴在掌上游戏机前，全神贯注地玩起了 RPG 游戏。对于这些宠物而言，凌霄灌注的常识中最让他们喜爱的，可能就是这些娱乐方法了。不仅喜欢电子产品，而且个个都是夜猫子。果然，会堕落的不仅是人。不过，凌霄其实也不好指责他们，毕竟对于催眠授课的暂时结束，他也是充满了欣喜。那么密集的常识灌输，对他来说也是很难受的。凌霄德将脑海里的知识提取出来，全部自己过一遍，然后再一点点传输过去。可以说，学生辛苦，老师更辛苦。要不然，他们也没法短时间变得那么聪明，凌霄的催眠等级也没法这么快提升。回到房间，躺床上，凌霄掏出手机，查看了一下消息。首先是潞州猛男猛女群，里面的消息回复间隔很长，短的5小时，长的1-2天。我任务结束了，你们那边咋样啊？哈哈，挚友，我这估计还得10来天。剑雨也不知道还要多久，
那只 B 级异兽太难找了。同雪女叹息点 JPG， 因为都还在任务中，庄剑雨、凌雪、白闪他们只有在安全闲暇的时候才会碰手机，几乎都在晚上。队伍轮到他们休息的时候，白闪的小队接到的是收集任务，需要特定几种异兽的素材，每种异兽的素材数量也有要求。而庄剑雨、凌雪他们小队也是接到了越位任务，猎杀某指 B 级异兽。任务时长方面根本难以预测，得看他们何时带到目标。唉，凌霄有些遗憾地退出小群，看来这次休假没法跟他们聚一下了。不过按雷鸣队长的说法，最近的越位异兽是真的很多，三大军团似乎有很多队伍都接到了这种任务，甚至还有一些较弱的猎人小队，因为在低危荒区偶遇这些 B 级异兽，遭到了难以承受的袭击。这段时间猎人牺牲的比率提高了。雷鸣队长告诉凌霄，这种情况是某块中危荒区里出现了强大且富含侵略性的魔兽。猎人协会以及三大军团的 B 级干部队伍已经在荒区内展开了全面的追踪搜查，只为了早日消灭那个混乱来源。希望他们早点成功吧。凌霄微微摇头，这种动荡对猎人们绝不是好事，尤其是三大公会外的猎人小队，如果其队长实力不足，碰到 B 级异兽，那就是灭顶之灾。打开赵思雅他们小群，里面的消息可活跃多了，每天饭点定时滚动。林潇潇，方文文还没回来吗？我好担心他啊。还没，但他是蔷薇的，队长实力肯定有保障，别担心。凌霄，看你雅姐的枪帅不？赵思雅手持巨枪点 JPG， 靓仔点赞点 JPG。军队的实习很稳定，安全、修炼、守卫、巡逻、休息，每个人都有着规定的时间安排。顺便一提，赵思雅他们每周能轮休1天，他俩都在安排在周6。前天过来凌霄家蹭了一顿饭，还顺便撸了一遍他家的宠物。凌霄翻动记录，发现在11点后，他俩还发了点消息，明天就是边界清理日，我可以开始宰异兽了。听前辈们说，一些猎人也会帮忙。林潇潇，你要不要过来？来，让你看看雅姐现在的实力。边界清理日，凌霄微微一愣，在猎人网站上搜查了一下，所谓边界清理日其实没有固定的日期，边界的异兽一旦数量密度过高，军队就会组织士兵展开大规模清理战役，将规定范围内的异兽屠杀一空。这个范围在50至100公里不等，主要目的除了保证边境安全外，也是为了让士兵们有与异兽正面作战的经验。毕竟以后许多士兵跟实习生，他们也会考入猎人协会，需要一定的实战经验。而为了降低士兵们的伤亡，协会也安排了一些猎人作为保障，将过强的异兽都宰杀掉。而军队也开放了参加条件，猎人实习生只要经过正规登记，都能自由参与本次的战役。了解完后，凌霄饶有兴致地眨了眨眼睛，随后他在小群里发了表情包：熊猫，您的身份已登记，感谢您支援边界清理战役。背负大剑的凌霄从登记处走出，2名身穿军装的少女正守在外面。那把酷炫的巨枪呢？咋又变成冷兵器了？看着2位友人，凌霄调侃问道。背着巨锤的赵思雅双手环胸，老神在在地解释道：守卫时用军械，但边界清理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正面作战能力，当然得上武器了。守卫时你开过枪吗？凌霄有些好奇问道。当然。赵思雅比了个举枪的姿势，得意道：那些异兽一旦进入射程，我们就能开火。轰的一声，D级异兽就被瞬间爆头。那看来军方的反异兽枪械威力不错，不过如果是 D级高危异兽，估计能反应过来，用威能缠绕硬抗一发，到时就得上别的重武器了。林潇潇，你们行动时间好像比较早是吧？背着剑盾的陈菲菲说道。我们军队是8点才跨出边界。对的，我是7点出发。林霄点了点头，说道：要提前清理掉较强的异兽，保证新兵不会出现严重伤亡，军队给统一报酬200万。这算多还是算少？赵思雅睁着大眼睛问道。不多，算补贴吧。林霄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活动对猎人来说是公益性质，报酬只是意思一下。因为目标是清理较强异兽，军队对猎人的武化水平是有要求的，必须熟练使用威能缠绕，要不然面对那些地级高危异兽，你都打不过，那还怎么给新兵们清场？当然，如果愿意跟随士兵队伍一起出发，那就随意了，只要是猎人都能参与，当然补贴也只有50万。感觉猎人们都好有钱啊！我们小雅雅只有每月3万的固定薪水。陈菲菲叹了口气，一副人比人得死的样子。毕竟你们安全稳定，而且还只是实习生。凌霄笑了笑，说道：怎么样，在军队训练了这么久，实力进展如何？赵思雅、陈菲菲对视一眼，纷纷得意地扬起了下巴。让你见识一下雅姐的威严，看好了。凌潇潇，在凌霄好奇的眼神下，2人握起双拳，开始运转起体内的威能，喉咙里发出了低吼声。哈！星号2。10秒后，一缕微小的灰色气焰漫了出来，裹住了他们的双拳，犹如轻薄的纱罩一般。怎么样？已经憋得满脸通红的2女对着凌霄勾起了嘴角。不错。凌霄笑着点了点头，很宽容地给出了赞赏。本只会冲赢的2人，现在能接触威能缠绕，真的已经很可以了。毕竟实习还不到1个月，在军队的新兵当中，他们应该算顶尖的一批。明年军队实习结束时，这2人肯定能熟练使用缠绕，甚至拥有着地级破格的实力。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6点30分。我先去集合了。凌霄挥了挥手，轻笑道：等危险异兽清扫结束，我再根据定位找你们去。边界出口，一大批猎人齐聚在这里。有协会的官方猎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深蓝作战服，数量很多，估计是猎人协会给的正式任务。
而其他军团亦或是普通小队的猎人，大家的作战服风格各异，有些 C 级猎人甚至还只穿着日常服装。毕竟边境的异兽不强 ，C 级异兽可谓少之又少，对他们来说实在没啥压力。在人群的最前方站着一位身穿军官制服、面容坚毅、眼神深邃的男人，他腰杆笔直，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喊道：“我叫楚训，军队中校，感谢各位猎人的相助。因为最近荒区过于混乱，越位异兽频繁出现，本次边界战役，军方决定将清理范围扩大，定为120公里。为了边界的安全，这次真的辛苦诸位了。”楚训中校敬了个军礼，继续说道：“现在各位的路线分配已经发到了你们的手机上，目标是清理 D 级高危乃至 C 级异兽，剩下的交给军队新兵就行。”楚训中校扫视着猎人们，沉声告诫道：“虽然边界区域异兽的强度数量不高，但还请小心谨慎，互相合作。荒区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果发生意外，出现了过强的 C 级异兽，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向军方支援，我会过去解决。”没有猎人质疑这个男人的话语，军方校官其实就相当于 B 级猎人，在这边界荒区根本没有能反抗他的异兽。边界开启了，军方的战车可以随意使用，但绝大多数的猎人都选择徒步前进，又不需要收集素材，范围也才120公里，开辆战车不是徒增累赘吗？包括凌霄在内，所有的猎人一冲而出，化为道道黑影，奔向指定路线。后方搭乘着楚训中校的战车匀速前进，应该是想开到中心地区，方便他快速赶到支援。背负着大剑的凌霄以散心的心态，慢悠悠地奔跑在荒区上。路上的普通地级异兽，他直接当成空气忽略掉了。在凌霄的附近，有近10位同行的猎人，是跟他同一条路线的。3位 C 级，其余都是 D 级资深猎人。此时，他们正对着凌霄投以了相当好奇的眼神。留着垂耳短发、面容清秀的 C 级女猎人一边奔跑一边问道：“小哥，你是今年的新人吗？”“不是。”凌霄摇了摇头，轻笑道：“我只是实习生。”“实习生？”听了他的话，在场的猎人们都愣了一下，纷纷用惊异的眼神看着凌霄。实习生就能猎杀 D 级高危异兽？留着大光头的 C 级猎人嘴角抽了抽，像牙疼了一般说道：“你小子肯定是3大军团的人，而且还是重点人才。你说的保守了。”一头卷发、面容有些凶悍的猎人开口了。他瞥了一眼凌霄的大剑，骤定道：“他是军团的预备干部，而且还是异能使。”“什么？”猎人们纷纷张大了眼睛，用看着真兽的眼神盯着凌霄。凌霄轻轻地笑了笑，倒也没有去否认什么。这名卷发猎人实力最强，有 C 级高位，同时也是眼界最好的，一眼就看出他的武器是2级合金。能在实习期间就拥有2级合金，那肯定是3大军团的异能使，几乎不存在例外的。我想好好锻炼一下自身实力，所以这次不会使用异能。凌霄对着诸位猎人礼貌问道：“前辈们，待会能多留几只异兽给我练手吗？”诸位猎人们互相对视一眼，随后无所谓的点了点头：“都行，反正我只是来散步的。”哈哈哈，正好能看看军团天才的身手如何。凌霄小哥，你不介意我们围观吧？这种公益性质的战役，对非官方猎人们来说，其实就是散心凑热闹的。毕竟异兽强度不高，而且没有严格任务要求，甚至连素材都是由军方统一收集。大家对于战斗都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好的，感谢各位前辈。凌霄笑着道谢后，将视线放在了1公里外的位置。边界的异兽数量确实变多了，这还不到10公里，就已经出现一只 D 级高危异兽了。在猎人们疑惑的目光下，凌霄停下脚步，取下了大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众人顿时恍然。猎人们的眼神是很敏锐的，刚才只是把注意力放到凌霄身上，没有去特意观察远处的情况。凌霄也没有，但是他那夸张的威能探知早就锁定了异兽的行踪。看着凌霄举起大剑，猎人纷纷停在原地，饶有兴致观望起来。在他们的预期里，凌霄接下来要提前准备好状态，使用充盈让自己的身体武器缠绕威能，然后再冲上去和那只 D 级高危异兽厮杀。但情况跟他们想的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深灰色的威能焰杀确实爬上了大剑，可突然间他却收缩了起来。嗡，巨能 LV1 经验值+6，巨能 LV1 经验值+5。深灰色的光芒在暗色大剑上不断的膨胀、收缩、凝聚，好像一团时闪时暗的光团。在刚见到这凝缩光团的时候，包括几位 C 级猎人在内，大家的眼神都是疑惑的。这是啥？威能缠绕的特殊手法。可是当那光团越加成型时，所有人的身体都僵硬下来了。大剑上能量波动的急速提升，在场的猎人们都隐隐察觉到了那溢散出来的威势。虽然只是稍微的感受到，但这已经让他们头皮发麻，全身鸡皮疙瘩泛起。生命的本能在提醒他们，一旦这能量爆发，所有人都得死。喂，实习生小子，卷发 C 级猎人直直的看着凌霄，声音略显颤抖的说道：“你到底在搞些什么？”“放心，前辈们，我一定能击败那头异兽的。”凌霄比了个自信的大拇指。没有人担心这个。星号众人的嘴角都扭曲了，但很可惜，他们内心的怒吼没能喊出口。在猎人们惊恐的目光下，凌霄笑容爽朗的举了大剑，然后猛然挥下，噗轰！光之洪流喷涌出之时，所有人的神色都呆滞了，因为那可怖的能量波动，猎人们的身子在不自觉的发颤，他们的眼睛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深灰色的光狂放奔涌，将那一脸无辜的异兽吞没，继续前进，然后粉碎了沿途的一切。听着后方那激烈游戏语音，女秘书官握着方向盘，面无表情地开口道：“中校，请不要在战车上玩手机游戏，别那么严肃。阿烈，现在又没啥事，我闲着也是闲着。”
那位身穿军官制服、眼神深邃、面容坚毅的中校储训，此时正横躺在战车座椅上，双手点击手机屏幕，手指画出了残影。如果被猎人们看到了您现在的模样，他们一定无法付出信任，请端正您的态度。本来就没我啥事啊。慢慢的坐起身子，中校储训无奈道：这边界荒区 C 级异兽都没多少，那些猎人能轻松搞定的。我在这只是起到保险作用，正常情况下我一整天都不用出手，但也有不正常的情况。女秘书官目视前方，淡淡说道：您不是总说荒区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说是这么说，但那只是场面话。储训挥了挥手，笑道：概率太小了，这几年来边界清理还没发生过。扑轰！数公里外，强悍的能量波动传入了中校的感知神经，让他瞳孔猛然一缩。这股能量强度已经达到了 B 级，对他都能产生威胁。你看情况跟过来。是。唰！车内瞬间拉开，中校储训化为一道蔚蓝焰球，划破天空。该死！没想到有 B 级异兽敢靠近边境，他是蠢到了什么地步？储训眼中闪烁着怒火，没想到这种10年不遇的情况真的发生了，而且还被他碰到了。他全力地释放着蓝炎，速度已经抵达了数倍音速，以最短的时间赶往现场。轰！几秒不到，蔚蓝流星坠落于地面，森蓝的火焰炸开，附近的土地、石头、树木上都凝出了一层浅蓝结晶。降落于能量波动爆发的现场，储训目光一扫，却没有发现异兽的身影。这批猎人也看起来好好的，身上没有伤势血迹。此时，因为他的突然赶到，所有人都把目光投了过来，而且神态感觉有些木然。中校储训眉头一皱，果断问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异兽呢？异兽！猎人们面面相觑，表情有些茫然。随后，实力最强的卷发 C 级猎人伸出手，指了指某个方位。如果您说的是那只 D 级高危异兽，那他已经死了，骨头都不剩了。不，我说的是 B 级。储训的话语卡壳了。顺着猎人指的方位，他在荒区中看到了一条奇怪的通道，它宽约 1.5 米，长度不知。在这条通道的正前方，草丛、巨石、树木，所有的一切全都消失了，犹如有某种东西贴着大地的面颊，在上面离出狰狞的疤痕。远处的空地上有着点点密集的血迹，似乎鲜血不是流淌于地，而是化为血沫漫天洒落。而异兽的尸首就好像蒸发了一般，消失不见。将视线收回，中校储训看向了通道的最前方，那里站着一位手持暗色大剑的年轻人。此时他正挠着脑袋，满脸无辜地看向这边。中校储训深吸了口气，对猎人们问道：给我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停靠的军官战车内，储训中校揉着脸庞，语气疲惫地总结道：也就是说，为了修炼从威能凝缩技巧，你对着一只的 D 级异兽释放了能威胁 B 级异兽的能量洪流。凌霄捧着秘书官姐姐给的一次性茶杯，略显尴尬地说道：那个效果其实还不错。那只是 D 级异兽。储训中校揉了揉眼眶，着重道：那只是 D 级异兽啊。孩子，他是遭天谴了吗？竟然会有人用那种招式对付他。凌霄抿着热茶，明智的没有接话。储训中校默默地看着他，甚至连秘书官姐姐看他的眼神都相当怪异。哎，储训叹了口气，说道：你那招式是从狂剑谋飞那学的吧？是的。天才，你是哪个小队的？名字呢？雷鸣小队。凌霄。雷鸣？果然是狼群的。中校储训接过秘书官的平板，略显好奇地查了起来。几秒后，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等等，你是实习生？对的。凌霄点了点头。储训中校的眼角抽搐，而那秘书官姐姐看着他，眼神已经惊悚了起来。狼群今年是招到了什么怪物？储训神色复杂的摇了摇头，掏出手机。算了，我直接找你队长聊一下吧。雷鸣队长，凌霄是你队员吧？对，咋了？他来参加边界扫荡，对着一只 D 级异兽释放了狂剑谋飞式的蓄能攻击，强度绝对抵达了 B 级。是吗？真有他的风格。卡通萌妹点赞点 JPG。这一瞬间，中校储训感觉呼吸都有些不畅了。他出任务时也这样吗？对啊，这也太损耗能量了。在荒区这么浪费，遇到紧急情况该怎么办？他能使用几次这种攻击？你这个队长为什么不教育制止他？在储训中校的记忆里，雷鸣队长应该不是这种冒失的人才对。我也不知道他能用几次。啊？他用光炮劈了一路，威能也还很充足，我就随他便了。卡通萌妹挠头点 JPG。啥玩意？储训中校抬头看向了凌霄，只见这个年轻人正乖巧的喝茶，脸上写满了清澈纯真。储训沉默了一会，继续发起了消息。总之，他招式威力太大了，不能在边界练习，要不然会吓跑给新兵实战的异兽，甚至连猎人们都会慌乱不安。我先让他停下，等边界清理结束，再带他去荒区作为弥补。安全方面由我保障，你那边同意吧？可以啊，凌霄同意就行了。而且只要不深入中微荒区，他其实不太需要保护的。储训有些没搞懂雷鸣的意思，哪怕是顶尖的 C 级猎人，没有照应，在低微荒区独自游荡也是很危险的，那又不是边界。尤其是现在外面还有一些 B 级越位异兽。但雷鸣队长没有继续往下解释，反而抛出了另一个话题。对了，军方不是要训练新兵吗？我这边有个建议。你说？你们可以试着雇佣凌霄，他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惊喜。具体的你自己问问他。中校储训抬起头，和凌霄默默地对视了起来。边界关口，成队的士兵站列成排，井然有序。他们身穿统一的蓝色作战服，年龄各异，有资深战士，有新手士兵，有实习生，有社招青年。
此时，他们手持武器，目不转睛地看着关口，那坚毅的眼神中藏着一丝紧张、焦虑，这种情绪在那些新人上面尤为明显。毕竟接下来就是与异兽正面作战了，不是依靠军方机械，而是手中的兵刃。对手也是真正的地级异兽，正常情况下，他们都是能使用威能缠绕的。若是单打独斗，除了那些资深战士，估计大多数新人士兵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面对这种强敌，士兵们当然免不得紧张。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本次的边界清理战役延时了。这种突然变更安排的情况很少见，军方士兵们有些疑惑，难道本次高危异兽太多，猎人们的清扫工作出现困难？不过，身为战士的基本素养，所有人都耐心等待，没有出声询问。终于，在9点多的时候，边界大门打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穿军官制服的男人，他走到士兵们面前，沉声宣布道：“本次边界清理战役不采取小队协作机制，每个士兵都将独自面对异兽。”此话一出，战士们纷纷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独自面对地级异兽，对于新人士兵来说，这简直是九死一生。当然，不是要让你们去送死。中校楚训勾了勾嘴角，说道：“先跟我走。”跟随着中校的脚步，士兵们踏出边界。随后，他们便看到了，在边界右侧数百米外的位置，徘徊着大批的异兽。它们形态各异，威势凶悍，数量至少有大几百只以上，多到让人感觉窒息。甚至还有一些地级高危异兽。本次军方请了某位异能使，对所有异兽实施了催眠，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看着士兵们的面庞，中校楚训脸上浮出了狂放的笑容。接下来，不管是精英战士还是普通战士，你们都将挑战实力强于你们的对手。当缠绕着薄纱的兽爪挥下，恐怖的巨力在合金灵盾炸出了环状的冲击波。手持剑盾的陈菲菲此时面色紧绷，在异兽的攻击下艰难反抗。而在后方的边界处，浑身无力的赵思雅坐在地上，补充水分食物，稍微消毒止血，然后就开始进行威能提炼。少女淤青伤口密集，但都没有致命伤。这并不是个例，实际上在边界处有一大批的战士们席地而坐，他们都只接受了军方的简单治疗，就开始进行威能提炼，快速恢复体力跟威能。这些人都是刚挑战过异兽的战士，而且90%以上都是落败方。一旦对战异兽落败，别的战士就会进行接力，像车轮战一样继续与那只异兽搏杀，而落败的士兵就在后方休息，等状态有所回复，再继续进行挑战。精英士兵对决地级高危异兽，新手士兵对决地级异兽，所有人都胜算渺茫。在这种全力以赴的战斗下，战士们的实战能力也得到了最快速度的成长。赵思雅，你说那位强大的异能使是不是就在那道光柱下的战车里？正在接受治疗的女战士转过头对赵思雅搭话道。没错，赵思雅微微颔首，面无表情地说道。她现在应该在里面喝茶玩手机，变着法子消磨时间。噗！女战士眼帘弯起，笑道：“人家可是大人物，哪有你说的那么闲？”赵思雅能够催眠这么多异兽，那位异能使至少是 B 级猎人，在女战士眼里，这跟中校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这逻辑并没有毛病，也是大多数战士们的想法。但前辈赵思雅转过头，嘴角歪出邪魅的弧度。这个大人物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女战士坐在中校的战车内，凌霄喝着热茶，吃着零食，还顺便玩着手机。他的双瞳闪烁着月白色光芒，2米宽的光柱时不时落下，化为白色的光圈，扫向不远处的异兽群。催眠早就完成了，现在只是在补偿他们脑内的异能粒子，不要让催眠效果消失。在得知凌霄拥有类似粉堂队长的能力后，那位楚训中校面露狂喜，立马拉着凌霄试验了起来。因为催眠等级已经升到 LV2， 再加上王座的增幅，面对这些地级异兽，凌霄催眠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完全不费功夫。毕竟指令很简单，就是些集合、不准下死手之类的。在确认了凌霄的能力以及他大致的能量储备后，楚训中校立马表示要雇佣凌霄1天，请他帮军方训练新兵。报酬，楚训表示会竭力帮凌霄向军方争取，他还打包票，绝对不低于3000万，不够他来补。凌霄接受了，既然没法刷技能 LV1， 那就随便刷催眠 LV2 吧。毕竟来都来了。凌霄跟中校可是在边界区域飞了2个多小时，几乎把指定清扫区域都逛了一圈，碰到的异兽全部催眠，包括那些地级高危异兽。虽然因为指令简单，经验值给的并不多，但凭借着那庞大的异兽数量，凌霄硬生生的让催眠 LV2 从 0.1% 升到了 5.2%， 可以说相当的辛苦了。当然，做了那么多重复工作，凌霄也得到了意外收获，那就是哪怕不通过听觉、视觉之类的五感，他也能让异兽陷入催眠状态。他借助的是异兽的能量探查神经，只要有异兽探查到了凌霄的能量波动，月白粒子就会侵入对方感知，将对方催眠。同理，幻境也可以。这种感知侵入方法，幽鬼副团长有介绍过，但凌霄以前根本做不到。现在能成功，估计是因为技能等级提升了，亦或是他月白粒子的使用熟练度变高了。这种方法的成功，对凌霄而言是巨大的提升。毕竟，一般来说，实力越强的异兽，探查神经越是敏锐。现在，在凌霄这里，这强大的感知能力反而成了双刃剑，让他们更容易坠入凌霄的幻术之中。当然，遇到了例外也没关系，凌霄这边有技能当扩音喇叭，就跟对付地级异兽一样，你感觉不到，那就硬塞进你脑袋里。围棋 LV3，经验值加33。跟职业7段的强者下了一盘后，凌霄收起手机，再次调整了一下静态威能结构。转眼间，他的能量波动从 D 级顶尖变成了 C 级普通。当然，扩音效果不能丢，必须喂到那些地级异兽嘴里，让他们也能轻松探查到。
技能 LV1，经验值+8。你这威能波动是真的多变啊！身穿军官制服的男人回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那位秘书官姐姐。中校，您那边忙完了？凌霄问道。士兵的实战训练有条不紊，异兽均没有出现脱离掌控的情况。中校楚训注视着凌霄，重重感叹道：虽然只是地级异兽，但数量那么庞大，你竟然还能控制住，这实在难以置信。你的能量储备跟精神强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 B 级猎人。过奖了，过奖了。凌霄谦逊地摆了摆手。算了，中校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你的酬劳我已经申请下来了。金钱报酬是？楚训张开右手，笑道：5000万。这么多？凌霄微微张大了眼睛。对，这相当于 B 级猎人一次任务的平均所得。中校楚训看着凌霄，继续说道：以后每次边境清理战役，军方都会向你发出雇佣申请，报酬都按这个来，一天就5000万。楚训略显感慨地说道：对于军方来说，这种能力实在适合练兵了。以前荆棘蔷薇的粉堂队长也被邀请过几次，但他无法像你一样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操控。凌霄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粉堂队长是正常的 B 级猎人，他不仅没有王座增幅，而且所有消耗都来自他身体储备的能量。而异能使就赖皮多了，不仅能使用王座的储备能源，还能同化空气中的威能做到消耗补充。当然，这也跟凌霄王座规模有关。催眠 LV2 的潜力点他加到精神上，现在已经达到了41点，那一望无际的10月是他肆无忌惮消耗的资本。对了，除了金钱报酬外，我还给你申请了通行许可。楚训指了指凌霄的手机，笑道：你确认一下，应该挺有用的。凌霄微微一愣，打开自己的猎人主页，姓名凌霄，权限实习生，通行许可。这个是？你不是要修炼那个招式吗？中校楚训勾了勾嘴角，说道：那种夸张的威能放出，破坏力太大了，根本不能在人类境内使用。是的，你可以去荒区训练，但实际上，楚训看着凌霄，笑道：实习生跟地级猎人是不允许独自前往荒区的，必须有更高级猎人陪同。真的吗？凌霄完全不知道这事，这是几十年前就出台的规定，但知道的人不多。楚训微微颔首，说道：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哪怕在低危荒区也是有 C 级异兽存在的，地级猎人独自前往荒区跟找死没什么区别。确实，哪怕是最安全的边界区，也有可能游荡着 C 级异兽。如果真让地级猎人、实习生乱跑，那猎人的死伤率估计得狂飙了。也就是说，凌霄抬起头看着中校道：现在有了这个通行许可，我可以自己前往荒区了。对的，楚训点了点头，道：之所以给你申请这个，不仅是因为雷鸣队长的担保，还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你的能力。中校楚训感叹似的说道：那种强度的催眠效果以及那能量储备，只要不碰到 B 级异兽，你确实可以在低危荒区闲逛了。其实普通的 B 级异兽对他也没啥威胁。当然，这种话凌霄没有傻傻的说出口。感谢楚训中校。小事。楚训中校笑了笑，接过秘书官递过来的热茶，说道：对了，等今天战役练兵结束，我带你去一个荒区，距离不远，也比较安全。而且楚训挑了挑眉，笑道：非常适合你练习能量凝缩。凌霄，4天后，荒区距离边界仅200多公里，这是片一望无际的绿地，青草鲜花遍布，花香莓果香满溢，但却没多少人敢于迈入其中，只因为里面的植物实在太诡异了。那些碧翠的绿草高度达到了2米，它的叶子不够扁平，似蔓藤又似海藻，哪怕没有风，它们也在诡异的弯折晃动，犹如一团团绿色的蠕虫一般。而在那蠕草之下，则隐藏着许多生物，有狂野绽开的巨花，它的花瓣犹如尖牙；有接着鲜甜野莓的怪草，它的叶子锋利如剑。各种虫类、蛇类、异兽在内部窜游，它们的颜色鲜艳无比，似有着难以想象的剧毒。蠕草尽从，一个让绝大多数猎人小队感到恶心的地方。那些2米长的蠕草是一种植物类型的半异兽，它们没有太多自我意识，但会不自觉地缠绕踏入其中的外来者。那种蠕虫般的掌叶十分坚韧，普通 C 级猎人的威能斩击也最多只能展开几十米左右的空地，但这片蠕草尽从有10几千米深，而且它们的再生能力还很强，半天不到就能长回原样。想要抵达对面，要么绕个大弯，要么由数名强悍的 C 级猎人不计较能量消耗，强行轰出一条通道。战车可不能在中途停下，要不然里面的植物、毒物异兽会让猎人小队感觉头皮发麻。而这个令大多数猎人所痛恨的地方，这几天却迎来了一位勤劳的修草工。扑轰！深灰色光炮在奔涌，在那能破开 B 级异兽防御的能量洪流面前，这些坚韧的蠕草此时却显得如此脆弱不堪。它们破碎成粉，飘荡于大地，连隐藏在下方的各种植物、毒物异兽也一起遭受了灭顶之灾。一条笔直的通道出现了，它有 2.5 米宽，通向了禁丛之外。在这诡异的蠕草地，它显得如此有安全感，犹如一条明媚的阳光大道。哦，星号看着这条大道，2个小队的猎人们眼睛瞪圆，嘴巴都合不上来了。随即他们默契地弓下腰杆，对着前方的年轻人喊道：感谢大佬。星号不是大佬，我只是实习生。凌霄嘴巴抽了抽，有些无奈地说道：不，猎人实力之上，你就是大佬，牛逼啊！真把蠕草尽从劈开了。本来以为朋友是唬我的，没想到真有大佬在开路。军团的实习生都这么猛的吗？你蠢啊，都像凌霄小哥这么屌，那姜文龙不得给那些军团长洗脚。2辆战车开进了蠕草尽丛，沿着凌霄劈出的通道一路畅通无阻。凌霄摇了摇头，
深感最近遇到的猎人小队越来越多了。经过楚训中校的介绍，凌霄这发现了这块宝地。他最近每天都跑到这里，用聚能光炮给这些小可爱们修头发。这种如草的根茎扎得非常深，只要不彻底挖掘清除，就无法阻止它们再生。凌霄对着这些如草刷聚能 LV1， 每次光炮放出，2米高的草丛粉碎，一条笔直宽敞的通道就显现出来。这让凌霄有种莫名的喜悦、成就感、收获感、破坏欲，也许都有吧。就好像时拿着一根笔直木棒对着油菜花田挥过一般，这种快乐弥补了刷经验值的枯燥，让凌霄对着除草工作乐在其中。偶尔遇到想要通行的猎人小队，凌霄也是乐于助人，当即为他们轰出一条安全的通道。然后也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那些原本打算绕行的队伍也跑到这里。已经轰开的通道他们不走，就是待在旁边，满眼期待地看着他展示一件除草，只走那条最新鲜的通道。而且这数量越来越多了，凌霄很是怀疑，某些猎人根本不需要通过如草进丛，只是过来看热闹的，甚至还有人要跟他合影。虽然不会影响他的修炼大计，但凌霄的内心还是略微有些复杂，有种街头表演被大家随便白嫖的感觉。看了下经验值，聚能 LV1 99.9%， 算了，接下来休息几天吧，再这样下去，他都要变成猎人眼中的驻点 NPC 了。嗡，凌霄手中的大剑绽放出了光芒。聚能 LV1 经验值+6，聚能 LV1 提升为聚能 LV2， 潜力点+1。在技能等级提升的一刹那，大剑上的威能以极其恐怖的频率刷新了起来。如果说以前他的刷新速率是 0.04 秒不到，每次压缩的能量份额是10，那现在凌霄的刷新速率已经接近 0.02 秒，每次压缩的能量份额则有20以上。仅仅1秒多的时间，凌霄大剑上的能量已经极其恐怖的规模，甚至还能继续提升。叮咚，扑轰，深灰色光炮喷涌而出，随着大剑的横掠，这道恐怖的光流犹如一柄10几千米长的光剑一般，在如草茎丛中剔出了巨大的扇形，所过之处只剩下光秃秃的地面。对于如草茎丛的惨状，凌霄看都没看。他打开手机查看了一下消息，是雷鸣小队的群里传来的，所有人，猎人协会发来支援任务，明天立即出发。收到请回复。凌霄点击屏幕打了个表情包。猎人协会的战机划破天空，带着长长的气焰。因为任务紧急，雷鸣小队没有开战车，而是被官方直接空运过去。这次求援的有2支队伍，一个是我们狼群的疾风小队，一个是蔷薇的爆炎小队。战机上，雷鸣队长向小队成员说道，他们都在执行越位异兽的猎杀任务，但情况出现了一点意外。异兽强度太高吗？屠刀孙克皱眉道，不是。雷鸣摇了摇头，表情怪异的说道，无论是疾风队长还是爆炎队长，都是实力强大的 B 级猎人，他们追杀的魔兽虽然难缠，但都在能应付的范围内。但问题是，雷鸣停顿了一下，说道，那2只魔兽，一个在腐坏山，一个在枯岩丘。腐坏山、枯岩丘。双剑乐素心查了查手机地图，眼中浮出一丝惊诧。好近，这2个地方距离不到20公里。对的，雷鸣微微颔首，说道，因为猎人的追杀，这2头魔兽巧合的碰面了，然后他们竟然联合在一起。队长双手一摊，苦笑道，那2个小队就打不过他们了。包括凌霄在内，雷鸣小队的众人脑袋上浮起了问号。真他娘的臭狗屎！喊出这种粗鄙之语的是一位身材娇小、面容精致的女孩。她身高不足1.6米，扎着2条高高的双马尾，垂及臀部，发丝赤红，犹如烈焰一般。此时，她额头冒起青筋，艳红双瞳死死地盯着数公里外的小山，里面似乎燃烧着滔天的怒火。那2个鬼东西就真的围起了，跨物种爱情是吧？这都几天了，还不分开？混账玩意！老娘真想把那臭龟的卵子掏出来，塞进那只烂鸟的肛门里，看他们能生出什么奇葩物种。爆炎队长，魔兽可不傻。留着暗青色碎发、面容清秀的男人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地说道，他们知道自己被追杀，分开就是死，在确认安全之前，他们肯定会一直待在一起的。你还是休息一会，等待支援到达就好。疾风，你小子忍得住吗？爆炎队长握起了拳头，咬牙道，那2个狗玩意分开啥都不是，合一起就敢站我们脸上拉屎了，你不想先给他们来上几刀出出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疾风队长温和笑道，土岩巨龟掌握着黄盾异化，虽然攻击力弱，但在物理、能量防御上却是相当上位的能量粒子。死焰秃鹫身子较弱，但它能驱使死焰能量，这对生命的杀伤力实在太恐怖了。他们联合在一起，短板就消失了。疾风队长揉了揉眉头，轻叹道，我们运气不太好，竟然碰到了这种奇葩情况。如果没有烂鸟妨碍，那只乌龟的防御我绝对能轰开。双马尾队长瞪着眼睛，语气里满是狂躁。爆炎之女，荆棘蔷薇资深 B 级猎人，破坏力强悍，能量储备也非常雄厚，在猎人当中有着岩爆轰炸机的美称。只要给他足够时间，哪怕是土岩巨龟的防御也会被他彻底炸烂。也是因为如此，猎人协会才会让他来讨伐越位的巨龟。但死焰秃鹫的攻击还是很不好躲，不是吗？疾风队长指了指自己，笑容惭愧地说道，而我虽然比较灵巧，但面对土岩巨龟的防御，我的异化实在太轻柔了。他的锋刃狩猎死焰秃就是足够了，但想攻破巨龟的黄盾，那恐怕能量耗尽都做不到。爆炎队长双手抱胸，右脚烦躁地点起了地板。我听说一些风系猎人强到可怕，能轻松切开 B 级高危异兽的防御，为啥你小子做不到啊？风系异化也是有区别的。疾风队长耸了耸肩，笑道，等我以后能变成 A 级猎人，应该就能做到了。那你是真的能熬？等等。爆炎队长皱了皱眉头，说道，那只臭龟是不是又想跑路了？
看来是的，疾风队长的双瞳闪烁着暗青，表情严肃了起来。必须再给他点压力，要不然不知道又得跑哪去了。数公里外，耸立着一座高度超过15米的龟壳，它通体土黄，大致呈椭圆形，长度在30米以上，宽度接近20米，形状犹如一座小山一般。此时，这座小山龟壳的末端巨孔中探出了一个圆滚的鸟头，它没有毛发，鸟喙长且灰黑，皮肤发青，满是疙瘩，像皮包骨一般附在圆头上，给人一种骷髅死灵的感觉。骷髅鸟头四处转动，淡青色的眼珠里燃烧着灰黑色焰火。10分钟后，死燕秃鹫从巨龟壳中钻出，踏上了小山顶端。它的身高仅有2米，羽毛少且凌乱，黏糊发浓，散发着腐败凋零般的气息。嘎嘎！随着死燕秃鹫尖锐刺耳的叫声响起，土岩巨龟从龟壳中探出脑袋与肢尾。它的头颅呈灰黄色，鳞角分明，犹如巨石雕塑一般，四肢粗大，尾巴很短，皆覆盖着厚实的鳞甲。四肢落地，龟甲小山动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匀速往前方移动。轰轰轰！土岩巨龟想要逃离了，但2位猎人队长已经提前做好了阻止的准备。数百米的高空，深灰色的气焰从2位 B 级猎人身上流出，在空中形成大片的结晶踏板，搭载着他们的带过来帮手。小雪，准备好了吗？爆炎队长转过头，对着自家实习生问道。可以了。黑发飘飘的少女面无表情，双瞳中蓝白闪烁。她的右手高高举起，一团10几米宽的蓝色光球高悬于空，散发着骇人的严寒。我这边的孩子也可以了。疾风队长笑了笑，对眼前的长发男子说道：你先攻击出巨龟的能量黄盾就好。剑语明白，长发男子睁开了琥珀色的双瞳。他的身周一柄30米长的玄黄器剑开始调整角度，将剑尖对准了下方的巨龟。随后，轰！仅半米宽的王座光柱降临，些许能量粒子爬上了光剑，让其更加凝实，更加具有威势。做完这些后，庄剑宇右手一挥，唰！犹如有无形的巨人在投掷一般，30米长的玄黄光剑化为流光，瞬间跨越了数百米距离，直直刺向异兽的头颅。轰！强悍的玄黄光剑炸裂，巨大的冲击波响起。在异能使全力的攻击下，下方的土岩巨龟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连身子都没有晃动一下。宝石切面般的光盾凝聚在他身周，呈土黄色，给人一种大地般的厚实感。没有确认战果，在玄黄光剑投出的一刹那，林雪便降下了自己的王座，跟庄剑宇一样，仅有半米宽。但王座能量的增幅确实让他的极寒光球变得更加骇人。现在，这蓝白光球坠下了，砸在了那土黄光盾的上方。噗轰！蓝白色的能量风暴炸开了，那恐怖的极寒犹如要冻结一切般疯狂蔓延。这次土黄光盾依然毫发无损，但一层轻薄的冰霜爬在了盾面上，似乎连能量都能被那极寒所冻结。虽然很轻微，但 B 级巨龟的护罩确实被削弱了。哈哈，干得好，小雪！爆炎队长可爱的脸蛋上露出了相当狂野的大笑，犹如火山喷发一般，赤红色的能量从他体内迸出，流入了他手中的红色骑士枪中，将巨大的骑士枪对准下方。双马尾队长发出了怒吼：给老娘死吧！噗轰！犹如开炮了一般，赤红色1米宽的火球从天空坠落，瞬间击中了土岩巨龟背部的光罩，然后绽放了巨大的爆炸。轰！恐怖的火球炸开，熊熊烈焰狂猛喷涌，在盾面爆出了数十米宽的火焰星星。剧烈爆炸产生了硕大的蘑菇状气云，强悍的冲击波刮起大风，吹飞了附近的山石小树。爆炎队长没有停下，他的骑士枪仍对准了巨龟。哈哈，死吧死吧！在那清脆的狂笑声中，赤色能量再次汇聚。噗轰！噗轰！噗轰！不到2秒钟，10颗火焰炮弹接连轰落，土岩巨龟的位置，放眼望去，全都是赤红的烈火。风刮了起来，疾风队长没有取下背后的大剑，暗青色的凝实龙卷从他的手中释放，飘向下方的巨龟，逐渐放大，卷起了那4漫的赤红能量。呼呼呼！接近40米的火焰龙卷拔地而起，它笼罩了巨龟，伴随着卷风，赤色的烈焰在土岩巨龟身周盘旋，不断消磨着光盾的能量。这次巨龟停下了脚步，似乎感觉到了危险，它身子4肢缩入壳内，土黄光盾瞬间内缩小了一圈，也变得更加凝实高亮。这是土岩巨龟的避险模式，只要回到壳内，它的防御光盾强度将大幅度上涨。而在火焰龙卷形成的一刹那，站在顶部的死焰秃鹫瞬间扬起了头颅，淡青色的眼珠里灰黑色火焰大大燃起。你们快跑！操控着火焰风暴的疾风队长发出一声大吼，爆炎队长立马拉起了2位实习生，火速撤离现场。轰！一道道灰黑色光柱从死焰秃鹫的口中喷发，带着腐坏衰竭的能量波动，直直掠向疾风队长。咻咻咻！虽然异兽的攻击很密集，但疾风队长更加飘忽敏捷，暗青色的能量裹住了他的身体，在空中不断闪烁，与那些致命光柱擦肩而过。死焰秃鹫很快发现了对方的难缠，他脖子一转，盯上了那几道较慢的人类身影。唰！他猛然挥动翅膀，上百根能量羽刃爆射而出，它们呈灰黑色，上面漫着淡淡的焰煞。突突突！尼玛的！看着那高速奔来的密集焰雨，爆炎队长咂了咂嘴，拉着2名实习生猛然往下坠去，竭力躲过了异兽攻击。但很明显，死焰秃鹫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嘎！灰黑色烈焰从异兽口中迸发，往爆炎队长那急速奔涌。被诡异的焰蛇漫过，草地枯黄糜烂，树木腐旧破裂，甚至连沿途中的几只地级异兽都瞬间化为了腐坏的烂肉，脓水显露着森森白骨。没有犹豫，拉着2名实习生的手臂，爆
爆炎队长化为火焰流光，再次升到了空中。轰轰轰！如同攻击疾风队长一般，死焰光柱接连从异兽口中迸发，不断的轰向空中的猎人。虽然距离较远，但爆炎队长可远不如疾风队长那么灵活，而且他还带着2名实习生，躲起来可谓相当吃力。狗屎，每次都这么难缠！爆炎队长的脸上满是厌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因为疾风队长需要持续操控火焰龙卷，彻底逼停那只土岩巨龟，带着2名异能使逃跑的任务就交到了他的身上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这2个孩子也会飞，但在这只攻击特化的 B 级异兽面前，还是显得太迟缓了。那死焰秃鹫的攻击，连他都非常忌惮。异能使可不是 B 级猎人，一旦没躲开，那是真的擦到就死，连抵抗都做不到。如果可以，爆炎队长也不想让2位实习生参与这么危险的任务。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2个异能使，逼停巨龟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庄剑宇的全力一击能逼出异兽的光盾，并进行少许消耗。林雪的极寒光球能冻结能量，削弱巨龟的光盾强度。最重要的是，异能使能同化能量粒子，只要经过准备，用提炼法拉下大量威能，不吸入体内，这些都能被异能使同化使用。然后他们只需要降下一点王座能量，就能大大增幅攻击强度。这种攻击简直是白嫖的。不用。虽然主要伤害还是来自爆炎队长，但这2位异能使确实减少了他的能量消耗，这在荒区很重要。要不然他们也无法多次逼停这只土岩巨龟。对方只要脚踩着大地，能量恢复速度就成倍提升，简直恶心的一匹。轰轰轰！边躲边逃，终于就要到对方射程之外了。爆炎队长双臂一张，脸上咧开了大大的笑容，而庄剑宇、林雪此时却脸色一崩，神情中闪烁着慌乱。等等，爆炎队长，剑宇可以自己飞。队长，别，哈哈，你们自己飞太慢了。爆炎队长双手一捞，抓住了2位异能使的后颈，随后像投掷标枪一般，左右全力开弓。轰轰！2位异能使身体先后射了出去，以接近7倍的音速逃离了死焰秃鹫的射程范围。啊！星号2。而在这恐怖巨力的裹挟下，庄剑宇、林雪连反抗都做不到。这种急速已经超越了他们反应能力，无论是冰块还是钢剑，都无法跟上他们身体的飞行速度。2名异能使只能开着全身威能缠绕，面如死灰，眼角含泪，任由身子自由翱翔。按照过去的经验，他们应该会飞出数千米远，然后速度才慢慢减弱。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轰轰！一左一右，2只披着深灰焰衣的手臂拦下了他们。2人身上携带的距离，让那位接住他们的人在空中倒退了数十米，才缓缓的泄力停下。更高的天空，战机声逐渐远去。趴在那有力的手臂上，庄剑宇、林雪神情恍惚的抬起头，看向了救下他们的好心人。那是个极其熟悉的面庞，他穿着深灰战衣，英俊的脸上漫着些许刺青般的艳痕。此时正嘴角含笑的看着他们2个，开口道：“哟，这不是我笑的2位天才异能使吗？多日不见，你们怎么变得这么狼狈啊？”疾风队长将土岩巨龟彻底逼停后，3个猎人小队齐聚在一起，大家的配置都差不多，几个老猎人，1、2个新人，1个实习生。原来支援的是你啊！雷鸣队长、疾风队长脸上泛着笑容，温声道：“有了你和雷斩，我们一定能破开那只巨龟的防御。”不好说。爆炎队长双手环肩，脸色有些难看道：“雷鸣小子的异化是可塑性较强的紫雷，不是暴躁穿透性最强的金色狂雷。他跟我配合，估计也没法快速击破黄盾。那只烂鸟肯定会绝地反扑。”雷鸣队长沉吟了一下，点头道：“虽然我还没亲手测验，但爆炎队长既然都这么说，那结论应该是对的。别看这位爆炎队长看起来像是小孩子，但他可是蔷薇里相当资深的 B 级猎人，任职时间比雷鸣还要早。单论破坏性，爆炎之女的异化在雷鸣之上，再加上他那雄厚的能量储备，在 B 级猎人当中可谓是攻坚好手。那就麻烦了。”疾风队长苦涩笑道：“难道要将 C 级猎人跟异能使都带过去？大家合力轰开试试。”省省吧。爆炎队长撇了撇嘴，咬牙道：“那只烂鸟只要没有马上死，他的攻击能把 C 级猎人全部干掉。”双马尾队长指了指雷鸣、疾风，说道：“就我3个吧，不带异能使了，我们3个 B 级猎人全力出手，把那个臭龟轰成稀巴烂。”好像只能这样了。疾风队长叹了口气，关切道：“爆炎队长、雷鸣队长，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焰秃鹫的攻击，那可是对活物特攻的死焰。放心，我有分寸。”雷鸣微微颔首，说道：“在那只土岩巨龟再次行动之前，你们2个还是先抓紧恢复能量吧。也是，接下来可能是场持久战。”疾风队长无奈道：“那倒不一定。”雷鸣摇了摇头，语气有些古怪的说道：“只是你俩满状态，情况会比较稳妥。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雷鸣小队里破坏力最强的其实并不是我。”星号2。2位队长面面相觑，眼睛里浮出了问号。2个小队的新人都是今年的毕业生，也是江静、阿斌一届的同学。因为这种打 BOSS 任务基本没有他们什么事，一群新人就聚在一起聊天起来。而孙克、乐素星也和几位老猎人攀谈了一会，大致是讨论这次任务的情况，以及待会他们能不能帮上忙之类的。至于凌霄这边，原来如此，凌霄点着头总结道：“你们跟随着队长追杀异兽，然后中途他们聚到了一起，表演起了究极合体技。是他们没有拦住那只死焰秃鹫。”林雪指了指庄剑宇，面无表情的指责道：“巨龟根本跑不快，是那只秃鹫逃了过来，把这次任务搅浑了。那不是没办法吗？”庄剑宇耸了耸肩，说道：“那只死焰秃鹫的攻击太恐怖了，只能由队长独自狩猎，我们根本没法帮忙。
人家异兽也不是傻，打不过当然要跑啊。长发剑仙努力甩锅。我明白了。凌霄双手微抬，安抚两位友人的情绪。然后，你们小队这2天都在尝试快速攻破巨龟防御，但都失败了，只能尽量逼停巨龟。是的，长发剑仙叹了口气，说道。剑羽也每次都有帮忙，但说实话，对于那只土岩巨龟而言，我的全力一击也显得微不足道。我能冻结光盾能量。黑发少女看着凌霄，若有所指的说道。队长说，在削弱巨龟的防御上，我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看着少女那直勾勾的大眼睛，凌霄瞬间明白了她想听什么。于是，凌霄竖起大拇指，语气诚恳地说道：“卧槽，牛逼！”马马虎虎吧。林雪将胸前的发丝潇洒撩于身后，竭力地抑制住那想要翘起的唇角。而庄剑宇不屑一哼，想要反驳，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没办法，这次的打 BOSS 任务，他的作用确实比不过对方。话说，凌霄想了想，问道：“你们的那些大招不是得使用王座能量吗？只要提前同化大量的威能，平时也是能用的。”庄剑宇指了指天上，解释道：“攻击成型后，再降下王座进行增幅，效果也差不到哪去。这样对仓库能量消耗最少。”林雪看着凌霄，略带疑惑地问道：“你也是异能使，难道没试过这方法吗？”还真没有。凌霄眨了眨眼睛，摇头道：“我要么不用王座，要么就完全使用仓库能量。毕竟……”凌霄亮起一排大白牙，笑容灿烂地说道：“王座能量反正也用不完，为啥要做那么麻烦的事情？”庄剑宇、林雪。后续，长发剑仙面容狰狞地仰望天空，一副天道不公的样子。而某位冰雪少女则对着凌霄的胸腹来了一顿拳击按摩，力道相当不错。一阵闲聊过后，凌霄也注意起了两位好友那开挂性的成长。庄剑宇现在的4维，力量23，敏捷22，体质18，精神17，很夸张，尤其是那暴增的体质，应该是那10瓶灵液的效果。至于林雪，那是更加离谱，力量23，敏捷21，体质22，精神17。这2个人除了不会威能放出，力量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 C 级猎人了。如果凌霄想的没错，林雪应该有使用顶级灵液，庄剑宇则没有。至于为啥？因为顶级灵液很珍贵，军团每年只会提前准备1瓶。林雪勾了勾嘴角，眼神里略带狡黠：“你没来蔷薇，那瓶灵液就是我的了。”凌霄尬住了：“尼玛，那剑宇兄岂不是被他害了？”“我其实也有的。”庄剑宇看着凌霄，语气悠悠地说道：“因为某人的缘故，狼群暂时没 A 级灵液了。幽鬼副团长说，现在军团还在物色 A 级异兽，到时宰了就不记我。”“那就好，那就好。”凌霄顿时松了一口气，狼群还是慷慨的，不会吝啬于1瓶顶级灵液。当然，也可能跟他们团长实力有关，毕竟是超 A 级，猎杀天灾异兽应该比其他军团简单很多。其实我还会有1瓶顶级灵液。林雪双手环胸，微笑道：“我爸军团的灵液已经给实习生了，等下次有货，他就从魔都拿回来给我。”“你爸也是 A 级猎人？”凌霄眯起了眼睛。“是啊。”“卧槽，真正的猎3代。”凌霄跟着长发剑仙不禁仰头泪目，没想到林雪大小姐比他们想的还要有能量。不过话说回来，体质属性除了日常的威能提炼外，有灵液可以提升。那精神属性有什么提升方法吗？目前凌霄感觉威能5化对精神强度的锻炼效果最好，其次是异能操纵，再次就是威能提炼。至于为啥威能5化比异能操纵的锻炼效果好，凌霄也不太懂，他只是感觉异能粒子的同化、凝聚、移动，甚至斩击使用都不太消耗他的精神力，似乎只需要他意志传达，他们就自己动了起来。当然，被排除之梦、催眠这种特殊技巧，毕竟这些可不是他异能的真正使用方式，反而是威能5化，需要他用精神力亲自去操控这些威能。以前许若梅老师刚教他威能5化时，凌霄还出现过精神强度不足、能量拖拽吃力的情况。由此可见，威能5化的训练是很锻炼精神力的。但这很明显赶不上灵液提升的体质属性。连庄剑宇、林雪这2位有 buff 的异能使，这么久也才长了一点，普通猎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屠刀孙克的属性是力量31，敏捷31，体质25，精神15，很明显相差相当大。假若孙哥以前精神属性是9，现在修炼了这么多年威能5化，精神也才长了6点。然而雷鸣队长的数值是力量40，敏捷39，体质32，精神29点，差距变小了。哪怕雷鸣队长修行时间比孙克长，也不应该有如此大的提升，甚至还让他的精神强度跟上了体质属性。这其中是有发生了什么？凌霄脑中对比起了2位猎人的属性，发现了2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孙哥威能 LV2， 威能提炼法 LV1 100%，雷鸣队长威能 LV3， 威能提炼法 LV2 77.5%。其中的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这2个技能上。为啥孙克提炼法已经100%了还不升级？凌霄也不清楚。但他接触过的 B 级猎人提炼法等级全都达到了 LV2， 精神强度都在25点以上，没有例外的。以后有空再问问吧。凌霄放弃了思考。就在这时，清脆的少女声传来：“喂，雷鸣小子，你说的就是他吗？”凌霄转过头，看到了雷鸣队长以及留着暗青色碎发、面容清秀温和的疾风队长。“小伙子，你叫啥名字？”凌霄低下脑袋，只见一个赤发双马尾的少女站在他面前，艳红色眼瞳中带着审视与好奇。“凌霄。”暴炎队长微微颔首，语气骤定地说道：“你应该就是这次的年段首席吧？蔷薇没抢到，让我家团长气得抽子腰屁股的那个，应该是吧？”凌霄的笑容略显尴尬，子瑶女士原来还经受了这种处罚。暴炎队长上下打量着凌霄，沉吟道：“为什么你现在比小雪、小坚弱？”
庄剑宇、林雪顿时瞪大了眼睛，脸上浮出了一丝惊喜。这个啊，凌霄好笑地瞥了眼两个好友，对爆炎队长解释道：“因为我用静态威能调整了能量强度，所以您可能感觉不太出来。现在他的能量强度约等于地级破格猎人。星号2。”两名异能使露出了死鱼眼，表情充满了索然无味。这两人该不会以为实习后自己真完成逆袭，变得比他这个首席强了吧？哼，这种无聊的幻想就由他凌霄来打破。原来如此，听了凌霄的解释后，爆炎队长脸上露出了的笑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小肖，帮帮我们！双马尾队长拍了拍凌霄的胳膊，笑道：“跟我们一起打爆那只臭龟。”当然，凌霄看向了自家队长，问道：“你们是打算怎么进攻？”死焰秃鹫的异化是包括生命、灵魂2个领域。雷鸣叹了口气，说道：“它能保护巨龟、催眠跟幻术，效果可能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最好还是正面攻破对方的防御。”凌霄了然地转过身，眺望着远方的小山。那头土岩巨龟距离这里大概22公里以上，我能先试试它的光盾强度吗？凌霄取下大剑，对几位队长问道：“可以啊，让你个雷鸣小子估摸下手感。”爆炎队长招了招手，笑道：“走，我们一起过去。”“不，我只是试探一下，在这里就可以了。”凌霄轻笑摇头，现在又不是正式总攻，离得太近实在没必要。在这里，爆炎队长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连疾风队长也茫然地看着凌霄。这个距离，哪怕是 B 级猎人也没法发起像样的进攻。只有雷鸣队长抽了抽嘴巴，声音有些干涩地说道：“你该不会？”凌霄双手握住大剑，轻笑颔首，深灰色的能量从他身上流出，汇聚在大剑上，然后开始急速凝缩起来。嗡！巨能 LV2，经验值+3，巨能 LV2，经验值+2。巨能升级到 LV2 后，提升的不只是压缩速率、光炮强度、射程都有了明显的增强。距离太远，杀伤力肯定会有所削减，但这巨龟的位置确实在凌霄攻击的捕捉范围之内。几秒过后，凌霄大剑上的能量强度接近了极限，那恐怖的能量波动荡漾四散，让所有人都脸色僵硬。3个小队的猎人们停下了攀谈，空气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转过头，只见一名面容俊逸的年轻人高举着超过2米的深灰光剑，对着远方猛然挥下。噗轰！光在咆哮，光在奔驰，那深灰色的光之洪流狂猛喷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击向那座小山般的 B 级异兽。随后，恐怖的巨阵在远处爆发了，硕大的蘑菇云炸起，环状的冲击波肆虐大地，灰黄色的土沙化为漫天尘埃，淹没了异兽附近的大地。众人呆呆地看着凌霄的前方，那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犹如巨人拿着尺子在大地上画出上一笔，沿途所有的东西都被清空了，只余下一道明显的疤痕。接近1分钟，远处的尘烟渐渐散去，而声音也慢悠悠地传递到了这里。轰！犹如闷雷作响，哪怕经过了这么远的距离，那能量碰撞带来的恐怖震响依然让几个小队的猎人们胸口发闷。猎人们抬起眼帘，满是惊悚地看着那位陌生的实习生，那眼神就像看着一个人形怪物一般。哈哈，牛逼！爆炎队长的嘴角大大咧起，满是亢奋地喊道：“小肖，你竟然还会狂剑的技法，真的牛逼！”卧槽！难以置信！疾风队长唇角张合，失声道：“这怎么可能？他才接触威能5化多久？”庄剑宇、林雪更是张大了嘴巴，不敢置信地瞪着凌霄，似乎没想到他还藏了一手。至于雷鸣队长，他眯了眯眼睛，语气有些狐疑地问道：“为啥？我感觉你这招比以前更强了。”以前凌霄的巨能光剑强度比不过他的紫雷斩击，但这次雷鸣队长感觉自己虚了，昨天稍微进步了一点。凌霄眺望着巨龟那完好无损的光盾，转过头对几位队长轻笑道：“我大概摸清楚强度了，那只土岩巨龟的防御我可以破开。”轰轰轰！小山般的巨龟在匀速移动，每一步都让附近的大地在微微颤动。散发着腐败气息的死焰秃鹫站在龟壳顶端，淡青眼瞳中灰黑焰火高高燃起，充当着巨龟的守护者角色。近千米高空站着3位猎人队长以及一名年轻的实习猎人。土岩巨龟从龟壳中踏出，他的黄盾防御力将大大降低。疾风队长对凌霄、雷鸣队长解释道：“在巨龟启动防御的一瞬间，他的盾罩会有短暂的能量排斥效果。”雷鸣双手抱肩，沉吟道：“也就是说，第一击的战果会很差。”“对的。”疾风队长温和点头，说道：“需要事先逼出他的光盾，再进行真正的高强攻击，而且最好在短时间内攻破防御，要不然等他再次回到壳内，难度就成倍提升了。那只臭龟的光盾一旦破碎，下次凝聚需要至少3秒。”爆炎队长嘴角咧起，露出了略显残暴的笑容。“在这3秒内，我们要将他们全宰了。”“我明白了。”雷鸣队长转过头与凌霄对视一眼：“你这边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凌霄轻笑点头，但没有取下背后的大剑。“好，那我们联手将那只臭龟的盾牌轰爆。”爆炎队长取出骑士枪，赤红色能量从他体内迸出。疾风队长举起手中的大剑，温和笑道：“那这次就由我来逼出土岩巨龟的光盾吧。”暗青色的风缠上了大剑，将能量压入2级合金内部，使其能量越加澎湃。爆炎队长、雷鸣队长2位队长看向凌霄，只见年轻人那月白色双瞳中黑焰在熊熊燃烧。“待会能让我先出手吗？”凌霄笑了笑，说道：“我把巨龟的光盾劈开，这样你们就能直接瞄准那只死焰秃鹫了。”“就你一个人？”爆炎队长愣了一下，而雷鸣则皱起眉头，很认真地问道：“有把握吗？”“没问题。”“行，那爆炎队长，我们待会直接攻击死焰秃鹫。”雷鸣举着战斧，紫色的雷暴在里面充盈。啊！
爆炎队长烦躁地抓了抓脑袋，怒喊道：“无所谓了，反正你没搞定，我们也是轰盾上。既然已经达成共识，那就准备开始吧。”看着已经准备好的众人，疾风队长微微颔首，神情逐渐肃正了起来。呼呼，他高高举起手中的暗青大剑，强烈的风在剑身上呼啸。斩！风暴大剑挥下，一道数十米宽、暗青色的风刃喷涌而出，眨眼间已经跨越了1000米距离，直指地上的土岩巨龟。扑轰！强烈的风暴刮了起来，他拔起了大树，震散了巨石，满天的泥土沙石被吹起，伴随着风暴的轨迹，疯狂切割着下方的巨龟。看着远处那冲天而起辉煌龙卷，3个小队的猎人们站起了身子，他们知道这代表着队长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狂风在撕扯，在那急速的风压下，土岩巨龟停下脚步，但身体却安然无恙。一道象征着大地色泽的结晶光盾笼罩了它，那凄厉的龙卷在这盾罩面前显得如此轻柔无力，甚至无法荡起一丝波动。而这完全在几位猎人的意料之内。在巨龟光盾启动的一瞬间，凌霄眼中的黑炎猛然暴起，轰！一道数百米宽的漆黑岩柱突然坠落，它来自更高的天空，带着储量夸张的异能粒子笼罩了凌霄身周，天空变黑了，空间好似被墨水所染色。3个小队的猎人们眺望着远方那漆黑一片的天空，眼帘微微睁大。而庄剑宇、林雪2位异能使此时脸色也是十分惊愕，他们感觉凌霄此时降下的王座远比期末排位赛上要夸张。那家伙以前原来都没认真。此时猎人队长所在的1000米高空完全被那无光的漆黑所充斥，犹如身处黑渊之中。什么？爆炎队长瞪大双眼，脸上充斥着无法理解。连面容平和的疾风队长此时也表情失控地张大了嘴巴。凌霄现在拉下的能量份额，相比他们2队异能使的王座总量，绝对要强10倍以上。这怎么可能？同样是异能使，这王座大小是不是差得太多了？凌霄完全没有注意别人的看法，在王座降下之后，他立马开始了攻击准备。所有的能量粒子开始汇聚，然后熊，漆黑的烈焰汹涌燃起，数百米直径的焰球高悬于空，犹如末日里的漆黑烈阳，吞噬了所有的光芒。看着那突然暴起的恐怖黑日，包括庄剑宇、林雪在内几个小队的猎人们都茫然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地狱般的烈阳，眼神里满是惊悚。而站在黑日附近的几位猎人队长此时更是头皮发麻，毛骨悚然的危机感充斥了他们的大脑。我操！爆炎队长吓得嘴巴都哆嗦了。疾风队长也是眼角抽搐，面容都开始扭曲了起来。雷鸣队长最先从震撼中走出，他瞥了眼下方，瞳孔立即紧缩。在这漆黑烈阳出现的一瞬间，下方的死焰秃鹫顿时惊恐地扬起头颅。此时他正张大嘴巴，灰黑色光芒高速汇聚，轰！死焰光柱冲天而起，他试图阻碍攻击的形成。凌霄，小心！凌霄漠然地瞥了眼下方的异兽，漆黑的烈阳急速凝聚变换，沿着空之王座刻下的星剑勾勒出它本该存在的形状。刹那间，黑色的太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轮600米宽的漆黑残月。那只土岩巨龟的黄盾防御力真的很强，凌霄目前遇见的 B 级异兽里暂时还没出现比这更结实的异化能力。凌霄巨能光炮的攻击就好似水枪击中了石头，根本无法一击破开。能几发斩杀熔岩龙龟的黑月斩击，想必也没法快速切开它的防御。但没有关系，那个级别的异能斩击不够强，那就增加能量投入就好。出于对这种防御的尊重，凌霄这次拉下的能量份额接近王座黑焰总量的 5%。这一发强度远达不到 A 级，但在这里已经足够了。随着凌霄的意志，漆黑残月化为流光，猛然坠落。巨大黑焰残月猛然坠下，首先迎接他的是那充斥着腐败凋零气息的死焰光柱。这道灰黑光柱是死焰秃鹫的全力一击，它接近5米宽，散发着令生灵骇然的能量波动。哪怕是几位强悍的猎人队长被他击中，也得掉上半条命。此时这恐怖的死焰光柱与那黑月相处了，噗嗤，连片刻的僵持都没出现。在所有猎人们震撼的目光下，死焰光柱被切开了，犹如尖刀划过了空气。那死焰秃鹫的全力一击，别说能量抵消了，他甚至连减缓黑月斩击的速度都做不到，这是强度上的绝对差距。漆黑残月完全漠视了死焰光柱，他沿着原定的轨迹坠下，死死地锁定了那只土岩巨龟。嘎！目睹这一切的死焰秃鹫口中发出了惊恐的厉叫，而听了他的叫声，土岩巨龟之手立即缩入壳内，土黄色的光盾瞬间凝实，犹如大地般厚重，而它龟壳上也流淌着极度浓郁的异化光力。巨龟竟然直接采用防御姿态，几位队长面露焦急，但凌霄眼神却没有什么变化，情况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轰！犹如大地颤抖一般，沉闷的次声波轰鸣震荡。巨龟最强姿态的黄盾被那漆黑残月笼罩了，巨大的黑月斩击首次出现了停顿，但死焰秃鹫的眼瞳中却没有欣喜，只因那泛着大地光泽，犹如庇护所般坚固的光盾已经爬上了笔直的裂痕，并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刹那间，那大地守卫般的结晶盾已经残如蛛网，随后轰然破碎。啪！黑色残月继续坠下，擦过了死焰秃鹫的右翼，带着砍碎一切的意志，猛然印在了龟壳小山之上。扑轰！明明没有太多声音，但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爆发了。那圈状气环高达数十米，以远超声音的速度向外席卷，风压沙尘迅速吞没了近10公里的大地。呜！凄厉绝望的惨叫声传遍大地，是那只一直沉默的土岩巨龟，它现在脖梗伸长，暗黄色的龟瞳瞪到最大，犹如僵硬的昏黄金球。此时那小山般的龟壳已经破开了，
连带着他的异化缠绕，从中间开始被黑色残月斩成了两半。而那经过了死焰光柱、结晶黄盾、异化龟壳的三重抵消，那黑月斩击残余的能量仍然顶着 B 级异兽那强悍威能的抵抗，硬生生地切开了他庞大的肉体。从脖梗左侧到腰背到尾椎，直直贯通，土岩巨龟的背上出现了一条恐怖的伤痕，犹如开背手术一般，他的厚皮血肉全部分开，血水喷涌流成了湖泊。内脏骨骼暴露在空气中，那巨长的龙骨上还留着深入骨髓的切痕。在看到这伤势的一瞬间，所有人都知道这只异兽活不了多久了。土岩巨龟瘫在地上，除了脖梗，全身都无法动弹。嘎！失去了右翼的死焰秃鹫化为一缕流光，急速掠向远方。这只异兽连反击的意志都消失了，他眼瞳中带着极度的惊恐，只想最快的逃离这恐怖之地。但这次暗青色的狂风已经提前封锁了他的路径。呼！肆虐的风压撕扯着死焰秃鹫的躯体，他抬起头，只见深紫色的雷霆从天而降，紧随其后的是一道极度暴躁的赤红焰球。霹雳霹雳！轰！待烟雾尘埃散去，大地上只剩下一只焦香四溢的鸟兽躯体。生命最后的质感让土岩巨龟竭力地扬起了脖梗，那暗黄色的巨瞳里映照着一个年轻的猎人。他手持漆黑光剑俯冲而下，那柄大剑上的能量是如此的熟悉。噗嗤！黑光划过，硕大的龟头落于大地。异兽的眼瞳中闪过了一丝了然，这个砍下自己头颅的人类，就是刚才挥出那漆黑残月，正面粉碎他所有防御的那位。念及至此，土岩巨龟合上了眼帘。任务结束了，官方的运输机还在赶来的路上。此时3个猎人小队的据点已经转移到了2只 B 级异兽的附近。哈哈，牛逼！好家伙，小肖你是真的牛逼！爆炎队长踩着威能踏板，满脸快意地搂着凌霄的脖梗，那42点力量的柔弱臂弯让他无法反抗地倾斜了身子。小肖啊，你说你来蔷薇多好啊！爆炎队长摇着脑袋感叹道：等老娘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子妖又要被团长抽一顿屁股了。双马尾队长清脆的声音在耳边萦绕，但被锁在那平坦排骨上的凌霄根本没有发声的余力。爆炎队长看着竭力挣扎的年轻人，疾风队长苦笑道：您轻点，这孩子会难受的。不会。爆炎队长挥了挥手笑道：我一摸就知道了，这小子身体好着呢。不愧是爆炎队长，看人真准。雷鸣佩服点头，深感这位前辈真是眼光犀利。那是，哈哈！爆炎队长仰天长笑，那不动如山的小臂让凌霄的努力显得如此无力。后来还是凌雪大小姐将凌霄解救出来，让他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凌霄缓了2秒，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尤其是爆炎、疾风2个小队的猎人们。他们一会看看那土岩龙龟的尸首，一会瞧瞧凌霄的面庞，眼神十分复杂，有困惑、震惊、敬佩、好奇。凌霄敏锐的耳朵里还听到了许多窃窃私语，这也太离谱了吧！他一击干掉了这只巨龟。江静、阿斌，他真的是实习生吗？对的，凌霄还是实习生哦。凌霄是世界上最有骨气的实习生。哈哈！不仅是2队的新人，连蔷薇那边的资深猎人们也是议论纷纷。素心，这孩子多大？你早就知道他这么厉害吗？少年大概21至22厘米，强度、硬度、储量、浓度、频率、持续时间皆远超常人。我也是通过努力才逐渐了解到这一切。我没有问你这个，话说你到底怎么了解的？等等，素心你说的是真的？凌霄瞪着死鱼眼，感觉自己风评被害了，而且自己的2位好友此时正站在他面前，眼神里充满了对藏狗的讨伐。威能波动调整、能量凝缩光剑，还有那不可理喻的王座大小。庄剑宇用长发遮住面庞，只露出一双冷酷的剑目星眉。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手东西？同样是异能使，你为何能从头帅到尾？凌霄，可恶！林雪跺着脚，嘴巴已经弯成了拱桥了。2位友人那羡慕嫉妒到质壁分离的情绪，让凌霄如沐春风，心情顿时愉悦了起来。整理着衣襟，凌霄轻笑道：不要心慌，不要着急，你们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垂下了眼帘，语气平静地说道：身为首席，我理应走在所有人前面，就这样跟着我的背影前进吧。转过身，向后一瞥，给2人留下一张从容的侧脸。翻过高山，跨过深海，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凌霄微抬双手，温声道：吾等前方绝无敌手，少请。卧槽，好酷！林雪大小姐眼中亮起了星星。凌霄，你哪找的台词？借我抄。庄剑宇晃起了他的肩膀，看来平时听雷鸣队长念叨的东西还挺符合大家的胃口的。凌霄决定以后多偷几句。回城，官方的运输机上，3个小队的猎人们坐在座位上，一边吃着军用零食，一边竖起耳朵，默默地听着队长们聊天。现在越位异兽是真的多。疾风队长轻叹了口气，轻声说道：以前很久才出现一只，现在这几月都已经出现几十例了。我们上次的任务也是越位异兽。雷鸣妈撒着下巴沉吟道：感觉3大军团的队伍现在接的都是猎杀任务，那还不是因为军团的 B 级猎人最多？爆炎队长挥了挥手，撇嘴道：弱一点的 B 级猎人，官方根本不敢让他们接手，没准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但再这样下去，反而跟我们的职责相悖啊！疾风队长苦笑道：本来我们这些队长真正的任务就是培养军团心血，并竭力保证他们在荒区的安全。毕竟我们不是干部小队。疾风队长摇了摇头，说道：猎杀 B 级异兽，大部分队员都帮不上忙，不仅起不到太大的锻炼作用，还会让他们平白无故的深入险境。
对于男人的话，雷鸣队长跟爆炎队长都深表赞同。这种越位讨伐，偶尔做一次还好，算给队员们长长见识。但如果次数过多，那真是相当不应该了。猎杀 B 级异兽，军团有专业的干部小队，里面几乎都是 B 级猎人。哪怕是干部小队的新人，也是类似双剑乐素心一样，接触异化，但还不熟练的准 B 级猎人。正常情况下，这些干部队伍都活跃在中危荒区，偶尔也会在低危荒区讨伐越位异兽。而现在也不知道哪个中危荒区发生暴乱，3大军团的干部小队都在全力搜查，他们忙不过来，那讨伐越位异兽的事情就只能安排给这些资深队长了。哎，雷鸣队长皱着眉头，低声道：“只能期待他们早点带住混乱源了。”话说回来，这次的深处暴乱为什么会持续那么久？爆炎队长双手环胸，表情很是不满。那些人有没有好好工作啊？这一只高危魔兽不知道好几个月了。疾风队长温和地笑了笑，圆场道：“也许是那只魔兽聪明，或者很擅长隐藏自己。”嘟嘟，几乎同一时间，他们的手机出现了震动。掏出一看，3名队长顿时瞪大了眼睛。发信人：潞州猎人协会。标题：告全体猎人队长重大通知。内容：本次中危荒区暴乱魔兽现已成功讨伐。混乱源：中危荒区狂乱之森。暴乱魔兽：一棵变异的鬼桑树，暂命名血色鬼桑。实力等级 B 级高危。搜寻讨伐人：协会官方猎人、血色狼群、荆棘蔷薇、暴怒兵团全体干部队伍。至此以后，低危荒区将逐渐回归正轨，后续的越位讨伐任务会委托给 B 级小队。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内的辛劳。这是一片阴暗怪异的森林，茂盛的树叶遮蔽了阳光，光线暗淡，树林里还不时地传出异兽的嘶吼声。那些吼声有种瘆人的诡异感，不是威吓，不是愤怒，更不是交流，那些声音里只充斥着混乱与疯狂。这些形态各异的异兽漫无目的地游荡于林中，行为更是古怪，龇牙咧嘴，扭动跳跃，刨土发呆，流泪狂笑，撕咬搏杀，甚至连自残的行为都有。似乎他们都疯了。异兽们抛弃了理智，让大脑放空，沉迷于这种狂乱的快感当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遍布整个森林的植物异兽鬼桑树。它们矮的不到2米，高的有数十米，树干粗大，呈暗黑色，上面爬满了滑腻的蔓藤。鬼桑树的树叶很大，宽度超过30公分，颜色暗绿，模样诡异，有点类似人类的手掌。即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它的枝芽也会无端摇晃，好似成数千个人在招手。再加上那如同蛇身扭动的蔓藤，看起来很是瘆人。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植物异兽也有着美丽的果实，在那茂盛的枝芽间结着密密麻麻的红色桑果，它们大小不一，果香扑鼻，颗粒饱满，光洁透亮，犹如水晶宝石般诱人。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水晶桑果里面流淌的威能，它们是如此的诱人美味，似乎每一滴汁水都是由能量凝结而成。这些桑果是森林里所有异兽着迷的食物，也是疯狂的真正来源。鬼桑树的评级不一，幼小的鬼桑树不到 D 级，最强大的鬼桑树甚至能达到 B 级。但无论多弱小的鬼桑树，都拥有着种族的天赋能力——狂气。它们用体内的能量凝出诱人的桑果，并在里面混入疯狂特性。异兽们吃下可以变强，但它们的知性也会被狂气所感染。如果无法及时排除，狂气慢慢累加，这些异兽就会逐渐丧失理智，变得越加疯狂。等它们变成狂兽，互相厮杀，甚至自残自灭之后，这些鬼桑树就会伸出蔓藤，将异兽的血肉埋于根茎，成为它们成长的美味养分。这就是狂乱之森的生态系统。鬼桑树培育异兽，异兽死后又滋养鬼桑树。异兽们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对鬼桑树毫无敌意，因为鬼桑树根本没有主动攻击的能力，他们只会提供桑果，让所有异兽品尝。许多愚蠢的异兽，他们会沉迷于力量提升的快感，然后在疯狂中死去。但一些聪明的异兽，他们会控制自己摄取桑果的数量，并警告自己不要吃那些百年鬼桑树的果实。只要将体内狂气的排除、累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就能保持理智，并且快速变得强大。也是这个原因，狂气森林的生物总是源源不断。毕竟，所有的异兽都想变得更强大，他们也相信自己能控制住诱惑，不会走入疯狂，就好似赌徒与瘾君子一般。对此，猎人协会也没有意见。毕竟，踏入狂气之森的异兽后面大多都死了，哪怕有部分异兽抵抗住诱惑，成长为 C 级甚至 B 级异兽，那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正常情况，他们会定居在这片天国森林，不会对其他荒区造成影响。但现在情况却出现了一丝变化。狂乱之森中部，大地翻起，树木破碎，犹如经历了灾难一般。这里分散着数十位猎人，他们的威能波动十分强大，最弱的接近双剑乐素心，强的已经超越雷鸣、爆炎等队长。而这些强大的 B 级猎人此时全都默不作声，安静地注视着战场中心那棵被连根拔起的参天巨树。那是一棵近100米高的鬼桑树，它的外表与正常的鬼桑树没有什么不同，但它那被斩碎的躯干、枝芽、蔓藤以及埋藏在大地之下的根茎都是红色的，树木枝叶从断口流出，犹如鲜红的血液一般。就是这家伙的异变导致狂乱森林的异兽出逃吗？战场的最前方，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出，那是一个体格庞大的光头巨人，他身高超过 2.4 米，肌肉膨胀，面庞如雕塑般棱角分明。此时，这位巨人微垂着暗黄眼瞳，死死盯着大地上的巨坑。它宽度有数百米，深度接近70米，巨坑内部则躺着许多 B 级异兽的尸体，它们有的已化为骸骨，有的则变成了兽干。那种兽干就是皮毛包骨，体内已经没有了血肉，内脏似乎被吸干了一样。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猎人们可不会找这鬼桑兽的麻烦。真正让人确定他是暴乱元凶的是巨坑内的半兽干。这些 B 级异兽，它们被埋入地底，红色根茎扎穿了躯体，时刻汲取着它们身上的养分。它们眼帘闭合，一动不动，身上的血肉也消失过半，看起来跟尸体没两样。但是它们的心脏都还在跳动，它们都还活着，竟然会进化到自主捕食，攻击力还超过了许多 B 级高危异兽。巨人摸了摸自己泛疼的右臂，眼神十分凝重。在1小时前，他吃到了这棵鬼桑树的蔓藤边击，那力道，普通的 B 级猎人估计得重伤倒地。巨人转过头，看向了抚摸着破碎树干的女猎人。魔女，你那边确认了吗？她的身体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活性。女猎人身材十分纤细，身高也才 1.6 米，一头漆黑的极薄短发，面容精致，但缺乏表情，犹如洋娃娃一般。诅咒魔女，荆棘蔷薇顶尖的 B 级猎人，同时也是蔷薇干部小队的队长。地炎怒火，魔女看向巨人，语调平缓地问道：确认根茎都拔除了吗？全都拔出了。光头巨人点了点头。身为暴怒兵团干部小队的队长，他当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哪怕再细微的根茎都被他的异化挤出了地表。不过对方说这话也就代表着这棵鬼桑树也拥有着很强的不死性吗？对，黑发魔女微微颔首，平静道：他可能得到过禁恶的一滴鲜血。地炎怒火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对面那位神色轻佻的男人。小龙，禁恶最近有出来溜达吗？这种事情当然没有。男人眯着细长的眼睛，笑得像只狐狸似的。而且禁兽的事情您不应该问我，血色狼群可比我们官方清楚多了。角龙眼睛一瞥，看向了某位一直沉默寡言的猎人队长，语气滑腻的笑道：瞬间队长，您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被众人所注视的是一位面容端正的男猎人，他头发偏长，扎着小辫子，表情有些冷淡。这几年里，禁恶都没有离开荒区核心。瞬间对长环抱着单手剑，淡淡说道：而且根据狼群已有的记载，他从来没有到过狂乱之森。那好奇怪啊。角龙挠了挠脸颊，语调浮夸的说道：为什么这棵鬼桑树会有不死能力？轻浮男人微微抬起了眼帘，露出了一双水色的树瞳，清澈中透露着威严。始作俑者该不会是血狼团长吧？我不知道。面对这种略带恶意的揣摩，瞬间队长脸色毫无变化。你自己问问他不就好了？别说官方没有联系方式。哈哈，饶了我吧。轻浮男人摆了摆手，苦笑道：那可是超 A 级猎人，好可怕好可怕的。我就先这么报告吧。角龙接过某位猎人递过来的平板，说道：狂乱森林出现了一棵变异的鬼桑树，实力为 B 级高危，会通过血色桑果引诱 B 级异兽，其蔓藤能伸缩至少10千米，拥有着极强的侵略捕食的能力。许多目睹了捕食场面，亦或是侥幸逃脱的 B 级异兽选择离开狂乱森林，其中有小部分逃离至低危荒区，造成本次暴乱事件的发生。并且根据鉴定得知，角龙看着瞬间队长，略显刻薄地说道：这棵鬼桑树拥有着一定的不死性，其异化表现也与血液有关。我建议陆州猎人协会需邀请绯色狼王进行有关本次事件的重要谈话。收起平板，角龙语气冷冽地说道：我这样报告没问题吧？瞬间队长，请便。静静地凝视了瞬间几秒，确认他的眼神确实毫无变化后，角龙脸上重新挂起了轻浮的笑容。哎呀，那就好，让狼王跟姜老大喝喝下午茶，我们这些小卒子和和气气就行。兵团的巨人瞥了眼角龙，说道：你这样真招人讨厌。那有什么办法？总得有人当坏人不是吗？角龙眯着细长的眼睛，摊手笑道：而且有关狼王的事情，我们不得不着重处理。猎人协会还是很担心他做出不理智的举动。就这样吧。角龙看着空中徘徊的巨型运输机，拍手笑道：大家帮忙把树抬上去，魔女小姐麻烦清理一下残渣哦。抬着巨树的那碎成几节的躯干，猎人们飞上了天空。诅咒魔女站在天上，近乎透明的能量从她体内流出，洒向了下方的土地。这棵变异鬼桑树的碎芽、碎枝、叶子，甚至连那些破碎的桑果，都被这透明能量涵盖其中。确认没有遗漏后，魔女平静开口了：死焰黄。灰黑色的火焰燃了起来，这种针对生命灵魂的力量将鬼桑树的碎躯全部笼罩，枝叶焦黄腐败，桑果枯竭发黑。死焰消散后，魔女吐出了下一个词语：燃尽。轰！这次燃起的是蓝色的烈焰，那极致的高温瞬间碳化了鬼桑树所有的零件，甚至下方的大地都遭受了波及，出现了某些结晶物质。做完这事后，魔女才转身飞上了天空，乘坐着官方战机离去。狂乱之森恢复到了以往的常态当中。异兽们趴在不同的鬼桑树上，疯狂啃食着桑果。这种情况在森林各处每天都有发生，它们的钢爪经常划破树皮，新鲜的汁液缓缓流出，但这次却不像以前一样透明，在隐晦月光下，它泛着些许鲜红，好似血液一般。周六，老妈林清荣带着雪狼犬白金、鹦鹉采薇出去逛了，不过家里倒是多了一位客人。柔软干净的地毯上，黑发的冰雪少女保持着鸭子座，仰起头看着凌霄，大大的眼瞳中带着恳求之色。凌霄，我想要。对此，凌霄只是轻瞥了他一眼，语气稍显冷漠：要也不给你。可恶！林雪身子一躺，就开始赌气的滚了起来，而被他搂在怀里的粉又猫咪儿，只感觉天旋地转，可爱的圆脸上带着惊恐。喵！哦，林雪小姐，林雪小姐，还请您冷静一点，蜜儿小姐已经花枝凌乱了。雪儿姐，
快起来！在林珊珊的搀扶下，林雪不情愿地从地上坐起，而在她怀里，粉幼猫咪儿已经眼神涣散，连耳朵上的蝴蝶结都歪了。喵，蜜儿爬进了珊珊的怀里，只觉得此时的主人是如此有安全感。以后还敢乱用能力吗？凌霄揉了揉粉幼猫的脸颊，脸上带着坏笑。2天前，庄建宇、林雪来家里做客，他们一进来就被家里的宠物给惊到了。凌霄能感觉到他们眼中那浓郁的好奇、羡慕，但因为第一次来，他们在林家母女面前保有着一丝矜持，也就说，他们一直维持着飘逸剑仙跟冰雪少女的表面气质。吃完饭，聊完天，庄建宇先行告辞了。林雪跟他老妈老妹聊了一会，本来也打算回去了，结果这只粉幼猫开始作死了。可能是林雪那清美的外表，那淡漠冰冷的气质，激起了蜜儿的征服欲，让这高冷无情的人类爱上她。为了她露出痴迷的表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具备挑战性，更能证明她蜜儿的魅力？于是粉幼猫对凌霄使用了种族能力魅惑，她成功了。但很可惜，这个冰雪少女的内心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冷漠。面对诱惑，林雪直接抱起了粉幼猫，在凌霄家人惊愕的眼神下，狂吸了20分钟，把蜜儿吸得头皮发麻，双目无神，满脸被玩坏了的样子。后来林雪天天过来做客，就是为了过一下猫瘾。有时凌霄不在家，都是老妈珊珊接待她。自从冰雪少女的形象崩溃后，她稀里糊涂的跟凌霄家人混熟了，还通过鲍岩队长的关系给老妈珊珊办了荆棘蔷薇的会员卡，甚至连隔壁家赵阿姨都有份。效果很明显，自那之后，凌霄家里的女性，尤其是老妈林清荣，越来越精致漂亮了，发型时尚大方，衣服搭配优雅有品，护理美容做了，甚至连化妆都学会了。现在天天去蔷薇外环生活区逛，还莫名其妙的认识了一堆好闺蜜，其中还包括林雪老妈奶奶。当时在小区门口看到欧阳芷若、刘玉华、老妈、赵老师、鹦鹉采薇4人1鸟对蔷薇最新服装杂志议论纷纷时，凌霄是懵逼的。不得不说，荆棘蔷薇真是女性交友乐园啊！看着仍坐在地上闷闷不乐的林雪大小姐，凌霄轻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既然这么喜欢宠兽，那自己买一只不就好了？”我去看了。林雪撇了撇嘴，嘟囔道：“感觉店里的宠兽都没有你家的聪明。”嘿嘿，闻言，凌霄顿时乐了。那肯定啊，也不看看他们是谁教的。林雪眨了眨眼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雪儿姐，林珊珊抚着粉幼猫的脑袋，轻声道：“你可以买只宠兽，让凌霄帮忙教导。”叽叽叽，仓鼠兜兜啃着软糖点着头。凌霄面带得意地理了离领口，慢悠悠地说道：“想让凌霄先生帮忙吗？那也不是不行。”啪嗒，你干嘛？凌霄眼角抽了抽，他的大腿被搂住了。此时黑发少女正像个树懒一样，4只熊抱着他的大腿，自下而上的盯着他，眼神如刀锋般犀利。凌霄，帮我！等等，你先给我下来！凌霄，帮我！喂，你现在形象很不好，知道吗？帮我！我知道了，你脑袋别乱撞啊！那是只全身雪白的布偶猫，它的毛发松软，在阳光下隐隐间反射着淡淡的蓝色。此时，它正安静地待在凌霄怀里，冰晶般的眼瞳中正闪烁着月白色的光晕。催眠 LV2，经验值+2。催眠 LV2，经验值+2。半小时后，行了，去玩吧。凌霄摸了摸猫咪的脑袋，停下了催眠指导。过来，冰冰。林雪拍了拍手。喵。白猫舔了舔凌霄的手背，随即站子迈着优雅的步伐向林雪走去。黑发少女微微张开怀抱，面带微笑地看着心爱宠物走近，然后一双白洁的玉手直接实行了中途拦截。冰冰，妈妈给你订了新衣服，我们穿穿看好不好？林雪妈妈欧阳芷若蹭着白猫的脸颊，语气宠溺地撒娇道：“冰儿，本宫这边买了雪糕，你想吃什么口味啊？”林雪奶奶刘玉华提着袋子给猫咪展示了自己的丰富商品。见状，白猫真正的主人绷不住了：“那是我的猫，还给我！”林雪扑了上去，跟自己的长辈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只白猫叫冰冰，种族是北地猫，几天前林雪自己掏钱买的。当时她提出想要养猫，奶奶妈妈都还有些固有印象的嫌弃，说宠物会掉毛，不爱洗澡不干净，会破坏家具，随意大小便不好教之类的。但林雪不顾反对，将猫咪订购回家后，让凌霄好好调教了一番。结果不到1天，林雪的2位长辈嘴脸就变了，现在不仅不反对，还隐隐间要跟林雪争夺主人的位置。此时面对3位女性的殷勤宠溺，白猫冰冰表面上冷淡平静，但在凌霄的视角里，能看到她那粉色的嘴角微微勾起，冰金色眼瞳里闪烁着些许狡黠。这只猫也许比大家想的要聪明。凌霄眼神微妙地收回视线，看向了在一盘孤独饮茶的老人，似乎注意到了凌霄的视线，褐发白须的老人挑了挑眉，往一个空杯子倒上热茶。为什么 B 级猎人的精神强度都很高？林森抚着白须，笑着将问题重复一遍。是的，这是我实习发现的普遍现象，凌霄说道。你的观察力非常敏锐。林森微微颔首，轻笑道，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异化的原因吗？呵呵，可以这么说。林森看着凌霄，淡笑道，凌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您说。修炼威能武化，老人轻抬眼帘，缓缓说道，对于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威能武化对于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凌霄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地问道，您指的是威能武化的终极目标吗？不，林森摆了摆手，呵呵笑道，空之王座是结果，而我问的是修炼威能武化的过程。凌霄沉思了一会，有点不确定地说道，意味着得到力量。力量只是副产物而已。林森摇了摇头，订正道，如果真要用一个词形容，那这个过程应该是征服。征服？
凌霄眼睛睁大，哼！林森扶了扶长须，悄然运转提炼法，轰！光柱降下，顿时间空气中便充满了五颜六色的能量光点。如果把星空当成一个无比庞大的国度，那威能就是星空的子民，也是会成星之律法的基本粒子。林森伸出手掌，捧起一把光粒，对凌霄说道：“每种能量光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倾向、不同的可能性，而我们将威能吸收、保存到体内。”林森指了指自己，说道：“那猎人不就相当于星空内的一个渺小的酋长、村长，亦或是领主？体内的威能就相当于我们的领民。”凌霄若有所思地问道。对，林森点了点头，调侃道：“这些领民是我们抢掠过来的，其实并不听话，想要调用他们，需要我们付诸武力。这个武力就是我们的意志与精神强度。”林森点了点头脑袋，笑道：“在我们精神力不够时，调用威能不是会很吃力吗？”凌霄点头：“那就是因为我们领土的武力不足，没法让这些能量粒子服从。”林森抿了口热茶，继续说道：“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一片领土，身体素养决定了领土的肥沃、经济、面积。优越、广阔的领土能容纳更多领民，也能让领民们变得更加强壮、优秀。”凌霄眨了眨眼睛，恍然道：“这对应着我们体内威能储量、强度的上涨。”是的，林森抚须颔首，温声道：“而我们武化的各个阶段，充盈、缠绕、放出，其实就代表着体内威能粒子对我们的服从性。我们在逐步征服他们。”鹤发老人直视着凌霄，声音中透露着一丝霸道。威能武化其实就是我们征服能量、提高他们服从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几个阶段性高峰。第一个就是完全征服体内的能量。这时候，林森伸出右手，沉声道：“我们将掌握异化。”碧绿色能量从他掌心流出，散发着亲和且富有生机的气息。看着这些能量光点，凌霄沉默了一会，问道：“也就是说，当我们能为他们重新分配职责、可能性，以此转变为其他的能量粒子时，就代表着威能的完全服从？”没错，林森轻笑颔首，说道：“威能粒子在被我们抢掠之前，其实拥有着不同的特性，但都被我们这些领主剥夺了。现在要让他们重新转化。”林森摇了摇头，叹道：“这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极高的服从性，也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引导。但当你真正做到这点时……”林森指了指天顶，略显神秘地说道：“你会得到星空的承认。”星空？凌霄微微一愣，哈哈，是的，跟你们异能使的祝福很像。林森老爷子抚着长须，笑道：“完成征服，实现异化，星空会真正的承认你这个领主，并给予祝福。这是威能武化走向超凡的第一步。也就是因为这个祝福，让 B 级猎人精神力大幅上涨吗？”凌霄问道。这个增幅并没有如此夸张。林森沉吟了一下，说道：“威能提炼法 1-3 是基础部分，也就是学校教你的。1-4 其实有个别名日之书。”看着凌霄，老人解释道：“他的学习条件是低于24周岁，因为每个人身体成熟度都有着偏差，为了保险起见，你们23岁就得进行修炼。日之书能大幅改善猎人的身体素养。”林森看着凌霄，和声道：“他的秘籍主体部分是来自华亚的某个仙人秘境，秘籍要点按照我们华亚古代的说法，就是洗精伐髓，脱离凡骨。”凌霄抿了口茶，接话道：“也就是说修仙？”哈哈，按大众一点的说法是这样的。林森轻笑点头，继续说道：“然后就是提炼法 1-5，它被称作月之书。秘籍主体来自世界各大秘境，如道、魔、佛、天使、恶魔等等。月之书能升华我们的灵魂，提升精神强度。但是林森话锋一转，说道：“他的学习前提是完成了威能异化，得到星空的承认。”也就是说，林森摊了摊手，苦笑道：“只有 B 级猎人才能学习月之书。”原来如此，凌霄懂了，怪不得屠刀孙克提炼法是 LV100%，果然是没达到学习条件啊。认真消化了一会，凌霄看向老人：“主任，您说异化代表着完全征服体内的威能，那 A 级猎人跟异能使的侵蚀、同化呢？这个吗？”林森嘴角勾起，笑道：“其实侵蚀、同化是好听一点的叫法。”凌霄老人眼帘轻抬，沉声问道：“当武德充沛的领民化为士兵，强行控制别人效忠于你时，这种行为叫做什么？侵略、臣服、规划？”没错。林森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这就是 A 级猎人的能力本质，如同野蛮的屠领主一般，通过武力、行剑霸道，强行操控不属于自己的威能。不过异能使就不太一样。凌霄歪了歪脑袋。异能使是星空赐予，拥有名分的储君。老人指了指凌霄，说道：“外界的能量臣服于你，不是因为武力，而是这个正统的名分，他们是自愿效忠于你的。这很便利，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问题？凌霄疑惑地看着老人：“你同化一些能量试试看。”凌霄眼中泛起光芒，月白色光点晕染空气，充盈着茶桌的各个角落。因为你们只有名而没有实质性的武力，这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弊端。林森伸出手，碧绿色的粒子流出，与月白光点接触。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空气中的月白光点开始发生闪烁，时亮时暗，不断变换。最后，在凌霄惊愕的眼神下，这些被他同化的月白光点竟然开始逐渐褪色、渲染，最后被碧绿侵蚀。除了王座上的威能 ，A 级猎人对能量的争夺权是在异能使之上的。林森抚着白须说道：“因为我们是通过武力去侵略，而不是用储君的身份要求效忠。异能使是有着名分，但自身缺乏武力的幼君，而威能武化对你们来说就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凝视着凌霄的面庞，林森的眼神格外深邃。当幼君掌握武力，踏着征服的阶梯，在星空承认下登上属于自己王座，这时你们将得到真正的
权力。老人的声音低缓沉闷，但在凌霄耳中却犹如雷霆炸响。典雅的办公室中，房门敞开，茶香四溢。潞州猎人协会副会长姜文龙洗漱着茶杯，神情儒雅温和。咚咚咚，走廊上传来了步伐坦然的脚步声。姜文龙抬起头，很快，一名金发碧眼、容貌凌厉的女性来到了门外。来了吗？姜文龙儒雅颔首，轻笑道：“绯色狼王蕾蒂西亚。”继续请大家帮我想些吸引人的书名，作者书册很需要，昨天几位读者大人提供的我已经记下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金发的女士捧起茶杯，轻抿了一口，娟秀的眉毛微微蹙起。把我从荒区叫回来，是想说什么事？雷克团长看向了对面的儒雅男性，语气平静地问道。前几天，干部队伍们找到了荒区暴乱的元凶。姜文龙打理着茶几上的水渍，缓缓说道。地点在狂乱之森，一棵 B 级高危的变异鬼桑树。儒雅男人抬起眼帘，轻声道：“它拥有着一定的不死性，异化效果也与血液有关。”闻言，雷克团长挑了挑眉，嘴角微微勾起：“你怀疑是我干的？”“哈哈，那倒不会。”姜文龙轻笑摇头，说道：“只是想问问你，猩红破碎之兽这段时间的状态稳定吗？我担心是他发狂颠游，有血液滴落在狂乱之森，才会被这棵鬼桑树吸收。他这几年都在禁区中心沉睡发呆，也没有啥自残倾向。”雷克团长左手转着杯子，低声道：“以前他泼洒的鲜血，我已经回收了。那些引掉猩红的异兽也都被我宰了，是吗？”姜文龙手指抵着下巴，沉吟道：“难道这棵鬼桑树真的是自己掌握了血液异化？”“不一定。”金发女士抬起眼帘，归红的双瞳中满是凛然。“滴落鲜血的可能不是禁兽，而是伊丽莎白。”姜文龙瞳孔突然竖起，泛着璀璨的黄金光辉。“你的意思是100多年前的异变？”“雪狼磊克眼神无神，似乎在看着不属于现在景象。他那时已经疯了，和禁兽互残时，鲜血染红了大地，也造就了许多异变的生物。我用了数十年时间，将那些异兽屠宰一空，血液也全都剥夺了，但看来还是出现了遗漏。”姜文龙静声沉思了一会，点头道：“这就说得通了。100多年前，那棵鬼桑树可能只是种子或者地下幼苗，它过于渺小隐蔽，才能躲过你的搜查。那这小家伙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血狼磊克唇角弯起，开玩笑道：“明明隐藏了这么久，为什么突然开始暴露自己了？因为他现在实力强大，足够捕食魔兽。”姜文龙叹了口气：“由奢入俭难，一旦尝过活着的异兽血肉，他就看不上死去的尸体了。”摇了摇头，姜文龙看向对面的金发女士，儒雅笑道：“血狼团长，待会想麻烦你将鬼桑树的血液回收一下，别浪费了。现在就去吧。”雷克团长将杯中茶叶一饮而尽，皱眉抱怨道：“姜会长，为什么你不准备些糖或果酱？甜的茶会更加美味。这是乌龙茶，不是红茶。”姜文龙眼角抽搐了一下，解释道：“乌龙茶也可以加糖啊。”金发丽人拍着桌子辩解道：“华亚的奶茶店不都有加吗？你看他们生意多火爆。”此话一出，身为爱茶之人的姜会长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维持着自身的素养。雷克团长、儒雅男人盯着血狼，语气认真的说道：“他们的茶叶品质很差，所以才需要掺杂各种调味剂。好茶叶，像乌龙茶，它香气扑鼻，自然回甘；像红茶，它本身微甜，还会有浓郁的果香味。它们本身就很好喝，根本不需要加糖。奶茶根本不能称作茶，它只是一种甜品，而且很不健康，还容易发腻。”姜会长耐心劝导，想让对方脱离邪道，迷途知返。然而，他的苦口婆心却没有换来对方的认同。奶茶就是茶，它是华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雷克团长双手环胸，严肃道：“它根本喝不腻，非常美味。而且我喝了100年了，都没感觉自己不健康。那是因为你是超 A 级猎人啊。”姜文龙抿了抿嘴，语气颤抖地反问道：“你就算把农药当水喝，身体不都啥事没有？奶茶那玩意就是不健康，普通人喝多了增肥是小事，真得了糖尿病那就……”住口！金发丽人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并义正言辞地指责道：“虽然我只是规划人员，而你是潞州猎人协会副会长，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允许你侮辱华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这个吃公家饭的家伙，思想觉悟很有问题。”姜文龙当了这么久的副会长，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指责思想不端正。猎人协会空旷的巨型广场上，一棵100米高的鬼桑树屹立于大地，它那破碎的躯干似乎全都愈合，没有任何拼接的痕迹。成千上万的枝叶如人手般招摆，密集的根茎在水泥地上疯狂蠕动。这棵 B 级高危的血色鬼桑不仅没死，甚至还活力十足，身上的气息诡异而危险。面对这只恐怖的植物魔兽，猎人协会根本没有严加监管，附近连一个看守的猎人都没有。但即便如此，血色鬼桑也不敢逃跑，更不敢让根茎扎入地底。鬼桑的主干上盘绕着一条金色的华亚龙，它由纯粹的能量构成，身长超过了500米，蛇身鹿角，身上闪烁着黄金璀璨的电芒，好似天上雷霆，严正威力。血色鬼桑不敢动，他能很清晰地察觉到这条雷龙上的能量是有多么恐怖，似乎只要对方轻吐出一口气，就能将它化为灰烬，连再生的可能性都没有。毕竟凝出这条金龙的可是潞州唯二的超 A 级雷威暴龙姜文龙，就是他吗？我确实能闻到了血的气息。站在血色鬼桑的底下，雷克团长眼睛轻抬，绯色双瞳晕染着猩红。金发女士唇角轻抬，轻声唤道：“过来！”啊！星号凄厉的悲吼炸响，4人声有万千道。血色鬼桑破碎了，它的表皮、枝干、根茎、蔓藤全都撕开了密密麻麻的裂痕，红色的枝叶犹如喷泉一般，
源源不断的流出，在空中形成了一团100米宽的巨型血球。雷克右手虚握，纯粹的水分被蒸发，血球瞬间凝缩，越来越小，越来越浓稠，最后竟凝成晶体，只剩下不到半米宽，好似一颗红色的半透明宝石。雷克团长手指轻触宝石，咻！整颗宝石红光绽起，如蛛丝般的血丝在晶球内流淌，逐渐汇聚，流出于金发女士的指尖。少请！雷克团长移开手指，那白皙的指腹上有着一滴暗红色的血珠，它只有米粒般微小，但里面的能量却让周遭的空气无比沉闷。有点少啊！雷克团长眨了眨眼睛，再多的话，他就不只是 B 级异兽了。江会长双手背后，轻笑问道：“那滴鲜血，你打算怎么处理？就吞掉了？虽然对我也没太大作用。那我有个提案。”看着金发女士，江文龙儒雅笑道：“蔷薇联系我，红女鬼明年打算复出了，她想要成为 A 级猎人。”小清华，雷克团长微微睁大了眼睛，随即脸上漫起了绮丽的笑容。某 MFC 餐厅，方文文，这个会员卡真的是给我们的吗？这就是传说中的荆棘蔷薇会员卡。我妈有，但我没有的那个。陈菲菲跟赵思雅猛盯着手机，口中发出阵阵惊呼：“哈哈哈，为什么你妈妈有啊？”方文将刘海撩于耳后，表情略显疑惑：“听说是去凌霄家做客时，有好心人给她的。”赵思雅叹了口气，说道：“我当时在军队，没蹭到，好可惜。就是林雪给的。”凌霄嚼着薯条，解释道：“当时我也不在，他自己向队长申请的。”哦，方文恍然点头，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道：“我也是让队长帮忙申请的，毕竟还是想让大家一起来玩。”方文文，爱死你了！方文让我摸一口。哎，你们不要抱过来啊！别人都在看着呢。被两女熊抱的方文面红耳赤，尤其是餐厅里客人们那怪异的视线，让他尴尬的都快哭出来了。长时间的实习虽然让他外表气质更加冷酷，但这腼腆害羞的性格看来还是没得到改善。看到对方脸皮还是这么薄，赵思雅、陈菲菲粘得更加起劲了。这两人真是过分！在内心谴责完两女后，凌霄掏出手机，咔嚓咔嚓拍起了方文害羞含泪美照。你不要拍啊！方文真要哭出来了。一阵打闹之后，凌霄将自己的成果发在了私人小群。后面你们还要遇到越位异兽吗？方文恶狠狠地瞪了凌霄一眼，有些生气地说道：“除了第一个任务，后面都没有了。”那看来事情真的结束了。吸了口肥宅快乐水，凌霄轻笑道：“我们这段期间接的也是正常任务，荒区好像真的恢复正常了。距离上次的支援任务讨伐土岩巨龟，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3个月了。当时雷鸣队长跟大家说，中威荒区的暴乱可能解决了，以后猎杀任务估计会被干部小队接手。之所以这么含糊，那当然是因为雷鸣队长也不确定，毕竟荒区的事情谁都说不准，必须再持续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判断。然后这段时间里，雷鸣小队总共接了4次任务，有2个收集任务，都是协会指定异兽素材和数量，也有寻宝任务，从巨珍蜜蜂的蜂巢中偷取女王蜂蜜，还有个调查任务，当时是要求调查某批结晶萤火虫迁徙的原因。这些任务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花了16天，最短的3天搞定。大部分时间其实是花在赶路和小队成员的锻炼上，但总的来说，荒区似乎真的回到了常态，至少雷鸣小队没有再碰到越位异兽了。潞州的猎人小队伤亡情况也大大降低，恢复到正常的比例。不过林潇潇跟方文文的休息时间真的差好多，这么久了，我们才能4人聚一次。陈菲菲嘟着嘴巴抱怨道。实习了这么久，林潇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方文，出任务的时间确实正好错过了。那也没办法呀，猎人任务时间很不稳定的。方文苦笑道。是的，很不稳定。看着突然屏幕里的消息，林潇无奈的笑了笑。就比如现在，我的休息时间突然结束了，明天上午出任务，大家晚上到宿舍集合。所有人，地点黑松山，讨伐一只破格的 C 级异兽，他会点威能异化，到时让乐素星主攻，你们3辅助孙克将近阿兵，不是很紧急，到时我们可以慢慢过去。滑稽。看着消息，林潇突然眉头一皱，发现了某个不对劲的事情。雷鸣队长头像似乎变了，那个 AI 虚拟偶像雨欣的双手上似乎在揉捏着一个女性玩偶，那个玩偶有着月白色长发，带着淡蓝色蝴蝶发卡。队长，你的头像是？啊，你发现了，观察力很敏锐吗？林潇，这个玩偶叫做梦白，是一个混进人类社会的灵魂异兽，一直以女性虚拟形象直播，也不知道猎人协会是不是疯了，竟然同意了他的网络直播行为。哼，伪装成人类模样，人气还很高，都开始对我家雨欣产生威胁了。我最近一直在潜伏在他直播间里，只要他露出异兽本性，我就向猎人协会举报他。雨欣才是真正的虚拟偶像，灵魂异兽算个屁啊！凌霄，怪不得前几天能量消耗突然暴增了。凌霄当时还以为官方监察官又加了一位，没想到混进来的是雷鸣队长啊！怒兽丛林，呵！银盾将近挥下战刀，灰色的斩击喷涌而出，而在他对面 C 级的赤棘大熊也不甘示弱，巨爪掠过，爪芒与刀气正面相撞，轰！而近1000米外，怒锤阿炳也挥舞着巨锤，跟另一只 C 级异兽厮杀在一起，半米宽的威能从锤面爆出，犹如灰色的迫击炮一般，狠狠地轰在了异兽的身上。好，看着2位新人的奋战，雷鸣队长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段时间，2位新人也终于学会了威能放出，除了还没考级外，他们已经是货真价实的 C 级战力了。凌霄，以后不需要准备催眠异兽了，现在他们面对普通的 C 级异兽胜率很高，我个人是无所谓，反正也不麻烦。凌霄眺望着丛林深处，在那里，屠刀孙克已经跟一只 C 级高危异兽厮杀起来了，而乐姐
他现在闭着眼睛依靠战车，应该是在进行异化练习。收回视线，凌霄取下大剑，瞥向了后方掠来的黑影。咻！深灰气焰裹上了四支羽钢剑，灰芒一闪而过。轰！噗嗤！在恐怖的距离下，威能结晶，焰杀全部碾碎，鲜血喷涌，一颗半米宽的舌头飞起。C 级高危，吞铁蟒。雷鸣队长看着巨蛇那数十米长的尸体，沉默了一会。凌霄，你的身体强度是不是又变强了？凌霄甩掉血滴，将大剑收起，轻笑道：年轻人嘛，进步肯定要稍微快一点。一点。雷鸣嘴角抽了抽，疯狂吐槽道：你肉体力量绝对不比乐素星弱，我甚至怀疑你还要比他强上不少。你实习才开始多久？满打满算3个月多一点吧。一开始能媲美 C 级高位猎人已经很夸张了，现在竟然达到了 B 级标准线了，这进步速度，尼玛简直是妖孽。凌霄沉吟了一会，随即对着雷鸣队长竖起拇指。队长，异能使都是这样的，给我向全世界的异能使道歉，小心他们搞你造谣，知道吗？面对雷鸣队长的口诛笔伐，凌霄摆了摆手，笑道：我先去逛了，要撤的时候给我发个消息。轰！化为灰色流星划破天空，凌霄悠闲地哼起了歌谣。雷鸣队长说的没错，这段时间凌霄确实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速度进步着。姓名：凌霄，称号：王座储君，潜力点0，力量34，敏捷33，体质42，精神41，异能10月，祝福璀璨群星之馈赠，技能威能提炼法残缺 LV2 100%，搏击术 LV3 2.6%，双手剑 LV3 3.1%，步法 LV3 4.2%，威能 LV2 98.8%，巨能 LV2 5.3%，之梦 LV2 12.1%，技能 LV1 98.3%，催眠 LV2 8.2%。经过了这2个多月的发育，凌霄的力量已经比半步 B 级的乐姐高了，哪怕是刀明左秀，力量也才35点，可以说他的肉体强度已经确实达到了 B 级猎人的标准。威能提炼法卡住了，跟孙克前辈一样，卡在100%这边不动了，这应该是正常情况。凌霄现在已经达到了残缺提炼法的极限，技能 LV1 也快升级了。这个技能虽然能随时修炼，但凌霄没有发现有效提高经验值的方法，只能增加使用频率。但说实话，凌霄也是人，他也会烦躁会腻歪，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调整静态威能。总之就是断断续续，现在也快升级了。至于威能 LV2 转化，威能 LV2 经验值加6，一颗漆黑的光粒从指尖流出，它散发着极端暴躁混乱的波动，跟黑焰粒子的相似度已经抵达了90%以上。凌霄觉得在威能 LV2 进度达到 99% 以上，他体内的威能应该可以完全的异化成黑焰粒子了。因为双剑乐素星的面板是威能 LV2 99.6%，按照雷鸣队长的说法，只有让体内的威能全部完成一遍异化，那时乐姐才算是真正的 B 级猎人。这最后的 1%应该就关系着威能5化征服之路的第一高峰，跨过去就能得到星空的承认。凌霄也快了，也许再过几天他也将踏上跟乐姐一样的道路。突然间，凌霄转过头，数公里外，一群能量波动涌进了凌霄的探查神经，是猎人，其中一个还有带点微微的熟悉感。3目猎狗群居异兽，个体实力在 D 级高危 C 级高危之间，身高2至3米，体长3至6米，全身长满棕褐色真毛，皮毛极其坚韧，犹如弹性极好的甲胄，犬嘴尖长，口中倒钩獠牙锋锐，眉间长有梧桐深褐树眼，能发射猎伤能量光线，撕破猎物坚韧的肉体。而此时，这个数量接近20只的3目猎狗群正在围攻一个猎人小队。噗嗤！附着暗铜流光的长柄战刀猛然挥下，一只接近3米多高的3目猎狗顿时倒飞而出，它胸膛上鲜红一片，皮开肉绽，甚至连白骨都隐隐可见。但即便如此，这只重伤的猎狗脸上仍没有半分痛色，它在空中稳住身体，额间的树瞳泛起褐光。轰！仅10公分的高密光柱爆射而出，犹如一把长矛，直戳伤害它的猎人。手持长柄砍刀的猎人脸上闪过烦躁，他一个侧身躲过光矛，但其身周4道兽影趁机扑了上来，他们的獠牙裹着一层威能结晶，锋利尖锐，狠狠地咬在了猎人身上。当！没有血肉被贯穿撕裂的声音，反而像匕首砍在钢壁上，钢铁交响。猎人毫发无伤，他的身上附着着一层能量，泛着金属光泽，犹如坚硬铜铁一般。呵！斩刀横挥，4只猎狗顿时爆射而出，围守在猎人四周。连刚才那只被重伤的猎狗也赶了回来，和同伴一起围捕猎物。妈的！看着这5只3目猎狗，铜斩队长的眼中满是焦急与不解。3目猎狗虽然不是 B 级异兽，但他们平时都活跃在血肉平原，那里危险度很高，与几个中危荒区接壤。怒兽丛林明明离血肉平原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会有3目猎狗群迁徙过来？而且这几只3目猎狗实力也强过头了，他们虽然还未掌握异化，但那肉体力量却已经超越了 C 级高危异兽，抵达了破格标准。而且那猎伤光线强度很高，硬吃的话会消耗很多能量。当然，最重要的是，铜斩队长看向了那只刚被他砍伤的猎狗，他的胸膛虽然还是皮开肉绽，但已经止血了，而且那白骨上似乎还附上了一丝粉嫩肉膜，变得不怎么明显了。他们的恢复力是不是偏强了一点？而且在他们眉下那猩红的兽瞳里，铜斩队长没有看到过一丝畏惧、慌乱，有的只是永远的冰冷。这5只3目猎狗很强，但铜斩队长并不认为他会输。哪怕成为 B 级猎人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也是 B 级猎人，绝对不是几只 C 级异兽能比拟的。但问题是
凭借着那破格的身体强度，那骇人的猎伤光波，那略显恶心的恢复力，这5只3目猎狗确实能拖住他。而只要拖住他，那其余的猎狗群就能蚕食猎人小队，尤其是里面的新人和实习生。而且他还不能将其引到小队那边，他们的攻击对于普通猎人来说是太过致命了。感受着队员的艰苦抵抗，铜斩队长眼瞳闪过狰狞，暗铜色的能量在斩刀上暴涨，扑唰，犹如实质般的金属刀光划出巨大的扇形，爆射向几只猎狗。扑哧，2只猎狗没躲开，一只被斩断了兽尾，一只被划开了肚子，肠子流淌。铜斩队长身子一弓，刚想追击，5道褐色光芒便激射而来。猎人队长矫捷躲避，但5只3目猎狗却蜂拥而上，带着悍不畏死的气势扑向猎人，包括那只肠子外露的猎狗。焦急的 B 级猎人再次陷入了与异兽的缠杀之中。而相比起战况其实是优势的铜斩队长，猎人小队这边情况就相当不好了。狩猎他们的3目猎狗总共有14只，2只 C 级高危，6只 C 级，6只 D 级高危。这些猎狗实力比不上围攻铜斩队长的那5只，但对这个人数仅7人的猎人小队而言却是相当致命了。别让 C 级异兽靠近新人，把他们都拦下来。地马尾的女猎人一边指挥着队友，一边对着异兽挥下大剑。扑唰，灰色剑芒迸发，边角带着一丝冰冷的蓝白光芒，狠狠地砍向2只 C 级高危的猎狗。而另外的3位 C 级猎人也各自对付2只 C 级异兽，他们的状态看起来并不好，有2位身上还有着绽放开的皮肉，血液再止不住的流淌。这是3目猎狗的裂变光线被他射中，如果能量抵消不足，那种褐色光毛就会撕开皮肉，猎伤持续流血。C 级猎人们很恼火，这些普通的 C 级3目猎狗除了身体偏硬了一些，实力其实并不算太强，每人2只在他们可对付的范围内。但问题是，这些畜生跟疯子一样，无所畏惧，以伤换伤，哪怕内脏都砍破了，也要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铜斩小队的 C 级猎人们受伤程度也越来越重，而他们面对的猎狗躯体的损伤当然更加恐怖。缺胳膊断腿是小事，有些长腹拖地，排骨都被斩断一半了。按理说，他们早该重伤濒死，无力战斗才对。但很奇怪，这些3目猎狗就好像没有感情一般，不会痛，不怕死亡，体力充沛，生命力极强，一直继续着进攻。现在铜斩小队的猎人们唯一庆幸的是，2名新人的实力还不错，他们的实习生也是一个5年制学生。面对那6只 D 级高危猎狗，他们还不至于束手就擒。小倩，你再坚持一会，我马上来帮你。手持巨斧的短发女生怒吼道：“坚持住！”高大男生挥舞战刀，狠狠地砍向前方的猎狗。清水倩咬着嘴唇，根本没有余力回应同伴们。那2名猎人其实是他同届的学生，只不过他们是小队新人，而他是5年制的实习生，理所当然，他的实力最弱。来狼群实习时，军团给了他7瓶灵液，猎人协会也给了3瓶。这数个月的时间，清水倩实力变强很多，哪怕面对地级高危异兽，他也有独自猎杀的自信。但问题是，这3目猎狗很不对劲，他们好像没有痛感一样，那恐怖的耐力、生命力、抗击打能力，不是普通的地级异兽能媲美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清水倩面对的不是1只，而是2只3目猎狗。面对那猛烈进攻，清水倩只能竭力挥舞着巨锤，竭力抵抗。哈！缠着气焰的巨锤挥过，逼退了1只猎狗。清水倩脸色苍白，她体内的威能储量不足了，再持续下去，她很可能无法抵御猎狗的攻击。B， 小倩躲开！高大男生那传来了怒吼。清水倩眼睛瞥过，瞳孔顿时一缩。年轻男猎人的战刀砍下了猎狗的头颅，可在那之前，一道褐色的光线已经射了过来。地级猎狗的裂变光线不强，但也足够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具有威胁力的。之前清水倩吃了一发，体内威能不仅狂耗了2成，她的右腿还隐隐作痛着。现在能量不足，绝对不能硬抗。清水倩毫不犹豫地往右侧一窜，显而又显地躲过了这道光束。可还没等她调整姿态，那2只纠缠她的3目猎狗已经扑到了她面前。他们口中的尖牙灰焰流淌，带着骇人的锋锐感，狠狠地咬向了她的手臂与脖颈。小倩，高大男人目眦欲裂，要死了吗？清水倩的瞳中闪过绝望与茫然，已经躲不掉了。鼻子能闻到猎狗口中那血腥的腐蚀味，皮肤能感觉到那强悍威能带来的刺痛感。在这种情况下，清水倩只能在脖颈上缠起灰色焰纱，尽量地延缓着自己死亡。然后犹如走马灯一般，她看到了月白色的光芒，她看到了猎狗缓缓合上了獠牙，很慢，真的很慢。生命的最后，她的感知好像被极限放大了。猎狗嘴巴的合拢速度就好像暂停了一样，慢到她甚至感觉自己只有随便后退一步就能离开异兽的攻击范围。看着眼前这只3目猎狗的兽嘴，这清水倩眨了眨眼睛，后退了一步，真躲开了。清水倩张大了嘴巴，大受震撼。我难道觉醒了异？你在干啥呀，学姐？就在少女心胸澎湃、浮想联翩之时，身后突然传来了略带无奈的男性嗓音。清水倩猛然转过头，却看到了略显熟悉的面庞。她留着清爽的碎发，面容俊逸，双瞳之中闪烁着月白色光芒。此时正低着脑袋，嘴角勾起的俯视着她。凌霄，你怎么在这里？当然是看你们有危险啊。凌霄叹了一口气，有些好笑的看着小学姐。对了，危险？我队友。清水倩愣住了，她现在才感觉此时的战场是如此安静。少女转过头看向了自己的队友们，一切都停下来了，包括那来2只 C 级高危异兽在内，所有的3目猎狗此时就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一动不动地停在了原地。而他的队友们也都转过身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不对，他们看的是自己身后的男人。凌霄，这
这些都是你干的？清水倩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不可思议。我记得你好像不是异能使吧？那天实战考核就有了。凌霄拍了拍少女的肩膀，认真点头道：“都是学姐你的功劳。”真的吗？清水倩陷入了无与伦比的震惊状态。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们是血色狼群的同斩小队。手持大剑的低马尾女猎人走了过来，她看着凌霄，蓝白色的双瞳晶莹闪烁。我是 C 级猎人冷剑，能请问你的代号跟所属队伍吗？我们会报答你的相助之恩。虽然异化进度没有乐姐快，但这个冷剑也是破格的 C 级猎人，身上的威势十分强大。没有代号，我是实习生。凌霄挑了挑眉，露出了暧昧的微笑。血色狼群雷鸣小队，凌霄，你也是狼群的？冷剑微微张大了眼睛，失声道：“你还是实习生？可这异能强度，这不太对吧？异能使都是这样的。”凌霄咧开嘴巴，给出了万能的借口：“你在逗我吗？”听到凌霄也是隶属于狼群，女猎人的语气里的生分瞬间消失了大半，连神态都舒缓了下来。而其他的猎人们也大大放松了警惕，满是好奇的走了过来。小哥，你这异能使是精神操控吗？太屌了吧！尼玛，10来只异兽全控制住了，这大多数都是 C 级猎狗啊！军团今年捡到啥怪物了？猎人们围聚在附近，那好似看待妖怪的眼神，让凌霄的笑容略显尴尬。略微认识后，女猎人冷剑瞥了眼四周，说道：“凌霄，操控这些异兽能量耗损很高吧？我们现在宰了他们。”别！凌霄抬起手制止道：“他们有些问题，最好交给猎人协会鉴别一下。”那生命力吗？清水倩抬头问道。不止。凌霄摇了摇头，沉声道：“他们的精神领域被某种能量干涉过，在我操控之前，这群3目猎狗已经是别人的傀儡了。”听了凌霄的话，猎人们面露惊愕的同时，眼中也闪过一丝恍然。怪不得如此悍不畏死，怪不得好像没有痛觉一般，原来这些异兽早就失去了自我。行，听你的。女猎人冷剑点头，当即掏出手机向猎人协会报告情况。做完这事后，冷剑对凌霄说道：“麻烦你再坚持一会，我去帮队长解决那几只猎狗。”那位队长吗？凌霄眼睛微合，感受着数公里外的气息。那些 C 级破格猎狗虽然很强，但不是你们队长的对手，他已经解决掉一只了。是吗？女猎人冷剑眼中浮出欣喜，但表情倒也没多大意外。我帮忙早点解决战斗为好，不然迟则生变。也是。凌霄看着几位猎人身上的伤势，取下大剑，淡声道：“我去吧，你们赶紧治疗一下。”哎，可那是破格。女猎人冷剑刚想回话，却见凌霄的身上爆起了焰杀。轰！身灰掠过，以数倍以上的音速转瞬消失。猎人冷剑瞳孔紧缩，表情僵住了。而同斩小队的另外几位 C 级猎人更是被惊得面容扭曲，嘴巴都合不上来了。那是他们无法企及的极速，那是只有 B 级猎人才能做到的，足以蹂躏阴障的领域。而现在，那种神速竟然出现在一位实习生身上，这情况简直在挑战猎人们的认知极限。啥情况？他该不会真是妖怪吧？啊，他是实习生？啊，他不是 B 级猎人？啊，肯定是骗人的。他是实习生，老子把屌给剁了！同斩小队的 C 级猎人们抓着头发，扯着喉咙发泄嘶吼，而2名新人跟实习生则一脸懵逼，这超出他们的认识范围。他们完全不明白前辈们为啥这么激动。冷姐，他们都咋了？清水倩看向了女猎人，冷剑抿了抿嘴，声音干涩的说道：“凌霄的速度比同斩队长还快。”什么？新人们的表情瞬间惊悚了起来。女猎人冷剑仰着脑袋，凝视着远方那冲天起的漆黑月牙。少顷，她转过头看向了清水倩：“小倩，你认识凌霄吧？”认识。少女点了点头。他真的是学生？对啊。清水倩歪了歪脑袋，问道：“冷姐，怎么了？”没事。女猎人冷剑沉思了一会，脸上泛起了苦涩的笑容。虽然很不可置信，但同斩队长可能真不是那孩子的对手。清水倩的眼睛迷茫了，而同斩小队众人更是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般，顿顿卡卡的转过脖子。啊！星号5望着眼前这位身穿灰焰战袍、手持漆黑光剑、一剑秒杀破格猎狗的年轻人，同斩队长愣了一下。他看向其他猎狗，只见他们全部停下了身子，猩红的兽瞳已经变成了月白色，显得如此安逸平和。甚至在同斩队长的探查神经里，他队员的能量波动也都平稳了下来。想必那边的战况已经提前结束了。双异化的资深 B 级猎人同斩队长立马做出了判断，这个男人绝对不像表面那么年轻。虽然不知道为啥对方要用原生威能形成战衣，而不用异化粒子增幅，但那力量跟速度已经超越了普通的 B 级猎人，更别说那秒杀猎狗群的双异化能力了。想到这，身为 B 级猎人中的准新手，同斩队长站直身子，郑重道：“感谢前辈出手相助。”凌霄眨了眨眼睛，脑袋上缓缓地浮出一个问号。啊，这个古铜色皮肤的大叔在说啥？因为遇到了突发情况，凌霄联系了队长，雷鸣小队的众人也赶过来了。凝视着眼前的10数只3目猎狗，雷鸣队长摩挲着下巴：“通知猎人协会了吗？”“我的队员已经联系好了。”同斩队长站在雷鸣身侧，问道：“雷鸣队长，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从刚才开始，这位资深队长的似乎一直在思考着什么。雷鸣沉吟了一会，沉声道：“我怀疑几月前的荒区暴乱，官方处理没有想象的那么干净。那颗血色鬼桑。”同斩队长皱了皱眉头，虽然他没有接到越位讨伐任务，但身为猎人队长，他对荒区暴乱的情况还是知晓的。我后面问了干部队伍的成员，他们说血色鬼桑掌握着血液异化，拥有着很强的不死性。雷鸣下巴抬了抬，看着眼前的猎狗群说道：“3目猎狗所在的血肉平原离狂乱之森并不远，
你的意思是，他们曾食用了血色鬼桑的果实，获得了些许不死特性？展瞳队长面露恍然，低声道：“他们之所以变成疯兽，就是受到了鬼桑狂气的影响。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雷鸣揉了揉脑袋上的碎发，叹气道：“还是等猎人协会鉴定完再说吧。我们对血色鬼桑也并不了解。”也是，童展队长微微颔首，他们不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对于那只变异的植物异兽并没有什么直观的接触。和雷鸣队长聊了一会后，童展看向自己的队员，除了女猎人冷剑以外，队员们身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猎狗的裂变能量导致的出血，伤口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接下来估计得中断任务了。内心叹了口气后，在看到了与自家实习生聊天的那位男生后，他眼角顿时抽了抽。在知道对方也是实习生后，童展队长感觉自己世界观要崩塌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猎人的战斗力也能通货膨胀吗？他一个堂堂的 B 级猎人，咋连学生都比不过了？什么？小西竟然是凌霄的实战考试的记录官？英顿将近张大了眼睛。清水茜，你好有骨气啊！怒锤阿斌竖起了大拇指。哈哈，他确实是分配到我这的。清水茜表情稍显扭捏，畏畏缩缩的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看到小学姐这样，凌霄顿时觉得该给她一点支撑。啪嗒，在少女疑惑的眼神下，凌霄的手搭在了小学姐的肩上，对众人介绍道：“清水茜学姐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记录官，深受我们这些考生的信赖。”哦，星号此话一出，不只是清水茜的同学们，连童展小队的其他猎人也投来了好奇的眼神。凌霄，清水茜抬起头，脸上浮出了感动的笑容。凌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在第一天，清水茜学姐就替我们规划路线，并表示一定会让大家完成实战考核。”那个清水茜笑容收敛了，其实没有他这些怪胎也能完成考核，而且他规划的路线也没人听啊。考核路上，我们遭遇了恐怖的地级异兽，为了不让考生出现危险，清水茜学姐亲自出手，让我们在安全的地方观战。凌霄微微仰头，神情中浮现出一丝追忆。那时，我们悠闲地吃着零食，看着学姐手挥巨锤与地级异兽大战300回合，不仅见识到了清水茜学姐的英姿风采，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小茜，所有人都对清水茜投以惊讶的目光。原来在这个怪物学生弱小的时候，曾接受过这位少女的庇护。清水茜抿了抿嘴巴，身体开始颤抖起来了。当时每人一只地级异兽，就她解决的最慢。你们都把异兽宰光了，吃零食围观她表演，当然有安全感啊。后来我们考生做出了冲动的决定。凌霄垂下眼帘，语气沉重地说道：“我们想要挑战异兽密集的高危地区。清水茜学姐很担心大家的安全，我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少女全都攥紧，耳朵都涨红了。学姐，我们会保护你的。凌霄摇了摇头，略显惭愧地说道：“当时无知的考生们说出了这句话，也许是被我们的天真所感动。”清水茜学姐眼眶湿润，同意了大家的请求。猎人们听得入神，而那位故事的主角则小手颤抖地拉了拉凌霄的衣服。凌霄，你别说了。清水茜脸颊通红，眼角含泪，真的要哭出来了。看到学姐这个状态，凌霄握住了对方的小手，给她露出了一个安心的笑容。随后他直起身子，继续说道：“后来我们真遇到了险情，军方的异兽监管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10数之地级高危异兽，3只 C 级异兽，危险接连不断的来袭。”什么？众人大惊，当时大家都绝望了。凌霄深叹了一口气，沉重说道：“我还记得那位年段前3的队友对我崩溃哭喊道：凌霄，我只能挡住一只。”我能听到他内心是有多么的懊悔，因为那时的我们都是这种心情。你已经开始造谣了。清水茜深深缓和着呼吸。可就在这时，凌霄眼中浮出一丝希冀，语气激动地说道：“清水茜学姐站出来了。”她临危不乱，冷静地指挥起大家战斗。年段前2的异能使经过她的教导，鼓起勇气，克服恐惧，独自挑战起 C 级异兽。而我和另外一名队员则跟着学姐与接下来的异兽战斗。你放屁！凌霄捂住了少女的嘴巴，感慨道：“那真是一场艰苦至极的厮杀，我有2次都想放弃了。可这时候，清水茜学姐就会用特殊的方式鼓励我。特殊方式？”江静歪了歪脑袋。对，她会挂在我身上做引体向上。凌霄竖起大拇指，笑道：“可能是想给我加油打气吧。”引体向上，还是野外？双剑乐素星眼睛一亮，瞧了瞧娇小少女的身子，这孩子吃得消吗？就在凌霄思考乐姐的话语时，清水茜挣脱出了他手掌的束缚。再胡说，老娘咬死你啊！看着扯着自己衣袖、表情凶恶的少女，凌霄立马对银发女猎人说道：“对，我说的就是这样。”乐素星失望地收回目光。那天，清水茜学姐满脸鲜血，脚踩着 C 级飞禽的头颅的模样，深深撼动了我的内心。身上挂着一只学姐的凌霄神情肃穆，郑重道：“也是在那时，我觉醒了异能。可以说，没有清水茜学姐，就没有现在的我。”你又在撒谎，又在撒谎！清水茜扯着凌霄的脸颊，面目狰狞地嘶吼道：“这个满是谎言的嘴巴还要吗？信不信老娘现在就把它啃掉啊！”而看到少女这副模样，中途就察觉到凌霄在扯淡的猎人们脸上也浮出了坏心眼的笑容。江静2手揉着眼眶，哭得像笑一样。小茜，我突然感觉你好伟大，太有骨气了，能不能让俺也觉醒异能？小茜，原来你以前就能斩杀 C 级异兽了，真是佩服！我就说这孩子贼有出息，我一直都觉得小西身上有股莫名的威严，他以后不是 A 级猎人我就把屌剁了。清水茜身体僵住了，挂在凌霄身上，瞳孔失去了焦距。见状，凌霄欣慰地点了点头，他双手托起少女的侧腹，高高举起，好像在迎接一位伟大的存在。我的学姐，当你成为猎人的时候，
整个潞州都在低语你的名字，清水茜，你必将伟大，必将受万众瞩目，世人会瞻仰你的风采，你的威严就好似你的身高一般雄伟万丈。你夸你马呢？清水茜对凌霄使用了绞杀，赌上他全部的威能。营地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猎人协会的战机赶到了。从战机上下来的是一位神色轻佻的男人，他面容清秀，眼睛细长眯起，笑得像狡猾的狐狸一般。蛟龙赵君水，他竟然会亲自过来。雷鸣队长神情一怔，队长，他身份很特殊吗？凌霄好奇问道。潞州猎人协会荒区监察部队的正级队长，雷鸣轻声说道。他是潞州中低危荒区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最顶级的 B 级猎人。哎呀，雷鸣队长，你这样夸我，真的让人诚惶诚恐啊！带着滑腻的语调，蛟龙双手背后笑眯眯地走了过来。雷鸣挑了挑眉，开玩笑道：“毕竟你是大人物，让我的队员们都认识一下。像我这种连 A 级猎人都不是的，怎么称得上大人物呢？”蛟龙赵君水略显夸张地耸了耸肩，随即转过头，像是刚发现凌霄一样。哦呀，这不是被江会长誉为潞州近代最卓越天才的凌霄同学吗？凌霄露出了疑惑的眼神，虽然很想跟你这种前途无限的年轻人聊一聊，但这次确实有正事。蛟龙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收起笑容，水蓝色的树瞳微微显露。请带我看一下吧，那些三目猎狗们。在两个小队猎人注视下，蛟龙负手漫步，仔细打量着这群三目猎狗群。少顷，他停下脚步，咻！一道水刀闪过，像切割橡皮泥一般，切掉了某只 C 级破格猎狗的前腿，断肢落地，鲜血流淌。蛟龙蹲下身子，自下而上的盯着那切开的伤口，看着它止血，看着它结痂，看着它附上新的肉膜。凌霄小哥，能麻烦解开控制吗？蛟龙笑着挥了挥手。凌霄点了点头，放开了对这只异兽的操控。转眼间，猎狗眼中的月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血腥的红色。嗷吼！三目猎狗猛然一扑，狠狠地咬向前方的猎人。咔嚓！好的好的，乖一点哦。蛟龙的左手捏住了猎狗的上颚，任由对方任意撕咬他的手掌。他身体前倾，水蓝色树瞳与猎狗那猩红双目对视着，神情越发严肃。咻！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环状的水刃高速掠过，转瞬之间，所有的三目猎狗头颅都掉了下来，喷涌的血液染红了大地。雷鸣队长瞥了一眼，问道：“不用留个调查样本吗？”“不用了，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蛟龙摇了摇头，苦笑道：“你们这是第4例了，也有别的猎人小队遇到这种情况。”铜斩队长眉头皱起：“是的，都是这2天发生的。”蛟龙赵君水挠了挠脸颊，淡淡的说道：“那些异兽都有着同样的特点，强悍的恢复力，没有理智，活动地区很深，临近中危荒区。而且，蛟龙睁开眼睛，淡蓝色的树瞳中透露着冷厉，他们都离狂乱之森很近。果然是那颗血色鬼桑的问题吗？”雷鸣眼神一凝，问道：“因为他的桑果狂气的影响，目前有2个推测。”蛟龙眼帘低垂，也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一个是那颗血色鬼桑还没有死透，他躲在暗处，悄悄散布狂气之果，被干部队伍们围捕，还能活下来吗？铜斩队长面露惊愕，概率很小。蛟龙赵君水摆了摆手，轻笑道：“毕竟狼群团长可是剥夺了他的禁恶血液，没有了血，那颗血色鬼桑可能连 B 级高危异兽都不是。而且，就算他真的有分身存活，我们也搞不清他这么做的动机。”蛟龙勾了勾嘴角，冷笑道：“为什么他不夹着尾巴苟且偷生，反而如此高调的报复猎人们呢？将血液能量混入果实，再用变异的狂气操控异兽，袭击人类的猎人小队。”蛟龙赵君水沉吟了一会，说道：“除了浪费他的能量外，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至今没想明白。”雷鸣队长点了点头，问道：“那第2个猜测呢？”“第2个就简单了。”蛟龙张开双手，笑道：“假设吃过果实的异兽体内都隐藏着狂气，只是血色鬼桑没有操控而已。在血狼团长处刑的时候，血色鬼桑知道自己要死了，在生命最后，他引爆了所有的疯狂，让异兽们报复猎人。这个比较符合实际。”蛟龙看着猎人队长们，说道：“被操控的异兽最高只有 C 级，这也代表着那残留的能量不多，根本无法让 B 级魔兽们屈服。”原来如此。铜斩队长面露恍然。雷鸣则思索了一会，问道：“有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在2个多月后才开始行动？”不知道。蛟龙赵君水摊了摊手，脸上浮出了无奈的笑容。可能是狂气入侵异兽大脑需要时间，也可能是他们身体在适应血液能量。但对于第2个猜测来说，这确实是很大的疑惑点。看着默然不语的 B 级猎人们，凌霄想了一下，出声道：“蛟龙先生。”“蛟龙看了过来，笑眯眯的回应道：“怎么了，超级无敌天才同学？这啥鬼称呼？虽然我不知道狂气的效果，但……”凌霄指了指脑袋，说道：“那些三目猎狗，他们大脑中的意志绝对没有那么久远。在凌霄接入对方灵魂的时候，那层血红能量还略显凝实。果然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吗？”蛟龙轻笑道：“我称不上什么专业人士。”“不，你可别谦虚，凌霄小哥。”蛟龙看着他，狡黠笑道：“幽鬼先生也是做了同样的判断，你的结论很正确。”凌霄眨了眨眼睛，虽然第2个猜测比较符合实际，但我可不敢忽视你们这种灵魂领域大师的建议。在猎人们疑惑的眼神下，蛟龙赵水军嘿嘿一笑，说道：“昨天下午，我的副手已经带领监察部队前往狂乱之森开启调查了。在他的异化下，那只血色鬼桑可没那么好隐藏踪迹。”“你说的是？”雷鸣队长顿了一下，问道：“荒区监察部队副级队长翠龙林英？”“没错。”蛟龙微笑颔首，略显自豪地说道：“阿英是我的同级生哦，实力可不比我弱多少。
晦暗的鬼桑林里此时格外的沉寂，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却莫名的被染成红光。那不是夕阳的橘红，而是血液般的鲜红。暗绿长发的女猎人双腿浮空，因为痛苦，姣好的面容微微扭曲，她的手脚都动不了，滑腻的暗红色的蔓藤如长蛇一般锁住了她的四肢与脖颈。那能撕碎毕极异兽的力量，在此时却显得如此的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女猎人只能转动那碧绿的眼瞳，将附近的惨状映入脑海，好似业余的户外烧烤。数十根从地下刺出的血色蔓藤，犹如鲜红长矛一般，七零八散地插在地上，而在那长矛的杆上，则不整齐地穿插着石材。它们躯干自然垂落，那血肉躯体上被穿透了好几个窟窿，每人身上都插着数根蔓藤竹签，数量总共有11位。他们都是 B 级猎人。女猎人的眼神里浮出绝望与悔恨，她眼睛扫过附近的所有鬼桑树，只见这些植物异兽正摇晃着枝干，蔓藤波浪编舞，似乎在庆祝，似乎在嘲笑，又似乎……猩红色的光芒越来越浓郁。往下一瞥，女猎人顿时瞳孔一缩，下方地面血色的树干钻了出来，它只有1米宽，似植物又似血管。它慢慢升高，与女猎人齐平。然后，那暗红纹理的躯干上浮出了一张诡异的人脸。它有一张没有弧度的嘴巴，尖长的鼻子，鼻翼上方则堆满了猩红眼球，密密麻麻，大小不一，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不适感。在女猎人惊恐的目光下，人脸的嘴唇勾起了微笑的弧度。噗嗤，猩红从大笛升起，一根血色的长矛贯穿了女猎人的心脏。咕嘟咕嘟，空气中响起了血管传输的声音。不到2秒，女猎人垂下了头颅，好似她的同伴一般，变成了死去的肉串。但那诡异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咕嘟咕嘟，在阳光逐渐细微的时候，女猎人的身体突然动了一下。几秒后，她缓缓抬起了脑袋，那姣好的面庞上已经没有了畏惧的情绪。女猎人重新打量四周，鬼桑树们摇晃枝干，它们树叶好似人类的手掌，看起来就好像有成千上万人在招手一般，似喜悦，似庆祝，又似乎在欢迎她。看向眼前的猩红树脸，女猎人嘴角勾出了好看的弧度。为您的跃迁献上鲜红的庆典。她的双瞳闪烁着归红，犹如血色宝石一般。6000字，3张量，可以给作者一点免费礼物当鼓励吗？噗！铜斩小队跟随着官方回归了。雷鸣小队的一行人继续前进，在第2天中午抵达了黑松山，并在当天下午找到了那只目标异兽冰眸狂虎 C 级破格。那是一只白灰相间的巨虎，它身高接近4米，体长超过7米，银白色的爪子犹如镰刀，长且锋利，兽瞳冰蓝剔透，似有霜雪飘荡，给人一种冷冽肃杀的美感。这白虎挺好看的呀。看着2公里外的雪白巨虎，凌霄手指摩挲着下巴，饶有兴致地观赏起来。不得不说，这算是颜值比较符合他审美的异兽了。凌霄，你很有品味。双剑乐素心撩了撩头发，微笑赞同道：“我也喜欢白虎，看起来真的很干净。”对的对的，没想到今天竟然能跟乐姐有共同话题，凌霄觉得蛮感动的。乐素心，他们那都准备好了，你可以上了。雷鸣队长的声音传来，一旁屠刀孙克、银盾将近、怒锤、阿斌都握紧了武器，蓄势待发。这场战斗按照计划就是乐素心主攻，其他3人辅助。至于雷鸣队长跟凌霄看戏，双剑乐素心取下大剑，出发之前拍了拍凌霄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少年，要记住一点，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森林，都比不过白虎的天然纯粹。你的喜好是正确且崇高的。”哦，凌霄猛逼点头，没想到乐姐还是狂热的动物爱好者。轰！银发女猎人爆射而出，直奔远方的异兽，而几名猎人也是跟随她的脚步冲了上去。扑唰！好！剑芒迸发，猛兽的怒吼威震大地。技能 LV1，经验值+5，转化威能 LV2，经验值+7。站在雷鸣队长旁边，凌霄一边刷着经验值，一边观察着乐姐的战斗。那只冰眸狂虎的实力跟双剑乐素星相差不多，战斗基本上是由乐素星搏杀纠缠，其余几位猎人找机会用剑气锤波偷袭。除了屠刀孙克偶尔会近身阴上2刀，将近阿斌都离得远远的，保持着相对安全的距离。银发女猎人这次没有使用异化斩击，但她的大剑两侧的锋刃上裹着一层轻薄的蜜银色光流。那只白虎也一样，它前爪的锋利部位同样流淌着蓝白光芒，而它爪子挥出的能量锋刃只是正常的威能，不是异化爪芒。似乎对于他们这种 C 级破格的猎人异兽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战斗方式。他们都在节省着体内的异化粒子，而那节省的能量都用在哪了？凌霄看着乐素星那战斗的身影，眼睛微微一凝。乐姐这次的力量、速度似乎都比以前强了很多。现在乐素星虽然开着威能缠绕，但那不是异化粒子，只是普通的灰焰，也就是说是威能充盈的原因。乐姐跟那只白虎都用异化能量来充盈肢体，以获得更强的力量涨幅。雷鸣队长，你说？雷鸣观察着队员的战斗，没有回头。凌霄斟酌一下话语，问道：用异化粒子使用充盈缠绕，它的增幅比正常威能强多少？那就要看你的异化属性了。雷鸣挠了挠头，解释道：正常情况下，越是狂暴的能量带来的力量增幅越高，那治疗、精神等比较平和的异化岂不是很吃亏？凌霄问道。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异化粒子带来的不仅是力量。雷鸣咧了咧嘴巴，笑道：就比如我的紫电使用充盈缠绕时，它不仅能带来不错的力量、速度增幅，还能提升我的感知、动态视力、神经反射。而我的流水粒子，它增幅比不上紫电，但能提高我的耐力、承受力、恢复力。
每种异化粒子带来的特性都有区别的。雷鸣指了指凌霄，说道：“像幽鬼副团长，他能通过全身异化，肉身行走于虚幻领域。”凌霄愣住了。所谓虚幻领域，其实就是抽象位面、梦境、镜子、影子、湖泊倒影等等。没想到幽鬼先生还会这一手，那他的月白以后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一点？你黑焰粒子的特性应该是极上位的几种高危粒子，等你学会异化，它能给你带来超强的增幅。雷鸣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在纯粹的力量提升方面，应该与其他几种高危粒子齐平，能稳压你的可能只有巨人。巨人，全名叫巨人之力，一种力之极致的能量。”雷鸣队长挑了挑眉，科普道：“这是非常罕见的异化，猎人协会从秘境中发现的，比如玄青、天使、恶魔、大蛇、魔狼等等。”凌霄微微颔首，将这些都暗自记下。虽然越暴躁的粒子力量增幅越强，但其实也有一定的缺点的。雷鸣拍了拍凌霄的后背，提醒道：“我见过狂雷异化的猎人，他使用充盈、缠绕，力量增幅远远超过了我的紫电，但他不能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因为那急剧上涨的力量会损伤他的身体。”凌霄想了想，问道：“没错。”雷鸣点了点头，笑道：“他的肉体素质并不能完全驾驭这种力量。异化粒子是平等的，每种异化都有着各自的优点、缺陷。猎人的强弱从来只看个人。如果你凌霄没有那变态的精神强度。”雷鸣队长勾了勾嘴巴，说道：“那黑焰斩击的异能绝对没有现在这么棘手，我就当您是在夸我吧。”凌霄笑了笑，眼睛咕噜一转：“队长，那是不是身体足够好，就不怕异化增幅过高了？”理论上是这样的。那还好。凌霄拍拍胸膛，轻笑道：“我别的不太行，但在身体承受方面还是有一定自信的。”雷鸣眼角一抽，才想起这件事。他家的实习生可是体魄比 B 级异兽还强的怪物，真学会了异化，他估计能像灰烬模式一样，把那恐怖增幅当成常态使用。想到那场面，雷鸣顿时两眼一黑，胸口中充满了羡慕的酸楚。而心情愉悦的凌霄再次对体内的威能发出命令：“转化威能 LV2，经验值加12。”好似冰水滴到了脖颈，凌霄打了个寒战，某种突如其来的质感直接灌进了他的脑子里。似信息、似知识、似感悟，难以言喻。消化了一会后，凌霄伸出手指，一颗漆黑的能量光点从指尖浮出，它给人的感觉极端危险不祥，但却乖巧安逸地漂浮在凌霄指尖，熟悉中又带着些许陌生感。它就是真正的黑焰粒子，只不过相比凌霄异能同化的黑焰粒子，它似乎有些不同之处。在队友的支援下，双剑乐素星花了20分钟的时间，成功斩杀了那只冰魔狂虎。雷鸣小队也没有耽搁，联系猎人协会，当天就离开了荒区。按照惯例，众人去熟悉的餐厅搓了一顿，然后回宿舍洗漱完，就在客厅沙发闲聊了起来。那只灵魂异兽竟然没开播。雷鸣队长丢下手机，表情略显烦躁。他该不会是察觉到我的潜伏，害怕的躲起来了吧？队长，你说的是梦白小姐吗？江静躺在沙发上，嚼着薯片说道：“我上次去搜了一下，那个梦白小姐直播频率本来就断断续续的，还经常失踪。是这样的。”雷鸣双手环胸，点头说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休息的时候总能碰到那一兽直播。是吗？”阿斌咧开嘴巴，赞道：“那挺有缘分的，好有骨气。”好像是这样的。雷鸣愣了一下。队长，江静眼睛弯起，嘿嘿笑道：“要不你改推梦白小姐？”雷鸣队长摇了摇脑袋，怒喝道：“怎么可能？我对雨欣一心一意，他是雨欣的敌人，我现在只是卧底潜伏，只要等其露出马脚，我就能将他举报掉。”对着挚爱之人宣誓，再次明确内心后，雷鸣清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总感觉队伍间少了什么。银盾将近窝在沙发上吃零食，怒锤阿斌在看电视上的热血电影。屠刀孙克一边刷着健康码，一边往嘴里灌78度的白酒，脸上的绿光看起来让人安心。双剑乐素星一个人缩在小沙发上滑手机，似乎在看图片，脸上的笑容十分诡异。雷鸣沉思了一会，对大家问道：“凌霄跑哪去了？好像吃完饭就没看到他了。”“我看到了。”江静高举右手报告道：“他洗完澡就回房间休息了。”“休息？这才几点？”雷鸣看了一下，20点34分，总不能出完任务困了吧？这咋可能？先不说那小子的体力，这次任务他也没咋动手啊，可能是在跟家里人打电话。阿斌竖起大拇指：“我觉得是在下围棋。”江静表示经常看到凌霄在手机下棋。雷鸣点了点头，觉得他们说的都很对。有没有一种可能，孙克放下手机，再次开了一罐500毫升白酒？那小子只是谈恋爱了而已。年轻人跟女朋友煲电话粥不是很正常吗？星号3，雷鸣、江静、阿斌呆住了。星号3，江静、阿斌满脸惊悚，雷鸣更是面容扭曲的反驳起来：“这怎么可能？猎人以事业为重，怎么能这么早谈恋爱？而且对象还是真人，这也太恐怖了！身为队长，我不能看他踏入深渊。”雷鸣大手一挥，怒喝道：“江静、阿斌，将那小子揪出来，我今晚要跟他痛饮300杯。”是。两名新人站姿笔直，神情里充满了荣光与肃穆。等等，你们在说些什么啊？被搅了雅兴的乐素星收起手机，略显责怪地说道：“少年出完任务，肯定得发泄一下，你们这样打扰他，真的很不体贴。”哼！雷鸣皱着眉头，沉声道：“如果是这种纯洁的事情，那我当然放心。但万一他真的在交女朋友呢？这种荆棘之路，身为队长的我都没走过，怎么敢让他踏上去？”江静、阿斌沉重点头，无言表达自己的支持。见状，银发女猎人站起身子，无奈道：“
我替你们勘察一下吧，正好刚找几套东西，应该挺好用的，给少年提供下素材。被委以重任的女猎人走向了凌霄的房间。叩叩叩！站在房门前，乐素心耐心地等了一会。他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催，不能喊，需要给人平复时间。等了一会，房门打开了，看着少年那红润的面庞，略显疲惫的神态，乐素心了然点头，眼睛礼貌的没有往下看。少年，你需要素材吗？我帮你找了好几组白虎、视频、写真、漫画都有。素材？凌霄顿了一下，眼神稍显茫然。不用了，乐姐，我现在还挺忙的，没时间看动物视频。没想到乐姐还真的是狂热爱好者，还专门过来安利收藏了。动物？乐素心眉头一皱，倒吸了一口凉气。少年，别这么重口味，看看美少女挺好的。您又在说什么怪话？凌霄扶住了额头，有些难以理解对方的脑回路。乐素心探入身子，鼻子吸了吸，随后他睁大眼帘，满是不可置信地看着凌霄。你难道不在打交吗？为什么你会想到那去啊？凌霄表情崩溃了。我只是按常理推断。乐素心手抵着下巴，疑惑道：那你躲在里面干嘛？为啥不出来聊天？熊！一小朵黑焰从凌霄的食指上燃起，它十分微弱，好似即将熄灭的蜡烛火焰一般。再琢磨一能？乐素心歪了歪脑袋。凌霄微微一笑，在对方疑惑的眼神下，将衣袖触向了漆黑焰苗，没有被摧毁。那普通的没有包裹威能的衣袖，在黑焰的灼烧下完好无损。见状，乐素心的瞳孔顿时一缩。身为异化学习者，他很清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完全服从的威能粒子才会遵照主人的意愿，随意收敛释放自身的攻击性。乐素心抬起眼帘，看向了对方的双瞳，在那眼眸的内部已经没有了高光，只剩下黑色。它比墨水更黑，似乎所有的光都被吞噬了，微微晃荡，好似漆黑的火焰。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异化了？银发女猎人嘴巴微张，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凌霄挠了挠头发，轻笑道：正式开始时间应该是1小时前吧。他也是洗完澡后才开始完全投入研究的。进度多少？你指的是全身所有能量吗？对，乐素心点头。目前应该接近1%吧。凌霄看了下面板，轻叹道：虽然凌霄精神力高，但是他体内的威能粒子的密度、质量更是高的离谱。相比于其他 C 级猎人，他的能量征服难度要高上很多。对于这种进度，凌霄略显不满，但乐素心却夸张地张大了眼睛。1%，1个小时，1%。在凌霄莫名的眼神下，女猎人按住了他的肩膀。少年，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哪有人100小时就能完成异化的？这个很快吗？乐素心脑袋贴近，直视着凌霄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用了整整9个月，才异化了全身60%的能量。你这快过头了。女猎人抿着嘴唇，露出了没见过的表情。然后她晃悠起凌霄的肩膀，略显委屈地说道：那你的进度岂不是几天就要超过我了？少年，这太快了，太快了，我都有些受不了了。请不要趁机说些奇怪的话。凌霄这才想起来，虽然 C 级猎人的威能强度、密度没他高，但他们还未经过星空的承认，也没有修炼月之书，更不是异能使，其精神属性是远低于自身体质的。相比于凌霄，普通猎人的异化之路明显要艰难得多。将乐姐打发走后，凌霄躺在床上，打开了面板。威能 LV2 90.1%。在今天威能 LV2 抵达90%时，凌霄就知道了异化的操纵方法。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知识，大脑懂了，但就是形容不出来。用精神力笼罩全身，凌霄看到了体内那澎湃的威能粒子，大部分还是保持着深灰色，在眉心附近的一小撮已经变成了纯粹的黑焰粒子。观察了一会，凌霄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力锁定在右手食指的肩部，体内那一片的威能粒子停止了倾荡，直接定了下来。恐怖的精神力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志，瞬间裹挟了哪些威能光点。在那明确的威严下，这些能量粒子在颤抖，它们微微内缩，似乎在表示臣服、效忠以及绝对的服从。在凌霄的引导下，它们开始坍塌、变换，颜色逐渐变深，染上了黑色，性质也开始改变。少顷，那深灰色威能已经变成了漆黑的光粒，它们乖巧地匍匐于原地，等待着主人的命令。这就代表着威能粒子的完全征服。凌霄抬起手指，看着上面漂浮的光粒，眼帘微微闭合。经过摸索实验，凌霄发现了几个异化的特性。一，相比起异能使同化的能量，他们的服从更加坚决，更加绝对，完全以他的意志为主。哪怕让他们形成黑焰，凌霄也能控制其特性，什么可以破坏，什么不可以破坏，都由他说了算。二，一旦身体某处的威能粒子完成征服，哪怕将其消耗掉，后续那块区域细胞产出的威能，异化难度会简单很多。三，异化进度，系统只记录百分比，没有提供经验值。这种情况很罕见，但凌霄见过类似的，那就是异能，系统只记录名字，连等级、进度百分比都没有。异化的征服之路，为什么也会被如此特殊对待？凌霄抬起眼帘，看向了窗外。乌黑的穹顶之上，星空闪耀，似乎在见证着大地上的一切。次日，在副级队长翠龙、林英的带领下，荒区监察部队回到了潞州猎人协会，报告本次的调查结果。潞州猎人协会中低危荒区监察部，角龙赵君水坐在会议室主位上，他双手合十，手肘倚着桌面，细长眼睛眯起，笑盈盈地听着猎人们的报告。经过本次狂乱之森的调查，我们确认了血色鬼桑仍然存活的事实。说话是一位有着暗绿色长发，身上穿着白衬长裙的女性。她有着好看的双眼皮，鼻梁小巧直挺，嘴唇较薄，较美的面容上神情认真且严肃。翠龙、林英，
荒区监察部副级队长，掌握着碧翠这种植物异化的顶级 B 级猎人。通过我能力的植物感知作为主要探索手段，我们有点急面，花了20个小时，终于在森林北侧发现了那只魔兽。角龙沉吟了一下，问道：“确认是同一只血色鬼桑吗？它的能量波动跟你们捕获的那颗鬼桑几乎一致。”翠龙灵鹰点了点下巴，冷声说道：“我推测，这是在你们围捕之前，血色鬼桑提前做出的分株，还真是符合植物异兽的风格。”角龙赵君水脸上笑容里带着些许无奈，当时没想到暴乱元凶会是鬼桑树，要不然我就让你带队过去了。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难以预料。翠龙灵鹰语气平静，说的也是。角龙手指敲了敲桌面，水蓝色的树瞳微微抬起。那么，你们是狩猎失败了吗？失败了。包括翠龙灵鹰在内，在场的猎人微微低头，承认自己的过失。哈哈，我并没有指责大家的意思，只是想知道失败的理由。男人挥了挥手，笑眯眯地打破了这沉重氛围。副队长，能说下那颗鬼桑分株情况吗？看着绿发女猎人，角龙问道。可能是为了躲避猎人追捕，那颗鬼桑分株没有让枝干生长，而是选择潜藏于地下。翠龙灵鹰沉吟一下，继续说道。它的强度略弱于你们捕获的血色鬼桑，但也有着高危魔兽的实力。那应该不至于让你铩羽而归吧？角龙皱了皱眉头，眼睛扫向周围的猎人们。而且诸位好像都受伤了。在场的 B 级猎人虽然穿着普通的衣物，但透过脖梗、衣袖能看到些许缠绕的绷带。很明显，他们不是单纯的没抓到血色鬼桑，而是经历了一场苦战。那颗鬼桑分株真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如果只是血色鬼桑，我们有70%的把握将它捕获。翠龙灵鹰蹙眉细眉，沉声道。可就在我们确定位置，想轰开地表逮住它时，一群 B 级异兽从森林中赶来，对我们发起了袭击。魔兽？角龙睁开了眼睛。对，他们精神有些混乱，身体恢复力远超普通 B 级异兽。翠龙灵鹰直视着赵君水的眼睛，寒声道：“我推测，这些魔兽长期食用血色鬼桑的果实，体内积累了分量巨大的狂气，连 B 级异兽都能影响。”角龙手掌遮着面庞，眼神彻底凝重了下来。他们完全疯了吗？还保持些许知性，但不够清醒。灵鹰回道：“数量呢？至少15只，真实总数未知。”绿发女猎人看着角龙，神色坦然地说道：“当时我怕队伍失去后路，决定放弃任务，提前撤退。你的决策很正确。”角龙微微颔首，没有责怪对方的失败，不过没想到他还能影响魔兽，这下可难办了。男人揉了揉眉头，苦笑道：“也是，那颗血色鬼桑都活了上百年了，狂乱之森不知道有多少异兽吃过它的变异桑果。只要他不主动引爆，那些异兽可能察觉不到异样。日积月累，血色狂气不断累加，也达到了连 B 级异兽都无法承受的分量。”翠龙灵鹰点了点头，问道：“要怎么处理？这种数量未知的情况，肯定不能单靠荒区监察部了。”赵君水摩挲着下巴，沉思道：“联合3大军团，彻底绞杀这些魔兽，不能让他们再持续下去了。需要我现在召集吗？”“不，这次需要妥善安排。”角龙抬起手制止道：“我们要做最坏的假设，狂乱之森所有的魔兽都被狂气侵蚀了。这样的话，单靠我们跟3大军团的干部小队，可能人手还是有些不够充足。把军团的队长们也调动过来。”灵鹰皱眉问道：“具体还是得等我跟几位军团干部讨论处理。”角龙摊了摊手，笑道：“如果真要这么做，那中低危荒区的任务发配的大幅调整了。而且本次作战时间不能长，最好1天之内就完成清扫。毕竟抽调了这么多中间强者，必须以雷霆之势解决，要不然中低危荒区会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安静思索一会后，角龙看向了下方的猎人们：“你们先回去吧，养好伤，将状态调整到最佳。”“收到。”星号嗯。B 级猎人们站起身子，微微示意后便离开了会议室。房间里也只剩下2位正副级队长。“你好像心情不太好。”绿发女猎人背着双手，步伐晃悠地走到了角龙身旁，那原本认真严肃的面容，此时正挂着略显俏皮的笑容。林英侧弯下腰，暗绿色长发从脸颊垂落，笑眼盈盈地问道：“怎么了？这次的事情很让你头痛吗？”“是啊。”角龙赵君水深叹了一口气，整个人都瘫在了椅子上，他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狐狸般的假笑，水蓝色树瞳里显露出疲惫与烦躁。这事态会继续发展，直接原因是因为上次暴乱讨伐战，我的处理不够严谨，当时就该把你也带过去。”赵君水手插着头发，脸色阴沉地说道：“因为这些狂气异兽的袭击，短短3天里已经出现了4位猎人的死亡，10数位重伤。某种意义上，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也是没办法的呀。”翠龙灵鹰伸出手，揉按着男人的太阳穴，温声道：“上次我也在执行任务，你们的队伍有3位干部队长，阵容已经很豪华了，谁想得到那只异兽会这么狡诈？”赵君水看着天花板，没有说话。“快振作起来！”灵鹰推起角龙的肩膀，轻笑道：“这次由我翠龙出手，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噗！听了女猎人的话，赵君水勾了勾嘴角：“你就这么有自信？”灵鹰抬起双手，摆了个我很强壮的姿势，挑眉笑道：“只要有水龙辅助，我的碧翠就是无敌的。”看着女猎人搞怪的模样，角龙赵君水露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容。他侧着脑袋调侃道：“原来还要我来打下手，我以为您一个人。”突然间，男人止住了话语，他睁开水色双瞳，身子顿了一下：“阿英，你的眼睛。阿英，你的眼睛。”“嗯。”灵鹰唇角弯起，赵君水抿了抿嘴，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戴美瞳了？”女猎人那原本碧绿的眼瞳，此时却变成了深紫色，上面还有星星般碎屑，闪闪发光。“对的。”翠龙灵鹰眨了眨眼睛，略显期待地问道：“怎么样，好看吗？”赵君水沉默了一会，语气微妙地说道：“
感觉不太对，而且这是年轻女孩玩的吧？你什么意思啊？女猎人眯了眯眼睛，不，我是说，蛟龙举起双手，陪笑道：“咱俩也认识30来年了，我觉得你原本的眼眸最好看。”阿水真的很不体贴。林英瞪了对方一眼，随后还是仰头，慢慢取下了2只美瞳。这个可是最近的流行款，听说是什么虚拟偶像代名的。将镜片小心收起，女猎人看着蛟龙，碧绿色眸子中充满了幽怨。看着那熟悉的绿瞳，蛟龙赵君水神色一缓，开玩笑道：“虚拟偶像都是阿宅看的，他们的品味可能不太好。蔷薇的梦美小姐曾告诉我，雷鸣队长就是死宅哦。”翠龙林英双手抱胸，狡黠道：“监察队长，小心我去挑拨你们的关系。”哈哈，饶了我吧！蛟龙投降似的摆了摆手，随即他收敛笑容，看着女猎人轻声道：“早点回去休息，你也受伤了吧？”从对方的后背位置，他能在衣服上看到一些绷带轮廓。好。翠龙林英点了点头，转身收拾起东西，向门外走去。对了，阿水。女猎人停下脚步，转头问道：“要不我们请 A 级猎人出手，这样就能确保万无一失了？”听了他的话，蛟龙赵君水严肃摇头，告诫道：“如果中低危荒区出点状况，都需 A 级猎人出手，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A 级猎人活跃的地方是高危荒区，除非有天灾异兽越位，我们都不该请他们出面，不能逾越。林英，你要记住这一点。”绿发女猎人微微颔首，没有说话。当然，还是有特殊情况的，似乎觉得自己语气太重了。蛟龙挠了挠头发，叹声道：“如果这次真失败了，那确实该请 A 级猎人出手了。到时就由我这个监察队长去向那位大人物赔礼道歉。”呵呵。翠龙林英忍俊一笑，随后他咳了咳嗓子，很是做作的绷起表情，严肃道：“到时就由我这个监察副队长陪你一起去领罪。”那真是太感动了。赵君水甩了甩手，轻笑道：“回去吧，拜拜，再见。”转身，绿发女猎人离开了猎人协会。协会附近的边道上人流很少，林英迈着轻快的步伐，悠闲地往自家小区走去。途中，他停下了身子，从包里掏出了美瞳的小盒，打开。他不喜欢，看来得换些款式了。翠龙林英笑着叹了口气，弯起的眼帘里归红闪烁。晚上7点多，雷鸣小队从外面餐厅搓饭归来，然后就看到了躺尸在沙发上的某人。他衣衫不整，面色苍白，眼瞳失焦，像条咸鱼一样，嘴巴一张一合，没有了平时的半分神采。凌霄，你怎么了？凌霄，江静晃动着他的身体，语气十分慌乱。凌霄，你的骨气消失了吗？阿斌也握着凌霄的手掌，似乎要将力量传递过来。在激烈的摇晃中，凌霄眼睛里渐渐出现了高光。他一顿一卡地转过脑袋，嘴唇微微颤抖。我头痛。头痛。江静、阿斌面面相觑。屠刀孙克皱了皱眉，问道：“以你的身体素养，怎么会头痛？被下毒了吗？什么毒能对他起作用？”雷鸣摇了摇头，沉声道：“除非是 B 级高危异兽的异化毒素，或者精神灵魂攻击。”灵魂攻击？雷鸣队长愣了一下，对着凌霄问道：“凌霄，该不会是孟白那只灵魂异兽吧？我就知道他有问题，我帮你举报他。”看着突然亢奋起来的队长，凌霄深吸了一口，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不是啊，不是吗？雷鸣略显失望地收起手机，说道：“那咋了？为啥突然扑街了？”凌霄现在大脑很迟缓，解释也有些困难，所以他移动眼睛，将视线投向了某位知情的女猎人。咔嚓咔嚓，双剑乐素星举着手机，闪光灯接连闪烁，以不同的角度拍摄着凌霄。不错，眼神再无力点，很棒。江静，把他领口拉开点，锁骨露出来。对，就是这样，来一点诱惑感，被玩坏感。江静倒点口水在他唇角。不要啊，让阿斌来吧，俺也没这骨气啊。您在干嘛呀？凌霄瞪大了眼睛，似乎感觉到了那求助的视线。银发女猎人停下拍摄，对众人认真解释道：“从昨晚到现在，少年打了100多发，现在只是进入贤者状态，很正常。”什么？众人面色惊恐地看着凌霄。凌霄目眦欲裂，身子像鲤鱼打挺，一蹦一蹦的。好吧，对不起，我说谎了。乐素星重新拍起了照片，漫不经心地说道：“少年只是异化修炼过度，精神力过于疲惫而已。”哦，原来如此。众人了然点头，表情恢复了常态。少顷，他们眨了眨眼睛，身子直接僵住了。异化星号4，巨大的疑问声充斥了整个套房。10几分钟后，凌霄终于缓了过来。他坐起身子，倍感无力地瘫在沙发上，脑袋还在嗡鸣作痛。好点了吗？江静递来一罐草莓牛奶，至少能说话了。凌霄吸着甜味饮料，虚弱道。屠刀孙克看着他的眼睛，叹气道：“虽然早知道你是个怪物，但这还是太难以置信了。要知道，他这个资深的 C 级猎人，至今还卡在异化的关卡前，没有头绪。而现在，一个大4学生做到了这种事情，这简直是在颠覆他的3观。”江静、阿斌则是钦佩地看着凌霄，他们刚成为 C 级猎人，没有孙克那样感同身受。也就是说，雷鸣队长回过神后，摩擦下巴问道：“你从昨晚开始一直在异化体内的能量，直到我们吃完饭才结束？”“对，那肯定会精神枯竭啊。”雷鸣咧开嘴角，笑道：“正常情况下，异化修行不能超过来2小时，间隔不能少于4小时。如果别的猎人像你这样，估计早早就昏死过去了。”凌霄撇了撇嘴巴，其实这点乐姐也有提醒，但凌霄认为自己精神力够高，就想着一鼓作气完成异化。但他下意识地忽略了一点，虽然自己精神强度很夸张，但体质属性更夸张。
想要用41点精神去一口气征服42点体质的威能，实在有些过于嚣张了。到了后面，随着他精神力的衰减，异化速度更是越来越慢，慢到几乎不动了。凌霄最终无奈暂停，想着到大厅放松休息一下，结果刚坐上沙发，大脑的疲惫感就爆发了。他久违的变回了咸鱼之姿，看着凌霄那郁闷的表情，雷鸣队长笑容灿烂的调侃道：“那努力了一天，你进度咋样啊？差不多2成。”哦，雷鸣笑容卡住了，他伸出小拇指掏了掏耳朵，继续问道：“多少？20%。”凌霄有气无力的回道：“啊！”硬汉男人张大了嘴巴，陷入了极端茫然的状态，看着身体静止、灵魂似乎走丢了的雷鸣队长，江静、阿斌、孙克揭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还没接触异化的他们根本不理解那些数据的含义。咻咻！江静在队长眼前晃了晃手，毫无反应，看来真迷失在人生道路中了。无趣的坐回沙发，江静凑到了银发女猎人的身边，小声问道：“乐姐，他们在说啥？”“很难解释，你只需要知道少年是个瞪谁谁怀孕的绝世猛男就好了。”“那是什么鬼畜生物？”江静花容失色。安静了一会后，江静看着乐素心整理刚才的照片，不禁问道：“乐姐，你拿凌霄的照片干嘛？收藏起来，没准我在蔷薇的闺蜜需要美少年素材。”“蔷薇的？”江静抿了抿嘴巴，脸上泛起点点红晕。“听说他们那边很多都喜欢女的。”“确实有这种现象。”乐素心点了点头，露出了一副不堪回首的表情。不过也不要太妖魔化。乐素心拍了拍江静的肩膀，安慰道：“我朋友们说，蔷薇的女孩子就算被掰弯，只要喝中药调理，也是能喜欢男人的。真的吗？”江静不懂，但她大受震撼。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凌霄闭着眼睛，精神力全部集中于体内，在脑海中是一片能量海洋般的画面。深灰色的微能光点充斥躯体，它们数量多到难以计数，威势强悍，澎湃汹涌，就像定居在优越城邦中的居民，身强体壮，朝气蓬勃，遵纪守法的同时，又带着些许无拘无束氛围。而此时，这些居民的自由生活结束了，无形的士兵带着领主的命令降临了。他有着绝强的武力，让居民们无力反抗。他的要求只有一个，签下这份契约，从此以后完全效忠领主，成为这座城邦真正的领民。居民们屈服了，他们对着星空宣示自己的忠诚。现在开始，他们的主人只有一个，他的荣光将照耀他们，他的意志就是一切，不能忤逆，不能反抗，报以忠心，绝对执行。然后他们开始变换，改变倾向，转化特性，从混沌包允的中心偏离到物质、能量等现实领域，再偏离到毁灭与破坏的极致。他们染上的无光的漆黑，犹如深渊之色，至此拥有了全新的力量。10点，正好4个小时，闹钟响了。凌霄睁开了眼睛，揉了揉眉心。哇，像条毛毛虫一般，凌霄躺在了沙发上，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对面双休放假的2个女高中生对他投以好奇的视线。凌霄哥，你是在修炼吗？留着齐耳短发，隔壁家赵思雅的妹妹赵思涵问道。对啊，凌霄打了个哈哈。又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林珊珊抱着粉柚猫咪儿，语气平淡地问道。对，你们看不？凌霄突然坐起身子，思考了一会。不对，这个你们应该能看到。2女歪了歪脑袋。凌霄沉吟了一会，伸出手指，漆黑的粒子从指尖流出。看得到吗？林珊珊、赵思涵摇了摇脑袋。熊，光点凝聚，黑色火苗燃起，漂浮于指尖。现在呢？凌霄笑着看向女孩们，没有回答，但从2人那睁大的双目中，凌霄已经找到了答案。很快，2位妹妹便凑了过来，还有几只今天待在家里的宠兽，粉柚猫咪儿、仓鼠兜兜、乌鸦小黑、鹦鹉采薇。这是什么？异能吗？赵思涵满是惊奇地问道。感觉好恐怖。珊珊眨了眨眼睛，低声道：“你们理解成异能也可以。”凌霄微微一笑，异化粒子普通人是看不到的，但如果粒子形成能力，就会变成常人可观测、可接触的形态，比如他的黑焰、凌雪的冰雪、雷鸣队长的紫色雷电等。想摸摸看吗？凌霄笑着问道。可以吗？2位少女眼中浮出了期待。在得到凌霄的肯定后，这2位对他完全信赖的妹妹伸出手指拨弄起这朵无害的黑焰，它是如此温顺，白皙的手指从里面穿过，丝毫无损。感觉珊珊斟酌一下形容词，说道：“有点温暖，有点阻塞感，很温和。”赵思涵则语气迟疑地问道：“凌霄哥，用它能对付异兽吗？”他有这种疑问很正常，毕竟这朵黑焰感觉安全温顺，似乎不如正常火焰有杀伤力。对此，凌霄挑了挑眉，轻声道：“你们退开些，待大家都离开一定距离。”凌霄从仓鼠兜兜那要了个核桃，将其丢向黑焰。熊，在接触的一瞬间，核桃粉碎了，连渣子都看不到，直接蒸发成基本粒子，消失在空中。珊珊、赵思涵瞪大了眼睛，而家里的几只宠兽更是吓得毛发炸起。喵！蜜儿窜到了珊珊怀里，吱吱吱，兜兜直接摔到了垃圾桶里。哦，凌霄少爷，这个玩意简直比夫人的拖鞋还恐怖，小黑我羽毛都吓掉了。凌霄害怕，2只鸟类躲到了赵思涵背上，一左一右，瑟瑟发抖地探出脑袋。猎人的力量可是很危险的，以后可不要随便乱碰哦。带着恶作剧的笑容，凌霄站起身子向门外走去。我出去一下，中午不回来吃了。漫步在小区道上，凌霄打量着自己的面板，力量34，敏捷34，体质42，精神41，威能 LV2 99.52%，技能 LV1 97.8%。这2天他都在修炼异化。第一天那种精神衰竭的痛苦，
凌霄再也不想领会了。那天他可是暴睡了10个小时，现在他给自己规定了修炼时长，一次4小时，中途休息一会。这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前4小时效率最高，完全不会对他的精神产生负担。空余时间放松一下，做点别的事情，既能让自己持全胜状态，也减少了异化的枯燥乏味。现在他的体内有 52% 的威能完成了征服，别看比例似乎一般，但实际上按照凌霄的威能储备，哪怕仅 52%， 也是能让人瞠目结舌的份额。这些能量足以让他像开启灰烬模式一样，长时间持续作战了。轰！深灰升起，凌霄来到了1000米高空。熊！灰焰战衣笼罩全身，凌霄握了握拳头，估摸着自己的力量等级。普通的 B 级猎人像刀明左秀、铜斩队长，他们就算用异化能量使用充盈、缠绕，在力量上也是比不上灰烬模式下的凌霄。但如果是雷鸣、粉唐、爆炎等资深队长，他们的力量已经超过了40点，在全面增幅下，他们的力量是在凌霄之上的。也就是说，普通 B 级猎人、灰烬模式、资深 B 级猎人。不过，现在凌霄也有了异化能量，他也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呼！凌霄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将灰烬模式取消，然后，熊！能量再次喷涌，但这次不是深灰，而是纯粹的漆黑。黑焰粒子代替了普通威能，部分充盈着凌霄的肉体，部分溢出，化为黑色焰沙，缠绕于身。当一切成型，凌霄又再次回到了类似灰烬模式的状态。战衣颜色变成了极致漆黑，论形象，跟以前将黑焰披裹在灰烬战衣上的样子很接近。只不过，无论是全身威能充盈，还是全身威能缠绕，这次构成的能量都是真正的黑焰粒子，不再是虚有其表，不再只是一层荆棘反甲。狂暴至极的黑焰代替了普通威能，它带来的力量增幅犹如云泥之分。凌霄睁开眼睛，感受着全身的状态，他迷惘了。可以确定，现在他的力量绝对超越了雷鸣队长，但不知道具体的等级是多少。对着空气，凌霄挥出拳头，轰！阴障被逐层突破，气环爆裂，前方蹦出了高压喷射的风炮。似乎是因为速度过快，全境形成了短暂的真空，周围的空气疯狂塌陷，高速填补着这片空间。收起拳头，凌霄弓下身子，他要试试速度。轰！声波被完全甩下了，漆黑流星在空中一闪而过，下一秒已是数公里之外。停下后，凌霄站在空中，眼神有些恍惚，就像普通人飙车到200公里以上一样。以他的神经反应、动态视力，竟然有些无法控制这个速度。这种情况，灰烬模式下也有，但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突兀。凭借着子弹时间，凌霄还是可以把持住自己的。而现在，子弹时间也不行了，这代表着凌霄现在的力量等级已经跟敏捷出现了恐怖的断层，这是缺点，需要想办法解决。只有这样，深渊模式才能称得上完善。明秋花园小区，新路奶茶咖啡。凌霄吸着柠檬水，敲击手机屏幕。副团长，你有空吗？我有一个问题，能量增幅的力量太大，导致神经反应跟不上咋办？懵逼挠头点 JPG。等了几分钟，没有回应，应该是在忙。凌霄倒也不急，直接打开了 C 班姐妹加一男的聊天群。大家，我又从荒区回来了。小猫探头点 JPG。方文文，任务这么快就结束了？不到1周。你雅姐震惊了。我也不懂，好像是有别的小队接手了任务，我们就提前回来了。虽然不知道咋回事，但是太好了。明天我们也休息，林潇潇也在，来约饭吧。凌霄，凌霄，你又窝家里了？明天出来。凌霄，凌霄打了个1就退出群，让他们自己讨论了。接着是潞州军武萧剑白雪群。挚友们，我这次任务提前结束了。剑鱼也是，素材收集到一半，突然有另一队猎人来接手了。我休息了10几天，原本今天出任务，但爆炎队长突然说不用去了。雪女躺尸点 JPG。咋回事？大家为啥都开始休息了？凌霄眉头皱了皱，打字问道。方文那边也是，你们知道任务取消的原因吗？剑宇不知。哈哈，听说是要去开会。爆炎队长说。狗屎！魔女那阴森娘们突然召集，叫我明天去协会听监察队扯淡。他奶奶的！军团的资深 B 级猎人都得去，这次如果不是啥大事，老娘就往角龙那件狐狸的裤裆轰岩炮。这话还真是符合爆炎队长的性格。凌霄心里为监察队长默哀半秒，他推测应该是为了解决血色鬼桑的遗留问题。上次3目猎狗事件可不是第一例，这种狂化生物对许多猎人小队来说实在太危险了。不过只召集资深 B 级猎人，是想要进攻中危荒区吗？这任务可能跟他们这些队员没啥关系。就在凌霄还在思考的时候，群里的消息接连滚动。哈哈，难得大家都休息，这不好好聚一聚。靓仔点赞点 JPG。约饭吗？剑仙拔剑点 GIF。来蔷薇吃吧，我请客。卡通幼女掏出金卡点 JPG。学姐万岁！学姐万岁！加1。好家伙，都要去荆棘蔷薇了。凌霄笑着打开键盘，输入道：时间就明天吧，我待会给你们申请会员卡。明天？凌霄愣了一下，打开了另一个群聊。大家，要不明天来蔷薇玩吧？凌霄，你那边有会员卡吗？需不需要我帮你申请呀？时间好像冲突了。凌霄挠了挠头，刚想问问两边的具体时间，可就在这时，幽鬼副团长回消息了。猎人的充盈、缠绕都会提升力量强度，这很正常。凭借着针眼加脑部威能充盈，我们能大幅提高神经反射跟动态视力，来驾驭我们的身体力量。你应该知道这一点才对吧？毕竟你的超频模式都用得这么熟练了。
确实，以前他都是这样做的。我知道，但那个技巧现在有些不够用了。为啥？异化的增幅太高了。戳指，异化。对，副团长，你现在马上以最快的速度到军团里来，听到了吗？猛鬼先捉点击 IF。哦，好的。凌霄一脸懵逼的关掉手机，开着深渊模式，以10几倍音速飙向了狼群本部。结果速度太快，差点飞过头了。团长办公室，雷克团长跟幽鬼凑近面旁，仔细打量着凌霄手中的黑焰。少请。雷克团长支起身子，面无表情的说道：“幽鬼，这真的是异化？”对，幽鬼揉了揉脸颊，吸气道：“一个实习生竟然真的接触到异化门槛，简直不可置信。这真的是异化？”雷克团长眼睛有些失神。我知道，团长你。幽鬼刚转过头，便看到金色的闪光掠过，真的是异化！异化！耶！在凌霄毫无反抗之力下，雷克团长将其一把熊抱，脸贴着脸高速摩擦了起来。团长，你快放开他！不放，我不放。她是上天赐给蕾蒂西亚148岁的少女礼物，你算哪门子少女啊？而且你不要谎报岁数啊！幽鬼一边怒吼，一边全力解救着凌霄。凌霄神色恍惚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脸颊火热刺痛。看来论脸皮强度，他还是比不过超 A 级猎人。而冷静下来的雷克团长此时正满脸歉意地看着凌霄，不断往他的咖啡里加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习异化的？幽鬼双手合十，沉声问道。3、4天前吧。以你的精神强度，速度应该非常快吧？幽鬼用着肯定的语气问道。过半了。凌霄笑了笑，拿起咖啡喝了一口。卧槽，好甜，比我预想的还快。幽鬼微微颔首，轻叹道：“看来要不了多久，你就能成为真正的 B 级猎人了。谁能想到，你接触威能武化还不到1年时间？”凌霄露出了谦虚的笑容，解释道：“还好还好，异能使嘛，学习异化肯定会快一点。1年 B 级猎人。”金发女士掰着手指，语气亢奋地说道：“3年 A 级猎人，10年君主。凌霄，我觉得你可以办到。团长，请不要大白天做梦。”幽鬼眼睛一瞥，无奈道：“能在50年内成为君主，已经是时代天骄的领域了。”凌霄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接话。说正题吧。幽鬼看向凌霄，淡声道：“因为黑焰增幅的力量过于巨大，你的大脑无法控制是吧？”对，凌霄点头。这种情况在高危异化中偶尔会见到。幽鬼副团长双手环胸，沉声道：“他们的解决办法有2个，一是学习其他异化。”其他异化？凌霄皱起眉头。对，黄。幽鬼副团长的燃起了苍白焰火，他手指了指，轻笑道：“用精神领域或者弱电领域的异化能量充盈大脑、眼睛，能带来最大的脑部提升。你的月白粒子也能做到这一点。”凌霄微微睁大了眼睛，略带惊喜地问道：“那我全身异化还没完成，可以接触第2种能量吗？”可以。幽鬼沉吟一下，说道：“但最好用以征服的粒子，要不然我担心你的进度会受影响。而且数量不要太多，现在够用就行。”明白。凌霄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感觉豁然开朗了起来。啊，对了，第2个方法是什么？看着副团长，凌霄问道。第2个就简单了。幽鬼嘴角勾起，笑道：“使用异化增幅进行长时间的全力战斗，让你的大脑强行适应这种速度。”全力战斗？凌霄眨了眨眼睛，开启深渊模式。他该找谁战斗？狂斗道场吗？哪怕压制黑焰对人体的破坏力，那恐怖的力量也不是普通 B 级猎人能抵御的。把雷鸣队长拖过来试试。需要陪练吗？雷克团长拖着脸颊，笑盈盈地说道：“我今天、后天、大后天正好有空哦。”凌霄，能手撕天灾的超 A 级猎人对凌霄发出了决斗邀请。跨过庄园般的外门，迈过多彩玫瑰的水晶塑像，就是荆棘蔷薇的外层生活区了。干净的石板路，典雅的步行街，空气中带着宜人的芬芳，各种装修精美的店面鳞次栉比，各显风采。相比狼群内部，这里的人流量很多，而且90%以上都是女性。这些人或是猎人，或是猎人的亲眷友人。他们年纪有大有小，穿着有品的衣裙，画着好的妆容，手挽手，笑容悠闲地漫步在步行街。而此时，在一家名为火厨姐姐的人气餐厅里，正发生着略显微妙的一幕。圆形的木桌上环坐着几位年轻人，靠左侧分别是庄建宇、白闪、林雪，靠右侧是方文、陈菲菲、赵思雅，而凌霄坐在最中间。不好意思啊，各位。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凌霄举着杯子看向几位友人，满怀歉意地说道：“因为没时间调节，大家行程都冲一起了，我自罚一杯。”说完，他就一口饮进了冰绿茶，略显豪爽地擦了擦嘴。来，吃饭，这边看起来菜品真不错。凌霄拍着身旁黑发少女的肩膀，对众人笑道：“这次有林雪大小姐请客，该吃，该喝，大家都别客气啊，要不然就是不给我凌霄面子。”林雪顿时瞪大了眼睛，被对方的脸皮所震慑。关于你这处处约饭的行为，剑宇也就不追究了。长发剑仙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道：“谁能把你打成这样？”凌霄那没被衣服包裹的皮肤，可以看到青一片紫一片，想必里面也没几块好的地方。对呀，林潇潇，你咋全身都是伤啊？被女人揍了？赵思雅目光带着审视。哈哈，挚友，你该不会去狂斗道场找 B 级猎人们干架了吧？林雪、方文没有说话，但也是满是好奇盯着他。凌霄抿了抿嘴，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随后，他再次倒了杯冰绿茶，一口闷掉，长叹道：“如果只是 B 级猎人就好了，你们知道吗？”凌霄指了指自己面庞，说道：“直到1个小时前，我还在那边挨揍。
这些伤口都是新鲜的，要不然早就痊愈了。众人脸上爬起了问号。凌霄长神情苦涩，摇着脑袋。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熟悉的人影，那是位高马尾少女，她正停在门帘处，略显惊愕地望着这边。凌霄跟她对视了一秒，猛地一拍双手：“这不是我的至交好友刘玉倩吗？”方文眼神微妙地看了他一眼，小声嘀咕道：“玉倩，她知道自己是你的朋友吗？”反正这桌也已经是大杂烩了。凌霄起身，大步向前，在少女慌乱的眼神下，双手按住了对方的肩膀。“老刘啊，都是同学，一起吃顿饭吧。不准叫我老刘。小倩，叫我名字啊。混蛋！”刘玉倩努力挣脱，但效果不佳，气愤不已的她只能挥舞右脚，狠狠地踢踹着对方。对此，经历过超 A 级暴打的凌霄表示力道刚刚好，可以舒缓下血液循环。发泄一番后，刘玉倩深呼了一口气，撇嘴道：“我没法过去你们那，这边还带着人呢。”凌霄看向门帘外面，确实看到了3位女性的模糊身影。此时，他们推开门帘，陆续走了进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边。看着他们的面容时，凌霄愣住了。哎呀，本来想跟我家首席逛逛，没想到见到了你们这群孩子。入座后，立发微卷的厉静茹老师手抚着脸颊，笑眼盈盈地看着学生们。粉发粉瞳，犹如童话里走出来的女性。粉堂队长白梦可双手合十，轻笑道：“姐姐最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了，介意我跟大家一起吃饭吗？”众人连连点头，除了凌霄、刘玉倩外，所有人都对这位猎人的外貌感到惊讶、好奇。C 班3位女生收回艳羡的目光，眼睛一瞥，小心翼翼地看向某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女性。她直发自然披散，穿着素雅的裙装，面容清丽，毫无装饰，而且没有戴眼镜。在学生们窥视的目光下，C 班班导吴清华缓缓转过脑袋，眼帘垂下：“你们实习怎么样了？”当那熟悉的嗓音响起，方文、陈菲菲、赵思雅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纷纷直起了腰杆，面容绷紧。“很好，很好。星号3。”看着化身点头仓鼠的学生们，吴清华嘴角泛起好看的弧度，轻笑道：“吃饭吧，跟我聊聊你们的近况。”“好的。”看到班导脸上那柔和的笑容，3位少女神情也舒缓了下来，眼中不禁浮起了一丝新奇。因为厉静茹跟粉堂队长都是很亲和的人，桌上的气氛很快就融洽了。林雪已经凑到了粉堂队长旁边，听他讲解如何用异化搞出自然又酷炫的发丝。庄建宇面容肃穆，耳朵一直对着那边，看来对这个话题颇为感兴趣。白闪、刘玉倩、方文聊起了实习任务，陈菲菲、赵思雅也讲起了军队生活。厉静茹跟吴清华2位老师也认真倾听，时不时给出一些建议。吃的差不多后，粉堂白梦美则先行起身了：“姐姐还有工作，先走了，拜拜。”看着潇洒买单离开的女士，凌霄脑袋凑到吴清华旁边，问道：“老师，粉堂队长也是要去开会吗？”“对。”吴清华平静点头，说道：“这次动静好像挺大的，白梦美被视为主力之一。”“主力？”凌霄琢磨了一下，顿时恍然。狂化异兽是被血色鬼桑操控，而粉堂队长的能力就算不能直接魅惑他们，也能影响狂气的控制效果。厉静茹吸着饮料，笑着说道：“看他们那么郑重，我和清华差点以为自己也会被叫过去。”闻言，凌霄勾了勾嘴角：“怎么会？老师们都退休了，已经决定复出了哦。”厉静茹看着学生们，狡黠笑道：“等你们正式毕业，我跟清华就会回归经济蔷薇。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跟清华可都是干部小队的顶流哦。”学生们都愣住了，现在还在复健。吴清华撩了撩头发，淡声说道：“也许以后我们会有共事的机会。”小凌霄还有 C 班的几位女孩子们，厉静茹眼帘弯起，语气神秘的笑道：“没准再过2年，你们就能自豪的宣布，自己的班导可是一名 A 级猎人哦。”方文、陈菲菲、赵思雅满脸震惊的看向自家老师。凌霄眨了眨眼睛，沉默了1秒，随即他笑着竖起大拇指：“厉害！”巨大的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在数十名 B 级猎人的注视下，粉发女士带着烂漫的笑容，步伐优雅的踏入其中。中央的主位上传来了轻佻含笑的声音：“哦呀，本次的公主来得有点晚哦，不好意思，碰到了一群有活力的孩子们。”粉堂白梦美敲了敲脑袋，略显俏皮的说道：“跟他们聊得太开心，差点把正事忘了。”狼群总部后山旷野，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了由绯红构成的世界，血色的能量结晶充斥着天空、大地，横跨近10公里，犹如归红的屏障一般笼罩着内部空间。在绯色世界里，漆黑与鲜红2道流光此时正进行着以10几倍音速的为基准的战斗，它们时而冲上天空，时而落于地面，每次碰撞都犹如大型炸弹轰鸣一般，恐怖高压带来的冲击波搅乱着整个绯红结界的气流。轰！身穿黑焰战袍、月白双瞳高亮的凌霄举起右臂，挡住了这迎面而来的手刀。那只手看起来是如此的纤弱，上面裹着红纱，好似半掌的薄丝手套。但就是这细手，他所携带的力量却超越了凌霄认识的所有 B 级猎人。功率全开的黑焰战衣被碾过，直直轰击在凌霄的手臂上。霎时间，钻骨的疼痛便传入了他的脑海。凌霄咬了咬牙，强忍了下来，右腿掠起，燃烧着黑焰的鞭腿破开阴障，扫向对方的腰部。轰！金发女士左手向下轻拍，凌霄的攻势瞬间破灭。他没有给任何喘息时间，全身都化为恐怖的凶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攻向对方。凌霄不敢有任何分心，他神经绷紧，大脑飞速运转，在那雷鸣骤雨般的攻击中艰难求存。这种压迫力实在太恐怖了，那绯色薄纱完全无视了黑焰的攻击性，而对方的每一击都能撕碎一只普通的 B 级异兽。哪怕是深渊模式的防御力远超灰烬模式，哪怕凌霄有着42点体质怪物肉体，但每次被对方击中，他仍能感觉到那剧烈的疼痛。自从体质越发离谱后，
凌霄已经很少有这等损伤感了。在这种超越极限的战斗中，凌霄的大脑也在急速适应着身体的速度、节奏。步伐 LV3，经验值加11，搏击术 LV3，经验值加6，步伐 LV3，经验值加9，搏击术 LV3，经验值加7，敏捷35提升为36。1小时后，凌霄的攻击被躲过，雷克团长手掌抚住了他的后脑勺，往地上猛然一按，轰！待席卷10公里的狂风平息，凌霄已经像条死鱼一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好了，这次就到这吧。雷克团长拍了拍手，血色结界轰然破碎。头昏眼花的凌霄翻过身子，大字形躺在地上，悠悠地看向了金发女士。团长，你到底用了多少力道？一开始，雷克团长会把力量控制略弱于他的档次，然后凭借着技巧击败他。后来，在发现了凌霄那不可思议的恢复力、承受能力后，他就开始逐步提升力量。尤其是这2天，凌霄敏捷接连提升，又完成一些月白异化，能用升级版的子弹时间勉强控制深渊模式。雷克团长展现的实力已经是摧枯拉朽，他根本无法反抗的级别了。其实也没用多少，雷克团长蹲下身子，脸上露出了凌厉的笑容。我刚才用的力道也就接近普通的天灾而已。凌霄瞪起了死鱼眼，也就是说，自己相当于被一只 A 级异兽用纯粹的物理攻击揍了1个多小时。雷克团长伸出手指点了点凌霄的胸膛，轻声道：“你异化增幅后的力量，相当于非高危异化的顶级 B 级猎人，比如我们狼群的干部队长10至瞬间。但你身体的承受强度已经超越 B 级猎人，接近真正的天灾了，是吗？”凌霄愣了一下，对自己的实力没啥概念，毕竟在团长手里，这由黑焰构成的深渊战衣还是显得如此脆弱。昨天幽鬼的提议，我可以放心同意了。在凌霄疑惑的目光下，金发女士微微一笑，站了起来。你在这提炼下威能，顺便把消耗掉的异化粒子补齐。对了，雷克团长歪了歪脑袋，狡黠笑道：“明天就不用来军团了，待会副团长会过来找你。”血狼团长离开了，凌霄有些疑惑地坐起身子。他上次不是说明天也有空吗？为啥突然改变日程了？想了想几秒后，凌霄便将问题抛之脑后，开始进行威能提炼。前天跟今天，凌霄都是在与雷克团长的战斗中度过的。打趴后就休息，进行威能提炼，恢复伤势，顺便将消耗掉的异化粒子重新补全。状态回满后就继续。威能重新异化的速度很快，凌霄在提炼的时候就能顺便将其异化成黑焰粒子。顺便一提，他昨天离开蔷薇后，将一小部分黑焰粒子异化成月白粒子，这个速度就很慢，也是1小时1%左右，而且不增加威能 LV2 的进度。不过好在子弹时间的消耗没那么恐怖，一小部分也够用了。使用月白粒子充盈大脑、双目，就好似用黑焰增幅肉体，那种脑速与动态视力的跃升是普通威能完全无法比拟的。提炼着威能，凌霄分心看了下面板，力量34，敏捷36，体质42，精神41，威能 LV2 99.64%，搏击术 LV3 5.2%，步伐 LV3 7.3%。因为高强度的对抗，凌霄的异化进度变慢了些，但也达到了64%。但作为回报，他的敏捷属性直接涨到了36点，超越了力量属性，搏击术跟步伐也连带涨了一波经验值。现在凌霄开着月白版子弹时间，虽然很勉强，但确实能控制深渊模式的力量了，至少不会连速度都反应不过来。接下来就是把异化真正完成了。半小时后，待凌霄的状态恢复完毕，就看到了双手环胸的幽鬼副团长。被团长虐了2天，感觉怎么样？还好。凌霄露出了苦涩的笑容。幽鬼勾起嘴角，淡笑道：“昨天干部队长瞬间回来向我们报告，在狂乱之森有一大堆 B 级异兽，恢复力很强，相当耐揍。猎人协会外加3大军团的资深 B 级猎人将会发动剿灭战役。”凌霄点了点头，有些疑惑地看着副团长。昨天实验了粉糖白梦美的能力效果，今天要制定完整作战方案，明天就是正式的总攻。你要不要也过去练练？幽鬼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问道：“跟那些魔兽实战厮杀，顺便好好发泄一下。”凌霄眨了眨眼睛，随即露出了愉快的笑容。猎人协会巨大的会议室里，前台主座上从左到右坐着5位猎人，分别是监察部副级队长翠绿林英、正级队长角龙赵军水。再过去则是3大军团的干部队长，都是顶尖的 B 级猎人。体格庞大的光头巨人暴怒兵团地炎怒火，漆黑短发，缺乏表情，犹如人偶般的女性荆棘蔷薇诅咒魔女，面容端正扎着小辫子的男性血色狼群10之瞬间。而下方则是一群强悍的 B 级猎人。经过昨天的实验，我们确认了粉糖队长的能力对狂化异兽有着不错的干扰作用。角龙赵军水眯着眼睛，语气浮夸地说道：“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帮助。诸位都是资深的 B 级猎人，想必不用我多解释了。接下来我们将在明天发动总攻，为了不让荒区任务的调配出现问题，这次作战必须要快。”角龙睁开水色树瞳，沉声道：“我们要以雷霆之势全歼狂乱之森的所有异兽，并彻底杀死血色鬼丧。为了不拖后腿，本次任务连普通 B 级猎人都不考虑，请诸位队长务必不要携带小队成员，包括雷鸣、疾风、粉糖、爆炎在内。”下方的猎人队长们微微颔首，表示明白了作战的核心。好了，让我们来制定下计划吧。角龙打开投屏上的狂乱之森地图，刚挪动鼠标，手机的颤动了起来。看着来电的名字，监察队长愣了一下，直接点击了接通。幽鬼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要给我们加人手？哦，好的，您推荐的，我当然相信不会拖后腿。能问下是哪位 B 级猎人？什么？他已经过来了！扣！在猎人们惊讶的目光下，会议室的房门敲响了。会议室里，
一片寂静。保持着打电话的姿势，角龙那微微张开的眼瞳中流露着一丝惊愕。不过很快，他就收起手机，对着大门方向笑眯眯地说道：“请进。”房门缓缓推开了，猎人们带着好奇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门外的人影。他穿着普通的作战服，背着一把暗色大剑，自然的碎发下是一张略带淤青的俊朗面庞，而且年轻的有些过分。猎人们愣了一下，但倒也没显得太过惊奇。毕竟对于 B 级猎人而言，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并不是判断年纪的确切标准。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个陌生同僚，感慨对方保养的真不错，连眼神都如此具有欺骗性，清澈的跟个军武大学的实习生一样。而真正认识凌霄的几位，就表现得与他人完全不同了。噗！在看到凌霄的一瞬间，雷鸣队长直接喷出了口中的矿泉水，现在正一边咳嗽一边瞪着这边。粉糖白梦美双手一合，烂漫的笑容里满是惊喜。双马尾的爆炎队长一拍桌子，整个人都站了起来，精致的小脸上满是错愕。性格温和的疾风队长整个人直接僵住了，嘴上还凝固着柔和的笑容。三大军团的干部队长们，他们打量凌霄的面庞，眉头一皱，似乎觉得有些眼熟，纷纷拿起手机划了起来。而角龙赵军水则嘴巴微微张大，那睁开水色树瞳中流露着浓浓的迷惘之色。在一群资深 B 级猎人的注视下，挠了挠头，凌霄略显腼腆地打了个招呼：“前辈们好，我是本次狂乱之森的支援人员，隶属于血色狼群雷鸣小队。”凌霄礼貌颔首，露出了青涩且阳光的笑容：“我叫凌霄，是一名大四实习生，星号 N。”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猎人们愣了半晌，他们眨眨眼睛，拍拍耳朵，少顷巨大的惊愕浮上了脸颊。实习生，星号 N。 B 级猎人们的疑问声掀翻了房间的寂静，是如此的整齐默契，如此的震耳欲聋。角龙赵军水手放在鼠标，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一丝声音，脑袋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啥都讲不下去了。实际上，会议室里不止他心神不宁，下面的猎人们全都瞥着眼睛，用惊疑、困惑的眼神看着某个位置。那是个年轻男孩，他夹在雷鸣与粉糖队长之间的座位，坐姿乖巧。此时，他正仰着脑袋，直勾勾地看着台上，那瞪进的目光却让角龙的心情十分沉重。哎，角龙赵军水叹了一口气，放下鼠标，拉长语调问道：“凌霄小哥，为啥幽鬼先生会让你参与这个任务呢？”这个凌霄挠了挠脸颊，轻笑道：“副团长说要让我锻炼锻炼。”锻炼？角龙怔了一下，强调道：“这可不是越位异兽，而是真正的中危荒区哦。里面的 B 级异兽数量未知，危险四溢，连 B 级猎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最重要的是，角龙赵军水摊了摊手，苦笑道：如果你真出现意外，血狼团长一定会宰了我吧？毕竟角龙指了指凌霄，语气郑重地说道：这可是陆州近代的最强新人，姜文龙会长默认的未来君主。监察队长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犹如雷霆炸响。B 级猎人们僵硬地转过脑袋，死死地盯着凌霄，表情里充满了震惊。既然敢拿出姜会长的说法，也就代表着角龙的话不是调侃，不是恭维，他是完全认真的。这个实习生竟然是君主种子，那种人类瑰宝级别的天才。卧槽，真的假的？猎人们错愕过后，纷纷露出了长见识的表情。他们探起身子，像围观稀世珍兽一般打量着凌霄，甚至连台上的副级队长翠龙林英此时也投来了好奇的眼神。另一侧的3位军团干部似乎得到了上级确认，目光紧紧地锁住了凌霄。而此时最为安静的，则是粉瞳、爆炎、雷鸣等几位队长，他们脸上一副不出所料的笑容，神色里还带着淡淡的优越感。尤其是雷鸣队长，此时他双手环胸，嘴角翘起，大脸就差写上他是老子的队员了。而被疯狂围观的凌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他只觉得自己非常尴尬，表情都快绷不住了。角龙先生，凌霄微抬右手，解释道：血狼团长同意我参与本次任务，请不用担心。什么？角龙皱了皱眉头，沉吟道：这怎么可能？狼王怎么会舍得让你冒险？他没有撒谎。狼群干部队长扎着小辫子的瞬间队长放下手机，淡淡说道：团长确实批准了，要不然幽鬼副团长估计得被扒掉一层皮。诅咒魔女抬起眼帘，小巧的嘴巴吐露轻语：不可思议。确实，光头巨人对颜怒火看着凌霄，低沉的声音响起：哪怕狼王再怎么急迫，也不会揠苗助长。为什么他会让你参与这种超规格的战役？猎人们微微颔首，看着凌霄的眼神里带着善意的奉劝。他们不怀疑这个年轻人的未来，但现在还是太冲动，太冒险了。凌霄顿了一下，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我家团长觉得 B 级异兽打不死我，就放心让我参与了。这么说，大家会不会觉得他在扯淡？就在凌霄迟疑之时，有人替他开口了。凌霄小子身体很强，完全不弱于 B 级猎人。爆炎队长环顾四周，说道：别小看他，在魔兽攻击下，他没准比你们更具备生存力。什么？听到爆炎这位老牌队长的话语，众人的表情满是讶异。而且疾风队长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轻声道：凌霄的攻击强度可能高于在座9成的猎人，最好不要把他当成实习生看待哦。此话一出，猎人们纷纷瞪大了眼睛，他们看向凌霄，得到眼神里充满了匪夷所思、惊疑不定，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些许的不信、质疑。但有了2位资深队长的担保，猎人们心里已经把凌霄当成真正的 B 级战力了。最后还是粉瞳队长补了最后一根稻草：小凌霄也具备精神能力哦，他能跟我一起干扰狂化兽群。当听到这话时，场下的猎人们顿时眼睛一亮，甚至连翠龙林英都挑了挑眉，深深地凝望着凌霄。粉瞳白梦美之所以会成为主力之一，就是因为其魅惑能力可以干扰血色鬼桑对魔兽的操控。现在再加入一位类似的能力者，
那对于本次战役真的是好似如虎添翼。很明显，蛟龙赵君水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被说服了。男人揉了揉自己的面庞，深吸了一口，脸上再次带起了轻佻的笑容。凌霄小哥，欢迎加入狂乱之森清剿队伍，让我们继续会议吧。凌霄轻笑点头，而在他的旁边，雷鸣队长抿了抿嘴，表情有些郁闷。他刚才说话慢了，凌霄的料都被别人曝光了，那莫名的攀比之心让他差点怒喊一声。这小子其实已经学会了异化，过几天就真成 B 级猎人了。狂乱之森是异兽的天国，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里面的魔兽数量是未知的。为了不让被包围各个击破，我们将不采取分散猎杀的策略，而是要以狩猎血色鬼桑为最先目标，全员从森林南侧进入。扫视着下方的猎人们，蛟龙赵君水继续说道：“探索的主力就交给监察队的副级队长翠龙林英。”蛟龙伸出右手，比了比身旁那位暗绿色长发的女猎人，介绍道：“翠龙的异化是碧翠，这是某种绿植类异化，拥有着强大的植物探查能力。血色鬼桑无法逃脱他搜索，大家要以翠龙为核心，按照他的步调前进。”包括3位军团干部在内，猎人们点了点头，同意了这个方案。术有专攻，如果血色鬼桑隐藏于地下，那正常追猎的难度实在太高了。然后就是正面作战时狂化异兽的干扰问题了。粉糖队长的能力已经试验过了，至于凌霄小哥，蛟龙看了眼那位年轻人，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实不相瞒，在不到1周前，我亲眼看到了他操控的3目猎狗群。蛟龙看向猎人们，点头笑道：“可以肯定，即便对手是狂化魔兽，也能起到一定的干扰效果。”猎人们不禁泛起笑容，看着凌霄的眼神越发亲切。团控辅助，谁不喜欢？现在面对那些狂化魔兽，我们拥有着极大的优势，但应该还能再扩展一些。蛟龙看向另一旁某位黑色短发、面无表情的女性：“魔女小姐，您这边可以释放精神异化吗？”诅咒魔女抬起右手，近乎透明的能量流出，随即她嘴唇张合，吐露词语：“恐怖！”黄苍白色火焰迸发，犹如虚幻灵火一般，扫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猎人们身体一僵，神经紧绷。有眼睛在盯着我，椅子内部在作响，背后有什么东西？手上好像有黏糊的触感，毛孔里有无数虫子在蠕动，眼球里有尖锐的异物。在几千米外，是不是有只魔兽在继续攻击，瞄准着自己的脑袋？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绪顿时塞满脑袋，似乎所有的恐惧都被放大，让人惊疑不定，身体僵直，毛骨悚然。魔女使用的能量很少，在场的也都是资深的 B 级猎人，刹那间，所有人都脱离了恐惧，确实拥有着震慑效果。蛟龙手抵着下巴，沉吟道：“虽然无法操控异兽，但能削弱狂气的控制强度。”魔女小姐，翠龙林因刘海遮住了左眼，脸上露出了恬静的笑容。您能像精神异化的猎人一样，探查到对方的灵魂状况吗？不行，魔女微微摇头，语气平静地说道：“我只能使用，本质上这并不是精神异化。”是吗？绿发女猎人垂下眼帘，略显遗憾地说道：“那真是太可惜了。”将魔女的能力考虑在内，蛟龙继续讲解着计划，而下方的凌霄则在思考着一件事情。那个苍白火焰跟幽鬼团长的异化极其接近，可那位叫做魔女的蔷薇干部使用的似乎不是这种异能粒子。想起对方手中那近乎透明的雾色能量，凌霄沉思了一会，看向了旁边的雷鸣队长。队长，那位女士的异化你了解吗？诅咒魔女许幽。雷鸣凑过脑袋，低声道：“她的异化就叫做魔女。”魔女？凌霄微微一愣。对，如果再细分，应该叫焰魔女。雷鸣队长解释道：“她的能量粒子能转化为许多火焰类异化，包括不限于死焰、爆炎、燃尽、鬼焰等。你的黑焰可能也在她可转化的范围之内。”凌霄嘴巴抽了抽，感觉对方就像是开挂的，这也太犯规了是吧？雷鸣挑了挑眉，笑道：“我当时也跟你一个想法，怎么会有这种离谱的异化？但这确实是存在的。”雷鸣队长沉吟一下，说道：“还记我跟你说过的吗？协会从秘境中发现了的一些稀有异化，像玄青、天使、恶魔、魔狼等。”凌霄皱了皱眉，问道：“你的意思是魔女也是从秘境中发现的？”对，雷鸣微微颔首，沉声道：“这些稀有异化一般都兼具着多种属性，比普通能量粒子全能很多，魔女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为什么？”凌霄不解道：“我个人了解的不多，只是听幽鬼副团长这么讲过。”雷鸣回忆了一下，对着凌霄一字一顿地说道：“灵神者描绘出全新的钥匙，待至高之作崩塌，其权柄将奉献给整个世界。灵神者是指半神，至高之作是指王座。那新的钥匙又是什么？魔女也是奉献给世界的权柄。”凌霄眨了眨眼睛，脑袋里充满了不解。这种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别去纠结。雷鸣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你只需知道，这种异化有着多种属性，但相比正常的猎人，他们的威力会相对弱化。”雷鸣队长指了指凌霄，比喻道：“在威能强度相等的情况下，如果诅咒魔女使用黑焰，其破坏力肯定是比不上你的。毕竟……”雷鸣摇了摇头，低笑道：“他本身其实并不是黑焰的使用者，对于异能粒子的了解也远不如该类的猎人。”明白了，凌霄点头，将其牢牢记下。我顺便给你介绍一下其他几位干部吧。一边听着蛟龙的讲解，雷鸣一边对凌霄小声说道：“那个光头巨人是暴怒兵团的干部，地炎怒火陈汉，大地熔岩双异化顶尖 B 级猎人。而另一位，雷鸣瞥向那位咂着小辫、面容端正的男猎人，他是我们狼群干部，时值瞬间端木逊。”雷鸣队长凑过身子，低声道：“他也是异能使，其能力貌似涉及到时间领域。”凌霄顿时睁大了眼睛，没办法，时间这种东西听起来也太高大上了吧？哼，
异能粒子没有强弱之分。雷鸣勾了勾嘴角，轻笑道：“瞬间队长的强大是来自他本身的。年近42岁就是顶尖 B 级猎人，在你加入之前，他可是狼群当之无愧的第3天才。”第3？凌霄疑惑地看向队长。第2是幽鬼副团长，至于第1，雷鸣队长捂着嘴巴，小心翼翼地说道：“听说是荆棘蔷薇的创始人，也是军团的团长。”凌霄，卧槽，好像知道不得了的东西啊！对了，看着蛟龙赵军水旁边的绿发女猎人，凌霄轻声问道：“队长，翠龙小姐也是顶尖的 B 级猎人吗？”凌霄感觉这位女性的威势似乎要略弱于其他几位。这个你得问旁边那个女人。雷鸣面无表情指了指，林英可是很厉害的哦。甜美的声线传来，凌霄转过头，只见粉堂队长正笑眼盈盈地看着他，想必刚才跟雷鸣队长的聊天都被他听到了。让凌霄稍微坐过去一点，粉堂白梦美轻柔地说道：“林英虽然比干部们弱一点，但也是极其强大的 B 级猎人，而且如果有水系异化配合，他能发挥出超长的战斗力。植物加水。”凌霄面露恍然：“对的。”白梦美弯起眼帘，狡黠笑道：“他经常说，只要有水龙在，翠龙就是无敌的。”粉堂队长轻捂嘴巴，语气暧昧地说道：“水龙指的就是蛟龙先生哦。”凌霄好像又听到了不该了解的东西，看着台上的蛟龙赵军水以及翠龙林英小姐，凌霄内心倍感歉意。而且偏偏就在这时候，绿发女猎人将视线投了过来，那宁静的目光中流露着些许好奇，似乎疑惑凌霄跟白梦美在说什么。这让凌霄如坐针毡，倍感羞愧。他真的不是故意打听别人感情八卦的。最后，蛟龙的完成了计划的商定，明天早上5点，讨伐团便一起出发，赶往狂乱之森。猎人们接连离席，但凌霄却呆坐在原地，只因为刚才他们八卦的主角那位翠龙林英小姐，此时正一步一步地向这里走来。梦美，在聊什么？带着与台上不同的俏皮笑容，翠龙林英轻歪着脑袋，眼睛在粉堂队长和凌霄间打转。粉堂白梦美神秘一笑，站起身子，轻搂住了绿发女猎人的脖颈。刚才小凌霄对林英大美女很感兴趣，姐姐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你的英姿伟绩哦。翠龙林英将视线移了过来。哈哈，凌霄眼角尴尬地抽搐了一下，连忙道：“因为我没见过植物类异化，所以对你有些好奇。教导主任，请您暂时从记忆中消失。”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稀有能力。绿发女猎人微笑地伸出右手，白皙的手掌上翠绿色的光芒流出，汇聚，逐渐向上蔓延，最后形成了一根弯曲的枝干，似树枝蔓藤，又似翡翠般的晶体。看着好奇观察的年轻人，林英语气亲和地解释道：“跟别的植物异化不同，碧翠比较注重于塑形、韧化、生长方面，在治疗、恢复上效果不佳。感谢教导。”对于这位猎人前辈的大方展示，凌霄诚恳道谢，这都是好人啊。没什么，翠龙林英摇了摇头，开玩笑道：“再过个10来年，你没准就是大人物了，我可要提前跟你打好关系。”您说笑了。凌霄打了个哈哈，扯开话题道：“林英小姐跟粉堂队长认识很久了吗？”对的。粉堂白梦美蹭着女猎人的脸颊，笑容甜美地说道：“在我实习时，林英可是我的前辈哦。”原本以为大家会一直待在蔷薇，可惜啊。白梦美摇了摇头，似笑非笑地说道：“某个美人被自己的男性朋友随随便便地诱拐进了猎人协会，才不是诱拐。”翠龙林英耳垂微红，语气急促地解释道：“阿水只是跟我提了一嘴，我是经过仔细思考，觉得官方比较适合我发展，才下定决心退出蔷薇的。”哦，原来如此。粉堂队长唇角勾起，似笑非笑地说道：“人家只是招了招手，你就自觉地上去投怀送抱了，还真是让人羡慕的默契呢。”梦美，你在说什么啊？哎呀，害羞了，害羞了。你们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有没有每天亲亲啊？怎么可能？可你都开始戴美瞳，学会打扮了。那只是换一下心情而已。凌霄挂着死鱼眼，感觉自己被塞了一嘴狗粮。他转过头看向了一直沉默的雷鸣队长，只见这个硬朗男人此时也是垮着嘴角，脸色臭的一批。果然还是雷鸣队长跟他比较有共同语言。当猎人还谈什么恋爱啊？这个酸酸甜甜的会议室，他真的待不下去了。就在凌霄打算起身跟雷鸣队长打道回府时，翠龙林英突然停了下来，对他问道：“凌霄，你拥有着跟梦美类似的能力吗？”凌霄想了想，说道：“有点区别。可以探查对方的灵魂状况吗？”翠龙直视着凌霄，心血点缀的黑瞳格外平静。可以。凌霄微微颔首，毕竟他可不是魔女，这种基本操作，所有的精神异化都能实现。是吗？绿发女猎人垂下眼帘，轻声问道：“我可以看看吗？”当然。凌霄笑着应道，毕竟对方刚展示完自己的异化，现在也就礼尚往来而已。月白在空气中渲染凝聚，最后漂浮在凌霄手中。看着那团梦幻般的白色能量，粉堂队长饶有兴致地凑过脑袋。而翠龙林英，她的身子似乎顿了一下，随后绿发女猎人伸出手指，慢慢地触向凌霄的掌心，很慢，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凌霄感觉她的手臂似乎有些僵硬，那俊美的脸上表情似乎消失了，像是在做着某种危险的尝试一般。对精神能力的警惕吗？咻！就在凌霄疑惑之时，翠龙林英突然收回了右手，明明没有触及月白，这位女猎人却闭眼转过身子，手拍胸口，深呼吸，似乎遭受了惊吓一样。林英小姐，林英，你怎么了？白梦美关切道。翠龙林英挥了挥手，示意自己没事。少顷，她才转过身子，眼眶湿润，笑容苦涩地说道：“我好像针对精神异化有心理阴影了。”凌霄愣了一下，而粉堂队长直接扑了上去，急忙问道：“哎，为什么？怎么回事啊？”林英看着粉堂队长，
悠悠地说道。以前孟美天天念叨，精神能力会有残留效果，一定要小心谨慎。粉堂队长僵住了。这话其实没有说错，凌霄无奈地笑了笑。人的思维是很复杂的，哪怕能量消失，精神能力也会造成某种长远的影响。就比如粉堂队长会让人爱上他，凌霄的催眠能强行塞入常识，幽鬼团长可能就是恐惧吧。对此抱有警惕心，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为啥粉堂队长会跟您天天念叨这个？凌霄好奇问道。这个粉堂白梦梅抵着2根食指，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翠龙灵英嘴角勾起，说道：“他当时刚习得异化，找几个朋友实验了一下，结果出问题了。”出问题？凌霄愣了一下。过了几天后，有很多女孩跟他表白了。林英弯着眼帘对凌霄说道：“是那种带着爱慕、真心实意的表白哦。”凌霄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些影响早就消失了，他们都恢复正常了。粉堂队长垂头脑袋，低落说道：“都是异化残留，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因为这个，孟美现在不敢轻易对人使用能力。”翠龙灵英抚着粉堂队长的脑袋，眼睛一瞥。不过魅惑效果有没有散去，我们似乎得问雷鸣队长比较清楚。粉堂白梦美停了下来，眼神有些闪烁。凌霄愕然地看向雷鸣。雷鸣队长以前也接受过孟美的实验吧？林英眼中带着狡黠笑意，问道：“你现在还受爱慕残留的影响吗？”哼！雷鸣双手环胸，淡淡的说道：“那点能力没2天就消失了。”真的吗？粉堂队长抬起头，眼眸的高光似乎比以往明亮几分。当然，雷鸣嘴角勾起，语气不屑的说道：“你那天回去后，我立马看动画洗了洗脑袋，根本没有效果残留。”啊！粉堂队长怔了一下，洗脑袋？对啊。雷鸣队长摩挲着头发，沉声道：“当时大脑一直在循环播放着你的脸，我一想，这怎么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万一真梦到你，我不肯定会被吓醒。”吓醒？粉堂白梦美眼角抽搐了一下，大声质问道：“梦见我，对你来说就是噩梦吗？”是啊。雷鸣点了点头，表情认真的说道：“本来每晚都梦到我的老婆们，突然有个现实女人闯进来，画风都不对，这也太惊悚了。”粉堂队长咬着嘴唇，语气鄙夷的说道：“你这种臭死宅，只会对纸片人感兴趣是吧？”怎么可能？雷鸣猛拍桌面，怒斥道：“我老婆也有3D 的，恶心！”粉堂白梦美手抱着胸口，像看着垃圾一般俯视着雷鸣队长。我就不该担心，能爱慕我，也算是拯救了你那腐烂且无可救药的人生。呵呵，你太高估自己了。雷鸣吹了个口哨，笑道：“谁会因为一个异化改变兴趣，去喜欢上一个粉色肥婆？”白梦美的脸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你想试试看吗？试过了，感觉不如我家雨欣一丝，连那只灵魂异兽都比不上。我家大能量，能让你变成姐姐的舔狗，信不信？老子只舔屏幕，海报跟手办。会议室里洋溢着2位队长的斗嘴声。翠龙灵英手抚着脸颊，脸上带着之前粉堂队长同款的愉悦笑容。这2人的互骂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甘甜的美味，但对凌霄而言就不一样了。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他只觉得很吵闹。原来是这样啊，我真傻。凌霄站起身子，深深地看了雷鸣队长一眼，那眼神好似看着潜藏的叛徒一般。随后他转过身准备离开。凌霄，凌霄回首看向突然出声叫住他的绿发女猎人，看着他俩的样子，我突然觉得精神异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翠龙灵英慢慢退后脚步，眼睛仍注视着粉堂、雷鸣2位队长，轻声道：“虽然对人会有副作用，但在某些情况还是有使用必要的。比如说。”翠龙转过头对凌霄露出恬静的笑容：“当猎人犯错的时候，你说对吧？”是。听了凌霄的回答，翠龙灵英的表情越发静美。啊，对了，突然他竖起食指，认真嘱咐道：“如果想要女朋友，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你可不要像美梦一样强制别人喜欢上你哦。”凌霄顿时两眼一黑，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我不需要。留下这句倔强的台词，凌霄佝偻着身子，独自走向大门。在夕阳下，他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带着几分孤寂，几分悲凉，以及独行者的英勇。长长的过道中，拉长的轻佻语调响起：“哦呀，这不是我们的小天才吗？怎么一个人回去啊？”角龙倚着墙壁，笑眯眯地看着他。没什么。凌霄翻了个白眼。哈哈。角龙赵军水挠了挠脸颊，疑惑道：“为啥突然感觉你对我有些敌意？”您的错觉，监察队长。凌霄撇了撇嘴，问道：“您守在这里，是有什么事情要单独找我吗？”很敏锐吗？角龙挑了挑眉，语气黏糊地说道：“怎么说呢？虽然同意你参与战役，但我心里还是安稳不下来。如果你真出现意外，那我赵军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估计以死谢罪都偿还不了啊。毕竟……”角龙睁开水色树瞳，轻笑道：“你可是代表着狼王的夙愿，以及潞州全新的未来。您说的太严重了。”凌霄皱了皱眉头，说道：“请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哈哈，饶了我吧。角龙摇了摇头，无奈叹道：“这次真的太危险了，我可不敢赌上信任，必须给你真正的保障。”保障？在凌霄疑惑的眼神下，角龙伸出左手，蓝白流水般的能量流出，它好似一个小型的浪涛，在男人的手上翻滚，越加快速。最后，蓝白色的浪涛中涌出了一抹电青。好！无上的龙吟响彻了凌霄脑海，让他手脚冰凉，大脑空白，似乎身处于无边无尽的威严之中。那是一条电青色的华亚龙，它十分细小，跟婴儿的小拇指一般。但在它出现的刹那，空气中所有的威能粒子都凝固了，好似幼兔遇到了猛兽。他们在颤抖，在瞻仰，在畏惧，在臣服，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
这是凌霄嘴角有些干涩，他能感觉到这条青龙的位格远远超越自己的认知。蛟龙此时收起了笑容，神态庄重地说道：“刚当上监察队长时，我曾收到指示，前往圣域，在通过某种考验后，陆州君主摘下一片绿叶作为对我的褒奖，而那片绿叶就是这条青龙。”蛟龙凝视着凌霄，严肃道：“它是由君主的力量构成，只要为其提供威能，就能发挥出难以想象效果。就比如，蛟龙指了指自己，说道：如果我将全身70%的威能提供给他，这条青龙甚至能灭杀较弱的天灾异兽。而如果由你来使用，蛟龙看着凌霄的眼睛，沉声道：假设你的威能相当于正常的 B 级猎人，那么狂乱之森的魔兽将无法对你造成威胁。凌霄深吸了一口气，这条青龙的珍贵程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能让一名顶尖 B 级猎人拥有着威胁天灾的能力，这根本就是无价之宝。如果提供的威能越多，他的力量就越强，那以凌霄的能量储备，这条青龙他的威力可能更上一层，真是难以想象的诱惑啊！凌霄摇了摇头，轻叹道：您收起来吧，我不能要，并不是要赠予你。蛟龙皱了皱眉头，说道：战役结束之后，你还给我就好。君主的赐予，您真的能转借给他人吗？凌霄不禁问道。如果是别人肯定不行。蛟龙赵君水嘴角勾起，微笑道：但你的话，那位大人肯定会网开一面。听到这话，凌霄挠了挠头，平静道：不用了，收起来吧。凌霄，赵君水眉头微皱，道：你为什么这么顾？轰！蛟龙瞳孔瞬间紧缩，一只燃烧着黑焰的右手按在了他的肩上，黑焰的破坏性完全收敛，但那恐怖的巨力直接传导进了蛟龙的身体，那是能斩杀普通魔兽，属于顶尖 B 级猎人的力量。脚下的威能踏板凝结的有些不及时，地板出现了层层皲裂。蛟龙赵君水身体一滞，水色能量涌出体表，异化充盈，缠绕的增幅全部开启后，才真正扛下了这股巨力。凌霄凑过身子，脑袋贴着蛟龙的肩膀，淡声说道：收起来吧，蛟龙先生。蛟龙目无焦距地看着下方，那睁大的双瞳中流露着无法理解的惊愕。半晌，水色能量流入体内，一起收回的还有那条靛青色小龙。凌霄放下右手，蛟龙也慢慢站直了身子，脸上重新挂起了轻浮的笑容。呀，虽然已经尽可能在高估你了，但事实证明我还是过于狭隘了。好可怕啊，好可怕啊，这就是陆州有史以来最强天才的实力吗？不是近代吗？凌霄抽了抽嘴角，无奈道：您别突然增加我的评价呀。是吗？蛟龙眯着眼睛嘿嘿笑道：我觉得这个评估还挺正确的。算了，我先回去了。凌霄摆了摆手，向外面走去。突然间他顿了顿脚步。蛟龙先生，林茵小姐也有君主赐予的青龙吗？现在还没有哦。蛟龙摊了摊手，低声道：他还没前往圣域，也没受到君主的考核。不过蛟龙脸上泛起温柔的笑容，说道：林茵确实是预备人选，他的身姿应该已经进入了君主的视线当中。是吗？凌霄沉默了一会，转头离开了猎人协会。夜，雷鸣小队宿舍。团长，有那么一瞬间，我在翠龙林茵小姐身上感觉到了与您类似的能量波动。明天猎杀魔兽要加油哦。好的。啪嗒，凌霄放下手机，整个人都摔在了床上。在林茵小姐要接触月白的时候，他确实在某个瞬间感受到对方威能的紊乱，很细微，很短暂，但逃不过凌霄的探查神经。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安静地想了一会。少顷，算了，睡觉吧。凌霄放弃了思考。第二天凌晨，猎人协会的战机载着讨伐团的成员急速飞往荒区。在接近早上8点的时候，战机已停在森林南侧入口。凝望着前方的狂兽森林，蛟龙转过头，沉声道：诸位，狂乱之森的清剿战役正式开始。本次的目标就是彻底灭杀血色鬼桑以及这个荒区的所有异兽。蛟龙握紧右拳，眼神中透露着肃杀。我们将一个不留。你在看什么？雷鸣拍了拍凌霄的肩膀，说道：蛟龙那边准备前进了，我们跟上。好的。将视线从前侧的天空收回，凌霄面色平静地取下大剑，跟上了讨伐队伍。昏暗的森林里，树叶在沙沙作响，成千上万的鬼桑树摇摆枝干，那手掌似的叶子凌乱晃动，好似有无数的人在招手。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漆黑密集，阴暗蠕动，宛若鬼影，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阴森感。今天的狂乱之森有些格外的安静，那曾遍布整座森林，充满混乱与疯狂的异兽嘶吼声，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只剩下毫无生气的死寂感。讨伐队伍正常前进，左右两翼分别是地炎怒火、陈汉率领的暴怒兵团成员，以及时之瞬间、端木训率领的血色狼群成员。前方则是以蛟龙赵君水、翠龙林茵为首的监察队猎人，中后方则是诅咒魔女许攸带领的荆棘蔷薇成员。蛟龙守候在林茵身侧，而凌霄、粉堂白梦美则在队伍的最中间，离魔女许攸很近。隐隐间，他们几位被当成任务的核心人员被无形的保护起来。嗡！翠绿色的波纹荡开，如同声波一般扫过大地，渗入到地下。翠龙林茵双目闭合，探查着方圆数公里内的植物波动。少顷，绿发女猎人睁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继续前进。蛟龙赵君水挥手道。刚前进不到几千米，光头巨人陈汉便忍不住出声了：那些狂兽都躲哪去了？这种状况实在太异常了。他们已经接近了森林中部，但仍然一只异兽都没碰到。阴谋，魔女许攸也嘴唇张合，吐出没有语调的话语。不，这是阳谋。瞬间端木训环顾四周，冷声道：而且他们马上要来了。停下！蛟龙赵君水猛然大喝，叫停了整个队伍。在场的都是资深 B 级猎人，拥有着强悍的探查神经。不到1秒，密密麻麻的威能波动
犹如潮水一般不断地涌进众人的感知之中。B 级异兽至少40只以上， C 级异兽数百只， D 级异兽数不胜数。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对于狂乱之森这个异兽天国来说，这些兽群可能只是森林的数分之一。不用人提醒，所有的猎人们都做好了准备。颜色各异的能量从他们体内流出，有狂猛的爆炎，扎响的电蛇，凛然的狂风，冷冽的冰霜，流动的水刃，锋锐的钢芒。轰！数公里外，异兽们的攻击率先爆发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光十色的异化光辉，赤色的焰柱，腐蚀的毒线，尖锐的岩锥，带着撕裂气息的爪芒，数不尽的攻击犹如密集暴雨一般笼罩了讨伐队伍。哼！巨人陈汉右腿踏向地面，土黄色的能量涌入大地，巨大的光盾瞬间立起，它泛着大地色泽，犹如半圆遮罩一般，将整个队伍涵盖其中。这种能量，凌霄从土岩巨龟上见过，而这位顶尖 B 级猎人的光盾强度比土岩巨龟更强，更具备安全感。刹那间，那些魔兽的异化攻击与黄盾相触了。轰！轰！轰！密集的爆炸声响起，无尽的能量在外界爆发，冲击波掀翻了大地，似乎在倾斜兽群的恶意。在数十头魔兽的狂轰滥炸下，哪怕是资深 B 级猎人也会瞬间死得渣都不剩。连这位干部队长使用的大地黄盾都在顷刻间蛛纹密布，摇摇欲坠。好在地岩巨人在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护盾撑到了轰炸结束。啪！土黄光盾破碎，兽群的位置已经逼近到2公里了。他们兽眼流露着猩红光芒，面目阴冷，呈包围之势，全速往猎人们本来。而现在，讨伐小队的反击也开始了。轰！月白色光柱从天而降，充盈着大地空气。凌霄犹豫半晌，默默将光柱的宽度从100米提升到400米。那满溢的能量瞬间扩散开来，所有猎人的身周都充斥着浓郁的月白光点。看着那庞大的王座，包括几位干部队长在那，所有猎人的脸上都浮出了惊诧。但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按照计划，该是3位精神能力者发挥的时候了。沉溺于爱慕吧。粉堂白梦美高举右手，粉色的锤形权杖上闪烁着烂漫暧昧的光芒。诅咒魔女手拖着苍白焰火，粉唇轻启。恐怖！凌霄眼瞳中月白高亮，面无表情地打了个响指。嗡！黄！几乎同一时间，粉红、苍白、月白3种颜色的光芒迸发，被粉色的光波照射，异兽们顿时神色恍惚，眼瞳在血腥、粉红间不断闪烁。当月白掠过，这些探查到凌霄威能波动的异兽，感知中瞬间混入了月白粒子，与其大脑中的猩红光点互相绞杀，异兽躯体呆滞在原地。苍白的不言虽然效果比不上前2个，但兽群一接触到，他们便开始浑身颤抖，动作迟缓，眼中的红光略微暗淡。漂亮！看到凌乱停滞的兽群，猎人们面露狂喜，没有放过这完美的进攻时机。哈哈，死吧，都给老娘死吧！爆炎队长提着骑士枪，数米宽的火球接连喷发。风起！疾风队长挥下剑刃，暗青色的锋刃切向魔兽。呵！雷鸣队长横劈巨斧，深紫色的雷暴喷涌，淹没了沿途的兽群。轰！轰！轰！数十名资深 B 级猎人全力出手，碾碎了附近的低级异兽，魔兽瞬间暴毙了近10只，其中过半更是血水喷涌，身负重伤。也是在这一轮进攻过后，3位精神能力者的控制效果结束了，兽群的意志再次被猩红所支配。那些受伤的魔兽伤口处更是红光流转，以极快的速度止血结痂。好，魔兽再次逼近，这次猎人们弓起腰躯，各记的能量焰杀缠绕了躯体。轰！直面而上，以远超音障的速度，数十道身影冲向了兽群。大地之怒！地炎怒火陈汉将手中的巨锤抡向大地，数百米范围内，岩刺连带赤浆从地面猛然爆出，成群的低级异兽变成了碎肉，一只魔兽被穿成了烤串。瞬间，端木迅手握长剑，身上裹着闪银能量，他的速度快到了连 B 级猎人都无法看清的地步。只见闪银色光辉闪过，沿途的异兽纷纷头脑落地，连反抗都做不到。蛟龙赵君水提着猎兽巨刀，数条水环萦绕身周，四蛇四边四刀高速挥舞，像切豆腐一般将附近的兽群劈成碎块。翠龙灵鹰刺出翡翠长矛，翠绿光柱射出，光柱射中魔兽后，伤口内青汁狂猛绽放，从内部刺穿魔兽躯体，还吞噬了附近的兽群。看着各显神威与狂化异兽奋战的猎人们，凌霄转过头看向身旁的2位女性，粉堂队长白梦美以及诅咒魔女许幽。粉堂队长在默默提炼威能，毕竟跟血色鬼桑争抢如此数量的异兽控制权是极其消耗能量的。而魔女许幽这名干部队长，她只是站在原地，默默地眺望着远方的战斗。你不过去吗？魔女队长，你们需要保护。魔女许幽转过头，漆黑的眼瞳十分平静。轰！凌霄降下一道30米宽的黑焰光柱，让王座的能量充盈整把合金大剑。看着那把黑焰大剑，诅咒魔女眨了下眼睛，黑瞳中流露出些许好奇。凌霄提起大剑，轻笑道：“我这边可能要过去帮忙了。”魔女许幽凝视着凌霄，语调平缓地劝道：“理智，慎重。”对啊，小凌霄。粉堂队长也走了过来，蹙眉道：“那边可是很危险的，你在远处放一能就好了。”哈哈，请放心，我有分寸。而且狂乱之森魔兽数量未知，战况拖得越久，可能越危险。在肆涌的狂风中，凌霄左手按着自己头发，淡声说道：“我去帮忙，应该能提速很多。”2位女猎人皱起眉头，嘴唇开启，刚想再说什么，可就在这时，漆黑的火焰凌霄身上燃起了。熊！漆黑涌起，吞噬了凌霄，随后散去，消失在空气中。
取而代之的则是穿着黑岩战衣、开启深渊模式的凌霄。这不是异能，是真正的异化缠绕。仅一瞬间，两位女猎人就看穿了本质。正因为如此，庞大的惊愕充斥了他们的面庞。哎，咦？粉糖白梦美嘴唇开合，却吐不出完整的话语。魔女许攸脸上仍缺乏表情，但脑袋微微倾斜，眨眼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凌霄没有向他们解释，他眼睛锁住了远方的魔兽，弓下身子。轰！狂风炸开，驾驭着10几倍的音速，漆黑的流星撕开战场。除了几位顶尖的干部外，面对狂化魔兽，大多数 B 级猎人其实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不是因为实力，而是他们那强悍的恢复特性，不仅不畏生死，生命力还强得可怕，除非斩断头颅4肢，要不然很难削减对方的战力。尤其是疾风队长这种攻击力偏弱的 B 级猎人，此时更是陷入了缠斗之中。咻！暗青色的锋刃掠出，切开几只 C 级异兽，并在魔兽的胸膛刻下深深的血沟。虽然效果很好，但疾风队长却眉头紧皱。那只10米高的赤银巨熊身上已经伤痕累累，到处都是深可见骨的刀疤，可那刚破开的伤口现在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血，那白骨上也开始凝出粉嫩的肉膜。而魔兽的气势更是没有丝毫衰减，它兽眼猩红，1米长的巨爪上流淌着锋锐的银光，接连不断地挥向猎人。那银色爪芒比刀锋还要锋锐。疾风队长灵巧躲避的同时，大脑一直思考着如何有效杀死对方。就在猎人将视线锁定在巨熊的脖颈时，一缕漆黑从他的眼角闪过，扑唰，黑色剑锋划过，头颅飞起，巨大的雄狮轰然倒地。疾风队长瞳孔一缩，看向了那道停下的黑色身影，燃烧着黑焰的战衣，漆黑无光的大剑自然劈散的碎发，月白色双瞳，以及那厌世黑纹下过分年轻的面庞。凌霄！疾风队长张大了嘴巴，温和的面庞上此时已被错愕所占据。这完整的异化战衣，这远超他的极速，这瞬杀 B 级异兽的力量，竟然都是出自这个年轻人。这种事情简直比看他用异能破开土岩巨龟防御更让疾风队长感到荒谬。但现在的凌霄并没有聊天的心思，他眼睛一瞥，锁定了下一只 B 级异兽。轰！漆黑流星继续奔驰，燃烧着黑焰的钢剑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轻松粉碎普通魔兽的防御。噗！在一名暴怒兵团猎人惊愕的眼神下，弯弧的黑光将他眼前的魔兽腰斩。熊！漆黑斩击爆发，撕碎了沿途的低级异兽，最后还切到了魔兽巨蛇的头颅。扑唰！黑焰光剑从天而降，一头 B 级的黄金魔猿从中间分裂，10几米高的躯体往两侧倒塌，没有停顿，以顶尖 B 级猎人才能有的急速。漆黑流星在战场上不断穿梭，每次漆黑月牙扫过，都能毁灭成群的异兽；每次黑剑斩下，就有魔兽断肢丧命。战况进展急速，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猎人注意到了凌霄。卧槽！威能异化！卧槽！凌霄小子！卧槽！真的假的？赤色双马尾的爆炎队长现在已经停下骑士枪。他小嘴抽搐，大大的眼瞳紧盯着那道漆黑焰影。就在半秒之前，那道身影掠过这里，还顺便斩首了他身前的魔兽。一护，你果然学会万解了。一护，雷鸣队长劈碎身旁的兽群，脸上爬起了亢奋的大笑。本打算去支援队友的2位军团干部地岩怒火、陈汉、时之瞬间、端木训，看到那道奔射于战场的毁灭黑影时，也是神情一怔。那威能异化，那干部队长级别的力量、速度，那 B 级顶尖的破坏力，这怎么可能？巨人陈汉摸了摸自己光滑的脑门，语气恍惚地说道。他不是只会威能放出吗？他不是异能使吗？为什么已经会真正的异化了？瞬间端木训揉了揉眼眶，深吸了一口气。到现在他才明白狼群新任天才的含金量，那是无法理喻的天赋，那是力压群豪的才能，根本不能用常理来估量。自愧不如啊！瞬间队长瞳中闪银高亮，钟表般的密纹被无形力量波动。咔嚓，男人的身影消失，下一瞬已经在一头魔兽的身后。他也要帮忙清扫战场了。阿水，凌霄这是什么情况？翠龙灵鹰收回翡翠长矛，恬静的俏脸上此时却显得凌乱失措，不敢置信。那孩子不是学生吗？喂，为什么感觉他比我还强？面对副手那哆哆嗦嗦的疑问，角龙嘴角勾起，语气轻佻地说道：呀，这就是潞州第一天才的恐怖之处了。虽然心里有预期，亲眼目睹那战斗时的破坏力，还是感觉好可怕，好可怕哦。你早就知道了，还不告诉我？林英瞪着角龙，脸上带着浓郁的质疑埋怨。哈哈，我也是昨天才清楚这一点。角龙心虚地转过脑袋，说道：走吧，快点将狂兽清除掉。在凌霄、几位干部以及那些猎人们的合力下，很快战场上的异兽全部被斩杀殆尽。异兽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成湖泊，染红了森林大地。被战斗所波及，成片的鬼桑树破碎倒塌，那透明的汁液混杂在异兽鲜血间，竟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将状态稍微回复一下，我们再继续前进。角龙赵军水眯着眼睛对猎人们笑道：森林的狂兽肯定不止这些，不倾巢而出，应该是数量超越了血色鬼桑的操控范畴。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战斗力，随时准备面对下一轮袭击。猎人们赞同颔首，运转提炼法，高速回复着体内的能力。在这途中，他们忍不住将视线投向那位年轻人。他站在队伍中央，神色平静，看不出任何疲惫之色。就是这个人，刚才奔波于战场，斩杀了多头狂化魔兽，剿灭了成片的兽群。那夸张的战斗力已经超越了资深 B 级猎人，无论是力量、速度、能量强度、破坏力，他都站在了 B 级的顶峰，与几位干部队长同级。
如果他是3大军团的干部小队新人，猎人们会震撼，会惊叹，会感慨啊，这就是天才啊！以后注定能成为 A 级猎人，军团真的捡到宝了。可问题是，他只是一名实习生，连真正的猎人都算不上。猎人们眼神已经不是惊叹了，这他妈的是惊悚！我乐个去啊！大4学会一话，这小子真的是人。曾经我自诩聪慧，跟他一比，现在只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狼群到底捞到了什么怪物？老娘已经上报了，子妖的屁股还是抽得太轻，下次让团长拔光再打。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血色狼群的新人，天赋一般般，也就实习期间媲美顶尖 B 级猎人而已。也是在现在，这群 B 级猎人们才真正了解到角龙那些赞称的分量。什么是陆州近代最强新人？什么是君主种子？他们代表着这个人的未来将会坐上最高的百席之位，屹立于蓝星5国之巅。他将拥有至高的武力与权力，背负着千万人的生命重量。猎人界的常识根本无法对他进行估量。而凌霄这边则经受着无端的拉扯。小凌霄，粉堂白梦美紧贴凌霄的脸颊，哭丧道：“你为什么不是姐姐的带的，而是那个臭死宅的队员啊？你不行的，肥婆！”雷鸣搂着凌霄的肩膀，嘴角勾着狂放的弧度。凌霄就适合雷鸣小队，你连给他取帅气的称号都做不到，我说的对不对啊？蓝染一护军，那到底是谁啊？凌霄睁着死鱼眼，面无表情地降下一点月白王座。经过刚才兽群的消耗，空气中的月白粒子减少了一点，虽然还有很多，但凌霄仍然将其补全了。像之前一样，那满意的月白光点扩散开来，直到所有猎人的身周都充斥着一定数额的能量。做完这一切后，凌霄满意颔首，环顾四周。也是这时，他发现附近的某位女性正直勾勾地盯着他。她留着极薄黑色短发，如人偶般精致的脸庞上缺乏表情，眼眸黝黑平静。魔女队长，有什么事吗？诅咒魔女许攸点了点头，小巧的粉唇吐露轻语：“请让我看看。”沿着既定的路线，讨伐小队持续前进。每隔一定的方位，队伍便会停下，让翠龙灵鹰进行广域探查。猎人们的步伐很快，灵鹰的职务探查耗时也很短，但队伍的行进速度并不快速。就如角龙赵君水所说，对于这个异兽天国而言，一开始的兽群并不是狂乱之森的全部，那只是森林的一角。现在，在狂乱之森的西北侧，讨伐队伍迎来了又一波兽潮，这是第4波。如之前一样，3种性质的精神异化席卷了整片兽群。趁着这绝佳的时机，猎人们各尽其能，最大程度的激活狂化魔兽。轰轰轰！数十种异化攻击形成了密集而又恐怖的弹幕。仅一瞬间 ，B 级异兽的数量就削减了15头以上，低级异兽更是被余波碾死了大片。剩下的已无法对讨伐队伍造成严重威胁，包括凌霄在内，猎人们集体冲了上去。现在大家都轻车熟路了，配合也相当默契。攻击较弱的猎人会跟队友配合，以最快速度击毙魔兽，不给他们恢复时间。而凌霄以及几位顶尖 B 级猎人则化为恐怖的杀戮机器，将那些较强的狂化魔兽一一清除。很快，在付出一定的体力、能量之后，兽群又被猎人们绞杀殆尽了。瓢泼的血水喷涌浇灌，狂乱之森的又一处土地被染上了猩红色彩。哎呀，这次幸好凌霄小哥有过来帮忙。角龙赵君水拖长着语气，笑眯眯地感叹道：“异兽实在太多了，如果没有你，大家肯定得消耗惨重，任务都无法确保成功完成。过奖了。”凌霄挠了挠头发，眼神平静地说道：“就算没有我，这次任务大家也肯定能成功完成。”哎呦，凌霄小哥！角龙疑惑地皱了皱眉头，问道：“你这是妄自菲薄，还是对我们太有信心了？无论是关键的精神能力，还是那顶尖的正面战力，你对战局的影响都是无人可比的哦。”凌霄，阿水说得很对。翠龙灵鹰抚着长发，眼神认真地说道：“没有你，大家的战斗会艰难很多，甚至可能出现意外的伤亡。这次的清剿战役，你是队伍里最大的功臣。” B 级猎人的听觉非常敏锐，这边的交流声也传到了众人的耳中。猎人们看向这边，脸上带着赞叹、钦佩的笑容，对着凌霄竖起大拇指。优秀全能，令人惭愧。疾风队长温声笑道。爆炎队长咧开嘴角，怒赞：“凌霄小子，老娘爱死你的团控了！姐姐差点被你迷住了。”粉堂白梦美食指抵着嘴唇，俏皮眨眼。雷鸣队长双手环胸，严肃点头：“我已经想好你毕业的代号了，就叫无月死神吧。”光头巨人手拄着巨锤，口中吐出低沉的嗓音：“论全场战役的贡献，你在我们干部之上。”瞬间端木训，魔女许攸微微颔首，赞同了这个观点。看，大家都很庆幸有你的参与。翠龙灵鹰脸上带着恬静的笑容，右手抬起，按着自己的胸口：“我也是哦。所以，请你接下来面对敌人时不要松懈，全力应对。尤其是灵鹰嘴角勾起，语气柔和地说道：那足以扰乱狂化的精神能力，请一定要认真使用。”绿发女猎人微扬脑袋，神态里充满了真诚与恳求。看着他那星空点缀的黑色眼瞳，凌霄垂下眼帘，应声道：“好的，请放心。”翠龙灵鹰跟角龙赵君水走开了。凌霄降下月白光柱，填补刚才消耗的能量。每波的魔兽数量都差不多，似乎如监察队长猜测的那样，这就是血色鬼桑的操控极限了。如往常一样，满意的月白粒子漫出，扩散到整个队伍，在每位猎人的身周飘荡。其中，翠龙灵鹰的附近，月白的浓度似乎要高一些。做完这一切后，凌霄双目无神地看着地面，只要他下达指令，所有的猎人都将被月白入侵灵魂。现在要做吗？半晌，凌霄深叹了一口气，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眼眶。麻烦死了。透过摇晃的树叶，仰望着层云密布的穹顶，
凌霄挑了挑眉，低声自语道：“任务完成是肯定的。”讨伐队伍沿着路线探查，在正午过后，抵达了森林正北靠中的位置。在踏入这片大地的一瞬间，凌霄顿时浑身一颤，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他的直觉在疯狂预警，这里存在着怪物，他很强大，比所有干部队长都要强大，强大到能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威胁。但令凌霄感到最奇怪的是，他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出对方的位置，似乎在地下，似乎在地表，又似乎到处都是。小心，有问题！听到凌霄的警告，猎人们神情一肃，在低空蹲下了身子。蛟龙赵君水看向林英，问道：“阿英，是这里吗？”翠绿色的波纹荡开，如同声波一般渗入大地。突然间，翠龙林英睁开眼帘，猛然转头看向了后方。他出来了！轰！大地被掀开了，犹如巨蛇在伸展腰肢，直径超越20米的树木蜿蜒如行，拔地而起。顷刻间，一棵接近100米高的血色鬼桑屹立于大地之上，它全身猩红，那巨粗的主干上流淌着血浆般的粘稠汁液，细长的蔓藤缠绕在上面，有数百根。它们诡异蠕动，宛若无头的血色蛮蛇，又似恶心惊骇的新长血管。而主干之上有着成百上千的分支，上面长着数不尽的巨大血手，它们狰狞扭曲，不断抓握着空气，就像无数栖死的死者。看着这只外表骇人的血色植株，凌霄、蛟龙赵君水3位干部队长顿时瞳孔一缩，他们感受到了那巨大血桑体内所蕴含的恐怖波动，那已经超越了 B 级异兽范畴，在顶尖 B 级猎人之上，堪比真正的天灾。这就是让我感到危险的来源吗？凌霄神情一怔，他已经初步完成进化了。帝炎怒火大喝道：“合力宰了他！”瞬间，队长身周降下了一道闪银光柱，他手提长剑，双瞳中浮出了钟表密纹。等等，不止他一个！蛟龙赵君水抬起头，看向了高空中绽放的枝干，在那无数的血手桑叶中凝结着8颗桑果，它们是如此的巨大。那由暗红颗粒构成的桑葚果实，好似一道道血管，又似鼓动的心脏，不断收缩扩大，然后轰然炸裂，血液般的汁水化为暴雨，泼洒大地。巨大桑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8只形态各异的魔兽：3头的巨蛇，直立的山羊，6只的魔熊，燃火的巨鹰，吐露寒气的角蜥。它们身上爬着蛛网般的血丝，密密麻麻，已经难以分清种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8只异兽的气息远超普通魔兽，抵达了 B 级高危异兽的领域。蛟龙水色树瞳中充满了寒力，当机立断道：“准天灾交给我跟翠龙，你们解决那8只魔。”噗噗噗！监察队长的话还没说完，地面上瞬间爆出了3道猩红，那是天灾植株的血色蔓藤。它们从地下钻出，快如流光，速度超过了20倍音速，犹如张嘴的狂蛇一般，猛然咬向目标。被袭击的正是队伍中的3位精神能力者：凌霄、魔女许攸以及粉糖白梦美。当粉色女士反应过来时，天灾异兽的血色蔓藤已经近在咫尺了。这只准天灾的蔓藤袭击快若闪光，犹如血色长枪一般射向3位精神能力者。面对着超越20倍音速的赤红激光，魔女许攸瞳中漫起了黑色氤氲。熊！一团黑焰从她身前燃起，抗住了血色蔓藤的直击。虽然不到半秒就被红枪撕碎，但这点时间，魔女许攸已经退出了安全距离。身处深渊模式的凌霄本想一剑斩断这条蔓藤，但刹那间他想到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情。扑唰！10米宽的漆黑月牙爆射而出，没有理会袭向自己的血色长枪，凌霄猛然侧身，以最快的速度挥出异能斩击。在那个方向，同样有一位被袭击猎人，他不是顶尖的干部队长，只是一位资深的 B 级猎人，而且还是异化增幅较弱的精神系。面对准天灾的偷袭，面对那超越20倍音速红色闪光，粉糖白梦美大脑反应了过来，但身体却来不及躲避，只能看着血色蔓藤射向自己。他那异化缠绕的薄纱，在准天灾异兽的攻击面前，应该如纸张般脆弱。来不及！凌霄瞳孔紧缩，在他的斩击抵达之前，这柄血枪将率先会贯穿女猎人的心脏。在白梦美粉瞳浮出绝望时，猩红血藤已经出现在女猎人身前。噗嗤！闪银浮现，紫电炸响，漆黑的残月划过，血色蔓藤从中切断，好似动脉破裂，猩红的汁液狂涌喷洒，染红了大片天空。在剧烈的撞击中，粉糖白梦美稳住了身形。也是这时，他才了解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前方不远处站着一名面容端正、扎着小马尾、手持长剑的男性，他身上泛着闪银色流光，双瞳中时钟般的密纹高亮闪耀，是血色狼群的干部队长10只瞬剑端木训。在刚才，他发动了时间领域的异能，凭借着 B 级猎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神速，在千钧一发时抵达了这里。在当时，他对着猩红长枪砍出了一剑，但只斩断了小半。血色蔓藤的进攻延缓刹那，角度也微微向下偏移。这次的进攻并没有成功拦下。按理说，粉糖白梦美仍然会被刺透胸肺，之所以毫发无伤，则是因为刚才处于他身旁男人。白梦美看向了雷鸣队长，只见他此时全身雷液流淌，眼瞳紫电闪烁，甚至连清爽的短碎发此时也爬上了身子电蛇。就在刚才，这个男人开启了异化的极限增幅，凭借着紫雷带来的神经反射与急速，他撞开了粉糖白梦美的身体，并用雷斧劈向了血色长枪。很明显，仅凭资深 B 级猎人的力量是无法正面抵抗准天灾的攻击。泛紫光的巨斧脱手飞起，看着男人那被猩红蔓藤贯穿的侧腹，那因为吃痛扭曲的硬汉面容，粉糖白梦美瞳孔巨缩，脸色瞬间阴冷了下来。咻！瞬间端木训出现在雷鸣面前，右手直接握住了那不断扭动的藤蔓，将能量都集中在伤口，忍着。噗嗤！
蔓藤的断肢被拔出，近10公分的血洞出现在雷鸣队长的侧腹。如果不是凌霄及时将其切断，血色鬼桑的只需蔓藤一抖就能将男人内部的脏器捣烂。雷鸣咬着牙，用雷水粒子堵住了伤口，让内部的血液脏器不要流出。守着他，留下这句话，瞬间端木迅消失在原地，奔向已经爆发的战场。粉堂白梦美撑住男人的身子，眼睛眺望着猎人们的战斗。角龙赵君水、翠龙林英2位监察队干部配合默契，对着准天灾级别的血色鬼森发动狂猛的联合进攻。凌霄、魔女许攸、巨人陈汉以及后续赶去的瞬间端木迅各自挡下了一只 B 级高危异兽。3大军团以及官方的 B 级猎人们积极联手，围攻着剩下的几只狂化魔兽。看着那些血腥狰狞的异兽贴着男人那饱含痛苦的喘息，粉堂白梦美身竭力控制着面容的扭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么努力保护我，姐姐还真有些感动呢。身体自己动起来了而已，是吗？我还以为你被我迷住了。白梦美脸上泛起微笑，锤形权杖高高举起，粉色的烂漫光晕越加闪亮。而且看你伤得这么重，姐姐真的有点生气了。嗡，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粉色的光暴席卷而出，扫向了猎人们围攻的4只魔兽。精神能力者愤怒的全力一击，让他们身形一顿，猩红的兽瞳出现了短暂的粉晕，真的很短暂，不到 0.3 秒。但就是这极短的刹那，猎人们抓住机会，瞬间完成了集火。好，狂化的高危魔兽或是肢体断碎，或是头颅破裂，焦灼的战况瞬间倾斜。而另一边，凌霄及几位军团干部的战斗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扑唰，黑焰大剑砍中巨型狂虎的脖颈，零距离下，漆黑的残月爆发。这只伤痕累累的狂化高危魔兽身上的威能已不足以进行防御，如同利刃切开了豆腐，布满蛛网血丝的头颅飞起。凌霄没有停下攻击，黑焰大剑划过残影，咻咻咻，一瞬间，狂虎的脑袋便被斩成了碎片，没有一丝存活的可能性。解决对手后，凌霄抚了抚左臂，脸色十分冰冷。刚才为了救下粉堂队长，他硬吃了一发血色鬼桑的攻击，万幸没有人直接丧命，要不然凌霄也不知道那几位能否救回来。眼睛扫过，将战况尽收于眼底。帝炎怒火操控着熔岩巨臂，狠狠地轰碎魔兽躯体。魔女许攸用死焰腐化生机与灵魂，用黑焰摧毁异兽的肉体。瞬间端木迅的长剑化为闪光，仅一瞬间，狂化巨熊的脖颈被连砍了8剑，无头的躯体鲜血喷涌。围攻的猎人那边，因为粉堂队长支援，局势也非常良好，击杀狂兽只是时间问题。瞬间判断完局势，凌霄眼睛一转，将视线锁定在真正的怪物上。那只100米高的猩红蜘蛛，它的主干上爬着一张巨大诡异的人脸，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尖长的鼻子上是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眼球。此时，这颗准天灾异兽的躯干正盘绕着一条绿色的长龙，它浑身青翠，似植物似翡翠，所蕴含的能量波动已经超越了几位干部队长。那半透明的龙躯内部，隐隐间能看到液体光粒在流淌。有了绝佳的水系养分，碧翠长龙的体长不断生长，在攀爬的同时，也在疯狂啃咬着猩红植株的枝干，如血液一般，猩红的汁水四溅喷涌。而这条植物长龙的尾部，则远远连接着2位猎人，正是角龙赵君水以及翠龙林英。他们身上漫着水蓝、碧翠2种能量，这条绿植巨龙就是2人的组合能力。